眼前是一幅活春宫，马车晃动着，里面的人情到浓处，忍不住低声呻吟。叶娇趴在车窗外，小心挑开车帘边角，向里面窥视。错不了，昨日还说非他不娶的相府公子，正衣衫凌乱的同另一个女人欢好，宽大的身影挡着，让人看不清女人的脸，只看到她红色的衣衫退到腰部，钗环凌乱。给我吧，傅明竹柔声哄着。你好坏！女人娇声喘息，你要娶的是叶娇，怎么不去找她？听到此话，帘外偷看的叶娇连忙屏住呼吸，手指不自觉地攥紧，金丝银线勾勒的帘子顿时变得皱巴巴。她懂什么？傅明竹把女人的衣服扒下来丢到一边，空有一副好皮囊，却碰都不让人碰，也没有你这般勾魂摄魄。女人闻言哼了一声。你放心，傅明竹道，家里不过是觉得国公府如今太可怜，才硬要定下婚事。但是我的心在你身上，只要他一过门，我就纳你为妾，等他死了，扶你做正房夫人。哪有这么容易啊？我看他身体好得很，容易也有1万个法子，让他活不到明年。马车内的情形更加不堪入目，叶娇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慌乱渐渐化为怒意。狗东西！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叶娇怎么也没能想到，这个从小就跟他定下亲事，端的一副人模人样的未婚夫，不仅浪荡无耻，竟还要加害于他。无数思绪闪过，年少初时的懵懂，逐渐熟悉后的默契，他说过的诺言，他求娶时的郑重，那些都是哄骗吗？真想打他一顿。叶娇放下车帘，扭头就去找树棍。密林地上有许多断枝，叶娇找到最粗的木棍握紧，却又有些犹豫。眼前这荒郊野外，他一个人怎么能打过2个？万一傅明竹发狠把他杀了，他就白死了。马车摇晃得更加厉害，叶娇的视线落在车板边角，那里垂下来2件衣服，蓝的圆领袍，红的石榴裙。叶娇突然有了主意，她小心翼翼把衣服从马车里抽出来，又解开拉车马匹的套绳，撒腿就跑。丫头水文在官道旁等她，见叶娇出现，连忙迎上来。小姐，怎么样？真是傅少爷与人私会吗？真是。叶娇喘着气跳上马车，咱们走。水文又急又气，抹着泪哭诉，奴婢要到国公爷坟上哭去。还没进门呢就这样，他们傅家太欺负人了。哭什么？叶娇亲自赶车，难不成祖父还会诈尸吗？赶紧走，我自有办法。水文一路上都在担心，怕叶娇一气之下退婚，怕叶娇哥哥同傅家打起来，怕夫人知道了气晕。絮絮叨叨间，马车已经穿过城门，长安城车水马龙，繁华热闹。水文发现马车没有往自家府邸的方向去。小姐，咱们去哪里？从朱雀大道拐进一条宽阔的方街，有个胡人杂耍班正在表演，弄剑、顶杆、走场所、吞刀、吐火、叠罗汉。围观的百姓很多，叶娇跳下马车挤进去，丢给班主几个铜板，借来铜锣。这是干什么？百姓们问。呀，这么漂亮的姑娘也会杂耍？不少人惊声鼓掌。叶娇跳到一面大鼓上，梆梆梆敲几声锣，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之后才大声吆喝：叔叔伯伯大哥大嫂们，今日我们主人过寿，无奈车轮损坏，骏马丢失，停在城外官道第3个岔口往西的林子里，出不来了。大家行行好，去抬一抬，只要你们把马车抬到御街，人人有赏。人群顿时热闹起来。真不真啊？赏多少？叶娇抓着一把铜板，扬手撒出去，直撒的周围遍地都是。等抬到御街，每人再赏银2两。他承诺道。百姓捡起铜板，还是有些怀疑。你的主子是谁啊？怎么让抬到御街？叶娇的眼珠转了转，双手叉腰道：不瞒各位，奴的主人是当今圣上的9皇子殿下。皇子啊，怪不得这么阔气。百姓们不再迟疑，一窝蜂全跑了。杂耍班看着空无一人的方街，问叶娇道：俺们也能去吗？能啊。叶娇扬声道：人人有份。做完这些，叶娇觉得通体舒畅，心中的委屈愤怒减去大半。丫头水文却有些不解：小姐，您为什么要说是9皇子？不怕得罪他吗？因为其他皇子都在京城啊。叶娇丢下罗锤，走向马车。9皇子不是传说中的活死人吗？咱们不用怕他。叶娇的马车离去，一个手拿唐人的男子缓步拐进房街。他年约20，身如玉树，皮肤瓷白，五官俊美绝伦，却带3分病容。在以衣衫华丽著称的大唐长安，他只穿着一件玄青圆领袍，衣无刺绣，通体如墨，在腰里系着一块白色的方形玉佩。如果仔细看，会发现玉佩上雕刻着一只鹿，雕得精妙无比，鬼斧神工。见到杂耍班如此冷清，这人有些疑惑道：怎么今日不演吗？别提了。杂耍班主满脸郁闷，都跑城外去抬车领赏了。哦。男人品尝着糖人，要转身，又忽然站定，问道：
抬谁的车？九皇子啊！杂耍班主解释，九皇子的丫头说了，请人把马车抬到御街，赏银2两，每个人都赏。九皇子？男人脸上露出一丝疑惑和好奇，看向身后的随从。随从立刻上前躬身道：“殿下，要不要卑职？”“不用。”男人饶有兴致道：“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他向前走去，脚步比之前快了些，像是等不及要看什么热闹。郊外树林中，傅明竹总算得手，他累倒在车厢里，意犹未尽地搂着女人的腰，正要抚摸那柔软的肌肤，忽然听到嘈杂的脚步声传来。是那辆马？肯定是，你看马都跑没了。傅明竹惊坐起身，把车帘掀开一条缝隙，便见前方男女老少呼呼啦啦几十个人向这边跑来。他吓得连忙缩回来，惊慌道：“衣服呢？快穿衣服！”可车厢里哪里还有半片衣服？正在这时，马车动了动，外面的人兴高采烈道：“九皇子莫急，我们帮你把车抬回去。”傅明竹掀开车帘，只露出头，惊骇怒骂道：“快滚开！我有马！”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冷汗淋漓而下。马呢？他的马呢？叶娇驾车来到御街旁，耐心等待。过不多久，百姓们真的把马车抬来了。只见拉车的马已经跑了，20来个男人抬着马车，周围又有不少妇人孩子簇拥着喝彩。马车里时不时传来大呼小叫的声音：“你们是谁？快把车放下！放下！”抬车的人不忘了安抚歇斯底里的男人：“九皇子莫急，得让咱们抬到地方啊！”京里都传九皇子住在皇陵，脑子坏了，果然如此。什么九皇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傅明竹七窍冒烟。百姓们七嘴八舌道：“皇子就是不一样，这是在隐藏身份。”傅明竹一头雾水，又急又气。眼看马车到了御街，他想要逃跑，却被身后的女人拽住。父郎不穿外衣尚能逃走，可叫奴家怎么办？他已经哭了一路，勉强用披帛遮挡，惊惧颤抖，险些晕过去。傅明竹只好解释道：“我去给你拿衣服啊，你等着。”马车刚好停下，傅明竹低着头，身穿中衣便冲出去，却被百姓们拦住。“九皇子，赏银呢？”“什么赏银？”傅明竹怒骂：“都给我滚！你不是九皇子啊！”有人认出傅明竹，指着他道：“你是宰相府的大公子。”他们不敢逼迫九皇子，对这位相府公子可不客气。傅明竹被缠得无法脱身，又怕百姓去掀开车帘，只好无奈恶狠狠道：“你们要多少银子？”“每人2两，说好的。”“谁跟你们说好的？谁出门会带几10两银子？”傅明竹怒火攻心，若不是在御街上，就要跟这些人大打出手。百姓们却不依不饶：“明明说好的，你不要赖账！宰相公子也不能白使唤人啊！”御街距离皇城很近，正是散值时辰，3、3两两的官员走出官衙，或骑马，或乘坐马车走到御街，见道路拥堵，纷纷呵斥：“怎么回事？”大唐宰相傅谦掀开车帘，询问随从。立刻有一名官员凑上来，那是吏部员外郎秦洛辉。“阁老，怎么下官瞧见令郎在前面，被人缠上了？”秦洛辉的声音里含着恭敬，却有些若无若有的幸灾乐祸。“在御街闹事，可不是小罪。”傅谦面色微沉，对随从道：“你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若真的是逆子，立刻带回府中处置，不能在这里丢人现眼，恐怕带不走了呀。”秦洛辉道：“阁老还是去看看吧，下官怕您再不出面，事情就闹大了。治家不严，是要被御史弹劾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事情闹大。”宰相无奈走下马车，围观官员立刻让出一条路。他迈步上前，果然瞧见傅明竹只穿一件单薄的中衣，气急败坏站在马车前。傅明竹面前是恨不得把他的衣服撕烂的百姓。“你在干什么？”宰相大喝一声。见到父亲出现，傅明竹吓得腿都软了。“马车里还有谁？”宰相看出问题：“对啊，傅公子怎么穿成这样呢？衣服在车里吗？是否有家人相伴？”秦洛辉跟过来，慢悠悠道。傅明竹看到秦洛辉，脸色更加僵硬，立刻有人去掀车帘。傅明竹拦住众人，大声道：“马车里是安国公府的叶小姐，她跟叶娇婚约在身，大唐民风开化，说是叶娇，起码没有婚前通奸之嫌。”正看热闹的叶娇瞪大眼睛，完了，本来要让傅明竹出丑，没想到这人要栽赃陷害。可叶娇若此时冲出去澄清，傅明竹就知道这事儿是他做的了。他将得罪整个宰相府，就算改日退婚，也会伤了两家和气。那如果不出去任他栽赃呢？那么全城人都会知道叶娇婚前与未婚夫在郊外厮混，被人戏弄丢在御街上。他不可能退婚了，他将会跟这个3心2意的男人一生一世过下去。不，叶娇活不了一生了。傅明竹是准备杀了他的，到底该怎么办？
叶娇紧握衣襟，慌张的腿脚发软，精神手段。比叶娇更慌的是丫头水文。小姐，你不能出去，抬车的人会认出你的。小姐，你得让大家知道车里不是你啊，既不能出去，又不能被傅明竹败坏名声。叶娇躲在马车里，视线在车内乱扫，看到了一把弓。他的祖父当年战功赫赫，获封国公。叶娇的功夫虽然一般，剑术却很不错。他把弓握在手中，挑起马车窗帘向外细看。御街很宽阔，叶娇的位置距离傅明竹有20丈远，中间要么是闹哄哄的百姓，要么是看热闹的朝臣，还有几个听到吵闹快步走来探查的禁军。没人注意他，所有人的视线都在傅明竹身上。车里只有3支箭，叶娇拳搭在弓上，上身挺直，右臂后拉，瞄准对面。要快，快到不被发现；要准，准到不会误伤百姓；要狠，狠到足够吓到那人。嗖，3根箭矢同时射出，一支从2个百姓中间的缝隙穿过，一支从坐在父亲肩头的孩童手边掠过，还有一支擦过傅明竹的耳垂。傅明竹痛呼一声，捂住受伤的耳朵，身后已爆开3声响。砰砰砰，一支箭射落车帘，一支箭射裂车板，正中的那支箭钉入车厢，距车门只有1尺远。快准狠的3支箭刚刚落定，车厢内便响起刺耳的尖叫声。一个女子从里面仓皇逃出，2丈长的披帛裹住她的身子，勉强没有露出肌肤。她面色惨白，站立不稳，扯住了傅明竹的衣袖。谁要杀我？没有人要杀他。他以为是乱箭齐发，其实只有3支，3支箭逼他出车。秦白薇，惊怒交加的声音从宰相身后传来，那是不久前还在看热闹的吏部员外郎秦洛辉。马车中逃出的女子正是他的女儿。秦洛辉疾步走来，一巴掌打在女子脸上，女子捂住脸，浑身颤抖，跪倒在地。秦洛辉扭头便走，走了2步又回来，从随从身上扯下外袍，兜头蒙住女儿面容。走！他连拉带拽把女儿带走，留下面容惊黄的傅明竹和气到险些晕厥的宰相。原来不是叶小姐啊！那个人，看那人的官服是5品官吧？百姓们大声议论着，不时打量宰相。你！禁军已经挤过来，宰相夺过一把刀，便向儿子砍过去。傅阁老，禁军慌忙拦住他，提醒道：“此处是御街呀，阁老。天子脚下，言官面前，怎么能动用家法呢？”宰相这才收回些心神，他压下怒火，让随从给抬车的百姓发放银两，又沉声吩咐禁军：“劳烦几位看看，是谁在御街用剑？在御街用剑，轻者杖责，重者可按谋逆论处。”他的目光掠过四周，又停在傅明竹身上，神情已恢复平静，只剩下处理此事的果断。你先回家跪着去。傅明竹唯唯诺诺应声，哭丧着脸离开。百姓收到钱，3两结伴去。叶娇也要走，因为不方便露面，便让水文去驾车。水文刚钻出头，又扭转身子，车帘半掀，苦着脸道：“小姐，禁军来了。”一名皮肤黝黑的禁军走过来，站在马车外询问：“车里是谁？可曾带什么兵器？”叶娇见这人身披黑色兜鍪铠甲，便知是禁军16位中的左右卫尉。他不动声色，把弓弩藏在身后，坐在马车里回话：“将军是左卫尉的吗？奴家来找你们严指挥使，请问现在方便见他吗？”听说是找自家指挥使，禁军脸上的寒气消融几分。恐怕不成，他摇头道：“指挥使还没散职，小姐有时再来吧。”叶娇笑着感谢，便吩咐水文驾车。水文答应着，禁军让开一步，又似想起什么，哎的一声拦住了他们：“请小姐下马车，让卑职看一眼车内，也好有个交代。”他语气平和，却又不容置疑，糊弄不过去了。叶娇的心在胸腔内砰砰乱跳，她小心把弓挪到裙子底下，准备说自己腿断无法行走，请禁军上来看。如果禁军还要坚持，叶娇就只能夺路而逃了。正在此时，外面传来说话声：“今日是你当值啊！”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禁军转过身，手指把兜鍪顶高些，走开几步，又不知同来人说了些什么，便笑着走远了。叶娇抚了抚胸口，总算有惊无险。他吩咐水文快走，车帘外却又冒出一张脸，是刚刚跟禁军搭话的男人，白皙，白得像是从来都没有晒过太阳，却偏偏穿着一件通体漆黑的圆领袍，于是衬得一张脸更加白。病弱，五官俊朗英俊，发如黑玉，肌肤如瓷，却偏偏每一分都加了一点羸弱，只在那双锦缎般漆黑的瞳孔中看到些少年英气。那不是普通的少年英气，似要用这英气隐藏原本的风姿潇洒，气宇轩昂。不知怎地，只看一眼，叶娇便知道这人惹不得，请让一让。他好声好气劝说。车帘外的男人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脸色清冷，对叶娇道：“请小姐给点封口费吧。”
什么封口费？叶娇实攥紧拳头，阁下是要在京城打劫吗？男人微微一笑，缓声道：刚才的3支箭是小姐射出去的吧？鄙人佩服小姐的爽利，但不知若禁军知道小姐在御街用剑。他说着，看一眼盘问路人的禁军，做出随时都可以前去举告的样子。叶娇的拳头险些送出去，他硬生生收回，闷声问：你要多少？100两。男人答：谁出门会带那么多？叶娇说完，凝眉思索，感觉这话似乎在哪里听过，好像刚刚傅明竹被追讨台车费也是这么说的。没有银子，金子也成。男人一边说，一边看了眼叶娇头上的珠花。叶娇竖着飞仙髻，没有插簪，只在髻尾缀着2朵金珠花。他犹豫着，见禁军又要走过来，只得恨恨地扯下珠花。可是就这么给他，未免太便宜了。金色的花瓣托着5颗珍珠，叶娇迅速摘下珍珠，又把金花瓣团在一起，揉得不成样子，才递出去。男人来接，叶娇又收回来，气不过的往珠花上呸呸2口，这才挑衅地伸出手。这一幕看得水文目瞪口呆，而男人却不以为意。多谢小姐。他把变成金疙瘩的珠花拿在手里，看了看，似乎分外满意。还不知小姐方面。闪开！叶娇恶狠狠驱赶他，又指着他的鼻子道：我可记住你了，下回别让我再遇到你。马车驶离御街，透过车窗，叶娇见男人安静地站着，周身笼罩着一丝寒气。什么人啊？叶娇气得浑身发抖，再见到他一定打他一顿。马车在街市上转了几圈，才驶回安国公府。叶娇的祖父荣封国公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叶娇出生时家境已经开始衰落，到如今只是勉强撑着门面，没有倒下罢了。他是偷摸出去的，此时小心溜回家，唯恐严厉的母亲会发现，可还是被逮了个正着。去哪里了？叶夫人轻轻晃动团扇，声音温婉。叶娇的母亲40来岁，长相端庄，常年主持家事，让她看起来比京都同样年龄的贵妇人年老些。不过幸在骨相好，仍然风韵犹存。去东市转了转，叶娇面色不变道：给母亲烧了枣花蜜。他说着，便喜滋滋靠近母亲，把专程去买的蜂蜜塞进母亲怀里。叶夫人不似平日那般问长问短，她的神色有些不对，接过陶罐，淡淡道：回去歇着吧，没事别总出门。叶娇麻溜回屋，这才放下心。她躺在床上，想起今日的种种，觉得除了那个黑衣男让人生气，别的都好。傅明竹的丑事天下皆知，退婚也就容易了。只是叶娇翻过身，觉得眼睛有些酸。为什么啊？她做错了什么才会被人背叛呢？3月3上4节时，傅明竹还带着她在郊外游春。他摘了一束杏花相送，他的回礼是一块端砚。端砚啊，连皇帝都在用的砚台。等等，叶娇突然直起身子，他是不是吃亏了？一束花换一块端砚，为什么那时候他开心的不得了，花瓣落了都不舍得丢掉干枝？叶娇懊悔的倒在床上，正要大呼小叫，忽然听到屋外有丫头敲门。小姐在吗？傅家来人了，夫人请小姐去见。他们还敢来？叶娇跳下床，气势汹汹踢开门。旧情难断，陪傅明竹来的有傅家的同族长辈和为他们牵线搭桥的媒人。客人来了很久，安国公府没有设几案请他们落座，更没有茶水果品招待。叶夫人脸色铁青，手中的团扇搁在怀里，半晌抬起来，不等摇动一次，便又随意放下。傅家长辈先还有些歉意，如今也觉得被驳了面子，抬声道：纵观我大唐朝野上下，就没有不准未婚夫纳妾的道理。好，叶夫人这才冷笑一声开口，原来堂堂相府就半点也不顾礼义廉耻吗？见叶夫人动怒，傅明竹连忙从长辈身后走出来，跪地道：都是侄儿的错，请伯母责打。他小心叩头，神情谦卑可怜。叶娇这时推门进来，扬声道：好，我来打。这话让傅家长辈和媒人同时惊诧抬头，傅明竹更是险些跳起来。叶夫人看到女儿，沉声阻止：安国公府不是匪帮贼窝，别人不懂规矩，你也是吗？这话明里是骂叶娇，其实是骂相府。奶娘连忙请罪，拉着叶娇带她站到屏风后面。叶夫人端起茶盏轻下半口，叹了口气：我这女儿原本就个性要强，受不得气。既然傅公子心有所属，咱们2家的亲事就此作罢吧。叶夫人，您不能。傅家长辈连忙劝说，又斥骂傅明竹：快把相府的补偿告诉叶夫人啊！傅明竹连声答应着，开口道：侄儿已禀明父亲，只要交过门，便可主持中馈。不光家中炊饮之事，凡涉及田产、商铺、钱粮，都由娇掌管决断。这是要把傅家的财政权柄都送给叶娇。叶娇在屏风后冷哼一声，叶夫人看向叶娇，又收回神，垂眉摇头：我们家老爷离家修道已有10年，这10年来，安国公府一应所事都是我来打理。
钟会账目都是劳心劳力的事，怎么在你们相府眼中竟成了可拿来交易的筹码吗？傅明竹张口结舌说不出话。叶夫人又问：且不知你败坏了吏部员外郎家的女儿，又该如何补偿人家呢？傅明竹犹豫着，知道躲不过，只能答道：还请伯母和娇娇同意，让侄儿那秦白薇为妾。吏部员外郎不是好糊弄的，宰相亲自到员外郎府上致歉，才得到对方谅解。名声毁了，做正妻是绝无可能的，让女儿做妾也算是无可奈何。可是对安国公府来说，这算哪门子道歉？欺负了你，羞辱了你，负荆请罪做做样子，你还是得把女儿嫁给他，还是得让女儿同他苟合的侍妾日日相见。叶夫人的手几乎把团扇柄折断，她勉强维持着主母风范，声音颤抖道：安国公府愿成全相府同秦府永结秦晋之好，请傅公子回吧，明日国公府便会上门退婚。他起身离去，傅明竹连忙跪行恳求。此时大门再次被人踢开，冲进来一个衣冠华丽的公子。是谁欺负我妹妹？响亮的声音震彻云霄。来人正是叶娇的哥哥叶长庚。叶长庚冲进屋子，迎面便见傅明竹神情惊讶，要往外逃。叶长庚哪会让他逃走？他大步上前，左手把傅明竹拎起来，又拳打在傅明竹脸上。殴打中不忘了从窗台扯来木杆当做武器，噼里啪啦打了傅明竹好几下。傅明竹的门牙被叶长庚打掉，嘴里漏风，呼喊道：嘿有此理！估计是要说岂有此理。傅家的人慌乱的阻拦，叶夫人看着儿子得手好几次，才厉声喝道：住手！叶长庚迅速停手，小跑几步扑向母亲，滑跪在母亲面前，动作一气呵成，请罪也快。儿子错了，请母亲责罚。眼见叶夫人要教训儿子，傅家人再不敢待，他们拱手告辞，神情灰败。你怎么从书院回来了？叶夫人问。傅明竹那龟儿子跟人厮混的事传到书院，儿子怕母亲和妹妹心情不好，就回来轰轰。他说着，从衣袖里拿出一个油纸包，打开纸包，是已经变形的几样果子。哎呀！叶长庚猛拍脑门，打架前忘了拿出来，这下都碎了。就是叶娇夺不过来，碎了的我可不吃。他虽然这么说，还是捏了一块放进嘴里，又不满道：打轻了，是不是读书读得没力气了？叶长庚任妹妹揶揄，把果子再递一递。你别难过哈，哥哥再给你找个更好的，比柔儿嫁的还好。叶娇的姐姐叶柔已经出嫁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说话。叶夫人所谓的教训儿子，不过是在他跪麻双腿前询问他回来前吃饭了没。晚膳后，兄妹俩坐在秋千上聊天。还难过呢？叶长庚问。你一难过就咬嘴唇。叶娇下意识松开嘴唇，歪头靠着秋千绳子，慢悠悠道：今日我回来时，母亲肯定已经知道傅家的事了。她那会儿的神色就不好，都怪我。虽然把傅明竹丢到御街很解气，但看到母亲今日气愤发抖的样子，叶娇又觉得伤到了母亲。叶长庚双臂抱绳，乱晃荡着，没说话。如果父亲在就好了。叶娇道：我都忘了父亲长什么样子，别提他。叶长庚松开秋千，声音也变得怨怼。祖父当年恳求先帝，说叶家世代不须袭爵，我从未怨过。不袭就不袭，袭爵没有实权，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恨那个臭道士。叶娇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离家修道了，10年来杳无音讯，不知在哪座高山道观清修。安国公府如今都靠叶夫人撑着，朝中无人，渐渐门庭冷落，日渐衰败。叶娇尚且感受不深，但叶长庚年长些，人情淡薄的滋味时常让他气愤。你知道哥哥为何今日一定要打傅明竹吗？因为错过了今日，再想打他就绝无可能。他毕竟是当朝宰府家的公子，就算宰相不说话，照样有数不清的阿谀奉承之辈，为了捧臭脚给我治罪。叶长庚看起来莽撞冲动，其实心思缜密。他站起身，拍了拍妹妹的肩头：哥哥去读书了，哥哥得给你考个状元。咱们家有人做官，就再不怕被人欺负。叶娇丢给叶长庚一个荷包，叶长庚摸了摸，应该是2块银锭。见你老是请人吃饭，别赊账。他眯眼笑笑：谢了。叶长庚也笑起来，还是妹妹最贴心。第2日早朝，参本弹劾宰相的言官排成了长队。微臣弹劾宰相傅谦教子无方，纵容其子婚前通奸，背德忘礼。微臣弹劾宰相傅谦寡廉鲜耻，子嗣失德，却仍然高居相位。微臣弹劾宰相傅谦背信弃义。言官们阵仗颇大，一个个疾言厉色，直言上谏，把御座后的皇帝都搞糊涂了。只不过一个晚上，往日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宰相，变成了一个人人唾骂、不堪大任的昏官佞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皇帝侧目看着宰相，询问道：臣有罪。宰相傅谦举起护板跪地，显然早想到有这么一出，干脆主动把昨日傅明竹的事原原本本呈报。皇帝刚过知天命之年，
脾气比年轻时好了很多。他身穿黑色龙纹朝服，一双剑眉格外英武，思考朝政时眼中金光微露，眼皮却常常半合着，不怒自威。傅谦说完，自请削去官职，罚没财产，带一家老小回乡耕田犁地，闭门思过。此事可大可小，但萧官未免太重了些。皇帝并不急着表态，而是询问道：“朕怎么没有见到秦洛辉呢？”秦洛辉便是昨日秦白薇之父，吏部员外郎。回禀陛下，有官员道，秦员外郎自敢无颜面圣，跪在殿门外。傅家教子无方，秦家教女的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如今朝臣失德的事已传遍京城，士大夫们引以为耻，但如何盖棺定论，还是要看皇帝陛下。皇帝沉思少许，蹙眉问道：“怎么朕听说九皇子还跟此事有关？”朝臣们左右看看，最终有人回答道：“回禀陛下，昨日傅明竹原本同秦小姐在郊外私会，传言是九皇子雇人把马车直接抬到了御街上，这才闹得天下皆知，既丢宰相的脸，又丢朝廷的脸。”皇帝的脸色瞬息万变，他侧头询问身边的宦官：“小九怎么回来了？”宦官想了想，回答道：“今日是顺平娘娘的生辰，顺平是九皇子的生母。”皇帝当然不记得顺平的生辰，他也不太记得自己的这个儿子。凝眉片刻，皇帝沉声道：“宣他进来。看来这个教子无方的罪责，朕也要领受。”陛下息怒。朝臣们呼呼啦啦跪了一地，原本便已经跪了很久的宰相趁机揉一揉腿。很快九皇子到了，他穿着青色长服，因为要面圣的缘故，前胸后被绣着龙纹，腰里围了一条墨色革带，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块白玉为饰。那白玉悬在九皇子腰间，上面雕刻一只鹿，仪表堂堂，却略带病容，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颓唐如玉山之将崩。皇子李策。九皇子李策，字慎思，年籍弱冠，生母顺平。皇族起名喜欢用生僻字，一则彰显尊贵，二则也方便立储登基后行文避讳。单看李策寻常的名字，便知这是个无足轻重的皇子。起名时，皇帝就没想过要立他为储，这也怪不得皇帝轻视。那一年皇陵地动，司天台上观星象，说勾星在房，星之间阳威阴盛，气失其序，故而地动。若想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需要陛下舍一子送入皇陵，以纯阳抵消阴气。送谁呢？皇帝已经有8个儿子，但他喜欢其中2个聪明伶俐，喜欢另外几个孝顺懂事，稍微不喜欢的那2个，偏偏他们母族尊贵，不能得罪。李策那时刚巧出生，尚未满月，皇帝想了想，干脆就把他丢去皇陵吧。周岁时，皇帝为他赐名，自然也不会赐太过显赫的名字。20年来，李策很少回京，即便回来，宫里人也觉得他很晦气，避讳同他接触。再加上李策常常患病，皮肤白皙，身体羸弱，京中便传言九皇子乃墓中活死人，身见不详。如今李策上殿，朝臣才注意到这个皇子已经长大了，皇帝也才正眼看了看他。不错，虽然病弱，模样倒是好看，像朕。李策跪地后轻声咳嗽，言官立刻斥道：“微臣要弹劾九皇子李策殿前失仪。”皇帝瞥了言官一眼，心中略觉烦闷。是病了吗？他问道。回父皇，李策勉强止住咳嗽，而陈科难愈，在此请罪。皇帝便白了言官一眼，那意思是说朕的儿子是病了，不是不顾礼仪，你就口下留人吧。言官抱着护板退回去，皇帝才开始问话：“朕听说是你让人把傅家的马车抬到御街的？”而没有，李策否认道，而只是恰巧经过御街，看了个热闹而已，不知是何人冒用名讳。他说话时神情真诚，漆黑的眼珠里露出柔和的光，让人觉得坦荡持重，不忍苛责。皇帝问到此处，便等着朝臣开口。果然不久便有朝臣为九皇子辩解，称此事万分蹊跷，应该抓到冒用名讳者，还九皇子清白。即便如此，皇帝沉声道：“朕也得罚你。堂堂皇子怎么能像寻常百姓那样热忱于凑热闹看大戏呢？怎么忘了皇家的体统？”李策连忙再次请罪。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再不退朝，跪在殿外的员外郎就要中暑。于是皇帝做主，让这件事情有了了断。安国公府同傅家婚事作废，傅家以1000两白银致歉，改而迎娶员外郎之女秦白薇为妻。傅明竹婚前背礼失德，终身不得参加科举，不得应袭，不得举荐做官。宰相和员外郎家教不严，罚俸半年。九皇子李策不务正业，削去今年俸禄，待元旦后方能领取俸银。皇帝说完这些，又仔细问道：“卿等可有觉得不妥之处吗？”朝臣左右看看，皆称圣明。可九皇子却叩头道：“而以为如此，尚不够周。”众人惊讶地向九皇子看去，
不知道他这个人微言轻的守灵皇子哪儿来的胆量质疑皇帝。皇帝倒是没有生气，你来说说，怎么不够周全？李策使劲咳嗽了一阵，才侃侃而谈。父皇的决议看似公允得当，可傅明竹也只是被罚终身无法做官，宰相和员外郎罚了点俸禄，员外郎家的小姐倒是得了一门好亲事。可安国公府被人耻笑，婚约作废，禁止获赔1000两白银。而听说安国公府虽然并未袭爵，但祖上产业不少，并不缺少银钱，而怕这么做寒了开国功臣子嗣们的心。殿内静悄悄的，无人敢附和，也无人开口反驳。不能做官，难道还不算重罚吗？你没看到宰相在哆嗦吗？你倒是不在乎前途，随便就得罪当朝宰辅啊！再说了，区区没落的国公府而已，也在乎他们会不会寒心吗？事实上，国公府小姐还不如员外郎小姐家世好呢，毕竟吏部员外郎也算是实权在身。皇帝脸色沉沉，听李策说完，今日的好脾气也磨完了。慎思，慎思，你倒是思虑周全。慎思是李策的表字，皇帝一语双关，李策垂头不语。这么着吧，皇帝道，朕派你挑选几样礼物，代表外朝内宫乃至我李氏皇族，亲自到国公府慰问，如何？这话听起来像是旨意，其实是诘问。而遵旨。李策大声应下，像是没听懂那是个反问句。皇帝的脸红了，他站起身挥手，大步离去。官宦连忙宣唱退朝，朝臣恭送。秦员外郎，好消息啊！出门的朝臣扶起秦洛辉，陛下金口玉言，令爱德则加婿啊！虽然名声不好，但秦白薇不必做妾了。秦洛辉用衣袖遮脸，满面羞愧。宰相走路有些摇晃，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就为了男女欢爱葬送大好前程。同安国公府结亲，是为了彰显丞相府对开国功臣子嗣的眷顾，为了有助于官升亲民。虽然朝臣皇族个个对安国公府避之唯恐不及，但宰相知道，安国公府那桩旧事已经过去12年了。12年，他们安然无恙，足以表明他们自保的能力。员外郎有什么用？傅家乃清流砥柱，根本不屑于结党营私。汗水湿透朝服，过一会儿连汗都没有了，被殿外明晃晃的日光撩到头脸，宰相头晕目眩，险些晕厥。几个朝臣聊着天，路过宰相身边。若不是今日提起，下官都忘了安国公府了。可不是吗？连个爵位都没有，还算什么国公府？产业再多有什么用？再过几年跟商贾合议。如此看来，这门亲事黄了，还真是国公府的损失啊！朝臣偷笑着离去，宦官拉住了向后宫方向拐弯的九皇子。殿下，殿下，你往哪里去？去库房挑礼物啊！九皇子道：你没听到父皇的旨意吗？去找辆车来，既然是慰问，便要像个样子。九皇子，宦官好心提醒，礼物是否贵重，不在大小多少。也是。九皇子点着头，露出懵懂无知的神情。那就把最里面的库房打开，让我好好挑挑。最里面的库房当然放着最贵重的宝物。宦官斜睨九皇子一眼，偷偷摇头，真是个傻子，看不出皇帝不乐意吗？瞧瞧这急冲冲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要往丈母娘家跑呢。正午未到，叶柔便慌张归家了。她眼含热泪见过母亲，又去找妹妹叶娇。叶娇正在把玩弓箭，看到姐姐，笑着迎上来。姐姐怎么回来了？哥哥去接了吗？出嫁女若无娘家上门去接，轻易是不能回来的。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还能安心待着？叶柔的泪水掉下来。你姐夫今日从衙门回来，我才知道傅家的事。傅家公子怎么就？他委屈又愤怒，牵住叶娇的手，把她拉进厢房坐下。娇娇，你要打定主意，这婚不能退。为什么？叶娇瞪大眼睛。这实在是一门好婚事。叶柔为妹妹分析，你想想，小时候同我们一起玩大的姑娘，有哪个能够得上宰相家的门庭？咱们家虽说有个国公府的底子，可其实已经被人瞧不起了。只有你嫁过去，才能光大门楣，以后也好帮助哥哥。哥哥不需要帮。叶娇咬紧嘴唇，哥哥说了，他自己考状元。叶柔深深叹气，他考状元？你有没有见过他写字？你姐夫说他在书院的成绩一直都是丁等丁等丁等，别说是状元，就是进士及第也不可能了。哥哥果然不是读书的料。可傅明竹婚前便同人苟且，让我怎么忍？叶娇猛然摇动团扇，疾风吹拂她的头发，露出一张娇艳恼怒的脸。叶柔听他这么说，脸色灰暗几分，还是叹息着劝道：女人家不都得这样吗？你姐夫已经纳了3房妾，我不是也只能忍着吗？叶娇想起他那位胖嘟嘟的姐夫，便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姐姐回来就是劝我嫁到相府的吗？叶娇道：那如果傅明竹想杀了我呢？怎么会？叶柔勉强挤出一分笑。此时屋外有脚步声传来。大小姐，二小姐，宫里来人了。宫里？叶娇手里的团扇停下，
宫里50年没来过人了，不见。注：古代的元旦当然不是现在的阳历元旦，而是正月初1哦。卖媚求荣。宫里上次来人还是叶娇的父亲出生，先帝派宦官送来贺礼。后来老国公去世，只有几位朝臣前来吊唁。几十年来，宫中对国公府的疏远冷淡，招致宗室朝臣纷纷效仿。渐渐的，就连国公爷当年亲手提拔的老部下都不再同国公府来往了。而12年前的那件事后，国公府更是只能保全性命罢了。叶柔唤妹妹一起去迎接天使，叶娇拿起弓箭往后院去，对姐姐摆手：“我不去，你就说我病了。好好的，怎么能诅咒自己呢？”叶柔无奈，只得在丫头的催请中独自去了。来的竟然是位少年皇子。叶柔恪守本分，不敢细看，但偶尔目光触及，注意到这少年皮肤白皙，身材修长，五官硬朗，隐有山川峥嵘之象。可他也看出少年病得不轻。叶柔垂着头，同母亲一起施礼。九皇子介绍完自己，不忘了解释为什么是他来，请叶夫人多担待，几位兄弟各有差事抽不开身，所以我的名声虽然不太好，也还是前来叨扰了。名声不好是指活死人的绰号，指众人的避讳，而恐怕那几位皇子也并非抽不开身，只是不想跟国公府有所瓜葛。李策的声音绵软柔和，让人莫名生出一丝怜惜。果然，叶夫人笑着摇头。安国公府以武星族，是踏过尸山血海的，从不畏惧鬼神。九皇子殿下孤身一人在皇陵侍奉先祖，是孝悌表率，怎么会名声不好呢？叶夫人严厉惯了，偶尔夸人便把李策夸得有些羞涩的抿唇浅笑，消瘦的脸上露出2个极浅的酒窝。这么一笑，硬朗的五官突然俊美无比。不知二小姐在吗？父皇今日已做主为二小姐退婚，他日必将再择佳婿。我从宫中带来几样礼物，务必亲手交给二小姐。李策见叶柔竖着妇人的堕马髻，便猜出这是叶娇已经出嫁的姐姐。他想见到叶娇，是要确认一件事。李策已详细问过昨日御街上的百姓，听他们描述的衣服相貌，可推断出请人抬车的正是射箭的姑娘。那么射箭的姑娘是叶娇吗？见未婚夫与人苟合，便冒用皇子姓名雇人抬车；见未婚夫辱没亲名，便3箭逼出秦白薇。李策背了那么大一口黑锅，罚没半年俸银，他总要知道对方是谁。更何况那姑娘实在有趣的很。可叶柔却微微摇头，施礼道：“家妹因昨日之事心中难过，面容憔悴，唯恐失仪，不便见客。”李策清雅的笑笑，虽觉失望，也很理解的颔首道：“既然如此，礼单在此，请夫人收下。”叶柔放下心来，李策却突然又问道：“既然安国公府以武星族，不知二小姐可善骑射弓弩吗？”猝不及防间听到李策这么询问，叶柔有些惊慌地看向叶夫人。叶夫人面色不变，温婉道：“小女最善琴棋书画，刺绣女工。”李策又不甘心道：“可曾学一点弓箭之术吗？”“不曾。”叶夫人道：“小女手无缚鸡之力。”而此时后院中，叶娇正挥动斧头劈开一根坚硬的桑葚木，木头断成2半。叶娇兴高采烈地对身边的男仆道：“就用这个做新弓。”叶娇身边的男仆50来岁，名叫冯杰，是当年国公爷的旧部。他曾身负重伤，伤好后一条腿失去知觉，走路只能依靠拐杖。朝廷的抚恤银子很少，病腿让他无法做工挣钱，国公府便收留了他。这么些年来，冯杰看着叶娇长大，教叶娇骑马射箭。冯伯伯，叶娇捡起桑葚木，试了试刃劲儿，偷偷做把弩呗。弩箭杀伤巨大，是管制军械。冯杰果断摇头，娇小姐射箭是为防身，夫人已经因此责备过我好几次。再做弩弓，夫人就要气得把我赶出去了。叶夫人一直觉得姑娘家还是要斯斯文文的。她同傅明主早就订婚，可傅家也没人知道叶娇懂得射箭。怎么会？叶娇眯着眼笑，母亲若赶你走，我就单独买个院子，把冯伯养起来，再给冯伯娶个媳妇。你这姑娘！冯杰佯装生气，手里的木条打向叶娇。叶娇跳起来，笑着往外跑。啊，忘了前门不能走，宫中的天使估摸还在呢。叶娇便去翻墙，墙边种着一棵桃树，正是果实成熟的季节。叶娇顺手扯下一颗桃子，3两下跃上墙头。小姐可以走后门啊。冯杰提醒道。才不呢。叶娇骑在墙上剥掉桃皮，我才不想多走路。他一跃而下，身子迅捷落地，余光看到一个人从安国公府出来。李策先打发宦官回去，他自己则沿着国公府的院墙缓缓踱步。李策喜欢走路，心中有事时更喜欢多走走。这时便见院墙上有人影晃过，稍一抬头，便见一个绯红的身影翻落下来。少女艳丽的长裙束在胸口，外罩双色对襟如衣，跳落时层层裙裾飞扬，宛如一道烟霞在天际炸开。当真是好身手。李策心中赞许，视线落在这女子脸上，才发觉她很眼熟。
有些圆润的鹅蛋脸，眉翠鼻翘，桃花眼里像挖着春水。此时他略带笑意，啃着桃子，唇角湿润，眼如月牙微弯，含了3分朦胧醉意，比昨日愤怒时更加娇艳。没有错，就是他在御街射出3支利箭。李策笑盈盈地看着他，女子已经转过身，他偏过头注意到李策，突然收敛笑意，大步走过来。是要打招呼吗？李策上前一步，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只有力的手。叶娇左手拿着桃子，右手按住李策的肩膀，把他按得向后退去，直直退得抵住院墙。当真是冤家路窄，叶娇也认出了他。昨日讹我金子，今日还敢出来？你是叶娇？李策老实的靠在墙上，笃定道：不是。叶娇否认。那就是有女贼大白天翻墙盗窃。李策假装要仰头高喊：来人啊！他的声音被生生截断。叶娇把桃子塞进了李策嘴里，刹那间，甜蜜的汁水在李策口中蔓延，一瞬间充满整个口腔，他无法吞咽，抬手想取出桃子，叶娇却按住他的手臂，力量之大，让病弱的李策动弹不得。这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光天化日之下，他被一个女人按在墙上，嘴里还塞满桃子，像刻在木墙上的壁画，一动不动。我警告你，叶娇的声音热辣辣的，少在我们国公府墙外溜达。他说着，把手伸进李策的衣袖，掏出一个沉甸甸的荷包。为了空出一只手，叶娇的腿抬起来，膝盖抵着李策的手臂。李策只感觉叶娇整个身子贴在他身上，柔软炙热，像冬日的篝火。这个是我的了。头晕目眩中，叶娇已经松开他。李策连忙取出桃子，一面咳嗽，一面问道：你就不怕我把昨天的事说出去？叶娇侧过身子，伸手道：请啊，谁不知道我是弱智女流？射箭？我可不会。他一脸耍赖的表情，打开荷包清查银两，顺手捡了一块最小的，丢给李策。李策下意识接过。叶娇施然道：看你身子不好，赏你回去路上乘车用。李策怔怔地看着他，叶娇已大步跑开。他的速度很快，李策没有去追。所以今日他被人抵在墙上，抢了1包银子吗？京都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李策轻抚胸口，咽下丰盈的桃汁，挺甜的。礼物有3样，宫制绢地会如意团扇，白玉透雕双狮形配，还有一个铜簪花包角楠木剑匣。东西倒都是价值不菲，只是这楠木剑匣怎么都不像是送给闺阁女子的。叶夫人神情不安，宫里不会是知道叶娇用剑吧？不会。叶柔安抚母亲，咱们瞒得很好，娇娇也不在外面用剑，看来这是送给哥哥的。叶夫人沉沉点头。宦官已送来宫中的旨意，傅家和秦家各有赔礼，傅明竹和叶娇的婚事算是彻底作罢。在叶夫人看来，宫中今日的礼物是安抚，也是警告。事情到此为止，为了朝廷的威仪，安国公府不便再说什么了。无论如何，叶柔都觉得憋屈。外子说，他叹息道：朝里都在贺宰相和员外郎联姻，外子也便是叶柔的夫婿。叶夫人面色沉沉，收起礼物。他还说，叶柔试探着道：如果娇娇真的退婚，他愿意牵线搭桥，做媒把娇娇说给户部侍郎的小儿子。叶夫人面色好转，想了想问：户部侍郎有2个儿子，是在左卫卫驻守皇宫的严指挥使吗？不是。叶柔起身道：算了，母亲，当我没有说。叶夫人的脸刹那间通红。你该不会……他手中握紧团扇，声音颤抖道：要把娇娇嫁给户部侍郎那个外室养的傻儿子吧？他不傻。叶柔辩解着，他只是不聪明而已。如今他已经被接回府中，记在主母名下了。叶夫人手里的团扇摔出去，啪的一声落在叶柔脚下。好！叶夫人咬牙道：这便是你们夫妻俩的谋算，婚姻私隐。叶柔滑跪在地，叶夫人怒气难消，想我堂堂国公府虽无实职在朝，但毕竟是亲门近户人家，竟沦落到要靠卖女儿攀附权势了吗？叶柔哭泣道：母亲，女儿实在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叶夫人高声质问，且不说外世子的身份有多么遭人鄙视，就说他去年在平康坊被骗到只穿一条蟹裤回家，难道是常人心智吗？想要这么糟蹋妹妹，到底是你的主意，还是钱有功？钱有功便是叶柔的丈夫，如今在京兆府做司户参军。司户参军需要常常同户部打交道，他自然要巴结逢迎户部官员。只是没想到竟如此狠毒，心思动到妻妹身上。叶夫人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说不到头就要大口喘气。奶娘把她扶坐在吧。以上，他的眼睛盯着叶柔发髻上颤抖的发簪，摇头道：柔儿，你也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怎么学得如此？辱骂的词语哽在叶夫人喉中，面对亲生女儿，她无法骂出口。那只摇摆的发簪还是叶柔出嫁当天她亲手插上的。叶柔只知道哭着道歉，叶夫人挥挥手赶她离开。
你走吧，回去告诉钱有功，再有如此下作的想法，我定饶不了他。叶柔颤颠颠起身，丫头扶住她的胳膊，她像触碰到雷电似的躲开。母亲，临走前，叶柔抹泪道：娇娇喜欢吃西施的桃酥，女儿来时过去买，已经卖完了。改日我让丫头买了送来。叶夫人余怒未消，手背支着额头，仿佛没有听到。叶柔心如刀绞的回去，进家后先去梳洗，再到婆母面前请安。婆母略微问了几句，劝她不要担忧娘家，这事闹到了早朝上，圣上都知道了，自然也会为你妹妹留一好人家。叶柔稍稍宽心，告退回屋。刚进院落，便见洒扫的丫头面色不对。叶柔再走几步，就听到正房内有调笑之声。她推门而入，钱有功正坐在春凳上，怀里抱着新纳的小妾。屋内有腥咸的气味若隐若现，身体饱满的小妾露出半边酥胸，一双勾人的狐狸眼看向叶柔，不闪不躲，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在这个家里，正房嫡妻是没有什么尊严的。见叶柔回来，钱有功的身子动了动，因为有些胖，他屁股下的春凳吱呀作响，在小妾大腿上又捏了一把，钱有功才推他离开。滚回去等着演。话不好听，声音却腻得能淌下油水。手中的红布丢给离开的小妾，正是他刚从小妾身上解下的肚肚。怎么样？钱有功端起茶盏，询问叶柔。不成。叶柔的声音硬了几分，母亲气得不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想要巴结户部侍郎可以，别把我妹妹往火坑里推。钱有功似乎没想到素日温顺的叶柔竟敢教训起他，顿时丢掉茶碗走过来，矮胖的身子活像个一座矮山。叶柔后退着想要躲避，手腕已经被钱有功握住。他忍痛蹙眉，陪嫁丫头春燕下的跪地求饶：老爷，求求您松手，娘子在安国公府挨了骂，这才冲撞了您，娘子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全呢。滚开！钱有功一脚踢在春燕胸口。叶柔，你给我好生听着！他厉声骂道：丢了宰相家的婚事，你们安国公府便再无出头之日。你指望着你那哥哥能有本事吗？我呸！嫁给户部侍郎外世子，都算你们安国公府高攀了朝臣。叶柔紧咬牙关，面容金黄，钱有功的手指像铁钳般，几乎把他的骨头捏碎。所以你当初上门提亲，是因为想要同相府公子做连襟吗？叶娇的婚事定在叶柔前面，不然呢？钱有功丢开叶柔，难不成是为了你那些嫁妆，为了你这寡淡无味不懂伺候人的性子？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如今叶娇的婚事黄了，这点指望都没有了。他捏住叶柔的脸颊，扯得她唇角变形，露出背齿。叶柔忍痛没有呼叫，钱有功顿觉索然无味，丢下她扬长而去。丫头春燕连忙拿来活血化瘀的药水给叶柔涂抹，不光是胳膊，她的全身各处遍布钱有功施暴的痕迹。小姐，春燕的泪水雨滴般落下，咱们回去告诉夫人吧，逼她合理也好，休妻也罢，就算一辈子孤苦，也好过日日被人欺负。不行，不行！叶柔快速摇着头，似乎要挥走心中的念头。妹妹被人退婚，我再合离归家，我们安国公府更加遭人议论，沦为笑柄了。我留在这里，那些想欺负我们的，起码会看在京兆府的面子上，不敢太过猖狂。虽然京城遍地都是当官的，京兆府的司户参军官职也不大，但总好过朝中无人。春燕忍不住悲声哭泣，这算什么事儿啊？求娶小姐的时候，她恨不得跪下，怎么娶到了手，反而不知珍惜了呢？都怪我识人不明。叶柔翻折衣袖，仔细涂抹伤痕。她求亲的时候，母亲就不同意，说钱家读书人少，钱有功是举孝廉做官，家世同国公府相差太多。可那时我贪恋他关心呵护，细致入微，昏了头。主仆二人相互帮忙抹药，叶柔认了命，只盼早日怀上孩子，能得一点眷顾。紫宸殿用过午膳，皇帝开口询问九皇子的事，真是憨傻，把朕那么好的楠木剑匣拿去可怜国公府。皇帝用帕子开干净唇角，嘲笑道：这是九皇子敦厚。宦官之手高扶捧来清茶，伺候皇帝漱口，恭维道：皇帝抬眼抿唇，你没看到今日宰相傅谦那样子，朕忍了几忍，才没有笑出来。当日他做言官时，没少弹劾朕疏于教子，怎么轮到了他？儿子竟然在御阶上脱裤子呢？皇帝哈哈大笑，惹得几个随侍的宦官连忙低头。傅明竹当然没有在御阶上脱裤子，但是传言就是这样，越传越荒唐。现在京都的人说，傅明竹被抬到御阶上时，身上已经没有一件衣服了，说他用车板挡着私密之处，还不如户部侍郎那个傻儿子呢，人家起码穿着开裆裤。还有那个秦洛辉，皇帝道他怎么那么倒霉呢？也不算倒霉，高福恰到好处的堆着笑，陛下宽宥，让他和宰相结亲，也算是个好结果。皇帝颔首，又面露不悦，这媒可不是我做的，孩子们不懂事，朕只是从中说和，反正只是牺牲国公府而已，
宰相是他的左膀右臂，还是哄着点吧。高福笑着点头。皇帝又想起什么，问道：“是谁3箭逼出秦家姑娘，还没查出来吗？”没有。高福道：“16位都在查，只是那箭头像是自制的，怎么都查不到。”皇帝顿觉有些扫兴。住在宫里，日子千篇一律，偶尔有点浪花，他忍不住说了又说。查出来，射箭的和雇人抬车的肯定是一个人。朕觉得很有趣。高福连连点头。日光之下，龙首原之上，长安大明宫。在御街上远远望见东西20丈宽的丹凤门，便会被大唐气势恢宏的宫城正门震撼。待进入皇宫，见殿宇巍峨，严寿庄严，那些藩邦前来觐见的使臣，大多都瞪大眼睛，以为坠入梦境。若有幸进入后院，又能见绿荫漫漫，广场星罗，繁花锦绣，曲径通幽。然而这样的巍峨锦绣却跟李策的关系不大。在一处最僻静的后宫殿与含堂殿，九皇子李策正在伺候顺嫔用膳。母妃，他的声音低沉柔和。昨日我来看过您送的礼物，您可还喜欢吗？那个枕头是儿子采来蒲公英晾晒做成的，采了1年才凑够。太医说您体内火气过盛，说不定这个有用。儿子今日就要回皇陵去了，再见您只能等到中秋。母妃，他又道，儿子见到一位极有趣的姑娘，她蹦得很高，跑得很快，像一团没有规矩的火，暖得很。李策停了停，似乎在回忆着今日短暂的见面，忍不住笑了。他还送这个给儿子吃。李策从衣袖中拿出一颗桃核，桃核缝隙里的桃肉已经剔除干净。李策像拿着一件极好玩的东西，抛向天空，又稳稳接住，眼中星光闪烁。自始至终，顺嫔都没有说话。他乖巧的张口吃饭，吃到硬物便吐出来，吐得前襟脏兮兮的。李策认真的给他擦拭干净，似乎早就司空见惯。李策的母亲顺嫔已经疯傻7年了，皇帝怜悯，给他找了一处安静的院落养病。李策走到屏风后，等母亲换好衣服再走回来。宫婢一面为顺嫔打扇，一面道：“每次九皇子回来，娘娘总能多吃点。”李策知道他是在安慰自己，但还是点头表达谢意。临走前，李策把随身带来的包袱放在桌案上：“这些银两和金叶子你们收着，好好伺候着母妃。若有什么上药局不容易买到的药，就托人给我捎信儿。”又嘱咐了几句，李策便起身离去。宦官早等在含堂殿外，引着李策缓步离开大明宫。一路上，宦官缄默不语，李策也没有说话。他能听到自己的脚踩在大明宫光洁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每一声都有些舍不得离去。以前也不想走，但从来不像今日一般。一定不是因为什么夜交，是因为京都有些事还没有处理妥当，让他放心不下。走到宫门口时，李策遇到五皇子李景。景，玉之光彩，帝王珍视之物。李策避让到一边，对李景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以前李策都是郑重施礼，今日他没有那么做。李景是皇后嫡子，相貌英俊，性格开朗，就是对李策很是嫌弃，说话也难听。偶尔参加宫宴时，李策坐在哪边，李景就要把位置换到另一边，并且在桌案上放一块泰山石，说是镇邪。今日见到李策，李景也有些没好气，见李策没有行大礼，更是忍不住气愤。哟，李景歪头道：“还活着呢？又去看你那个疯娘了？”其实像这样侮辱奚落的话，李景以前也说过，但今日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李策看一眼宫门外等着接他回皇陵的马车，再看看李景趾高气扬的样子，上前一步：“你想干什么？”李景挺胸道：“打架吗？”李策一拳头砸在他胸口，沉声道：“打架，殿下有急。”听完了别人儿子的荒唐事，皇帝对自己的教养水平愈发满意。他得意地对高福道：“朕那几个儿子就没有不知礼数的。”高福垂着头恭维：“这是陛下您言传身教的成果。”这时候宦官来报说五皇子和九皇子在宫门口打起来了。皇帝的笑容僵在脸上，人有些发懵：“谁？怎么就打起来了？都给朕滚过来！”人很快带来，李景一个劲儿咳嗽着，灰头土脸，看起来没有伤口。李策却是躺着进来的。原本坐在冰鼎前乘凉的皇帝紧蹙眉头，看向御林军抬进来的九皇子。李策躺在一块梨花木板上，脸色灰白，气息奄奄，只睁着一只眼睛，似乎随时就要咽气。儿，不能给父皇请安了。他的声音像是从肺里挤出来的，沙哑微弱。李景，皇帝顿时暴怒，他看向五皇子，厉声道：“是你把李策打成这样的？他可是你的弟弟。”李景惊惶地跪下，解释道：“回禀父皇，是他先动手的。他一拳砸在儿子胸口，我只是推他一把，他就向后摔了2丈远，倒地晕厥了。推一把？”皇帝猛然起身：“朕推你一把，你能摔成这样？”皇帝左右看看，寻找目击者：“你说怎么回事？怎么就动手了？”
跟随皇子们进来的小宦官战战兢兢回答：“的确是九皇子先动的手。”五皇子是皇后嫡出，小宦官就算再傻，一时也不敢为李策说话。为什么动手？皇帝追问。小宦官这才老老实实回答：“起因是五皇子殿下一时失言，对顺嫔娘娘不敬。失言不敬，减弱了封娘二字的严重性。”皇帝怒气稍散，只要想一想，就知道李璟为何会对顺嫔不敬。疯傻的人能得到谁的尊重？他沉思一瞬，开口道：“传太医为小九医治。”听到这句话，李策突然睁开双眼，看向皇帝。小九，他已经20岁了，这个称呼有些奇怪，让人心中五味杂陈。出生至今，他很少待在宫中，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在父皇面前承欢膝下过。他的印象里，皇帝是严肃的、疏离的，只能敬畏的。可如今，皇帝的头发梳在金冠中，鬓角有一缕依稀的白，这个他从未亲近过的父亲已经年近半百。李策僵硬地躺着，眼眸渐渐低垂。太医很快到了，见到殿内的情况，低头眼下惊乱，跪地听命。仔细瞧瞧。皇帝看向李策，声音里有几分怒火，更多的是关切。太医连忙走到李策身前跪下，诊了许久，才叩头回禀：九皇子暂无大碍，只是陈年旧疾过多，以至于血脉瘀滞，稍微动怒便可能血管崩裂，回天乏力。微臣建议流经静养，暂时没入阴寒潮湿之地。流经静养，也就不必回皇陵去了。准。皇帝凝眉道：只是在何处静养，成了麻烦事。皇帝有10几个儿子，成年者各有府邸，九皇子却还没有，就住在李璟那里。沉思片刻，皇帝下令道：老五，朕今日不罚你，但你要好好看护弟弟，为他养伤医病。李璟有些嫌弃地看一眼李策，嗫嚅道：可是他白森森的，怪吓人。说的什么混账话？皇帝举手要打，被高福劝住，只得扬声道：他病成这样，还不是为了守护皇陵？早知如此，当初朕应该叫你去。无论如何，他对于李策还是有些歉意的。安排太医照顾李策，又命李璟准备礼物到顺嫔处致歉，皇帝才拂袖而去。李璟无奈的捂嘴咳嗽着，忽然发现手心里有一丝红色，他惊慌又欣喜地举起手道：父皇，快看，儿臣被打得吐血了。他身上没有外伤，但李策那一拳头的确很重。已经走到殿外的皇帝没有理他，高福转过身对李璟摇摇头：这会儿吐血有什么用？惹怒皇帝吗？还不如学学李策，躺着进来呢。眼见殿内众人小心离去，郁闷的李璟踢一脚李策躺着的梨花木板：起来吧，别装了。李策躺得更直，像要将死过去。劳烦兄长，把我抬去府邸吧。他声音微弱道：真是晦气。李璟大步向外走去，不忘了吩咐随从给我找泰山石去，弄块大的，这回邪祟入府，怕镇不住。哦对了，把最差的西厢房给他，热死他。随从连连点头，但府中的长史却不同意。殿下这么做，万一九皇子病死在府中。李璟看着被一路抬回来的李策，脸色蜡白，倒吸一口冷气道：罢了罢了，算我倒霉，把最好的院落给他伺候着吧。抱起泰山石，李璟觉得自己头晕目眩，胆战心惊。李策安心在李璟府中住下来，他身边只有一个随从，今日跑来要探炉锉刀，说是打磨精气，明日要冰块乘凉药材医病，时不时请太医来诊脉，事情又多又杂。总之在李璟眼中是白吃白喝的神仙日子。这神仙日子李策是要过下去了。陈年旧疾难以治愈，每次李璟托人去问他的病情，李策就抬起惨白的脸，一个劲儿咳嗽。李璟气得到皇后宫中哭诉，被皇后厉声斥骂赶回来。无可奈何，他只能任由李策住下去，眼睁睁看着李策一面咳嗽一面溜出大门逛西市了。逛街的热情比他这个没病的都大。李策的随从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很管用。随从打听到安国公府二小姐盛名在外，却足不出户，日日在府中学习刺绣和女工，是名门淑女。但其实她喜欢西市，特别是西市的几家百年14酒楼。李策闲下来便独自去西市逛逛，果然遇到叶娇。他正坐在一家14、2楼的露台，手里拿着大骨头啃下去，肉像是烤的，看不出是羊肉还是牛肉，但他吃得津津有味，时不时喝一酸梅汤。同那日一样，叶娇穿着颜色鲜艳的衣裙。天气热，她的头发全盘在头顶，做了个利落的单刀髻，发髻上没有珠花钗环，只簪着一朵盛放的月月红。单看这些，觉得画面很美。但叶娇对面坐着一个男人，男人年约弱冠，穿着书院学子的衣服，只从头顶的玉冠看出身份金贵。他不怎么吃东西，一双眼睛几乎都在叶娇身上，给叶娇递吃的，给叶娇递喝的，还用沾了皂角水的丝帕给叶娇擦手。
李策的视线连忙收回，非礼勿视，不敢看叶娇那一双白皙柔仪。他转过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见2楼露台已经没了人。怅然若失间，却见14伙计牵出一匹骏马。不久前坐在叶娇对面的男人接过缰绳，翻身上马。他很大方，赏了店伙计好几枚铜板。有乞丐牵着孩子拦马行乞，他竟转头对店伙计说了什么，伙计便拿出几根排骨、1兜馒头施舍给乞丐。这是个走在人群中让人觉得啄木的年轻人，高大威武，热忱豪爽，剑眉入鬓，眼睛清亮。李策向后看去，没有看到叶娇出来。他在做什么？14里传来喝彩声，是有人在说书吗？今日来时万般期待，此时已化作妒意和失落。李策向前走去，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响亮的马嘶声。停在店门口的马匹高高扬起前蹄，黑色的蹄甲在街市上闪着寒光，猛然踏在地上，尘土飞扬。马惊了，一处临街油饼摊的热油飞溅到马身上，马匹被烫伤，一面扭动着身子，一面一次次举起前蹄踏在地上。第一次远离百姓，第二次便向人群冲去。人们尖叫着四散逃开，马上的男人厉声控制马匹，可被热油烧烂皮肤的骏马张嘴嘶叫，再次举起双蹄对准街中呆正的乞儿。那孩子刚刚接到排骨，正在狼吞虎咽，此时忘记躲闪，只像被定在原地般一动不动。千钧一发间，李策飞身上前，抱着孩童向前奔跑，倒在街对面。马儿的前蹄落下，擦过他青涩的衣角。马儿终于恢复安静，男人把缰绳丢下，跑来感谢李策，多谢阁下仗义相救。小乞儿已经被乞丐抱走，李策喘着粗气扶住街边的旗杆，勉强站直。他的身体的确很弱，稍稍用力便气息混乱。不必。李策摆着手准备离开，面对这个同叶娇亲密同席的男人，他思绪复杂，不想多说一个字。男人却捉住李策的手，塞上一块银锭。鄙人叶长庚暂以此银谢兄台高义。李策的气息渐渐平稳，他看着面前的男人，惨白的脸恢复血色，受惊丢失的魂魄似乎齐齐钻入躯壳，一时间血液奔涌，脸上惊诧莫名。你是？李策确认着，漆黑的瞳孔中如同点着一把火。鄙人叶长庚。特地溜出书院请妹妹吃饭的叶长庚长出一口气，人命关天，幸亏阁下舍命相救，才没有伤到别人。鄙人该如何感谢阁下？阁下用饭了吗？走吧，咱们去喝一壶。真的不必感谢。李策心道，你的名字就是最大的谢意。叶长庚不就是叶娇的哥哥吗？这一家人不太正常，哪有妹妹17岁了，哥哥还给擦手的？占个便宜。叶长庚热情得很。李策出生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皇陵度过的，那里躺着的比站着的多，不说话的比啰嗦的多，没有谁会牵着他的手臂，非要把他扯去酒楼大醉一场。等李策反应过来，他已经坐在醉春楼的包间里，屏风后琴声悦耳，对面的年轻人起身斟酒。还不知兄台尊姓大名？叶长庚问。鄙人姓李，被叶长庚的坦荡感染。李策没有隐瞒，名册小字慎思，家中排行第9，尊兄唤我李九郎即可。若论年龄，叶长庚年长李策2岁。敬李九郎。微醺的叶长庚完全没有判断出李策的身份，同他把臂言欢，又询问李策家在何处。不瞒九郎，我们家的月饼做得不错，等中秋节到了，务必登门拜访，亲自送到令尊府上。李策有些犹豫，中秋的时候或许他已经回到皇陵了，那就吃不到国公府的月饼了，但是让父皇尝一尝也很好。别客气。叶长庚举着酒杯道，京都我很熟，哪条方街？哦，李策温和的回答，家父住在御街尽头大明宫。哪儿？叶长庚的手臂僵硬的离开李策肩头，杯盏微倾，顾不得酒水洒在身上，呆呆的问，大明宫？李九郎？住在大明宫里的男人，除了皇帝就只剩下宦官了，但眼前的男人虽有几分病相，却仪表堂堂，举止得体，绝无可能是宦官养子。叶长庚立刻丢下酒盏离席，整理衣冠，对李策施礼，九皇子殿下，请恕草民无礼。李策咳嗽着起身，示意叶长庚坐下。怎么？他看着战战兢兢的对方，问道，尊兄也嫌小弟是从皇陵来，身染邪祟吗？怎么会？叶长庚的神情稍稍松弛，别听他们胡扯。那就坐下来。李策道，难得能交到一位朋友，咱们今日一醉方休，你还是少喝些。叶长庚按住他的手，听说你跟五皇子打了一架，正在养病。叶长庚虽然跟这些皇子不熟，但是消息却很灵通，他的眼角眉心都带着对朋友的关心。李策在这种目光中感觉到难得的暖意，他低头笑笑，为叶长庚斟了一杯酒。若说今日被对方拉来时，他心里藏着打听叶娇的心思，那么此时此刻，他是真心想交叶长庚这个朋友。距离醉春楼不远的茶坊，
临窗坐着的男人勾头向外看看，蹙眉道：“刚才好像看到你家大舅哥走过去了，是吗？”坐在下手的钱有功闻言起身，见街上人来人往，并没有叶长庚的身影。看错了吧？他此时应该在书院读书。钱有功说着，为男人斟酒，神情动作尽显巴结丰盈。这男人便是户部侍郎的外世子严从孝。严从孝年约19，长得还算俊朗，只是眼距稍宽，看起来不太聪明。他翘着二郎腿，手里揉弄着一个香囊，点头道：“咱们的事可不能给他知道。”公子放心，钱有功打了包票，叶长庚每日都在书院读书，就算出来吃喝，夜里也必然回去，不会耽误公子的事。严从孝绽开笑容，把香囊放在唇边，使劲嗅闻。叶娇也这么香吗？他的神情如痴如醉。自从今年上元节见叶娇陪同叶柔和钱有功赏灯，他便对叶娇念念不忘。但先前有宰相府的婚约在，严从孝不敢造次。但如今不一样了，叶娇被人抛弃，钱有功又愿意帮忙，严从孝已经在幻想娶叶娇进门的样子。这真是个大便宜。人长得美，又是国公府嫡女，香不香？严公子很快便能闻到。钱有功一面说，一面摊开一张纸：“您看，这件事是这么安排的。”好。严从孝认真听着，听完了大家赞赏。事情就该这么办。你看前些日子傅明竹和秦白薇不就这么成了吗？女人家的名节还是很重要的，到时候叶娇会哭着求着让我娶她。钱有功唯唯诺诺的点头。严从孝笑着揽住他的脖子：“到时候咱们可就是亲戚了，你讨厌京兆府，好说，到户部去。”他们一起大笑，笑声穿过街巷，和对街喝彩的声音混在一起。叶娇听了半场书，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听了一半，丫头水文便催着他回去。出来久了不好，总不能次次翻墙回去吧。最主要是他们今日出门驾着马车，就算人翻进去，车也会被发现。叶娇虽不乐意，但看看天色，还是抓了一把葵花籽起身。母亲果然等在家里，但今日似乎很开心，见叶娇溜回来也没有生气。你姐姐怀孕了。叶夫人轻摇团扇，温声道。叶娇也拿着蒲扇摇，摇得飞快，闻言站起身：“我要做姨母了。”什么时候的事？早着呢。叶夫人笑得露出眼角余纹：“钱家派了奶娘和丫头来，说是你姐姐要进卧养胎，希望你能去陪陪。你姐夫为了避嫌，已经搬到衙门里去住。小姨上门，姐夫当然是要避嫌的。”成。叶娇答得爽快：“什么时候走？我这就回去收拾。”急什么？叶夫人起身道：“我要给你姐姐准备些她爱吃的，再备些养生的药材，最快也要明日，你才能去。”女儿怀孕的消息冲淡了那日分别时的不快。叶柔怀孕，她的夫家自然欢天喜地，而娘家这边欢喜中还夹杂着关切担忧，毕竟是第一胎，要处处小心。叶夫人说着便去张罗，叶娇也回屋准备。只不过她想带的东西，奶娘都不让带。大小姐正在孕中，怎么能见刀兵之物呢？弓箭就别想了，匕首也不可以，几个流星镖总行吧。二小姐快放下，奶娘吓得脸色发白，万一惊到胎气，咱们可承担不起。叶娇只好讪讪的丢下，结果不小心把行李带到，包袱里滚落出一把小斧头。正要离开的奶娘转过身，几步跑过来捡起斧头：“二小姐，您是去干嘛的呀？打家劫舍吗？”“哎呀，我不带了还不行吗？”叶娇气呼呼躺倒在床上，从枕头下面摸出半截红缨枪丢出去。与此同时，钱有功也在查看行李。“不必出去的。”叶柔温训地跟在他身后：“让妹妹住在东厢房就好了，离我们很远。”“那怎么行？”钱有功接过叶柔手里的衣服，摇头道：“妹妹尚未出嫁，总要男女避嫌的。”叶柔感动地看着丈夫，果然是不一样了。她怀孕了，丈夫立刻对她体贴有加。今日一个侍妾顶撞她，钱有功还把那侍妾打了一顿，发卖出去。叶柔因为这件事受宠若惊，对钱有功也愈发温柔。“你快去躺下。”钱有功扶着叶柔躺好：“咱们钱家的骨肉可不能有什么闪失。”这久违的温情令叶柔喉中酸涩。她很小的时候，父亲便离家修道了，她每时每刻都希望有个男人能陪伴她，关心她，让她有个依靠。如今她得到了，便已经心满意足。策划的偶遇变成了与叶长庚相交莫逆。第二日李策又出门，却没有在西市遇到叶娇。随从察言观色，问道：“要不然到国公府门口试试？”“那还是偶遇吗？那是盯梢吧？”“不必了。”李策断然拒绝，走了几步又道：“不过我听说光德坊有一家包子铺不错，买几个包子送给李景吧。”随从连忙点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迷糊过来。光德坊不就是安国公府的住处吗？买了10个包子，用油纸袋包好。主仆二人假装漫无目的却又目的明确的散步，很快便走到安国公府门外。
恰巧侧门有马车驶出来，车后跟着丫头婆子，看来车内是女眷无疑。李策盯着车帘，希望此时来一阵大风，能把车帘吹开。没有风，车内的叶娇自己先开了车帘。他寻找呼唤着水文，目光落在李策脸上。呵，叶娇心道，真是冤家路窄，引狼入室。第一次见这人，他讹诈他2个珠花，那珠花是纯金的，价值不菲。第二次见这人，他在国公府外溜达，比他这个翻墙的都更像贼。到底这人是谁啊？不正经又阴魂不散。水文听到呼唤，已经跑到车窗旁。叶娇对他耳语几句，水文瞪大眼向后看看，鼓起勇气挪不到李策身前。李策同样觉得叶娇不是好人，他固然讹了他金子，但他也为叶娇背锅，被削去半年俸禄。更别提第二次见面时，叶娇竟然当场搜身抢了他1包银子，那包银子够买下全京城的桃子了。对，他不是好人，他还举止轻浮。李策看到车窗里那双狡黠的桃花眼，就想起叶娇抬膝顶着他手臂的样子，不能想，一想就要脸红。他该上前讨要自己的银子，可叶娇的丫头来了，这丫头的脸颊红红的，李策稍稍安心。他若是替主人道歉，自己就大度原谅吧。可万万没想到，水文走到李策面前，双手叉腰，咳嗽一声，抬手指着李策，大喊道：“看什么看？登徒子！”安国公府正对着宽敞的房街，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水文这么一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李策身上。李策先是略觉意外，再缓缓扭头对随从扬声：“听到了吗？不要乱看。”路人又齐齐看向随从，不少人面露鄙夷，指指点点。随从抱紧包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策转过头时，水文已经跑走了。马车车帘落下前，他看到叶娇的笑容，又淘气又无礼。殿下，随从小声道：“这位小姐可不像其他几位皇子娶的妻子那般贤惠乖巧啊。”有点扎手。李策重重点头。随从放下心来，主子总算没有失去理智。那咱们？他问道。咱们回去。李策向前走去。你再去打听一下，叶小姐这是要去哪里？随从迈出的脚步有些踉跄，差点摔倒。成吧，随从小声嘀咕，殿下哪里像是在养病，白天逛街，晚上还出门溜达。五皇子都怀疑您夜里是在出门招鬼。那怎么呢？李策淡淡笑着，京都夜景美，我是出来赏景。因为妹妹到来，叶柔心情大好。她含羞带笑，命奶娘和丫头收下礼物，便讲起自己运出的不是。夜里睡不好，白天却又是睡，喜欢吃酸，讨厌油腻。为了让她吃得好，前有宫专门换了新厨子。叶娇伸手道：“我能摸摸吗？”还摸不出来呢。叶柔阻止妹妹的手，等她会动了，再给你摸。叶娇点头，等她出生了，我要送她一个大金锁，抱着她到平康房逛花楼。叶柔拍打叶娇，姐妹俩笑作一团。你要赶紧找个婆家了。她仍然为妹妹的婚事担忧。提起找婆家，叶娇便不想多说。傅明竹的事情已经翻篇，但被人背叛的滋味并不好受。好，她敷衍姐姐，我夜里出门找找。叶娇的房间安排在水塘边的楼阁。水塘是半月形，楼有2层，1楼可临水观景、会客闲聊，2楼能平楼远眺、休憩安眠。这里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紧挨的偏房抱煞，故而奶娘和丫头们都只能住在远处的厢房里。叶娇倒不在乎住在何处。池塘里有鱼吗？她顺手抄起一个网兜，在水池里打捞。水光潋滟，一群各色锦鲤从假山缝隙里游出来，有一条误入网兜，慌张着逃窜。家里没有冰，你住在这里也可吹吹凉风，夜里好安眠。叶柔引着叶娇上楼，叶娇随手把网兜插进木桥缝隙里，网兜的铁杆晃了几下，在日光下反射冷意。住进来的第一夜，一切安好。叶娇平日最烦她那个姐夫钱有功，如今钱有功不在家，姐妹2个很是自在。第2日时，叶柔也想睡在阁楼，被奶娘劝回去。孕期不能换床，小心动了胎气。只要是跟胎气有关的事，叶柔就很在意。她第一次做母亲，一切谨小慎微，唯恐出什么差错。热吗？我让厨子给你做碗绿豆。叶娇嘟着嘴点头，好，多放糖。绿豆沙做的多，不光给叶娇送了，随叶娇一起来的丫头婆子人人有份。如今正是砂糖价高的时候，但钱府显然不缺钱。糖放的太多，叶娇觉得太过甜腻，只吃了半碗。她唤水文撤下吃食，回2楼休息。凉风习习，纱帘浮动，皓月迷人，今夜该做个好梦。水文、叶娇抬手想解钗环，却觉得困意袭来，迷迷糊糊的轻声唤道：“把窗子放下吧。”没有人回应，叶娇沉沉睡去。她做了个梦，梦中自己站在一座高山下，抬头看着山中的浮云，努力向上爬。父亲到底在哪一座道观里呢？
叶娇走了很久，他在山间小径迷了路，四周云雾障目，不管选择哪条路都找不到道观。叶娇急得向前跑去，忽然有人从身后推了他一掌，他坠入悬崖，猝然惊醒。不知道是不是梦魇刚醒的原因，叶娇四肢无力，难以动弹。窗户没有关，清亮的月光照进来，屋内比平日点灯时还要亮。水纹，叶娇轻唤，没有人回应，窗外却出现一个人影，宽肩窄腰，那是男人的身影。叶娇心跳如雷，身上汗毛倒竖，冷汗涔涔。谁？几乎是下意识的，他开口质问，声音不大，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湿黏的棉花。怎么还醒着？外面的人自言自语。那声音很陌生，叶娇仔细回想，不记得听过这个声音。是闯进来行窃的贼吗？这可是京兆府司户参军的家，哪个贼会不长眼偷到官员家里？无妨，另一个声音道，就算醒着也动不了。叶娇的心沉下去，这个声音他知道，正是他的姐夫京兆府司户参军钱有功。不怪这贼大胆，是有人愿意引狼入室。窗子被推开，外面的人翻入室内。他小心翼翼走进来，口中发出嘘嘘的声音，贴近床榻，轻声道，小娘子莫怕，整个平康坊都知道，我手上不用蛮力，绝不让小娘子疼痛。平康坊，京都妓院欢场最多的地方。严从孝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不是没想过正大光明提亲，但那条路显然走不通。既然安国公府的人看不起他，就休怪他使出非常手段。严从孝探出手指捏紧薄被，轻轻一掀，模模糊糊间，床上似乎躺着个人。他迫不及待就要去抱，却只抱到一团被褥。怎么回事？明明在外面听到屋里有人啊！严从孝疑惑的起身，身子还未站直，忽然床底有动静传来，咚的一声巨响，不知是什么东西打在他的腿骨上。严从孝尖叫一声，低头见床底滚出一个人。叶娇穿着白色的寝衣，虽然长衣长裤，却能看到曼妙的身形。他腿脚无力，难以起身，手握短棍从床底出来，迅速向门口爬去。严从孝痛呼着抱住脚踝，又惊又怒间蜷缩身体，指着叶娇道，你到哪里去？叶娇回头又给了他一棍子。他好恨自己没有带上匕首或者刀剑，棍子只能打断腿，不能把他一刀刺死。钱有功，钱有功！屡屡受挫的严从孝歇斯底里的喊，在外面早就着急惊乱的钱有功推开门进来，气道，小点声，你小点声！叶娇已爬到门口，被钱有功双手按住。他挣扎着，钱有功的指甲划破了他的脖颈，他手里的棍子被夺走，气喘吁吁被按在地上，无法动弹。小姨，钱有功哄劝道，这是我和你姐姐给你寻的亲事。叶娇一言不发，只是暗暗蓄力。他觉得脚趾能动了，腰腹也渐渐恢复力气，只是钱有功毕竟是男人，他还无法挣脱。他是谁？半晌，叶娇才开口询问，户部侍郎之子。不是。叶娇道，户部侍郎的儿子我认识，名叫严从征，字树楼。这是另一个。钱有功道，严从孝。叶娇轻声哭起来，哪有这样介绍亲事的？姐夫，你这是在欺负我。钱有功的手按轻了些，又慢慢松开。小姨，如今你把严公子打成重伤，若再不从他，你们国公府就完蛋了。叶娇只是哭，严从孝疼痛稍缓，慢慢靠过来。钱有功对他挤挤眼，起身离去，关上门。他不正经。小娘子，严从孝试探着触碰叶娇的手臂，你扶我起来吧。叶娇闷声道，回到他躯壳内的每一分力气都要好好珍惜。严从孝闻言大喜，他捉住叶娇的手臂，把她拉起来。吃过蒙汗药的叶娇站立不稳，更添几分柔弱之态。娘子慢点，慢点。咸水从严从孝唇角淌下，他顾不得擦，扶着叶娇晃悠悠抬脚，走到被打开的窗子前。在这猝不及防的一瞬间，叶娇忽然抓紧窗棂翻出去。叶娇的动作不算敏捷，腿脚仍然沉重，这艰难的翻越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幸好他周岁抓周，抓到一把青铜长剑，得以跟着祖父的老部下学了这么多年功夫。他站过的桩，打过的拳，无数次拉开弓箭练就的臂力，或许都为了这一日，为了在野兽的爪牙下逃过一劫。娘子哪里去？到手的尤物将要逃脱，严从孝立刻跟出去。他的脚踝仍然很痛，好不容易翻出窗子，外面是观景露台。不知道叶娇是不是故意，他的速度不快，翻过窗棂后向前几步，便僵硬地停下脚，看来是没力气了。严从孝急不可耐地扑过去，月光下，前面白乎乎的人影却猛然闪开，严从孝撞在栏杆上，还未站直，脚踝又是一痛。叶娇蹲下身子掀起严从孝的脚，严从孝失去平衡，从栏杆上直直摔下去。咚的一声巨响，楼阁下的木桥断裂，严从孝的惨叫和钱有功的呼喊交织在一起。严公子！
严公子，你怎么了？叶娇向下看去，严从孝躺在地上，一根铁棍穿透严从孝的腹部，把他钉在破损的木桥上。看那铁棍的位置，应该是叶娇无意间插在木桥缝隙里的网兜铁杆。黑铁质地的杆柄在月光下颤动，森森然如地狱判官的勾魂笔。池塘水面上散开猩红的血。叶娇呆怔在露台上，魂飞魄散。钱有功惊惧地晃动严从孝，不知在说些什么。叶娇知道他不能留在这里。姐姐，去找姐姐救命！身体仍然酸软，叶娇提起一口气下楼，向叶柔住处的方向走了10多步，渐渐恢复理智。姐姐如今正在孕期，不能受惊，不能让她半夜起身发现自己的妹妹差点被人奸污，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然是她的丈夫。叶娇退后一步，绕开楼阁。她看到钱有功没有追来，他在忙别的事。严公子，严公子！钱有功询问严从孝：“你来的时候带随从了吗？”严从孝痛得惨叫连连，却还是回答了钱有功的话：“没有。”钱有功点头，把那根铁棍从严从孝体内抽出。他的动作粗野残暴，丝毫不顾惜严从孝的性命。抽到一半，发现铁棍下是网兜，他索性把严从孝翻过身，再从另一边抽出铁棍。叶娇躲在树后，一种可怕的直觉让他手脚冰凉。钱有功是不会给严从孝医治的，他无法保证严从孝能活，无法给严家人一个交代，更无法抹去同谋奸淫的罪责。月光下，钱有功犹豫一瞬，接着捡起一块大石头，朝着严从孝的头颅狠命砸下去。叶娇退后一步，险些跌倒。石头砸在头颅上的声音沉闷，却又阴森恐怖。小姨，杀掉严从孝！钱有功轻声呼唤叶娇。月光引入乌云，叶娇奋力向前奔跑。钱有功的声音追着他：“小姨，你出来，咱们谈谈。别怕，这是咱们家的私事，仆人们今晚睡不醒，你我不说，没人能够知道。”叶娇向围墙走去，她的力气已经恢复。钱有功仍在劝着：“你就不怕你跑了，你姐姐担忧吗？你就不怕事情败露，自己的名节受损吗？你千万不要做傻事，你姐姐肚子里还怀着我的骨肉。”他的声音很低，裹着黏腻的温柔。叶娇站在墙角下，有一瞬间的迟疑。可月光在此时陡然亮起来，他看到钱有功手中握着一根木棍，他是来杀他的。这月光也让钱有功看到叶娇的位置，他目露凶光奔过来，叶娇再不敢停留。越过2道墙头，又翻过高大的方墙，才来到街巷中。叶娇从来都没有这么狼狈过。她是国公府长大的小姐，虽然家境每况愈下，却也能保她衣食无忧，安然长大。如今叶娇只穿着单薄的寝衣，被钱有功划伤的脖颈滴着血，遍布土渣和汗水的衣服贴在她身上，心中除了恐惧，还有层层叠加的愤怒。为什么钱有功敢这么做？就因为国公府没了宰相府的依仗，因为姐姐嫁给了他，叶家便能任他揉捏，所以朝中无人，就要成为别人案板上的鱼肉吗？不能停，要向前走。叶娇赤脚踩在街道里，脚底被碎石划伤，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身后有马车声传来，那马车前系着一个灯笼，驾车的人在哼唱小曲：“榆木清妙，素拥显香，汲汲多事，秉闻之德。对月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成，无涉于人思。”这是《诗经》中帝王告祭周文王的诗。是谁在京都长安的夜色里吟诵古老的礼赞呢？他的声音透着看破生死的豁达，却又奔涌愤愤不平的倔强，仿佛唱歌的人正身处险境，却仍要站在高大的恶魔前拔出宝剑，决一生死。马车越来越近，歌声停止，驾车的人突然唤道：“叶娇！”叶娇转过身，没有任何停顿，先连钻入马车。相比被人取笑，他更想活着，想达到目的。车内点一支蜡烛，前天才见过的男人跟着他低头步入。他仍旧身穿黑色圆领袍，腰间挂一块白玉，挂一团桃子形状的金子。这人正是李策。李策看着身穿寝衣游荡在大街上的叶娇，他那双漆黑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默默沉思，嘴上在开玩笑。这要巧，叶小姐也出来梦游。叶娇没有答话，在马车逼仄的空间里，她回过神来。不久前经历的那些事，像一幅幅凄厉的画面撞入叶娇心中。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委屈，很快又恢复对男人的警惕和疏离。抬头看着李策，咬唇道：“脱衣，我要你的衣服。寝衣单薄，不能见人。”叶娇得穿上正式的外衣才能去做事，就知道他不正经。上次把他按在墙上，险些亲上去，这次开口就要脱衣，拿足非礼的架势。但李策没有取笑逗弄他，他肯开口说话，眼前的情况就不算最糟糕。出什么事了？李策一面说，一面解开衣领处的扣子。他在询问，也在配合。他的睫毛颤动着，是关心到极致，不小心流露出了惊慌。
他的手也在抖，解了好几下才解开一颗扣子。他既庆幸今日出了门，又团着无尽的恼火。我要去京兆府报官。叶娇道，他要去报官，要让京兆府尹看看他的部下是如何人面兽心，知法犯法。他不在乎清明，不在乎日子会不会更难。恶鬼就该堕入地狱，如果别人不敢硬碰硬，他敢。好，李策又把扣子系回去。这次他的手没有抖。正巧我认得京兆府尹，不用把衣服脱给他了，这件事他去做。半月堂边的土壤很软，很好啊。钱有功刨开土，很快挖出一个浅坑。他不断掘土，一刻也停不下来，额头的汗珠滴落，整个人如同疯魔了一般。事情是怎么到了这步田地的呢？明明这个时候严从孝应该已经得手了，明日轰轰夜交便能让严家提亲，借着这个亲戚，他也能青云直上。怎么回事？怎么严从孝就摔下来就死了呢？还有夜交去哪里了？他会不会报官？严从孝感觉胸口一阵憋闷和疼痛，他重重的拍抚几下，继续做事。不会的，不会的，国公府经不起折腾，他绝不敢。他不敢，自己反而可以借此事拿捏他。对，拿捏他。土坑的深度差不多够了，钱有功把严从孝的尸体拉过来，踢入坑中，再一铲一铲覆土。要快，还要找夜交呢。他全神贯注的埋人，丝毫没有发觉有人接近。那人站在假山边，身边跟着丫头。他疑惑地问道：郎君，是你吗？你在做什么？钱有功陡然抬头，一张惨白的脸，宛如厉鬼。注：关于方门是这样的，唐朝的时候，长安城的居民区都是以方为单位，各家各户住在不同的方内，有高大的方墙，夜里方门会上锁，清晨才打开。只有地位比较高的人家才有资格在方墙上开门，无需经过方门进出。安国公府就是大门正对方街的，出入很方便。而钱家在方内，晚上不容易进出。失去珍宝，叶柔睡得浅，听到外面有动静时，以为是哪个仆人起夜，可再听一会儿，发觉是半月堂的方向。叶娇就住在半月堂，她的睡眠向来很好，3、4岁时，叶娇就能摆好姿势，瞬间入眠，一夜都不醒。是因为换了地方，不习惯吗？叶柔放心不下妹妹，让丫头扶着自己去看。说话声在此时消失无踪，叶柔仔细瞧着路，慢慢走到半月堂边，见一个人正在奋力挖土。月光下那个身影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的身形，陌生的是他的气息，还有他抬起头时那张鲜血淋漓狰狞的脸。郎君，你怎么了？叶柔抢过丫头手中的灯笼，踉跄走近。灯影和月影交织下，他看见土坑里躺着一个人。这是谁？叶柔弯下腰，又扭头看楼阁，恐惧瞬间射入他的心。灯笼掉落在地，熊熊燃烧。叶柔跪下去，双手颤抖着插进浅坑，奋力向两边扒开土，顾不得脏，顾不得血腥，也不敢到楼上确认。他害怕这个被埋了一半的人是他的妹妹。这是谁？是谁？他几近疯狂地嘶吼。你不认识？钱有功把叶柔拉起来，呵斥道：滚一边去！这人要欺辱小姨，是我拦下了。拦下？用这种方式拦下吗？丫头早吓得软倒在地，叶柔六神无主，又心惊肉跳，却摇头道：不能，不能这样。郎君，咱们去报官吧。他入室行凶在先，如今你把他埋了，就什么都说不清了。你懂什么？钱有功道：他可是户部侍郎的儿子。户部侍郎的儿子？叶柔盯着拼命填土的丈夫，忽然明白了什么。难道是钱有功想要撮合给叶娇的外世子吗？他怎么知道妹妹住在这里？他怎么能找到这里？是你把她带来的。娇娇呢？叶柔歇斯底里地拽住钱有功的胳膊，她不敢到楼上去看，不敢想象她尚未出阁的妹妹今晚经历了什么。严从孝死有余辜，可他的妹妹呢？钱有功不耐烦地挥开叶柔，只差一掀就能把严从孝破烂的脸埋住。可叶柔再次抓住他，不顾一切厮打他。钱有功索性抄起铁锨，把叶柔打倒在地。贱人！他像一只丢失猎物的野兽。叶柔蜷缩双腿护住小腹，在地上抽搐呻吟，却再也不敢打扰钱有功。缓了缓，叶柔手足并用，向楼阁的方向爬去。娇娇！他轻声唤着，泪水汹涌而出。都是他的错，他是一个好姐姐。腹部开始疼痛，像在收缩，在搅动，那痛是从骨头里蔓延出的，让他步履艰难，大腿失黏，头晕目眩。叶柔觉得他就要死了，但死亡之前，他要找到妹妹。楼阁里黑漆漆的，没有丫头，也没有随身婆子。叶柔推开门，呼唤着叶娇的名字，寻找烛台。他没有找到烛台，可数道光影伴随着人声撞入楼阁，外面燃起了灯。数十支火把涌进前宅，惊醒丫头婆子，惊动深夜埋尸的钱有功。手持火把的人大声呵斥：
钱有功，有人举告你杀伤人命，快束手就擒！浑身浴血的钱有功站在半月堂边，右手捂住胸口，宛如灵魂出窍，一动也不能动。火光照亮了来人的脸，那是京兆府的衙役，是李方的武侯，是钱有功的上司，京兆府府尹刘晏。叶柔再也支撑不住，背靠柱子滑倒在地。原本叶娇要借一件外衣穿上去报官，但这个深夜溜达的男人说他认得京兆府府尹。他系好衣服，他独自驾车，他把马车停在京兆府外，临下车前在车帘外开口：叶娇，他的声音很郑重，你确定要举告钱有功，不后悔？有太多人胆小怕事，更有太多人谨小慎微，却活在悔恨中。他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战战兢兢，摇摆不定。不后悔。马车内的声音坚定不移，一如他那日在御街射出的3根箭。李策拍开京兆府的大门，进去只约1刻钟，便很快出来，驾车离开。怎么样？叶娇问道。刘晏还没有睡，应该会很快。李策回答。叶娇掀开车帘，看着李策月光下的面容，他依旧很白，许是吹了夜风的缘故，偶尔会轻声咳嗽。可不知为何，他柔弱的鬓容下笼罩着一种森然的冷冽。你这是去哪里？叶娇问。我来驾车，我要去钱家。在这种时候，他要去陪着姐姐。不去。李策果断拒绝。为什么？叶娇竖眉。李策咳嗽了一声，转头道：我胆小。他胆小？他明明才走进森严的衙门帮他报官，告的还是京兆府司户参军，这会儿竟说胆小，撒谎。李策有些怯弱道：谁知道你能不能告倒钱有功？我可从不惹衙门里的人。语气委屈绵软，时不时咳嗽着，似乎随时就能病倒。叶娇急得要跳车，李策坐在车门处，把他堵在里面。他们会送消息过来。他安抚叶娇道：再说了，你穿成这样走到官差面前，他们还怎么做事？待叶娇转过好几条街巷，又拍开一道里方的大门，驶入一条短街。李策跳下马车，再次拍门，门应声而开，有人在里面卸下门栏，马像知道路途般，径直把马车拉进去。这是个幽静的小院落，正房内点着灯，仆人似乎隐身不见了。李策掀开车帘，屋里有伤药，有衣服，一会儿会送进去热水。病弱的公子安排得井井有条。叶娇这才明白他为何要带他过来。这个人实在不错，虽然哪都出现，虽然讹过他金子，但今夜危难之时，幸亏有他。叶娇想说一声谢谢，可又觉得只是说谢谢远远不够。他走下马车，在锦衣衣袖中掏了掏，里面空空荡荡。他又伸手扒拉头发，发现昨晚睡得急，并未解下钗环。伸手。叶娇对李策道。李策莫名其妙，叶娇已经捉住他的2只手，把他的手指摊开，手心向上，接着开始从头上拔下各种发饰：东珠珠花、火珊瑚发簪、凤尾金钗、金镶玉宝钿、翠玉并钗，一件件珠光璀璨，一件件放在李策手心。而他乌黑的长发失去束缚，松松散散垂落腰间。李策一时看得呆住。叶娇已经长舒一口气道：今晚多谢帮忙，这是谢礼。他的脸上已经没有初见时的惊慌，取而代之的是娇憨和豪爽。这也太多了。李策心道，他可真是大方，真是花钱如流水，国公府就是这么变穷的吧。叶娇已经转身向正房走去，他单薄的寝衣被烛光照得半透。李策慌忙闭眼，在睁眼时他已经关上正房的门。李策站在院落中，许久都想不起自己该去做些什么，手里沉甸甸的，光芒四射。屋子小而精致，一应家具摆设虽不奢侈，却也透着雅致。金疮药的盒子已经打开，叶娇对着镜子小心涂抹伤口。过不多久，果然有女婢抬来浴桶，叶娇跳进桶中沐浴，避开脖子上的伤口。再出来时，衣服和鞋子已经准备好了，是外面裁衣铺里的寻常款式，不知道那人是怎么买来的。叶娇想到，似乎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她起身穿衣，洗干净的头发擦到半干，便推门出去。叶娇放心不下姐姐，要早点回去。那人正站在院内，有个身穿衙役服饰的男人同他说着话。叶娇的心提起来，听到动静，她转过身，不久前安静的眼眸中有沉沉的凉色。怎么了？叶娇问。你姐姐不太好。李策回答。京兆府的人去得快，抓住钱有功，找到了严从孝的尸体，但叶柔的腹部受到撞击，见有血崩之势。叶娇赶去钱宅时，钱家老夫人正盯着大夫用药，是不是要烧艾？快抓药，务必保住孩子。叶娇闯进去，握住叶柔的手。屋内弥漫血腥之气，叶柔冷汗淋漓，唇角惨白，微睁的眼睛看到叶娇，顿时哭起来。娇娇，娇娇，你……我没事。叶娇说着起身，捉住大夫的衣领。救我姐姐。她沉声道，孩子不重要，我姐姐的命要紧。什么孩子不重要？你怎么说话的？钱老夫人哭起来，
我儿被抓走，生死未卜，我这孙儿若是出什么事，可叫我怎么活啊？病床上的叶柔悲鸣出声，她的手按在肚子上，表情痛苦挣扎。叶娇站在屋内冷笑：“钱夫人。”她厉声道：“你可想明白了？我姐姐不是产期，如今怀胎不足3月，不保她，难道这胎儿能自己长大降生吗？”慌张的大夫连忙附和：“正是这个理啊，还是要保住大人。娘子只要身体康健，以后有的是机会诞下灵儿。”“我不管，我不管！”钱老夫人情绪崩溃，钱家不容外人做主。屋门在此时被人踢开，一个中年女人走进来，她尚未来得及梳起发髻，一双眼睛惊慌又愤怒，待看到叶娇，神情稍缓，看到床上的叶柔，又突然像要护住幼崽的母狮。这是叶娇的母亲，她身后跟着叶娇的丫头水文。是水文被京兆府的人吵醒，发觉出了大事，跑回安国公府禀报。叶夫人手中握着一把剑，那是安国公留下的剑，先帝御赐镇国宝剑。我拿这把剑来。叶夫人抽出宝剑，一字一句道：“是想告诉你们，叶家女儿的生死不容外人做主。为母则刚。”向无边夜色中劈下一道闪电，室内又亮又安静。叶夫人看起来不通半点武艺，可御赐宝剑带来的威严森冷，母亲救女裹挟的奋不顾命，到底还是让钱家人恢复了神智。叶夫人，您别急啊！钱老夫人正愣着起身，又呵斥大夫：“还不快给媳妇用药？媳妇要是有个3长2短，可怎么办呢？”她的眼睛空洞的左右张望，束手无策，却心有不甘。叶娇见情势暂稳，走过去安慰母亲：“母亲，别担心，姐姐没事的。”叶夫人示意叶娇走近，瞪了她一眼，低声道：“还不快点拿走？这也太重了，金子做的吗？我胳膊都麻了。”她说着就要把剑丢在地上。叶夫人平时是不碰刀枪剑戟的贵妇人，挥剑闯门的确是难为了她。叶娇连忙接过，回答道：“是古越国的青铜。母亲，您平时不都不让我碰吗？御赐之物一般都供在家中正堂内，小心保管。”叶娇把剑扛在肩上，像扛着一把锄头。她站在叶柔床前，明亮的眼睛看谁一眼，谁就吓得直哆嗦。救活叶柔并不困难，血崩是因为滑胎，盲目保胎会让她血竭而亡，可若狠心用药催产，等胎儿堕下，血流便止住了，血止住，胎儿也没了。叶柔躺在床上小声哭泣，叶夫人没有碰钱家奉上的茶水，问道：“说吧，怎么回事？”钱老夫人连忙解释：“这孩子不懂事，半夜跑去半月堂找叶二小姐，这才出了事。”不是。虚弱的叶柔牵住母亲的衣角，悲愤道：“是钱有功打我，孩子才没了。”胡说！钱老夫人上前一步，急着为儿子辩解。叶娇把宝剑从肩膀上卸下，钱老夫人便又退回去了。这不是胡说吗？她小声地嘟囔着。走吧。叶夫人站起身，抬手搭在奶娘胳膊上，迈步向外走去。这就走了，竟没有因此发怒。钱老夫人一颗心7上8下，正要送客，又听叶夫人交代奶娘道：“用软轿抬着大小姐，给她裹严实，小月子也不能吹风。”这是要把叶柔带走。钱老夫人顿时慌了：“亲家，您可别这样，这事儿脏污，哪能回娘家坐月子？”叶夫人回过头，一双杏眼中含着冷冽：“你们钱家才脏污，我们叶家不脏，也不怕脏。”亲家，钱老夫人拦住叶夫人的路：“您这么做是逼着2个孩子和离吗？”“和离？”叶夫人冷笑道：“你们也配和离？明日京兆府接我们叶家修复的状纸吧。”折腾了一夜，天已蒙蒙亮。叶娇扛着剑走到钱宅门口，看到那里守着京兆府的衙役，远远的那人的马车仍停在道旁，只见马车没有见人。忙了整晚，或许他已经在车内睡着了。叶娇把扛着的剑换了个肩头，跟随母亲步入马车。叶家人浩浩荡荡，几乎出动了整个国公府。来的人这么多，就算是抢，也能把叶柔抢回去。小轿抬出叶柔，再把她扶上马车。叶柔掀开车帘，悠悠地看一眼钱宅。钱有功已经被抓走了，那是他违抗母命，执意要嫁的人。那个人伤害他，还要伤害他的妹妹，甚至丧心病狂到杀人埋尸。叶柔像是大梦初醒，怀疑自己当初为何会昏了头。可是就这么回去吗？她觉得屈辱又羞愧。叶夫人看到了女儿的神情：“快放下帘子，别吹到凉风。”她提醒道：“母亲。”叶柔的泪水扑簌簌落下来，女儿已经出嫁了，这么回去可怎么是好？怎么？叶夫人竖眉道：“怕我养不起你吗？你放心，就是山珍海味供着你，母亲也能再养你50年。”叶柔痛哭失声，窝进叶夫人怀里。叶夫人轻轻拍抚她的后背，像在安慰襁褓里的婴儿。不管长多么大，母亲永远都会为孩子兜底。就是，叶娇也跟着安慰姐姐：“咱们家里不缺钱。”叶夫人撇撇嘴，看叶娇一眼：“你这套衣服哪儿来的？”叶娇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叶夫人又看她的头发，怎么最近越来越素了？
明日再去买些钗环，给你姐姐也带回来些。叶娇依偎进母亲怀里，深深闻了闻她的气息，觉得这一夜的惊惧难挨都过去了。叶夫人张开胳膊，把2个女儿紧紧拥住。10年了，没有丈夫的日子，她都是这么过来的。第2日的朝堂上，皇帝知道了钱宅的事。原本钱有功只是一个没资格上朝的京兆府参军，皇帝不必过问这件案情。但死的是户部侍郎的儿子，就难免还要抚慰几句。户部侍郎悲痛欲绝，已告假休养。除了这些，皇帝最在意的是那柄先帝御赐的宝剑。安国公府，他在御座后沉声道：“他们竟肯拿出先帝的那把剑了。”这句话没头末尾，许多朝臣不明所以，但一位年老些的官员道：“微臣记得当初圣上赐陈王死罪，陈王妃哭求安国公府借剑求情，被拒绝了。陈王妃是叶娇的姑母。”是啊，另一人附和道：“不光拒绝，叶熙干脆远避庙堂，出家为道，10年来不曾回来，可见到心坚定。”皇帝显然不想多提当年的事，他摇头道：“近日2事均涉安国公府，叶家要休夫，那便依了他们。”刘晏，京兆府府尹刘晏应声出列。皇帝道：“朕听说是叶娇报官。”他问得很轻松，却像是在等待什么不同寻常的回答。刘晏迟疑一瞬，点头道：“正是。”他的话不多，就算回禀皇帝，也常常只是一句。皇帝缓慢地哦了一声，又夸奖叶娇道：“若智女流，却能大义灭亲，除奸惩恶，理应厚赏。不过女儿家的名节要紧，你断案粗中有细，朕很放心。”刘晏惶恐下拜，诚惶诚恐道：“微臣必当尽心竭力。”皇帝起身退朝，忍不住同内侍总管高福道：“刘晏那个闷葫芦，真是胆大包天。”高福跟着皇帝踱步，不敢言语。朕都知道是小九帮忙报的官，他还帮着欺瞒朕。高福连忙劝解道：“虽然是九皇子敲开京兆府的门，但的确是陪着叶小姐呢。圣上您自己都说女儿家的名节要紧吗？”皇帝停步颔首，觉得高福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叶娇他挑眉道：“你见过这孩子吗？他怎么就认识小九了？还有小九深更半夜怎么就到处溜达呢？”圣上，高福眯着眼笑：“九皇子尚未娶妻，家中没有妻子管束，正是出门游玩的放纵时光啊。”皇帝皱眉凝思，似乎想起了自己当年的好日子，然后又想到了自己现在有多苦。不行，他摇头道：“得给小九定个亲事。”李策坐在院落里，用墨石打磨一把剑刃，磨了许久，插入剑鞘。不知为何，他忍不住把剑举起，扛在肩上走了2步。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剑扛肩上，为了省力吗？那模样真是傻透了。李策收起剑，散漫地坐在台阶上，日影微移，他也挪动，尽量坐在太阳下。他这种寒雨体质的人离不开阳光，在皇陵的那些年，他有很多时候就这么晒太阳，身边没有人陪，他从日出晒到日落，无趣得很。此时院门处有咳嗽声传来，五皇子李景大步走进来。哟，他依旧是一副欠揍的样子，吃白食儿的活死人可真好，能悠闲自在的晒太阳。李策斜睨他一眼，问道：“包子吃完了？是不是一次吃太多，撑得慌？”那日李策给李景买了几个包子。呸！李景大声道：“你是咱们兄弟里最抠门的吧？我花大价钱养着你，你就送几个包子打发我吗？还是野韭菜鸡蛋馅儿的，能不能有点荤腥？我没吃，给狗了。”李策冷哼一声没说话，李景却凑过来：“告诉你一件喜事。”他眉飞色舞道：“你要成亲了。”李策猛然看向他，被这个消息惊得咳嗽起来。娶个娘子！李策咳得肩膀耸动，胸口像坏掉的风箱，整个人如一吹击倒的芦苇。李景立刻摸出衣袖中的泰山石，惊恐退后道：“李策，你撑住，我这就去找太医。你可千万别死在我府上。如果府里死了个未成婚的青年人，那可真是晦气中的晦气。”李策抬手拒绝：“娶谁？”他的问题简明扼要。不知道啊。李景仔细观察李策的面色，因为咳嗽了一阵，他的脸露出几分奇异的潮红。有了，这丝红，李策素日惨白的脸反而好看了许多。那你怎么说？我要成亲了。你看我这身子破衣烂衫一般，如何成亲？李策摇着头，一脸苦笑。李景鼓了鼓嘴巴，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不知道父皇怎么就惦记起你的婚事，说是七夕临近，让姑母主持乞巧宴，把宗室和朝臣家未嫁未娶的适龄男女都凑到一起。当然，主要是让你挑选，别人都是凑数的。若有合心意的，姑母会趁势做媒。我回来的路上，见宦官已经去传旨了。原来是这样。李策兴致索然道：“我还病着，没力气去。”李景也不太关心李策的病情，他喜欢显摆自己消息灵通。父皇还趁机安抚户部侍郎和安国公府，特许让严家没成亲的那个小子和安国公府的叶二小姐都去赴宴。谁？
李策直起身子：“叶二小姐啊！”李景揣手道：“听说人长得很美，还温柔善良，擅长女工音律。傅明竹那个王八蛋丢了明珠取鱼眼，倒让别人捡便宜了。”李景展平衣襟，施施然道：“你说若我娶她做侧妃，父皇会不会答应？”李策抬手攥住了李景的衣袖：“扶我起来！”他把李景拽得险些摔倒。“你干什么啊？”李景抱怨着扶起李策：“不是没力气吗？怎么这会儿力大如牛了？”父皇都说了是为我择妻。李策勉强起身，微微咳嗽道：“我挑剩下的，才轮到你。”呵，李景满不在乎的转身：“这事儿讲两情相悦，嫁给你做正妃，还真不如跟着我吃香喝辣。看我这风流倜傥的模样，哪个姑娘不喜欢？瞧他那样子，是一定要去了。”圣旨先送到长公主府上，很快长公主便拟定名册，做好请柬，四散出去。收到请柬的人家大多欢天喜地，但安国公府反而很安静。叶柔正在做小月子，叶娇每日练剑骑射后，就到姐姐屋里叙话。听说长公主要在七夕节设宴，你去吗？叶柔问。不去。叶娇答得干净利落。经过钱有功的事，叶柔不再逼迫妹妹高价。她面露愧色，点头道：“不去也好，姐姐丢了人，很怕你因为我被那些宗室贵女议论取笑。姐姐不丢人，我也不怕他们议论。”叶娇拍了拍姐姐的手背：“我不去，是因为那日西市前县豆腐王开业，我要去吃豆腐脑。”叶娇对各地美食如数家珍，早听说前县豆腐脑好吃，这是他们在京城的第一家店，从装修开始，叶娇便惦记上了。娇娇，叶柔忍不住叹息道：“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听到这句话，走到门口的叶长庚止住脚步。他一直住在书院，听说家里出事，立刻赶回来，心中忧心妹妹，却又内疚自己没能帮上忙。此时听到叶柔叹息，揪着心立在门口：“请你去，是陛下的意思。你若不去，托病就是了。跑到西市买豆腐脑，却拒绝宴会，万一被人知道了，合适吗？”眼下安国公府正处风口浪尖，一言一行都要谨小慎微才是。叶柔正色道：“去一去，没有合眼的，回来便罢。咱们家惹不起朝廷，也惹不起那些贵女，不争不抢，避开或是纷争，就算吃亏也不能造次。”叶娇的手指绞着衣裙，咬唇道：“姐姐批评的对，我去就是了。但是我可不吃亏，他们别想欺负我。”叶柔的声音小若蚊蝇：“娇娇，咱们家不是以前了。如果父亲在，安国公府的爵位在，或者哥哥在朝为官，钱有功敢这么欺负咱们吗？可父亲他，除了每年都有人拿着他的印信到账房之前，就没有管过我们。”他说着淌下泪水：“你就忍一忍，别惹事。”怎么就哭了？叶娇拿起手帕为姐姐拭泪，宽慰道：“咱们都长大了，不能再靠着父亲，靠着爵位。大不了我也去讨个官做，让姐姐你扬眉吐气。”门外的叶长庚静静听着，面色内疚，转身离开。他的脚步很沉，像粘在地上。外面都传说钱有功因琐事杀言从校，被叶娇发觉报官，而叶柔因为阻止钱有功毁尸灭迹，被打到小产。但这只是外面的说法。叶长庚虽然学业不精，但他心思很缜密。叶娇是怎么发现的？那个时刻他应该已经睡了。钱有功那种巴结逢迎的人，会为了什么琐事杀言从校？是什么事情要败露，让他急于掩饰呢？那个晚上，妹妹们绝对经历了恐怖阴暗的事。他没有帮上任何忙，他连冲到京兆府监牢打钱有功一顿都不能做，因为斗殴会让他被书院除名，也就无法参加科举。而其实他根本就完不成学业，无论怎么学，考测时总是垫底。他是没用的哥哥，天底下最没用。叶长庚走出房街，抬头见乌云遮蔽日光，忽然想起10年前，他就是这么站在坊街上，拖住父亲的手，而父亲掰开他的手，扶着他的肩膀，郑重道：“长庚，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他恨父亲，但是从没忘过这个嘱托。可10年后的今天，当妹妹们出事，还是要靠母亲手持宝剑冲进去救人，而他这个儿子没有半点用处。叶长庚漫无目的走在街道上，有数十军士策马而过，其中一匹马险些撞到叶长庚，马上的人呵斥道：“速王回京！”还不到旁避让。百姓们向两边避开。叶长庚看着飞扬跋扈离开的军士，突然如梦初醒般紧追了几步，又转过身向书院的方向走去。他越走越快，身影如风，似藏在剑鞘里蠢蠢欲动的利剑。肃王李隆是皇长子，也是目前唯一封王的皇子。隆乃上古奇羽之玉。李隆出生那年，皇帝只是王爷而已。正值河南道数月大旱，先帝为这个孙子赐名为隆，取求雨之意。说来也巧，赐名3日后，河南道天降甘露，庄稼得以保全。先帝喜极，不久便敕封太子，也便是如今的皇帝。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李隆虽非皇后所生，皇帝却对他十分倚重。为了让李隆熟悉政务，
皇帝先让他在各部协助李氏，再派他带兵镇守北疆。此次回来是被一纸诏书召回的。王府大门紧闭，李隆尚未脱去铠甲，便先召王府幕僚议事。他要在面见皇帝之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吐蕃犯边，本王正集结兵力歼灭，怎么这种时候反而被召回呢？李隆百思不解。是因为立储的事。王府詹事低声道。李隆脸上的焦虑瞬间褪去，他端起茶盏，轻轻吹开拂叶，问道：怎么说？2个月前，宰相联合几位朝臣，请见皇帝早立国本，以安天下之心。皇帝顺口问朝臣的意见，没想到他们除了推举二皇子，竟有更多人举荐肃王。二皇子乃皇后嫡出，依祖宗法制，最有资格入主东宫。但肃王是庶长子，若要立长，似乎也说得过去。就连皇帝都没想到，肃王的拥趸竟然这么多。糊涂！李隆道：是谁做主举荐本王？父皇必定以为本王有夺嫡之心了。一旦夺嫡，则兄弟反目，朝堂党争，内耗严重，朝廷永无宁日。就算他有这个心，也不能过早暴露。李隆放下茶盏，因为太过用力，青瓷斩碎成数片。王府内一片肃静。过了一会儿，王府詹事沉声道：王爷，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举荐您的都是二皇子的人，他们是故意的。皇帝春秋鼎盛，怎么会容许有皇子生出夺位之心？这便是肃王被召回的原因。一国之主只会让他最信任的人领兵守边。本王去同父皇解释。李隆起身道：不妥！一位王府幕僚拦住了李隆。王爷，这事儿原本已是死局，但王爷您的运气好，只需要做一件事，便会打消圣上的疑虑。什么事？李隆问。娶妻。幕僚答。皇子娶妻都是要考虑女方母族权势的，弑圣者会对皇子多有注意。李隆20岁那年，皇帝为他指婚，娶了江东望族顾氏女，但顾氏身子不好，诞下一子后便猝然离世。如今李隆年过30，尚无王妃。幕僚缓缓道：陛下以为王爷有争权夺位之心，王爷不妨求娶一位母族无权无势的女子做继室。近日正好有一位女子，既得陛下亲眼，又是没落人家。谁？李隆雄鹰般敏锐的眼睛看向幕僚。安国公府。幕僚道：次女叶娇。勾胆妙人。以至于肃王李隆听到后，缓缓解开甲胄，用了许多时间回忆。是先陈王那个？是。幕僚道。这件事太久没有人提起，以至于大家像是忘记了。安国公府原本是先陈王的妻族，13年前，叶娇的姑母叶颖嫁给了李隆的叔父陈王，是位陈王妃。后来陈王谋反失败，被皇帝赐死。陈王妃回到安国公府，想借出御赐宝剑向皇帝求情。毕竟当时安国公虽已去世，但朝中仍有许多国公爷的旧部。陈王妃的哥哥叶娇的父亲叶熙拒绝了，他认为陈王死有余辜，万不可再让安国公旧部卷入纷争。陈王妃委屈愤怒，发誓同安国公府断绝关系。他带着陈王的尸体离去，听从皇命把陈王葬在淮水边，并终身守墓。而叶熙也没有留在京都，他先是恳求皇帝收回宝剑，遭拒后前往管理僧道之事的祠部，取道度牒，出家为道了，留下安国公府孤儿寡母，10年来杳无音信。幕僚详细讲了叶柔和叶娇的事，特地提起叶娇。傅明竹退婚时，圣上便对叶家流露出怜悯之意。叶娇深夜报官后，圣上更是对他赞赏有加。如今王爷若肯求娶叶娇，一能昭示没有争权之意，二能替圣上安抚国公府，表明孝心。李隆把脱掉的甲胄丢在地上，啪的一声，殿外传来几声狗叫，那是他从塞外带回的猛犬。李隆凝眉颔首，这事便算定下了。他是擅长军中杀伐的人，做事干净利落。左右我也不在乎娶谁，明日我便恳求陛下为我赐婚。幕僚们相互看看，含笑道：还是请殿下前往长公主乞巧宴，您会在那里恰巧遇到叶娇，之后求娶，才合情合理，不然就太像计谋了。李隆点头道：那便有劳各位安排周详些。所谓的安排周详，自然是要让两人的席位尽量接近，在乞巧宴会上给李隆展示的机会。不然就算李隆求娶，若叶娇厌恶拒绝，这桩婚事也成不了。但是当李隆第2日到达宴会，发现叶娇身边已围了人，是几个朝臣显贵之女，她们大多刚刚及笄，说话却叽叽喳喳，听起来聒噪得很。你就说是不是你指使人射的箭？是不是你欺负白薇姐姐？对，秦白薇都羞得不敢出门了，都是你的错。叶娇身穿同双2色抹胸长裙，高梳柔风髻，头上钗环着目，面容清雅无双。面对那么多挑衅的贵女，她镇定自若，甚至带着轻松的笑意，笑容在李隆唇角散开。看来幕僚的主意不错，
娶这个姑娘进门，就算她的母族毫无助力，放在府中也觉赏心悦目。叶娇正在回答姑娘们的问话，声音清亮，悦耳动听。奴家不懂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们在同情那个秦白薇吗？他退后一步，柔嫩的胳膊举起来，把一圈姑娘数数般指了一遍，确认道：难道你们是他的朋友？那是自然。有个姑娘回答道：他是同我们一起玩到大的，不像你，没人搭理。叶娇的脸上浮现一丝轻蔑，她摇着头数落道：原来你们同婚前通奸，抢人夫婿的人是朋友啊！所谓物以类聚，一丘之貉，你们几个也是这样的人吗？那你们还来什么七巧宴？怎么不找辆马车，脱掉衣服跑到御街上去？几个姑娘的脸红成一片，有一个当场被气哭了。这可是乞巧宴，是祈福、乞巧，求上天赐予好姻缘的日子。家里已经叮嘱过，会有皇子当场择妻，谁也没想到，只是指责叶娇2句，便被扣了这么大一个帽子。姑娘们掩面奔逃，找自己家奶娘丫头哭诉去了。叶娇悠闲自在地走出来，啃了一口苹果，太弱了，她自言自语道。李荣看叶娇独自一人，便想要上前搭讪，可不远处却有人开口唤他：肃王兄！是5皇子李景和9皇子李策。2个弟弟走过来，个个面含尽重亲热有加，李荣不得不同他们闲聊几句。王兄回来了。李景道：改日一起去看戏啊。李景平日最喜3件事：看戏、吃酒、听闲话。李荣对他点头，又把视线挪到李策身上。近日身体怎么样？身为兄长，他应该关心兄弟，做好兄友弟恭的表率。还好。李策轻咳道：多谢王兄挂念。京都的气候有利于他养病，他也很听太医的话，每日汤药不断。3人一同落座，坐席布置在室外花园，上有彩帆蔽日，下有红毯铺地，众人跪坐蒲团，品尝佳肴，也凑去闲聊。过不多久，长公主李贤雅驾到，众人起身施礼。长公主40余岁，是先帝女儿中唯一留在京都长安的。她同驸马夫妻和睦，如今住在公主府，以致相谈畅为乐。虽然腰身已经不再纤细，但是听说她还能跳胡旋舞。李荣的坐席紧邻长公主，坐在宾客中最尊贵的位置，其下便是李景和李策。刚刚坐定，李景便同李策夸奖叶娇的美貌，真是妙人儿，带出去看戏一定很有面子。性格安静不多话，说不定也善于生养。李策抬头看向对面默席的叶娇，见她正在认真吃喝，夹一片鱼块蘸取酱料，放入口中轻轻咀嚼，另一只手已经端起酒盏，轻抿一口丝鸡腿、长冷面，剥开柿子皮，插入芦苇管，轻轻一吸，神情满足。他的动作娴熟流利，手指像点在乐音上，放松舒适，仿佛乞巧宴就是宴会而已，重点在吃，不在别的。李景时不时打量叶娇，忍不住犹豫，这么能吃，娶回去能不能养得起啊？李策端起黄米羹，用汤勺搅动，没有答话。叶娇并未主动同李策搭话，那个一同报官的夜晚过去后，他像是完全把他忘了，真是个没心肝的。这时长公主请李荣表演戏法，李荣原本便在席上谈笑风生，他讲北地风景，讲吐蕃的世风人情，讲的对面女子个个掩唇而笑。可他观察过，他今日的目标叶娇在吃，吃完鱼吃鸡，吃完鸡吃羊肉，水果汤羹都来一遍，丝毫不关心别人在讲什么。吃的过程中，他为了砸开一颗核桃，还找女官要了一根木棍，真是心无旁骛。叶娇把李荣逼得不得不起身表演，跟坊间玩杂耍的胡人一般，吸引叶娇注意。叶娇果然抬头看了一眼，目光落在他抽出的宝剑上，眼睛亮了亮。李荣心中稍慰，便说他需要一位姑娘帮忙。当然，他在众多举手的人以外，挑了不举手的叶娇。叶娇不情不愿地放下八宝饭，用丝帕净手，起身浅浅施礼。早有女官为叶娇介绍，这位是肃王殿下。也有宦官为李荣介绍，这位是安国公府叶小姐。李荣走到场地正中，笑道：本王从吐蕃带回一只苍泥犬，起名赛狼。这种犬忠诚可靠，却也凶残可怖。他只认本王一个主人，本王舞剑，他懂得模仿。不过他喜欢讨赏，有吃的才戏耍。本王请叶小姐把这盆肉一块块丢给赛狼，不知可否？李荣没有表演剑法，他的剑法高明，只会让皇帝和2皇子更加忌惮。他玩狗戏耍，不介意让人看清几分。叶娇站在几案前翻折衣袖，他的位置已是末席，站在这里便可配合，只是丢肉而已，没有拒绝的必要。盆里是煮熟的猪肉，一块块切成手掌般大小。苍泥犬牵出来，果然体型高大，面容凶残。几位贵女忍不住紧靠在一起，又害怕又兴奋的议论。李策也站起身，有些紧张的走近。
但苍泥犬却乖巧地蹲坐，等李龙举剑，他也学着举起一只爪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放下戒心。叶娇丢出去一块肉，苍泥犬跃起吃掉，心满意足，又后足点地，前足立起，像人类举剑般跳跃，引起一阵掌声。叶娇顿觉无趣，他对剑感兴趣，还以为李龙身为手边皇子会舞上一套行云流水的剑法，哪知道是斗狗，斗狗也就罢了，还耽误他用膳。叶娇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对面，那个夜里帮他报官的男子也在，能出现在这种场合，莫非是哪位朝臣的儿子吗？跟他一起来的似乎是一位皇子，听人议论是五皇子。瞧他那个口若悬河的样子，吐沫星子都到汤水里了。叶娇走了个神，他没有经验，不知道在一条苍泥犬面前是不能走神的，特别是他手中拿着苍泥犬要吃的肉。做完一个动作，没有等到肉块飞来的苍泥犬不耐烦的呜呜呲牙警告叶娇。察觉到情况不对，站在远处的肃王李龙连忙提醒叶小姐，请你。可是已经晚了，苍泥犬飞奔而来，肥硕的身子竟然像利剑一般，只一刹那便奔到叶娇面前，再高高跃起，朝着他的脖颈低头咬来，像是在捕食一只田间白兔。席间惊叫声一片，皇子求婚。状如雄狮的苍泥犬发狂，大多数人呆若木鸡或惊声尖叫，稍微反应敏捷的都在向后躲藏。只有两人向叶娇奔来，一个是肃王李龙，他一面呼喊着苍泥犬的名字，一面挥动长剑，但因为距离太远，毫无用处。一个是九皇子李策，肃王开始表演时，他便向叶娇走来，此时只差了10多步，情急之下从桌案上抄起一整只烤鸡，向苍泥犬砸去。李策明白这是狗在护食，烤鸡砸在苍泥犬身上，让它稍稍偏一下头。趁着这偏头的瞬间，叶娇已经从桌案上抄起木棍，那是他用来砸核桃的木棍。其余的女兵都有开核桃的铁夹，只有叶娇没有，才要来这根棍子。棍子手腕粗，2尺长，很趁手，也方便用力。苍泥犬露出獠牙，再次向叶娇袭来。他并未躲藏，手握木棍跃起，用尽全身力气，准确无误，砸在苍泥犬头上，快如闪电，重若雷霆。咚的一声闷响，苍泥犬沉重的身体摔在地上，血液沿着长毛滴落在地。他连声惨叫，四肢颤抖，身体蜷缩。待众人上前查看，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打死了，真厉害！远处的贵人们窃窃私语。长公主换人去抬恶犬，李策长吁一口气，走到叶娇面前。他尚未开口说话，李龙已经到了。叶小姐，让你受惊，实在是本王的过错。他拱手道歉。叶娇惊魂未定，摆了摆手，看向李策。多亏你扔了烧鸡，今日该怎么谢你？他说着就开始从衣袖里掏银子。他们之间似乎说不了几句话，就要跟金银扯上关系。李策没有半点不自在，他神情坦然地等着叶娇给钱，笑道：叶小姐，性命攸关，这回可要给多点。这怎么行？李龙看得蹙眉不解，救人怎么能图报答呢？叶娇把银子放进李策手心，眯眼笑道：救人者可以不图报答，但是受恩者应该主动回报啊。李龙愕然，旋即再次拱手：本王受教了。他复杂矛盾，时而强硬，又时而谦逊。叶娇周围挤满了人，宦官小心翼翼地询问：叶小姐，真的无碍吗？需不需要奴婢做些什么？需要。叶娇丢下木棍，坐回席面，眯着眼认真道：能上热菜吗？之前的佳肴都是做好凉拌的，没有热腾腾的锅气。一众人笑起来。刚刚走近的长公主和声道：热菜已经安排过，来，叫本宫看看你的胳膊怎么这么有力气。人群主动让开，长公主把叶娇牵到自己身前就坐。叶娇任她捏揉胳膊，对眼下的坐席很满意。因为这里第一个上菜。李策坐回席位时，看到李景在发抖。那么大一条狗，打死了。他表情夸张的小声惊叹，把原本对着李策的泰山石挪到叶娇那边。看来因为近日相处的多，李景对李策已经不那么恐惧。应该是打晕了吧？李策道：我瞧着那狗还没有咽气。李景连连摇头道：狗没有咽气，我要是把它娶进门，我府上的夫人和侍妾们就要咽气了。他跪坐的像是书院里的孩童，战战兢兢地纠结着，半晌才下定决心道：罢了，这个女人我不敢要，你也别要。长得漂亮的姑娘有很多，没必要玩命。李策摇头道：好在不是每人都像兄长这般惜命，我看肃王兄就很想要。叶娇坐在长公主身边，距离肃王李龙很近。肃王时不时同叶娇说话，送到他面前的珍馐也示意宦官挪到叶娇桌面上去。此情此景，不止李策注意到了，席间不少贵女也对叶娇投去艳羡嫉妒的目光。有什么了不起的？李策听到一人道：不就是打狗吗？有本事你也去打。有人低声反驳：不过也真是奇怪，他们叶家不都是没人要，退婚的退婚，休夫的休夫吗？
怎么这会儿倒勾搭上肃王殿下了？愤愤不平的人有很多，但肃王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是尚武的人，喜欢身强体壮的姑娘。叶娇这样子，起码不会像他的发妻那样早早离世。宴会过后已是黄昏，过不多久就能看到牛郎织女星。长公主安排贵女们绣花乞巧，叶娇当然不会绣花，她拿着花样，装模作样把针扎进去，半晌没有动。突然又想起还不知道对面男人的名字，便向里侧走过去。等问清楚，他也就准备回去了。才走到半道，叶娇便被肃王李龙拦住。他们站在花圃旁，宫灯闪亮，月月红轻轻摇曳，空气中是淡淡的花香。肃王殿下，叶娇浅浅施礼。叶小姐，李龙道，本王想同你商量一件事。叶娇静静站着，等着他往下说，因为神情太过自然，反而让李龙显得有些笨拙。是这样的，李龙道，本王府上王妃早逝，想迎娶叶小姐为妻，不知可否？他总是爱问不知可否，其实问话的语气霸道，不容反驳。叶娇扬起脸道，为什么？他问为什么，没有激动不安，更没有娇羞脸红。李龙蹙眉道，怎么？叶小姐不愿意吗？如今没落的安国公府，还有拒绝肃王府的理由吗？刚刚被退婚的你，不是该欢天喜地回去拜谢祖宗吗？李龙眼中3分不屑，7分不解。我只是在问为什么。叶娇解释道，肃王殿下今日第一次见我，对我了解吗？喜欢我吗？当初奴家对傅明竹了解不多，这才闹出后面的乱子，所以奴家若再定亲，一定要找何心意的。李龙听得心烦气躁，他没有时间了解叶娇，他今日便要向父皇求娶，到时候若叶娇拒绝，他便要独自面对二皇子一党，前途堪忧。这么想着，李龙抓住了叶娇的手臂。叶小姐，他沉声道，本王今日像胡人一般杂耍，又陪吃陪玩，已经耗尽了全部耐心，但本王可以告诉你，你肯嫁我，便能有荣华富贵，得享硬币；若不肯嫁，便再也无人敢娶。叶娇猝然退后，又被李龙拽回来，他的脸顿时通红，一面用力掰着李龙的手指，一面气道，肃王是在恐吓我吗？李龙常年从军，力气很大，叶娇无法挣脱。他们就这么僵持着，忽然听到有人在花圃后扬声道，原来叶小姐在这里。叶娇抬头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容。七夕节的夜空繁星朗照，那人手持灯笼缓缓走过来，他脸色白皙，模样羸弱，却身披星辰和灯笼的光芒，莫名给人无限的勇气。李策的目光落在叶娇身上，微微点头，又认真地同李龙说话，这里灯光太盛，看不清星辰，我来请叶小姐一步。他的声音不大，却坚定无畏，像在踢开什么阻碍，踩碎什么魔障。李龙看着李策，神情慢慢恢复温和，手也放开叶娇。叶娇如获大赦，快步越过去，走到李策身边。太可恶了，他轻声抱怨，以为是个皇子就了不起吗？李策笑笑不说话。姓李的是不是都这样？叶娇愤愤不平，我就是嫁给茄子，也绝不嫁给他。因为常年领兵，李龙的肤色有些黑，在月光下呈现微紫的黑色。向你求亲了呀？李策悠悠道。他是个疯子吧？叶娇摇头，赶紧走，离他远点。二人刚刚走到开阔处，院内的灯光又亮了几分，披甲军士的脚步重重作响，禁军涌入，秩序井然的护卫在院中重要位置。刹那间，就连屋顶都有人影闪过。怎么回事啊？叶娇问。李策的神情立刻肃然几分。圣上要到了，他沉声道。话音刚落，便传来宦官宣唱的声音：圣上驾到！长公主连忙带人接驾，因为先前没有准备，花园各处的公子贵女只能惶恐不安地就地跪下。可叶娇尚未下跪，忽然有人从身后来牵住了她的胳膊，是肃王李龙，请叶小姐陪同本王面见父皇。李龙这次的手劲儿轻了些，可叶娇仍然无法摆脱，她被扯着走到光影灼灼的殿内，在门口跪下。儿臣叩见父皇。李龙叩头道。叶娇慌乱道：民女叩见圣上。叶娇垂着头，看不到皇帝的脸，她心乱如麻，唯恐李龙说出什么收不回的话。皇帝开口道：听说有凶犬作恶，朕担忧你们的安危，特地赶来。看到你们都好好的，朕也就放心了。叶娇莫名觉得皇帝并不怎么担忧，他只是很开心能出宫一趟。皇帝接着又问：李龙，你牵来的女子是谁啊？叶娇的头垂得更低，然后他听到李龙的回禀：这是儿臣想要求娶的姑娘，安国公府叶氏，求父皇恩准。他声音恳切，似乎自己已与叶娇两情相悦。如果不是在觐见皇帝，叶娇很想踢李龙一脚。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皇子们都是这么不要脸吗？见色忘义。叶氏。皇帝微微意外，笑道：朕听说你的狗险些咬到叶氏，而叶氏一棍子把那条恶犬打晕，
看来你们是不打不相识啊。叶娇不能抬头直视皇帝，下意识的他跪得离李龙远了些。这个小动作被皇帝看在眼里，他威严的询问道：叶氏，朕的儿子恳求赐婚，怎么，你不愿意吗？李龙是唯一封王的皇子，深得皇帝器重，皇室的尊严是不容挑衅的。李龙是把叶娇，把安国公府10年来被朝廷的忠诚一并架在火上。叶娇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办？如果拒绝，要用什么理由？姐姐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惹事，不要生事，可她还是惹了。叶娇的眼睛转了转，这会儿两眼一瞪，口吐白沫，还来得及吗？假装得了失心疯。慌乱中，他听到有熟悉的声音响起，是那个男人到了。恐怕是肃王殿下求娶的太过仓促，惊到了家人。这句话缓和了殿内的气氛。哦，皇帝道，莫非叶氏另有想法？有。叶娇心中如点燃火把，瞬间亮亮堂堂。他忙不迭点头道：民女已心有所属，实在不能答应肃王殿下。没有什么比这个理由更好了，既无损皇室尊严，又能全身而退。肃王李龙尴尬难堪地看了叶娇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是无法强逼人嫁的。可皇帝却并未善罢甘休，他的手掌重重落在大腿上，像一个喜欢去世的富家翁般问道：不知这位让你宁舍皇子也要下嫁的家婿是哪一位呢？叶娇才同傅明竹退婚不久，闹得人尽皆知，此时哪能瞬间抓出一个人假冒他的情郎呢？不对，还真有。叶娇拎裙起身，向那男人走近几步，转头对皇帝介绍道：就是这位，他叫……叶娇正在原地，他们见过那么多次，他却从未问过他的姓名。倒是长公主在浅笑，皇帝也笑着开口说话。他英武的剑眉展开，和蔼道：不用介绍了，朕认识他。圣上认识啊？叶娇意外地看向李策，轻声笑道：看不出来啊，你还有这个本事。李策眼中散开日月般明亮炙热的清辉，神情却仍然郑重。他越过叶娇，撩袍下跪，叩首道：父皇。叶娇半张着嘴，瞠目结舌。他换了什么？父皇？皇帝像是在看好戏般逗趣道：看来叶小姐选来选去，还是选的朕的儿子。朕就知道你二人有问题，只是李策呀，你怎么还没告诉人家你是谁呢？是觉得九皇子的身份不够体面？叶娇脑中嗡嗡的，没听清李策怎么解释。他忽然明白了李策为何在御接讹他，明白了为何他能敲开京兆府的门，明白了他怎么出现在这里，与五皇子同席。他也是皇帝的儿子，是那个皇陵守墓人，是京都只知其名，未见其面地活死人。不知李策回答了什么，皇帝哈哈大笑，又道：看来你知道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一定要给朕找个身强体壮的媳妇，好生养皇孙了。一棍子打晕狗，恐怕是京都最有力气的女子。李策跪在地上，轻咳一声道：还请父皇恩准。皇帝身边的宦官低声催促着什么，皇帝恋恋不舍地起身道：你自己的事自己去求安国公府。倒是李龙，送朕回宫吧，你这个做胸肠的自然要成全弟弟。李龙应声起身去扶皇帝的胳膊。叶娇觉得是从这一刻起，皇帝才对李龙有了亲近之意，似乎是放下了什么防备，可以像寻常父子那般聊天说话。而皇帝像一个刚散学又被叫回去读书的学子，有些意犹未尽的勉强迈步。忽然他又停下脚步，视线落在殿外某处，神情一瞬间严肃：李景，你给朕出来！在一棵半人高的石楠树后，李景缩着脖子走出来。父皇。他面带惬意施礼下跪，不敢抬头看皇帝的脸。你怎么来了？皇帝毫不留情问道。朕委托你姑母办这个乞巧宴，可不是让你来选侍妾的。京都盛传李景贪恋美色，常常到中宫去跟皇后商量要那哪家的小妾，当然10回有8回要被骂一顿，努力多年，府上也就只有一位正妻，2名侍妾。这件事成了京都的笑话，有些贪恋富贵的末流官员甚至为了跟李景攀亲，常到他府上去。皇帝最厌官员和皇室来往过密，故而时常因为此事敲打李景。李景低着头支支吾吾道：儿臣儿。皇帝已经向李景迈步走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就要抬脚踹。正在此时，九皇子李策忽然开口道：启禀父皇，是儿臣身体不好，恳请兄长搀扶陪同的。皇帝站住脚，剑眉微挑道：他不久前才打你一顿，这会儿有这个好心？李策恭敬道：我们兄弟之间争执是有的，但毕竟是骨肉血亲，兄长他这些日子对我无微不至，儿子的病已经好多了。皇帝闻言斜睨李景一眼，虽然仍旧不太信，但到底没让这个快要30岁的儿子太过丢脸。你们兄友弟恭，他颔首道：朕很欣慰。一群人恭送皇帝离开，李景站起身看了李策一眼，
谁要你帮忙了？他低声抱怨，多管闲事。李策回给他一个淡淡的笑，便走去叶娇那边。什么骨肉血亲？李锦拍拍衣衫撇嘴，还不是见色忘义了。此时叶娇正准备出门开溜，可她的手再次被人牵住，这次不是手腕，是手心，牵她的人是李策。他的手指有些凉，力度却刚刚好。你做什么？叶娇压低声音，脸颊微红。李策浅白的唇角散开笑容，靠近她，几乎是贴着叶娇的耳垂，答道：叶小姐，做戏要做全套，不然你这欺君之罪，我可不敢同担。叶娇的手软下来，手软，心也软，仿佛有人用柔软的丝带把她的心捆绑住，打了个结。叶娇迷路般跟着李策向外走，李策牵着她走过或艳羡或嫉恨的人群，走过目瞪口呆的李景，走过闪亮的灯笼飘飞的帆旗，来到略微幽暗的地方。他这才松开叶娇的手，指着天空中的某处道：你看，牛宿星和织女星。叶娇跟着他的目光抬头，银河在幽深的天空铺陈开，有2颗闪亮的星辰像在隔河相望，情意绵绵。你要许愿吗？李策问。乞巧节是可以许愿的，最多的愿望当然是好姻缘。叶娇痴痴地望着天空，半晌才叹息道：不许，不灵的。他曾经无数次对着天上的星星许愿父亲能回家，许了10年没有灵验过。他原本是鲜活的骄纵的，这一刻却露出柔软难过的样子，惹人心疼。夜风习习，叶娇的衣裙擦碰李策的手背，他凝神看他，眼底温柔。是因为什么？傅明竹、素王，还是自己？想到这里，虽然不舍，李策却提议道：要我送你回家吗？叶娇没有答话，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悠悠道：原来你叫李策呀，字呢？慎思。李策回答。叶娇像是要认真记住这个名字，喃喃道：李策，慎思，思思。他的情绪从失落中抽离，抿唇笑看李策，摇头道：真是想不到，还是要多谢你今日帮我拒绝素王啊，他跟茄子似的，我才不要嫁。李策跟着笑了，他听过很多人呼唤自己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从叶娇口中说出，分外动听。王兄只是常年在军中，晒得黑了些，也鲁莽了些。叶娇连连点头，敷衍着道：管他是因为什么，长得难看的人，我才不嫁呢。对了，他向前2步，又扭头看着李策：咱们改日要在街上大吵一架，分道扬镳。你说到做戏要做全套，幸好今日圣上并未赐婚，幸好能捉住李策帮忙。叶娇相信李策的人品，他不是借此生事，胡搅蛮缠或者威胁他的人。李策果然答应道：好，改日一定。他向前走去，同叶娇一起走向灯火处。李策喜欢灯火，喜欢一切炙热发光的，跟坟墓完全不同的东西。乞巧节的事，第2日便传遍京都。素王戏狗，叶娇杀狗，传扬的神乎其神，百姓们因此想起安国公辅佐先帝，横扫敌军的往事。除了这些，大家议论最多的是安国公府的2女儿叶娇，接连被素王和9皇子2位皇子求娶。有人羡慕她要嫁入皇室，我见过9皇子，儒雅俊朗，婚后必然和美。有人遗憾他没有选择素王，那可是皇长子，是年轻有为的素王殿下。宰相傅谦的家中，傅明竹却不愿意听到妹妹们聊起叶娇。都闭嘴！他在用膳时当场发火。傅谦不在家，宰相夫人比傅明竹怒气更大。你让谁闭嘴？他厉声呵斥，推开碗碟。傅明竹发觉自己失态，连忙起身离席，躬身请罪。母亲，你不配做我的儿子。傅夫人恼怒道：我们家没有这样眼界窄，行为放荡还不知悔改的儿子。你恼怒妹妹们聊起叶娇，那我就告诉你，等她嫁给9皇子为妃，你就再也没有资格提起她的名字。傅明竹同叶娇退婚已经是好久前的事了，但傅夫人仍旧心中愤懑，耿耿于怀。如今你无法科举，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做官，就窝在家里等着娶那个下贱女人吧。傅明竹低着头，不敢为秦白薇辩解半句。傅夫人拂袖而去，脸色乌青。京兆府监牢外，叶长庚把包袱丢下，抬脚走进去。我来探视就有。他往看守怀里塞了一包银子。可以看。看守道：可以说话，但不能碰触牢门。看守把叶长庚领到牢房门口，叶长庚哼了一声，看到蜷缩在最里面的男人。几日不见，他瘦了好多。喂，钱有功。叶长庚道：小爷来给你送吃的。钱有功恍然抬头，待辨认出叶长庚，顿时慌了。不过这慌乱只有一会儿，他很快发现紧闭的牢房虽然困住了他，也保护了他。你碰不到我。钱有功背靠墙壁，对着叶长庚嘲笑。是吗？叶长庚冷笑道：这是死罪。钱有功仍旧在笑，因为瘦了些，他的衣服不再贴身，此时松松垮垮披在身上，颤动如风吹破帆。但他很快止住笑，表情扭曲，抬手道：你干什么？
这里是京兆府。京兆府辖万年、长安等23县，是京畿地区最大的行政机构，是天子脚下、律法森严之地。叶长庚已经取下后背的弓箭，对钱有功道：“这里是京兆府，也是你的阎罗殿。他来送吃的，吃我一剑的吃。”看守眼见叶长庚用弓箭瞄准钱有功，顿时急了：“叶公子，不能这样啊！”他抬手去拉叶长庚，却被叶长庚挥开。看守情急之下劝道：“昨日开堂审案，大老爷已经判了钱有功明年秋后问斩，您不要同他在这里置气，触犯律法，您就不能考取功名了。有劳您挂心。”叶长庚道：“我已拜别老师，不再是书院学子，无需考取功名。”眼看情势不对，看守连忙转身去唤狱卒帮忙。叶长庚高大的身影站在牢前，后退一步，拉满弓弦。钱有功，他开口道：“这一箭是为你哄骗我妹妹嫁入钱府。”箭矢离弦，朝钱有功疾飞而去。牢内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钱有功吓得猛然跳起，箭却已经到了。出人意料的是，箭矢并未定入他的身体，而是穿过他的腋窝，把他的衣服紧紧钉在死牢后墙上。钱有功惊惶万状后，忍不住大笑：“看来离这么近，你也射不准。”叶长庚面容平静，再次射出一箭，箭矢钉入后墙，这次是从钱有功裆下过，直直插进去，却并未损伤他半分肌肤。因为离得近，弓箭带来的力量震得墙面有灰土掉落。钱有功忽然懂了，叶长庚不是射不准，是把他当箭靶，想射哪里就射哪里。这一箭，叶长庚道：“是为你勾结严从孝，欲行下流之事。”叶长庚再次取出箭矢，这一次瞄准了钱有功的胸口。钱有功终于情绪崩溃，一个百发百中的人，这个距离射他的胸口，他死定了。虽然明年秋天也是死，但他可以在牢里多活1年。家里已经开始打点刑部，只要死刑不朱批，他就还有活路。他不能死在今日，不能死在叶家剑下。钱有功感觉脑中轰隆作响，心脏跳得快速又混乱，后背发冷，胸口闷痛，他站立不住，若不是衣服钉在墙上，早就瘫软下来。大舅子，钱有功哆嗦着求饶：“那件事是误会，是误会，你饶了我吧，我去给叶柔道歉，我去给他磕头。”他面色惨白道：“莫杀我，莫！”这一箭，叶长庚在钱有功的哭求下，脸色铁青道：“为了我妹妹未出世的孩子，一命抵一命。”箭矢离弦，嗖的一声，箭头破墙而入，箭羽颤动，钱有功眼球像要爆出，头却歪下去，一动不动了。这支箭把钱有功头顶的乱骑钉入墙壁，同前2支一样，并未刺伤他分毫。狱卒和狱吏在此时冲进来，他们打开牢门，进去呼唤拍打钱有功。钱有功纹丝不动，他便溺在裤裆里，身体虽然尚且柔软，却没有生机。狱卒试探着触碰他的鼻子，又惊乱的收回。叶公子，狱卒道：“你把他吓死了。”叶长庚收起弓箭，点头道：“诸位不要担忧，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到前衙自首。”他果然到衙门里去。京兆府府尹刘晏见到叶长庚，又听狱卒描述发生了什么，连忙亲自到牢里查看。钱有功身上的确没有伤，他也的确已经死了。仵作验尸，验的钱有功心脉断裂，坐实了他是被吓死。案情很简单，刘晏却犯了难。他翻遍律法，不知该如何判刑。叶长庚寻仇杀人，自然按律当斩，但他寻仇的人原本就已被判了死刑，而且他并未刺伤钱有功，钱有功是被3支箭活活吓死。叶长庚不承认他要杀钱有功，他说自己就是吓对方而已，谁能想到竟然吓死了。他还跪在大堂上，满脸委屈道：“怎么有这么胆小的人？”刘晏断案从不马虎，他把叶长庚暂押，跑去询问上官、刑部尚书。尚书大人公务繁忙，刘晏等了许久不见回应，干脆又跑到宫中恳求面圣。于是昨日才从乞巧宴回来的皇帝陛下，再次被叶家人的举止震惊。人定墙上，吓死了。皇帝丢下厚厚的奏折，示意宦官他要吃茶。这件事匪夷所思，按照刘晏说话慢腾腾的闷葫芦性子，估摸着还要说很久。没关系，皇帝有的是时间。刘晏讲明事情始末，躬身道：“回禀圣上，叶长庚乃安国公后人，微臣无法判断他是有心杀人还是无心恐吓，故而不知该如何判罚。妹妹被欺辱，兄弟恐吓妹夫出气，也是人之常情。”皇帝抿茶颔首，沉声道：“所以刘清的难处在于叶长庚如何自证他是恐吓，并未有心杀人。”正是如此。刘晏呆呆地站着，时不时就陷入牛角尖，想不明白。若只是恐吓，罪就轻微；若意图杀人，则是重罪。他如何辩解？皇帝问。刘晏一板一眼回答。叶长庚辩称自己已到兵部挂名，准备参军，到军中去博功名。他说自己百发百中，如果是故意射伤钱有功，第1箭就射死了；3箭不死，
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想射中。他把责任推到钱有功身上，说钱有功太过胆小，所以能为他证明无心之过的，竟然是他的剑法。剑法呀！皇帝看向身边的内侍总管高福，神情复杂。乞巧宴的第2日，叶夫人在家中责怪叶娇，荒唐，怎么能欺瞒圣上呢？这可是欺君的大罪。九皇子李策也在，他带来许多礼物，此时劝道：“不怪娇娇，这是我的主意。”叶夫人便回头道：“殿下这样的人是不会思虑不周的。”叶娇冒失，我这个当娘的知道。她的女儿一柔一武，柔得太过懦弱，武得做事草率。叶娇撇了撇嘴，跪在地上不敢说话。李策便又道：“当时的情形，如果娇娇不那么说，圣上就把她指婚给肃王殿下了。莫非叶夫人想同肃王府结亲吗？”一口一个娇娇，演戏的水平倒是不错。叶夫人被反驳得无话可说，良久后叹息道：“我们叶家是再不敢同皇室结亲的。”叶娇的姑姑叶颖当初嫁给了皇帝的弟弟陈王，哪知陈王竟敢起兵反叛，被皇帝赐死。叶颖被连累，虽然保住一条性命，却只能终身守墓，年纪轻轻便如禾苗枯槁。因为这件事，叶夫人不希望女儿们嫁入皇室。李策听叶夫人这么说，心中便明白了几分。他语气和缓道：“娇娇孝顺，孝顺的孩子做事是会考虑家里的。他很小心，运气也不错。叶夫人放心好了。天底下的父母都喜欢别人夸自己儿女孝顺。”叶夫人果然眉头舒展，她亲自给李策递茶，又唤叶娇道：“你起来吧，这些日子也就你兄长让人省心些。”话音刚落，门外便响起一声呼唤，叶长庚大步走进来，跪倒在地。母亲，他叩头道：“儿子错了。”入狱待审之前，叶长庚恳求回家拿几件衣服。京兆府的官员并未阻止，只是派几个人跟着他回去。叶长庚把衙役安排在报厦吃茶，便去向母亲请罪。他同叶娇一样，是孝顺的孩子。孝顺的孩子犯了错，自己承认，胜过别人告状。结果话未说出口，抬头看到李策坐在屋内。李策正一面吃茶，一面眯眼看叶娇，显然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李九郎，叶长庚疑惑道：“你怎么在这里？”“我呀。”李策回答，“我现在正同娇娇情投意合呢。”叶长庚怔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情投意合了？他这个哥哥答应了吗？本来要刨根究底问一问，叶夫人却打断了他的话：“你又惹什么事了？”“这是个小事，母亲你别害怕。”叶长庚道：“你说吧。”叶夫人稍稍放心，是丢了银子，还是弄错了账目，或者是被书院夫子责骂了？是这样的，叶长庚伸出胳膊，我把钱有功弄死了。刚刚起身的叶夫人瞬间头晕眼花，叶长庚伸出的胳膊正好扶住她。母亲，他喊道：“这真的不是大事啊！”叶夫人斜靠在八角椅上，半晌才悠悠醒转。这不是大事，他怔怔道：“这是死罪，恳求赐婚。”安国公府乱成这个样子，李策的目光终于落在叶长庚身上。可他放下茶盏，温声道：“叶兄既然能回来，便说明这桩案子有些蹊跷。想必刘晏这会儿暂时离开了京兆府。刘晏是个认真到有些迂腐的人，如果他在，断不肯让犯了命案的人跑回来。谁知道呢？”叶长庚直着脖子：“反正我说，我只是吓一下钱有功，是他自己不争气，一下就死。”“吓死了！”叶娇火上浇油道：“这算哪门子弄死？”看他攥紧的拳头，似乎还想上去给2拳。叶长庚一五一十把京兆府的事说了，叶夫人惨白的脸终于恢复血色。如此，他凝眉道：“就要看刘福尹如何决断。”他说完又请教李策，不知道九皇子怎么看。自从叶长庚开始讲述，李策便凝神细听，听到最后，神情渐渐放松。“叶兄的确去过兵部挂名吗？”他问。似乎这是最关键的环节。是，叶长庚道：“朝中向来以文官为重，但我不是读书那块料。不过他乖巧地看向母亲，从军的事还请母亲恩准。依据募兵令，家中独子可以免去兵役。叶长庚如果离家，安国公府便只有女人了。”叶夫人攥紧手中团扇，缓缓叹息道：“往日我不肯让你从军，是因为家中需要男人支撑，但你如今要靠这个躲避灾祸，我又怎么会阻止呢？”“我不是靠这个躲避灾祸。”叶长庚辩解道：“我想清楚了，人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我擅长刀枪剑戟，就该到军营去。”既然如此，李策分析道：“能证明你不是有意要射杀钱有功的，只有你的剑法。”李策细看叶长庚，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叶长庚热忱开朗，像是不拘小节的硬汉。今日他才知道，这个人大大咧咧的外表下，有一颗善于谋划的心。他报了仇，又实现愿望入军，敢兵行险着，也能从容应对。李策庆幸自己不是钱有功，当这家人的女婿有些凶险。“我的剑法。”叶长庚道：“刘晏也会这么想吗？”李策意味深长的笑，心说：“
你装什么装？难道你没有想到吗？叶长庚懵懂担忧，见到李策的神情，便也挠头笑了。我的剑法没问题，他骄傲道。叶娇看着他们两个打哑谜，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策已经站起身道：这是多半有惊无险，如今天时地利，我回宫中看看吧。天时地利，还差一个人和。离开前，他对叶娇郑重道：今日叶兄的事情要紧，咱们不能演当街吵架的戏了。叶娇连连点头，表示理解。李策转过身，眼中散开明亮的笑，像得到恩准，能多拿一会儿小人书的孩童。求娶叶娇失败，肃王李隆有些遗憾。这种情绪很奇怪，明明求亲是掩饰野心的权谋，如今失败，应该继续担忧皇帝怎么想，可他总是想起叶娇。或许是因为苍泥泉险些被叶娇打死吧。他在同幕僚议事时出神，被王府詹事轻唤：肃王殿下，我等觉得危局暂缓，您怎么想？李隆回过神来：缓了吗？他下意识问。詹事点头：昨夜圣上准殿下试驾回宫，便是信任之举。求娶叶氏就像死局中露出的活棋，接下来殿下藏拙便好，且看二皇子动向如何。虽然被拒绝，但毕竟表明了他无意同望族结盟的心。李隆目色沉沉的吃茶，许久方道：本王在北境用兵，从来都是主动出击，怎么回到京都反而要藏拙待动呢？幕僚们相互看看，劝李隆暂且忍耐。不，李隆道：礼尚往来，他才知道本王不好欺负。紫宸殿内，京兆府尹刘晏在等待皇帝的旨意。他垂手低头，在淡雅的熏香中站到身子微微摇晃。皇帝坐着，同内侍总管高福闲话。这么说，御街上那3件也是他？高福恭顺的笑道：那次也是为妹妹出气吧？不过那次是为了叶娇，这次是为叶柔。皇帝颔首道：叶家祖上便曾辅佐朝廷，出过1位国公，2位云辉将军。叶熙不善武艺，没想到他的儿子还不错。话里话外，早把下死的前有功忘了。刘晏有些着急的抬头，便又听皇帝说到陈王，连忙退避一步。陈王那件事，皇帝有些不愿提起，但还是说道：不知安国公府是否记恨于朕？陈王被赐死，陈王妃这会儿还在守墓呢。高福躬身道：陈王罪有应得，圣上宽宏大度，没有株连，安国公府该感激才是。但皇帝并未因为这句话便放下心，安国公府应该被遗忘掉。这10年来，朝廷无人提起，他也不曾动过启用的心思。而且上行下效，听说有一次安国公旧日下属作寿，叶长庚带上礼物前去贺寿，被对方逐出。安国公府只不过是一户挂着牌匾的没落人家，无人关心，无人在意，无人看重。昔日荣光化为乌有，他们只能做些生意，勉强支撑府邸不倒罢了。宰相同安国公府结亲时，朝中都说父迁是为了亲臣生育，不愿同皇族或者同僚结亲而已，也不怎么在乎。但如今不同了，如今叶长庚长大，虽然读书不行，却有一身好武艺。皇帝明白这案子如何判，全在他一念之间。是给安国公府一个机会，还是趁机折断这棵刚刚萌芽的小树？皇帝起身在屋内踱步。为君者当权衡利弊，深谋远虑。正在他拿不定主意时，高福扬声通禀说九皇子在殿外求见。李策咳嗽着，身子摇摇欲坠，进殿便跪下，恳求皇帝为他和叶娇赐婚。皇帝正在心烦，见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怎么？朕不是说过要你自己去求安国公府吗？皇帝看着他弱不禁风的儿子，心道朕要是帮你强娶到府，万一叶娇生气，恐怕你的婚后生活会非常悲惨。安国公府除了叶柔，哪个好招惹？他是想让儿子有人管，但没想让儿子被打死。李策这虚弱的样子，有那条狗结实吗？有钱有功耐下吗？李策苦着脸道：儿去了，但叶家长子犯了错，正跪在家里哭求叶母救命呢。儿臣想着，万一刘晏糊涂，判叶长庚一个死罪，安国公府丧妻无法嫁女，儿臣的婚事就耽搁了，所以连忙来求父皇。站在李策身后的刘晏神情震惊，气得呼吸都粗了。说谁糊涂呢？我还在这站着，还活着喘气呢。显然李策不太关心刘晏是否生气，反正他得罪的朝臣已经不少，不怕多一个。他要赶在人家办丧事之前先办喜事。李策絮絮叨叨说了那么多，但让皇帝入耳的只有一句：叶家长子犯了错，正跪在家里哭求叶母救命。叶长庚已经23岁，听李策描述，却像一个胸无城府、胆小懦弱的孩子。皇帝喜欢简单的人，身为武将，简单比复杂好，足智多谋可以，但不能心机深沉。想到此处，皇帝不怒自威道：胡说，刘青怎么就糊涂了？此案复杂，朕也才有决断，就让叶长庚自证剑法吧。刘晏刚刚喘匀气，闻言拱手道：不知该如何自证。百步穿杨，皇帝道：朕准他在御街自证，
好让百姓知道朝廷并无偏颇。《战国策》记载，楚有养游击者，善射，距柳叶者100步而射之，百发百中。要在100步外射中柳枝的一片叶子，这样技艺高超的剑法，只在古籍中见过。皇帝准备亲临丹凤门，在城楼上远观叶长庚射箭，若中，则信他是无心下死前有功，准他入军建功立业；若不中，则疑他有心射杀前有功，则判叶长庚有罪，流放3000里。消息传出去，京城沸腾。能看射箭，还是在御街看，且事关生死。当天便有人挤在距离御街最近的方街等待，还有人不顾严令爬上方墙，差点摔下来。赌场设了盘口，赌叶长庚输赢。10年了，安国公府这4个字重新被提起，被议论，被祝福，也被一些人嘲笑。五皇子李璟原本可以在丹凤楼陪同皇帝观看射箭，但他觉得丹凤楼太远，所以早早差人抢占了距离箭靶最近的位置。为了安全，射箭之人背对城楼，面朝方街。今日的箭靶是一片柳叶，早有人在100步开外举起枝条。那人好倒霉！李璟抱着泰山时，对身边的李策道：“跟我一样倒霉，好不容易抢的位置，被你挤进来。”李璟觉得举柳枝的人很可能会受伤。不，李策突然向前一步，眼睛盯着那根柳枝，身子探出木栏，脸色苍白。最倒霉的是叶长庚。怎么了？李璟满不在乎地问。远远的，叶长庚已经缓步走上台阶，他身上没有甲胄，却看起来英姿飒爽。百姓们忍不住鼓掌欢呼，为他助威。李策的声音很沉，像是整个人没入水中，将要溺水而亡。那片柳叶，他转身离开李璟，向人群中挤去。李璟没有听到李策后面的话。那片柳叶是铁的。李策慌不择路，挤过一个个百姓，在众人不满的骂声中向前。叶长庚对自己的剑法很自信，可是铁树叶如何能百步穿杨？有人要置叶家于死地。御前得名是谁？皇帝吗？皇帝恩准叶长庚以百步穿杨自证剑术，并未有别的旨意。钱家微末官宦，没有这个本事。御街归禁军16位管辖，禁军统领严继德负责今日演剑筹备以及防卫工作。那个把假柳枝捆绑在箭靶上的军将，要么是兵部的，要么就是严继德的人。严继德，为什么？他应该只效忠皇帝，不会参与勾连和党争。不，李策挤过人群，在奔跑中心慌意乱，没时间了，他一定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皇帝只看结果，没有人会禀报柳枝的问题。百姓们就算发现，也只会以为原本就是这么安排的。没有人敢质疑朝廷的部署。距离太远，铁质的箭头碰到铁质的柳叶，最大的可能是箭矢撞歪柳叶，力竭落地，就像轻擦而过，射偏了一般。李策向射台快步走去，他要拦下叶长庚。朝廷不该痛失忠臣良将，安国公府的后人也不该落得流放3000里的结局。箭靶距离箭台100步，李策却跑得无比艰难。他咳嗽着，喘息着，感觉拥挤的人群像是化开的糖人，粘住他的脚，把他向下拽去。李策差点倒在人群中，忽然有清脆的声音询问道：“你要死了吗？”人群中有一只手拎起李策的衣领，将他拉起扶正。是叶娇。他站在箭台下，距离他兄长最近的地方。李策脸色惨白，急促道：“快，拦住你哥哥，柳叶是铁的。”叶娇的神情瞬时改变，他看一眼远处，那根柳枝已经被绑在箭靶上。今日无风，柳叶低垂，翠绿单薄，根本看不出真假。然而叶娇没有半点质疑。是皇帝的决定吗？他问。李策原本以为不是，但叶娇这么问，他一时又无法确定。万一是皇帝临时起意呢？你叫停他们，我去求见陛下。李策道。今日戒备森严，但他这个皇帝的亲儿子，还是能够登上丹凤楼的。只是如果这的确是皇帝的决定，叶家该怎么办？叶娇已恢复镇定，他第一次看到李策慌乱的神情，忍不住伸手抚了抚他的头顶。别怕。叶娇的眼神刹那间坚定无畏。看我的。李策正在原地，不久前还惨白如纸的脸突然红成甜柿。他刚刚是在哄自己吗？摸头。一袭红衣的女子跃上箭台。什么人？禁军立刻驱逐。叶娇指着已经拉开弓弦的叶长庚：“那是我哥，我有话跟他说。”叶长庚听到动静转过头。娇娇。他含笑道：“去旁边等着哥，待会儿哥带你吃好吃的。”叶娇拎拳而立，在丈余高的箭台上对叶长庚发号施令：“哥，去换4弹弓，换5羽箭。弓以时数多少划分拉力，数越大则拉开一张弓需要的力量越大。”叶长庚虽勤于锻炼，平时也只是用2弹或3弹的弓箭。禁军的箭头都是统一的，但箭羽却分5羽、双羽、3羽和4羽。箭羽越多，箭的稳定性越好，箭速却越慢。叶长庚拿着2弹弓和3羽箭，略微自负的笑笑，
不用。用。叶娇道：“必须去换。”他清澈的眼眸看着叶长庚，往日简瞳似桃花，此时眉下如燃火。叶娇没有说为什么，但他的神情和语气都表明这件事无比重要。叶长庚不明白为什么。四弹弓和无羽箭只是速度快而已，可射中100步外的柳叶更需要准确。叶长庚纠结地握紧弓箭，对叶娇蹙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皇帝、朝臣和百姓都看着呢，他就这么去换弓，乖巧地听一个女人指挥吗？他犹豫着，禁军在身后催促：“你到底射不射了？圣上已经驾临丹凤门，你要抗旨吗？”叶长庚长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对禁军道：“劳烦将军稍等，我换把弓。弓架就在身后，有10多把弓可以选择，箭矢3筒，想用哪支都可以。”叶长庚认真挑选后，重新站回去。罢了罢了，听女人指挥又如何？他自己的妹妹生气了，谁哄？禁军手持令旗，在箭台上挥动，战鼓擂响。丹凤门城楼上，禁军统领严继德请皇帝起身，带着朝臣和觐见大唐的各国使节走到栏杆前。皇帝颔首，城楼上令旗摇摆，箭台上的禁军看到，同样举起令旗回应。开始吧。禁军对叶长庚道。闹哄哄的百姓顿时静声不语。箭台下，叶娇紧盯叶长庚的动作。四弹弓很重，叶长庚拉开弓，瞄准远处的柳叶。他屏气凝神，箭头在日光下闪着寒光。城楼上的皇帝同样看看叶长庚，看看御阶，看看群情激动的百姓。这是他的子民，他的长安城，能见一见百姓，真好。箭矢离弦，四弹弓加之无羽箭，离弦快如闪电，众人几乎来不及反应，便听到铁器相击的锐声在御阶响起。那声音尖利刺耳，不过只是刹那间便戛然而止。数万目光在箭靶上聚集，那里停着一根箭，箭头穿过柳叶，静止不动。射中了！叶娇高举双手，同欢声雷动的百姓一起重重鼓掌，大声欢呼。李策站在叶娇身边，听欢声悦耳，心中激动难当。四弹弓，无羽箭，纵有青铜硬铁，唯快不破。谁说叶娇貌似草率？他对弓箭了解，对兄长有信心。叶长庚也厉害，是怎么克服无羽箭的波动，百步穿杨的呢？李策静静地站着，虽然面色平静，心中却如惊涛拍岸。射中了！百姓激动万分，却又隐隐觉得不对，怎么没有掉下来？柳叶怎么能挂住箭矢？快看看！很快有禁军上前查看，疑惑地看看柳枝，又看向远处的丹凤楼，满头雾水的小心取下柳枝。轻道，轻道！禁军手捧柳枝和箭矢向丹凤楼跑去。按照之前的安排，是要把柳枝送去陛下那里过目的，如今只能把箭矢一起送去。皇帝早就等得有些着急，快让朕看看！他的目光落在禁军手上，快速凝固，薄唇紧抿。那片柳叶被箭矢从中洞穿，箭头很小，得以刺破叶心，但翻卷的碎叶裹着箭杆，能看出这柳叶的质地不同寻常。铁的，青铜，怎么会这样？但如今大臣在列，使节环绕，皇帝的神情很快又恢复如常，笑道：“铁叶亦可穿过，又何惧战甲盾牌？这是瑞兆，是我大唐不惧兵戈的瑞兆！”朝臣呼呼啦啦跪倒一地，大呼万岁。观看剑刺柳叶的各国使节更是啧啧称奇，他们触摸着，惊叹着，称颂大唐天降神将。皇帝扬声道：“传叶家那小子过来吧。”叶长庚正呆呆地站在箭台上，百姓在欢呼，他不好发作，但时不时看向叶娇的眼神都在问着：谁干的？谁要坑害老子？好在皇帝的旨意到了，召他登上丹凤楼见驾。禁军涌过来，接走他的兵器，又搜干净他全身，才把他引到皇帝面前。叶长庚老实跪下，皇帝含笑道：“如今刘卿该信你的确无心，回禀圣上，草民真的是无心。”叶长庚垂头答道。皇帝看一眼闷声不语的刘晏，又道：“别再自称草民了，国无将不安。朕听说你已经到兵部挂名，你是真心想去军中效力吗？”“真心。”叶长庚答得简单。皇帝沉声道：“好，朕命你跟随李隆，从一辉校尉做起，到军中为国尽忠，如何？”叶长庚这才敢抬起头。圣上，他挠头道：“这是丧官吧？极品啊！”言官厉声斥责叶长庚，当场便道：“微臣要弹劾叶长庚大不敬之罪。”叶长庚的头立刻缩回去，神情如同见鬼般惊恐。皇帝哈哈大笑，带着一众人等离开。御街上的百姓也渐渐散去，众人议论着叶长庚剑穿铁柳叶的剑术，意犹未尽的一步三回头。叶娇等不到哥哥回来，转身对李策浅笑：“走吧。”他开心道：“为谢你的消息，我请你去吃烤羊腿。”李策含笑点头，叶娇却猛然上前一步，手指去触碰李策的嘴唇。“你流鼻血了。”
他的手指上有一滴血。很快，李策的鼻血汹涌而出，他连忙用手帕捂住，一只手抬起来，避免叶娇再接近。我没事的，没事。他这么说着，带着一丝慌乱，人却渐渐软倒。病娇难哄，冰凉、坚硬，凸凹间有奇怪的纹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李策辨别着身边的东西。曲颈双头，头顶全压横生，巨眼圆睁，长舌垂至颈部，脖颈间捆绑着破碎的毛皮。李策惊呼一声，向后退去，他的声音在四周回荡，又瞬间消失，像是被什么东西吞掉。这里是墓室，他被镇墓兽围在中间。李策向前摸索，沿着冰冷的墓道，在稀薄的空气中勉强前行。四周静得可怕，他害怕这样的安静，这样的冰冷，这样的荒诞诡异。前面有光亮，似乎是烛光摇摆，他小心翼翼挪进去，见到巨大的棺椁，堆积如山的随葬品，以及死在墓中击阔里的盗墓贼。巨大的弩箭把盗墓贼钉在墙上，洞穿胸口，撕裂脖颈。李策如遭雷击，站在原地。他想起来了，他是不小心从盗洞里滑下来的，他如今正独自站在大堂密不透风的皇陵里，无法逃出。恐惧摄住李策的心，他小小的身子站在原地，听到墓道中传来指甲刮擦石板的声音。是谁？是谁爬来追他了？头顶隆隆，四周的黑影交织在一起，向李策扑来。他蜷缩着蹲在地上，心神剧烈的哭喊求救，忽然感觉有人在抚摸他的头顶。别怕，那人的声音如火焰般炙热，有我呢。李策睁眼抬头，身体顿时向下坠去，四肢如浮在空中，人竟然一瞬间躺倒，手脚有了力气，顿觉身体沉重。风，细微的风吹动他的碎发，光亮像把刀劈进他眼中。李策看到明艳的日光，看到眼前有一块泰山石，几乎碰到他的鼻尖。原来刚才是梦，是他梦到小时候的事了。李策咳嗽着，把泰山石从脸前挥开，石头后露出五皇子李景的脸。你还活着？李景抱紧石头道，刚刚我看你一口气喘不上来，以为你要死在这里了。他惊魂未定地坐在床前，抱手道，感谢九弟不死之恩。你不知道，那会儿在御街上，他一下子比你的脸还白。李策躺在床上，想起了许多事。御街上拥挤的百姓，奔跑时胸口的憋闷，以及那一张笑脸，那根射穿铁柳叶的剑。叶长庚应该已经顺利脱险。这里是五皇子的府邸，他回来了。心中空落落的，李策叹息道，多谢兄长关心，我好多了。李景瞬间开心起来，既然你好了，他凑过来道，那你能不能劝劝你那个小娘子，让她麻溜离开啊？小娘子？李策神情疑惑，叶家那个女魔头啊。李景像在努力咽下一块石头，充满了艰难困苦。你知道她有多能花钱吗？据李景哭诉，叶娇自从来到府邸，便已经花掉了海量的银子。太医开完药方，其实完全可以等太医署抓药的，但叶娇嫌宫中慢，便带着李景的账房先生到西市抓药。光5年长白山人参，他就买了10根。李景抱怨，他去帮我抓药了。李策的眼睛亮起来，是啊。李景顿足，花的我的银子。李景再道，买完药回来，说天气转凉，你屋子里的被褥不够厚，管家抱来厚的，他说不够轻，又带着账房出去，江南的蚕丝锦被买回来10条，留2条给你，剩下的顺手就送给府中女眷了。李策按着床铺坐起来，眼中燃起火焰，他去给我买被子了。是啊。李景怒火滔滔地强调，花的我的银子。李策周身像被棉絮包裹，坐不直，躺不下，柔软温暖，如堕幻梦。那他现在去哪儿了？李景无奈道，在跟夫人和几个姬妾说话，我偷听了几句，似乎是在讲他是怎么打狗，以及怎么打人，教女眷们遇到恶人该如何反抗。他们听得认真，有个10字的女官还在记录呢，这不挺好吗？李策咳嗽着笑，脸色渐渐红润。好什么啊？李景气得跳脚，府邸层层护卫，他们能见几个恶人？这是在教人怎么打我的吧？你赶紧领走，领走！花他的钱，还意图谋害他，这样的人怎么敢留？李策笑得露出整齐的牙齿，笑完了道，劳烦兄长去请他过来吧。叶娇很快来了，夏末秋初，不知他是不是走得太快，鼻尖一点香汗，两颊驼颜晕染，红色的身影跃进寝殿，屋内像滚进一颗太阳。你醒了？叶娇坐在李策床头，毫不掩饰他的担忧。醒了，我没事，不过是救急犯了吧？李策不忍家人挂念。叶娇恍然点头，怪不得他们都说你是活死人，跑几步就这样了。他的桃花眼眨了眨，便要起身。既然你没有事，我就回去了，还不知圣上见了我哥会怎么样。李策慢慢躺回去，他心底觉得他还是需要人担忧挂念的。我还不太好。李策的声音一瞬间柔弱，你能帮我递杯茶水吗？于是叶娇帮李策递杯茶水，掖好被角，又调整了一扇屏风的位置，才获准离开。
他的身影在屋子里来来回回，那么朝气蓬勃，让人忘记噩梦，确信自己已回到人间。这热腾腾有家人在旁的人间，还要做什么？叶娇倒是并不厌烦，丝毫不介意自己被人当丫头使唤。他是恩怨分明的人，想到李策发病是因为帮助自家哥哥，就想多做些事。李策想了想道：“我听说西市有一家豆腐脑很好吃，我去买。”叶娇对吃的东西很在行，今日吃不下了。李策看着他瑰丽的身影，明日行吗？他的神情有些期待，病弱中带着一点害怕被拒绝的自尊心，让人心软。好，叶娇答应下来，明日的早膳就吃豆腐脑了。临走前，他像在叮嘱孩子般对李策道：“好好养病。”等叶娇离开，李景才敢冒出来：“我算是明白了，这姑娘虽然厉害，但是好骗，装病就成了。下次我也试试。”李策在床上斜睨李景一眼：“你呀。”他轻哼道：“装病还不够，得装死。”皇帝很少发脾气，他认为发怒是无能的表现，若游刃有余，何来愤懑？所以皇帝静静地批阅奏折，等着禁军统领严继德和京兆府尹刘晏给自己一个交代。柳叶怎么变成铁的了？谁做的？意欲何为？是打定主意不让叶长庚好过，还是要打朝廷的脸？今日百姓和使节都以为这是朝廷特意安排的，百姓欢呼，使节震惊。那如果叶长庚没有射穿柳叶呢？是不是朝廷要落个阴险失信的名声，顺带被各国使节看一场笑话？皇帝喜欢看笑话，但他不喜欢被人看笑话。京兆府府尹刘晏最先辩解：“微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欲接眼见的事由禁军负责，请严统领给个交代吧。”刘晏在朝中没有朋友，说话也不在乎得罪谁。严继德冷汗直冒，跪地叩头道：“微臣一无所知，请陛下容臣查明真相。”皇帝没有说话，他沉默地批阅奏折，时不时拿起毛笔朱批几个字。高福服侍在皇帝身侧，研墨递茶，谨小慎微。过了许久，严继德抬头偷瞄皇帝，正好同皇帝看来的目光撞在一起。他慌乱地垂头，听到皇帝的训斥：“查明真相。”严继德，你回答朕，传递捆绑柳枝的是你的人吗？严继德垂头道：“是。”既然是，这件事即便不是你的授意，你作为禁军16位大统领，上不能尽忠，下疏于治军，朕看你这个统领的位置也不要做了。严继德不敢再为自己辩解，他默默解下腰间鱼符，双手高举。宦官上前接过鱼符。3个月。皇帝道：“朕给你一次机会，查出来，朕还可以用你；若查不出来，大明宫的门你就不要再进了。”微臣严继德惶恐叩头，谢圣上隆恩。叶长庚往家里去，一路上被百姓簇拥，兴高采烈，往日的郁闷失意一扫而空。从此后，他就是从7品一回校尉了。虽然这个官职不值一提，但他能入军，就有好前程。叶家早听到消息，管家仆役迎出来，他们甚至请来锣鼓队敲锣打鼓，感谢圣恩。见百姓恭贺，便扬起铜钱撒了一地。叶长庚踏进家门，到正堂处跪地禀报。叶夫人神情肃重地看着他，待叶长庚在祖先的灵位前磕过头，便唤他道：“你过来。”叶长庚乖巧地走过去，担心母亲对他从军的事还有异议。人是谁？叶夫人抬头看着自己的儿子，阻止一件事难，支持更难。独子可以免去兵役，叶长庚原本不必从军的。战场上是什么样子？刀剑无眼，除了本事，还要有运气。一将功成万骨枯，名留青史者少，大多数人都是那茫茫枯骨。而行千里母担忧，然而担忧并没有什么用。我听说今日御阶柳枝是铁的。叶夫人缓缓道：“是。”叶长庚点头，不知道是哪个杀千刀的想害儿子，好在娇娇察觉了他们的诡计。然后呢？叶夫人问。然后儿子换了弓箭，射中柳叶了呀。叶长庚骄傲道。他奇怪这件事母亲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叶夫人微微摇头，添了几分郑重。然后呢？他刻意拖长了声音，像是等待对方想通什么。叶长庚总算懂了。母亲，他正色道，然后儿子明白，从今往后要害儿子的人还会有很多。出门在外，小心为上，不轻信，不轻慢，不占便宜，也不吃亏，要谨遵家训行事。叶夫人这才点头。她抬手从丫头手里接过锦盒，慢慢打开，取出2面护心镜。护心镜被擦得平滑光亮，却能看出年代已久，上面有道的划痕，只看一眼就能想象到这2块镜面经历过什么。这是你祖父留下来的。叶夫人把护心镜递给叶长庚，心主神明，护住心神，则万事皆安。朕功名重要，保住性命也重要。叶长庚乖顺的点头。叶夫人起身陪着他走出院子。坊街上的热闹传进耳中，看热闹的人还未散去，而这热闹本身却已心神安定。
孩子，叶夫人道，你且记住，咱们国公府虽然没落，却不靠孩子的性命博前程。母亲见识短浅，不想说什么为国尽忠，死而后已，只盼着你好好回来。更何况如今你身为军官，不管手底下有多少人，须知他们也都是父母生养的，要爱护他们，保住他们的性命。叶长庚喉中哽咽，闷声点头道：“请母亲放心。”叶柔尚在休养，叶长庚告诉他钱有功的死讯，也告诉他自己做了什么。哥，叶柔低声道：“你还记得他有心缺之症，对吗？”叶柔嫁过去后，发现钱有功总是在深夜坐起来，按抚胸口，许久无法入睡。钱家人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叶柔偷偷探查才发现，钱有功先天心缺，前胸会有压榨性疼痛。心缺之人最忌恐吓。那晚钱有功埋尸时就喘着气，脸色苍白，几乎要晕倒在地。叶柔回家时曾提起这件事，想必叶长庚听到了，也记在了心里。听到妹妹这么说，叶长庚的神情添了几分阴沉，摇头道：“我不记得，你也没有说过。我无心吓死了他，圣上已经赦免，你就放心吧。”叶柔乖乖的点头，又垂泪道：“哥，都怪我没出息。”叶长庚抬手拍了拍叶柔的胳膊：“什么叫没出息？还有人一辈子顺风顺水吗？嫁错了就回家，家里养着你。你等哥哥赚个将军回来，到时候谁还敢欺负你？全京城的男人都排队给你当球踢。”叶柔被哄得破涕为笑。这时候叶娇回来了，她奔进屋子，大喊道：“快给我看看，圣上赏了什么？”叶长庚摊手表示什么都没有赏。叶娇从后勾住他的脖子，勒着道：“到底有没有？”“有七品官。”叶长庚讨饶道：“俸禄全给你，算谢你今日帮忙。”“这还差不多。”叶娇松开叶长庚，嬉笑道：“不过你那俸禄还不够我买一副纯金头面的吧？”叶长庚的脸瞬间红了。等我走了，他气道：“账目和生意都归你管，这行了吧？”“好啊！”叶娇跳起来：“姐姐作证，快去搬账本。”兄妹俩打打闹闹的出去了。叶柔抬手示意丫头把她扶起来，她觉得自己的手脚有了些力气，小产后一夜枯萎的身体正在慢慢焕发生机。天亮的有些晚，云霞的暗影慢慢散开，日光照在琉璃瓦上，闪着光芒。一只野蜂飞进室内，又被仆役赶出去。屋子擦了好几遍，窗台、屏风、地面、抹布沾了皂角和香料混合的水，擦完后室内虽不熏香，却清新好闻。管事确认了2次，李策都说今日不必给他送早膳。他时不时起身看看院子，又连忙躺下。有一次听到门响，躺回得太匆忙，踢倒了仆役的水盆，结果门开了，是一个前来梳头的婢女。时间过得如此缓慢，慢到李策有时间把昨日的事确认了一遍又一遍。错不了，叶娇答应了他的要求，今日要来给他带早膳。他的日子本来是静止的，静止的看着皇陵里长不高的树，看着永远不变的镇墓兽和山脉，静止到他以为时间是不会流动的，直到叶娇出现。不知等了多久，忽然听到有爽朗的笑声传来，随从像迎接神佛那般把叶娇迎进来。李策装作从容的开口，语气和缓道：“你来了。”“来了。”叶娇把食盒放在桌案上，快步走到屏风外，探头道：“今日好些了吗？如果不能起身吃饭，就让婢女喂你吧。”“让婢女喂？”李策犹豫着。叶娇又道：“队伍排得好长，我好不容易才买到2份，如果你好些了，我们可以一起吃。”他的桃花眼灵韵有神，说话间面部表情极为丰富。李策立刻坐起身：“我好了，我们一起吃吧。”他干脆利落道。上次在公主府，他们隔了很远，这次能对座时，李策非常嫌弃李锦的桌案太大，应该砸了，买一张小桌子，对座能碰到头的那一种。心中胡乱想着，叶娇已经把食盒打开，先端出1盒春卷、3个麻团、1盘蒸素菜、1碗油炸圆子，又抽开第2层，端出2碗豆腐脑。前线豆腐脑没有放糖，细腻嫩滑，香辣可口。麻酱少的这1碗给殿下。叶娇把豆腐脑放在李策身前，李策低头见碗中豆腐水嫩，闻之酸香，令人胃口大开。“为什么让我吃麻酱少的？”他问道。“殿下病着，昨日我问过太医，饮食要尽量清淡。”李策拿起调羹，轻轻舀了1勺。他还问过太医啊。前线豆腐脑的确很好吃。1碗豆腐脑没有吃尽，随从匆匆而来，说是有人求见。“谁啊？”李策道：“不见。他在这里养病这么久了，没有一个人探望。这会儿有人来，必然不是为了他。”朝廷的那些事，李策不想卷入其中，但是随从面露难色，回答道：“是禁军16位统领严继德，他拿着2皇子的名帖。”“严继德呀？”叶娇放下筷子道：“昨日御街上是不是他安排的铁叶子？我正要找他算账。”说着便翻折衣袖，想要打架。“娇娇！”李策忍不住道：“他是朝廷命官，你不能打。”“能。”叶娇拿起1个麻团塞进嘴里，
陛下急了他的职，能打了。李策满脸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姑娘，革职而已，就能打？能打过吗？那可是禁军统领。要不，他问道，先容我同他谈谈。这么多年来，李策在皇子堆中是最不起眼的存在，除了每年祭扫皇陵时，礼部会让他帮忙安排祭扫事宜，其余时刻就仿佛没有他这个人。元旦的祭奠没有他，平日的宫宴没有他，几位皇子已经参与朝事，不会有人提起九皇子。他是不祥的人，身在皇陵，体质羸弱，指不定哪天就死了。但李策知道严继德为何而来。九皇子殿下，平日不可一世的他很恭敬，劳烦示下，昨日的铁柳叶是怎么回事？李策吃完最后一口豆腐脑，用丝帕开进唇角，问道：昨日的铁柳叶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严继德打开包裹，把柳枝送到李策面前。有人告诉我，这只柳枝是在皇陵里折断的，而皇陵向来由李策看护。正夹起一颗炸圆子的叶娇抬起头，圆子落在桌案上，滚落到严继德身前。李策，叶娇的眼神迷惑汹涌。有人碰撞，他放下筷子，推开碗碟，静静地坐着，脊背比之前更为挺拔，裙裾微动，那是想要起身的样子。李策的确有让人怀疑的理由，但如果是他，又何必在箭台下告诉叶娇呢？为了送出消息，他甚至引发救急，刚刚还躺在床上呢。叶娇又坐回去，李策手持柳枝仔细端详，时不时轻咳一声。严继德的神情很严肃，不是那种生气的严肃，是觉得这件事事关重大，不能马虎的严肃。李策触摸柳枝上的纹理，苍白的脸颊上，眼神锐利清澈。看完了，归还给严继德，沉声道：不是，不是，并不做更多的解释。严继德当然不肯罢休，请殿下说明，为何不是？李策薄唇微抿，抬头，脸上露出几分清俊的冷意，声音却仍旧温和。墓中的确有这种东西，折柳相送，已是不舍之情。但墓里的东西都是要防腐的，这根柳枝上没有油脂，漆也是新的，故而绝不是墓中之物。严继德半信半疑地捏揉柳枝，一时有些尴尬。那原本威武英勇的禁军16位统领，此时像走进死胡同的困兽，求九皇子示下。你，李策道，跟李章是什么关系？李章，皇帝的第二个儿子，皇后嫡子。章，龟行美玉，可测日影，可量琼浆。皇帝祭祀时也会捧着向神灵祝祷。这个名字厚重尊贵，只能赐给皇嫡子使用。严继德是带着二皇子的名帖来的，也就是说，二皇子并不在意别人知道他和严继德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关系无需隐瞒，可以问。李策常年驻守皇陵，京都的很多事都不清楚，也没有心思去探听。严继德面有得色道：小女3个月前嫁入二皇子府，是为佳人子。佳人子，未封王皇子的侧室。原来严继德的女儿嫁给了二皇子，待二皇子封王，便是侧妃。若二皇子有机会荣登大宝，便是皇妃。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一切豁然开朗。这只柳条上的叶子工艺复杂，李策淡漠道：需要先打出铁片，再切割打磨，砂轮细致，只有兵部能做出来。严继德猛然起身，因为太过激动，胸口起伏短促的呼吸。谢殿下示下。不必客气。李策道：你拿着兄长的名帖来，我当然要知无不言。严继德急匆匆的告辞离去，紧绷的唇角似乎随时要出门寻仇。叶娇忍不住急急的询问：是兵部吗？对啊。李策好整以暇的把最后一颗炸圆子推到叶娇面前，叶娇却没有心情吃，她眉心微蹙道：兵部谁？隔着桌案，叶娇站起身，因为轻身向前，几乎贴到李策身上。李策看着他，想要笑，却紧张到呼吸都是慢的。你要先答应我。想了想，他温声道：我告诉你是谁，你不能找他寻仇。叶兄的事虽然凶险，但结果是好的。现在对叶家来说，养精蓄锐更重要。你放心。叶娇道：明的不行，我会来阴的。那也不行。李策坚持道：太冒险。叶娇嘟着嘴唇，桃花眼垂下来，似乎随时都要委屈的哭泣。李策的心立刻软了，他哄她道：我告诉你，还不行吗？叶娇再靠近他一点。好，你轻声说，不让别人听见。隔着桌案，他整个人贴过来，耳朵下意识凑到李策唇边。清晨的阳光钻进室内，照亮叶娇皮肤上细小的绒毛。她的耳朵红嫩好看，几乎透明的耳垂悬挂2颗珍珠，珍珠时不时撞在一起，虽然声音低微，却像在撞着李策的心。一下下敲碎他用来保护自己的外壳，敲进他周身上下唯一炙热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的美，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算是9天之上的神明，也会被诱惑到丧失法力。李策心神波动，小心退后一点，让开男女大房的距离。他屏息道：柳枝是兵部做的，但兵部背后是李隆。李隆不满李章鼓动朝臣，让陛下收回了他的兵权，召回京都赋闲。
严继德如今同李章关系非同寻常，李龙这么做，等于把禁军的管制权从李章手中拿走了。不是兵部，是大皇子啊！叶娇站回去，初秋的风从他和李策中间吹过，把他们隔得好远。叶娇原本就对李龙没有好印象，此时立刻恼了。李龙是吧？他翻折衣袖，转身取下支撑窗棂的棍子当做兵器，便往外面去。他今日死定了，就该让他跟他那条狗一个下场。他同二皇子争斗，关我们叶家什么事？看我！叶娇大步向外走去，李策绕过桌子，急急地拦他。叶娇身子灵巧，他飘扬的披帛从李策手中飞过，李策愣是没有捉住。你不是答应了不寻仇吗？李策急急地追赶。我说话从不算话。叶娇抬脚急奔，李策紧跑几步，又去抓叶娇的手臂。这次捉住了，他柔滑的手腕被李策攥在手心，怎么都不肯松开。李策脸红心跳，沉声道：“听话。”叶娇仍在挣扎，李策捂着胸口就倒下去。叶娇这才丢掉棒子。你怎么了？他慌乱又内疚地扶住李策，呼唤李策的随从：“快去请府医。”李策的身子软绵绵的，叶娇连拉带拽，拖住抱住扛住，把他送回床上。看起来病入膏肓的男人，这时才开口说话：“我还好。”你好什么好？叶娇道：“你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能痊愈吗？还能活几年？”他小巧的鼻头上闪着汗水，让人想伸手拂去。主要是不能受惊。李策道：“所以请你。”叶娇长叹一口气：“我不去就是了，就算去也不让你知道。”李策用力的咳嗽起来，叶娇这才妥协道：“我不去了，还不成吗？”李景这时跑来了，匆忙之中，他没有忘记带上泰山石。传说泰山石降妖、镇宅、辟邪，可挡万种邪祟。因为听说叶娇也在，李景拿了2块。府医为李策诊脉，李景站在旁边看着，见李策比昨日精神好多了，便猜出几分。他阴阳怪气道：“是谁说我装病还不够，得装死呢？啊，我还没有装，你倒是先装上了。”吓得为兄早膳都没有吃，折腾一阵回去，夫人就全都吃完了，一点都不会给我剩。他絮絮叨叨地说，没有注意到叶娇的脸色变了。你骗我吗？他站在床头，桃花眼中浮现怒色。你骗我啊！他又重复了一句，转身便要离开。李策从床上坐起身，他是骗他了，这是情急之下的哄骗，也是他第一次遇到有人关心，忍不住像孩子般耍赖躺地讨要蜜糖。幼稚、轻率、莽撞，李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变成这样。他一直是克制小心的，不管是在皇陵还是在朝堂，他都谨言慎行，如临深渊。李策急匆匆地起身，把府医惊得瞪大眼睛。他跑出门，高声唤着：“不要走！”院门口的护卫以为发生了什么，立刻守住门口。叶娇气哼哼地转身，一眨眼便翻过墙头，不见了。这处院落紧邻坊街，他翻出去就自由了。而如果要走正门，需要绕来绕去走很久。五皇子李景瞪大眼睛，指着墙头越过去的身影问：“他会翻墙？”李策慌的也去翻墙。五皇子因为知道自己犯了错，忍不住跟着一起翻。仆役们不懂主子为什么放着正门不走，要去翻墙，连忙搬来矮梯。李策瘦一些，身子虽不算敏捷，但也灵巧，只不过翻过墙头时蹭掉一团青草。李景有些笨拙，好不容易翻过去，头顶顶着一团青草。他扯掉草，左右看看问道：“人的人呢？”李策就在不远处，人来人往的坊街上，他正把叶娇抱在怀里。发生了什么？李景瞠目道：“他只是翻了个墙头，难道就过去几千年了吗？哪有这么快就情投意合当街拥抱的？与君相拥。”李策跳下墙头时，叶娇已走出很远，他跑着去追，迎面冲来一辆马车，叶娇跳开到一边，扭头发现马车快要撞到李策，他转身回来，气哼哼地拉开李策，一脚踹在马车车厢上。不长眼睛吗？没看到他走路不稳当？车夫不知是仗着哪家的人士，竟挥鞭向叶娇甩来。叶娇要凌空拽住鞭子，却被李策抱在怀中。他低下头，后背硬生生挨了这一鞭。李景看到的拥抱，便是挨鞭子后李策险些跌倒，又被叶娇拥住的样子。马车要继续向前行驶，被叶娇拦下来。怎么了？怎么了？李景这才发觉不对，他撞人还打人。叶娇指着车夫，车夫大声道：“滚开！谁敢拦我们主子的马车？”说完话，又发现李景不似李策那般衣着素雅，脸上的跋扈便收敛几分。李景立刻来了兴趣，他身穿紫底绣蓝纹压金丝锦缎长袍，脚蹬羊皮短靴，腰间各样玉佩挂坠，叮叮咣咣，衣袖低垂，里面藏着泰山石。大步走过去，抬起下巴道：“你们主子？谁啊？”天底下的主子有很多，但是最厉害的那个是他亲爹。马车车夫扬眉道：“老奴的主子正是肃王殿下。”肃王，大皇子，
果然可以不把京都坊街随便走动的大多数人放在眼里。哦，李锦长长的叹了一声，扭头去看李策。李策已经走过来。你走吧。他对车夫道，脸上竟然也没有怒气。车夫非常满意自己的恐吓起了作用，他扬鞭而去，马车车轮险些碾压李锦的脚。真是好威风。李锦夸赞道。李策淡淡的笑笑。不行。李锦握紧拳头蹙眉道，我得到父皇那里告状去，就说万一你死了，不是我舍不得用药，而是被肃王的恶奴打死的。别去。李策伸手拽住他的衣袖。是因为他太安静了吗？怎么他身边的人都是急慌慌的？想到这里，李策心中微怔。从什么时候起，他也有了身边的人？不去咽不下这口气。李锦几乎跳起来。他没必要同恶奴置气，下人犯了错，自然由主子承担。后日再去。李策道，有好处。李锦看着李策，一双大眼眨着，贴近他道，什么好处？他最喜欢有好处的事了。自从李策到来，他就倒霉得很。李策却不再回答，他转身看着叶娇，对他道，我有好些话想同你说，但是身边如果有人乱挥鞭子，或者站着一只五颜六色的大公鸡，那是怎么都无法开口的。我知道一家店的糖人很好吃，我请你去吃，好吗？叶娇的目光从李策身上的鞭痕收回，咬唇点头。他决定答应李策的要求，先不去找李荣寻仇。李锦尚且能等2日，他也能等。哪有急？留在原地的李锦左顾右看，怀疑李策看错了。旋即又发现这里距离府邸的每一道门都很远，顿时气得不行，就知道跟着这2个人准没好事。西街有一家糖人店，糖里掺着蜂蜜，能做成各种形状，生意很好。李策跟叶娇一起站在队尾排队。叶娇注意到李策的衣服脏了，有一处甚至有轻微的破口。不去换一件吗？他问。不去了。李策眼中含笑，日光短暂，经不起浪费。其实他浪费过不少时间。那些守在皇陵的日子，他常常摊开一本书，在日光下晒太阳，从清晨到日落，才慢悠悠走回小院。四周空寂无人，能陪伴他的只有看不完的书。他能浪费掉所有的日子，只是不肯浪费掉这1日。李策不觉得队伍长，因为叶娇的衣裙会时不时擦碰他的手背，有时候他们的手背会碰到一起。叶娇当然没什么反应，心中惊涛骇浪的是李策。他们一人拿一只糖人，慢慢品尝。我以前以为会很腻，这是第一次吃。叶娇道。李策的心里比糖人更甜。秋高气爽，他们在西市大街散步。书四书坊的伙计会跟李策打招呼，但是同叶娇打招呼的都是各种14酒楼。叶小姐出门了。叶小姐，咱们店的新菜不错，有机会来尝尝啊。叶小姐，上回您说想看露肚子的胡姬跳舞，老板给您请来了。叶娇平时被这样招呼，一般都会潇洒的挥挥手，应下改日就来。今日莫名其妙，她的耳垂有些红。我也不是经常。你这样很好。李策道，太史公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如果大唐人都如叶小姐，懂得吃，有银子吃饱穿暖，百姓安居乐业，民殷国富，便是大唐的盛世到了。叶娇低头舔一口糖人，也觉得甜。你要说什么来着？他问，已经完全原谅了李策欺骗他的事。嘴这么甜的人，当然是为了他好。但是叶娇也下定决心，以后就算李策翻白眼没气儿了，他也不去救。他们走进一条短巷，这里略微偏僻，两边都是高墙，没有店铺喧闹。李策站定身子，对叶娇道，我想先向你道歉，我利用你的关心欺骗你，实在罪无可恕，这是赔礼。他从腰间解下一块白玉，玉质莹润，上面雕刻着一只鹿。李策目光深邃，隐隐有波光流转。我出生后便到皇陵守墓去了，母亲舍不得，在襁褓里放了这个。鹿是仙兽，配之则健康无虞。这块玉不算贵重，请你收下。他双手把玉送过来，叶娇收起玉，吸口气道，健康无虞啊。他心中怀疑，又不好意思直说，这根本就是没什么用嘛。你所谓的健康，就是吊着一口气不死吗？叶娇瞅了一眼他腰里另外一块金桃子配饰，心说你还不如送这个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叶娇抬起手，轻轻拍了拍李策的肩膀，以后不要随便吓唬人，你看你5个都快被吓死了。李策含笑点头道，我给他买了糖人赔罪。叶娇瞬间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蹦蹦跳跳的向前走，李策仿佛随口一说道，对了，我能做你的朋友吗？能啊。少女甩起拴着玉鹿的绳子，声音欢快。李策看着她的背影，看她颤动的发饰，飘飞的披帛，裙角流动的日光。这是最好的一天，平生最好。严继德当然先查了禁军，但是一无所获。柳枝是当天清晨采摘的，放在木匣中。禁军传递木匣，等传递到手把禁军手中，不知经过了几个人。故而那日箭把旁的禁军还以为就是要用铁柳枝。
但李策指明了兵部，便好查了。从圣上下令百步穿杨到那日御街射箭，中间也不过隔了1日。1日之内，谁进出兵部，谁去了攻防，都有记录在案。查来查去，查到肃王李隆的一位部将，到这里就可以了。严继德恳求在早朝回禀此事，皇帝允准。于是他身穿粗麻布衣，在朝堂举告兵部。皇帝何等聪明，立刻把目光投向肃王李隆。肃王，皇帝道：“你说说吧，怎么回事？”李隆抬起头，慌乱让他额头冒汗，天子的威仪惊得他慌忙跪下。铁柳枝的事，的确是他做的。征战7年，如今被召回京都，战功累累都化作土，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这只是李隆的反击而已，打掉二皇子李章的势力，让兵部那些摇摆不定的部将看到他的凌厉。但李隆没想到严继德竟然查出来了，怎么回事？这种柳枝明明皇陵里也有。那一年先帝下葬，他亲眼见到过随葬品。豆大的汗珠从李隆额头冒出，他心神大乱，在森严的朝堂，忍不住要把这件事构陷给别人。儿臣什么都不知道。李隆叩头道：“儿臣倾慕叶长庚的妹妹，怎么会对他不利呢？倾慕一个人的妹妹，讨好笼络还来不及呢。”皇帝眼皮微合，唇角散开冷意。据朕所知，叶长庚的妹妹心有所属，你难道还不死心吗？李隆摇头道：“儿臣想再努力努力。陷入儿女情长的人，怎么会有精力搞这些阴谋诡计呢？”儿臣听说，李隆想了想道：“那日射箭时，九弟第一个发现是铁柳枝，还跑去告知叶小姐。说不定九弟对这件事比较清楚。笼络有很多方法，故施诡计，再施以恩惠，算作一种。”皇帝的神情愈加阴沉。李策吗？他沉思道。李策封王，除了岁首举行的大朝会，五皇子李景很少到朝堂去。一是没有资格，再则谁愿意站上2个时辰，听朝臣和皇帝讨论琐碎朝事呢？最重要的原因是2更天就得起床赶过去，被窝不暖和，夫人不够粘人吗？但这日宦官前来李景府邸宣召时，他已经爬起来梳洗停当。李策让他等2日，他等到了。李景，朝堂上，皇帝问道：“小九在你那里养着，身体还好吗？”事关李策，皇帝却只是照问李景。不太好。李景垂头丧气，昨日才好些，就被肃王府的车夫挥鞭子打到。幸亏儿臣站得远，不然这会儿也不好了。他气嘟嘟的。来吧，有怨报怨，有仇报仇，也不看看我是怎么被父皇母后宠大的，竟然敢纵奴行凶，让我受气。肃王李隆眼如铜铃，转头对着李景便呵斥起来：“武帝休要胡说！”他最厌烦李景那跋扈不成器的样子。李景怯生生地往大臣身边挪了挪，叩头道：“父皇面前若扯谎话，我愿以大不敬罪被惩处。”李隆起身辩解道：“车夫在哪里？你这是污蔑！你和李策早就结为一党，妄图拉拢朝臣，私心犯上。”言官迅速手持护板出列，微臣要弹劾肃王李隆朝堂失仪之罪。他这不只是失仪，李景吓得躲在言官身后，他是要行凶。朝堂乱糟糟的，但皇帝没有乱。他示意言官稍安，对李景招手：“你过来。”皇帝道：“那车夫你当场捉住了吗？”李景想了想道：“没有。”既然没有，皇帝道：“那便是被有心之人冒充。你们兄弟之间该兄友弟恭才好。”李景垂下头，神情虽然委屈，却乖巧道：“儿臣知错了。”皇帝颔首道：“朕问你，那日在御街，是李策看出铁柳枝吗？”“是。”李景老老实实道：“我们站在靶位那里，距离最近。如果不是他提醒，叶长庚还不一定能射中呢。”皇帝宽和地笑道：“这孩子怎么不来朕这里讨赏呢？发现铁柳枝，避免了大唐朝廷出丑，的确该赏。但今日皇帝关心李策有些多，夸奖也有些多。”李景露出不满。父皇，他大胆反驳道：“李策20岁，不是孩子了。”皇帝没有理睬他。这是朝堂，难道要在这里争宠吗？皇帝再看向严继德，沉声道：“这件事你不用再查，到此为止。”是不容置疑的语气。严继德惶恐抬头，不知皇帝是什么意思。不查了，是要包庇肃王吗？你包庇儿子可以，让我官复原职啊。皇帝的视线落在肃王李隆身上，那目光充满慈爱。朕信任自己的儿子，他在边关数年，即便没有功劳，苦劳总还有些。朕信肃王不会徇私枉法，党同伐异。严清查到他哪个部将做错了事，交给吏部刑部大理寺问罪就好。严继德放下心来，因为皇帝说严清，他是清了，职位必然恢复。果然，皇帝起身道：“禁军不能一日无帅，你不要怠惰，快给朕回去做事。”严继德跪地叩头，感谢圣上圣明。皇帝离开，朝臣三三两两散去，李隆才慢慢站起身。他心中七上八下，
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父皇就这么放过他了吗？因为信任，因为边关征战的功劳。他看向李景，见李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你瞪我干嘛？李景越过李龙，大声道：闪开！我得去看望母后，该用早膳了。李景没有吃到早膳。皇帝下朝后径直到了立正殿，这是皇后的居所。立正二字，取母仪天下之意。李景踮着脚朝里面看了看，宦官高福陪着他，暖声道：老奴引殿下到偏殿用膳吧。不，李景道：我就要同母后吃，我还得告状呢。今日朝堂上，皇帝袒护李龙也太厉害了，朝臣们还来不及提出异议，皇帝便快步离去。高福笑起来：若如此，殿下不如回去等等消息。李景立刻警惕起来，难道父皇来到这里是同母后商量大事吗？能不能偷听？高福抬臂拦住李景：殿下还是先回去吧。高福是皇帝的心腹，李景不便造次，只得草草告别。立正殿内一张石案，帝后相对坐，皇帝却许久没有动筷。梓潼，皇帝这么称呼他的妻子，握住了皇后的手。皇后锦衣华服端坐，年过40，并不十分漂亮，却胜在端庄聪慧。圣上，皇后轻声回应，示意内侍婢女离开。朕，皇帝的声音一瞬间衰老许多，说话的气力不足在朝堂的一半，朕是不是老了？皇后并没有说春秋鼎盛那样的恭维话，她含笑道：今日臣妾为圣上梳发时，的确看到几根白发，但圣上英姿不减当年，何必多虑？朕的确是老了。皇帝叹息道：若不然肃王也不敢为了争权构陷朝臣，若不然朕今日也不会优柔寡断，包庇纵容了。他知道肃王做了什么，他只是没有说破。那些朝臣也知道他知道，所以故意装作来不及反驳的样子。至于他那个傻儿子李景，恐怕还等着告状呢。皇后脸上神色变幻，过了许久才滴水不漏道：圣上乃天子，治国安邦，奉顺天德，自然也是宅心仁厚的。皇帝苦笑着摇头：当初朕封李龙为王，是靠上他镇守边关的功劳。朕薄待咱们的孩子，你生气吗？皇后含笑道：圣上乃圣明之君，臣妾有什么可气的？到底是嫡庶有别，就算李龙是长子，是第一个封王的皇子，又怎样呢？他不会以为头上顶着一个王衔，就有机会染指玉座吧？是朕偏颇，以至于此。皇帝眉心紧锁，松开皇后的手，起身对殿外的高福道：传中书、侍中、尚书令觐见，朕要册封王侯。肃王李龙惴惴不安地回到王府，同府中幕僚大致说了朝堂的事。幕僚们或脸色苍白，或心神慌乱，他们跪坐在蒲团上，没有人敢开口说话。真有那么糟吗？李龙道：他虽然也觉得事情不对，但是以为还有转圜的余地。怎么这些幕僚们一个个如丧考妣？终于府中詹事低声回答：若陛下今日动怒就好了。军心难测，动怒大骂一顿，甚至是开口重罚，都比这么不声不响的好。因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暗流在缓缓涌动。宫里有消息吗？李龙沉住气，闷声问。有。詹事立刻回答道：圣上下朝后去了立正殿。去了立正殿，没有召大臣议事，那或许还有机会。李龙安慰着自己，忽然听到迅疾的脚步声传来，一名部将大步迈过门栏走进来，跪地道：殿下，不好了！圣旨传进五皇子府邸时，李景正在同里侧抱怨李龙运气太好。凭什么？他不屑道：因为生得早吗？李侧不说话，一面吃药一面咳嗽。李景又道：又不是母后生的，父皇竟对他如此偏爱，把军权给他，王位也给他，我还什么都没有呢。平时的娇惯不是真的宠，肯给权力给好处才是真宠。他说完觉得有些不对，安抚李侧道：你别生气，你虽然也不是母后生的，但是不讨厌，讨厌跟吓人是两码事。李侧放下药碗，抿唇笑笑，不说话。这时院门被推开，一个面生的男人小跑进来，对李景道：殿下，大喜，真是喜事。圣上以皇子大多已成年为名，册封王位王妃，连带李景在内，总共册封5人为王。中书正在拟旨，要不了多久，皇帝的旨意就到了。有我，有我！李景跳起来：父皇是真宠我，除了我还有谁？那人回答道：封2皇子为晋王，3皇子、4皇子都要封王，殿下您封赵王。赵王啊！李景喜滋滋的，旋即又皱眉道：我又不姓赵。那人抹了一把汗，有些难以置信的解释：殿下，楚、赵、齐、燕这些都是始皇帝统一前的诸侯国名字，是以诸侯为王位。哈！李景笑：没有素对吧？李龙那算是个什么王位？真丢人！他说完起身对李侧显摆：九弟啊，以后你的前途可就靠哥哥我了。等你病好了，没事要多给哥哥捶捶背，哥哥一定不会薄待你。李侧含笑点头。
报信的人脸红成烧炭。殿下，他等李景蹦蹦跳跳的说完，禀告道：圣上也封了9皇子，是除您以外年龄最小的，封为楚王。晋、秦、齐、楚是封号最为尊贵的王爵。李景心中只有一个问题：凭什么呀？注：关于皇帝称呼皇后子彤，并不是因为皇后就叫这个名字，而是爱称。最早春秋时期，诸侯王称呼妻子小彤，后来秦始皇统一陆河，牛逼哄哄给改了。地心叵测，春秋列国以晋国最盛，首任国君是周武王姬发之子，甚至用过唐这个国号。晋国国力强大，经常压制齐、楚、秦3国，一直到600多年后赵韩魏3家分晋，晋国才灭亡。说是分晋，其实晋国的官制、文字、天文历法都在这3个国家传承下去。皇帝封2皇子为晋王，是表明了有立储之意。2皇子李章是皇嫡子，这么做也不会招人非议。5皇子嘛，敕封赵王，是主他要辅佐嫡兄，同气连枝。至于3皇子、4皇子，是庶子中比较出色的，早就协助处理朝事，成婚多年，也该封王了。而9皇子，报信的人只是说，圣上赞赏李策守护皇陵20年，乌鸟之情，孝心动天。孝悌2字是为政的根本，以孝封王，可得民心。但是李策他配吗？配早于兄弟封王，配用仅次于晋王的封号吗？报信的人忙着去准备银纸，赵王李景恍然道：原来守陵就能封王啊！他歪坐在蒲团上，啧啧几声，摇头道：你完了，这得有多少人眼红啊！老6、老7、老8怎么想？老6、老7、老8的夫人们怎么想？原先的嫂子们都成了王妃，家里聚一聚，人家吃饭他们磕头，不知要气得吹多少枕头风呢。品级略低，按理是要跪安的。李策似乎也有些震惊，他脸上并没有太多惊喜，只自言自语道：怎么会这样？看来他并不是算无一策的人。他算到皇帝会用封王来打压李隆，却没有算到这里面会有自己。是啊，李景拍腿：我要是你，就麻溜到父皇那里谢绝封王，说不定父皇更要夸你孝顺了。古往今来，让人眼红总会死得很快。我不要。李策摇头道：我要去谢恩。李景问：那如果别人反对呢？那是他们的事。李策的声音很轻很柔和，却莫名让人觉得阴凉固执。看哄不住李策，李景无奈地把泰山石揣回衣袖，摇头晃脑道：那你可一定要活到王府建成。对了，建得离我远点。肃王府上，幕僚们已经坐不住了，不断有人出去打探消息，又带着更坏的消息回来。皇帝表面上并未责备李隆，却连封5王，且封号各有意义，捧高便是要等着踩低了。他们会怎么做？李隆怒火中烧道：那些朝臣都是人精，恐怕会见风使舵，不惜构陷殿下，也要弹劾了。皇帝没有深究御阶换柳枝的事，在天下人心中，他依旧是宽宏大量的皇帝。可他的动作却无异于一种提醒，提醒朝臣，他不再信任肃王，要重用其他儿子了。王府詹事耐心分析，李隆却静不下心，他用力捶打桌案，丧气道：看来这京城就不该回来。不如这样，有幕僚出主意道：我们赶在他们动手之前先发制人。如今9皇子在京中养病，皇陵无人可守，殿下不如前去自请镇守皇陵，这是自伤求生的法子。李策一日不好，他就要待在皇陵。若李策死了，或许这一辈子他就终老九宗山，什么前途，什么皇位，烟消云散。这是自伤求存的法子，但迫不得已的选择。李隆穿戴整齐，在宫门处验明于服，宦官便引着他到紫宸殿去。宫门到紫宸殿的路很远，天色并不阴沉，却有零星的雨珠坠落。请殿。稍等，咱家去取雨伞。宦官小跑着往最近的宫殿去了。李隆站在原地，仰头注视恢宏的殿宇。他常年在军中，其实并不在意淋雨，但既然要面圣，还是干净些好，不然那些言官又要见他殿前失仪，仿佛只会说这一句话。李隆静静地站着，见宽阔的甬道上有个人缓步而来。那人面容白皙，神色肃静，五官酷似皇帝。他身穿青色圆领袍，其上绣着山川生灵，腰坠环形墨玉，玉质通体无瑕，系一条白玉墨听带，腰背挺直，却微微低头。那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本书。二皇子李章左手持竹节红伞，右手托着一本书，神情如潭水般平静，步履若春风般宜人。他的目光在书本上，就这么漫步在皇宫甬道里，时不时翻动一页，看得认真。宦官、随从和女婢远远的随行，无人敢上前打扰。在李章将要经过李隆时，他忍不住开口打断李章的闲情雅致，同他套近乎：“是二弟啊。”李隆道。李章脚步未停，径直越过李隆。幸好李隆的耳朵很灵敏，他听到了一声“嗯”，没有感情，
云淡风轻，仿佛他这个人是道旁的一棵树，无需关注，也不必产生什么交集。李龙顿时满脸通红，幸好众人都垂着头，没有人发觉他的尴尬。经此一事，李龙再也站不住，他不等宦官取伞，大步向紫宸殿走去。皇帝正同朝臣议事，他等了半个时辰才被宣进去。李龙跪地说了所求之事，至于镇守皇陵的原因，无非就是心疼李策，自己身体更结实，也想要尽一份孝心。皇帝听完李龙的求请，眉头微沉，看一眼高福，才同他道：“你来的不巧，这件事朕已经许给李章了。”李章？李龙如雷击顶，正在原地。他回到京都，原本便是因为李章的作弄，他不甘心，所以想要求取安国公府夜交，所以才换掉柳枝。没想到他每次都输，输到最后，甚至让李章得了王位。既然赢了，李章竟然不在京中拉拢朝臣，要到皇陵去。皇陵真成香饽饽了。不，李龙不应该质疑，他应该害怕。李章这是预判了他要做的事，提前封死了他的路。李龙脑中轰隆隆，震得通体虚乏，又愤怒无力，汗珠沿着额头滴落下来。他想起甬道上李章那一声那是宣判斩首的声音，在李章眼里，他已经死了。李龙，皇帝唤他的名字，把他混乱的思绪暂时压住。你看看这些。什么？李龙茫然抬头，看到御案上堆着2尺高的奏折。皇帝打开奏折，念道：弹劾肃王滥用粮草之罪，弹劾肃王贪污军饷之罪，弹劾肃王任人唯亲，拉拢朝臣之罪，弹劾肃王不遵旨意，私自调兵之罪。皇帝每读完第一句，便把那本奏折丢下去，让李龙自己看。李龙只觉得通体冰凉。这么快？那些言官和朝臣的速度这么快？他们不再说殿前失仪，他们的每个字都是重罪。奏折太多，皇帝没工夫一一读完。他摇头叹息，刹那间似乎老了10年。这天下不是我们李家的，皇帝道，是百姓的。百姓不尊你，朝臣不信你，朕也无可奈何。什么无可奈何？李龙大口吸气，心中的愤怒在脸颊和拳头上淤积。可这里不是军营战场，不能发泄怒气。他气息慌乱道：父皇，儿臣没有做那些事。说什么百姓朝臣，这天底下只有皇帝说了算数。皇帝看着他，却呼唤高福：李龙涝汗，你给送杯茶水吧。高福把茶水奉上，李龙看着颜色青绿的茶水，一时不敢饮用。高福又往前递了递，李龙才勉强接过，颤抖着饮下。茶水微涩回甘，没有毒药。李龙松了口气，皇帝的目光从他身上收回，指明了李龙的去路。朕把这些奏折压下不问，你自请离京就藩吧。朕为你选中淮南富庶安逸之地，你可以把淑妃接过去养老。就藩王侯无诏不得进京。一句话安排了李龙的余生，并且把他的生母都赶出去了。李龙如坠冰窟，半晌才想起叩头谢恩。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会有这么凄惨，走的时候他不知道雨会下这么大，大到他淋湿衣服。这京都的湿衣比冬日战甲还冷。中书的动作很快，旨意传到各个府邸，只不过用了1日。因为李策住在李景府中，2拨宣旨的宦官都来这里。李景非常不满李策的封号比自己尊贵，更不满李策抠门，2拨宦官的赏银都是他付的。你在攒老婆本儿吗？宦官走后，李景奚落李策，真以为安国公府那个母狮子会嫁给你？也不想想你能不能打过，过日子又不靠打架。李策说完这句，不知想起什么，忽然脸红了。我出门一趟。他换上干净的墨色长袍，便独自出门。在西市排队最长的14外，李策找到叶郊。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李策道：人多好。叶郊把酱肘子打开，笑道：趁着人多，咱们吵架吧。带他入梦。当初肃王李隆想要求娶叶郊，叶郊和李策在皇帝面前演戏，伪装成两情相悦的样子。他们约定待情势缓和，便当街大吵一架，闹场分手。如此分开，跟安国公府的立场无关，也不会伤到皇家的体面。相逢不如偶遇，择日不如撞日，既然遇到了，就开始吵吧。李策却面露难色。娇娇，他站得离人群远些，可是今日圣上封我为王，我想到醉仙楼请你吃酒。你不是想看胡姬跳舞吗？对了，那里有比酱肘子更好吃的东西。不知何时，李策喊惯了娇娇。什么？叶娇的目光从美食上移开，眼前浮现胡姬摇动腰肢的样子，仿佛闻到不同于酱肘子的异香。有。李策想了想，悄声说道：牛头包，是拿皮肉光嫩的小牛头，用豆豉、葱姜做佐料，煮熟后拌盐巴、酥油、花椒、酸橘，装在陶瓶里，埋进火塘烘烤出来的。叶娇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咸香又不腻，那得有多好吃？可是真的是牛？他怀疑道。大唐禁宰牛马，就算是杀了自己家圈养的，也要服1年苦役。全京城恐怕没有一家店
敢正大光明卖牛肉，不信就去看看。李策迈开步子，叶娇顿时觉得手里的酱肘子不香了，也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他跟着李策便往醉仙楼去，步子越来越快。赶紧，去晚了就吃不上了。叶娇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兄长和朋友们出外游猎，见野牛在山崖下跌死，便砍掉牛腿回来，炖了好大一锅肉，那滋味梦到都会流口水。李策看着叶娇的背影，暗暗庆幸却又担忧，骗走他的法子实在太简单了，可不能让别人知道。胡姬的舞蹈的确好看，牛肉细腻又有嚼劲儿，葡萄酒是李策从李景府邸里拿的，甘甜爽口。李策说喝多了后劲儿会很大，但叶娇贪口，他一面啃牛肉一面赏舞，李策一面给叶娇夹菜，一面看叶娇赏舞。要不然这样，酒足饭饱后，叶娇终于想起正事，你不结账离开，我站在门口骂你抠门，咱们这架就算吵过了。他出手阔绰，最烦抠门的男人。恐怕不行。李策低头轻抿茶水，账已经结过。什么时候啊？叶娇皱着眉，都怪他看胡姬太入迷。那这样，叶娇又出主意，咱们离开包厢后，我去调戏大堂里的公子，你嫌我浪荡，咱们大吵一架。他的名声反正已经不太好，也不怕更坏一点。那时傅明竹曾嫌他穿得太少，领口太低，他不肯改，两人还吵过架。如今没人嫌他，叶娇可以自由发挥了。他们坐在2楼，透过飘飞轻薄的隔帘，能看到楼下大堂坐着几个谈天说地的年轻人，其中的一位身材高挑，特别俊朗。谁啊？李策看过去，又摇头道：长得那么丑，怎么调戏？叶娇顿时撇嘴：不丑啊。他小巧的下巴微抬，遥指那位最好看的少年郎，笑道：严从征严公子，我认识，因为认识，所以调戏一下也不打紧。李策放下茶盏，眼中冒火：怎么调戏？难道用膝盖抵在墙上吗？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有人看向自己，严从征忽然抬头，正对上李策的视线。他身材结实，像是行武出身，五官却偏偏带着几分书卷气，愈发显得俊逸潇洒，神采奕奕。见到李策，严从征微微吃惊，又看到叶娇，顿时笑了。他举起酒杯，摇敬叶娇，饮尽杯中酒，模样举止是大家贵公子的风范。严指挥使，李策回过头来，缓缓道：是啊。叶娇点头，禁军左卫卫指挥使，户部侍郎科举入仕，儿子却投身行伍，是朝廷的一件怪事。严家人对外解释说，严从征不喜读书，但是若不喜读书，这通身的书卷气哪里来的？微醺的叶娇走出店门时，严从征的友人已经离去。他坐在店外的石阶上，在灯笼的亮光下身影摇晃，一只手按着阶梯，一只手放在酒坛上。从后面看，有些孤寂，还有些放荡不羁。听到动静，严从征慢慢起身，先向李策施礼，再同叶娇打招呼。那个，不知是不是因为饮酒的原因，严从征的眼睛有些红。那人的事，我想向叶小姐道歉。那人的事，自然是指严从孝。严从孝是那个铜钱有功联手，想要非礼叶娇的恶徒。严从孝是户部侍郎的外世子，严从征是正儿八经的嫡子。叶娇的心瞬间揪起来，酒也醒了大半。他想起半月堂旁边的楼阁，想起身处绝境的恐惧，想起那男人身上说不出的恶心味道。他的胳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人也有几分僵硬。或许是因为毕竟是兄弟，他们的气息相貌有相似之处，但纵使心中难受，叶娇还是对严从征笑笑道：都过去了，又不是你。李策已经走远几步，看到他们开始聊天，又走回来。严从征自嘲道：我竟不如叶小姐胸怀坦荡，因为这事我不敢见你，也不敢去参加乞巧宴。叶娇不想再回忆起那个晚上，他嘱咐道：即便今日指挥使不必值守，也别喝多了。严从征低头拎起酒坛，站在月光和灯影交织的台阶上，对叶娇笑笑。好，他答应着，又要再说什么，叶娇已经被李策拉走。什么时候认识的？他问，语气不善。小时候啊。叶娇答。秋日的月亮看起来很近，叶娇停步伸手，像要触摸天空。柔风吹动她的衣裙，风仪玉立的姑娘仿佛仙子转世。叶娇的声音很柔和，却夹杂着些许惆怅。那时候我们4个玩在一起，傅明竹、严从征，还有严家姐姐。后来严姐姐出嫁，严从征忽然被家里安排去16尾，不知为何，他同傅明竹打了一架。等傅明竹求亲，我在家待嫁，我们几个就不太来往了。他们已经远离闹市，李策静静地听着叶娇说话，倾听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体谅。我是怎么也想不到，叶娇道，傅明竹竟然会同人苟合，秦白薇长得比我好吗？比我善解人意吗？叶娇摇着头，因为酒劲儿慢慢上来，站立不稳。反正我是输了，就算射出玉阶上那3箭，我也是输了的。他的桃花眼微微眯着，对月亮摆摆手，脸上几分寂寥，几分委屈，
但更多的是女孩子特有的娇柔。酒后的她不似平日那般骄傲凌厉，她化作溪间的水，枝头的花，最明艳的桃花。输赢不在于此。李策道：在的。叶娇使劲点着头，点的幅度太大，似乎精巧的脑袋要从脖子上掉下来。李策连忙拖住她的下巴。我很小的时候，叶娇絮絮叨叨轻声道，像是在说一个秘密，爹爹就不在家了，母亲操持家事，一日比一日劳累。我就想着我得像个男人那般把家撑起来，我就想着我以后出嫁一定要找个疼我爱我不离开我的男人。可我输了。他挪开李策的手，嘴唇凑近李策的耳朵，柔声道：傅明竹，他还要杀我呢。为什么啊？他想娶别人，告诉我就是了。虽然我那时候……叶娇的身子向李策怀里滑进去，李策扶住他的胳膊，听到叶娇道：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喜欢他了，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喜欢傅明竹了，所以即便报复了，结果其实也只是成全了对方。现在呢？李策问。他问得急切。现在不了。叶娇道：谁会喜欢坏人啊？傻吗？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他不会示弱，不会难过，是永远喜笑颜开、活泼动人的国公府小姐，坚强勇敢，有仇报仇，善恶分明，干净利落。但是其实她也只是个17、18岁的姑娘，会难过，会脆弱，会在被人伤害后憋在心里，这么久了才同人倾诉。李策弯下身子，背起走不稳路的叶娇。月光洒在长安城宽敞的方街里，走在上面像踩着柔软的云。每走一段，李策就要原地歇一歇。他背上的姑娘已经睡着了，睡梦中的他紧紧闭着眼睛，不知梦到了什么。作者有话说，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看在作者大大勤劳码字的份上，请大家多多给予鼓励和支持，多多评论交流剧情，谢谢大家。他的轻浮是丫头水文端来的橘皮汤唤醒了叶娇。天光已经大亮，是第2日了。他躺在熟悉的房间，闻着熟悉的醒酒汤，模糊记起昨日的事，醉仙楼的牛肉包和葡萄酒，以及灯笼的柔光里严从征的歉意。我是怎么回来的？叶娇问。水文嘴快，似乎就等着叶娇问这一句，说话像倒豆子般噼里啪啦。是九皇子殿下把小姐背回来的，幸好奴婢出门接，没被别的人看到。殿下看起来又辛苦又狼狈，额头都是汗水，送小姐回来后扶着墙才能走回去。扶着墙？叶娇往颈背里缩了缩，手指捏了捏自己腿上的肉。她行不行啊？那副样子柳枝都能压弯，更别提她这个100斤的姑娘。心里想着，索性翻过身去趴在床上，胸脯挤压着床。蓦地觉得这种感觉很熟悉。叶娇眯起眼，想起昨日她在李策背上时睡时醒。后来叶娇脑中轰的一声记起了更多。月光洒满长街，她的唇凑近李策的耳朵，整个人软绵绵，像煮熟的面条。他说醉话，在他的肩膀上擦口水，咬住他的耳朵，逼他背着自己转圈圈，逼他唱歌背验诗。他笑着转圈，吟诵的却不是验诗。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无不识青天高，皇帝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这是李长吉的名诗，苦骤短。这首诗豪情万丈，笑问天地，性情傲岸，不肯屈服，跟验诗一点都不沾边。李策像撕开了什么伪装，声音抑扬顿挫，清爽不羁，却又饱含洒脱无畏，似被狂风吹打的猛禽，似被巨石压住的灵兽，似万丈深渊下潜在水底的龙。李策不听话，而叶娇自己简直比露肚子的舞姬都轻浮放荡。完了，不能见人了。小姐，你怎么了？水文伸手触摸叶娇的额头，不热呀，怎么脸这么红？好气！叶娇捶打床头，本来是吵架分手的，怎么就一起吃酒，被他背回来了？我吐了没？叶娇嗡声问。水文赶紧宽小姐的心，没有，小姐是担心吐在殿下身上吗？不是。叶娇坐起身，昨晚酒肉太好，我怕糟蹋了，这事儿得有个了断，必须有个了断。他接过醒酒汤，咕咚咕咚喝下去。水文絮道外面发生的大事，圣上封了5位皇子为王，还有9皇子呢。哦，叶娇魂不守舍道，2皇子仁厚孝顺，刚刚进封就去代替9皇子守灵了。怎么是代替呢？叶娇放下碗，坟里埋的不是他祖宗，也就李策好欺负，病得要死还守那么久墓。水文嘿嘿笑笑，继续说别的事。上回乞巧宴求亲的肃王殿下，小姐还记得吗？叶娇的神情恢复了自在，跳下床道：记得，还记得他的狗。听说那条狗已经醒了，就是威风大不如从前，看到女人就哆嗦，比老鼠都胆小。他呀，水文卖着关子道，被皇帝丢去南地就翻了。肃王的部下都在北地，这么多年也习惯北地的水土。就翻2字说起来好听，其实是褫夺了军权，隔绝人脉，赶出京都，扼杀了继承帝位的可能。恐怕肃王身边的人
这会儿已经作鸟兽散了。只是叶娇想起李策来，那日他让叶娇忍下，他让李景等等，没想到肃王的结局真的这么差，差到叶娇觉得换柳枝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如此严重？皇子们已经开始争夺太子位了吗？李策晋封楚王，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他周身的气度异于常人的聪慧是怎么也遮掩不住的，甚至他曾经吟诵过的两首诗都不同寻常。叶娇抱紧胳膊，觉得周身发冷。不行，安国公府不能同夺嫡有关。以前国公府不是这样的，听兄长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的客人很多，逢年过节拜访的人摩肩擦踵，他们说情真意切的话，带着自家的孩子，希望能让晚辈结交，相互照顾。宫里经常送赏赐过来，有些是老太后送的，有些是新帝和皇后。除夕赐菜，安国公府甚至会比别家多一个点心，说是送给孩子们吃。叶娇的父亲虽然没有官位，但他东奔西走，为皇帝处理一些朝廷不方便出面的事，有时候甚至要到藩属国去，半年才能回来。后来呢，兄长去给人贺寿，都能被赶出来。他们把安国公府的礼物丢到大街上，再呸呸几声，以示不屑为伍。兄长已年过20，却尚未婚娶，姐姐嫁出去又横遭欺辱。兄长私底下说，这是因为姑母嫁给陈王，陈王谋逆被诛，把国公府卷入了惊涛骇浪，海量的银子花出去，欠下无数人情，父亲离家修行，祖父的旧部主动避嫌，这件事才算结果。原本枝繁叶茂的国公府，如今像一艘破烂的小船，经不起半点风浪。叶娇神思沉沉，他喜欢拳脚和武力，不喜欢苦思冥想。今日他想的有些多，想明白了，便觉得那件事不能再耽搁，昨日就该说清楚的，怎么能嘴馋成那样呢？一面说话，水文已经给叶娇梳好头。小姐今日有什么安排？他问。奴婢问了，厨房做了粉蒸肉和水盆羊肉。叶娇的肚子叫了一声，她犹豫着问，有胡麻饼吗？当然，焦香酥脆。叶娇终于当机立断道，先吃饱再说。笑什么呢？赵王府上，李景盯着棋盘很久，才放下一颗棋子，放下后觉得不对，偷偷换一个位置，问李策道。他担心李策看到自己换棋。李景好不容易说动李策打赌，谁输了谁请对方吃酒看戏。当然李策身子差，不能饮酒太多，主要是李景吃，这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李景已经通知几位兄弟给肃王饯行，人多，这顿饭能吃穷李策。我没有笑。李策低头看一眼棋盘，随意放下棋子，继续等李景。李景再次陷入思考权衡，他屏息凝神放下棋子，把之前的一处也挪动下，才假装轻松地同李策搭话。你拖着腮帮子笑半天了，耳朵红得像鸡血，肯定有事儿。他有事儿吗？李策低头看棋盘，再次丢下一颗子，忍不住扭头看看铜镜里自己的脸，笑容是不自觉在唇角散开的，怎么都收不回去。他想起昨夜的事，那姑娘在李策后背上伸开胳膊和腿，在他的快速旋转中大喊道：“吾乃陀罗金转世。”陀罗金，他可太有趣了。李策回来时笑了一路。你可准备好银子吧？李景慎重落子后道：“兄弟们都特别能吃，不光能吃，还喜欢找人伺候，说不定整条街的胡姬都得请来，乐龄和舞姬陪着，简直是一日千金的活法。”太高兴了。李景想，趁王妃心情好，说不定准我在那几房姬妾。李策点头看看棋盘，手里的棋子落下去，起身道：“你输了。”怎么可能？李景叫起来：“七头，快来数数，我就不信了。”李策走到院落里去，房间太小，李景太吵，盛不下他的快乐。外面有风，李策轻咳一声，便见院门打开，他的眼睛亮起来。娇娇，李策道。远远的，叶娇对李策施礼。她今日穿着碧蓝长裙，肩裹一件双色披帛，看起来稳重素雅，不似平日那般活泼。楚王殿下，叶娇对他施礼，像是换了一个人。奴家来同你说件事。屋内的李景在大呼小叫，痛心疾首。李策走得离叶娇近些，含笑道：“出去说吧，在这里就好。”叶娇似乎唯恐发生什么，唯恐他自己变卦。李策的笑容渐渐僵硬，声音依旧柔和：“请小姐示下。”叶娇深吸一口气道：“我想了想，吵架也不见得要当着大家的面。今日我走后，就算吵过了，我同楚王殿下从此之后就只是普通朋友。为了感谢你昨日的酒肉和护送，我给你带来一根人参，算是谢礼。”他说着转身，从丫头怀里接过人参，塞给李策。那人参之大如肠，价值不菲。李策没有接。为什么？他问，声音寂寥难过。注意，古代的重量单位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古代的100斤也比现在的轻很多，但我不能说叶娇是个快200斤的姑娘，所以这里是按照现代人的金属说她100斤。注二，专家根据出土的文物推断，
最早的陀螺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他的爱恋，这事儿还用解释为什么吗？眼前的男人神情郑重，非要等一个答案。叶娇的短靴在地上蹭，像要钻出一个洞。他是洒脱利落的人，怎么这般扭扭捏捏，不知该如何回答了。是这样的，想了许久，叶娇才郑重道：“楚王殿下仔细回忆回忆，3个月前咱们认识吗？”李策垂眉道：“不认识。”叶娇的桃花眼溢满浅笑，循循善诱。再回忆回忆，是不是参加了一个乞巧宴，忽然就跟我？叶娇指着自己，不清不楚起来。李策目光深邃地看着他，看他灵动的表情，丰富的动作。转机的确就在乞巧宴，但是在那之前，他讹过他银子，深夜陪他报过官，他也曾把他抵在墙上，搜刮得干干净净。原来是他想多了吗？叶娇见李策不答话，便伸手拉过他的胳膊，把人参塞进他怀里，又像辞别朋友那般拍了拍李策的肩膀：“你身子不好，要多补补。以后若有什么需要翻墙打架的事，尽可以招呼我帮忙。”人要善于挖掘自己的优点，他很明白自己擅长什么。说完这些，叶娇迅速对李策施礼，逃跑般转身，却又被李策捉住胳膊。他修长的手指紧紧握住叶娇的手臂，像是那年困在古墓时握住从天而降的绳索。同样的情绪从脚底袭来，只是那次的恐惧里没有得而复失的空荡。昨晚，李策斟酌着措辞，尽量妥当，避免叶娇被人误解。我还以为我们跟往常不一样。昨晚他曾在他背上欢闹，咬着他的耳朵，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心事。他知道他担忧离家的父亲，知道他想找个长相厮守的丈夫，知道他心疼他的母亲，知道他害怕国公府被人欺负，希望自己是个男孩子。他咏诵苦咒短，他背了一段南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都是李长吉的诗，都是那么豪情万丈，缱绻深情，怎么都不算了。昨晚，叶娇推开李策的手，动作轻的仿佛怕他会碎掉。昨晚是我喝多了，我酒品不好，请殿下见谅。李策眼中的神采暗下去，这些日子闪亮的光线仿佛被谁按进紫夜。他薄唇紧抿，收拾起自尊心，略微颔首道：“既然如此，本王就不送了。”话到此处，若再纠缠，只会让他烦恼吧。叶娇脸上有浅浅的意外，却下意识地和李策同时转身。午后的日光斑驳温暖，院子里的枫树红得像霞光，分开的他们却像星辰的轨迹。李策黑色的衣袖在阳光下翻飞，在空中拖拽出长长的阴影，而叶娇双色的披帛垂在裙边，像是被凉风冰冻。就这么结束了。叶娇跨过门栏走进甬道，转过水榭，穿过垂花门。她走得很急很快，一路上不说话也不赏景。引路的管事似乎察觉到什么，同样不敢吭声，一直走到方街上，钻入马车。叶娇眼中的泪水才汹涌而出。我这是怎么了？她懊恼地拭泪道：“明明是假的，为什么我会掉泪呢？”是啊。水文撇嘴低头，跟着小姐坐在马车里。他双手托着脑袋，对小姐的心情感同身受。在水文眼里，李策温和聪明，又懂得讨小姐欢心，除了身子不好，没什么缺点。不过身子不好当然也不太行，万一生不出小娃娃怎么办？但这件事关键在于的试试，不是怎么知道生不出来呢？水文胡思乱想着，听到叶娇哦了一声，似乎恍然大悟。叶娇苦思冥想，终于想通。她抬起头，一面甩飞眼里的泪珠，一面道：“我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哭了。咱们家以前有个仆人，年纪很大也没有发脉，就在府里养老了。后来他常常满身尿味儿，大夫说他无法控制身体，尿失禁了。”水文满脸疑惑：“这跟你哭有什么关系？”叶娇抹泪道：“所以我这不是伤心，我这跟尿失禁差不多，是泪失禁。”泪失禁？有这个病吗？水文立刻忘了李策的事，盘算着回去告诉夫人，得给小姐请大夫。李策回到屋子时，李景正逼着祁同撒谎：“本王怎么输了？本王是赢了。”祁同刚正不阿道：“殿下真的输了。”李景气得躺在地席上蹬腿撒泼耍赖：“我不管，这顿饭老酒你得请。自从你住进来，我府上的银子就不够花了，哪儿还有余粮请客？这个弟弟太鸡贼了，守灵20年，谁叫他的起义？以为他是废物一个，哪成想深藏不露。”李策神情黯然走进去，把人餐丢给他：“拿去点麦，去请客吧。”他说完同李景一样躺下去，只是李景躺得肆意，李策躺得像是失去力气，一动也不动。这么大的人参！李景眼睛闪亮，起身小心翼翼捧着：“叶小娘子给的，你小子好福气啊！”李策没有接枪，他翻过身去，听到李景快要走出屋门，忽然又唤他：“你回来！”李策丢出去1包银子，人参留下。李景不想归还人参，嘟囔道：“怎么又舍不得了？”抠门，给我！李策伸出手，清冷的表情像是已跟李景形同陌路。李景气的3两步走过去，
把人参赛进他怀里，气急败坏道：“抱住吧，抱住吧，只当抱着个媳妇。”他说完捡起银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李策呆呆地看着屋顶，半晌没有说话。人参才不能当媳妇，能成精做人媳妇的只有陀螺。他想不明白，怎么叶娇就这么离开，怎么自己这么煎熬，像骨头被人抽出去，只留下撑不起身子的皮肉，像山火蔓延，天地之间被烧得寸草不生。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像他躺在棺木里。李策一直躺着，躺到日影西斜，躺到屋内的光线越来越暗。他忽然坐起身子，战战兢兢的随从正在布置晚膳，差点被他吓掉碗。清风，李策唤随从道：“我想起来为什么了。”有些呆呆的随从转身，手拿筷子，以为王爷乍喜又悲昏了头。想起什么了？我喜欢他，我是喜欢上他了呀。李策重新倒在地席上，脸上的笑容开心又苦涩。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这么难受。李景请客，名帖送出去13份，每个兄弟都有，但是准时来的只不过6、7人而已。二皇子晋王殿下已经离京前去守灵，自然是不能来了。李策在家抱着人参挺尸，也不出席。四皇子刚刚封王，便抱病不出，也没有来。还有几个插仆人过来告假，拿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李景道乐得人少省饭钱，但他此次设宴践行的主角肃王李隆没有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尴尬的笑笑，举起酒杯道：“肃王兄想必心情不好，害怕见到我们，忍不住大哭一场。那咱们就对着他的王府敬一杯酒，祝他就饭愉快。”几位皇子稀疏的笑笑，就这么喝下第一杯酒。同样都是皇子，他们心里很清楚，肃王这是被皇帝赶出去了。刚刚封了齐王的三皇子正春风得意，他慢慢饮酒道：“不来也好，省得咱们兄弟们沾了晦气。”几位皇子摇摇头，不敢接话，也不敢大口喝酒，他们怕喝多了出丑，也怕失言。李景道是不乐意了：“哪儿来的晦气？我请客，没晦气。肃王就算去了南地，也是咱们的兄长。”三皇子长着一双吊梢眼，此时扬起眉毛看看李景，说话阴阳怪气，愈发让人觉得欠揍。王帝自然不怕晦气，都敢把活死人请回家，还有什么可怕的？我看你得小心，万一他死在你家里，可就更晦气了。活死人说的是李策。李策身体不好，皮肤很白，常常被人这么讥讽。若是以前，李景也会附和几句，并且寻一寻他的泰山石。但是今日他猛然起身，厉声道：“你说什么呢？有病吧？”齐王也恼了。虽然李景是嫡子，但齐王已经在朝中做事多年，手里有些实权，不太把李景放在眼里。此时当着兄弟们的面被骂，忍不住跟着起身喝道：“你要忤逆兄长吗？你算什么兄长？”李景伸手掏出泰山石，就朝齐王砸过去。这东西挡灾可以，砸人应该也可以，住在一起。齐王向后闪躲，撞到手捧热茶的六皇子，茶水泼出来，浇了十皇子一脖子。十皇子大呼小叫起身，掀翻桌子。这下原本在桌子对面看热闹的兄弟们，猝不及防接了一身韭菜汤水。众人或叫或骂或去拉架，转头看泰山石砸倒了烛台，轰的一声，火苗点燃细沙隔帘，冲天而起。这还吃什么？逃命吧！秋季干燥，等这场火救下来，京都最大的玉琼楼主楼已经被烧掉一半。店老板知道纵火的王爷皇子们不好惹，他站在房间里，看着夜色下残楼的余烬，浑身颤抖。本王不是有意的。李景满脸黑灰，叹气道：“都怪齐王，齐王早了。”李景找不到人对峙，扯出最晚逃出来的六皇子：“六弟，六弟，你跟老板熟，快给人解释解释。”六皇子附和道：“的确不是赵王的错。”店老板两眼发直，哆嗦道：“鄙人不关心对错，只想问一问，谁赔钱？”李景连忙往后退，但六皇子退得更快，李景不得不叹气道：“赔钱可以，能赊账吗？”店老板差点一头栽到地上。不出意外，第二日早朝，弹劾几位皇子的言官气势惊人，所成罪状差点把皇帝气到昏厥。斗殴、纵火、烧店，还没钱赔给人家。皇帝有些惊怔，怎么只隔了1、2天，他的儿子们都欠揍起来？朕问你，皇帝询问灰头土脸跪着的李景：“你请他们几个到酒楼去，所谓何事？”李景胆怯道：“为了给大哥践行。肃王只是就藩，身上并无罪责，兄弟们送一送也是应该。”李景根本没有深想肃王被逐的原因，他的头脑不允许想太深。“你大哥去了吗？”皇帝继续问。“没有。”李景垂头丧气。“主客都没有到，这些人竟然都能吃吃喝喝打起来，真是一群废物。”但是皇帝也很好奇，他们到底为何是殴斗？回禀父皇，李景扬声道：“齐王辱骂老九，说老九晦气，早晚要死在我家，
所以儿臣才忍不住拿石头扔他。他倒知道扔字比砸字好听。皇帝横眉道：酒楼之中哪有石头？李景左右看看，小心翼翼回答：儿臣自带的。齐王也跪在大殿，闻言觉得找到了李景的纰漏，立刻道：父皇，赵王这是早有准备，儿臣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竟让他设局殴打。设局殴打？皇帝指着李景道：他有那个设局的脑袋吗？李景感激于皇帝的袒护，立刻喜滋滋地笑起来。旁边跪着的六皇子好心提醒他：父皇是说你没脑子。朝堂闹哄哄的，皇帝已经不再关心火烧玉琼楼的事，他关心别的。老九晦气，你们都觉得你们的兄弟晦气吗？皇帝说话的声音小了些，不再洪亮震耳，不再含着雷霆之威，不知为何，却反而让人心生畏惧。皇子们低垂着头，感觉四周突然肃静下来。先前还有大臣或议论或帮腔，甚至趁乱啃一口袖子里藏的大饼，现在他们都静下来，像深夜密林里被火把照到的白兔，呆滞恐惧，明白后面准没好事儿。果然，皇帝走下御座，边走边道：原来你们是这么想的，为宗族镇守皇陵者晦气，因为曾在古墓中毒只吊着一口气的人晦气。你们上不敬天地，下不护黎民，每日蝇营狗苟，不知何为皇族职责，何为生育。朕看你们干脆都到皇陵去，都跪在祖宗面前，学一学什么是廉耻荣辱。皇帝的声音越来越大，说到最后，仿佛雷声阵阵震慑心神。那声音在大殿内回荡，击穿廊柱和琉璃瓦，惊飞栖息在屋脊岩兽上的鸟。一众皇子吓得缩头颤抖，大臣们则惶恐跪地，高见不可。哪有让皇子们都去守陵的道理？再说了，这些皇子是甘愿吃苦受罪的人吗？到时候在陵墓下修起行宫，带去奴仆，买来乐铃，搭起戏台，大唐皇陵将成为世间最热闹的地方。若戏文点错了，唱一出龙凤呈祥，就不光热闹，还喜庆。这是去守陵，还是让祖宗不得安息，气到诈尸呢？皇帝也明白自己说的是气话，但是这些人是一定要惩治的。他沉吟片刻道：李景生事烧楼，罚没1年俸禄，罚亲自监工，把玉琼楼恢复原样。李脸言语刻薄，品行不端，俸禄就不罚了。你到九宗山去，替你二哥守陵吧。其他人身为兄弟，未行劝诫之责，罚你们各凑500两，协助修缮玉琼楼。李脸便是同李景打架的三皇子齐王，他听说自己要去守陵，面如土色道：可是父皇，二哥还在路上，儿臣明年再去吧。二皇子可是自请去守陵的，怎么能还没有到就召回来呢？但皇帝有自己的理由。你去，老二是为孝悌而去，你是受罚而去。你把老二换回来，去过小酒的日子，看看还觉不觉得晦气？儿臣知错了父皇，请父皇收回成命。齐王妃将要生产，儿臣不想离开京都。李脸苦苦哀求，就差没有抱住皇帝的大腿。但皇命已下，这件事就此定下。每一个出席宴会的皇子都觉得自己倒霉透顶。齐王自不必说，因为一句话去守陵了，嘲笑肃王被赶出去，结果他跟肃王一样，去的地方还没有肃王好呢。其他皇子呢，吃一顿饭就损失500两银子，关键是那顿饭就喝到一口酒，这是迄今为止最贵的酒了。李景也觉得自己倒霉，凭什么呀？他好心请客吃饭，主客不来，楼又烧了，让他监工修楼，他连猪圈怎么盖的都不明白，如何修建精巧的玉琼楼？那几天几个皇子天天骂人，骂李脸，骂李景，还骂根本没有到场的肃王，以及事件的起因楚王李策。真是活见鬼了，李景那个狗眼看人低的，竟然也会为了李策说好话。果然住在一起了，就是不一样。李景也骂李策，旋即觉得自己的一切倒霉都是李策惹的，于是他蹲在李策门口不走了。我不管，李景道，这楼我不会监工，要监也是你监，都是因为你。他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看着咳嗽着吃药的李策，扬声道，反正你修过皇陵，有经验，皇陵跟玉琼楼能一样吗？李景觉得一样，都是住人的，只不过是活人死人的区别罢了。李策不置可否，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名字开始频繁在朝堂被人提起，这几次事情都跟自己有关，这不符合他一直以来安身的策略。我养病呢，李策道，最多让修建王府的人前去帮忙。皇帝已经命工部修建楚王府，要不了多久就能开工。李景仍不罢休，他絮絮叨叨道，都怪老六推荐什么玉琼楼，说是安国公府的私产，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才不去呢。李策微惊一刻，旋即摇头，玉琼楼不是安国公府的产业，他弄错了。认识叶长庚后，李策查过安国公府的事，他们兄妹虽然喜欢美酒饮食，却并未涉足酒楼生意。李景大骂六皇子，即道，玉琼楼距离安国公府很近的，站在楼上，国公府尽收眼底。李策仍然摇头，如今站在废墟上，什么都看不到了。李景干脆抱住李策的大腿，
你帮帮我，我告诉你国公府的密事。我知道叶娇的父亲在哪里。李策猛然抬头，什么？李景到底得逞了？还好秋日不冷不热，李策主持修缮，身体还能扛住。只是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第3日开挖地基，挖出一副枯骨来。人类的枯骨，枯骨身上的衣服均已破烂，但腰间挂着一块鱼符，进出恭敬的鱼符。李策站在那副枯骨前，神情沉沉，询问身边的李景：“你的泰山石呢？生父下落。”玉琼楼的案子传进叶娇耳中前，发生了2件事：一是晋王李章还未到皇陵，便被皇帝宣召回来，换齐王李敛守陵。听说是因为齐王在玉琼楼同李景殴斗，这是对齐王的惩罚。二是皇帝命晋王李章北上，接管肃王李隆的兵权。肃王被逐去南地就藩，但他在北地经营10年，部属众多。若此时没有一位深得民心的皇子前去安抚，恐怕会生出变故。于是原本要跟随肃王北上的叶长庚，自然也要跟着去，只不过换了一位皇子。叶娇忙着张罗给哥哥带去北地的礼物，这种匆忙稍稍消解了某种忧伤。他买了最暖的棉被，最厚的大衣，定制最坚硬灵便的战甲，甚至请人临时给哥哥讲了几日军规兵法，花钱使人开心。叶娇在城外送别叶长庚，叶夫人和叶柔都去了。叶柔照样忍不住哭起来。叶娇向哥哥保证家里会一切安好，叶夫人神情严肃，嘱他要好好做事，要肯吃苦，也要肯多想。吃苦则不惧艰难，多想则增添活路。叶长庚知道，虽然家里人都只是让他小心，但他是国公府的希望。若他能建功立业，国公府则扬眉吐气；若他横遭不测，母亲和妹妹们就再也没有依靠了。叶长庚背起叶娇和冯杰亲自给他做的弓，看起来意气风发。你们放心，他拍马道：“我已经拜托楚王殿下，家里若有事，劳他多费心。”楚王殿下？叶娇微微愣神。李策呀！送走哥哥，叶娇才发现，知道他和李策分开的人，竟只有他们自己，其他人还以为他们好着呢。这就是没有当众吵架的坏处。不过这事儿也容易，只要他去西市吃饭时宣扬几次，就人尽皆知了。哪知叶娇刚跟店小二搭讪道：“你听说了没？”店小二便叫起来：“小姐也听说了呀。”小的可跑去看了，那玉琼楼下挖出的枯骨，腰里还挂着鱼符呢。现下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但这个符是右符，等经照符比对出左符，就知道死人的身份了。鱼符分左右2半，中间有同字形榫卯，可相契合。左符放在内廷是底根，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是身份证明。2符核对，便知道当初这符给了谁。玉琼楼距离叶娇家很近，因为楼有3层高，若站在国公府西北角，还能看到楼内人影走动。为了遮蔽，国公府西北角种满大树。如今听说玉琼楼出了命案，叶娇瞬间忘了自己要宣扬的事。真的是枯骨，想必衣服也都烂完了。店小二把抹布甩回肩头，抱着酒壶道：“那可不是，小的亲眼看到，衣服虽然破烂了些，但能看出是一件大绣鹤氅，细腰的黑带子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但鹤氅上用银丝线绣着仙鹤，还好好的呢。氅是秋鸟羽毛捏绒编织的外衣，求道者喜穿。”叶娇端起茶盏摇了摇，笑道：“既是鹤氅，死的是一位道士哥，真是开了眼。哪个道士能有本事携带鱼符呢？那谁知道？”店小二笑道：“说不定是哪位一心求道的贵人呢。听说京兆府的仵作已经验过，依据骨骼推算，死者大约30来岁。”店小二忙着去招呼别的客人，叶娇手里的茶盏在送往唇边时凝滞，他扭头看看窗外，日光刺目，似不忍让他发觉什么真相。只不过是这一瞬间的惊怔，叶娇周身的血液似乎都跟着凝固。他自言自语道：“一心求道的贵人，腰系鱼符的贵人，不可能，父亲每年都差人从家里支银子的，但都是差人，父亲从没有回来过，不是吗？”叶娇的语速越来越慢，心似被鱼钩勾住，一点点上提，胸口揪起来，伴随着刻入骨中的担忧恐惧。叶娇推开椅子起身，对身边的水文道：“咱们回家。”水文不明所以：“小姐，您不是要宣扬同楚王分开的事吗？”“不必宣扬了，有别的要紧事。”叶娇走得快，甚至把手帕落在桌案上，水文连忙捡起，俏丽的身影离去。刚刚还在大厅内忙活的店小二拐进一个包厢，包厢内的男人站在窗前，看到叶娇走出茶楼，爬进马车，才悠然问道：“你说过了？”这声音松弛的像躺在棉花上，却莫名让人觉得棉花里藏着暗针。一字不差，说过了。店小二躬身道。一包银子向店小二丢过去，那人转身，腰间坠着的玉蝉碰撞到桌案。他离开包厢出门，几个在大厅吃茶的人立刻起身，跟随男人出去。他们彼此之间不说话，却默契的仿佛是同一个人。其中一个手握锉刀，
一直在摩擦手指甲。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出了茶楼，有人问道。领头的男人抬脚步入马车。我们什么都不做。他开口道，我们等他做事。他会怎么做？他会找李策求助。男人笑起来。他抬手遮住天空的太阳，钻入马车。叶娇回到安国公府，先去寻找冯杰。冯杰是叶娇祖父的部下，一直在安国公府生活。叶娇和叶长庚的剑术都由他耐心教授。冯杰腿上铺一张粗布，正在打磨箭头。叶娇蹲在他面前询问道，冯伯，咱们安国公府有鱼符吗？冯杰抬头，浓密的眉毛蹙起，又慢慢展开，像是想起什么遥远到可以看淡的往事。曾经有的。他垂头继续做事，后来老爷离家带走了。叶娇抬手按住那根被磨得蹭蹭作响的箭头，再问道，父亲离家时多大年龄？其实他不用问，稍微推算便能知道。父亲12年前离家，那时他才5岁，那时候父亲30多岁吧。果然，冯杰道，应该是35、6岁。小姐怎么想起问这个？老爷不会回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蹲得有些久，叶娇的手脚都很僵硬。他拽着水文起身，离开后院去找姐姐叶柔。父亲离家时，叶柔已经7、8岁了，他记得的东西更多。叶柔正在绣花，手里的针线不停，唏嘘道，父亲是穿着道袍离开的，道袍上绣着鹤，所以哥哥才把家里有鹤的家具和帐子全都拉到野外烧了。穿道袍配鱼符，30多岁。叶娇看向水文，水文比他更慌。小姐，他喃喃出声，眼中已蓄满泪珠。叶柔这才发觉有些不对。怎么了？他停下针线问。没事。叶娇一阵风似的出去，也拉走水文。12年了，他每天都在盼着父亲回来。中秋节盼，除夕夜盼，别的孩子牵着父亲的衣角讨压岁钱，他和哥哥姐姐一起留神院门的动静，渴望父亲的叩门声。他怨过父亲，怨他离家10几年，从不回来一次。他的道心真的那么坚定吗？他就不想知道妻子和孩子们都怎么样了吗？叶娇日思夜想，怨过恼过，最后只希望自己能见父亲一面，却没想到父亲12年前离开家门就没有活着出京吗？他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了。那玉琼楼下的枯骨是他吗？如果是，杀他的是谁？如果是，他该怎么做？叶娇带着弓箭出门，却在房间里不知该往哪边走。如果没有同李策分开，他大约会先去问李策的意见，但现在还是去京兆府吧，去看看那副枯骨。刚刚转身便闻到肉包子的味道。叶娇抬头见人来人往的房间里有个男人正咬着包子走近。哟！见到叶娇，那男人笑道，这要巧，安国公府就在这附近吗？我说呢，某人日夜不休也要把楼建起来。来人正是赵王李景，他身边站着楚王李策，两个已经封王的皇子像寻常人家的公子般捧着油纸袋悠闲地走在房间里。他们身边甚至没有随从护卫，就那么慢慢地走来，把包子的味道散得到处都是。叶娇看向李策，见他幽深的眼眸亮了亮，薄唇紧抿，只微微点头，算作招呼。倒是李景比以前热切，看到叶娇也不再惧怕。叶娇便强颜欢笑同他说话。光德坊的包子已经这么出名了吗？连王爷都亲自来买。李景苦笑着摇头，叶小姐，你看我腰里那里是不是挂着价值连城的玉坠、金环、龙涎香包？没有看到。叶娇摇头，没有就对了。李景咽下包子道，都怪那个玉楼，把我害成这个样子，身家都卖掉也不够修楼的。所以叶小姐啊，若你不小心跑到我家里去，千万要记得我已经很穷了，太穷，穷到账房先生都被辞退的地步。你们在修玉琼楼吗？叶娇站定身子，深吸一口气，可不是，我们还挖出了。李景的声音戛然而止，是李策阻止了他。他抬手挡住李景的嘴，把他整个人拉到身后，对叶娇道，没什么，你别听老五胡说。什么老五？你得喊我哥哥。李景不服气，他努力咽下包子，取出水袋饮水，正要同李策置气，却发现他和叶娇都不太对。这两个大桑星相对立，一个手握弓箭，一个面容阴沉。叶娇开口道，你们挖出了道士的尸骨？是。李策简洁回答。我想问问。叶娇屏气凝神道，那副尸骨是我们叶家的人吗？他看着李策，知道对面的人七窍玲珑，足智多谋，只希望他不要骗自己。李策定定地看着叶娇，仿佛坊街上没有别人，仿佛张牙舞爪的李景只是一团空气。深夜私会，已经有7天0.2个时辰没有见过叶娇了。还好他和他记忆中的样子分毫不差，仍然是那么活泼灵动，生得娇艳无双，却偏偏透出莽撞的单纯感。他的皮肤健康红润，跟自己病弱的白完全不同。
他的气息很热，朝气蓬勃，让人不由得想靠近。李策看着叶娇，忘记回答他的问题。为了提醒李策，叶娇伸手攥住了他的领口。怎么说？他又问，人也站得更近。这简单的动作惊红了李策的耳垂。不是，他笃定道。叶娇松了口气，但很快又觉得不对。尸骨挖出后便被京兆府带走了，李策不认识他的父亲，更不可能辨别出尸骨。他这么逼问他没有道理。算了，叶娇叹口气道，我还是去京兆府问问吧，我担心。他转过身，眼帘有一瞬间的低垂，那是他从不曾流露过的恐惧，心底最大的恐惧。李策看到这个表情，感觉自己的心似被割了一刀。不是，他追着叶娇又说了一句，我听到的消息是令尊如今在天台山修行。这个消息是李景透露的。老五，李策说完呼唤李景，你告诉他，他的父亲还活着。李景慢悠悠走过来，饶有兴致地看一眼李策。他的印象中，这个男人心思深沉，有些阴险，做事想10步走1步，心里有10句话，也只道出1句。但是面对叶娇，他好像突然简单起来。哦，李景打着哈哈走近，咽下最后一口包子，回答道，令尊的确还活着，如今在天台山修行。本王用这个消息换小九监工修建玉琼楼，绝不会错。天台山在江南道，那么远。叶娇对李景要客气些，他把弓箭背回肩膀，对李景恭恭敬敬的施礼，郑重其事。李景吓得后退2步，下意识去摸衣袖里的泰山石，石头有2块，一块砸李脸，丢在玉琼楼了，这一块还带在身上，有些小，不知法力够不够。叶娇以前没有兵器，尚且张牙舞爪，现在带着弓箭，可更了不得了。叶娇却没有像以前那样开口就要他的东西，更没有出言不逊，而是郑重道，请问赵王殿下，家父的消息您是从何处得知？眼前的女人忽然正经起来，真是让人不适应。李景压制住自己想要打哆嗦的冲动，低声道，自然是从宫里知道的，父皇天纵英明，世间的事他都知道。其实李景是偷听了皇帝同禁军的谈话，这么多年来，禁军对叶娇父亲的监视从来没有停止过。叶熙在安国公府眼中是10年不归家，杳无音讯的家主，可皇帝甚至能知道他上一顿饭吃了什么，收了几个徒弟，哪本经文破了个脚。那如果叶娇缓了缓心神道，如果你们没有骗我，玉琼楼下埋的不是家父，那又是谁？谁会恰好身穿道袍，恰好30多岁，恰好佩戴鱼服，死在距离安国公府最近的酒楼？怎么会这妖巧，巧到无懈可击？你不必管他是谁。李策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跟我跟老五都没有关系。我继续修喽，你继续到西市吃吃喝喝。案子该京兆府来审，他审出什么就是什么，总之不关心不插手。可叶娇做不到。我要去看看那具尸骨。他摇头道，家父的小腿骨折过，我确认了才能放心。但京兆府的验尸房不是想进就能进的。李策犹豫片刻，对叶娇道，我去打听打听。叶娇明白了，这件事他要避嫌，所以不能像上次那样直接去叩京兆府尹刘晏的门。既然要避嫌，便是担心会惹祸上身。叶娇于是点头道，别着急，你慢慢打听，多谢你费心。他说完，果然向西市走去，那里是京兆府的相反方向。怎么这么乖？李景见叶娇走远，撇嘴道，不是乖。李策看着他的背影，缓缓摇头，他没有谢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李景顿时为叶娇打抱不平起来，人家一个姑娘家，难道因为你打探的消息就要以身相许吗？不是的。李策目光沉沉看着李景，轻咳道，他每次谢我总会送谢礼，从不吝啬金钱，那才是他真的托我办事。如今叶娇只是说谢，什么都没有给，那是他准备自己解决了。他看出李策在避嫌，不想麻烦他。我不管啊。李景站开一步，抚着胸口道，见到那副枯骨已经够倒霉了，你要是敢再去见一次，就别进我赵王府的门。这个吓唬一点都没有用。当天晚上，李策在安国公府外等到了身穿夜行衣的叶娇。李策简直不敢正眼看他，他穿一件男人才会穿的骑马昆裤，上身裹着窄袖小衫，细腰被缎带束紧，看起来玲珑有致，也让某处显得曼妙无比。这打扮跟国公府小姐的身份格格不入，俨然是一个江湖大盗。你怎么在这里？叶娇解下蒙面的丝巾，惊讶道。李策就等在墙外面。见叶娇跳下来，他没好气地挥动马鞭道，你这衣服哪儿来的？叶娇低头看看自己，今日临时买的。你是在等我吗？国公府的墙那么长，你怎么知道我从这里翻？李策坐在马车上，斜斜地靠着车厢，因为这里没有墙头草，翻墙多了，墙头走成了路，当然就长不出墙头草。叶娇恍然大悟地点头，又对李策挥挥手，我走了。他说着便真的向前走去。
李策驾着马车跟在叶娇身后，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衔接在一起。走吧，李策妥协道，我带你去。你去找刘福尹了吗？叶娇问。没有，李策道，我恰好知道去验尸房的路。他知道的真多。京兆府的后门打开着，只轻轻一推，门便开了。李策的脚步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迈进去。往日戒备森严的京兆府此夜没有几个侍卫，通往验尸房的路很好找。李策递给叶娇一块手帕，让他捂住鼻子。那手帕有些潮湿，不知涂了什么东西。放在鼻子上，有缕兰花的幽香，能遮蔽验尸房的浊气。李策打开火折子，推门进去，对叶娇道：“你怕吗？”“不怕。”叶娇说，他只怕这里躺着父亲的尸骨，除了这个不惧鬼神。李策让叶娇稍等，他在数张木板架上找到那副枯骨，对叶娇道：“你来看吧。”叶娇走过去，刚看了一眼小腿，刺目的光线忽然射进验尸房，数十只火把围拢过来，人声鼎沸。为首的道：“果然如人告密所说，今日京兆府有人闯门，来啊，抓起来！”叶娇正在原地，李策四位听到外面的喧嚣，他把火折子凑到那副尸骨腿部，温声道：“你看，没有骨折过的痕迹吧？这不是令尊，你放心，只要他放下心，也便好了。”他明知这是陷阱，也踏了进来，就是为了让叶娇放心。火把的光芒在李策身上闪动，他们站在数具尸体前，认真看那具尸骨。骨头的颜色很暗，丝丝缕缕的灰色覆盖原本的白，但它的确光滑，没有伤痕。我看到了。叶娇到底不如李策镇静，问道：“然后呢？”你说，李策看向外面，如果我们说是来这里幽会，他们会信吗？朕很快乐。京兆府府尹刘彦人称闷葫芦，不爱说话，却铁面无私。验尸房是勘察重地，闯进这里一般都是意图干扰审案的嫌疑人。刘彦当场就要把两人拿下。叶娇连忙解释，他当然不会说是来幽会，他的理由很充足，因为怀疑玉琼楼下的尸骨是父亲，所以才偷偷潜入。既然怀疑，为何不到公堂外呈上状纸，正大光明请求验看？刘彦上前一步询问，他的下属却没有跟上来。验尸房的味道很不好，刘府尹喜欢闻，自己闻就好。反正拍这个上司的马屁没什么用，而且几个眼尖的已经看出叶娇旁边站着李策，那可是晋封不久的楚王殿下，还是不要惹了。叶娇走到验尸房外，才乖巧回话：“回禀府尹大人，近几个月来，安国公府并不太平。先是奴家的姐夫杀伤人命，在狱中吓死，再是姐姐小产，哥哥离家北上杀敌，桩桩件件都让家母寝食难安。奴不想到公堂去，是怕母亲知道了，担忧惊惧，伤了身子。”刘彦半张着嘴，眼中流动一抹温情，胡须颤动道：“原来如此。叶娇的姐夫是他亲自缉拿的，叶柔休夫小产的事，他也有所耳闻。至于叶长庚玉阶上的惊天一剑，刘彦就在现场。那他的神色稍稍和缓，你倒是一片孝心，让本官无法苛责。”叶娇立刻道：“但奴家的确有错，还请府尹大人责罚。”因为已经确定尸骸不是父亲，叶娇已经不再焦虑，怎么罚他都认了。刘彦再看向李策，按照规矩，官员见到王爷是要施礼下拜的，但刘彦显然没有这个打算，他的面色甚至比看向叶娇时要难看些，板着脸道：“王爷深夜到访京兆府，自然是为了陪同叶小姐。”李策致歉道：“惊扰了刘府尹，本王请罪了。”他拱手施礼，举止郑重。刘彦冷眼道：“下官岂敢让王爷请罪？今日之事，在场之人都是见证，明日本官必然禀告圣上，如何处罚王爷，自有圣上决断。”刘彦看起来公正严明，铁骨铮铮，他身后的部下却在退几步：“别呀，大人，您要招惹王爷，别把我们带上。”月光引进云中，宵禁的夜晚，大街上很安静，偶尔有午后巡街经过，查看过李策的通行牌，才施礼放行。叶娇同李策并排坐在马车前室，看李策熟练地驾驭马车，抱歉道：“对不住，让你因我获罪了。”他身上没有带银子，想要致歉却拿不出赔礼，面容沮丧。“不是因为你。”李策道：“他们本来就是冲着我来的，我很胆小，原本想躲过去。”他总说自己胆小，却似藏着百折不挠的锐气。叶娇把这话当作安慰，没有作声。李策便又道：“他们挑了玉琼楼吃酒，玉琼楼又烧掉一半，挖地基时自然就把尸骨挖出来。原本是陈年旧案，却非要把我扯进去，真是可恶。”“为什么要把你扯进去？”叶娇问。因为李策犹豫一瞬，还是对叶娇坦白：“我知道尸骨是谁。”他还知道是谁杀的。长安城的夜晚很安静，却似乎有看不到的野兽蛰伏在暗处，蠢蠢欲动。在时明时暗的月光中，李策从容地驾车前行，马儿昂头刺破夜色，
而他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澄澈明净的眼睛，仿佛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更远，也更难过。叶娇的手指按在车架上，触碰到李策的衣襟。他穿玄青净黑的衣服，每次都是这样。喂，叶娇轻声道，他们想利用你，是吗？是。李策转过头，看到叶娇的面容，他的桃花眼里分明有内疚的情绪翻涌，他在担心自己的安危。李策握边的手一瞬间攥紧，心中有一缕希望的火苗引燃。他有没有可能？会不会？纷乱的思绪涌上脑海，却见叶娇忽然展开眉头，扬声道：“去他的！思思，你装病吧？”他的口吻里没有半点玩笑，是为李策找到了解决之道。而他唤他思思，李策的身子陡然僵住，秋风钻进他的衣袖，他的胸膛鼓鼓囊囊在他的心窝盘旋着，让他一瞬间忘记要说什么做什么。是了，他的自是甚思。他唤他思思，是在回应他唤他娇娇吗？可是他说要分开后，他已经不敢再这么唤他了。娇娇。李策深吸一口气，感觉自己像回到小时候，身在古墓，握住了那根垂下来的绳索。叶娇兴致勃勃地帮李策分析，就说你陪我去了一趟京兆府，吓晕过去昏迷不醒，圣上担忧你的身体，大约也不会治罪于你。如果要怪，就让他们怪我好了。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不，我最近的身体还好。李策却笑着摇头，又看一眼天上的月亮，那就做一次他们的棋子，顺便我也来讨个好处吧。李策送叶娇回府，他照样是翻墙进去，身形灵巧。骑在墙头时，叶娇对李策挥挥手，今日要多谢你，还要赔礼，你想要什么？李策抬头看着他，温声道，放心，我不会吃亏的。他从他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多，还想要更多。李策驾着马车回李景的赵王府时，门房还没有歇，他下车进去，看到赵壁那里站着个身影，那人揣着衣袖，手里照样拿着他的宝贝石头。看到李策，冷哼一声转身。老五。李策心情很好，开口唤道，你在等我回府吗？滚开！李景骂道，谁稀罕等你，我是出来撒尿的。他走得又急又快，仿佛担心李策带回什么不祥的东西。可即便很怕，他还是等在这里，等他回府。李策抬脚走回院落，跨过门栏时，脚高高抬起，比平日轻快许多。这个夜晚，肃王府的灯火彻夜未熄。肃王李隆明日就要出京就藩了，他这些日子谨小慎微，只希望能快快避出去，安稳到达封地。只要活着，就有机会东山再起。行李已经收拾停当，其实这几车的行李只是给朝廷看的。淮南道是富庶之地，只要有银票，什么都能买到，带足银票就好了。府内的幕僚已经走得七七八八，李隆看一眼有些凄凉的大厅，不由得满心怒火。陇右道的信寄出去了吗？他问。陇右道是李隆驻守的地方，在那里他曾经南抵吐蕃，北拒白夷，立下功劳，也培植了大批亲信。寄出去了。王府詹事道，比晋王的速度更快。晋王李章已奉命前往北地，接管李隆的兵马，比李章的速度快，就能抢在前面通知旧部。李章这趟必死无疑，这个仇李隆是一定要报的。本王看他还有什么心思看闲书？李隆仰头轻笑，又看向王府詹事，问道：怎么？情况有什么不对吗？王府詹事心事重重道：卑职是担心玉琼楼的事。玉琼楼的事，李隆自然也知道了。他紧锁眉头起身，在屋内踱步道：这件事太久，谁会认真去查呢？这些不过是巧合罢了。你还是要盯着北地。王府詹事在心中轻叹一声，没有再反驳。京都局势风云诡谲，谁敢相信发生的事就一定是巧合呢？事实上，大部分的巧合都是有意为之。等明日城门一开，王府詹事道：卑职就送王爷离开，赶紧走，这京城不能待了。但是朝臣在城门打开之前，便已经点卯上朝了。封王之后，李策便能旁听朝事。他平日常常缺席，今日到得早一些。内侍总管照例询问朝臣是否有本要奏。京兆府府尹抢在其他朝臣之前，举起护板出列，举告楚王李策干扰审案，同安国公府小姐叶娇一起深夜闯入验尸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听到了叶娇的名字，皇帝原本有些困倦的眼睛忽然睁大，问道：你说什么？叶娇那丫头跑到停尸房去了？不愧是她，隔几天就给朕找个乐子。刘晏不明白皇帝在想什么，提醒道：陛下，他是跟楚王一起去的。这是自然。皇帝点头，他和小九情投意合，难道还能换个人同行吗？刘晏现在怀疑皇帝还没有睡醒，他只好再次强调：圣上，微臣以为年轻人宵禁时幽会也在常理之中，但他们去的是京兆府，是微臣的停尸房。皇帝这才迷糊过来，都怪昨夜他睡得太沉，今日头脑有些昏蒙。
为了找回颜面，他厉声喝道：“李策，你给朕跪下！”甜蜜爱称。李策应声而跪，不敢有半分迟疑。如今他已经封王，今日便身穿绛纱滚冕，头戴三梁冠，系脐带，佩墨玉坠和鱼符，除了腰间还挂着一块不伦不类的金子。楚王殿下如此打扮下来，更加仪表出众。只是病容未减，让人平添几分怜惜。皇帝沉声道：“叶娇那丫头不懂事，你也没有学过大唐律吗？你们小时候在书院。”皇帝说到此处，声音戛然而止。其他的皇子都曾在书院读书，由名儒学士悉心教导，但是李策没有。他不足满月便被送去皇陵，开蒙的老师是宗正府随便找的夫子。都教了什么？怎么教的？皇帝从来没有过问过。不会真的没有学过律法吧？不会，还不识字吧？好在李策打破凝滞，回答道：“皇陵里有许多藏书，而臣读过《大唐律》，昨夜是明知故犯，请父皇责罚。”皇帝内心的歉疚散去，问道：“明知故犯，你自己待惯了坟墓，怎么能把别人也带到死人堆里去呢？气死个人！难不成谈情说爱也要让你爹我教吗？别人又会花前月下，你倒好，直接去看人死灯灭了。”京兆府府尹刘晏开口为李策解释，回禀圣上，是叶氏要去验尸房，楚王殿下是胁从闯入。皇帝的神情更惊讶，待问明了叶娇验看尸体的缘由，才微微展眉。原来是这样。玉琼楼的案子朕没有听说过，虽然已确认死者不是叶希，也要尽快查明真相。匣子里突然有人扬声道：“微臣要弹劾京兆府府尹刘晏疏忽职守之罪。”玉琼楼下已挖出尸骨数日，京兆府却什么都没有查出，这才令百姓乱加揣测。依微臣看，刘晏对此案的关心还不如楚王殿下。那人说话松弛，并未咄咄逼人，却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皇帝向他看去，皱眉道：“百姓已经开始议论揣测了吗？怪不得叶娇要去，看来百姓在猜测死的人是叶希。皇帝曾开口饶恕安国公府，若再有人密谋陷害，便是失了朝廷威信。”想到此处，他冷声道：“查案之事岂能仓促潦草？刘卿做事细致，朕才敢把京兆府交给他。更何况他公务繁忙，想必也无暇分身。既然楚王要请罪，不如就将功赎罪，去协助刘晏破案吧。”寥寥几句话，便对刘晏敲打一通，又给李策安排好将功折罪的法子。朝臣没有异议，李策低头跪拜，起身时有意无意地看向刚才开口说话的言官。那人身穿绯色圆领袍，衣服上绣着黑鹰血草纹，该是五品言官。他端正地站着，腰间除了金鱼带，还挂一件青色玉蝉。如果李策没有记错，那便是皇帝最器重的御史中丞百里奚。李策幽暗的眼眸微微闭了一瞬，在睁开时闪过深藏不露的冷色。既然李策接了玉琼楼的案子，叶娇便忙活起来。玉琼楼已建造10多年，埋尸之处在1楼最尊贵的甲字1号房。10年来这里住过无数人，这些人都成了嫌疑。好在玉琼楼的账册不在主楼，并未烧毁。叶娇就坐在一堆账册中细细查找。生意人不舍得用纸张记账，主客的名字都写在竹简上，除了姓名，还记录官凭录影。叶娇打开被蛀虫啃食的竹简，总要被飞灰呛得打喷嚏。不必看这些，李策在旁边提醒道：“看永庆12年的，永庆12年，恰巧距离现在也是12年。你怎么知道？”叶娇一面翻看竹简上记录的时间，一面问。散进室内的光线里，灰尘乱舞。李策就坐在柔光下，抬头看着叶娇丰润的嘴唇，缓缓道：“因为那一年我8岁了。8岁，他已经记事了。那时叶娇5岁吧。好可惜，小时候他没有长在京城，没能认识他，同他做朋友。”屋内很安静，偶尔有翻动竹简的声音。叶娇看完一卷起身，发觉窗外有人影走近，是严从征，他小时候的玩伴。严从征推开门，把手中提的石匣放下，又对李策施礼。他今日穿着鹦鹉的左卫卫护卫服，腰配宝刀，藏起了周身的书卷器，眼眸中也没有了那日醉酒时的不羁，多了几分郑重认真。听说你们在这里查案，我刚巧路过，给你们带来些吃的。叶娇笑着打开石匣，看得认真。青金饭里有一种南竹枝叶的香气，红烧狮子头色泽金黄，香味四溢。水盆羊肉里放了胡椒，提味增鲜。最妙是带了他爱吃的卤猪脚，都是我喜欢的，多谢了。严从征并不逗留，说完目的便又点头离去，仿佛唯恐打扰到他们，也唯恐跟案件牵扯上关系。饭来了，当然要趁热吃。叶娇转头对李策招手，起来吃饭了。李策懒懒地靠在墙边，眉头低垂道：“不饿，不饿也得吃。”叶娇走过去拉他，他的手指上还沾着竹简上的灰，伸出去又嫌自己手脏，正要缩回来，李策已经握住他的手臂。他轻盈地起身，不情不愿地跟着叶娇走到石匣边，看一眼里面丰盛的午膳。
这些日子，李策在西市监工修楼，差不多已经把西市逛很熟。要凑够眼下的这些，最少得去4条街，走半个时辰路。他抬头看一眼窗外，严从征已经离去。那个男人情谊深厚，却不曾吐露半句。叶娇吃起东西很香，食物在他口中似乎发挥了最大的价值。他细细的咀嚼，时不时露出满意的表情。他也不遵从食不言的规矩，尝到好吃的便给李策讲第一次吃的感受。说起小时候和朋友们偷吃果子挨打的趣事，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道：对了，你小时候跟谁玩？李策停止咀嚼，想了想，黄陵没什么孩子，但是有鸟。我起初跟他们玩，拿谷子喂他们，结果常常引来猛禽和蛇虫，反而把那些鸟儿都杀死，我就不喂了。他语气平淡，声音如往常那般柔和，叶娇却分明听出了落寞和孤寂。他总能感觉到对方的情绪，这像是一种天分。那你自己做什么啊？李策笑了笑道：晒太阳啊。他一说晒太阳对我有好处，我就躺在太阳下，用书盖着眼睛，一天天地晒下去，就长大了。还是长大了好，能决定很多事情，能遇到太阳般炙热的姑娘。叶娇诚挚的点头，桃花眼里盛满笑意。好啊，思思，以后我来陪你晒太阳。他的手伸出去，在李策的头上抚了抚，像在安慰一个孩子。李策正在原地，他口中是青筋饭的甘甜，鼻中充满食物的香味，而头顶仿佛有一整个夏天降临。说晒就晒，叶娇果然把竹简搬到院落里去。秋日的阳光很柔和，他坐在台阶上，红色的裙长垂地，在一摞摞的卷册中寻找李策说的人名。李策就坐在叶娇旁边，他翻动得很慢，仿佛不着急找到那个人。叶娇一面翻找，一面同李策说话：晒太阳有什么难的？你以后会有很多朋友，他们都会陪你晒太阳。不过我不会晒黑吧？李策笑起来，起身取来一把伞，撑在2楼栏杆，给他照出一片阴凉。你已经够热了。他温和的笑，不需要晒。叶娇乐呵呵的低头，目光渐渐凝固，仔细靠近竹简看看，惊喜的喊道：我找到了，司马承安。我看看他的录影，他是……叶娇的声音渐渐消失，手指在竹简上不受控制的抖动，过了许久，才念到盛州陈王府。他抬起头，眼眸中满是迷惑。司马承恩是先陈王府的人，盛州是先陈王的封地，先陈王是叶娇姑母的丈夫，叶娇的姑丈。安国公府的败落便是从先陈王谋逆开始。叶娇定定地看着李策，感觉自己正行走在悬崖的边沿，崖底遍布迷雾，让他不敢向下看。事情已经够糟了，他不想因为引出旧事，让安国公府再次成为皇帝的眼中钉。楚王殿下，叶娇屏息道：这是怎么回事？李策看着慌张的叶娇，俯身拿起那卷竹简，点头道：就是他，他是道士，是令尊的朋友，也是先陈王的幕僚。叶娇的心如坠谷底，所以还是跟安国公府有关。为什么就躲不过去呢？心疼情郎，找人若不知道姓名，无异于大海捞针。知道了，查起来也就很快。当京兆府府尹刘晏看到李策摊开的账册时，有些惊讶。他从高耸的案卷中抬起头，询问李策：楚王如何判定这人便是玉琼楼下的尸骨？因为住过甲字1号房的，只有这一位是道士。刘府尹若不信，可以让内廷核对于符。内廷早就开始核对于符了，奈何总也找不到。如今既然怀疑死者是先陈王的人，就容易许多。果然过不多久，派去的京兆府少尹回禀，内廷已查实，此于符的确是先陈王所配。怪不得找不到，因谋逆被诛的人跟他有关的东西，想必早已封存不动。先陈王李乾死于永庆12年，皇帝仁慈，没有株连李乾旧部，就连陈王妃都只是被罚在淮水旁守墓。听说当初是李隆平叛，因为平叛有功，才获封肃王，素有严正清除之意。尽管这个封号不够正统，却是当初皇帝的执念。事涉谋逆旧案，刘晏再也无法淡定，他仓促起身道：容臣去求见圣上，再同楚王商议。李策没有同刘晏一起去，他静静地在京兆府等着，晒晒太阳，听听鸟鸣。刘晏去了很久，回来时汗水湿透官服，神色也有些惶惶。圣上命我等查明司马承恩死因，他沉声道：且已经下令16位快马追回肃王李隆。李隆走不了了。百里奚的住处很简陋，没有雕梁画栋，也没有群仆美婢。他是科举出身，家世清白，官升清廉，从校书郎一直做到御史中丞，官居正五品。言官闻风奏事，即便没有证据，也可检举官员。但百里奚从不莽撞，他秉承肃正纲纪之责，总要有确凿证据才开口进谏。故而只要百里奚弹劾，那官员10有8九会获罪下狱。朝臣视他为眼中钉，百里奚也不以为意。
因为皇帝器重他，甚至让他做了二皇子的老师。今日百里奚归家后，只吃一碗咸粥，便到书房做事。过不多久，有人敲门，百里奚听的那是约定的暗语，便亲自开门。门外站着一位精壮的男子，那男子头戴斗笠，对百里奚施礼，并呈上信笺。殿下一切安好，请老师放心。男人恭敬道。百里奚转身坐下读信，立刻写好回信，交给来人。去吧，他声音轻松道，京都一切如愿。如果事事如愿就好了。叶夫人斜倚凭脊，叹了口气。那时你姑母已经怀孕，老夫人开心的在家里缝制老虎鞋，结果鞋子还没有做好，便出了那事。你们的祖母病倒去世，那可怜的孩子也没了。因为同样失去过孩子，叶柔感同身受，眼含清泪。叶娇风风火火的回来问事情，此时快速摇动蒲扇道：那事儿会不会是误会？我听说陈王府有位道士叫司马承恩，还是父亲的朋友。提起司马承恩，叶夫人笑了笑。他跟你们父亲年纪相仿，脾气大，性子急，但做事还算稳妥。他认为修仙需入世历练，便进了陈王府。陈王信任他，司马承恩便常常往返盛州和京都，帮助陈王送信议事。他熟悉路况，不惧劫盗匪，怀里揣块饼，能走300里。后来陈王自尽，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叶娇把蒲扇放下，没有说出玉琼楼尸骨的事。他原本担忧那人是父亲，知道不是后松了口气，如今听母亲聊起司马承恩，不由也感觉惋惜。当初逍遥自在的道长，如今身披羽衣，却未成仙，而是被埋在玉琼楼的地板下，10年才得见天日。验尸房里，他看过司马承恩的尸骨，那灰白的骨骼，不觉得阴森可怖，只让人感到凄惨难过。终究是道法未成，没有升仙。理智告诉叶娇不要管这些事，人已经死了，查出来又有什么用？万一对国公府不利呢？那现在的这点惨淡光景也不会有了。可是情感让他离开家，把消息送到李策那里去。司马承恩，叶娇道，他是负责送信的。李策正在翻看案卷，闻言点头道，这就能解释他为何佩戴先陈王的鱼符。鱼符是出入宫禁的凭证，戴上鱼符更容易求见皇帝。但司马承恩没有见到皇帝，他去了玉琼楼，为什么？李策抬头看向阴云笼罩的天空，缓缓道，他去见了别的人，一个往日能带他进宫的人。但是这一次，那人把他杀死在玉琼楼，连尸体都封进地板，抹去了他来到京都的痕迹。是谁？叶娇问。李策看着他，迟迟不语。叶娇来得慌乱，连他地上的茶水都没有来得及喝。他白皙的脸颊像是沾着桃花花瓣，稍微不均匀的红铺开，鲜艳活泼，也略显急躁担忧。叶娇一定很担心这件事跟安国公府扯上关系。他原本该无虑飒爽自在的生活，是因为他的连累才让他这么煎熬。想到此处，李策故作轻松道，你放心，跟国公府没关系。这件事如果查清，说不定还对你有好处呢。叶娇苦笑着摇头，坐在李策对面。你到底？他问道，为什么知道这么多？12年前，李策也只有8岁而已。8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那一年，我病了。李策再次把茶水递给叶娇，把那时的事讲给他听。8岁的孩子已经病了1年。7岁时，李策掉入盗洞，在古墓中整整9日才得以逃脱。那9日，李策为了活命，吃下许多东西。墓壁上的藤蔓，陪葬的酒水，掉进盗洞的虫蚁。他不顾一切想活，盗墓贼更想活。有一个盗墓贼晕死2日后醒来，想杀了李策果腹。他用死尸身上拔出来的匕首刺了李策一刀，刀上有毒，后来太医说是难解的尸毒。传说染上尸毒者会皮肤溃烂，身体僵硬，直至失去理智，发狂死去。但李策的情况好一些，他只是很虚弱，必须常常晒太阳，咳嗽无力，难以起身。熬到8岁，李策的夫子听说终南山里的道士能炼一种丹药，用5金8弹辅以朱砂，可驱寒气治湿毒，或许能让李策好转。司马承恩便是终南山入世的道长，在皇陵照顾李策的人很少，只好派一名内侍去找。内侍先到盛州，得知司马承恩刚刚出发前往京都，又日夜不歇赶到京都，终于在西市遇到他。司马承恩正急慌慌往玉琼楼去，让内侍等在楼外，说他忙完要事，便会带内侍去取丹药。但内侍等到宵禁，司马承恩也没有出来。内侍回来时几乎哭了。司马承恩消失，陈王叛乱，朝中忙成一团，太医也不肯来了。希望破灭，皇陵旁李策的居所一瞬间死气沉沉。过了这么久，李策还会想起他那时候心如死灰的模样。所以司马承恩的确消失在玉琼楼，消失在陈王叛乱前。挖出尸骨后，看着那尚未朽烂的道袍，李策很容易便判断出死者的身份。所以说了这么多，
李策的嘴唇有些干燥，他爽朗的笑笑道：“我小时候这么惨，你要不要补偿些什么？”从李策讲起他吃虫子起，叶娇的神色就不太好了。待说起尸毒，他的鞋子抵着地面蹭了蹭。说到司马承恩消失，叶娇黯然神伤，已经快要落泪。所以李策的逗趣没有什么用。叶娇撇嘴看着他，露出眼中的心疼。思思，他眯起桃花眼，努力笑着：“你饿不饿？我补偿你一顿好吃的。有酒吗？”李策问。有酒，有肉，有歌姬。叶娇站起身：“你要是想看露着肚子的舞姬，我就多花些钱，让他把腰路多一些。若遇到豪放些的，让他坐在你的大腿上。总之，要把李策缺的、没享受过的都补给他。”不知何时，李景迈步进来，他一定听到了叶娇的话，此时看着李策，露出艳羡的表情。“我也要，带上我，带上我。”李景激动的转身就要跟着出去，又大声问李策道：“你给他吃了什么迷药？给我点儿，你嫂子也需要。”主动让舞姬做情郎腿的女人可不多见。叶娇大步出去，越过李景时推了他一把：“闪开！”他恶狠狠的：“你吃过蚂蚁吗？”李景吓得躲开2丈，脸都白了。关蚂蚁什么事？而李策乖巧的跟着叶娇出去，对李景挤挤眼。叶娇低头走在前面，眼中含着浅浅的泪，真是太可怜了，气死个人。他的宠爱，李景还是跟着去了。他已经下定决心，实在不行就吃几只蚂蚁。那东西很可怕吗？大不了蘸了酱油再吃。可是李景万万没想到，这顿饭会如此煎熬。醉仙楼位置最好的包间里，李景自己剥开石榴吃石榴子，李策也吃石榴子，叶娇包的。李景一颗颗吃，却瞥见叶娇熟练的把石榴子全包到瓷碗里，让李策用调羹舀着吃。李景拿着吊羹要蹭几口，李策捧着小碗躲开，仿佛捧的是能飞升成仙的灵丹妙药。李景索性丢掉石榴去吃茶，茶水太烫，只能等它慢慢变凉。转头却见叶娇正手拿蒲扇，一点点扇凉李策的茶水，那表情虔诚认真，仿佛温度略热一点就会把李策当场烫死。李景吹胡子瞪眼喊胡姬来跳舞，胡姬的腰果然够细够路，腰上挂着的垂珠璎珞甩起来，迷花了李景的眼。哪知道才跳了半支舞，叶娇便抚掌对胡姬道：“来来来，坐在这位公子大腿上。”这位公子当然是指李策。李景忽地站起身，大喊道：“不行，坐我这里，我也有腿，我的腿不比他短。”真是受够了，难不成这个病恹恹的活死人一日之间变成天王老子了吗？胡姬呆愣在原地，不知道是该继续跳舞，还是该一屁股坐在水腿上。李策也没有动，他乖巧地吃着石榴，抬头看叶娇和李景吵架。不知道是不是李景眼花，竟觉得李策的表情充满享受宠溺的孩子气。叶娇的眼睛瞪得比李景的还大。王爷来蹭饭蹭酒，还蹭屁股吗？蹭屁股！李景的脸瞬间通红。这是什么话？这像是大家闺秀能说出的话吗？果然李策也听不下去，他咳嗽着，脸颊憋得通红，起身打圆场：“如果胡姬愿意，就坐在老五腿上吧。我嘿嘿，恐怕筋骨弱，享不了这个艳福。”叶娇这才作罢。的确，万一把思思压骨折了，可不太好。胡姬也便摇动着腰肢，牵着李景的手去一旁跪坐。李景稍稍消气，又点了好几样美酒。酒菜已经不好，叶娇拖着下巴看李策吃菜，时不时问一句：“好吃吗？咸甜怎样？这个炖蛋也要吃哦，我小时候病了就吃这个。”“好吃。”李策答。“很可口。”李策点头。“多吃些。”叶娇道：“要把小时候没吃过的好吃的全都吃一遍啊。对了，还要把我小时候吃过的好吃的也都吃一遍。就是东市那个很好吃的馄饨店搬走了，等我找到他搬到了哪里，就带你去吃。如果他不开店了，就请他到家里做给你吃。”“好。”在叶娇的絮絮叨叨中，李策答得很简洁。他低着头，看起来像是自顾自在享受美食，只是桌角晃动的酒水里映照出他感动的神情。这无微不至的关怀，只有母亲给过一点点。而如今他已经年及弱冠，却出现一个人把他看作孩子般心疼。李策感觉自己缺掉一块的心，在这个午后被补得严严实实。用过午饭，他们3人并排走在坊街里，李景神气十足，叶娇走路带风，李策走得慢一些，却自有一种风度凛然。随行的小厮提醒李景，他不能再逛，得去监宫修建玉琼楼了。李景便又拉下脸。自从李策被抽调去京兆府办案，李景就不得不亲自监修。他看不懂图纸，也不屑于多管，但就算让他什么都不干，站在飞瓦丢砖的工地旁，都是一件苦差事。小九，李景停步转头问：“你那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赶紧回来干活啊！”叶娇马上替李策打抱不平：“还不是你烧的楼，害思思这么辛苦。”李景也知道自己不占理，闻言委屈道：“我哪里知道烧个帘子就能把楼给烧了呢？
都怪小九住我那里，搞得我流年不顺，如此倒霉。他们两个又要争论起来，李策却忽然想起了别的事。老五，他的声音一瞬间审慎，那日你只是烧了个帘子。李景点头如啄米，但布帘连着房梁，烧起来也不意外。李策的唇角浮起一丝笑容，问道：我记得你说是老六推荐的玉琼楼，也是他最后出来的。李景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我是因为他才这么倒霉的。但李策觉得这跟是否倒霉没什么关系，他早就知道他们故意烧了楼，故意露出尸骨，甚至很可能是他们故意让叶娇联想到叶夕跑到京兆府去探查尸体，所以御史中丞百里奚才能在朝堂上短短几句就让皇帝决定由李策戴罪立功，协助京兆府破案。当初在皇陵陪伴李策的人很多都已经离开，散入京都做事，知道他曾经派内侍找过司马承恩的人肯定很多。李策被逼到成为他们的匕首，被他们利用。他知道他们的目的，只是还不能确定那人是谁，是六皇子吗？还是别的不露痕迹就能颠倒乾坤的人？这案子到底好不好查啊？李景抱怨着，拽住李策腰间的鱼符，仔细问。李策却对叶娇笑笑，白皙的脸上露出深深的酒窝。好查，人人都说京兆府府尹刘晏是个闷葫芦，但其实他审案时说话很多。为了查明12年前的真相，刘晏询问了几十人，这些人里有当初的朝官，还有陈王府的旧臣。到最后，刘晏总算弄清楚当初发生了什么。那时陈王李前在封地盛州就藩，紧邻盛州北部的突厥苍胡部单于忽然降而复叛，皇帝派李乾前去镇压，而李乾得胜后却迟迟不肯归还兵符。李乾上了10几道奏折，说边关守卫松懈，他愿意带兵驻守，但皇帝岂肯让已经封王的兄弟长久带兵？京都的旨意800里加急往盛州去。与此同时，皇帝命大皇子李隆亲自到陈王处摧毁兵符，这对皇帝而言已经是忍到极限的事。他不忍兄弟阋强骨血亲族自相残杀，内耗国本，影响朝政。但李隆还未动身，盛州的兵马便叛变了。陈王李乾亲自带兵沿黄河南下，是要逼皇帝退位，夺取皇位。消息传到朝廷，京都大乱，这才有了后面的事。大皇子李隆带兵镇压，陈王投降，被赐毒酒自尽。所以安国公府刘晏询问知情人道：没有管吗？毕竟安国公府是陈王妃的母族，而朝中安国公的旧部多如牛毛，他要出家怎么会管？知情人露出唏嘘的神情，难道要赔上全族性命跟着造反吗？也是，如果管过，国公府早就不在了。刘晏回去整理案卷，不得不佩服皇帝深谋远虑，把肃王李隆换回来是对的。当初是他主导平叛，必然清楚许多事。刘晏马不停蹄去拜访肃王，肃王府的人已前往封地，只有李隆奉旨回来，故而服侍的人不多。他请刘晏坐下，亲自煮茶招待，笑道：不知本王能帮上什么忙？刘晏开门见山，询问是否认识先陈王府的司马承恩。是个道士。为了让李隆想起来，刘晏特地加了一句。李隆皱起眉头，苦思冥想片刻，摇头道：不认识。刘晏手捧茶盏怔住，他性子闷，不擅长同人打交道，也不懂什么弯弯绕绕。刘晏以为李隆虽然认识，但会撇清关系，但万万没想到李隆直接说不认识。怎么会不认识呢？就藩的王爷无诏不得进京，所以司马承恩等同陈王的喉舌，他为陈王传递消息，也帮陈王拉拢朝臣。12年前，皇帝成年的皇子只有2个，大皇子李隆和二皇子李章。无论他们在朝中是否得势，司马承恩都会去拜访他们，与他们结交。但李隆说不认识，刘晏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愁眉苦脸回去，路过赵王李景的府邸时，忽然想起自己是有帮手的，他们亲兄弟，应该好说话吧。然而李策说，即便是他去问，也不会有区别。刘晏跪坐在浓重的药草味道中，看李策仰头饮尽一碗又一碗汤药，有些失望。谁都不会愿意得罪人，更何况对方有权有势，而且看李策的身体也太差了些，能活命就不错了，又怎么会牵扯进朝堂纷争？如京都所传，九皇子不过是个活死人罢了。刘晏闷闷地坐着，觉得可惜，但他不会说关心的话。见李策翻动卷册，便起身道：既然如此，下官回去了。李策却并未起身相送。刘府尹，他指着卷册中的某处道：你来看看这个。刘晏疑惑地低头，又惊讶地靠过去，因为太过激动，差点把李策挤到一边。王爷怎么能想到这个？他的声音又惊又喜，显然找到了突破案件的关键。李策含笑道：试试这个线索吧。李策找到的是司马承恩的房契地契。司马承恩出家前，在京都附近购置了田产房屋，
这些年来，田地一直有人耕种，房屋赚了几手，卖给了旁人，这便很不寻常。谁租出了这些地，谁又卖了他的房子。死人是不会交易的，别的人以为司马承恩只是去云游，也不敢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只有确认他已经死亡的，才有这个胆量。临走前，刘晏深深看了李策一眼。楚王如此聪慧，当爱惜身体。他不善言辞，也不会关心人。说完这句，已经脸颊微红，抱着卷册，急冲冲地出去了。刘晏刚走，李隆便呼唤王府詹事议事。果然是因为司马承恩，他已不像先前那般冷静，手中捏着杯盏端坐，额头上渗出汗珠。谁查出的司马承恩？见詹事闷声不语，李隆摔杯道。詹事这才垂头道：是楚王李策。李隆的脸僵硬如铁，半晌才冷笑出声。看来有人嫌自己命太长，以为那人行将就木，成不了气候，却没想到竟阴险毒辣，给他当头一击。这已经不是李策第一次坏他的事，从求娶叶娇到御街射箭，都有李策从中作梗。是他太过仁慈，才让这个弟弟以为自己好惹。李隆盘算着如何让李策闭嘴，王府詹事却在忧心别的事。殿下，他小心翼翼道：既然查到司马承恩，那跟司马承恩有关的人是不是？李隆静静坐着，总算找回了些神智。让李策闭嘴之前，得先让他的一些人闭嘴。让张离来。李隆神思沉沉，王府詹事连忙去找，过了许久回来，说张离不见了，刚刚还在外面。王府詹事脸色苍白。张离是李隆的贴身护卫，这么多年来跟随李隆出生入死，当然有些李隆不方便做的事，也是张离经手。刚刚还在，也就是说听到司马承恩的事才开溜的。饶是李隆不喜欢思考，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找到他，查他的家人，我记得他有一个亲戚在骊山出家。李隆下令道：就算是死，也不能让他死在别人手里。肃王府情势危急，安国公府也没有消停。整整3日，叶娇在后院教场用雄黄水、赤石、干土、胡粉之类搅拌在一起，修筑了一个炼丹炉。他忙得昏天暗地，府里的人便跟他一起忙碌。丫头采买材料，仆从挥动铁锹，就连瘸腿的冯杰都看着配方，指点如何把做丹炉的六一泥搅拌均匀。众人忙完了问：小姐，您做这个干什么？炼丹。叶娇郑重道。这消息惊到了叶夫人，家里出一个道士就行了，没必要再出一个尼姑。叶柔纠正母亲，说女道士不叫尼姑，叫女官。叶夫人气得险些跳起来，需要纠结怎么称呼吗？这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她到底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叶柔又安抚母亲，说叶娇整日跟着李策转悠，怎么也不像是要出家。叶夫人这才勉强镇定下来。她抬脚去看后院的丹炉，见叶娇已经开始在丹炉下放置炭火。这时她凑近了仔细瞧，看着自己一脸凝重的女儿，疑惑道：要炼什么丹药？救命药！叶娇一刻不停，又去买药材。她问过冯杰，司马承恩的确会炼丹，当初还跟他父亲讨论过。冯杰记性不错，能把配方记得七七八八。叶娇是这么想的，等他把丹药炼出来，就可以把李策治好。等身体治好了，那些不能想的艳福就能想了，舞姬做大腿这样的事，还不是小菜一碟？买回材料，叶娇严格按照配比开始炼制丹药。炼了3炉火，均告失败。还是叶夫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才差人去请李策。咱们家人人身强体壮，哪里需要炼丹吃药？叶夫人分析道：8成是给楚王做药。说完又叹息道：冤有头债有主，赶紧把楚王请过来，别让咱们受罪了。的确是受罪。安国公府每日都飘散着浓烈的药味，时而辛辣，时而酸臭，已经不宜居了。李策赶到光德坊，见平日里热闹的坊街人烟稀少，不知是怎么回事。再走几步，见一个乞丐踮脚看着国公府，满含期待。李策的随从忍不住问那乞丐：看什么看？乞丐笑呵呵道：等一等，听响呢。什么响儿？李策地上名帖迈步进去，便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大地颤抖，房子都似乎晃了晃。他连忙冲进国公府，在国公府下人抓到救命稻草般的急切中，被引到后院。迎面见到一个倒塌的丹炉，丹炉后面的女子身穿红衣，满脸黑灰，头上发髻歪斜，手里捧着一张纸，正在骂人。怎么又炸了？不是说不要放硫磺消食吗？听声音，那是叶娇。李策呆正原地，问道：你在干什么？叶娇也看到了李策，他把手里的纸3两下团起来，丢进灰烬，乐呵呵地走过来，露出雪白的牙齿。你怎么来了？你等我去洗把脸，带你吃好吃的哈。叶娇说着就去拽李策，李策却没有离开。他一步步走进灰烬，捡起那团纸，慢慢打开，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金、银、铜、铁、锡、
朱砂、雄黄、云母、空青，这是5金8弹，是他说过的药方。李策低着头，声音越来越慢，越来越沉重。叶娇，他问道：“你在给我做药吗？”只身涉险。院子里原本有许多看热闹的人，被他落的丹炉吓走一半，剩下的又被李策这句话吓走。快走了，人家花前月下，怎么能偷看呢？偷听就可以了。院内只留下有些娇憨的笑着的叶娇。没有啦，我自己闹着玩的。叶娇解释着，唯恐李策会因为这件事担忧难过。他已经听出李策语气里的不对，像初秋的溪水，凉凉的。但叶娇的解释显然没什么用。隐物绝伦的人，几句谎话是骗不了的。李策抬起头，往日深邃的眼睛通红一片，像夕阳染红的晚霞撞进去，在眼角散开。硫磺，他看着叶娇清亮的眼眸，沉声道：“粉末遇明火爆燃，味臭有毒，消食，朝廷用来做黑火药，违禁品。你是有多大的胆子，才敢在这里炼丹？万一炸的不是丹炉，是整个国公府呢？”李策隐忍着心中汹涌的情绪，对叶娇声色俱厉：“炼什么药？他宁肯死了，也不要看他这个样子。”不会的，叶娇还在辩解，硫磺和消食的用量都不大，最多也就是炸掉丹炉。你看，我不是好好的。他抬起手臂转了个圈，像往常那般娇嗔可爱。李策静静地看着叶娇，紧咬的牙齿让下颌骨有些酸麻，心里的气渐渐烟消云散。不准再这么做。他无奈地叹息道：“炉子也拆了。”叶娇不情愿地嘟嘴，但李策生气的样子有点可怕。好啦，他跺脚道：“来人，拆炉子！”国公府再次忙乱起来，叶夫人一颗心总算放下。她轻摇折扇，对叶柔道：“成了，还是楚王能治他。”说完又轻轻叹息：“你说楚王这身子怎么就不见好呢？”虽然叶娇不见得要嫁给李策，但叶夫人也希望李策能身体康健，那孩子招人喜欢。您就放心吧。叶柔为母亲揉捏肩膀，天下的名医那么多，道士也多，如果丹药真的管用，楚王肯定会去寻找。也是。叶夫人轻抿茶水，点头道：“东边骊山不就有个道观吗？听说里面的王真人懂得炼气化神，通阴阳，知生死。楚王若得闲，倒可以去求一求丹药。”叶夫人只是随口说说，但这件事被叶柔记在心里，当天晚上便告诉叶娇。当真？叶娇正在沐浴，闻言从水桶里站起身，被奶娘勒令坐回去。地面上遍布水渍，叶柔站在屏风外，点头道：“你告诉楚王就好了，你一个姑娘家，可别自己去。放心吧。”叶娇嘿嘿笑了笑，钻进水中，长长的秀发在水中散开。骊山又不远，他快去快回，出不了乱子。张离是李隆的贴身护卫，大约从李隆17岁起，张离便跟着李隆做事了。他没读过书，只认识几10个字，好在不挑活，力气大，杀人不眨眼，故而深得李隆器重。说是器重，其实也没有给他一官半职。李隆总怕张离有了职位后会被朝廷调走。张离是知晓秘密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要留在视线以内。既然不给官做，给钱总成吧。但李隆给他的银子也不多，所以张离便总趁着做事偷摸得些好处。司马承恩的田产房屋便是张离捞的好处，他哪能想到这些好处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张离从李隆府上离开，先回一趟家。他脱下长服，换上一件不起眼的黑底长袍，丢下惹眼的大刀，藏2把匕首在衣袖内，取几张银票便轻装出门。不能待在京都了。张离今日偷听到李隆和刘晏以及王府詹事说话，听那意思是要杀人灭口。刚刚走出方街，便见京兆府的人冲进来。张离翻墙进入一个院落，避开衙役，躲在墙内沉思良久，还是要躲到外面去。什么地方能够容他躲藏呢？张离转过头看向不远处的骊山。京兆府府尹的位置不好做，下辖的郡县太多，京都又到处都是皇亲国戚，哪个都不好惹。但刘晏有自己的处事之道，他是闷葫芦，不拉帮结派，也不巴结逢迎，专心审自己的案子，立志不出冤假错案，不让百姓心寒。司马承恩的案子也不例外，即便你是10几年前死的，即便你跟谋逆有关，只要死在我的地界，我就给你查清楚。但部下跑一趟，没有抓到张离，这个私自处置司马承恩田产的人，竟然先一步逃跑了。刘晏干脆把张离的家人亲眷全都缉拿到案。京都的百姓看着被绑在一起，一连串进入京兆府的疑犯，个个瞠目结舌。你们大人怎么抓人跟穿蚂蚱一样？行不行啊？刘晏不在乎别人怎么评判，能问出线索最重要。果然，张离的一个亲戚担心受到牵连，透露给刘晏，说家里有位长辈在骊山出家。骊山，刘晏神情沉沉，那倒是个躲藏的好地方。刘晏封进骊山搜捕张离。在此之前，肃王府的人马已进入骊山，山顶的青云关被围起来，道士们看着冲进来的衙役，
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刘晏请道长放心，询问这里是否有一个名叫张安的道士，那是张离的亲戚。张道长进山采药了。道士们答：那你们的观主王真人呢？刘晏又问。一同采药去了。离山数百丈高，山势逶迤，树木葱茏，想在这里寻找一个采药的人，何其艰难。道士们也觉得不容易。大人们来之前，有位女施主也找王真人，不知道他找到了没有？什么女施主？刘晏担心泄密。道长手掐子午觉道：福生无量天尊，贫道只知道施主是京都人士。叶娇失踪了。傍晚时分，叶柔在赵王府外求见李策，惊动李策，也惊动了李景。李景主要是喜欢看美人，而叶柔长得不错。你不要急，他趁王妃不在，亲自给叶柔递上茶水，慢慢说。叶柔眼含热泪道：小妹去骊山了。她也去骊山了？李景惊讶道：不会是跟刘晏一起去的吧？小九你完了，母狮子看上闷葫芦了。李策没有理会李景，他的脸色一瞬间阴沉。叶娇去骊山？什么时候的事？一早就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瞒着母亲差人去找，说骊山封山，妹妹的马车停在山脚下，却没有人。李策站起身：都怪我。叶柔急得坐下又起身：是我跟他说骊山王真人会炼丹药，他才跑去道观的。李策明白了，又是为了给他找药。这个傻姑娘，她这次运气不好，说不定已经遇险。你不要慌，虽然劝叶柔不要慌，李策的肩膀却撞到柱子。城门快关了，我会快些出去，到骊山找一找。听说那里有猛兽。叶柔咬着嘴唇：别怕。李景安抚道：你妹妹比猛兽厉害多了。虽然在开玩笑，但是叶柔走后，李景也担心起来。刘晏去骊山是查案的吧？你真的要去？你要是被牵连了，可别藏在赵王府。去。李策取下弓箭，我去把他找回来。如果招惹到某些人，代价就大了。李策迈出门拦道：不惜一切代价。他说完又转过身对李景道：给我2辆马车，30个护卫，200支火把，护卫要人人有马，个个精壮。火把先不要点燃，裹上油布放在马车里。把你的马给我，你的车夫也给我，要快，我在外面等你安排。他说完向外走去，留下李景正在原地。所以李景深吸一口气问：你不惜一切代价找叶娇？那个代价是我吧？我的车，我的马，我的人。城门关闭前，李策带人向骊山奔去。他心中充满了懊悔，那种心上人因为自己陷入危险的懊悔。火把熊熊，马蹄踏破黑暗，骏马飞驰间，李策仿佛看到叶娇的身影，红衣绚烂，眼神如星辰般清澈闪烁。不能再这样了。他曾经用自己的病弱博取皇帝的同情，换来怜惜。他用习惯了，也这么在叶娇面前示弱，换来那些温暖和炙热。但如今李策蓦然发现，这样的自己有多么可恶。因为如果那个人真正关心自己，是会为了他的身体殚精竭虑，只身涉险的。叶娇。李策端坐马背，看着月色中骊山的暗影。他从来都没有这么想，把一个人拥入怀里，死也不分开。抢夺人妻。叶娇知道自己的缺点，仗着有蛮力，武艺好，做事就毛躁草率，容易惹出乱子。就像他用计把傅明竹抬去御阶，却差点被对方毁谤；打晕发狂的狗，却险些被肃王求娶；验尸房被刘晏抓住，炼丹又炸掉炉子。他做不来小心谨慎，但好在他记得出门要带兵刃。比如现在，夜色沉沉中，叶娇把匕首藏进衣袖，对面前突然出现的男人笑了笑。这要巧，他问道：肃王殿下也上山采药啊？鬼都能看出肃王李隆杀气腾腾，但叶娇就是笑着走过来，分花拂柳般脚步轻盈，脸上带着浅笑。我那些护卫去打水了，山路难行，肃王也在这里歇歇。其实他是跟护卫走散了，但是面对可能居心不良的人，叶娇不能暴露弱点。他身后有一处山洞，洞口点一堆火，堆一半石头，留下的空间刚好够2人进出。李隆常年待在军营，知道叶娇这是在提防野兽。他原本不想到骊山来，他该避嫌，该派下人除掉张离，但是因为在就番路上折返回来，跟随他的护卫都是张离的部下。李隆信不过他们，便只带了几名随从，亲自跑来骊山。他命令下属前去搜寻，自己找一处山洞暂且安身。遇到叶娇之前，李隆准备杀掉所有见过他的人，但眼前的女人似乎懵懂无知，倒也不必急于击杀。叶小姐怎么在这里？李隆迈步走进山洞，脱掉披风丢到一边，大大咧咧坐在篝火旁，随口问道：采集草药啊？叶娇手里拿着一根狗尾草编的小狗，坐得距离李隆远些。他的视线扫过李隆的腰刀，见刀柄划出寸许，说明他在见到自己之前曾经想要拔刀。叶娇心念殿转闪过无数个念头，肃王来这里干什么？司马承恩的案子牵扯到了肃王，皇帝命肃王回到京都待命，他来这里难道跟案件有关？李隆闷哼一声，他知道叶娇没有说实话。国公府的小姐
怎么需要亲自采集草药？想到叶娇同李策的关系，李龙更加心生不爽。那个男人真是粗心，怎么能让如花似玉的美人独自宿在这杳无人烟的山洞呢？或许不必杀死叶娇，趁机把国公府纳入手中才是良策。女人都是很好哄的。你来为楚王寻药吧。李龙宽大的手掌放在篝火上，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中，声音温和。叶娇没有答话，她坐在最利于反击或者逃走的位置，靠着石壁缓慢呼吸，保存力量。我那弟弟真是可惜。李龙又道，当年他中毒后，太医都说活不到束发之年，如今看来太医说短了，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了多久，是吗？叶娇淡淡道。不如。李龙扭头看着叶娇，眼中掠过猛禽伏击猎物的愉悦。小姐把楚王的婚事拒了，嫁给我吧。我没别的意思，我是看不得小姐守寡。叶娇的手探进衣袖，按住匕首的刀柄。她没想到会有人如此寡廉鲜耻，强夺人妻，且是弟弟的妻子。叶娇看向李龙宽广的肩膀、厚实的脊背和肌肉虬结的胳膊，她明白自己打不过李龙。既然打不过，那就不太好吧。叶娇微微垂头道，我不想做背信弃义的人。她虽然在拒绝，声音却没有底气。她的软弱犹豫给了李龙希望。怎么是背信弃义呢？李龙笑道，良禽上之择木而栖，小姐如此聪慧，反而要嫁给活死人吗？叶娇攥紧双手，她讨厌别人这么称呼李策，折辱他像是在折辱他自己。那人守护皇陵20年，换来陈科难遇的身体，却没有人疼爱，没有人认可，真是白瞎了他的付出。守个屁的灵，还不如守着自己的小命。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叶娇却道，请王爷容我想想。李龙起身向叶娇走来，他高大的身影在山洞投下暗影，伸出手探向叶娇。叶娇猛然起身，李龙已拔下一根发簪，那是一只金丝香多宝凤尾簪，做工精细，价值不菲。这个，李龙道，算是我们的定情之物。接下来他的手揽住叶娇的腰，低头道，我同你。他的动作很蛮横，脸颊虽然还算俊朗，却带着一种莫名的自信。那自信带着攻击性，好像是个女人都要臣服在他的脚下，毫无尊重，没有怜爱，只有赤裸裸的占有。忍不了。叶娇迅速握紧匕首，心道干脆玉石俱焚吧。可他手中的兵刃尚未刺出，外面忽然亮起火光，一个声音唤道，王爷，我们寻到张离了。那声音透着局势危急的紧张。李龙立刻收手，他来不及同叶娇再说什么，转身便离开洞，向外走去。叶娇身体僵硬，脚步踉跄，走了2步才恢复力气。他小心向外探头，见李龙消失在洞穴口，或许是怕他听到什么，离得远远的。火光灼灼，烘烤着他几乎湿透的衣服。短短一刻，他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叶娇搬起几块石头放在篝火上，在忽然变暗的光线下，一点点摸出去。李龙正压低声音同部下说话，人在哪里？刘晏先一步抓到张离，但他们困在山沟里，干脆歇下，到天亮才会走。叶娇仔细听着，李龙却半晌不说话。过了许久，他才用极缓慢的声音道，落叶纷飞，天干物燥，刘福隐毕竟不常在野外，怎么能住在山沟里呢？这句话没什么意义，叶娇却听得心生恐惧。夜空里传来枭鸟的惨叫，他向后退了一步，脚踩卵石打滑，险些摔倒。什么人？一声厉喝传来，叶娇向山下飞奔而去。他走过许多难走的路，但山路最险，在没有火把的情况下摸黑下山，无异于自寻死路。李龙没有追叶娇，他只做最重要的事。叶娇磕磕绊绊跑了数丈，转身见山崖上数点火光，向一处山沟靠过去。临近中秋的月光很圆，他停下脚步，犹豫该早些逃命，还是去救刘晏。无论是刘晏还是张离，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他是来给李策寻药的，不是来送命。况且李策昨天还嫌他胆子大呢，他吓人的样子，叶娇不想再看到了。但叶娇下意识抬手摸了摸他空荡荡的发髻，他想起李龙拔掉他发簪的样子，便觉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又恶心又气恼。我不是为了救人。叶娇转身向下走一条他白天走过的小路，我是为了要回东西，他的东西只能他来送，不能有别人抢。这是叶娇给自己找的理由，万一李策再生气，就这么解释。但叶娇还是慢了一步。山路难行，天亮前，叶娇听到兵刃相击的声音，看来李龙准备先杀人，再纵火。叶娇向山沟跑去，好歹就几个人吧，尽他所能。刘晏是个好官，不能死在荒山野岭，他死了，司马承恩的案子就破不了了。叶娇拨开密林，不顾草木划伤他的手臂，只想着要快些，再快些。叶娇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心跳声，看到远处地面上散开的血，但是他还没有冲到下面，忽然听到一个颤颤的声音道：施主，施主。
叶娇转过头，看见密林深处探出一张金黄的脸，那人满脸鲜血，手里死死抓着一个人。被他抓的人双腿被绑无法行动，手里握着木棍，拼命打向说话的男人。你们是谁？叶娇拔出匕首，他不认识这两个人，谁是好的，谁是坏的？送你上路。听到询问，手握木棍的男人停止动作，阴恻恻的眼睛盯住叶娇，忽然又换了一张笑脸。这位小姐，他抬声道，鄙人张离，欲妖道劫财，求你帮忙给我松绑，我必重金谢你。因为趴在地上奋力挣扎，他的头几乎扭成一个可怕的角度，透着诡异。叶娇走过去，他不认得张离，但他记得肃王部下说的话。刘晏抓住了张离，这就是肃王要灭口的原因。叶娇暗暗思忖，再看捉住张离的男人，这就是他说的妖道了。莫非是？叶娇大步向前，一把夺过张离手中的木棍，阻止他打人，又问满脸是血的男人道：请问仙长就是王真人吗？男人抱紧张离的腿，用力道：贫道是张离的舅父林道真，只因张离犯下案子，被京兆府府尹抓获。现在他想趁乱逃脱，贫道怕他惹出大祸，这才抓住他不放。请小姐绑住张离的手。距离张离不远，果然有一根被割断的草绳。看来张离跑来这里是找舅父，而他舅父并不想包庇凶手。你算什么舅父？张离已经骂起来，你可知道我被捉回去就是死路一条吗？现在趁山匪劫杀，快让我走。叶娇没等他说完，就一脚踢在他身上。你算什么外甥？他怒骂道，那也不是山匪，你自己睁眼去看，那是肃王来杀你灭口。张离勉强抬头，视线穿过密林，只看到前面有贼人在同京兆府的人打斗，距离太远，无法辨认对方的身份。他脸色苍白，神情惊惶，不再拼命挣脱束缚，反而下意识蜷缩起来。肃王他不必再为他卖命了。叶娇道，他把棍子递给林道真，要想你外甥活，只剩下一条路，只认肃王。他要是再犯浑，干脆一棍子打死。林道真接过木棍，沉沉点头。叶娇又问，王真人呢？他在吗？在的。林道真指向混战的山沟，在最高的那棵杉树上。叶娇奔向杉树，底下没人，抬头看3丈高的地方，一个男人身穿道袍，正死死地抱着树干。话音刚落，一根箭矢擦过叶娇的鬓角，钉在杉树上。他猝然躲避，听到树上有个战战兢兢的声音道：姑娘切莫爬上来，贫道怕树枝断了。那男人竟十分年轻，模样清瘦，颇有几分仙风道骨，只是他抱树的样子略有些狼狈。请真人下来。叶娇道，我会保护真人。王真人低头看向叶娇，右手五指飞快掐算着什么，末了点头道：福生无量天尊，这可真是天大的缘分。小姐的确能保护贫道。他说完，小心翼翼挪过来，刚下树，周围便燃起大火。来路已遍布火焰，叶娇带着王真人向前跑去。他捡起一把弓箭，身手敏捷地越过灌木，趟过草丛，在混战中连发数箭，清扫障碍，也引得许多人注意到他。不知何时，叶娇身边已聚集几个衙役，他们个个带伤，人人惊惶。快去救府尹大人。衙役道。叶娇问，哪里？衙役急道，就在前面，我们被人打散了。然而燃起的大火再一次阻止去路。叶娇凛然而立，忽然抬手道，哨箭。哨箭是在箭簇上绑着鼓角哨的箭，箭发空中则锐利作响，示警求救，指引方向。好在衙役的确带了哨箭，但他们却怀疑没有用。外面封山，会有人来吗？叶娇相信会有人来，他有家人，一晚上不回家，会有家人来找，甚至或许也会有朋友来找。那个皮肤白皙、一身黑衣的朋友，他那么聪明，一定能找到自己。箭矢破空，声音响彻云霄。然后呢？衙役问。逆风走。叶娇道，去找刘晏。他逆风而行，一直把王真人护在身后。遇到火苗乱窜，他把劈帛打湿，围住王真人的头脸。遇到贼人厮杀，他一手拽住王真人，一手御敌。甚至遇到荆棘丛，他也砍断荆棘，唯恐王真人划伤。叶娇从来没有这么细心地保护过一个人，尽心尽力，唯恐他死了。这个被尊称为真人，其实年纪只有20来岁的男人，手指不停掐算着，时不时指出一个方向，众人过去，果然能暂且避险。他有真本事，太好了。但是大家很快发现，脚下踩到了死尸。大山镇二，衙役们辨认出尸体，发现同伴死去，悲怒痛呼，却无可奈何。他们不忍同伴死后被大火灼烧，纷纷背起死者，艰难前行。冲出大火，睁开被烟雾熏得不断落泪的脸，他们再次拉起一个同伴时，发现那人是刘晏。京兆府府尹刘晏受了重伤，睁着眼却说不出话。府尹大人。衙役们顿时慌乱，他们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做。王真人却淡然道，
他死不了。听到真人这么说，原本乱扯刘晏的衙役动作温柔了些。不过叶娇很快发现，或许刘晏死不了，但是自己有可能要一命呜呼了。他们站在山谷空旷处，身后是大火，身前是7个匪徒，人人手举弓弩，对准从火海中逃生的叶娇他们。匪徒身后站着肃王李龙。叶小姐，他对叶娇伸出手，你过来，你不必死，只要肯嫁给他，就是他的人，夫妻之间可以共享秘密。那他们呢？叶娇问。肃王李龙沉沉摇头，他们的命格不好，今日遇贼人劫杀，又有山火肆虐，命丧骊山。这贼人真是好大的胆。叶娇冷笑，京兆府福音乃3品大员，朝廷重臣都敢劫杀。他丢下弓箭，做出不再反抗的样子。李龙得意地笑了，其实我们很像，都不喜欢阴谋诡计，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李龙晃了晃手上的发簪，继续邀请叶娇，你过来，下山的路不好走，本王愿意背着小姐。叶娇静静地站着，看到那只发簪，他心里就来气，抢他的东西，还要杀他保护的人。他知道只要自己上前几步，对面就会射出弓箭，到时候刘晏会死，这些衙役会死，只知道掐算的道长也会死。还没有人来救，没有人来吗？叶娇看一下远处，蓦然发现有一棵灌木轻轻摇动，再看近处的树苗也动了动，如同一团炮仗在他心中炸开，轰的一声，让他血液奔涌，心脉俱震。有人来救了，有人正偷偷的过来。叶娇勉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试图拖住更多时间。咱们做个交易，他缓缓道，王真人不能死，他有什么价值？李龙道，给李策炼丹升仙吗？道人都有特殊的本领。叶娇道，你听说过风水布局、八卦命格吗？长路漫漫，你就不想多个助理？叶娇有一句没一句的劝说李龙，他的余光瞥见那些动静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距离李龙只有数丈远，静止不动了。李龙已等得不耐烦，他抬手道，罢了，送叶小姐上路。就是现在。叶娇扬手甩出袖中匕首，2把匕首飞掠过去，打掉其中一人手里的弓弩，刺进另一人的肩膀。在混乱中，他们也射出弓箭。趴下！叶娇大喊一声，同他的声音一起响起的是对面匪徒的痛呼。数支箭矢刺入他们的身体，从后背直插过来，露出血淋淋的箭头。一个男人从远处飞奔来，他跑得不快，却几乎已用尽全力。最早几步还很稳当，很快便摇晃着喘息着，仿佛一掌就能推倒。然而他却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身体和魂魄较劲儿，连骨髓里的力气都抽出来使用，向着眼中那抹火红靠近一步又一步。李策！叶娇飞身上前，扶住李策险些摔倒的身子。李策看着叶娇，整夜的翻山越岭让他耗尽体力，对叶娇的挂念让他心神俱碎。他定定地看着再一次满脸黑灰的女人，伸出一只手，把她掉落的碎发别到耳后。叶娇！李策眼中除了担忧还有愤怒，你怎么这么大胆？是要发火了吗？这次不好哄了吧？叶娇突然咧开嘴，哇哇大哭，我快吓死了，我快吓死了！思思，他埋头进李策的怀中，一面抹泪一面抱住他的腰，幸好你来了，幸好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感觉李策的胸口不再剧烈起伏。他应该消气了吧？叶娇偷偷的看，娇娇丝丝，先看到李策系得一丝不苟的圆领袍，再看到他光滑白皙的脖颈，微微颤动的喉结，刀削般冷冽的下颌骨，最后看到他紧抿的薄唇以及微合的双眼。李策的下巴抵着叶娇的肩膀，胳膊低垂，人已经昏迷过去。同上次一样，长久的奔跑后，他便会精疲力尽，难以支撑。叶娇忧心害怕，却只能紧紧抱着李策。再看远处，肃王李龙带来的护卫已经中箭倒地，李策也并没有对李龙手下留情。李龙肩膀中箭，一面厮打一面向远处逃去，没走几步便被李策带来的人活捉。你们是谁的人？叶娇问。他知道李策没有府邸，也没有几个护卫。我们是赵王府的人。那些人回答道。赵王府？叶娇想起李景，那个把泰山石当宝贝的男人，应该可信。这些护卫看起来结实精壮，行动时雷霆万钧，显然训练有素。刘晏重伤，李策昏迷，这里只有叶娇可以主事。把肃王绑起来，叶娇安排，你们的人多，3人一组，2人抬受伤的人，1人警戒，中途轮换离开这里。要快，要避开山火，还要早点救治伤者，减少伤亡。那些人应声，竟然分外听话。叶娇这才把李策扶坐在地，喊王真人过来，劳烦您为他医治。叶娇恭敬道。王真人走过来，围着李策转了半圈，又后退一步。怎么医治？我不是大夫啊。他摊开2手，手中空空，没有药箱。他的确不是大夫，但他是骊山仙师，是叶娇苦苦找寻的人。
那么叶娇道：“听说王真人能炼气化神，通阴阳，知生死，是吗？他今日死不了。”王真人立刻道：“我知道他死不了。”叶娇有些着急了：“可是真人您会炼制丹药，请问能不能给他吃一颗丹药？”“不能。”王真人断然拒绝：“我的丹药是成仙用的。小姐你想不想成仙？你我大有渊源，我可以助小姐成仙。”“成仙？”叶娇焦躁地甩甩头，却仍旧克制道：“这是我的朋友，也是当今楚王殿下。若您能教好他，不管您要什么，都会有人答应。他能给的，他来给；他给不了的，去求皇帝，总能做到。”王真人这才蹲下身子，他的眼睛眨了眨，充满期待地搓搓手道：“能成仙吗？又是成仙，只想着成仙吗？”叶娇的表情僵住，心中无名火起。王真人脖子里还挂着叶娇的披帛，一路走来，别人都是狼狈不堪，他却被保护得很好。叶娇没想到自己保护了个棒槌，可王真人五官明朗，蓄着一点胡须，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傻子。怎么他说出的每句话都让人想打他一顿呢？叶娇想起护着他逃命时自己被浓烟熏哭的眼，被荆棘割伤的手，就要发怒：“还我的披帛！”他厉声道。王真人一圈圈解开披帛，没忘了继续追问：“真的能让贫道成仙吗？”“成你娘个鬼！”叶娇扯住披帛猛地一拉，王真人猝不及防摔倒。他惊叫起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师傅，师傅！”是青云关的道长林道真，他手里拽着捆绑张离的绳索赶来这里。见到叶娇要打王真人，林道真心急如焚：“浮生无量天尊，岂能虐待道门仙师？他是仙师吗？”叶娇瞪着王真人：“他是藏在树上的仙师，是靠他保护才活命的仙师，是一心只想成仙不救人的仙师。他到底有没有本事？他才20来岁，就是你师傅了？”叶娇问林道真。“那是自然。”林道真侃侃而谈：“贫道皈依道门，视师如父，若不是师傅教诲，我怎会亲手捉住前来投奔的外甥，扭送京兆府呢？”叶娇消了点气，看来这个王真人还是有些明理的，怪不得刘烨能找到张离，原来是俩道士主动报官。我倒是好奇。叶娇道：“王真人是怎么说动你捆绑张离的？”张离僵硬地站着，冷哼一声，脸上充满嘲讽。林道真虔诚道：“师傅说了，这样才能成仙。”“成仙？”叶娇感觉自己快要炸开，再也不想多说一句话。他把李策抱起来，吩咐人折断树枝，用披帛缠绕2根树枝，做了个简易的担架，抬着李策回去。得快些回去医治了，那些太医起码能控制他的病情。王真人没有回青云关，他自言自语道：“死了这么多人，肯定会有哪家需要超度亡人，设坛做法。贫道就不用他们催请了，主动去吧。”叶娇紧紧跟随在李策的担架边，对王真人冷哼一声：“设坛做法就能成仙吗？”“不能。”王真人避开一根断剑，认真道：“能得众生供养，不就是赚钱吗？”叶娇把李策垂在外面的手放回担架，真想揍这个道士一顿，但是他还没有抬手，忽然感觉自己的衣袖紧了紧。是李策醒了，他虚弱地躺在担架上，眼睛半睁，迷迷糊糊间没有说话，手却伸过来拽住了叶娇的衣袖，那姿态乖巧又紧张，像是迷路的人找到回家的路，像是害怕面前的人忽然消失。往日神思沉沉的他褪去了聪明警惕，如一个孩童般放下戒备，依赖着眼前的女人。叶娇任他牵着，安抚道：“思思别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治好身子。”他握住李策的手腕，虽然握了一下便离开，但是热腾腾的气息已经传递到李策身上。娇娇，李策唇角含笑，梦一般念出他的名字。骊山的事震惊朝野，刘晏封山抓人，玉素王杀人灭口，放火烧山。叶娇上山寻药，救刘晏危难之中，英勇守护。王真人掐算天机，指引逃生方向，勘破生死。楚王上山寻叶娇，舍身阻止素王，救下众人。每一件事都可以编成画本子，注水，加些无关紧要的剧情，讲上3天3夜。这足足4件事，不光轰动了朝野，也震惊百姓，更让京城各处的说书人闻风而动，嗅到了爆款故事的吸引力。一时间，跟这几件事有关的所有人都被反复提及。京兆府外常常有百姓询问刘晏的伤情，还好心的送上刚刚宰杀的鸡鸭，请一定转告府尹大人，俺们是东柳条巷第3家的商户，骊山青云关的观主王真人，短短3日收的供养已经多得堆不下，求王真人一定收下，求王真人看一看，俺家男人什么时候死？不是，奴家不是盼着他死，就是问一问，好有个盼头。往日门可罗雀的国公府，时不时就有客人登门拜访。叶小姐在吗？虽然这次九死一生，但圣上必然会嘉奖的，到时候还要仰仗叶夫人。而赵王李景反复向别人提及，是他给李策提供了车马人手，
李策才能阻止肃王的暴行。多亏了本王帮忙。朝堂上他仍旧这么说。皇帝横眉道：是吗？你是不是俸禄太多？怎么养得起那么多护卫？瞧瞧小九，办个事儿还只能找你借人。李景连忙噤声，心中冤屈得很。李策很穷还有理了，使唤他的人马，花他的银子，顺便建功立业，得圣上青眼。李景没有见过这么黑心眼的人。还有刘晏，笨得差点在骊山把自己火化。皇帝没想着让他辞官，还每日都要问问他的伤情。最可恶是那个王真人，白天出去捞钱，夜里还借住在赵王府，当他那里是豪华道观吗？李景想不明白，怎么别人都能得了好，只有他倒霉呢？回去后怎么想都觉得生气。李景踱步到李策居住的院落，抬脚想要踢门，却从门缝里看到叶娇的身影，吓得连忙放下脚，老实进去。怎么？他问道。衣不解带照顾我弟弟呢。叶娇坐在门廊下磨剑，闻言抬头，娇艳的脸上眼神冰冷。李景吓得打了个哆嗦。别怕啊，他瞅了一眼屋子，王真人说了，他死不了，活受罪也不行。叶娇道：李龙呢？都怪他害思思这样。李景又打了个哆嗦，怎么一定要称呼那个腹黑可怕的男人思思呢？这个名字跟他也太不搭了，就像这个女人也不适合叫娇娇。别人的娇娇千娇百媚，他呢？骄纵耍横。李景清了清嗓子道：说起这个，我带来了大消息，亲密接触，肃王李龙招供了。他被关在天牢，皇帝任命刑部尚书、御史大夫、大理寺平事为三司使，主审肃王一案。有刘晏和衙役的指证，拒不认罪，徒劳无益。更何况肃王的旧部张离为了活命，把肃王这些年做的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你知道12年前陈王谋逆的案子吗？李景问叶娇，问完又想起叶娇的身份，顿时幸灾乐祸起来。你当然知道，哈哈哈！你们国公府不就是被陈王祸害的吗？以前大家提起国公府，都觉得触眉头。这么看来，他和李策还真是天生一对。叶娇拿起锋利的宝剑，轻轻吹了口气，冰冷的神情寒气逼人。李景立刻噤声。你到底……他缩住脖子道：听不听了？叶娇抬眼看他，示意他说下去。那年陈王李乾受命平叛，拿着皇帝号令10万兵马的兵符，结果他扫清逆贼后拒不返还，皇帝便命大皇子李隆前去索要。李隆尚未出发，陈王便已谋反，李隆便奉命带兵围剿，送达赐死李乾的诏书，获封肃王。但其实司马承恩早在陈王谋反前便带着兵符来了。他在御街遇到李隆，恳求李隆带他面圣。李隆诓骗他说皇帝正在气头上，不如稍后去玉琼楼商议。司马承恩和李隆分头前往玉琼楼，司马承恩带着兵符，李隆带着张离。张离制服司马承恩，一杯毒酒送他上路。李隆原想做出司马承恩畏罪自尽的假象，可掌柜的这时来问，说外面有人在等待司马道长。那人等在玉琼楼门口，看样子是内侍。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只好掘地3尺，把司马承恩深埋于地下。之后又假装司马承恩的护卫，帮他退防。至于陈王，李隆命人佯装击杀。陈王中计，竟然带10万大军南下。不管陈王当时是为了讨个说法，还是为了谋反，兵已动，朝也震动。就是这样，李景说起闲话，口若悬河，表情丰富。父皇这才派李隆平叛，让李隆年仅20便封了肃王。我当时还愤愤不平许久，没想到他这个不入流的王位是这么来的。叶娇神情怔怔，听李景说完，明白了许多事。想必当初在玉琼楼外等待司马承恩的人，就是李策派去求取丹药的内侍。李隆杀了司马承恩，陈王府覆灭，安国公府没落，而李策也缠绵病榻至今，永远是那样半死不活的样子。叶娇手中的宝剑微微晃动，他松开咬红的下唇，问道：所以先陈王是被冤枉的吗？不是。李景断然道：就算他是中了计，但他不归还兵符在前。说什么北疆防守松懈，他愿意带兵驻守。这天下是父皇的，他一个封了王的皇叔，瞎掺和什么？再说了，李隆那个脑子都能骗他带兵南下，我看陈王是满肚子泥巴糊了心，缺眼儿。所以不全怪李隆，怪陈王缺心眼儿。叶娇黯然失神，收剑入鞘，叹息道：朝廷夺位都是这么可怕吗？阴谋、诡计、猜疑、背叛，像行走在刀尖上，稍不留意便粉身碎骨。自己横死也便罢了，往往牵扯全族人，都不得善终。可不是。李景的手伸进衣袖，按住里面冰凉坚硬的东西。不过你放心，本王和小九足够聪明，不会出什么事。他说着，掏出泰山石，这才敢靠近叶娇一步，问道：所以如果父皇召见你，你能不能多讲讲我的好？讲什么？叶娇懵懂道：讲我为了小九倾家荡产的事啊。李景苦着脸，上回我俩打架，俸禄扣得干干净净，这些日子
都是花王妃的银子。你看小九，今天吃药，明天用人，把我薅得快秃了。王妃昨晚掐我大腿，嫌我送的礼物不值钱。想到这里，李景就要发怒，都是叶娇，闲着没事教王妃什么防身术。她身居内宅，能防的只有她了。昨晚李景想试试新鲜花样，被王妃好一顿折磨。李景循循善诱道：“等你和小九成婚，我一定送上重礼。”这句话惊得叶娇站起身：“谁说我俩要成婚？”李景啧啧两声，看看屋里，嫌弃道：“他那么稀罕你，肯定要求娶啊！”胡说！叶娇轻呵一声，转身头撞在打开的窗扇上，他啊呀痛哭着捂头退后，又踢翻一筐草药，气得满脸羞怒，往屋里走，却险些撞进一个人怀里。叶娇红着脸抬头，正看到满脸关切的李策，他只穿着白色的寝衣，衬托得一张脸更加白皙。昏迷3日后，看起来更瘦了，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李策神情紧张，看着叶娇，询问道：“你没事吧？我听到你喊叫，还以为……”迷迷糊糊中，他还以为叶娇身在骊山。李策最大的噩梦便是叶娇身处危险之中。“我没事。”叶娇眼神躲闪，“我撞到窗子了。”他又埋怨道：“都怪赵王乱说话。”赵王李景没理会叶娇告状，他大喜道：“小九醒了，谢天谢地，明日不用吃人参了。人参贵，能省一根是一根。”他的薪俸都被皇帝扣掉，如今家里的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不要你买，叶娇看出了他的贫困，明日我买一筐过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他说着扶住李策，把他扶回床上坐下。李景跟过来：“那感情好，送我2根，我拴上红绳去看看驸马爷。”姑丈摔下马，在家躺着呢。他絮絮叨叨就要说长公主丈夫受伤的事，李策的视线却一直看向叶娇，说道：“我想同叶小姐说几句话。”“你说呗。”李景道：“我也想听。”李策只得又看向李景：“劳烦五哥出去一会儿。”李景顿时不快：“这是要赶他走呢？翻了天了，这到底是谁的家？走就走，谁稀罕听你说话？”李景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忽然止步，表情错愕，扭头道：“喊我什么？”屏风后的李策轻轻咳嗽，缓缓道：“老五。”“不是。”李景又走回来，眉毛高高挑着：“你喊我五哥对不对？你喊我五哥！”哈哈哈！他笑起来，仿佛捡了一个大便宜。叶娇迷惑道：“赵王殿下，你也缺心眼吧？你本来就是他哥，有什么好激动的？”李景已经大不出去，头扬得比公鸡打鸣还高。“你不懂。”他的声音消失在院子里。“你懂什么？他不喊别人哥哥，从来没喊过，他只喊兄长，带着疏离和不情愿。”李景觉得自己比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乃至老八都更有本事。小九喊他哥哥了，会一直喊下去吧？可以一直喊下去，少花钱就更好了。室内弥漫药草气味，叶娇推开更多的窗户，吩咐婢女去请太医看诊，才坐回李策身边。他的桃花眼里含着盈盈笑意。肃王招了，司马承恩是他杀的，他还施计陷害陈王，多亏有你，不然这会儿我已经在骊山化成灰了。李策并没有居功自满的样子，他也没有对叶娇生气。许是昏迷3日，忘了生气的事了。我想同你说一件事。李策道：“好啊。”叶娇这么说着，忽然又轻声道：“等一下。”李策靠着一个玛瑙面银枕，秋天了，玛瑙冰凉。叶娇想起李策畏冷怕寒的事，他俯身抽出玛瑙银枕，上身越过李策去拉靠里放着的缎面腰靠。他一只手按在床外，一只手探进来，头发散落在李策身上，混合着栀子花和野蔷薇的香味，弥漫在李策鼻尖，香得热烈泼辣，一扫屋内的苦涩。李策下意识向后躲避，可叶娇带来的暖风像蝴蝶在他面前扇动翅膀，一瞬间轻轻扫过他的脸颊和脖颈，把他笼罩。娇娇，李策已退无可退，可叶娇浑然不觉他们已经离得太近。叶娇转过头，与李策四目相对，胳膊在这一瞬间酸软，他惊叫一声，整个人掉在李策身上。李策像接到一颗9天之上的太阳，脸红心跳，炙热，像冻到僵硬10点起炉火，绵软，像一团流云做的锦被，香甜，像第一次买到糖人时他反复品尝的味道。叶娇扑进李策怀里，下巴搁到他的胸口，李策下意识抬手去接，叶娇已经敏捷起身。呀！他惊呼一声，抬头，脸上除了意外羞怯，还有浓浓的担忧。你，叶娇问道，没有被我压死吧？李策闷闷的摇头，耳垂红的像要顺势自然。他的身子还没有那么不顶用，能被这么娇软的女人压死。叶娇却分外小心，她双手双膝抵着床榻，微弓后背，像一只蹑手蹑脚的小猫。她说话时偏着头，唇角几乎碰到李策的下巴，馨香温热的气息在李策唇边萦绕，
让他感觉自己的心脏要跳出胸膛。他的脸颊离自己那么近，挺拔小巧的鼻头就在眼前，只需要轻轻靠近就能亲到他的肌肤。李策极力克制着自己，让唇舌配合，说出语气平稳的话：“叶娇，能不能下来？”“好啊。”他挣扎着从他身上爬下去，没忘了地上银枕。李策抬手接枕头，他们的手指处碰在一起，一个冰凉，一个火热，肌肤和肌肤碰触，交换温度，也传达出蠢蠢欲动的感情。似乎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之间的氛围才开始不对。叶娇的眼神慌乱的躲闪，李策正要说话，他已经潦草的整理好衣服。“我好几日没有回家了，明儿见。”叶娇不等李策开口，便转身跑走，动作快得像一只被雄鹰追赶的兔子。不是守株待兔故事里的兔子，因为他撞到屏风，把那扇绣着山河图的屏风撞倒，一路冲出去，留下扑通哐叽咚的声响，也不知道撞到多少东西。“小姐您慢点。”李策听到随从在院子里喊，卑职端着药呢。啪，第一声响。“没事没事。”随从又道，“卑职再去煎一碗。”院门被推开，人跑出去，显然没有关上门。李策静静地靠在银枕上，露出无奈的笑容，似乎是吓到他了呢。那个带领衙役在骊山穿过火海与贼人作战的女子，竟然就这么被他吓到了。乌云似乎距离地面很近，紧贴着起伏的山峦，只一瞬间便翻滚到头顶，冰冷的雨水随之倾泻而下。越靠西北，天就越冷，雨也越凉。叶长庚从行李里翻出一件油衣披上，这是叶娇给他准备的雨衣，比蓑衣轻便，比雨伞方便携带。队伍不停，他的马也不能停。远处马车里亮着烛光，如果没有猜错，那位寡言的二皇子靖王正在看书。叶长庚被皇帝授之为义徽校尉后，原本要跟随肃王李隆前往西北，但李隆被皇帝革职，赶去封地，他的军队由靖王李章接管，故而叶长庚的将帅换了。他跟随靖王出发，以跋涉近1月。他们的行程很快，除了必要的睡眠会停下，就连吃喝都是在马背上。刮风不停，下雨不停，有一次遇到地洞，建防到乌塔，甚至都没有停下来救助百姓。靖王李章说，天灾有郡县长官负责，而他们的职责是尽快接管肃王李隆的部队，筹划如何对付吐蕃兵马。叶长庚虽然不赞同，但他谨记母亲的教诲，凡事多想，不能冲动。如果不出意外，傍晚就能到达肃王原本驻守的沙州。正午过后，有800里加急的一丁到达，递交信件给李章，又先他们一步向沙州方向去。叶长庚一直在想，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京都的事成了。一丁已经离去，和李章同乘一辆马车的部下忍不住惊叹：“李章简单点头，放下手中的书卷，掀起车帘看向外面。雨渐渐稀疏，过不多久就会停下。一丁送来的是朝廷文书，肃王李隆为遮掩12年前杀害司马承恩，构陷先陈王一事，在骊山妄图击杀京兆府府尹，被皇帝褫夺王位，终身幽禁。文书中没有提起楚王李策，但李章知道能把李隆逼到狗急跳墙，肯定有李策的功劳。这位弟弟虽然身体羸弱，却比其他几个兄弟都好用。这时又有探路侦察的斥候从沙州方向来，下马低声禀报：“殿下，不能再往前了。”李章神情沉沉道：“说，沙州那边的情况不对。”斥候道：“兵马调动不像是迎接殿下，倒像是远远避开。”而卑职打听到，近日沙漠中有马匪活动不断，经常滋扰百姓。卑职担心他们想借此生事，生事无非是想借马匪的手给李章一个下马威。若李章能侥幸活命还好，如果死了，大可推在马匪身上。这是肃王李隆送他的礼物吧？毕竟沙州都是他的兵马，苦心经营10年，心腹不少。斥候等在马车外，随从面露担忧，掀起车帘看向外面。雨后的原野像撞进一团薄雾中，湿润阴暗，视线看不远，心中便七上八下。殿下，随从提议道，不然我们先在附近驿站避一避，阴雨天不到傍晚就看不清路了，若再遇马匪劫杀，他们恐怕难以抵挡。不用，李章道，一丁已经到沙州去了。他不喜欢说太多话，随从却已经猜出了他的意思。一丁会把一模一样的文书送到沙州将帅手中。肃王李隆已经被褫夺封号贬为庶民，只要是还把身家性命放在心里的，就知道跟着李隆卖命，死路一条。走吧。李章重新拿起书卷，找到不久前看到的位置，全神贯注。叶长庚走在队伍末，见不断有斥候到靖王那里禀报消息，大队人马没有停，径直向沙州方向开进。叶长庚的手下意识按在刀柄上，莫名觉得紧张。约莫走到沙州外30里，前方突然有哨剑声响起，接着跑来一队人马，为首的看来是沙州那边的某位将军，虎背熊腰，面容粗犷。果然，
那人下马跪地禀报道：“末将程天津前来迎接晋王殿下。”晋王的马车停下，过不多久传来号令，命叶长庚他们退到树林后，只留20护卫，说是晋王和沙州将领有要事商议。叶长庚便跟随将士退下，只1刻钟时间，再传号令，说沙州将领程天津妄图行刺晋王，已被格杀。叶长庚冲到晋王马车外，见程天津以及他带来的小队人马均被射杀。晋王这边只死亡1人，重伤2人。他倒吸一口凉气，问身边人道：“怎么会这样？”没有人回答他。晋王的人马继续向前，踩着程天津的尸体，像踩着地上的蚂蚁。晋王的随从也不太懂，虽然是他埋伏下弓箭手，射杀前来投诚的程天津，但是为什么杀呢？明明对方已经看清楚形势，准备效忠。本王不需要背叛者。李章解释道：“这个人的价值就是让本王杀一儆百，以儆效尤。只有这样，沙州城里的那些将领才不必全部格杀。”随从不寒而栗，却不敢反驳。他沉默地点头道：“殿下将势如破竹，将沙州收入囊中。”李章笑着摇头：“只是沙州吗？未免格局太小了些。”跟在队伍后的叶长庚也有些沉默。他刻意绕过那些死去的将士，没有踩踏他们的尸体。离家千里，尚未走上战场，叶长庚已经感觉到逼人的凉意，寒气森然。京都长安尚是温暖的秋日，下旨褫夺肃王封号。终身幽禁后，皇帝见了一次李隆的生母淑妃。淑妃原本要同李隆一起去封地，此时被召回，看起来风尘仆仆，神情憔悴。她是还在前邸时便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女人，如今虽然不如年轻嫔妃那么明艳，却因为熟悉，让人觉得心安。淑妃木然起身给皇帝煎茶，煎茶工序繁琐，皇帝静静等着，煎好了却没有吃。他只是闻了闻茶香，便放下茶盏，看着有些惊慌的淑妃，拍了拍她的衣袖。是朕没有教导好儿子。他的神情充满郁结，眼中含着丝丝缕缕的内疚和歉意，仿佛做出恶事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自己。淑妃悲泣跪地，哭道：“求圣上赐李隆死罪，好告慰死去的亡灵。”皇帝没有去搀扶淑妃，他缓缓起身，动作慢得像是身上捆着石头。他是朕的第一个孩子。皇帝声音苍凉道：“朕不忍心。”皇帝说着向外走去，内侍总管高福扶着他，步履沉重。从后宫到议事的紫宸殿，皇帝没有乘坐轿辇，就这么走回去。高福没话找话说，似乎突然变成了话痨。圣上这步子比九皇子还要虚弱了。快想起你还有别的儿子，也不知道九皇子身子如何了。听说啊，叶家那姑娘每日都去照料。快想起叶娇，快想起您还有这个乐子。高福充满期待地看向皇帝，果然，皇帝眉头略微展开，道：“这次多亏有他，要不……”高福试探道：“奴婢安排叶小姐进宫。”祝太监也自称奴婢哈，聘礼多多。大皇子的事已尘埃落定。于公，叶娇误打误撞救下朝廷重臣，该赏。于私，安国公府被先臣王牵连至今，朝廷也该出面安抚。毕竟若不是大皇子李隆，12年前先臣王就不会谋反，叶娇的父亲也不会出走修道，这些年他们也不至于门庭冷落，受尽白眼。皇帝心情烦躁，而叶娇那姑娘总能给他带来乐趣。但是皇帝摇头道：“既然他在照顾小九，那就等小九身体好些，召他们进宫，一起赏赐吧。”高福点头称是。大明宫宫殿巍峨，气势雄浑，他们漫步其中，听秋风吹过琉璃瓦，衣袂翻飞。服侍的宫人远远跟在后面，护卫皇帝的禁卫军也跟在后面。仪仗虽然简单，但也华盖高举，却善低情。这位大唐的君王目色疏朗，眼中的沉重渐渐散去，忽然转过头看向西北方向，也不知道李章到哪里了。还好他有很多孩子，一个不成器，只要别的能为朝廷分忧，也便释怀一些。高福垂手回答道：“晋王殿下雷厉风行，想必已经到达沙州。”雷厉风行，皇帝细细咂摸着这句话，面色和缓道：“他还很细心，老五那里的护卫是他代为训练的吧？若不然也不会那么好用。”皇帝知道李景是什么性子，让他训练护卫，恐怕都要训练成胆小鬼。李章和李景一母所生，毕竟亲近些，能想着照顾弟弟，也算他这个哥哥心念手足之情。这就好，皇帝已至不惑之年，不想看到兄弟阋强骨肉相残的祸事。高福跟着夸奖道：“那这次的事，晋王也算是出力了。”皇帝负手而立，想起了他的亲妹妹，便道：“甘州地动，原本朕让驸马舒子昌跟随户部前去赈灾，但朕听说舒子昌摔下了马，你过会儿传朕口谕，让太医亲自去瞧瞧，务必医治妥当。”驸马舒子昌是长公主的夫婿，虽然在朝中没有实职，但也深得皇帝信任。高福应声，等皇帝到达紫宸殿，
便亲自带着太医前往长公主府看望驸马。舒子昌不足40，是当年科举的探花郎，清俊貌美，如今已至中年，却仍然身形矫健，俊逸无双。这一次摔下马，舒子昌小腿骨折，但好在性命无碍。他勉强下床，要叩谢皇帝垂问病情之恩，但高福让他躺回去，好生养着。舒子昌自责的谢罪，未能完成圣命，本宫愧疚难安。驸马爷放宽心，高福安慰他道：“圣上只关心驸马爷的身体，并且让奴婢带话，说他等着您好些了，到紫宸殿陪他下棋。”舒子昌感动得涕泪连连，低头谢恩。高福出门时碰到赵王李璟来送人参，他掀起箩筐给高福看，乐滋滋地道：“怎么样？今年新挖的长白山参，价值连城。”高福拿起一只，赞道：“赵王殿下好阔气，宫里的人参都没有这么大。”哈哈，李璟一副得了便宜的样子，不是本王阔气，是小酒傍上豪门了。他暗自思忖，若不是李策贵为皇子，入赘或者当面守也不错，毕竟这一辈子的人参都有人管饱了。人参是丫头水文送到赵王府的，他敲开跨院的门，把一大袋人参放下，恭敬道：“小姐，让奴送来这个。”李策正在同李璟下棋，闻言走出来询问：“你们小姐呢？怎么她不来？”水文支支吾吾，因为不擅长说谎，又不能说出实情，只好道：“我们家小姐尚未出阁，不方便在外走动。”李璟当然嗤之以鼻，他摇头道：“不方便外出走动，那昨日拿剑吓唬我的是鬼吗？”水文没有解释，只郑重施礼，便转身离去。棋事下不成了。李策借故说身上冷，坐在走廊里晒太阳。李璟也没闲着，他认真把人参分类，最大的几只留给自己，中等品质的送往长公主府，最差的给李策吃。分完带上人参要离去，被李策扯回来：“驸马爷需要吃这么多吗？”他问。别抠门。李璟道：“你还在人家府中参加乞巧宴呢，要不是人家，你怎么认识母狮子？”母狮子当然是指叶娇。李策闻言点头，任李璟去了。他独自晒着太阳，过了许久，唇角散开笑意。他是害羞了吧？李策道：“我该主动求娶。求娶当然要有求娶的仪式，先得禀报父皇，皇帝会派礼部到安国公府下聘赐婚，聘礼会跟其他王妃当初的一样，一世一世同人。但李策觉得太薄了，他想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都送给他。李策唤随从过来，去怀远方宅子里拿上银票，买东西。买什么？随从问。金子。李策道：“京都金店里最好的头面，能买多少就买多少。”随从面露惊讶，问道：“那些银票全买了，不留一点吗？”不用留。李策眼中星光闪烁，铺子每个月都有进账，留银子做什么？这些年李策在京都做了点生意，攒了不少钱。提起铺子，李策想起账册。对了，他又道：“你把账册都拿来，清点明白，等过些日子我要用，自然是用来送人。叶娇嫁过来，账册就都给他，他花钱大手大脚，不能让他觉得嫁人后不如在娘家阔气。”这么想着，李策稍稍安心。他抬头看向太阳，眼中唇角都是笑意。他说过的，以后陪他晒太阳，他来做闲散王爷，而他是闲散王妃，他们一起没心没肺的过日子，把日子过得像天上的太阳，秋天的风。不过李策又有些犹豫，擅自去求娶，会不会再吓到他？还是问一问吧。叶娇已经在家待了好几日，他不想出门，因为只要离开家，就下意识要往北边走。北边是赵王府，赵王府里住着李策。只要想起李策，他便感觉心像变成一根羽毛，轻飘来荡去，痒，坐不住躺不下，神思混乱。叶娇向姐姐叶柔询问如何能静心，叶柔给他出了好几个主意。绣花是不可能的，射箭吧，可他竟然射拖把。仆人冯杰满脸震惊，问道：“小姐，您上一次拖把是7岁时吧？”不是。叶娇反驳：“是傅明竹求婚的时候，他和傅明竹从小就认识，但常常装作不认得。后来傅明竹说动家里人前来求娶，明明应该很开心，但叶娇总觉得心神慌乱，现在的感觉跟当初有些像，却不全像。烦。”叶娇丢下弓箭，要出门逛逛。走吧姐姐。他拉叶柔：“你现在能出门，可以逛街了。母亲让我给你买头面，我银票都准备好了。”这是叶娇开心起来的最后手段了，只要能买东西，他就开心。但是叶娇万万没想到，京都最大的金楼里，掌柜告诉他说：“不好意思叶小姐，店里最好的一批货都被买空了。”叶娇正在原地。次一点的呢？他问。次一点的那些，你以前看不上啊？掌柜恨不得亲自去催工匠，他恨不得现在就拜师学艺，务必要赚到这位小姐的银子。嗨！叶娇猛跺一脚，
哪儿来的混账，买空金头面，就不能给本小姐留一点吗？掌柜也深深叹息，有钱人真是豪横，买那么多回去，能带过来吗？叶娇带着叶柔离去，迎面碰上一个人，是他从骊山带出来的王真人。一个妇人正追着王真人问话：“仙长，仙长，再瞧瞧我男人能活多久吧？上回给错日子了。”王真人走得飞快，那妇人追得也飞快，最后拖住王真人的衣袖，把他逼停。给再看一眼吧。妇人道：“若仙长有什么折寿的法子，也告诉奴家。”叶娇蹙眉走上去，这都是什么人啊？有人身体不好，想活久一点；有人想讨要折寿的法子，赶紧升天。骊山道长王千山站定，叹息道：“福生无量天尊，请问施主为何要如此发问？”就是。那妇人嗫嚅道：“如果我男人长命100岁，我是不想活了的，实在是太折磨了，简直没有盼头。”叶娇闻言笑起来：“这位大姐。”她走近道：“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她心动了。妇人转过身，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姑娘，容貌艳丽，云髻高悬，钗环璀璨，红裙曳地，宛若身在城隍庙，见水陆画里的仙子掉落人间。纵然同为女人，妇人也忍不住夸道：“这位小娘子气派得很，可是比王真人还厉害的仙姑吗？”那倒不是。叶娇道：“我想问问你，为何要让丈夫折寿呢？少年夫妻老来伴，能相伴到老，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妇人的手仍死死拽着王千山，口中叹息道：“非是奴家刁钻古怪，实在是奴那丈夫日日待在平康坊，生意不做，孩子不管，说他几句就要打我，甚至还打骂公婆。家里大把的银钱都送给青楼名妓，自个儿染上病不说，还把家产快要败干净。小娘子说有主意，能有什么主意？”周围静了静，不光妇人等着叶娇出主意，就连王千山都暴毙等着。他身穿绿色道袍，身材颀长，笔直站着，像一棵云杉树，脸上带着好玩和作弄的神情，等着看一场笑话。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还有办法整治嫖客吗？叶娇灿然一笑，计上心头。既然大姐的夫君染了病，当然需要医治，加点巴豆，让他不断跑茅厕，多用夏枯草，让他浑身无力。等他躺下不能动了，你就雇车把他丢到妓院门口，让那里的女人们收留。他们断然是不肯收的，如果守卫厉害，说不定还要打他一顿。记得把平康坊的妓院都跑一遍，让人人都知道他生了脏病，家里的妇人还难缠。这以后他再去，恐怕就没人敢迎客了。妇人半张着嘴，慢慢松开王千山的衣袖，整个人面对叶娇，恍然道：“还能这样？”当然。叶娇摊手道：“恶人还要恶人治，大姐不能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他折寿升天啊。”妇人深吸一口气，仔细盘算一刻，道：“奴家若不想和离，也只能这样了。除此之外，叶娇道，让娘家人把他打一顿也可以。真要做绝，就去衙门投状纸，别告他流连烟花地，就说他殴打父母，禽兽不如。当今圣上重视孝悌，衙门不管嫖妓，管不孝，不孝才是大罪，抓牢里几日就够他受的。他若想好好服侍父母，妓院也就去不成了。”妇人连连点头，仔细伸出手指，记下这几个方法，才迈开腿直奔药房去了。巴豆是吧？要多买些，下猛药。叶柔一脸怔怔，胆怯道：“不会出人命吧？”叶娇想了想道：“不会，大姐一看就心软，会有分寸的。”王千山心惊胆战，叹道：“小姐手段高明，聪慧异常，不愧是跟贫道有大缘的人啊。”承让。叶娇拱手，又漫不经心地看看天色，顺口说起闲话：“真人还在赵王府住着吗？那里喧闹，怎么不搬到僻静地方呢？”其实他不关心王千山住在哪里，他只是下意识就要提起赵王府。好几天没有去了，也不知道李策怎么样，还躺着吗？这几日太阳好，是不是常常晒太阳？送去的人参吃了吗？李景那个混蛋肯定会偷摸顺走几只大的。王千山展开阔袖，低声道：“不瞒姑娘，本道喜欢赵王府，是因为那里风水好，隐隐有祥瑞普照，有利于成仙。”又是这样，三句不离成仙。叶娇意兴阑珊的负手而立：“我听说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扇；欲求地仙者，当立300扇。真人要成仙，不如去把赵王府的病秧子治好，说不定这善事一做，立刻就尸解升仙了。尸解升仙是道门的说法，意思是人死了，尸体像蝉蜕般留下，临时飞升天界。不要尸解。”王千山横眉道：“本道要身体与灵石同时飞升，才是形神俱妙。”他说着扬头看天，盯住一块浮云，俊美的脸上露出白日做梦的表情。不过王千山自言自语道：“我倒真可以去做姑娘说的善事，不知姑娘肯给多少供养啊？”他说着扭头寻找，见叶娇已经离他3丈远，披帛飘飞，比他更像仙人。这姑娘跑得怎么那么快？兔子托生的吗？不能买金饰寻开心，好在还可以吃好吃的。醉仙楼的包房里，叶娇说要吃牛肉，
跑堂的伙计受惊般后退。这位小姐，大堂尽宰耕牛，这里没有牛肉。装什么装啊？叶娇瞪他。不久前，李策还请他来这里吃过呢。他把银两放在桌案上，笑道：放心，我是熟客，会保密。哦，伙计挠着头，总算想起他是谁。您是上次来看胡姬跳舞的，得烈，给小姐来一份。伙计转身出去，叶柔笑着看叶娇：谁带你来吃的？哥哥可不知道这里有牛肉。叶娇饮一杯茶水，重重道：一个讨厌鬼。有多讨厌？叶柔追问。叶娇双手托着下巴，眉头蹙起，桃花眼眨了眨。特别讨厌，他慢悠悠道：头脑聪明，却会讹诈人银子，看起来温文尔雅，发起脾气却吓死人，说话不算话，说好了只是假装几天，结果越来越像真的了。想揍他一顿，又想起他实在是很可怜，最后想着当朋友相处吧，他又用那种目光看人。叶柔顿时坐直了身子。什么目光？就叶娇仔细想着，跟兄长看母亲的目光差不多吧，有点崇拜，有点热切，想要保护之类的，是那种目光吧？反正让人心神荡漾，像飘在云里，乘着狂风。你难道？叶柔大惊失色道：认了个干儿子？什么啊？叶娇拍桌子道：我说的是李策，你见过的。叶柔总算放下心，还好还好，这个妹子没有不知礼数到未婚人，但是想想又觉得不对。你……叶柔挪开茶壶，握住叶娇的手：你跟李策，我俩是普通朋友。叶娇道：不对。叶柔用探究的目光看着叶娇，笃定道：你俩有事儿？我俩不会有事。叶娇摇头反驳：姐姐别忘了，他是皇帝的儿子，母亲都说过，咱们叶家再不能同皇族扯上关系。但是母亲喜欢李策呀。叶柔道：母亲还心疼他呢，担忧他的身体。那万一……叶娇犹豫着，还是说出他一直犹豫的事：我同姑母一样。叶娇的姑母叶颖因为嫁给先陈王，卷入夺位谋反，险些牵连的安国公府被一灭三族。这些年来，叶娇听哥哥讲了很多事，讲朝中大臣如何嘲讽奚落安国公府，讲他们家的生意如何被有背景的商人侵占，讲他们如何受尽白眼，昔日朋友亲族作鸟兽散。他曾经恨过自己不是男人，如果是男人，就可以把家人护在羽翼下，让他们无人敢欺。如今他又怎么能把家人置于危险之下？叶柔听了他的话，却只是笑。什么时候你像我一般胆小了？他眯着眼睛，因为这些日子养得好，肤色红润，说话也中气十足。李策那个身子恐怕没有精力与人争权，更或者根本活不了20-30年了。姐姐只担心你变寡妇，别的事不担心。叶娇咬着嘴唇不说话。我还想问问你，叶柔道，你考虑了这么多，甚至都想到婚嫁，不正是喜欢上他了吗？叶娇慌乱的起身，垂在桌案上的披帛带翻查展。他惊慌失措的嗫嚅着，见叶柔已经掩唇而笑。喜欢一个人，骗不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想跟他在一起，稍稍接近一点，心就要跳出喉咙，甚至想更亲近，亲近到身体挨在一起。不信你去看看他，感受一下自己的心。叶柔说完垂眉饮茶，眼下自己的心中时不时还会浮现的难过。他也曾这么喜欢过一个人，可惜喜欢错了。叶娇听着叶柔的话，周身的血液渐渐滚烫，脸也火热。他喜欢上了他吗？他心动了吗？牛肉已经摆上了，但叶娇没有心思吃。他当初喜欢傅明竹时，何曾这般心慌意乱，日日夜夜脑海里都是对方的身影。病弱的他，长身玉立的他，说俏皮话的他，目色阴沉的他，心思诡秘的他，笑着的他，蹙眉的他，因为叶娇陷入危险生气的他，原来这才是心动。姐姐，叶娇道，这顿饭你自己吃吧。他是做事果决的人，这件事要立刻验证。喜欢上一个人会心跳加快，想要亲近，想要身体挨在一起吗？那么好在赵王府并不遥远，那个病恹恹的九皇子就躺在床上，亲一口啊。走大门是不可能的，要递名帖，要管事通传，一道门一道门走进去。等见到李策，恨不得整个赵王府都知道他来了。所以叶娇翻墙进去，李策的院落紧挨围墙，大白天防卫松懈，叶娇身形灵巧翻进去，连墙头草都没有蹭掉。正是秋日午后最温暖的时候，仆从和丫头轮班用饭，院子里只有2-3个人，一人在晾晒药材，2人守着院门。见叶娇进来，守门的那个指着他，正要惊叫，就被叶娇嘘声：别说话。他轻声道：我去看看你们王爷。守卫当然认得叶娇，也知道这些日子城乡搬进家的金头面都是为了他。闻言不敢再喊，快走几步，要为叶娇打开屋门。叶娇挥手拒绝，他就是要来的出其不意。李策在做什么？下棋？看书？还是睡觉？叶娇轻轻推开屋门，蹑手蹑脚走进去。
室内家具整洁，帐幔浮动，却没有人。凑近屏风向里看，终于见李策静静坐在床沿边，手中握着一只步摇，真漂亮。镶嵌绿松石的金凤凰展翅欲飞，口衔东珠流苏，在室内暗淡的光线下熠熠生辉，仿佛他把所有的光芒披在身上，霸道灼目。李策正目光悠悠看着那只步摇，唇角噙着笑意，不知在出神的想着什么。谁的步摇？哪个女人送他的步摇？叶娇握紧屏风，感觉肚意填满心肺，连呼吸都不太顺畅。真奇怪，姐姐说喜欢一个人会想亲近，她怎么只想上去挥舞拳头呢？听到动静的李策已经看到叶娇，他瞬间把步摇向身后藏去，有些慌乱，有些惊讶，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娇娇，李策白皙的脸有一丝丝红，站在床榻前开口道：你来了。他来了，太好了。李策正要同他表白，正要问他想不想嫁给自己，问清楚了他才敢求父皇下旨赐婚。可叶娇已经大步走过来，不打扰殿下思春，他凉声道：我就是来试一试，试完了立刻走。是什么？李策站在原地不知该怎么办，叶娇已经走上前牵住了他的衣袖，他的神情无比郑重，是事关重大不能有错的郑重。这种郑重里甚至有些肃穆，像是他们一瞬间移步到了万人跪拜的祭坛下，献上牲畜，等待司天台占卜吉凶。在这种丝毫不敢大意的氛围下，李策只能一动不敢动地看着叶娇，而叶娇一只手攥紧他的衣袖，另一只手按在他自己的胸口。到底在干什么？李策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姑娘，虽然神色如常，心却像站在万米高的空中，随时会掉下来。紧张这个有趣的姑娘会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果然，叶娇摇头道：没有啊。没有什么？李策问。你先别说话。叶娇那一双常常带着迷醉感的桃花眼眨了眨，长长的睫毛在白润的肌肤上投下浅浅的影子。她的手松开李策的衣袖，转而握住他的手臂，动作很轻，像怕把他捏碎。须臾间，李策那停留在云端的心像吃了一坛子烈酒，晕晕乎乎飘坠下来。而始作俑者叶娇仰起头看着他道：似乎的确快了些。那如果……他的脸颊有些红，身体也情不自禁般靠近李策，虽然脚没有动，琴手和肩颈都离李策近了些，再近一些。李策僵硬地站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思思啊，叶娇悠悠开口道：我的心跳得好快。的确跳得很快，比9匹马拉着的车还要快，而且那辆车不是行走在平滑的官道上，是行驶在颠簸崎岖遍布石子的田间小路。叶娇的声音绵软酥嫩，又热又甜，像流云裹着糖人，一瞬间把李策包围。我的也很快。他低下头，手臂小心翼翼扶住叶娇的胳膊，唇角接近她的额头。他是喜欢自己的吧？若不然怎么会如此亲近？然而李策尚未吻到叶娇，怀中的人已经抽身离去。他像完成了一件大事，退后一步道：好了，我是喜欢你的，但你喜欢别人，我也没必要稀罕你。叶娇说完便转身离去，可胳膊上绞着的披帛已经被李策攥在手里。叶娇从未想到病弱之人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李策把披帛往怀中拽去，力气之大让叶娇转了个圈扑入他怀抱。然而李策到底是身子虚弱，而叶娇身子结实，他把李策撞得向后倒去，两人落在铺满蚕丝被的床铺。那是叶娇给李策置办的被子，此时正好承接了两人的重量。叶娇的下巴抵着李策的锁骨，缠在他身上，动作不雅的他下意识起身，又被李策拉住。别走，他慌乱地解释着，我不喜欢别的人，只喜欢你。瞎说！叶娇道，你那步摇难道是我的吗？他生气的样子也好看极了。是你的，买给你的。李策坚定地辩解。是他的呀，是他给他准备的聘礼。然而这个姑娘是蛮横不讲理的，她急着逃走，急到了一掌按在李策胸口，又抬膝磕到李策的髋骨。李策闷哼一声，疼得紧锁眉头。叶娇这才冷静下来。你没事吧？他慌张道。我……李策勉强抬起头，像快要冻死的人要靠近篝火，额头贴到叶娇的额头，薄唇也向他靠近。我想……他的吻落在叶娇脸颊上，只轻轻一下，两个人都已经满脸通红。叶娇从李策身上滚下去，整个人滑倒在床边，坐着抱膝，面色凄黄。完了，他惶恐道，完了完了完了。李策也跟着他一起坐下，喘息道，我会负责的。叶娇捂住脸低头道，我会变寡妇的。他身强力壮的样子，怎么看都会比李策长寿。这话显然触及李策最介意的地方，他星辰般闪亮的眼眸一瞬间暗淡了些，手指从叶娇衣裙旁慢慢挪开，颓然道，对不起，我……这声音压抑着止不住的难过和愧疚，像是做错事的孩子般。李策再次道歉，对不起，我不该这样。他不该喜欢上他，不该心存奢望，他竟然忘记了自己身患重病，不知还有多少年岁。为什么要道歉？叶娇抬起头，
他脸上的羞怯已经消失，清澈的眼眸中是真诚坦荡的温柔。我在想，叶娇有些不好意思，却又坦然道：“因为我不愿意做寡妇，所以有没有什么法子让我分给你些寿命？我就不活100岁了，给你30岁，怎么样？给他寿命吗？30岁那么多的寿命吗？”泪水刹那间涌入李策眼帘，他转过身，把叶娇抱进怀里，用他残存的全部力气把她抱得结结实实。不用了，李策哽咽道：“我不要你的岁数，我会努力多活些10日、10年、20年，多活些日子。请你不要嫌弃我。”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不在意别人怎么想他，活死人无所谓，病秧子也无所谓，那些称呼不会让他折寿。而他此时此刻真的希望自己能多活些10日，就算每日饮着苦药，就算不能奔跑劳心，就算千万道刑罚加在他身上，多活些日子，不然他怎么放心留叶娇一个人在世上？对不起，他道着歉，我这么自私。一滴泪水沿着脸颊滴落。你还坏？叶娇在他怀里喃喃闷声道。那么李策的手指托起他的下巴，眼中有了笑意。既然我这么坏，送上门的桃子我要尝一尝。叶娇啊呀一声跳开，李策跟着他起身，想带他去看自己准备的聘礼。这时却忽然有人在院里说话：“你跟五哥说就行了，找小九没用，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每天除了躺在床上装死，什么事都做不了。”是赵王李景的声音。不用了五哥，另一个柔软温热的声音道：“我还是去找九哥吧，长久不见，我都想他了。”叶娇看向李策，冷哼一声：“谁啊？这女人？”他的寿限。李策比叶娇更加疑惑，他低声交代道：“听声音不认识。”“不认识？人家喊你哥。”叶娇迅速起身整理衣服：“他怎么不喊我哥？”他娇俏的脸上带着一丝愠怒，愈发可爱狡黠。“可能是族里的哪位妹妹？”李策道。他认真帮叶娇重新插正金钗，把她的披帛也缠回胳膊，动作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呵护着。在李景带着那人闯进来前，他们已经在几案旁对坐着说话。“这白瓷盏是邢窑的吗？”李策拿起茶盏问。虽然耳垂通红，他的神色已恢复如常。“可能吧。”叶娇也拿起一只道。“不过虽然这胎体轻薄，造型规整，釉色又莹润，但我还是喜欢月窑的青瓷。青瓷贵些，让赵王给殿下换一套。”这句话正好被推门而入的李景听到，他吓得正在原地道：“换什么？青瓷多贵你知道吗？你是来看病人的，还是抄家的？”叶娇施然起身，看向李景身后。那女子身形苗条，穿一件丁香色抹胸长裙，梳着兰花髻，胳膊脚一条双色披帛。见屋内还有别的人，便低头掩面，只露出一对细长的瑞凤眼。看模样举止，是个恬静的姑娘。原来是舒文来了。李策放下杯盏起身，对着姑娘点头。宗室女中姓舒的只有长公主和驸马生养的孩子。叶娇看了看这姑娘的面貌，便猜是长公主最小的女儿。果然，李策询问道：“不知道驸马还好吗？”舒文露出容颜，施礼道：“家父将要痊愈，奴听说九哥也病了，特来看望。”他身后的婢女递上礼盒，舒文把礼盒双手呈上，姿态动作颇有大家闺秀的优雅。叶娇注意到他的手指，一根根白皙如葱根，精心修剪过的指甲上描画花纹，姿容穿着都是上乘。李策接过礼盒，便把她介绍给叶娇：“这位是长公主的女儿，舒小姐。”舒文眼下没有进封，只是宗室女身份。叶娇对她施礼，舒文端庄回礼，含笑道：“想必这位便是安国公府叶小姐。”“对。”李景站在舒文旁边，撇嘴道：“妹妹好眼力，这位小姐不好惹，你还是站远些。”舒文却上前一步，抬手从腕上褪下一只花丝缠枝金手镯，送到叶娇手上。“初次见面，这份见面礼还请不要嫌弃。”这赠语让叶娇有些惊讶，向来都是他把簪子送人，没想到遇见个跟他一样的。叶娇立刻心生好感，便顺手摘下头上最贵重的12花神金步摇，回赠给舒文。这一番你来我往的相赠，让叶娇对舒文再无忌惮。哪有送情敌礼物的？这姑娘一准看不上李策。舒文愉快地接过，浅笑道：“小姐慷慨，倒是让奴家占到了便宜。你可别被骗了。”李景道：“等他把你坑穷，你就有的哭了。”说完赶紧站远一步，唯恐叶娇掏出剑。可奇怪的是，叶娇今日心情很好，她认李景奚落，也只是笑：“你们谈事情吧。”叶娇做出大度的样子：“我还有事，这边告辞。”李景连忙让开身子：“记得走正门。”他嘱咐道：“不然摔断了腿，我得养2个废人。当小九的哥哥太难了，他自己病秧子一个，又偏偏喜欢翻墙舞刀的姑娘。”叶娇照样没有生气，她愉快的迈步，点头道：“好的。”李景如同见鬼，问李策：“你又装病了？”上回他装病，把叶娇哄得忙前忙后，乖巧懂事。李策没有回答李景的话，他当着兄长和妹妹的面呼唤叶娇：“娇娇。”
叶娇回头，明日中秋佳节，李策道：“你能陪我吗？”叶娇没有立刻答应，她摆手道：“我很忙的，明日再说。”叶娇说完快步离去，下意识便往围墙处拐，想了想又觉得不对，重新走向院门。李策看着他抿唇笑，一直等他的身影消失，才回过神。舒文来这里，还有别的事吧？一瞬间，他的语气不再充满宠溺，只像要为妹妹解决问题的哥哥。舒文的确有事，长公主府近日有些不太平，驸马摔伤，长公主夜不安枕。于是舒文想设一处祈福燃货的坛场，供养香火祭品，请王真人出面助导。好说，李景道，他白住在这里，我差遣他去。然而舒文却摇头道：“其实昨日在外面，奴家已经请过他，他不肯，说忙不过来。”呵，李景皱眉，给他嘚瑟的，信不信我把他赶出去？李策却示意李景不要着急，我去问问他吧。舒文这才放下心，他端正地坐着，眼尾上翘，听人说话时恭顺安静，自己开口时又极尽温柔。奴家也觉得王真人是跟着九哥从骊山回来的，九哥如果出面会好说些。他郑重施礼道谢，这个情谊妹子欠下了。别这么说，李策温和地笑笑，去年中秋我发病没能回来，是你往寒堂殿送了节礼，又赏赐宫婢内侍，让他们好生照顾，这些事也是我欠你的情谊。寒堂殿是李策生母的居所。舒文恬静地笑笑。李景已经坐下去，他仰头吃茶，闻言道：“就是，京中也就舒文心善，不嫌你晦气。”五哥，舒文低垂衣袖，瓜子脸有些消瘦，说话的声音很轻。现在你照顾着九哥，也没有嫌他晦气啊。我闲着呢。李景指指他的衣袖，这里面泰山石有2块，全靠泰山石敢当，才没有沾染上李策的晦气。李策特地把随从安排在门房等待，王真人一回府便被请过来。舒文和李景已经走了，王千山抱臂站在院子里，点头道：“楚王殿下真会选地方，这院子极好。”李策请他就坐。夕阳正霞光万道，彩云绚丽，李策便在院内银杏树下铺上地毡，放置桌鸡蒲团，端来几样素菜，盛一壶果酿素酒，请王千山坐下。王千山跪坐在几案旁，看一眼菜碟，皱眉道：“殿下或许还不知道，本道乃正一派，可成婚，也可吃酒吃肉，只要不是牛、龟、雁、犬，百无禁忌。不吃牛、龟、雁、犬，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分别代表忠、孝、节、义，与道家理念相符。”李策闻言说声抱歉，命人撤去素菜，换上鸡鸭鱼肉以及烈酒。王千山这才高兴起来。酒足饭饱，李策说起正事。令他没想到的是，王千山一口拒绝。李策大惑不解。王千山虽然早就声名远播，但他刚到京城不久，去帮公主府做法事，一可认识权贵，二可得到丰厚供养，有何不可？王千山先是摇头不语，后来喝多了酒，微醺之中才说出实话：若本道答应了殿下，跑去长公主府祈福攘灾，就砸了本道的招牌了。为何？李策没有饮酒，故而头脑清醒。因为啊，王千山摇摇晃晃站起身，长公主府3日以内必有灾厄。什么灾厄？李策虽然同长公主不亲近，但那毕竟是他的姑母。王千山抬头看天，夕阳已渐渐消失，长庚星在青灰色的天空闪烁。因为啊，他拿起酒葫芦，狂饮几口，叹息道：“驸马爷，受限到了。”李策虽然敬重王千山，却从不信怪力乱神这一套。你说3日就是3日吗？第2日一大早，李策便拜托李景，请太医到公主府给驸马问诊，又暗地里给长公主去信，请他这几日务必加强府中守卫。除此之外，他还亲自面见刘晏，请京兆府巡街时注意长公主府。刘晏的伤情已经好转，如今正忍痛审案，唯恐歇太久，皇帝把他换掉。他不善言辞，只是点头答应，并不多问什么。李策离去时，刘晏忽然想起了什么，对李策道：“劳烦王爷问问叶小姐，她是怎么让京兆府的衙役那么服从命令的？”李策先有些惊讶，想了想才明白，刘晏的手下向来不太听话，但骊山抗敌时，他们为叶郊马首是瞻，让刘晏又嫉妒又愤愤不平。这个简单，李策答应道：“本王去问问他。”正好到了他们要见面的时候了。想起叶郊，李策便觉得周身都热起来，比晒到正午的太阳还要暖和。让他没想到的是，安国公府竟然有个男人，比李策到的还早，同我欢好。那人儒雅沉静的眉眼颇有几分书卷气，却身形高大，又穿着禁军巡街的衣服，让他整个人都有一种矛盾感。可这矛盾里最出脱的是他的潇洒不羁，譬如他看到李策起身行礼，便带着宁折不弯的锐气，不像朝中那些阿谀奉承之辈。正是严从征。李策略微点头，同他打招呼：“严指挥使今日散职吗？如果在职，这可算是擅离岗位。”严从征声音清越道：“
末将今日轮休，因家母喜欢安国公府的月饼，就厚着脸皮前来讨要，叫楚王殿下笑话了。其实说是喜欢，也有几年未曾来往过。笑话什么？叶夫人闻言连忙邀请他们落座，又道：长庚走时特地交代要给楚王送一份，给严公子送一份，所以今年做的格外多。你们不来，我还要让娇娇一家家送去呢。李策同叶长庚出时，叶长庚便说要请他吃家里的月饼，这是个守信的人。叶娇正在剥石榴，闻言撇嘴道：我才不送，母亲惯爱使唤我跑腿，哥哥走后就把我当儿子使了。叶夫人笑起来，要不是把你当儿子使唤，怎么会把家里的生意交给你打理？你怎么能买起人参像买萝卜，眼睛都不眨一下？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叶娇闻言立刻心虚的笑了，嘿嘿，他举起包好的石榴子，母亲别生气，请你吃这个。都坐下吧。叶夫人笑着招呼他们，你们晚上肯定要同父母团聚，就在这里吃午饭，谁都不准走。10多年来，安国公府第一次这么热闹。虽然叶长庚不在家，但家里第一次有贵人留下来用膳，门房也时不时来报，说谁家差人送来节礼。这一是因为叶长庚从军，二是因为叶娇在骊山立功，最重要的是因为肃王的案子审定，但凡聪明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先陈王被栽赃过，意味着皇帝会对安国公府放下芥蒂。这之后，万一叶娇嫁入楚王府，安国公府免不了跟着飞黄腾达。与其等着将来锦上添花，不如先行一步，也能多添一分好印象。奶娘请叶柔也过来，菜肴摆上，酒水添满，虽然还看不到满月，安国公府却充满团圆欢聚气氛。叶夫人坐在主位，2位客人上手就坐。叶柔是姐姐，同李策对坐，叶娇对面坐着严从征。叶夫人同严从征说话，问他家里长辈身体如何。严从征回答说都好，抬眼看到李策在剥石榴，剥完放在碗里递给叶娇，亏得他俩的胳膊都很长，隔着满桌子菜递来递去。提起严家，叶柔想起严从孝的事，他替前有功道歉，严从征歉意更甚，同叶柔多聊了几句。叶娇已经在给李策递核桃，新核桃。叶娇道：剥开大家尝尝。李策看着只撬开1道口子的果皮犯了难，严从征转头便对奴仆道：去取锤子来。不用了。李策说着，一掌拍开核桃，仿佛自己的手掌是铁做的。他们的动静终于惊动叶夫人。娇娇！叶夫人斥责叶娇：楚王殿下是客人，你怎么能使唤他剥核桃呢？无妨。李策垂下手掌，在酥麻疼痛中咬牙道：本王病时，叶小姐多有照顾，病好了，做些事也是应该的。这话得到了严从征的支持。正好末将带来1篮野板栗，叶小姐喜欢吃板栗，楚王殿下也剥吗？野板栗外壳坚硬，长满利刺，比刺猬都难对付。席间的气氛顿时有些不同。一直埋头苦吃的叶娇总算发现，对面的2个男人正襟危坐，视线碰在一起，如空中沉沉接近的2团乌云。不用剥了。叶娇连忙拿起筷子，都怪我，正餐不吃，吃什么核桃？来来来，夹菜夹菜。他亲自给严从征送去1块月饼，又给李策夹去1颗肉丸，再起身倒满桂花酒，笑声清朗的活跃气氛。这顿饭终于有惊无险的吃完，严从征拿上月饼告辞离去。叶娇打了个饱嗝，斜一平挤道：你说说你们怎么还能吵起来呢？李策拿着锤子敲核桃，闷声道：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7、8岁吧。叶娇道：上街看灯，他跟严姐姐一起抢我的兔子灯，我哥把他打了一顿，哈哈，就认识了。然后呢？李策重重地砸开核桃，然后店家就把兔子灯卖给我了呀。后来傅明竹要帮他出头，又被我哥打一顿。想起哥哥，叶娇难过起来，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有没有月饼吃。远在沙州的叶长庚正在啃糊饼，这里的糊饼没有沾芝麻，西瓜大的面皮拍进炉子，烤得又硬又干，优点是容易保存。比如当他趴在戈壁滩埋伏2天2夜时，糊饼不会坏掉，啃一口唇齿生香。若不是总有些沙子硌牙，这糊饼便是无上美味。啃完往身后递去，饥肠辘辘的部下立刻接住。校尉爷，部下一面吃一面道：真想不到您这位京都来的贵人也肯这么卖命。这几天待在这里一动不动，我身上的跳蚤都生跳蚤了。叶长庚解开水壶塞子，喝掉最后1滴水。小爷我什么福都想过，尝一尝苦头，这叫积累谈资。他不屑道。部下解开自己的水袋递给叶长庚：校爷，一会儿吐蕃人过来，您先别出去，跑我们后面。说的什么玩笑话？叶长庚嗤之以鼻，谁官大谁冲前面。出门前娘说过，作为将官，不光自己要活命，还得护着部下。跑后面，他是那种怂人吗？远处终于传来马蹄声，再近些，露出那些人蓝灰相间的衣服。敌军来了。千里之外的京都长安，百姓们正在庆祝中秋。午饭过后，安国公府在最高的楼上系起硕大的灯笼，这是树中秋的节礼，必不可少。
楼上的叶柔低头看时，不由得抿起唇角浅笑。灯笼之下，红衣的叶娇，玄衣的李策，一个眉眼生动，笑颜如花，一个目色深沉，藏着喜悦。秋风吹动他们的衣角，叶娇的披帛飘飞起来，缠住了李策的衣袖。他并不急着解开，就由叶娇缠着，转头看他，真是一对璧人。叶柔拿起字谜就要抛下去，让李策来猜。忽然见远远的走来一个随从，对李策耳语几句，李策便转身离去。叶娇跟着他，也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去了天牢。随从说，牢里的李龙捎信出来，说请楚王一见。叶娇不放心，便跟着过去。案子已经审定，且昭告天下。过了中秋，李龙便会被移到合适的地方，终身幽禁。那地方是保密的，所以李龙想见李策，只剩这一个机会。他仍穿着那日骊山刺杀时的衣服，原本名贵的锦衣，此时遍布褶皱污渍，头发也乱了。王冠虽然戴在头上，却看起来不伦不类，像一个心智失常的戏子。见到叶娇，李龙有些意外。听说安国公府的月饼很好吃，不知道叶小姐带了吗？带块砖头给你。叶娇说着就要低头找砖，被李策阻止。哎呀，叶小姐，今日的你……李龙摇头道，可不如那日晚上温柔可人啊。李龙一边说，一边从衣袖中取出发簪。那是骊山那夜他亲手从叶娇头上拔下的簪子。当着李策的面，李龙露出放荡的神情。那日在骊山，小姐你亲自把这发簪送我，你说你愿意服侍我，做我的王妃，你都忘吗？你胡说！叶娇气到搬动牢门，想开门把李龙痛打一顿，最好是打死才能让他闭嘴。娇娇！李策再次阻止叶娇，他牵住叶娇的手，把她带到自己身后。这还护着？李龙又道，他的滋味我可都尝过了。叶娇再也忍不住，他一脚踹向牢门，虽然没有把牢门踹变形，却惊得李龙向后退去。他怎么没有带一把弓来呢？真是不如哥哥聪明。叶娇在天牢喘着气，看向李策，他会怎么办？怎么说？不会信了吧？善待老五。李策甚至都没有生气，他沉默地站着，看向李龙的目光中有一丝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娇娇，李策轻声对叶娇道，他不想活了，你要让他得逞吗？不想活。叶娇看一眼李龙，显然对他不够了解。是啊，李策长身玉立，在凄冷的牢房中握紧叶娇的手臂。我这位哥哥贵为皇长子，从小飞扬跋扈，逍遥自在，在边境10年也算征战沙场，为国尽忠，却落得这个下场，幽禁终身，还不如死了的好。所以他胡编乱造，要让你像叶长庚下死前有功那样，一剑给他个痛快。李策娓娓道来，李龙似被戳破了心事，更加愤懑。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吗？你若足够聪明，怎肯做李章的狗？他痛骂着，把手里的发簪使劲砸出来。啪的一声，金簪落在李策身上，沿着他漆黑的玄衣掉落地面。李策依旧没有生气，他低头对叶娇道，这里冷，你到马车上去等我，好吗？叶娇想了想，答应下来。我才不会中计呢。他嫌弃地对李龙道，要死你自己死去，别连累我们。明白了对方为何造谣诋毁，叶娇的气散去大半。李龙看着叶娇迈步离开，神情颓然，摇头苦笑。身边的一团火离去，李策顿觉周围更冷。他俯身捡起发簪，轻轻擦掉上面的尘土，叹了口气。叶小姐已经走了，兄长有什么话要交代，尽管说完吧。即便对方已被贬为庶人，李策还是唤他兄长。书里却也不失礼数。牢中光线昏暗，李龙随意坐在蒲团上，倚靠牢门，斜眼看着李策。你知道我不是想死。他长叹一声，吐进胸中浊气。我就是想单独同你说句话。那你也不必如此气他。李策道，他真有可能杀了你。我还要多活几年。李龙咬牙道，我要看着李章倒台，看他的下场比我更惨，我才能去死。西北道的兵权是李龙偷来的，他为了那点兵权，策划了先陈王的谋反，之后在边境10年，刀口舔血，培植亲信。可李章甚至没有出面，就假借京兆府和李策的手，把西北境全权接管，兵不血刃。李龙空忙一场给别人做嫁衣，自己又失去王位，如此凄惨，怎么能死心？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李龙道，你为何会帮李章做事？玉琼楼尸骨的身份是李策查出的，顺藤摸瓜找到李龙部下，也是李策的主意，就连骊山灭口都因为李策的到来功亏一篑。李策没有解释，他接手玉琼楼的案子是被御史百里奚3两句话逼迫，而百里奚显然是李章的人。他和李龙同样受李章捉弄，不同的是李策是刀，李龙是岸上鱼肉。我讨到了好处。李策笑道，毕竟12年前你栽赃陷害的是叶小姐的亲族，安国公府的冤屈洗刷殆尽，叶娇和叶长庚才有未来。这就是李策当初说的要讨一个好处。呵，李龙冷笑一声，
那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呢？说来说去，这句话才是他今日的目的。李策看着李龙，表示洗耳恭听。李龙整张脸转过来，长久没有清洁的皮肤宛如长了一层泥浆，胡茬从泥浆里钻出来，看起来落透潦倒。可他的眼眸是闪亮的，像藏着一盏同归于尽的毒药，透着熊熊燃烧的希望。你的生母顺平，李龙道，因李张而封。李龙一字一顿说完这句话，字正腔圆，话中恨不得藏下千言万语。他一面说，一面紧盯着李策的脸，他在等待。这个弟弟比他孝顺，听说李策每次回京都会到顺平那里给他喂饭，陪他闲话。虽然他那个娘连大小便都无法控制，若不是宫婢尽心伺候，早就烂在宫里。这么孝顺的他，知道是谁害生母至此，当然会很愤怒，很怨恨。然而李策没有，他狭长的眼睛里只是闪过一丝意外，便很快暗沉下去，同往日一样，像幽冷的湖水，深不可测。是吗？李策问。是啊，千真万确。李龙唯恐李策不信，急得站起身。你准备怎么办？不怎么办？李策道，杀了李章，我娘就能好了吗？你能报仇啊？李龙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当年顺平娘娘生下你，父皇便要把你送去皇陵，宫中闲言碎语说这是去献祭，说你去了就活不了了。于是他跪在紫宸殿外，恳求养足100日再送，磕头磕得满地是血。父皇那个人只在意有出息的儿子，这么多年对你不管不问，顺平封傻钱都是他给你送去衣裳金银。如今你知道谁害他，竟然不报仇吗？不报。李策看着李龙，摇头笑笑。所以你以为我做完李章的棋子，还肯做你的？我不会下棋。李龙道，你若是连这个仇都不报，就是卑劣小人，就是《诗经》里说的那种人。李策没有兴趣知道是哪种人，他转身离去，听到李龙在他身后喊叫，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李策，你连老鼠都不如，不如老鼠。李策已经走出天牢，明晃晃的太阳照在身上，却丝毫不觉得温暖。他抬头看向远处的大明宫，只觉得遍体生寒，内心空空荡荡，并非不觉得愤怒，或许是因为自己太过弱小，这愤怒像是一团棉花，无力软弱。除了愤怒，更多的是自责内疚。这么多年，他竟然以为母亲真的只是得了疯病，因何而疯，有没有人谋害，他从未查过。因为他们母子在大明宫，卑微弱势，不会挡任何人的路。他在皇陵守墓，母亲在宫中服侍帝后，还要他们怎么做才能安然度日？李策怔怔地站在天牢前，直到马车的车帘掀起，露出叶娇和暖的脸。思思，他把手拢在唇边，小声唤道，快来，别冻坏了。李策僵硬地向前走去，他走出阴影，走到阳光下，走到马车前，一步步迈入马车，车帘在身后落下，他坐在车内，木然坐下，出神地看着叶娇。叶娇握住了他的手，呀，都冻凉了。他大惊小怪道，李龙那个王八蛋又跟你说了什么？他想利用我杀了他，是不是还想利用你？思思聪明，他想让你帮他，对不对？李策回过神，发现这个往日大大咧咧的姑娘也有敏锐的时候。是，她的声音小如蚊蝇，但是我不想中计，现在的日子很好，真的很好。20年来，他身边总算有一个女人，关心他，陪伴他，用炙热的手暖着他，像一盏灯照亮前路，像9天的太阳驱散凶恶。他不想卷入任何是非，他也没有能力同李章和皇后作对。娇娇，李策颓丧无力道，我真没用。你最有用了。叶娇反驳他，桃花眼里盛满真诚，你帮司马承恩报仇，帮安国公府取信于陛下，骊山那次如果没有你，我就死掉了。思思最管用，思思还孝顺父母，善待老五。善待老五是什么鬼？老五李景吗？李策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他的坏心情正逐渐散去，心中鼓鼓囊囊都是叶娇生动的脸。思思还长得好看，叶娇继续夸着，比我白，比我哥聪明，天底下的男人都没有思思好，思思长命100岁，思思寿与天齐，爱你。叶娇的声音戛然而止，她被李策拥入怀中，抱得结结实实。马车平稳地向前驶去，叶娇短暂的惊讶后，在心中暗暗后悔，是不是夸得太猛了，搞得李策这么激动？起码寿与天齐不该说吧？他扬起小脸要收回刚才的话，却突然碰到李策的嘴唇，那薄薄的嘴唇正是在寻找着他的潭口。叶娇想避开的，如果他想逃，10个李策也追不上。但他看到了李策的眼睛，他的眼睛紧紧闭着，漆黑的睫毛上有一滴莹润的泪珠。他哭了吗？注：李龙骂李策的那句话出自《诗经》，意思是你没脸没皮没有尊严礼节，活得还不如老鼠，不如死了算了。情意绵绵。在这心念流转的一瞬间，李策已覆盖叶娇小而红嫩的阴唇，他的肌肤柔软炙热，而他的亲吻
像是在掠取，掠那一点温热，取那一点情意。叶娇感觉李策起身半跪，他修长的手指托着他的后腰，而他被他揽在怀中，禽手后仰，浓密的黑发倾泻而下，与他相连的，除了他托举的手，就只有那对微凉的唇瓣。那对薄唇在轻视，在吸吮，从不曾有过的悸动席卷叶娇全身，他的腰身开始僵硬，下意识配合李策的动作。原来亲吻是这样的呀！作为回应，叶娇也轻轻亲了一下李策，他脸颊微红，轻喘娇气，这回应带来的是惊涛骇浪般的深吻，拨动潭口，扣开贝齿，香舌纠缠到叶娇忘记呼吸，他的脸一瞬间憋得通红。李策感觉到叶娇的生疏，虽然他也只能摸索着学习如何亲吻，还是温声引导叶娇呼吸，娇娇呼吸。叶娇深吸一口气，鼻息间都是李策的气息，像覆盖轻松的雪，有一种清冷的凛冽。他伸出双臂环绕李策的脖颈，李策。叶娇轻声唤他的名字，比之前任何一次呼唤时都更饱含深情。娇娇。李策回应道，谢谢，谢谢这世上有一个你，温暖的你，善良的你，热忱的你，古灵精怪的你。你是驱散黑夜的太阳，是吓退凶恶的图腾，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运，是上天恩赐的命运。因为你，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折磨半生的病痛都算不了什么。若我早知道荆棘后面是霞光万丈，若我早知道该多好，我就不会孤独、悲伤、绝望、胆怯，就算是光着脚，我也会飞速奔跑，跑到遇见你的这个时刻。李策的眼帘间已没有泪水，只有浓浓的感激和心动。若这辆马车永不会停，若这吻永不需要停，该有多好。李策把叶娇送回家，再到宫中参加宴饮，只上了几道菜，他便借口说身体不适，又离开宫殿。灵德殿宏伟轩昂，巍然耸立，地台就有3丈高。李策脚步轻快地走下台阶，听到身后有人唤他，你跑什么跑？不准走！听声音便知道是赵王李景。李策转过身，笑容舒展道，五哥不是要待到最后吗？李景听到他喊五哥，僵硬的脸笑了笑，又顷刻间冷了脸。看来今日的气恼，喊一声五哥是哄不好的。你知道我每年最喜欢哪一天吗？他沉声问李策。不知道。李策老实回答，沉甸甸的衣袖低垂着。中秋，中秋。李景强调道，中秋有歌舞助兴，有美味的月饼，有桂花酒，有母后送的钱袋，还能在席间取笑那几个长得丑的兄弟。最重要的是，你嫂子他们妯娌坐在一起，没人管我。这一天父皇母后心情好，我要是想在那个妾室，他们也多半同意。但是今天全被你毁了。怎么就被我毁了？李策疑惑道，我刚才已经看到你吃了月饼喝了酒，还偷摸舞姬的手，并且笑话老八脸长腿短还脱发，把他气得找皇后哭去了。你那100房妾也学不会好好说话吧？李景气急败坏道，可是你说你不舒服要走。我的确要走。李策道，你回去呗。我回不去了。李景愁眉苦脸地走下台阶，恨不得踹李策2脚。父皇让我照顾你，不准我参加宴会了，呜呜。他快要哭出来，又不敢忤逆圣意，寸步不离跟着李策出了大明宫。这倒让李策难受起来。他不是回赵王府，是要去别的地方。我不管。李景梗着脖子，你就算是去杀人放火，我也奉陪了。他钻进李策的马车，躺在地垫上翘起2郎腿，端得一个无赖的模样。可当他听到外面有女人的声音，立刻坐直身子，理好头发，抚平衣袍，咳嗽一声掀开车帘。外面站着一个小丫头，叶娇的丫头。这里是安国公府门外，李策先让门房去喊水文，见到水文才让他请叶娇，没有直接请叶娇出来，是在顾及他的名声。水文笑嘻嘻的点头，一溜烟不见了。李景指着李策道，啊，你原来是欺瞒父皇，趁机约会呢。你现在知道了。李策没好气道，能自己回去吗？不能。李景歪着头揣起手，你坏我好事，你也别想好过。这一次约会，李景比天上的月亮都有存在感。今夜没有宵禁，他们沿着房街欣赏各家宅院燃起的月灯，再后来拐到西室，更见灯光灼目，鱼龙飞舞。李策从衣袖中掏出他在宫宴上偷拿的桂花饼，你尝尝。叶娇取了一块，李景取走另一块。叶娇说好吃，李景说太淡了，他不喜欢吃太甜腻的。李策解释，那你都不管我喜欢吃什么吗？李景冷哼一声，绕过李策，走到叶娇身边去。那你喜欢吃什么呀？叶娇疑惑道，她小巧的鼻头被秋夜的风吹得有些红，呆呆地看着他的样子让人怜爱。李景顿时不气了，我吗？他走的距离叶娇近些，喜欢吃别人结账的。李策伸出胳膊把他推开，是谁说叶小姐是母狮子女魔头的？李策告状，谁说的？叶娇站在一棵树旁，把桂花饼塞进嘴里咬着，
弯下腰，双手抱树就往外拔。李景吓得脸色苍白，叫喊着就往李策身后躲。这都能当兵器？打我一顿是要坐牢的！快想想我爹是谁！李策笑起来，他狭长有神的眼眸眯着，牵起叶娇的手。罢了罢了，这些树归京兆府管，刘晏才消停几天，就别让他头疼了。京兆府管的真多。叶娇不情不愿地撒手道，不过巡街的那些衙役我都认识，见面还打招呼呢。三人逛完西市，逛东市，直逛到街面上空无一人。叶娇买的东西三个人都拿不住，李策才舍得把他送回去。李景照样跟着。你怎么还不走？逼仄的马车里，李策看着李景道。李景瘫软在车厢，有气无力道，我是真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腿麻，走不动了。他说着闭眼道，你们爱干嘛干嘛吧，就只当我瞎了。其实他也用不着闭眼，叶娇买的东西太多，摞起来足够把他挡严实。等叶娇回去，李景抱怨道，她不是女魔头，我误会她了。她这是败家娘们啊，怎么这么能买？都是买给家里人的。李策为叶娇解释，连家里的仆人都送了礼物，真心善。是心善。李景脸上的肉抖了抖，你等着穷成叫花子吧。关于叶娇是不适合做妻子这件事，李策没有同李景探讨太多。宝物如果太显眼，容易被人抢了去，自己知道好就行了。马车行驶到赵王府门前，李景见街口站着一个人，通身家奴衣服，在头上围着一圈白布，手里也拿着白色的孝布。李景呸呸两口放下车帘道，哪家在报丧？真晦气。停车。不知为什么，李策却忽然开口道。他面色苍白，跳下马车，正看到街口那人走过来，见到李策，那仆人扑通一声跪下，双手举起白布，才开口说话。禀楚王殿下，我家主子没了。明月高悬，灯笼灼灼，街面上似铺了一层银红相间的光。李策站在光中，却觉得遍体生寒。说清楚。他冷声道。京都显贵人家负责出门办事的家奴，多半认识他们这些主子，但李策却不认得家奴们。但他记性很好，今日见过便不会忘了。奴的主子是长公主府驸马爷。那仆人声音哽咽。驸马爷？被骊山王千山道士断言活不过3日的人，果真死了吗？月光似一把刀，直直刺入李策心口。驸马爷因何而死？他明明交代过，府中要有太医，要加强守卫，京兆府要在附近巡街。难道真的是受限到了？怎么就死了？马车上的李景也在问。死在这中秋的团圆夜。如有天机。长街如银雪覆盖，报丧的人支支吾吾，不知因为什么，竟然不肯如实回答。李策只好耐心询问，是病情加重了吗？驸马爷因为在赈灾路上摔下马，伤重骨折，正在家里休养。不是。报丧人垂头道，爷的病已经好转，今日还参加了中秋家宴。李景急得跳下马车，闻言问道，是有刺客？小偷？还是有不巧，他掉茅坑里摔死了？都不是。报丧人退后一步就要离开，李景急得要去踹他，报丧人躲闪着抹泪道，的确是有不巧。驸马爷今日心情好，吃了一口豆沙糯米月饼，他哭道，爷死了，爷死了。就算太医守着，也没能及时救治。不是天灾没有人祸，是他自己吃东西不注意，噎死了。李景正在原地张大嘴巴，直到报丧人离开，还迟迟没有说话。这种匪夷所思又容易引起议论的死法，怪不得报丧人不肯说。皇室在乎颜面，恐怕之后正经发丧，也只能说是伤重不治。况且因赈灾而伤，百姓又会对皇室崇敬感激几分。李景转过头来对李策道，我怎么觉得又可怜又好笑呢？不好笑。李策正抬头看向赵王府的某处，那里住着骊山的道长王千山，我只觉得可怕。世间真有人可勘破天机吗？连一个人的死期都能精准掐算。第2日去长公主府吊唁，李景说什么都不肯去。小九啊，只是初秋，他却穿得很厚，你带上我的宴礼去吧，我就不去了。怎么？李策道，被吓破胆了吗？李景缩着头，团紧外袍，悠悠道，本王只是感受到人有旦夕祸福的可怕，绝不是怕招惹什么晦气。上回本王有这个感觉，还是7年前宫中大火，烧死了白天还给我糖吃的太妃。你看，我都没有带泰山石，心里怯。他扬起空荡荡的衣袖，的确没有泰山石，却从里面飞出2张符纸，比巴掌略大的黄色薄纸上密密麻麻画满符文。李策捡起看，李景来抢，快给我！人家王仙人给我画的呢，可镇4面妖魔，能退8方厄运，1000两银子都买不来。提起王千山，李策表情微微凝滞。他在府中吗？没有。李景道，他说他昨夜被雷劈到，一早躲出去了。昨夜晴空万里，哪里有雷？但经过驸马爷的事，别说打雷，
就是他说天上下过金子，李景也会信的。长公主府已经来了许多吊唁的宾客，李策扫了一眼，便在女兵那里找到叶娇的身影。她今日穿的素雅大方，雪青色的短衫一直包裹到锁骨处，把胸前的血肌遮得严严实实，腰中束一条涂白暗花裙，裙裾垂到脚踝，露出半截云头锦履。叶娇正同身穿斩衰校服的驸马女儿舒文说话，舒文的眼睛哭得红肿，叶娇牵着她的手，低声安慰。她安慰得很认真，不知说了些什么。舒文一面点头，一面露出感动的神色。宾客们轮流上前竞相叩首，李策的目光总忍不住在叶娇身上流连。终于，叶娇也看到了他，他的眼睛蓦然亮起，像今日晨起天边的星辰。李策对他点头，叶娇仍被周围哀戚的氛围感染着，虽然高兴见到李策，却没有笑。周围是哀乐声、哭泣声，迎来送往的应酬声。白的校服，黑的棺椁，招魂幡迎风飞扬，黄色的菊花被宾客不小心踩碎。他们就这么隔着人群，远远相望。叶娇穿的素重，头上的配饰也素雅，没有了她喜欢的金器东珠，只留一只小巧的银梳插进黑漆漆的头发，留出刻着月月红的圆饼。她的眼中有浅浅的宽慰，还有相见却不方便说话的郁闷。今日这里都是皇亲国戚，又是哀痛的丧礼，他们若聚在一起说话，不合礼数，也遭人耻笑。叶娇偏过头去，示意李策注意她身后。李策这才发现叶娇的母亲也来了。叶娇又对李策眨了眨眼，趁舒文放开他的手，偷偷比划了个形状。他知道叶娇想说什么。我母亲来了，你是自己来的吗？怎么驸马爷就这么死了？真是不幸。你可要注意身子哦，人参吃完了，我这里还有。他看着叶娇，还是忍不住对他露出极浅的笑，浅到他的唇角只微微勾起，笑容来不及散开，便收住了。叶娇知道他想说什么吗？千言万语，他只想唤他一声娇娇。娇嫩的娇，娇宠的娇，娇妻的娇，娇娇。吊唁后离开长公主府，李策向后看看，叶娇仍没有出来。安国公府长久不能露面，这次公主恳请，他们肯来，必然要多说些话，这是必不可少的交际，对他们有好处。李策还想再等等，随从清风过来说找到王千山了，他躲在客栈里。李策立刻去见王千山，他正在吃茶，看到李策，目光躲闪着，面色僵硬道：“是楚王殿下呀。”李策开门见山道：“请问道长，您还知道些什么？楚王殿下是什么意思？”王千山俊逸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慌。李策平退左右，关上门窗，跪坐在王千山对面。您说驸马爷受限到了，他吃东西都能噎死自己，殿下是不是听错了？贫道没说过。王千山向后退去，不知为何忽然捂住大腿，疼得龇牙咧嘴。怎么了？李策问。王千山站起身，把外袍撩起来，给李策看他的大腿，从膝盖向上有一道青紫痕迹，被雷劈了。他无奈道：“还以为赵王府风水好，结果会打雷。再这么下去，我不等成仙就成了游魂。”成仙总是王千山最挂念的事。李策不想转移话题。道长，他正襟危坐，平日有多散淡，此时便有多郑重。本王想问你一件事。室内没有别的人，门窗也关着。王千山小心翼翼站在李策对面，看他扬起的头，微蹙的眉宇，明明他只是坐在那里，王千山却似看到平地掀起万丈高的狂风，忍不住心神激荡。你是怎么知道驸马爷会死的？李策再次问道。王千山身体未动，却感觉心在动，神在动，意在动。在这说不清是什么的威压下，他下意识坦白道：“本道曾偶然知道他的生辰，推演而来。”李策沉沉点头道：“那么，本王想再问你一件事。”李策的随从清风待在客房外，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他们说了什么啊？这么久？昨夜主人没有睡好，他也就睡得不太好。此时清风强打精神，才没有靠着门板睡着。他的眼睛呆呆地看向四周，希望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提提神。这家客栈虽然位置普通，住客不多，店家却很有心思，把竹筒绑在柱子上，插了不少菊花。有几个书生模样的客人走得快，衣衫蹭掉一枝花，盛放的菊花落在地板上，清风要去捡，却迟了一步。花被踩踏，丝丝缕缕的花瓣碎裂在地上，一瞬间便失去了妖娆美丽。花都是这样的吧，短暂一妖。清风叹了口气，门开了。李策从里面走出来，又转身对王千山道别：“王道长还是住回去吧。”他劝道：“这里毕竟需要花费。”多谢殿下。王千山道：“本道一定会多为殿下祈福的。”李策道声谢，便带着清风离去。清风走在李策身后，他抬起头，总觉得主人今日的脚步格外沉重。中秋节的第二日，循例是要进宫给皇后请安的。李策因为去吊唁过亡人，故而先回府重新沐浴更衣，这才进宫。李景早去了，李策到时，他正跪在皇后脚边给皇后捶腿。“母亲，母亲，
年近30的壮男人捏着声音撒娇：“就把他给我吧。”皇后嫌弃地看了李景一眼：“给你多少，你也给本宫添不来皇孙。”李景成婚多年，尚未生养孩子。李景继续求着：“母亲，儿臣看那舞姬屁股挺大的，说不定能生。”皇后不搭理李景，看到李策来，示意女官递过去一匹衣料：“知道你还要到寒塘殿去，入秋了，这料子给顺嫔做新衣裳吧。”李策跪地叩谢，便带着布料离去。过会儿还回来。李景喊他，不了5个。李策回绝道：“午后父皇还要召见。”皇后含笑道：“本宫也听说了，瞧瞧楚王愈发做事干练，你这个哥哥得见贤思齐，懂吗？”他抬手向李景额头点去，李景躲闪着，一屁股蹲在地上。李策到寒塘殿去，刚走到殿外，便听到顺嫔哭闹的声音。他拿着一根木棍在院子里乱跑，跑累了停下，把棍子插进砖石的缝隙，要撬出砖头打人，被宫婢小心按住。见到李策来，宫婢齐齐施礼，求李策轰轰娘娘。李策走上前，轻声唤道：“娘。”顺嫔的头发乱了，衣服脏了，鞋子跑掉了一只，白袜子上都是泥巴。听到李策呼唤，顺嫔歪过头，仔细看着他。李策取下他手里的木棍，牵着他的满是泥巴的手臂，走回寝宫。迈过台阶时，李策的眼泪滑落下来，沿着清俊的脸颊在秋风中飘飞。娘，他哽咽着呼唤。陛下赐婚。顺嫔没有回应李策的呼唤，他看到了李策带来的布匹，那布匹是衡州织造的孔雀罗，表面闪光，精美华贵。顺嫔一把夺过孔雀罗，牙齿咬住布匹边缘，双手用力一扯，就把那布刺啦一声撕开。宫婢连忙过来劝阻，李策却屏退他们：“母妃要撕，就由着她撕吧。”宫婢内侍退出去，李策背对敞开的殿门，跪坐在生母面前。其实他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李策出生就被送去皇陵，母亲留在宫中服侍帝后。他记忆中跟母亲有关的东西，是他托人送到皇陵的礼物。小一点是吃食玩具和衣服，大一点便是各种书籍和似乎从不间断的信。母亲识字不多，送去的书也五花八门。经史之学，书画棋谱自不必说，有一次里面甚至夹杂了画本子。画本子当然比正经书有趣，李策几乎把那本书翻烂。不过13岁后，母亲就不会再送任何东西了。他莫名其妙病倒，然后发疯，等李策赶回来，母亲已认不出自己。譬如现在，明明他就跪在母亲身边，母亲却只顾摆弄那块布。他的动作很快，没几下就把布匹撕得一条一条，绑成一根绳子，然后紧紧攥着那根绳子，盯紧李策，唯恐他抢了去。娘，李策含笑看着他，泪流满面。娘，对不起，对不起。他就这么一句句道歉，却不说是为了什么道歉。而顺嫔就那么攥紧绳子，紧张胆怯地盯着他，眼神中满含警惕，没有半分慈爱。李策在寒塘殿待了很久，久到内侍前来催请，说圣上召楚王议事，万不可迟。李策让内侍稍等，他起身整理衣冠，面见皇帝，衣服要一尘不染，头发要纹丝不乱，神情要肃穆恭敬，行止要从容不迫。李策走去紫宸殿，路上紧抿唇角，不发一言。紫宸殿内已经来了很多人，帝后高坐，其余人松散地站着，气氛融洽。宰相傅谦满面含笑同礼部的人说话，几位兵部官员交头接耳，不知偷说些什么。距离香炉略近些的位置，竟然站着2个人：安国公府叶夫人和叶娇。叶夫人神情庄重，却也掩不住满面喜色。见李策进来，叶娇装作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灵动的眼眸中藏着欢喜。李策面色不变，对皇帝施礼：“小九来了。”皇帝递给李策一本奏折，显然心情大好。晋王送来捷报，我大唐军队力挫吐蕃军，已经得胜。吐蕃退守甘泉水下游，呈上臣服表文。原来是打仗胜了，怪不得圣上如此开心。李策开口夸晋王勇武卫国，是皇子表率。你们是得跟你二哥学学。不过朕破格拔擢的议徽校尉也很不错。议徽校尉是叶长庚的军职，这便是请叶夫人前来面圣的原因了。皇帝起身道：“叶长庚深入敌军，埋伏数日，以30人弱小兵力切断敌军后方补给，这才给晋王创造反击机会，一举击败敌军。朕已提拔他为游骑将军，从五品上。从五品上，这个军职已经不小，安国公府想必很开心吧？”李策恭敬地对皇帝施礼，哑声道：“父皇圣明。”你的声音怎么哑了？皇帝关切道：“身体不好，要多谢谢。朕听说你今日还到长公主府去吊唁了，下次这样的事让老五去。”李策应声答允。他的声音哑了，或许是因为忍着心事，因为有太多的泪水哽咽着淌入喉咙。然而他的神情是克制的。提起长公主府，皇帝派人前去安抚。皇后说他一早就已经差人去过了，帝后同心，
皇帝拍了拍皇后的肩膀，当着他们的面别哭了，等过些日子，皇后再亲自宽慰长公主吧。皇帝说着走到李策身边，小九，朕今日召你来，还有别的正事。他看一眼皇后，皇后便跟着开口道，原是我这个做母后的不够尽心，楚王年纪弱冠，本宫竟忘了你的婚事，若不是圣上挂在心上，这事儿还不知要耽误到什么时候。李策站在玉座旁，像一棵被狂风吹拂的竹子，不管他有多努力想要站直，都有些微微摇晃。原来让安国公府来，还有这个原因吗？早知如此，他应该……李策下意识扭头看向叶娇，叶娇没有像其他京都贵女那样适时表现出羞涩的模样，她白皙生动的脸颊上一双妙目好奇又期待地看向皇帝，可爱有趣，让开口说话的皇帝都笑了。你身子不好，身边也该有个人照顾，朕之前为你留意过京中的姑娘，都不太合适。不是不合适，是看不上，也没有那么有趣。但皇帝当然不能这么说，一向威严的他眼睛眯着，圆眼快眯成一条缝，看着远处的叶娇就忍不住想乐。太好了，以后叶娇成了他的儿媳，就可以常常见到。这儿媳能文能武能搞事儿，在宫里搞事儿，他可以顺便看热闹；在宫外搞事儿，他可以趁机出宫，一举好几得，一定要娶到家。皇帝继续挑眉道：眼看楚王府将要建成，上次在乞巧宴上，朕听说你和安国公府次女叶娇情投意合，今日朕把她赐给你做楚王妃，你可愿意？叶娇这才低头，叶夫人不失稳重的微笑，皇后频频点头。几位大臣中，礼部的人已忍不住推算好日子。李策跪下去，你可愿意？当然，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是他娇嫩的姑娘，是他想娇宠的恋人，是他期盼求娶的娇妻。他原本要亲自开口求旨，他准备了满屋的彩礼，他买空了长安城金楼的头面，都是为他。他感谢过上天好多次，20年来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般，他觉得自己的运气太好，好到忍不住想落泪。都是因为他，如果能娶她，该有多好。他愿意拿他拥有的全部，交换同那人一生一世的相守。他对皇位没有兴趣，对经营没有执念，他所求不过是身边的人健康安乐，不过是有一个家，一个温暖的怀抱。他有，他暖和得很。可是，李策跪在冰凉的地板上，那地板似乎连接着地狱的寒冰，冰雪顺着他的膝盖蔓延向上，把他的手脚冰冻，心脏冰冻，面容冰冻，只留一张会说话的嘴巴。父皇，李策叩首道：儿臣。他需要用全部的力气控制嘴唇和舌头，才能说出那3个字：不愿意，儿臣不愿意。紫宸殿原本的热闹一扫而光，朝臣静谧无声。叶夫人面容惊讶，皇后娘娘忍不住起身，而皇帝正在原地问道：你说什么？儿臣不愿意。说过一遍，再说时就顺畅多了。拒婚原因，你们不是？怎么会？你到底在说什么？皇帝的震惊大过愤怒，不是没人忤逆过他的赐婚。当初李景成婚时，就曾不顾身份要那歌姬，被他痛斥一顿，打了10个板子。也不是没人反驳过他的旨意。皇帝有善于纳谏的盛名，朝堂上的言官凶起来，敢丢掉护板同皇帝对骂。但皇帝怎么也想不到，李策竟然会拒绝赐婚。那可是叶娇，上哪儿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还能娶来这么好的媳妇？你昏了头吗？皇帝骂道：你倒是说说，为什么不愿意？你不愿意，怎么还深夜帮人家报官？怎么还牵着人家的手赏银河？怎么还拼死去骊山救人？怎么还在国公府跑来跑去？连中秋节都要在人家家里吃一顿？怎么，原来只是为了蹭饭吗？皇帝怒气不争地瞪着李策，李策僵硬地跪着，像冻印在目前的石像。而臣同叶小姐只是误会。李策面无表情地解释，这些日子也一直恪守男女大防，并未越礼逾矩。父皇若不信，可以询问叶小姐。李策背对叶娇，他没有勇气回头看一眼叶娇的表情，他怕自己看了便会心痛，会妥协，会忍不住收回那句不愿意。殿内静得像在等待事关生死的裁决，檀香清幽，朝臣屏息。皇帝看向叶娇，而叶娇上前一步，装进跪地。他灵动的双眸此时如潭水般沉静，声音如金石般清亮，说道：回禀圣上，奴家同楚王殿下的确恪守礼仪，并未逾矩。一句话像是什么都回答了，又像是什么都没说，挑不出错处，却没有意义。皇帝更加着急，朕是在乎你们有没有逾矩吗？朕是怕你们从不逾矩。他还想再问，却看到叶娇眼中慢慢汇聚的泪水。这孩子，他受委屈了呀！哪个姑娘受得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拒绝？因为自己的混蛋儿子，他受委屈了。皇帝立刻抛下李策，认真考虑叶娇的事。叶娇，皇帝道：你在骊山救护刘晏和衙役们，阻止肃王行凶，立下大功。朕要赏你，是一定会给你指门好亲事的。楚王是个病秧子，他自己知道配不上你，才拒绝了婚事。
但朕还有许多儿子，比你大的就有10个，你想嫁给哪个，尽管开口。这是皇仔里面随便挑了，还没有哪个贵女得到过这样的荣宠。好在皇后并未像皇帝这般冲动，她很快发现了不妥之处。圣上，皇后悄声提醒道，想必叶小姐也不愿委身为侧妃，好些皇子已经婚娶过了，不能挑。皇帝沉思片刻道，皇后说的有道理，那就等朕封了谁做太子，由太子娶叶氏做太子良娣。太子良娣是仅比太子妃位低一级的侧妃，一旦太子登基，便是协理6宫的贵妃。皇帝一言九鼎，这意思是要为了弥补叶娇，开始考虑太子人选了吗？这话惊到了礼部官员和叶夫人，官员们乱糟糟的议论，叶夫人连忙跪地恳求，求圣上收回成命。叶夫人道，圣上隆恩，安国公府感激不尽，但奴的女儿福薄，万不可因为她让朝廷乱了章法。更何况身为大唐的百姓，协助官员办案也是他的本分。陛下谬赞后赏，安国公府承受不起。叶夫人第一次面圣，却举止娴雅，不亢不卑，进退有据。一番话说的朝臣点头，皇后也深感宽慰。圣上，皇后跟着劝道，婚嫁大事也要两厢情愿才好。陛下要后赏，不如问问叶小姐想要什么。对啊，赏的毕竟容易不合心意，想要什么才重要。皇帝走到叶娇身边，像一个和蔼的长者，问道，你想要什么？皇帝喜欢主动给，讨厌别人开口要，但是今日他可以破例。这孩子乖巧懂事，肯定不会说要做女帝吧。叶娇眼中的泪水已经不见，她正看着不远处李策的背影，震惊、疑惑、恼怒，拳头攥紧，胸口微微起伏，牙齿紧紧咬着嘴唇，白皙的脸颊透出一抹紧张的红。皇帝很怕叶娇会突然跳起来把李策大打一顿，在宫中喧闹放肆是要治罪的。今日这么多朝臣在，一定要冷静，要打回去打，朕就不看了。眼下赶紧说说你想要什么，儿子不成器，只能自己来弥补了。什么都能要吗？叶娇抬头问。皇帝沉沉点头，这么近距离看着叶娇，真觉得自己儿子瞎了眼。民女想，叶娇的余光看到李策木然的跪姿，不由得心头火起，可他又知道自己不能蛮干。他不光是谁的恋人，还是安国公府的女儿，一府荣辱都系在他和哥哥身上。叶娇其实从未想过要凭借嫁给谁得到尊崇的地位，他想要些什么呢？从小到大，他都希望自己是男儿，可以读书入仕，可以战场搏鸣。想到此处，叶娇心中像亮起一盏灯。圣上，他清澈的眼睛滴溜溜转着，满含期待道，民女想当官，可以吗？皇帝微惊直起身子，不远处的朝廷官员差点跳脚。这怎么行？女人当官有违法度。在这一片嘈杂中，皇帝挥挥手笑了，别听他们吓唬你，我朝怎么就没有女官呢？宫中女官就有不少，她们习女教，修嗣德，掌管祭祀，也负责协助皇后管理后宫。你想留在宫中吗？不想。叶娇坚定地摇头，我想在宫外当官。刚刚安静下来的朝臣再次急了，胡闹！你这是挟宫邀赏，到底是个小姑娘，这般不懂规矩啊！叶娇不理他们怎么说，只眼巴巴地看着皇帝。是你说要赏的，是你问我想要什么，不会不答应吧？皇帝蹙眉走了几步，看向宰相傅谦。一直沉默不语的傅谦，其实差一点就成为叶娇的公爹。皇帝的表情透出一丝责备，都是你们傅家惹的事，要不是傅明竹当初作死，怎么会有这后面的许多事？傅谦顿时觉得脊背冰凉，他察言观色，上谏道，其实开国以来不是没有过女子当差的事。当初长公主未嫁，先帝欣赏她明达立事，聪明异常，还曾让她留在中书协助拟旨。除了长公主，还有民间女子做过捕快仵作，受先帝嘉奖。只是若要知人善用，须知叶小姐的长处，方好决断。皇帝露出赞许的神色，皇后也趁机开口道，叶小姐曾在骊山以一己之力保护京兆府一众人等对抗逆贼，这一点恐怕没有人有异议。是啊，皇帝频频点头，断然道，那就让叶娇到京兆府去协助刘晏查案吧。至于官衔，他再次看向宰相，傅谦只好斟酌着道，刘晏前阵子上书说衙役武侯中有许多不服管束，不如就让叶小姐去做武侯长。只是这官职略小了些，有些委屈小姐，且每日要带领武侯衙役巡街查案，比较辛苦。傅谦希望叶娇能知难而退，这样就不是皇帝不愿给官做，而是他自己拒绝的。武侯长这个职位，俸禄低，油水少，好好的小姐回家弄妆做女工不好吗？巡什么街？可叶娇看到李策转头看向傅谦，目光中有一丝冷意，他便立刻答应下来。你觉得不好，我偏要干，气不死你。他叩首道，谢陛下隆恩，民女就做武侯长了。叶夫人虽然不明白女儿为什么会这么做，也跟着致谢。见皇帝还要训斥李策，便带上女儿，
先行跪安告退了。李策在紫宸殿没待多久，便起身离开。许是皇帝觉得叶娇做武侯长这事很有趣，对李策的气也少了许多，只是警告他道：“朕再也不会给你指婚。”李策抬脚走下台阶，不知转了多少道弯，才走到御阶上。秋风阵阵，一片上是青色的树叶被风吹落，从屋檐上翻滚着，落在李策脚边。他俯下身捡起那片树叶，紧抿唇角，继续向前走。随从清风已经赶来马车，神情有些古怪的让到一边。李策抬脚走上去，刚掀开车帘，便见一只素白的手伸出来，攥紧他的领口，把他整个人拖入车中。他的身体没有磕在木板上，叶娇的动作灵巧有力，把他按在银枕上，居高临下看着他道：“说为什么？”李策剧烈的咳嗽起来，他的手抬起来，用衣袖捂住嘴唇，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在这连绵不绝的咳嗽中，他的目光沉静如幽冥，让人看不出半点情意。另一只胳膊按在地板上，似乎在刻意同叶娇保持距离。叶娇在这样的目光中松开李策，等他咳嗽完，忍着恼怒道：“你不愿意，为什么？你早就知道，人是会变的。”李策背靠车厢散漫地坐着，当初傅明竹会变，我当然也会。傅明竹曾婚前与人苟合，甚至起意谋害叶娇，这句话比殿前那句不愿意更伤人心。然而叶娇并没有责骂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他问道。谁要杀你吗？你要杀谁吗？怕连累我？还是说有什么大麻烦，要撇清同我的关系？他绝不信李策是傅明竹那样的人，肯定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但李策坐着，唇角扯出一丝笑容，淡淡道：“承认自己不被人喜欢，这么难吗？”他的笑容里带着戏谑和嘲讽，让就算是叶娇这样厚脸皮的姑娘也忍不住觉得羞恼。李策定定地看着他，他知道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像猝不及防扎入身体的利刺。叶娇是刚烈的姑娘，这些刺会永远留在他心中，让他不管有多痛，也恨上自己，忘记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狠下心说这些可怖的话，大概是因为骊山道长王千山那句话更可怖吧。楚王殿下，您知道了自己的阳寿又如何呢？就连我师父都不能逆天改命的。不是10年，你误会了，我虽然伸出10个手指头，但是10个月。古代守寡10个月是王千山推算的，李策胜于阳寿。如果没有长公主驸马的事，李策不必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但驸马爷的确死了，没有刺杀，不是因为病痛，像是寿限真的到了，所以吃东西都能噎死他。10个月其实也并不很短。遇到叶娇之前的20年，枯燥无味的，像是每一年都在一遍遍重复，重复着走过一座座皇陵，重复着阅读一本本书，重复着躺在日光下看太阳升起落下，星辰满天。可遇到叶娇后，他翻过墙头报过官，看过射箭验过诗，他品尝过什么是情爱，也尝过他的唇角有多甜。有叶娇的大唐长安，繁华盛景才跟李策有关，所以10个月可以做很多事。他不会嫌弃他的，他是愿意分30年寿命给自己的人。他会心痛地说不可能只有10个月，然后带着他千里跋涉去找名医。他还会同意皇帝赐婚，风风光光嫁给他，10里红妆比1连理，同他度过剩余的时光。他们在秋日纵马出猎，在冬天赏雪下棋，下一个春天他会带他去芙蓉园赏花，然后李策会死在夏天，很热，所以尸身不能放太久，7日后封棺下葬。从此后，叶娇就是皇室的未亡人，楚王遗孀。按照规矩，他需要为夫君守孝3年。叶娇要身穿不缝边的粗马展衰，不能离家，不能逛街，不能佩戴华贵的首饰，不能唱歌跳舞饮酒访友，所有他现在喜欢的都不能做。他会待在失去男主人的楚王府，在内侍宫婢的监督下，为了皇室的颜面足妻扶丧。他难过伤心，可就连同朋友见面，连在母亲怀里哭一场都做不到。3年后，叶娇也不能随意嫁人。他走了，楚王府就空了。皇室大概会从宗室中过继一个孩子给他，让他把这个孩子养大，而他也熬完了一生岁月。这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10个月的相守。从王千山那里到母亲居住的寒塘殿，李策已想完所有可能。这些年，如果说他有什么出众之处，那便是他的推算很少有错。他是不孝的人，没能力为母亲复仇，他也是残忍的人，所以他要说出这些话，逼叶娇放手。我不喜欢你了，变心了，从此后你我再无瓜葛。他不会让叶娇知道真相的，他会假装出游5月寻找名医，死在无人知晓的荒山野岭。李策看到叶娇攥紧的拳头，看到他含泪的桃花眼中盛满怒意，他高高的扬起手，似乎要殴打李策，可他又重重放下，拎起衣裙跳下马车。叶小姐，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那是16卫中左卫卫指挥使严从征。李策坐在马车中，听到叶娇向严从征跑过去，森冷道：“把刀给我。”噌的一声，是抽刀的声音。李策静静坐在马车中，
纹丝不动。叶小姐，你要做什么？叶娇，严从征向叶娇追过来，叶娇的动作却更快，不知道她穿着那么华丽的衣裙是怎么跑得像一颗流星。然后那颗流星带来的直刀砍在马车上，啪的一声，描画路纹的车厢被砍了一道口子。去你的人心会变！他的声音响亮铿锵，透着无处发泄的气氛。叶娇啪啪啪连砍数刀，砍的车厢出现一个巨大的豁口，露出李策端坐的身影。去你的，没人喜欢我！叶娇向车内砍去，严从征吓得去拉，随从清风连忙去挡。其实叶娇只是要砍掉李策的衣袖，他那么可恶，只一次割袍断义。因为没有得逞，叶娇抬腿去踢，严从征已经抱住他的腰，把他向后拉去。还不快带楚王走！严从征喝令，吓得手足无措的清风。清风这才反应过来，他跳上马车前室，架起马车，一溜烟跑了。马车在御街狂奔向前，狂风扑入破洞，冰冷的风灌入李策的衣领和袖口。他呆呆地坐着，宛如一具行尸走肉。在御街砍人，砍的且是楚王殿下。等李策一走，禁军便把叶娇团团围住。干什么？严从征摘掉叶娇手里的刀，怒喝禁军退下。指挥使，禁军有些犹豫，可是这样不好吧？退下，有什么事我担着。严从征声音很低，却透着威压。禁军们再不敢拦，他们垂着头离开，假装刚才的事没有发生过。但御街上可不只有禁军。很快，一位恰巧要进宫面圣的言官就一路小跑到达紫宸殿，把御街上的事说了。微臣要奏安国公府行刺楚王，要弹劾禁军指挥使严从征包庇凶手。殿内的朝臣面面相觑，既觉得叶娇这么做有些过分，又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偷摸对言官打手势，意思是你之前没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别管这事儿了。但言官不依不饶，见皇帝蹙眉不语，便把御街上的事再说一遍。叶小姐拿的刀有半丈长，一刀砍烂车厢，2刀砍个口子，第3刀就要朝着楚王的喉咙下手。她身穿红衣，宛如女阎罗，楚王吓坏了，连躲都没有躲。如此可怕，求圣上一定要治罪啊！皇帝看向言官，就光挥刀砍，没说什么。说了，言官气道，他说去你的，这是恼了呀！皇帝神情内疚看向皇后，朕就说嘛，寻常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免不了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还好，叶家这姑娘没有寻死。言官惊睁的瞪大眼睛，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强调道，那楚王殿下。皇帝把奏折重重拍在御案上。该御街上，严从征执意要送叶娇回去。安国公府的马车已经拉着叶夫人离开了，叶娇没有车，就这么走回去，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不用，叶娇道，我要真想杀他，现在他已经进棺材了。我就是生气，太生气。你们，严从征俊逸的脸上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舒展，不是清晨还好好的吗？作为严家的长子，今日严从征也去长公主府吊唁过。密集的人群中，他看向叶娇，叶娇看着李策，他还笑着眨了眨眼。我问你，叶娇把散乱的头发重新束好，发钗插紧，长安城没人喜欢我吗？一瞬间，严从征像是回到了书院的学堂里，夫子突然提问了他知道却不敢回答的问题。他的手紧紧握住刀柄，那里还停留着他的温度，不知道。叶娇一面往前走，一面翻折衣袖，瞪了严从征一眼。还有你不知道的呢？你不是四书五经过目不忘吗？当初在书院，傅明竹学习不如你，还自惭形秽过。严从征没有回答，他默默走在叶娇身边。他有很久都没有像今日这样陪他走一段路。叶娇继续自言自语着，的确清早还好好的，这会儿他突然变了卦，不娶我了，还气我，还说难听的话，比肃王都可恶了。严从征猛然抬头，心中像有一颗埋在密林深处的竹笋破土而出。好了，你回去忙吧。叶娇对严从征摆摆手，多谢你今天帮忙，改日请你吃酒。对了，明日我就要到京兆府做武侯长了，往后巡街遇到，还请指挥使大人让条路出来哦。他又露出一丝笑，虽然笑得勉强，看来却没有被今天的事击垮。叶娇要做武侯长的事传遍了整个京城，这不是胡闹吗？宰相傅谦府上正在准备婚礼的傅明竹听到消息，顿足道：我朝什么时候出女官了？还是武官？若遇战争，武侯是要转军籍的，能有女长官吗？能啊。傅谦眉心微挑道：花木兰不就是吗？父亲的态度让傅明竹收起牢骚，略带畏惧地问道：父亲，是出什么事了吗？因为楚王拒婚，叶娇就能想干嘛干嘛了？他不是想干嘛干嘛。傅谦看着儿子，摇头道：他是得了圣心。得了圣心多可怕，能不能嫁给楚王也就不太重要了。圣上甚至说要一楚立太子，就为了能给他找个好归宿。你觉得你以后见到他该怎么办？儿子已经被他害得够惨了，
傅明竹道：“若不然，明年儿子就能参加科举，谋一个功名。”傅谦对傅明竹冷笑：“你呀！”他起身离开，不想再跟这个孩子待在一个屋子里。楚儿不自知，瞅瞅他教出了什么儿子，真是家门不幸。皇帝有毅力处了呀，儿子竟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安国公府内，叶夫人同样担心叶娇做武侯长的事，要查案，要巡街。他摇动团扇道：“京中坊街内多的是地痞流氓，这是苦差事。刘晏都差遣不动那些衙役武侯，你能吗？”话音未落，打听消息的仆人冯杰进来，问出来了。衙役们在骊山得过小姐的好处，倒是没什么怨言，就是那些武侯觉得被女子管束是件耻辱，他们决定给小姐一个下马威。什么下马威？叶夫人紧张地问。这就问不出来了。冯杰道：“好啊，叶娇坐在几案前撕开烤鸡，目露凶光，我正有气没处撒呢，可谢谢他们了，不怀好意。”出门前，安国公府恨不得全员出动，护送叶娇前往京兆府应卯。叶娇看着密密麻麻舞刀弄棍的人群，长叹一口气：“你们领着安国公府的月营，要帮京兆府巡街吗？”家丁护卫七嘴八舌解释：“我们是怕小姐受欺负，上回叶柔在钱家被欺负，就是他们连夜赶过去把人抢回来的。”叶娇冷笑一声，甩手让他们回去。受欺负？还不一定谁受欺负呢，但是不带人，总要带上兵器吧。叶娇看着冯杰抬来的武器，更觉无语。长弓短弩、大刀利剑、红缨枪就有好几根，连带还有一堆能藏在身上的暗器。冯伯，叶娇双手叉腰道：“我这是去做官，还是贩卖军械？你不会不知道大唐管制弩箭吧？”小姐，冯杰恳切道：“您好歹挑一件，有武器傍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叶娇把披帛向后一甩，转身走出去。不带，他说道：“武侯都会配发横刀，用咱们自己家的做什么？还没领俸禄呢，先就把家底儿赔了。不带护卫不拿兵器，可二小姐这低胸长裙挽着披帛，动作也不方便吧？”丫头水文追出去，亦步亦趋跟在叶娇身后，小心的建议：“小姐，总得换身衣服吧？比如穿男装，奴婢都给您备好了。”水文拿着一件青绿色的男士半臂长袍，在叶娇眼前晃荡。不穿。叶娇仍然拒绝，太丑。他就这么钻进马车，甚至拒绝水文跟随。水文站在屋檐下，撇着嘴，快要哭了。他的小姐真惨，昨晚翻来覆去熬到丑时才睡，今日一大早就要到京兆府做事了。那些武侯要么是官家跋扈子弟，要么是狠辣的不良人转籍过来的，哪个好打发？可怜小姐细皮嫩肉的，可别伤了。细皮嫩肉的叶娇先到吏部领了就职文书，再到京兆府去。刘晏正在看一份卷宗，见叶娇到来，惊讶地接过文书，仔细看完，问道：“小姐不怕？”刘晏昨日便已得到消息，叶娇被拒婚后求了个官做，现在京中各个衙门都等着看他的笑话。有什么可怕的？叶娇施施然道。刘晏点头：“那你自己去吧。”“你不怕，我怕。”他说完继续翻动卷宗，一直等叶娇离开，才悄悄抬头松了口气。刘晏不擅长同人打交道，特别是女人。一旁伺候笔墨的随从连忙问：“大人不陪着叶小姐过去吗？”“不用。”刘晏安排道：“你去让那些大夫等着，金疮药也多备些，藏几个人在武侯铺外，万一他们敢对叶小姐动手，立刻阻止。”那些武侯平日就不听管束，又因为里面几个领头的颇有背景，刘晏不能得罪，忍了许久。他有些担心叶娇，但更多的是期待。武侯铺就在京兆府旁边，是个小衙门。武侯负责京都的昼夜巡查，地驾出行时还要在前后列队清道，刺探路情，左右警戒。虽然刘晏能差遣他们做事，但武侯的直属上级是禁军16位各指挥使，故而对刘晏爱答不理也很正常。京都武侯约有2000人，这会儿武侯们大多都在各处值守，留下等待新任武侯长就职的是10位队长。叶娇身穿赤霞红裙，披一件羽纱面白狐狸宝氅碧寒，头顶竖着单刀半翻髻，只插一只多宝花神簪。因他走到武后铺10天已经晚了些，故而把白氅解下搭在肩头，路过武后铺的围墙外时，折了一只月月红。月月红的茎杆很长，稍处开一朵杏色大花。叶娇推门进去，院内空无一人。按例，各位武侯队长需要在这里迎接新任武侯长，听训话，表忠心。他们都不在，这是第一个下马威。叶娇在武侯铺转了一圈，熟悉地形设施。这里前后2道门，10来个屋子，最大的客厅有7间，能容纳数十人。后院有一个宽阔的教场，里面刀具齐全，立着梅花桩。最外面的梅花桩上绑着一个少年，他约莫17、18岁。武侯服被鞭子打烂，露出一道红血印，不知是不是晕过去了。此时低垂着头。叶娇负手走过去，怀疑这是第2个下马威。喂，他拿月月红的花枝轻轻拍打少年的脸，你醒醒。少年悠悠醒转，
迷茫忧郁的眼睛看着叶娇，干燥起皮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你是？我是你的新上司。”叶娇道：“你是谁？”听说是新上司，少年猛地迷糊过来，他的眼睛瞪大，挂着血痕的脸透出恐惧的表情，喊道：“武侯长，快跑！”伴随着少年这句话，原本安静的教场忽然响起整齐划一的军械声。那声音来自高大的围墙，来自屋檐，来自向叶娇飞来的弩箭。抓贼了！身穿黑色圆领缺胯袍，必是这样图文的武侯们一面大喊，一面射出了手中的箭矢。哪儿来的贼？叶娇抓住搭在肩上的宝场，飞速旋转，裹住一支箭，又靠灵巧的身形躲避着，问道：“我就是那个贼！”被绑的少年哭喊着道：“这不是抓贼，贼已经被抓住了。他们这么做是要用抓贼的名义吓跑叶娇，这才是今日的下马威，是不敢忤逆圣意的他们想出的法子。叶娇若负伤，他们大可以说是为了捉贼；叶娇若不小心死了，他们也找好了替死鬼。”箭矢流星般从叶娇身前飞过，被绑的少年吓得大喊大叫。叶娇躲过一只，看到远处有2支箭撞在一起改变轨迹，朝着少年直直飞来。他可以躲开，反正这少年说不定跟那些人是一伙的，但他示警了。为了那句示警，他可以。叶娇伸出手，电光石火间抓住了那支箭。这动作迅疾爽利，她的红裙在梅花桩前飞扬，像一朵在幽冥盛开的花。叶娇生气了，扔下手中的薄场，她一手握着那支箭，一手握着月月红，飞跃而起，踩着梅花桩躲避最后一支箭，然后向武侯们扑去。不就是要打吗？凡是靠近叶娇的武侯，无不节节败退。箭矢划破武侯的脸，短靴踹在宝甲上。你要射箭，我便按住你的弓；你要拔刀，这把刀是我的了。叶娇抢夺过一把横刀，那刀精美华贵，刀鞘装饰着飞云走兽，银地鎏金的刀柄上绑一串银亮的蓝绿琉璃。被抢走刀的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他剑眉英武，眼神锐利，因为兵器被夺，恼羞成怒地抢过别人的刀，向叶娇砍来。他亲自迎战，其余武侯便退到一边，大声呼喝着助威。叶娇没有用刀刃，他是来立威的，不是来杀人的。武侯中其实会武艺的人并不多，若不然他们会去前程更好的16位。红裙旋转，头顶的发髻纹丝不乱。叶娇挥刀，刀背击打青年人的肩膀、胳膊、手腕，啪啪啪3刀。那男人手里的兵器掉落，叶娇已近身上前，飘飞的披帛缠绕着，绑住了男人的脖子。叶娇像牵着一条狗，把披帛的另一头丢上房梁，跳起握紧，只使劲一拉，那青年便被他拉得悬在空中，双腿乱晃，宛如要吊死一般。那青年双手抓住披帛，唯恐被勒死，脸已经变成紫色。放开，放开我！他嘶哑着喉咙喊。叶娇清亮的眼眸扫视四周，问道：“你们知错吗？”武侯铺的教场一片静谧，不过武侯铺外有人在小声的商量，那是一群京兆府的衙役。咱们要进去救人吗？府尹大人说了，让咱们来保护叶小姐。叶小姐需要保护吗？一个人问道。不需要，不需要。几个衙役幸灾乐祸地向里看，觉得热血沸腾，让这些人也尝尝被欺负的滋味。特别是那个白线鱼，仗着他爹本事大，就知道在这里耍横。对，为首的衙役起身收工，说完又走回来，不，看完热闹再收工。武侯们已经丢下兵器，单膝跪地。叶娇冷哼一声道：“你们谁是领头的？”一个武侯小心地伸出手，指了指房梁上吊着的青年。叶娇向上看一眼，显然不想跟那青年说太多话。你们的上任武侯长是谁？他又问。听说圣上指了他做武侯长，原来的武侯长就被降级做了队长。武侯们齐齐抬头，再次看向房梁上吊着的青年。好吧，怎么都躲不开你。叶娇松手，那青年摔在地上，他倒是脸皮厚，一面喊疼，一面解开披帛，大骂道：“圣上派你来，是要你殴杀人命的吗？”叶娇扬起刀，他便僵硬地转过头，又骂那些部下：“还有你们，是被谁买通了吗？射箭射不准，打人也不用力。”武侯们个个垂着头，不敢言语。得了，叶娇用那把刀削着月月红的短刺，抬起头道：“咱们说说规矩，这武侯铺的规矩是我定的。”青年喊道：“你们还听他的吗？”叶娇问。武侯们叹了口气，便齐齐摇头。好，叶娇道：“你们出去通知，半个时辰内10位武侯队长我都要见到，谁不来便择选新人进位补缺。武侯队长不见得要升官做武侯长，你们谁做得好，我到陛下那里请旨，调你们到府兵，到禁军那里做部帅，光宗耀祖。你们谁再敢像今日这样放肆，我就让你走不出武侯铺的门。”他说着轻轻摇晃削干净花刺的月月红，扬声问道：“我说完了，有人反对吗？报复前任。”院内很安静，武侯们露出或颓丧或胆怯或激动的神情。
颓丧没能打过叶娇，胆怯自己被打，激动或许有朝一日能提拔到禁军里去。足够的武力碾压，加上恩威兼施的手段，让大多数武侯心服口服。顷刻间，他们纷纷起身，小跑着出去通知各位队长。跟叶娇大打一架的青年自然没有去，他坐在屋檐下，对叶娇不满地伸出手：“还我刀！是我的了。”叶娇道：“让队里再给你配发一把。”青年露出讥诮的神情，对叶娇嘲笑：“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得意地道：“队里能发这样的刀吗？小爷这把可是宫里送的。”他在提醒叶娇：“宫里送的，仔细想想我的身份。”宫里？叶娇歪头看他，一副不怎么在乎的模样。圣上送的。宫里的人，叶娇只跟皇帝熟悉些，大不了也去讨要。青年立刻想起叶娇是谁亲命的武侯长，顿时有些气馁，却仍瞪眼道：“我姐姐昭仪娘娘。”他一面说，一面扭动脖子，扭得小心翼翼，担心一不小心折了。昭仪妃位以下9嫔之一，听说生了皇帝最小的儿子，颇得宠爱。你姓白啊？叶娇问。他恍惚记得宫里那位昭仪姓白，是武将世家，怎么他们家的儿子不去军中效力，在这里混起武侯了？白献瑜。青年颇为得意道。叶娇伸出手，白献瑜，把你的刀鞘递过来。刚刚在打斗中只看到了刀鞘的精美，因为绑在他腰上，叶娇未能解下来。白献瑜向后躲闪，叶娇立刻恐吓道：“我会去圣上那里告状。”白献瑜吓得飞快把刀鞘丢过来，动作慌乱间松开腰带，缺胯袍散在地上，露出里面的中衣。他羞得去系衣服，叶娇撇嘴看看，不以为意：“慌什么？你又不是露肚子的舞姬，我还不稀罕看你呢。”算你狠。白献瑜道：“小爷我最恨女人告状。”叶娇走到梅花桩前，划开捆绑小武侯的绳子，问他：“你真的是贼？”是。小武侯绷着脸，似乎并不觉得自己错了。我娘等着治病，没有钱，就偷了白队长的银子。当真？叶娇转头看向白献瑜，应该是真的病了。白献瑜揉着脖子道：“但那又不是我娘，凭什么偷我的钱？”叶娇拿出1袋银子丢给小武侯：“这几天你不用来了，把你娘治好，再回来做事。”小武侯怔怔地站着，不相信天上能掉下来馅饼。看他瘦弱的样子，叶娇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正要安抚几句，外面已涌进来不少人。是白献瑜的部下带着其余9名队长到了。这些人有高有低，有胖有瘦，年长的不过35、6，最年轻的便是白献瑜。白献瑜要给叶娇下马威，他们都知道并且支持。哪想到如今昭仪娘娘的弟弟成了笑话，于是他们只好收起对叶娇的轻视，郑重的施礼。施礼后起身，又瞧见白献瑜脖子上的勒痕，队长们相互看看，便觉得自己的脖子也有些不舒服。他们静默不语，听叶娇示下。叶娇的意思很明确，希望他们用心做事，而他也将赏罚分明。一位队长适时进言道：“巡街击匪那样的事儿，武侯长就不用去了。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的，小心伤了您的身子。您就在武后铺坐着，等咱们汇报。”虽然这话有些过于逢迎，但其余队长连忙跟着应声：“就是，武侯长就不用出去了。”叶娇对他们笑笑，扬声道：“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本人既领军命，便不敢懈怠。把白队长的马牵过来，走吧，咱们去巡一趟街。巡街倒不算苦差事。”一瞬间，队长们呼呼啦啦起身，他们各自都带着2、3个随从，再加上白献瑜之前设伏的几十人，叶娇翻身上马，身后便有百10人跟着。刹那间浩浩荡荡，气势汹汹，足足占去半条方街。为了骑马方便，叶娇衣裙内穿着一条昆裤。白献瑜看着自己的马被抢走，颇有些不满：“你这什么人啊？凭什么只逮着我一个人欺负？”没人敢帮白献瑜出头，随从给他牵来一匹马：“赶紧跟上吧，队长。”随从劝说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一天，原本等着看叶娇笑话的京都各衙门，都听说了叶娇带10个武侯队长巡街的事。所到之处，人仰马翻，鸡飞狗跳，这是言官的诬告。事实上，因为人多，又有些爱看热闹的百姓来瞧女武侯长的风采，有些推挤而已。走到东市时，有商户照例往武侯们手中塞吃的。商户常常跟武侯打交道，平时打点好关系，出什么事也能有个照应。白献瑜拿着2只活鸡，被叶娇逮了个正着，还给人家。叶娇道：“你是官不是匪，怎么能敲诈勒索呢？谁稀罕啊？”白献瑜红着脸把2只鸡扔上天，所谓鸡飞就来自此处。走到西市时，有人大喊抢劫，叶娇带人纵马去追，把一条野狗吓得掉进煎饼锅里，这便是所谓狗跳。那个劫匪总算逮着了，他拿着抢来的首饰，面对百10个正气凛然的武侯，吓得瑟瑟发抖，又疑惑不解：现在抢个东西，这么多人逮了？叶娇不由分说把他拿下，再往前走就到了赵王府门外。赵王府啊，
叶娇抬起头，瞧一眼正门上的红漆牌匾，想起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他曾在这里同李策说话，他们坐在走廊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他曾照顾病重的他，给他买豆腐脑吃，他还买过好多人参，送萝卜一样送进来。开心时想的都是他的好，难过时想的都是自己的付出，他的负心，真是心肝被狗吃了。陪同的武侯不明所以，见叶娇看牌匾，便跟着齐刷刷看牌匾。赵王府的门房见这么多武侯盯着自家牌匾看，还以为主子犯事儿了，连忙哆嗦着回去禀告。好在叶娇看一会儿，便继续往前走。赵王府的围墙很长，走着走着便走到一处熟悉的地方。围墙的某个位置，墙头草缺了一块，是那次翻墙出来时李策蹭掉的。一墙之隔，里面就是他的宅院。坊间里有2个身穿短衣手拿扫帚布袋的老汉，见叶娇过来，连忙施礼。这是京兆府派到各处坊街的杂役，他们平时负责清扫街道，以免繁华的长安城内到处都是马屎牛粪。刘烨那个人管武侯有些力不从心，杂役却管得很好。不用扫了，叶娇对他道，以后这条街都不准打扫。杂役还以为赵王府嫌他们嘈杂，连忙应声。你这布袋里都有什么？叶娇又问。杂役连忙退开一步，唯恐熏到叶娇。是牛马的粪便，还有一些落叶果皮之类的，等小人忙完会倒进粪池。不用了，叶娇一指院墙，扔进去吧。杂役瞠目结舌，小人，里面是赵王府，这……叶娇见他不敢，就要自己下手。武侯们连忙拦住他，顺手抓住粪袋丢进院墙，里面通的一声分外响亮。赵王李景先是听说武侯聚集在门外，跟要抄家似的，他慌忙自己去看，武侯们已经离开。于是李景骂骂咧咧回到李策住的宅院，正看到那袋粪便从天而降。李策正坐在屋子里，显然也听到了动静，但他没有出去看，只认真盯着棋盘，苍白的脸颊上没有半点血色。随从清风刚刚回来，正在同李策说话。卑职藏在武侯铺房梁上，见叶小姐武艺高强，安然无恙，卑职没有机会出手，这会儿他们去巡街了，便回来禀告。李策浅浅地点了点头，捏着手中的黑色棋子，淡淡道：知道了。他当然会安然无恙，是自己多虑了。好在武侯铺里都是功夫不好，不能入选禁军的，只那个白献宇有些麻烦，如今既然打败了白献宇，其他人就算不服气也不敢造次了。李策转头看向门外，日光正落在走廊里，在地板上形成清晰的界限，温暖炙热，却不屑于照进屋子。此时一个结实的身影进来，遮挡住日光。你知道那个女魔头在干嘛吗？李景已经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气喘吁吁，气到跳脚。不是在巡街吗？李策知道李景说的是谁。女魔头，李景喜欢这么称呼叶娇。不是，李景认真的摇头，眼中冒火，手指向外面，他在往咱们家扔屎。城门美人。牛马粪便和那些落叶果皮虽然被油布袋包着，但因为高高抛落，洒下来不少。一个值守的侍卫直接被淋了一脸，李景勒令他不准去洗，等着李策出来看看，看看他造的孽有多大，女魔头有多可怕。李策听完李景的详细描述，询问道：他走了吗？扔完就走了。李景道：我爬上梯子看了，那阵仗父皇出巡也不过如此。说完意识到不能折辱地价一丈，便拍了拍自己的嘴巴，无奈道：你说怎么办？你要是不喜欢他，当初就不要惹他，现在好好的聚什么婚啊？他今天扔，明天扔，我这赵王府就变粪池子了。李策没有解释什么，他坐在室内照不到阳光的暗影中，漆黑的眼眸深不见底，略带歉意的开口道：楚王府快要建成，等我搬走，他就不会来了。他的语气谦恭有礼，反而让李景不自在起来。李策什么时候对自己这么尊重了？他不是一向在占便宜吗？李景呆呆地站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他的衣袖晃了晃，手足无措道：说什么呢？本王，我赶你走了吗？李景吞吞吐吐地转身，似乎生怕自己多埋怨几句就要招致更奇怪的话。那个，他挥手让满脸马粪的护卫去清洗，故意扬声道：本王就不到父皇那里去告状了。扔时好，地壮，明年在这里砌个花坛，种花，你开心点，得空带你逛花楼。李策的随从清风站在门前，不知该送李景出去，还是收拾一下马粪。过了一会儿，他见李景仍怔怔地坐在蒲团上，忍不住开口道：种花好，叶云快回来了，他会种花。自从三皇子被派去守陵，李策便让清风把皇陵里他们的人调回来，燕云便是那里的首领。这句话仍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李策就那么坐着，仿佛人间烟火，流云时光都已与他无关。京兆府内，无心查阅卷宗的刘晏抬头，终于等来了消息。怎么样，叶小姐受伤了吗？没有。衙役都头的脸上带着笑，
幸灾乐祸道：“伤的是武侯们，最惨的是白献瑜，险些就勒着脖子上天了。”刘晏顿时有些担忧，可别惹了不该惹的人。这您就放心吧。衙役道：“白献瑜平时有多嚣张，这会儿就有多老实。他正陪着巡街呢，卑职跟了半个时辰，见没出什么乱子，才回来禀报。”对于曾经在骊山死里逃生的衙役来说，鸡飞狗跳已经不算乱子，不值得汇报。刘晏捏着一张卷宗，欣慰道：“那些武侯都听叶小姐的话吗？”听得很。下属一五一十的回答，就连叶小姐下令往赵王府抛粪，都在所不辞。抢着抛呢！刘晏瞠目结舌，抖动的手撕烂一页卷宗。抛粪，这是哪门子命令？巡街有这道工序吗？今日稍稍放心的，还有禁军16位左卫卫指挥使严从征。武侯归禁军辖制，传句话很容易。指挥使放心，一个下属恭敬的回禀：“您让带的话，卑职都带到了。几个队长说了，不会找叶小姐的麻烦。不会找麻烦，不代表就配合做事。这些混子们有的是办法阳奉阴违，让叶郊无法施展。”但很快，严从征就听说了巡街的事。10个队长整整齐齐簇拥着叶郊转遍长安城主要方街。看来叶郊今日立了威，已得不少人心，都很乖。再次来汇报的下属道：“这会儿一伙人奔城门去了。”一伙人听起来像是山贼劫匪一般，可见声势浩大。叶郊到城门去，是听说城门出事了。一名脸上带伤的小武侯跑来抓住白献瑜的手，哭道：“武侯长，咱们的人被欺负了，照死里打呢。”白献瑜烫手般甩开小武侯：“瞎喊什么呢？小爷我如今容忍武侯队长，不是武侯长了。”他说完瞧向叶郊，把这个麻烦甩出去。敢招惹武侯，且往死里打的，要么是哪个皇族跋扈的皇子公主，要么是有实权不怕被弹劾的将军朝臣。那些人别说是他，连禁军都不敢得罪。就让叶郊去碰这个石头，也叫他明白，不是擅长动手就能在武侯长的位置坐稳当。叶郊于是往城门去，百姓便看到数十匹马在道路上飞奔。天高云淡，树叶金黄的秋日盛景中，叶郊群居飞扬，像一抹天边的流霞。至于他身后的武侯，倒像是野外的一群黑衣野狼。这抹霞光很快在启下门停下，城门已经无法通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虽然是看热闹，百姓们也都远远的看，不敢靠近。城门前停着10几辆马车，车辆宽大结实，制式统一，想必是同一户人家的。马车主人膀大腰圆，身穿藏青银纹圆领袍，脚蹬牛皮靴，手持马鞭，正重重打在一个武侯身上。被打的武侯跪在地上，疼得面容扭曲，却咬紧嘴唇，绝不求饶。这武侯叶郊认识，正是白献瑜绑在梅花桩上，刚拿了叶郊的银子去买药的。怎么这么快就又被打了？叶郊尚未开口，便有认识那男人的武侯队长下马劝说：“这不是宗大将军吗？快停手！一个小东西也值得将军您亲自动手。”武侯队长出头劝说，叶郊赞许的看了他一眼，又仔细瞧着那男人，想起来这人的身份：宗全武，归德将军，从3品下。想起来这人同安国公府还有些渊源。当初宗全武的父亲是叶郊祖父安国公的帐下都尉，安国公面圣时带他觐见陛下，宗全武的父亲才得以提拔。但这家人势利眼得很，后来安国公府没落，宗父去世，叶郊的哥哥叶长庚去吊唁，被他们赶了出来，气得叶长庚熬了好几个通宵读书，说要考状元。去年夏天，宗全武被言官弹劾贪腐，虽然只查出他几个部下，但圣上还是让他到聊城协助边防，算是小成。聊城苦寒，想必他趁着年末述职，想回京做事。见武侯队长劝说，宗全武把鞭子丢给手下，啐了一口唾沫：“什么东西，也敢查我的行李？”原来是那小武侯拿着银子回家抓药，路过启下门，见宗家的马车进来，城门守卫却没有拦截详查。小武侯上前提醒同僚，被宗全武听到，只因这一声提醒，宗全武就把人打成这样。叶郊翻身下马，分花拂柳般走过去。小武侯见他到来，忍着疼痛，眼神惊慌胆怯，对叶郊摇头。他担心自己连累到叶郊，毕竟对方的官职，就连京兆府尹都要给几分薄面。你救了我，给我银子，已经让我感恩不尽，千万不要招惹这将军，他征战沙场多年，你是打不过的。叶郊身后的武侯也都笑哈哈同宗全武打趣说话，希望这件事就此结果。官大一级压死人，武侯常常受这样的委屈，被打算什么？这些人只把咱们当做朝廷的狗，就连老百姓也常常偷偷这么骂。只有一些同情小武侯却又无可奈何的百姓低头私语，一个挨打的小武侯而已，不值得因此得罪3品武将吧。哎，这些武侯也就只能欺负小老百姓。叶郊却已抬脚上前：“大唐律，过城门者严查货物是否违禁，这是武侯的职责，也应一视同仁。怎么宗将军才出门1年就忘了京中的规矩，忘了大唐律法吗？”
一片恭维声中，突然冒出这句诘问。宗全武惊愕之下转身，看到缓缓走来的女子，高髻金簪，赤霞红裙，眉眼中有京中贵女的大气雍容，却偏又带着江南女子的精巧绝色，让人过目不忘。这是哪个府邸爱管闲事的姑娘？宗全武不知叶娇的底细，没有责骂，只有些倨傲道：“本将军不是忘了京中的规矩，是他这个小武侯不配查我。”原来如此。叶娇恍然大悟的点头，又伸出手在衣袖中摸索。宗全武被他的动作吸引，武侯和百姓们也向叶娇看过来。这姑娘怎么说着说着，开始东西了？就见叶娇先从衣袖中拿出一枚玉牌，看一眼上面的鹿纹，随便丢在地上，又拿出一个糕点盒，递到白献瑜手里，委托保管。最后总算找出一枚巴掌大的铜牌。他把那铜牌高高举起，给宗全武看，也给武侯，给围观百姓看。铜牌做工精致，正中用金条镶嵌3个大字，阴刻方形印鉴。小武侯查不了你，我这个武侯长可以吗？叶娇声音冷厉，说完伸手指向宗全武的马车，喝令道：“只要是宗将军的行李，无论大小，都给我详查。”跟随叶娇到来的武侯们大惊失色。叶娇已经率先走到马车前，扯下来一口2尺长的木箱。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启下门前，眉目间纵横言官才有的锐气，那般百折不挠，令武侯和围观百姓动容。叶娇朗声道：“武侯者，负责京都昼夜巡查，缉拿盗匪，守护京都安宁。今日不查宗将军，来日就可能放过贪官污吏、盗匪奸细。宗将军据查，可是这行李中有不敢见人的，有威胁我大唐社稷的，有伤我大唐百姓的吗？”叶娇深吸一口气，指着那口木箱，喝道：“来人，给我查！”短暂的震惊后，百姓们纷纷鼓掌呐喊：“查他！就是，凭什么不查他？武侯是为了我们百姓的安危！武侯，武侯，武侯！”百姓的声音山呼海啸般席卷而来，让那些武侯心神大振。他们习惯了百姓们的畏惧，从未感受过这样的拥护；他们习惯了对高官忍气吞声，还从未像今日这般可以扬眉吐气。他们不是朝廷的狗，是守护长安城的武侯。对不住了。白献瑜率先走上去，打开了那口木箱。里面的东西令在场的人深吸一口冷气。英雄救美。归德将军宗全武有2件事想不明白：一是皇帝怎么任命了一个女武侯长；二是这武侯长怎么就这么大胆，敢查他这个从3品的朝廷大员。且查出的第一件便是管制军械，脚章弩。这是单兵弩的一种，因为拉力有200来斤，上弦容易伤到背部，只能用脚上弦，故名脚章弩。弩身用上好的酸枣木制成，箭矢笔直，机括和箭头泛着冰冷的寒光，被白献瑜拿在手中仔细打量。将军大人，他啧啧2声，悠然道：“您知道规矩，这个不能带进城。这种弩射程可达200丈，你远远站在朱雀门就能射进皇宫去，当然不能带。”宗全武的脸色很不好。本人身为朝廷归德将军，随身行李带几样军械是最寻常的事。你们武侯因为这个拦我，是不顾大唐社稷安危吗？我有要事向圣上禀告，你们还不让开？就你们会保护百姓，难道我就不是保护百姓吗？见宗全武诡辩，白献瑜又把目光投向叶娇。之前挨打的是白献瑜的部下，他率先检查行李，是做给自己人看，找回面子。至于吵架打架得罪人的事，还是甩给叶娇。叶娇并未反驳，他点头道：“宗将军这么说，倒也有3分道理。只是其他行李尚未查验，此时放行还为时尚早。”宗全武上前一步，扬眉道：“其他的也都是公弩。”呵，叶娇冷笑一声，走到第2辆马车处，看来将军您千里跋涉回京，是给兵部送军械来了。他说着就要打开木箱，箱子上了锁。宗全武面露紧张，忽然快步上前阻拦。此时武侯们一拥而上检查行李，但宗全武只拦叶娇。既然拦，必然是有猫腻。叶娇摆弄着铜锁，思考是砸开还是找钥匙。宗全武已经抽刀上前，不识好歹！他大喝一声，明晃晃的直刀朝着叶娇和木箱间的缝隙劈砍下来。武侯们被吓得惊声阻止，然而他们都站得太远，除了喊叫，什么都做不了。叶娇并未躲避，也没有畏惧，他同样抽刀。横刀2尺多长，刀背向上，刀刃向下，同宗全武的刀在空中相撞，硬生生接下这一击，接着变上而下，向木箱砍去。嗖的一声脆响，结实的木箱硬生生被砍下1尺宽的边角，金灿灿的东西从木箱中倾泻而出，咚咚咚掉在地上，看花了围观百姓的眼。那是数不清的金锭。叶娇虎口发麻，手中的刀几乎脱飞而出。他躲闪到一边，笑道：“宗将军好阔气，您是把300年的俸禄全都领了吧？”这辆马车很大，木箱足有10多个，如果每口箱子里都装着金锭，那就不仅仅是300年的俸禄。将军去边关训练军队，回来却带着金银财宝，是去练军还是贪污军饷，
搜刮民脂民膏了。宗全武气急败坏地捉住了叶娇飘飞的披帛，找死！他猛然把披帛拉向自己，接着挥刀向叶娇砍去。若单论武力，叶娇绝对不是宗全武的对手，这一点不光叶娇自己知道，白羡宇也能看出来。他下意识去抓宗全武，却已经来不及。叶娇勉强举刀抵抗，他站在马车上，酸麻的手腕没有足够的力量，躲闪间从车上跌落下来。完了！叶娇心想，这下要破相。他惊慌地挥动双手，刀也掉落在地，可身体却并未跌向地面。一匹马闯过来，马上的人俯下身揽住叶娇的腰，一个转身便把她侧放在马背上，动作干净利落，闪电般迅捷。好身手！围观百姓大声叫好。叶娇扭过头，看到左卫卫指挥使严从征铁青的脸，他带着叶娇驾马绕行里一周，让马儿放慢速度，才稳稳停下。何人在城门前械斗？严从征道。他。叶娇指向宗全武，快速告状，他带管制军械强闯城门，拿下！严从征抬手，身后的禁军一呼百应，齐齐宣喝，抽刀向前，把宗全武的人团团围住。严从征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来了守卫皇城的禁军。面对禁军，宗全武的态度好了些，他丢下叶娇的披帛，上前说话：“严指挥使，咱们见过面。”宗全武低声道：“我同您的父亲。”严从征点头道：“将军若要拜访家父，可择日前往。”宗全武的脸白了白，既然对方不徇私情，他也不便再多说什么。是这样的，武侯搜查本将军的行李，动作轻慢，毁坏了不少，我这才有些动怒。你可不是动怒？叶娇坐在马上，哼道：“你是要杀人？”城门前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宗全武知道再不离开，恐怕不等他见到皇帝，便要被言官弹劾。他只好忍下怒火，开口道：“不如先让我回府，这件事我自会向圣上陈清。”宗全武的官职比严从征高，对方没有硬来，反而这么和气的说话，一时让严从征举棋不定。正犹豫间，大街上忽然传来悦耳的马蹄声，数名禁军簇拥着一名紫衣内侍到来。那内侍用沙哑的声音高喊道：“上谕，上谕，皇帝的口谕。”宗全武一头雾水，只不过是同小武侯们打一架，皇帝这么快就知道了？一个愣神间，周围禁军、武侯、百姓已齐齐跪地。宗全武莫名其妙地跟着跪下，心里打鼓，面色不安。半个时辰前，皇帝让聒噪的朝臣早早回各部衙门处理公事，他一面饮茶，一面随意翻动奏折，听内侍汇报今日长安城的趣事。当然，皇帝最想知道叶娇怎么样了。听到他把昭仪娘娘的弟弟吊起来打，在武侯铺立威，皇帝顿时笑起来。瞧，他转头对内侍总管高福道：“看他们谁敢质疑，这不管得很好吗？”皇帝非常满意自己用人的眼光，高福却有些担忧。昭仪娘娘那边无妨，皇帝挥手道：“去传旨，就说朕今夜留宿云雪阁，让他高兴高兴。”云雪阁是昭仪娘娘的寝殿，为了这点乐子，皇帝愿意晚上去轰轰白昭仪。此时有言官求见，开口便说起叶娇巡街鸡飞狗跳的事。皇帝顿时有些不悦，难不成鸡狗比百姓的安危还重要吗？他清了清喉咙道：“巡街是武侯的职责，今非鸡狗也很寻常，爱卿就不要太过苛刻了。”他说完，端起茶盏，吹开浮沫，喝了一大口。可是言官举起护板道：“叶武侯长向赵王府抛粪，也是武侯的巡街职责吗？”噗！皇帝一口茶水喷在奏折上，顿时模糊了上面的字迹。他站起身，眼睛瞪得老大，顾不得擦掉胡须上的茶渣，问：“抛粪？你再说一遍，详细说一遍。”言官走后，皇帝才敢放声大笑：“活该啊，活该！”他笑着看高福整理奏折，不住地拍着御案，亏他想得出来，刀砍马车不够，这会儿开始扔粪了。可怜李景那孩子，莫名其妙府邸就臭了。高福也笑着摇头：“老奴真是想不明白，楚王怎么就拒绝了赐婚？”哼！皇帝横眉道：“管他呢，朕也生他的气，看他病恹恹的样子，又不忍责罚他，就让叶娇收拾他，咱们瞧个热闹。”此时最新的情报来了，说是宗全武硬闯起下门，叶娇在跟他吵架呢。皇帝顿时恼了，他不在辽北好好待着，跑回来干什么？此后接连送来2个消息，似乎这架再也吵不完了。又听说宗全武逞凶，把一个小武侯打得半死，皇帝便要下一道口谕。高福立刻起身，准备前去传旨。皇帝道：“朕这道口谕下给宗全武，就说滚回去，只有3个字：滚回去，滚回辽北去，少在京城碍眼。”高福正在原地想了想，小心道：“陛下，既然老奴要跑一趟，要不给叶武侯长也捎2句，只要多说几句，就不会那么离谱了。”高福难得能出宫透口气，他站在马车上，面对跪地的众人，高声道：“圣上有旨，武侯守卫京都，
侦察缉拿，赤胆忠心，特赏骏马2匹，白银100两，太医署金疮药10瓶，以加其功。皇帝说了，与其表彰叶郊，不如借此赏赐武侯。他们都是聪明人，会知道自己的荣宠来自哪里。跪地的武侯万万想不到，这第一句就提起他们，且是赏赐。当了好几年武侯，皇帝哪曾想到过他们？怎么叶郊一上任，恩赏立刻到了？他们感激涕零，跪地叩头。而跪在马车前的宗全武已经忍不住颤抖起来。他和武侯起了冲突，皇帝嘉奖武侯，那么他……高福又道：归得将军宗全武不遵法纪，当街逞凶，交大理寺查办。高福说完松了口气，这才像皇帝说的话嘛，只说一句滚回去，百姓还以为他是假传圣旨呢。跪地的群众听闻口谕，顿时欢欣鼓舞，人人露出笑容。这才是大唐盛世，官民平等的盛世，皇帝贤明的盛世。严从征服叶郊起来，示意他到高福那里谢恩，接受赏赐。叶郊的眼睛却盯着地面，走来走去，开始寻找起来。我的玉呢？他的面色比宗全武还要惊慌。定情之物。在当着宗全武的面找出武侯长令牌之前，叶郊曾从衣袖中寻出一块玉。众目睽睽之下，他把那块玉扔地上了，看起来满不在乎，可这会儿要找，却又找得天翻地覆。听说武侯常丢了玉，所有武侯都忙起来。长官的玉长什么样子？多大？啥颜色？扔哪儿了？对，我记得是不是在草窝里？除了白献鱼，其他武侯都弯着腰到处找，有一个膀大腰圆的，甚至钻到马车底下，结果卡在那里，半天才钻出来。白献鱼一面打开手里的糕点盒，捡了最完整的一块桂花酥放进嘴里咀嚼，一面对身边的严从征道：看他急的，8成是情郎送的。严从征刚刚送走高福，闻言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那块玉长什么样子？白献鱼认识严从征，说话滔滔不绝，有半个巴掌大小吧，质地倒是很好，羊脂玉，中间刻着鹿纹，估计值不少钱。他把盒子里剩下的桂花酥碎末一股脑到进口中，幸灾乐祸道：丢了好哈哈，谁让他敢欺负小爷我呢？今天脖子差点断掉这笔账，早晚要算。白献鱼说着向严从征身边靠了靠：快散职了，喝花酒去。这位禁军指挥使不太好约，但是白献鱼得空就要试试，万一约上了呢？严从征的视线一直在叶郊身上，他半蹲着，长长的锦纱红裙散开，桃花眼里露出着急、惊慌和难过的神情，目光落在地面上，一寸寸寻找，早把别的事抛诸脑后，也把别的人抛诸脑后。严从征长久驻守皇宫，他记得每一位贵人的衣着配饰，羊脂白玉，雕刻鹿纹，巴掌大小，雕工精妙。那块玉是9皇子楚王殿下的随身之物，他一直佩戴鹿纹白玉，直到后来添了一块桃子形状的金块，后来玉就不见了，原来是给了叶郊。他们就算分开，他就算拿刀砍了他的马车，也依然舍不得丢掉他送的信物。指挥使，咱们该走了。身边的下属提醒严从征，他转过身，微微愣神道：走吧。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严从征微微低头，手指下意识放在马鞍前方，那里曾侧坐一位姑娘，眉眼动人，裙裾飞扬。禁军带走宗全武，也带走他的10几辆马车。武侯们几乎把城门前的地皮翻过来，也没有找到那块白玉。别找了！懊恼的叶郊大手一挥，决定做更重要的事。你们快把咱们的人带去就医。他还不知道被打的小武侯叫什么名字，顿时跑去一群人要照顾小武侯。叶郊又道：其余的人回武侯铺分赏银。刹那间，照顾小武侯的人又跑了个干净。叶郊顿时气急，这样吧，他再次下令，什么时候他的伤好了，什么时候才分银子。这下武侯们干脆把小武侯抬起来，朝着药房一溜烟跑去了。第一天上任还算顺利，除了……叶郊看着空荡荡的地面，猛拍一下额头，他怎么就把玉扔了呢？他不是真的要丢下，只是那会儿乍然看到，心里烦恼，到底是谁把玉拿走了？混蛋！赵王府里侧居住的小院中，一个年近30、身姿矫健、穿着靛蓝半臂袍、脚蹬长靴的男人单膝跪地，把白玉双手奉上。他的面容很普通，普通到丢进人群，看起来就是一个寻常百姓，不显眼，也不会引人注意。但他那一双窄小的细长眼中，却透着小心谨慎和精明能干。殿下，那男人道：卑职在来的路上捡到了这个。李策转过头，视线似被什么东西灼伤，表情却依旧如故。是殿下的玉。随从清风已经跑过去，问道：燕云大哥在哪里捡到的？城门口被唤作燕云的男人道：一位极美的姑娘丢弃了这块玉，卑职趁乱捡起来。卑职认得这块玉，这玉是殿下的随身之物，也是密室的钥匙。极美的姑娘必然是叶郊了吧？清风面露尴尬，接过玉，
向李策递过去。李策却没有拿，他只是眼皮微抬，郑重道：“一路辛苦。皇陵那边还好吗？”燕云恭敬道：“卑职接到消息说三皇子齐王要去守陵，便把咱们留在皇陵的人手全部调离。几个孩子淘气，走之前拆了隔离野兽的栅栏和陷阱。齐王过去，少不了要吃些苦头。”李策道：“不必为难他。”燕云连连点头，又露出一丝担忧道：“殿下之前一直说京中没有危险，自己回来就好。如今是出什么事了吗？”作为李策秘密豢养的护卫头领，燕云不像别人那样只受命做事，他会思考，会担心，也会问出来。李策没有回答这句话，他只是微微思索一下，便吩咐道：“有事要做，让他们都回来吧。”清风高兴起来：“那就热闹了。今年过年可以跟去年一样喝酒守岁，恐怕不能热闹。”燕云站起身，有些鄙视地看了清风一眼：“你跟着殿下，难道只长个子不长心眼吗？”京中都以为李策没有府邸，也没有几个护卫，忽然蹦出来上百人，也太惹眼了。清风顿时泄气，撇着嘴道：“我还长见识呢。不光长见识，他还知道了殿下的不少秘密，比如喜欢的姑娘，以及那姑娘喜欢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戴什么首饰。”清风和叶云说笑着出去了。午后的阳光照在窗台上，才刚到9月，室内便有些凉。李策看着清风随意放在桌面上的玉，手指伸出去，却没有拿。他走到窗前，在那里站了一刻，还是走回去，把玉拿在手里。这块玉是他为了表达歉意送给叶娇的。送玉的时候，他问过能不能做他的朋友，他答应了。可如今看来，是连朋友也不能做了。这样也好，等他做完事离开京都，他大约也不会觉得难过。燕云正在院子里讲城门口的事，那姑娘险些被武将伤到，幸好去了一个禁军指挥使，弯腰就把姑娘抱走了。你别说了。清风小声制止燕云。为什么不能说？燕云道：殿下的玉怎么在那姑娘手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似乎想到什么，捂着嘴不说话了。你才没长心眼吧？清风抱怨着撞了燕云一下，带着他离开小院。禁军指挥使，李策轻声念道：是严从征吧？他青梅竹马的朋友。严从征散职回家时，喜欢脱去黑色的虎纹缺胯袍，解下头上的抹额，把长发竖起，穿一件白色圆领锦袍回去。衣衫素雅，只在袖角织了一朵不太显眼的桃花，不带佩刀，不披铠甲，看不出禁军左卫卫指挥使的身份，甚至没人知道他是武官。他本来就不想做武官的。进得家门，照例要先到祖母处请安，母亲也在，告诉他父亲已经放衙回来，就在书房等他。严从征的父亲是户部侍郎严廉，官居正四品下。严廉今日的脸色不太好，虽说朝廷轻视武官，但宗权武的官职比为父还要高，你为何要惹他？看来今日不是放衙早，是严廉心里有事。他坐在太师椅上，手中捧着茶盏，却一口都没有喝，面容深沉紧张，嘴唇颤抖。父亲，严从征道：护卫都城是儿子的职责，想必你也听说了，就连圣上都责罚了他。严廉是国字脸，动怒时看起来有些可怕，可他看着眼前风流倜傥，虽恪守礼仪，却隐隐在抵触自己的儿子，不得不压下怒火，沉声道：你是为了安国公府那女人吧？父亲。严从征猛然抬头，桀骜不驯的眼眸中露出冷意，反驳道：他如今是圣上钦点的武侯长，他有名字。严廉冷笑一声：不过是圣上寻开心的玩偶罢了。你可记得，眼下你最重要的事是早日得到禁军统领的位置，好把16位全部纳入麾下，成为你姐姐的助理。原本跪着的严从征缓缓起身：我若不呢？他问道。这么久了，放弃心中最重要的人，每日做着讨厌的事，就因为姐姐嫁给皇子，就因为严家要参与夺嫡，他从来没有忤逆过父亲的决定。可是今天，严从征突然有些疲累。他多迷人。端坐太师椅的严廉并没有被儿子激怒，他紧盯着严从征的脸，圆眼中露出一丝讥诮，笑道：你可以不只管等着你姐夫失利，然后咱们严家上下100口人被新帝挫骨扬灰吧。语气淡漠，似在陈述事实。严从征平直的肩膀一瞬间有些松塌，抿唇不语。严廉叹了口气，起身走到严从征面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温声说话，像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偶尔露出慈爱的一面。你姐夫已经获封魏王，如今大皇子幽禁，3皇子齐王守陵，所谓有敌立嫡，无敌立长。如果没有2皇子靖王，你姐夫的胜算很大。皇后只生了2皇子李章和5皇子李景，李景没有子嗣，在朝臣心中也很不成器。而严从征的姐姐严双旭嫁给了4皇子魏王，乃魏王正妃。严廉接着说道：你弟弟横死，母亲身体又不好，你在为父心中就是我严家的希望。你姐姐走对一步，你再走对一步，他日这李唐江山的皇族血脉
就有我严家的半分。你是有志气的孩子，也是孝顺孩子，孰轻孰重，自己考虑。严莲说着向前2步，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提醒道：长公主那里，你得空记得去安慰舒小姐。长公主府跟严家关系不错，长公主的女儿舒文也跟严从征熟识。严莲说完推门出去，严从征同样出去，却没有在家中用晚饭。我出去吃。他对仆人道：这家像是牢笼，让他无法呼吸，没有胃口。第一天上任还不错，傍晚散职的时候，武侯们提出要请叶郊大吃一顿，欢迎新武侯长上任。我可不去。白献宇撇着嘴就去牵他的马。白队长，有人这么劝，平日你不是最爱喝花酒吗？喝什么花酒啊？白献宇打量着叶郊，频频摇头。难不成叶武侯长还能带咱们去那种地方吗？玩得太素，不去。哪种地方？叶郊已经把头发重新束好，装扮得依旧明艳动人。至于宗全武碰过的披帛，被他嫌弃的扔了。平康坊，你敢去吗？白献宇挑衅。平康坊是大唐妓院最多的地方，有什么不敢？叶郊扬眉抬手，走吧，本人包场花朝楼。平康坊的风月场里，属花朝楼最为高雅，那里的女妓都是清官人，精通琴棋书画、音律舞蹈，宣称只卖艺不卖身。因为品貌俱佳，每年择选的花魁也大多出自花朝楼。唯一的缺憾是不能留宿，不过叶郊没道理住在花朝楼，武侯们也花不起留宿的银子，能去一趟已经算是长见识。叶郊如此豪爽，惊得武侯们欢天喜地。武侯队长们簇拥着叶郊向花朝楼去，白献宇觉得有便宜不占是傻子，也跟着去了。花朝楼总共3层，叶郊要包下最高层，听到上面已经有乐音响起。掌柜躬身解释道：求武侯长就在2层吧，3楼的贵客到得早，不好驱赶。武侯们连连说2层已经很好。于是白酒开席，叶郊酒量不行，好在他们也不敢劝酒。他请了嗓音最好的姑娘唱歌，琴艺最好的姑娘扶起箜篌，腰身最软的姑娘跳舞，再来几个陪着吃酒说话。一群人熙熙攘攘，大声笑闹。过不多久，掌柜推开门进来，询问伺候的好不好，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叶郊看着掌柜欲言又止的样子，询问道：是我们吵到楼上那位了吧？掌柜感激的点头道：那位喜欢安静。这下白献宇不乐意了，喜欢安静怎么不去书院坐着，在这里装什么大眼？可不是。其他武侯也七嘴八舌道：敢惹我们武侯长，不想活了吧？叶郊示意他们冷静，你们的声音是有些大，我上去看看吧。我们陪着。一群人站起来，怀里的姑娘也不要了。你们继续吃酒。叶郊道：放心，没人敢惹我。武侯们是相信叶郊无人敢惹的，今日宗全武的下场这会儿已传遍京都，以后不光没有人敢惹叶郊，就连京都这2000名武侯都扬眉吐气。叶郊拎裙上楼，先看到今年京都评选的花魁正坐在屏风前，含羞带怯，轻抚琵琶。再看到屏几后散漫地坐着一位白衣青年人，明明是风流潇洒的模样，却被浓浓的书卷气包裹。好巧！叶郊跳上露台，桃花眼盛满笑意。3楼这位喜欢安静的客人正是严从征。见到叶郊突然出现，严从征杯中的葡萄酒微微倾斜，一滴红色的酒水洒落，染红他袖口的桃花。你怎么？严从征坐正身子询问，忽地又想起什么，笑道：楼下那些是你的人吗？叶郊负手过来，步子迈得很大，红色的裙角像飞溅的浪花。他站在天台上欣赏了一下长安城的夜景，回头道：他们都是粗糙汉子，扰了指挥使跟花魁赏月的雅兴，我带他们前来赔礼。严从征站起身，走到叶郊身边，递给他一杯酒。如果3楼不是我呢？那就要打一架。叶郊笑声爽朗，笑完侧头看着严从征，问道：你怎么了？不开心吗？他的唇角是微微扬起的，可他的眼神分明积蓄郁闷的情绪。叶郊总能感受到身边人的心情，这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没有。严从征一袭白衣站在栏杆前，抬头看了看月亮，星月交辉，夜色动人，空气中飘散着桂花的芳香，甜蜜温馨，让人卸去心防。他今日饮的酒很少，却莫名有些醉。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们去郊外看桃花，回来晚了，就有这样的月亮？我记得啊。叶郊道：我从桃树上跳下来，磕伤膝盖，走得太慢，所以才晚了。你不让人背，非要自己走回来。严从征道，悠悠的语气中藏着对往昔时光的怀念。叶郊笑了：我那时候太傻，如果现在就让你和傅明竹轮流背我。他说完忽然有些沉默，看着远处问道：是不是明天？严从征知道他问的什么，回答道：是，我收到了喜帖，明日就是傅明竹的婚礼了。我想好了。叶郊仰头饮尽杯中酒，让武侯们埋伏在道旁，等傅明竹骑马带着花轿经过，就把他的头蒙上打一顿，再抢走花轿，让他找不到媳妇。
叶娇探身挥手，做出抢人的动作，因为手从栏杆松开，险些站立不稳掉下去。严从征连忙拉住他的衣袖，把叶娇拽回来。你小心些，他嘱咐道，有些严肃。叶娇轻轻笑着，又蹙眉道，也不行，我把新娘子抢回来，扔给谁呢？你要不要？他转过身看着严从征，脸颊微红，表情逗趣。严从征的呼吸粗重几分，退后一步，距离他远些。有些姑娘从来都不知道他的一颦一笑有多迷人。我不要。严从征道，我同副明主打过架，已多年不跟他来往。提起打架，叶娇想起旧事，他走到瓶几前斟酒，又慢慢走回来，问道，我一直都不知道你们为何打架。严从征接过叶娇手中的酒壶，仰头喝了好几口，似乎不想回答叶娇的问题。身后的琵琶声若有若无，不知在演奏什么曲目，只觉得缠绵悱恻中有淡淡的忧伤。叶娇也不再问，他看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到楼下武侯们的高声说笑，准备离开。严从征却忽然开口说话，也没什么。严从征俊朗的脸上有一丝苦笑。那时傅明竹说，朝中有言官弹劾宰相，说他父亲结交皇族和朝臣，意图党争。他们家思来想去，决定求娶安国公府二小姐。严从征看着叶娇，解释道，也就是你为妻。那时圣上故意冷落安国公府，这么做显得他们没有攀附之心。这种心思很简单，跟苏王当初求娶叶娇时一模一样。安国公府是个奇异的存在，那些朝臣皇族平时唯恐同他们扯上关系，却又总想利用他们。叶娇点头道，这些我后来知道了，所以你打他是为我出气对吗？不是。严从征的唇角噙着一丝笑，眼中有些醉意。我是为我自己，因为我……他面向叶娇，轻轻抬手扶住她的薄肩，像扶着一朵枝头的花，小心翼翼地开口，因为我喜欢你。叶娇手中的酒盏倾斜，街上有个行人大声喊道，谁往我头上撒尿？注：人物简表。大皇子肃王李隆因为查出12年前的旧案，已经被贬为庶人，终身幽禁。二皇子晋王李章，皇后所生嫡子，目前在北地和叶长庚一起打仗，刚立了功。三皇子齐王李敛，因为李景请客吃饭，烧了玉琼楼，皇帝让他去守灵了。四皇子魏王，严从征的姐夫，目前没有出场。五皇子李景，皇后所生嫡子，不用介绍了，是你们的最爱。六皇子之前出场过一次，引导李景去玉琼楼吃饭，故意让火势扩大。九皇子李策，顺嫔所生男主，长公主的女儿叫舒文，跟叶娇刚刚认识。别的人物目前还不重要，就不提了。你喜欢他，即便是粗心大意如李景，也发觉李策的情绪不太对。先前李策吃药，总要蹙眉慢慢饮，苦得难以下咽。今日傍晚时，李景见李策把汤药一饮而尽，仿佛喝的是白水，不在乎嘴上的苦，说明心里更苦。不行了，得带小九出门转转。没有什么郁闷是一顿花酒解决不了的，如果没有解决，就再来一顿。谁知哪个天杀的把花朝楼包下了。李景想同掌柜身边的漂亮姑娘说两句话，可他刚停下，李策就径直离开。李景没办法，只得跟上。走了没2步，天上就浇下来一团东西，热乎乎湿哒哒，兜头而落。对不住了。楼上有个清亮的声音道歉，是酒水，不信阁下舔舔。还让他舔舔。李景气得浑身发抖。等等，他疑惑地抬头看去，正撞见3楼露台上一位姑娘弯腰看过来，灯光映照着她的倩影，那么美丽又那么骄横，不是他的死对头又是哪个？白天泼粪，晚上倒酒，真当他是垃圾池子吗？叶娇，李景举起折扇指着露台，大喊道，你给本王等着。他说着便气势汹汹往楼上跑。掌柜的见李景头发湿了半边，散乱地粘在额头上，也不敢拦，任由他上去了。完了。叶娇跳开一步就要逃跑，他先是要下楼，很快发现如果下楼就跟李景撞个正着，然后往弹琵琶的花魁身后躲，发现花魁比他瘦，挡不住他，再要往严从征身后藏，可又想起他刚才说的话，他是不是说了喜欢自己？这都认识多少年了，突然来这一手。叶娇估算了对面房屋的高度，就要跳楼逃跑。这一番耽误，李景已经冲上3楼，他跑得气喘吁吁，把折扇插入腰间听带，翻折衣袖道，你到底要怎么样？叶娇已经翻过栏杆，闻言对他笑道，都说过对不住了，还有我家的份。李景不依不饶，武后怎么又泼进来一袋子？被惊动的武侯队长们已经涌上3楼，见找麻烦的是赵王殿下，便也不好护着自家长官。几个武侯队长反驳道，没有的事，就早上泼了一回。白献瑜却笑着挤进来跟叶娇解释，是这样的，有个混子想求武侯长办事，为了讨好您，先去赵王府抛了一次粪。李景目瞪口呆，往赵王府泼粪成了效忠叶娇的投名状吗？
我怎么不知道？叶娇攀着栏杆，以后不准再泼。就说我说的。他说完对李景眯着眼笑，这下好了吧？我能上去了吧？李景冷哼一声，算是作罢。严从征伸手去拉叶娇，他只微微借力，便轻巧地翻过栏杆。在抬头时，赫然见李景身后站着李策，而他的手正抓着严从征的手臂。是夜色掩盖了一身黑衣的他，还是他只是刚刚出现呢？可那俊美白皙的面孔，束在玉冠中的黑发，隐隐透出的王者气息，分明无法隐藏。就算在人山人海中，叶娇也能一眼辨认出他。叶娇松开严从征的手臂，神情僵硬，不知该说些什么。误会解开就好了。严从征打破这片刻的凝滞，邀请李景和李策入座。王爷们若不嫌弃，就在这里吃几杯酒，听听花朝楼碧落姑娘的新曲子。那卑职就在这里伺候着了。白献瑜连忙上前，又是搬桌子，又是放蒲团，忙得不亦乐乎。这是一个好机会，不光能跟严从征说上话，还能攀上2位王爷。因为知道他的家世，严从征没有阻拦。这还差不多。李景笑着抹一把头上的酒水，又吩咐身后的随从道：“打盆热水来，见哪位姑娘的头油一用。本王这副样子可没心思吃酒。”立刻有一群姑娘陪着李景下楼，要帮他束发。叶娇也趁机溜出去，却被严从征抬手阻拦。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看着他，眼神含情，又带着些霸道。叶娇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干什么啊？偏挑这个时候。他还没跟李策彻底了断，完全听不了别人半句情话。叶娇偷偷瞄了李策一眼，他已经跪坐在几案前，身姿笔挺，神情自然，深邃的眼神中看不出什么情绪，甚至没有妒忌或者恼怒，自顾自斟了一杯酒，安静地等待他们落座，根本不关心叶娇与人私会，不关心严从征的阻拦，不关心他，也不关心他们。一股怒火在心中窜出，叶娇脸颊微红，拳头攥紧，索性豁出去了。他大步走到几案前，坐在李策对面，抬眼便看到他的腰间挂着一枚白色玉坠，玉质莹润，鹿纹精美。这个怎么在你那里？叶娇顿时忘了生气，指着玉佩喊道：“某人扔了。”李策端起琉璃盏，干笑道：“本王的随从捡回来的。”叶娇懊恼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紧咬嘴唇，手指攥紧又松开，不知该如何解释。正在煮茶的白献瑜看到这一幕，连忙道：“原来是被王爷捡去了，我们武侯常丢了这个，都吓哭了，在城门口足足找了2-3个时辰，午饭都顾不上吃，差点饿晕。”他的语气很夸张，搭配着眉飞色舞的表情。事实上没有吓哭，也根本没找那么久，饿晕更是不可能。但白献瑜察言观色，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看来坊间传闻不错，楚王拒婚，叶娇死缠烂打，扔大粪什么的，都是撒气撒娇呢。既然打不过叶娇，索性先帮帮他的忙。等叶娇嫁给楚王做了王妃，这武侯长的位置就得还给他。听了白献瑜的话，李策没有再说什么，他低垂着眼帘，认真饮酒，紧绷的脸颊像是在克制什么情绪，却只是淡淡道：“没事，也算物归原主。”叶娇松了一口气，又觉得烦恼。对面是李策，旁边是严从征，他觉得如坐针毡。好在李景回来了，他怀里搂着个姑娘，心情愉快地坐在李策身边，从几案上拿一颗葡萄送到姑娘唇边，笑道：“还是花朝楼的姑娘好，小九，你要不要？反正是叶姑娘包场，不花你的银子。”席间静了静，白献瑜小心翼翼煮茶，不敢再说半句话。严从征为叶娇斟酒，心事重重。叶娇咬唇看着李策，听到他说：“好啊，你去帮我挑一个。”严从征斟酒的手停住，下意识看了看叶娇。这是最让人难堪的时刻，旧情人当着他的面就要招妓了。叶娇却并未生气，她猛然拍一下桌案，开口道：“一个怎么够？来10个。”10个姑娘左拥右抱，只嫌胳膊少了。李景对叶娇竖起大拇指，阔气。叶娇环顾四周，又道：“有男人吗？也给我来10个。”李景的大拇指僵在半空，哆哆嗦嗦收回来，讪笑道：“楼下那些武侯队长不都是你的男人吗？”话说到这份上，就看谁脸皮更厚了。叶娇忽然笑起来，笑得春风化雨，全然没有了不久前的羞恼。他们都太老，她娇声道：“我喜欢年轻的男人。”李景瞠目结舌地看着叶娇，便见她牵起白献瑜的衣袖，手掌托着下巴，歪着头仔细问：“小瑜，你几岁了？是不是比我还小？”他轻轻摆动白献瑜的衣袖，声音柔软，模样娇嗔，让人骨头都要酥了。这里哪一个姑娘比得上她一半的风情万种？小瑜，白献瑜哆嗦一下，差点栽倒。我今年……他尴尬又难堪，还带着莫名的羞耻，半晌才道：“长官，你饶了我吧，我今日差点被你勒死，这会儿要被你吓死了。”叶娇满不在乎地放过他，把这里的男人全部打量一遍。
他柔嫩的手指轻轻抬起，指着李景、严从征、李策，一个个道：“老穷，又老又穷。”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起身。长安城这么大，竟然没有一个我看得上的男人。阔袖甩了甩，叶娇带着白线鱼扬长而去。啊，不就是要气他吗？看最后谁更生气。还有，走到门口，他又转身对李景交代：“我只包了2楼，你这3楼的花销自己付。”谁怕谁啊！李景立刻站起身，拉起他的姑娘：“走吧，小乖，咱们去2楼吃酒，这不就解决了？”说完又摸了摸自己的脸，自言自语道：“我老了吗？这女魔头真可恶，太打击人了。”月亮引入乌云，花魁碧落奏完一曲，抱琴离去。2个男人对坐饮酒，许久不曾开口说话，却又像说了许多话。“你还喜欢他？”终于，严从征忍不住问道：“为何要拒绝赐婚？”李策裹紧披风，唇角散开寂寥的笑。严指挥使，他沉声道：“我查清了顺嫔娘娘的病因，你要不要听听？”顺嫔是李策疯癫的生母。李策拿起火杵，拨开铜炉里的炭火，冷艳的火光照在他脸上，忽明忽暗。注：有位读者提出唐朝后宫没有嫔这个妃位，是这样的：唐朝的嫔是昭仪、昭容、昭元、修仪、修容、修元、充仪、充容、充元，为9嫔。没有特别写她的嫔位，是立人设的时候没有想好，所以简单写了嫔，随后会具体起来。又赢一局。严从征原本有些失神，叶娇虽然只是嘲讽一通，但他懂了。老穷，又老又穷，把他跟李策和李景放在一起说，不过是因为有年少相识的情分在，不好拒绝的太过直白。他喜欢的是别人。自从李策出现，叶娇整个人都不太一样，他的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就连生气也是生李策的气。严从征奇怪李策为什么会拒婚，他甚至有些恼怒，可李策并未回答那个问题。李策提起顺嫔为何疯傻，宫为秘辛，且事关李策生母，绝不会被轻易讲出来，除非这件事跟自己有关。严从征收神抬头，清朗的目光中添了几分凝重，放下酒盏道：“末将洗耳恭听。”李策把烧尽的炭渣一块块夹出，神情幽冷，声音淡漠。7年前，严继德还是北衙6军中的羽林卫将军，率队驻扎在西内院，拱卫皇城。那年冬月，天降雷火，点燃寿康宫一角。严继德原本应该快速去灭火，却为了借机上位，反而命人趁机纵火。严从征显然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他深吸一口气，缓缓道：“那年的大火烧死了居住在寿康宫内的太平娘娘，圣上雷霆大怒，禁军内有许多人因此获罪，严继德却被提拔为禁军统领。”“是啊。”李策淡淡道，“因为他赶在大火烧进寿康宫前冲进去救人，烧伤胳膊，演得一手苦肉计，感天动地。不过这跟顺嫔娘娘有关吗？”严从征问。李策沉沉点头，丢下火杵，静静坐着。秋天的晚风吹动他的衣衫，他靠的距离火焰更近些，脸色苍白。那晚不是严继德值守，他却到宫里去了，跟心腹安排这件事时，恰巧遇到顺嫔娘娘从皇后宫中返回，所以严从征一向温和的声音也逐渐变冷。他不敢下毒，却知道顺嫔一向服用医治神乱心悸的药，于是在大火后，禁军往含唐殿连送3道消息，下封了顺嫔娘娘。那3道消息都跟李策有关：皇陵塌陷，九皇子被埋，已无生还可能。消息有误，请娘娘不要惊慌。九皇子安然无恙，明日便会回京。娘娘，九皇子的确没有被埋，可他掉入陷阱，被野兽撕咬，尸骨无存。皇陵那边送来了血衣，娘娘要看吗？3道消息，大悲大喜，却又当头一棒。顺嫔本来就因为大火通宵未眠，神思混乱间崩溃疯癫。事后严继德求到2皇子李章那里，李章帮他处理了当日所有知情的宫人，所以在天牢中，肃王李隆说顺嫔娘娘的疯傻跟李章有关。李隆说对了一半，其实李章只是掩盖真相的人，真正的凶手是严继德。严从征眉宇间浮现一丝厌恶和愤怒，他是放荡不羁的人，也是嫉恶如仇的人，可他也很谨慎。我如何相信楚王殿下的话？严从征问。月光挣脱乌云，薄薄的亮色洒在李策脸上，一身黑衣的他有些倦怠，而白衣的严从征身上却充满了年轻人的生命力。李策看着他，忽然有些羡慕，也许活得够久才是圆满。他有些抱歉道：“你的部下中有一个叫田银宇的，今日请假说病了。其实他没有病，昨夜我的人把他抓住，审了2个时辰，就全招了。他是严继德的心腹，当时亲自把消息送给顺嫔，如今安排在指挥使身边，是为了盯住你。他还有一口气，指挥使可以去见他一面。”田银宇。严从征咬紧牙关道：“
楚王殿下要到圣上那里举告吗？不，李策摇头道，只靠一个人的供词没有用，况且时间太久，我不想让顺嫔娘娘再次被议论，被嘲笑。这件事接过不提，但严继德这个人，我要除去手握15万禁军的龙武大将军，禁军统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简直痴人说梦。李策说的如此坦诚，倒让严从征有些意外。因为叶郊的缘故，他们就算不是敌人，起码也该是陌路人。但李策开诚布公来讲这件事，甚至透露他的目的。他不担心严从征泄密，也不担心严从征到严继德那里投诚领赏。为什么要告诉我？严从征的身体下意识向后靠去，不想趟这滩浑水。因为李策有些肃重地注视严从征的眼睛，像是一眼看破了他的灵魂。京都局势风云诡谲，你若想保护他，区一个左卫卫指挥使远远不够。所以禁军统领的位置可以想一想，想明白了就知道在这场血雨腥风中该怎么做。我被人知道对叶郊的心意，严从征却故作散漫道，我的梦想是离开京都，去江湖饮酒作诗，行侠仗义。那一天有个姑娘攀在桃树上，向远处眺望，她说她要踏遍万水千山，做个自由自在的游侠。从那天起，严从征便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放得久了也成为他的梦想，日思夜想。李策看着严从征，有些惊讶，作诗，这便是他周身书卷气的来源吗？行侠，没有官牒文书，人人可图。李策站起身，玄青色的衣袖低垂，腰间的玉坠和金桃子微微晃动。他没有质疑严从征，幽深的眼眸里露出温暖笃定的光芒。你问过他吗？李策看向楼下，饱含激赏道，他的梦想是以一己之力守护安国公府。严从征若有所思地起身，陪着李策走下楼。李景已经喝多了，正在跟白献瑜扳手腕赌输赢。白献瑜故意输银子给他，而叶郊因为压住白献瑜赢，赌输了钱，往白献瑜头上打了好几下。武侯们或者起哄或者压住，倒是都把千娇百媚的姑娘们丢在一边。李策和严从征的目光都落在叶郊身上，一个缱绻，一个温柔。他们之间如今没有对抗和争夺，让那个女人幸福是他们共同的心愿。2楼看不到月光，可到处点燃的灯笼蜡烛，反而最能映照出叶郊的美。一身红衣，动若脱兔，洒脱自在，陶然自得。又赢一局，李景乐的鼓掌。叶郊气得要自己下场，被武侯们劝开。白队长巴结王爷，他们道：武侯长您瞧我们的。叶郊叉腰等着，桃花眼盯紧李景的手腕，紧张兮兮，可爱有趣。短短1日，严从征道他便收服武侯们，竟然比京兆府的刘晏都有本事。这样的姑娘甘心离开京都行侠仗义吗？那还要多谢指挥使跑去城门救人。李策温声道：宗全武在城门拒查被圣上治罪，是今日的大新闻。严从征淡淡的笑了，叹息道：捎信到16位府衙，让我去救人的是王爷吧？李策没有回答，他只是把目光从叶郊身上收回，看看外面浓浓的夜色，迈步道：我先走了，你送他回去吧。叶郊才不让任何人送他呢。到最后，只有那个白献瑜屁颠跟着叶郊回去。武侯长别生气啊，您今日赌运不好。他劝道：是真的，我赌运不好的时候压大100回全输。叶郊冷哼一声道：本人不是赌运不好，是见了某人太晦气，怪不得李景老是拿着泰山石呢。看来见李策晦气这件事所言不虚。武侯常说的对，白献瑜顺着他的话道：改日聚赌，得先看黄历，再找人算上一卦。叶郊点着头，忽然怔地停下脚步。我怎么没想到呢？他重抚掌道：我得找人算算啊。算一算李策怎么就突然拒婚了，算一算他们俩有没有姻缘，算清楚了他也能死心。小鱼啊！叶郊突然换上一副笑脸，问道：你认识卦师吗？白献瑜再一次打了个哆嗦。武侯长，他的眼珠转了转，聪明机灵道：您自己不就认识一个吗？血光之灾。叶郊的确认识一位卦师，骊山道长王千山。王千山刚到京城时颇受欢迎，每日忙着起卦、收邪、打平安教，挣到不少供养。如今他已经不再抛头露面，安心住在赵王府中念经炼药，等待升仙。看来上天之前的银子是赚够了。叶郊转身就要往赵王府去，白献瑜忍不住提醒他：这么晚了，咱们上门打扰不合适吧？如果他们走得快，会比喝醉的赵王早到家。谁说我要走正门？叶郊摆摆手：会翻墙吗？不会。白献瑜踮起脚尖就准备开溜，被叶郊拽回来：劳烦小鱼给我望风啊！白献瑜后悔不迭，早知道就不提卦师的事儿了。哪知道叶郊听风就是雨，一阵不消停。你可快点啊！他们来到赵王府外，白献瑜嘱咐叶郊道：我家就有一棵独苗，回去晚了
我娘会担心的。话未说完，便见叶娇退后几步，奔走到墙下，纵身一跃，人已攀上墙沿。武侯长，白献瑜目瞪口呆，又隐隐担忧：“您不知道我家在哪儿吧？”王千山是跟随叶娇从骊山回来的。那时叶娇送李策回赵王府，王千山趁机就赖在这里不走了，说是地气好，风水好，千年难遇。李景到乐德有道士镇宅，给他安排最西面的院落居住。这里同李策住的地方一东一西，中间隔很远。叶娇刚刚跳进院落，就发现赵王府跟以前很不相同，护卫更多了，甚至有一些不易发现的暗哨。若不是叶娇熟悉位置，恐怕不等他摸到王千山的居处，就要被抓。这个李景藏了什么好东西吗？添这么多厉害护卫。叶娇腹诽着，蹑手蹑脚走到王千山屋门外。他轻道一声打扰了，就推门进去。屋内正厅放着一座小巧的八卦炉，八卦炉旁边设几案蒲团，几案上的茶盏还飘着热气，屋内却空无一人。叶娇绕着八卦炉转了一圈，总觉得这里除了他还有别的人。难道王千山不会是把他自己炼化了吧？叶娇弯下身子去瞧八卦炉，确认里面空空荡荡，再抬头便见一个人死命抱着房梁，瑟瑟发抖，正是王千山。多日不见，这个20来岁的小道士胡须长长，俊朗的脸上颇有几分仙气，只是这个姿势有些不雅。怎么？叶娇奚落道：“道长您搬梁上住了？”这一看就是为了躲他。王千山干笑一声，有些尴尬道：“这是本门修仙秘诀，可诚心治愈，明心见性。”下来。叶娇拍一拍大刀，好烈！王千山麻溜顺着柱子滑下来，屁股蹲在地上，咚的一声。他整理衣襟，若无其事地邀请叶娇落座。半个时辰前本道起卦，卦象说有贵人到访，原来是叶小姐啊。叶娇不说废话，从衣袖里取出剩下的银两，全部推过去。我来问问自己的姻缘，请道长如实相告。好说。王千山找来一张红纸，如果是合婚，就劳烦小姐将双方的年庚写下。年庚便是准确到时辰的出生日期。叶娇不知道李策的年庚，他连他的生辰是哪一日都不清楚。他看着红纸发愁，迅速写下自己的给王千山看。道长您就说我会嫁给什么样的人？贵人。王千山掐指一算，笃定道。废话。叶娇心有不甘道，我身边就没有贱人，嫁谁都很贵。不，王千山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小姐您嫁的这个人位高权重，乃贵中之贵啊。叶娇仍不满意，您就说他的脸颊有些红，随意指了指东边，咬唇道：“楚王殿下，我嫁不嫁得？”那倒绝无可能。王千山这回连算都没有算。叶娇微红的脸颊顿时苍白，他抬手把红纸抢回来，重重拍在平机上，恶狠狠道：“算准了吗？为何绝无可能？我看你是不想在京都混了。不，我看你是今日就想升天。”叶娇清澈的桃花眼中带着难以言说的压迫感，让因为修道多年、心神敏感的王千山并不好受。但他还是摇头道：“小姐，贫道没有骗你，的确没有可能。这位姑娘命里多子多福，怎么会嫁给只剩10个月寿命的楚王呢？”隆重的失望袭上叶娇心头，她感觉自己像掉入一团迷雾，东南西北不辨方向，身边空无一物，茫然失措。自从李策拒婚，她心中一直是委屈愤怒的，这会儿反而变得无力，仿佛她的一生都在早已注定的生辰年庚中，无法改变。所以他们的相遇相知都是错的，所以他该大方地放开李策，不再追问为什么。不，他偏不信。你说没有可能就没可能，你是谁啊？天王老子吗？叶娇对着王千山冷哼一声，王千山的身子向后避让，眼中划过一丝心虚。等等。叶娇心中如有鼓槌，慢慢有了盘算。李策的确不是位高权重的贵人，但王千山回答的也太快了，快得有些不同寻常。不对。叶娇的酒意尽数褪去，她盯着王千山的眼睛，身子向前，手也向前，抓住了王千山的胳膊。你没有楚王殿下的年庚，是怎么知道我同他绝无可能的？你是不是知道他的年庚？是不是算了什么？他拒婚的事，是不是跟你有关？王千山起身就跑，叶娇抓住他的衣衫，他索性脱掉外衣继续跑。叶娇拦在他面前，一把明晃晃的刀抵住了王千山的脖子。你不说明白。叶娇道：“今日就师姐登天吧。”跟武侯们待了一整天，叶娇更加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了。你不能杀我！王千山气喘吁吁，扶着柱子，半晌才道：“贫道才疏学浅，算错了，小姐不信就不信吧，但万万不能杀我，咱们是自己人。”谁跟你是自己人？叶娇横眉道：“错不了。”王千山指着自己的胸口，猛点好几下。家师叶夕，正是令尊。哐当一声，叶娇手里的刀掉在地上。叶夕，他的父亲，
他12年未见的父亲。王千山娓娓道来：我原本在江南道天台山修道，前年师傅说我已经学成可以下山，我才到了骊山。不信你看我的度牒。也就是那时我才知道师傅的真实身份，但他既入道门，无心俗事，贫道也就没有去贵府打扰。不过师傅也说了，他的孩子们这几年都有灾厄，轻则患病，重则死伤。依贫道看，小姐近日就有血光之灾。王千山把他的度牒摊开，上面果然有江南道的印鉴。叶娇静静站着，神情变幻，忽然冷笑。他无心俗事，他知道我们有灾厄，可他连句提醒都没有送回来。12年了，他出他的家，我们过我们的日子，算什么自己人？王千山的嘴巴张了张，想要解释，却只是道：我们修行人。修行？叶娇低头捡起长刀，收刀入鞘道：我听说子虚元君因为济世救人成仙，汉钟离因庇护苍生成仙，吕洞宾因积德行善成仙，比之道家各祖师，你师傅连自家孤儿寡母都不顾，怎敢妄言修行？怎么可能成仙？叶娇说完甩袖而出，留王千山呆愣在屋内。子虚元君因为济世救人成仙，他念叨了一遍叶娇的话，忽然抬头看向外面，恍然道：你这姑娘懂得蛮多吗？虽然恼恨不顾家的父亲，但你是不是偷偷学过道家的典籍啊？叶娇的脚步有些凌乱，她是来询问姻缘的，却问到了父亲的消息。虽然李景早就说过父亲就在天台山，但叶娇以为那是他和李策联合哄骗自己，没有敢信。原来是真的呀，就在江南道的天台山。灾厄说得不错，今年姐姐小产了一次。死伤是说谁？千万不要是在北地打仗的哥哥，他情愿是他自己。叶娇走到墙头，想要翻过去，却因为心神混乱暴露了行踪。什么人？一声厉喝传来，共同到来的还有一支无法躲避的剑，剑矢刺入他的肩膀，疼痛在叶娇身体里炸开。是我。他挣扎着扶住围墙，慢慢滑下去。他的心疼，太疼了。叶娇的泪水瞬间涌出眼眶，他带着哭腔道：哪个王八蛋射我？我是武侯长。他的声音有气无力，但夜色寂静，对面的人听到了。完了！那人低喊一声，反而没有过来查看伤情，而是向相反方向跑去。叶娇狼狈地蹲坐在地上，拔出箭矢。好在箭射的并不深，箭头没有倒刺，只是迅速涌出的血带走了他的力气。疼！叶娇低声呻吟，想站起来。他不能倒在这里，他是大唐长安的武侯长，3更半夜闯入赵王府，1万张嘴也说不清了，说不定明天就要被急去官职，发配岭南。不行，得出去，翻墙逃出去。叶娇站起身，扶着墙努力了好几次，但是平时很容易攀爬的院墙，此时像是陡然耸立的悬崖峭壁。慌乱中，他听到奔跑的脚步声传来，那人像是劈开夜色的一道闪电。他穿着旧寝的白色中衣，衣服单薄，奔跑时像兜了一团凛冽的风。他趟过花丛，越过山石，跳过矮小的灌木，磕磕绊绊，甚至没有走青石板铺好的路，就那么冲到叶娇面前。李策，月光如水，他凉得像一团冰。他怔怔地站在叶娇面前，确认眼前是他，确认他还活着，然后走上前，看到他流血的肩膀。叶娇，叶娇，他慌得只顾喊他的名字，手指抬起放下，忘记该怎么办。有金疮药吗？叶娇问他。有。李策转身要去拿，却又忽然转回来，一把将他抱起。你干什么？叶娇在他怀里挣扎，李策已经快步向前走去。别说话，他低声道，别让赵王府的护卫听见。原来刚才伤到他的不是赵王府的护卫吗？李策一路脸色清白，好在穿过花园没多远，就是他的小院。2个护卫，一个在前面开道，一个在叶娇身后不停道歉。对不起武侯长，卑职不知道是您。对不起殿下，请殿下责罚。李策抿紧嘴唇，一言不发，直到走进灯火通明的寝殿，把叶娇放在床上，才沉声道：关门。那护卫连忙噤声，关得太快，把自己关进了屋里，又开门出去，战战兢兢地守在外面。叶娇坐在床上，看李策忙乱，他像是昏了头，打开好几个抽屉，终于找到金疮药，取出金疮药，走几步又想起热水，端着热水过来，被地上的蒲团绊倒，踉跄一下，差点摔倒。而当李策带着全部的东西过来，为叶娇清理窗口时，叶娇看到了他身上的血，一部分是叶娇流的血，一部分是李策自己的。他的胳膊、袖口和衣衫下摆被什么东西划破，一道道长长的伤痕，血迹刺目。你这是怎么了？叶娇问他。没事，碰到月红了。李策的脸色依旧苍白，说话间没有什么关切的表情，他只是很认真地擦去叶娇伤口周围的血渍，把窗口清理干净，倒上一瓶金疮药，用布团紧紧按住。还好，他念叨着燕云这一剑只是试探。叶娇没有听李策说什么，他想起来李策跑去找他时
没有走正经的原路。花园里有浓密的月月红，他是从花丛里趟过去的。月月红的利刺划破了他的衣服，在他身上留下一道道血痕，该有多疼啊！他是关心自己的吧？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叶娇鼻头一酸，他拿起金疮药要为李策涂抹。不用。李策的身体避开一步，若不是手还按着叶娇的伤口，恐怕会避得更远。不用就不用。叶娇猛然推开李策，胡乱包扎好伤口，向外走去。你等等！李策站在原地阻止他道：以后不要翻墙来赵王府。如今他的房舍四周都是自己的护卫在守护，人手不多，却个个精良。他要除掉禁军统领严继德，这个敌人不容小觑，必须多加小心。我不是来找你的。叶娇咬紧嘴唇，一字一句道：你不要自作多情，我来找王千山。你找他做什么？李策的神情有一瞬间的紧张。不用你管。叶娇恶狠狠地说话，踢开门。在这个屋子里，他们曾经一起用饭，一起晒太阳，就连衣衫擦过都像是流动着莫名的温情。可此时此刻，只要多待一会儿，叶娇就想暴打李策一顿。这个猪油蒙了心的人，为什么他一面关心他，一面又像瞒着什么要紧的事？叶娇眼含热泪向前走，李策伸手去抓他的披帛，却发现他的胳膊上空空荡荡，披帛早不知丢到哪里了。叶娇，李策跟出去，眼神中有浓浓的不舍和心痛。叶娇背对李策站住，希望他能真心诚意跟自己谈一谈，谈谈为何突然变卦，谈谈他遇到了什么难处。他的身后是一片难挨的沉默。终于，李策开口道：我让清风送你从正门出去。打发了白线鱼，叶娇独自回家。清风不远不近地跟着，唯恐他会出什么事。但叶娇已经不太难过了。罢了，他去做他的事，自己堂堂一个武侯长，难道还守着李策等他回心转意吗？家不管了，官不当了，兄弟们不招呼了，饭不吃了，酒不喝了，不看舞姬跳舞了，去你的吧！叶娇夹紧马腹，觉得身体有些麻木，伤口也不那么疼，或许因为疼的是心吧。没想到这么晚了，安国公府男女老少还在门口等着接他。恭迎小姐归家。这是叶娇第一天上任，就带领武侯们得到了圣上的赏赐。仆人护卫们又是鼓掌又是要燃放炮仗，被叶娇制止。你们知道什么叫生而不有，畏而不恃，攻城而弗居吗？他刻意站在骏马旁边，挡住自己的伤口。不知道。仆从们面面相觑。他们的小姐一向只爱舞刀弄棒，什么时候文绉绉起来？要低调。叶娇道：这么晚了，你们不睡，别人也不睡吗？快都回去。他说着找到人群里的丫头水文，明儿一早给大家派赏银，每人1贯钱。众人欢天喜地的感谢，才渐渐散了。人群一走，叶娇就抓住了水文的胳膊，快扶住我。他倒吸一口冷气，我受伤了。原以为能瞒过去，但叶娇走进闺房，发现姐姐叶柔坐在窗前。她点着一盏灯，正仔细地翻动账册，右边放一把算盘，手指拨动得很慢。叶娇快步走到床边躺下，盖上被子，才悠悠道：姐姐在等我吗？叶柔没有抬头，蹙眉道：母亲刚刚也在，我让她先回去睡了。你看你才休息2天，各处掌柜们就送来不少要核对的账目，我想帮忙算算，也能让你少些辛苦。自从叶长庚离开京城，安国公府各处的生意账目都是叶娇在管，他需要核对账目有无错漏，也要稳住人心，要忙的事有很多。好在到目前为止尚无错漏。叶柔算完一页，做了个标记，把账册合上，才起身同妹妹说话：太晚了，你早点睡，明天白天我多算出一些，让姐姐辛苦了。叶娇小声道。叶柔轻轻把叶娇的被子掖好4角，柔声道：我还在家里白吃饭呢，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家里的账目啊，银钱啊，我可管不了，就是做点小事情。你的冬衣我已经做好了，为了方便你骑马，做了眼下实心的带裆昆裤。姐姐！叶娇忽然柔声的呼唤。已经走到门口的叶柔回过头，叶娇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瓮声瓮气道：我跟李策好不了了。叶柔又走回来，抚了抚叶娇的额头，拭去叶娇的泪水。她配不上我妹妹，那你要给我找个好的。叶娇哽咽着撒娇。好。叶柔俯下身子，轻轻地抱了抱妹妹。第2天，虽然伤口疼着，叶娇还是到武侯铺去了一趟。京兆府的官差等在那里，请叶娇去见刘晏。刘晏从一堆公文书海里抬起头，对叶娇露出又赞赏又担忧的表情。今日有2件事，他缓缓道：一是宰相府的大公子成婚，街上会比较喧闹。叶娇觉得自己的肩头又疼了，昨日他还对严从征说要打劫新娘呢。第2件呢？叶娇问。左卫尉里丢了叫田宇的小军士。刘晏道：禁军派来协查文书，让武侯配合寻找。
叶武侯长，这是禁军对武侯们的信任，一定要做到啊！刘晏说着，递过来那禁军的家宅地址。他想嘱咐叶郊一切小心，却又说不出口，总感觉这事儿很大，事关朝局。男人隐秘，白献宇把杨凤因为这件事发挥到了极致。昨日还帮叶郊望过风，今日叶郊让他去找人，他温顺的领命出去，转身就进了赌场。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还真指望他给抢他职位的人好好干活吗？原以为会有很多武侯愿意跟着他一起偷懒，没想到叶郊昨日的举动太过收买人心，陪白献宇一起出去玩的只有3、5个人。玩了小半日，钱输的差不多了，白献宇才回到武侯铺。叶郊不在，他在叶郊的主位上坐下去，问留守的小武侯道：“那个谁哪儿去了？”“找田宇去了。”小武侯道：“禁军来人催呢。”白献宇顿时从8仙以上跳起来：“谁来催？可别让人知道他偷懒的事。”左卫卫指挥使，姓严。小武侯道。白献宇松了一口气，重新坐回去。严从征，他哪儿敢来催叶郊？他是借着办公事儿截胡人家的小娘子来了。管他呢，无论是他还是楚王，赶紧把这尊菩萨从武侯铺请走。白献宇就谢天谢地。叶郊和严从征各骑1匹骏马到田英宇的家去。道路有些拥挤，不方便说话，也省得两人尴尬。禁军是不能随意搜家的，但武侯不同，武侯受京兆府辖制，可缉拿盗匪、查验户籍之类，能进宅搜索。田英宇住在靠近城墙的长安坊，宅子不大，他的妻儿都住在洛阳。京都长安这边只有1个老仆看家，另外还有厨娘、洒扫、仆妇等，没几个人。老仆迎出来，说他们的主人已经有2天都没有回来了。叶郊点头道：“让我们进去看看吧。”老仆闻言让开，叶郊迈过门栏，忽然蹙眉，手指下意识按住肩膀。他今日穿着窄袖短如间色裙，妆容清淡，只在眉心贴一朵梨花花钿。此时因为疼痛紧皱眉头，花钿松动，几乎掉落。严从征下意识看了他一眼，注意到叶郊左肩的衣服鼓了一个小包。他停步细看，走到叶郊右边去，抬起手臂：“你受伤了？”严从征的声音很轻，示意叶郊扶住他的胳膊。“小伤。”叶郊忍痛再走几步，左边胳膊低垂，不似平时那般有力的摆动。“你放心。”严从征跟上他的脚步，把手臂再递过去。“既然你不愿意，我已不再妄想，我们做朋友便罢了。”叶郊这才扶住他。“早知道不去请你同来了。”严从征走得小心翼翼，自责道：“不关你的事。”叶郊走进田宇的屋子，在心里骂一遍李策。仆人们把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叶郊随意翻动桌案上的茶具摆件，没有看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倒是严从征敲击床板，找到一处中空的位置，从里面抽出一张房契。他在京都还有别的宅子。严从征起身便往外走，看到叶郊，他有些犹豫：“你就不要去了，你受了伤，我去搜就好。”严从征眼眉低垂，像是在掩饰什么心事。虽然身穿黑色的左卫卫制服，挺拔英俊，但那抹犹豫让他看起来比别的禁军更儒雅温和。叶郊真担心他被人伤到，毕竟进入禁军之前，严从征一直是书院里的学生。“你一个人去，不合规矩。”叶郊执意陪同。田宇的另一处宅子也在长安坊，不过是略偏僻些，只有1个小院子，1座3间土房。严从征快步走在前面，叶郊跟在后面。他推开门，忽然又迅速转身，伸出手挡住了叶郊的眼睛。“别看！”严从征的声音又惊又骇，像在保护一个天真单纯的小孩子。叶郊更加好奇地踮起脚尖，严从征结实的胸膛把他挡得严严实实。“别看，你会害怕。”“我才不怕呢。”叶郊索性蹲下来，趁着严从征不留意，歪着脑袋去看。室内的光线很暗，但是那具挂在房梁上的尸体却分外显眼。叶郊向后退一步，险些跌下台阶。严从征扶住他，温声道：“你去外面太阳下站着，这里有我。”田宇找到了，但是已经上吊自杀。京兆府的人很快封锁现场。严从征把从这座宅院搜到的东西全部转交给刘晏。刘晏接过那些厚厚的密信，似乎是下意识的问道：“这些东西是严指挥使和叶武侯长一起搜出的吗？”“当然。”严从征面色不变道。刘晏点头，带着衙役和尸体迅速离去。尸检结果当日便已送到刘晏案头，人是受刑死亡后被吊在空中，伪造了自杀的现场。刘晏并不惊讶，让他震惊的是严从征从田英宇隐秘宅子中搜到的密信。刘晏把那些信一封封打开，看了又看，看到汗毛倒竖，汗流浃背。他僵硬的起身，对下属道：“本官要进宫一趟。”皇帝今日如往常一样忙，一样无趣，一样有压力。白昭仪愈发骄纵了，早朝前用细长的双腿缠着他的身子，怎么都不肯让他走。皇帝是要做明君的，他费尽9牛2虎之力抽身出来，路上遇到赏花的邓婕妤。一大早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提着灯笼赏花，
也是奇怪，还装作扭了脚，娇声娇气就往皇帝身上倒，那胖嘟嘟的身子差点没把皇帝压死。嫣嫣啊，你是叫嫣嫣吧？等你脚好了，多走走路吧。皇帝狼狈地爬起来，再三交代，再胖下去，朕可就不敢去睡了。好不容易上完早朝，想着就在紫宸殿简单用一顿早膳吧。结果3个嫔妃都来送吃的，一个包的鸡，一个烤的鸭，还有一个带着活鱼，说要亲手做鱼块给圣上吃。一大早的都是荤腥，皇帝苦着脸，怀疑这些人是要谋害自己。等打发走各种吃食，皇帝在腥味尚未散去的大殿里批阅奏折，批了2份，告诉高福说自己这个月不需要嫔妃侍寝，就住紫宸殿了，朕自己住，图个清静。结果太后立刻差人前来送粥，粥倒是很清淡，但话里话外是说圣上要顾惜身体，也要雨露均沾，力保大唐国祚绵延。大唐国祚，呵呵，皇帝长叹一口气，都10几个儿子了，还绵延不下去吗？嫔妃们争风吃醋也便罢了，有些还打呼噜，被他踹醒后还要哭一场，再哄一阵，折腾着天就亮了。朕是皇室的生子工具吗？就不能安享晚年吗？这时高福禀告说刘晏求见，皇帝连忙宣他进来，指望他带来一些好消息，比如那个姑娘打人了，骂架了，鸡飞狗跳了之类的。他可以把奏折放一放，沏一壶茶，听到就寝。没想到刘晏说死人了，验尸了，搜到必须面呈圣上的密信了。皇帝瞪着刘晏，把茶盏缓缓放下，又看一眼高福。内侍总管高福一脸无辜，他轻轻抹汗，对刘晏露出同情的神色。皇帝好气，该被人同情的是他吧？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冷肃。皇帝从刘晏手中接过那些信，禁军田英宇的字不好，但是写的还算清楚。其实密信的内容刘晏已经总结陈述过，是田英宇趁自己在宫中驻守的机会搜罗的隐秘消息，比如受宠的几位皇妃喜欢吃什么，有什么救急，几月怀孕，母族是哪里，跟谁不和，事无巨细，连白昭仪撕过苏美人的脸都写了。除了宫中这些，还有宫外的几位朝臣的喜好，谁跟谁走得近，谁有私产田宅，谁偷养外室，谁行贿受贿，谁喜欢睡哪个小妾。他掌握这些干什么？难道他还想胁迫朝臣和宫妃左右政事吗？他一个小小的禁军卫士，田宇的上官是谁？皇帝询问道，语气生硬。回禀圣上，刘晏道是禁军左卫卫指挥使严从征。严从征此时正在赵王府里侧处，这算不算阴谋诡计？他迈进寝殿，似在自言自语，也似在询问。李策正在喝药，闻言道，阴谋诡计，坏人用得，我们就用不得吗？严从征点点头，对了，今日去找田英宇，我请了叶武侯长同行。李策的神情瞬间变了。本王说过，他看着严从征，眼眸中滚动怒火，不要把叶娇牵扯进来。严从征负手而立，淡淡道，他在，刘晏和圣上才不会怀疑那些密信，他不在，圣上也不会怀疑。李策笃定道，你不该做这样的事。严从征含笑看着李策，露出探究的神情。我做事情不喜欢云里雾里，捉摸不透。李策一身黑衣，立在有些幽冷的寝殿内，没有说话。严从征继续道，比如你明明事事以他为重，却在他最在意的事上哄骗他，伤害他，这个中的原因我需要知道，不然如何？李策问。严从征爽朗的笑笑，手按横刀，不然我就在圣上面前把你供出去。他在乎禁军统领的位置吗？或许吧，如果身边有他的话，如果没有，什么职位都无所谓。给你提亲。殿门敞开着，李策走到严从征身边，含笑看着庭院内的景致，许久没有说话。严从征转过身，也像李策那样看看外面，只觉得无论是飘落的树叶，还是来不及成熟的果实，都稀松平常。不过是秋天到了，有什么好看的？就当他准备抬脚离开时，李策忽然缓声道，严指挥使，你在田宇的密宅里有没有见到有关四皇子魏王的情报？四皇子魏王，名琛，殷同琛，李琛的生母昭容娘娘是春秋时鲁僖公的后裔。李琛出生时，皇帝很高兴，便从歌颂鲁僖公的诗文《鲁颂泮水》中取琛字为他命名。使我桑轸，怀我好意，谨笔怀疑，来献其琛。意思是归降的部族送来珍贵的财宝。李琛对皇族来说是珍宝一样的子嗣，他娶了严从征的姐姐严双婿为妻，如今获封魏王，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严从征的手指紧握刀柄，脸色僵硬道，楚王殿下是什么意思？李策同样负手而立，声音却很温和，仿佛看穿了别人的心事，却又表示理解。魏王拉拢朝臣，委托严员外郎送黄金100两给言官百里奚，这件事就记在田英宇的密信上。如果这会儿圣上没有见到那封密信，便说明严指挥使你趁职务之便把搜出的密信拿走了。
魏王李琛是严从征的姐夫，户部员外郎严廉是严从征的父亲。姐夫委托父亲行贿，这样的密信当然不能让皇帝看到。严从征紧绷着脸，他的衣袖很窄，那封信藏在胸口处，很平整，却滚烫炙热，像是毒蛇的信子在舔舐他的魂魄。李策继续道：我今早派人告知田英宇的位置，让你去搜，为的就是让你发现密信。你看过了？严从征问。看过了，李策道。田英宇在被拷打时亲自把所有他经手的密信又写了一遍，不然怎么会那么多呢？严从征咬牙道：百里奚没有收金子，密信里写得很清楚，没有收又如何？李策转头看向严从征，冷笑道：若指挥使真觉得无所谓，待会儿还有机会把密信呈上。田英宇是严从征的部下，圣上是一定会照他问话的。虽然被李策找到把柄，严从征还是语带不屑道：所以呢？这跟你为何拒婚有什么关系？他质问李策为何拒婚，李策却说出严家的密信，是在要挟他少管闲事吗？没有什么关系。李策看一眼院子里计时的日晷，对严从征道：我只是要你知道，我们两个不是对手，你们严家和魏王的事我也不想管，所以我为什么拒婚，将要怎么做，也不在指挥使你要考量的范围。先管好你自己家的事吧，在供出我之前，先想想你自己的家人。至于你做不做禁军统领，我跟你一样无所谓。严从征转过铁青的脸，负气而去。刚走了2步，院门被人推开。指挥使在这里啊！赵王李景的头露出来，父皇召你觐见。严从征对李景简单施礼，李景还要说些什么，他已经大步离去。李景要抬起的手停在空中，尴尬地捋了捋自己的头发。那个，他问殿门口的李策道：你喂他吃黑火药了吗？出乎意料，皇帝并未询问有关密信的任何事，他问的是田英宇的情况。这人跟着你多久了？平时做事认真吗？跟谁比较熟悉？严从征一一回答。皇帝凉声道：7月才调到左卫尉的。7月，距今也不过3个月而已。但那些密信中的内容，时间跨度远超3个月。一个问题，便则轻了严从征的嫌疑。皇帝看一眼京兆府府尹刘晏，刘晏便率先开口道：是这样的，本官已查出田英宇乃畏罪自杀，但是有些事情本官还需要细查，故而禁军那边还请指挥使找个借口，不要让同僚生疑。畏罪自杀吗？严从征虽然没有验过尸，却见过田英宇的死状。上吊之人舌头都没有伸出来，怎么会是自杀？但他不能质疑，只得答应下来。临走时，皇帝抬眼看了看他，说道：朕应该表扬员外郎，给朕养了个好将军。禁军中，朕要有信得过的人。皇帝不怒自威，这句话却说得很和气，让人如沐知遇之恩。严从征神情惴惴的跪安，走到紫宸殿台阶下时，忽然觉得日光有些晃眼。禁军中，皇帝相信的人应该是严继德，如今这么说，是对严继德起了疑心。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调查朝臣宫妃的信件会指向禁军统领，而那些信件又让皇帝相信严家。是李策，是他做了什么手脚？严从征向前走去，秋日的风从他衣领处吹过，冰冷狂烈。他感觉自己似站在奔涌的黄河里，河水扑面而来，把他裹挟进浑黄的水流中，无处躲藏。一个禁军士官的死，掀不起什么风浪。同僚们听到消息，好奇大过哀伤。听说是在赌场欠下赌债，未免连累到家人，自缢身亡，更是取笑了他一阵。还有人敢找禁军讨债吗？这么胆小，真是丢禁军的人。大家揶揄的笑着，就散去了。只有严从征知道，田宇是被李策的人严刑拷打，逼出密信后处死的。李策说过，7年前就是田英宇给顺平娘娘送了3封急信，吓疯了李策的生母。田英宇死有余辜，但严从征总觉得李策更可怕。他站在秋日的大殿门口同严从征说话时，严从征总能感觉到一种决绝，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决绝，纵使死去也绝不妥协的决绝。那么李策的目的除了除掉严继德，还有别人吗？严继德没有过问田英宇的任何事，一个小小军士的死不值得他开口询问。但是严从征再见严继德，发觉他腰间多挎了一把刀，刀是武将的安全感，他再害怕了。3日后，皇帝命严继德挑选禁军出城操练。严继德身为龙武大将军，领禁军统领一职，15万禁军守护都城，是大唐精锐。每年秋天都会选出10万人，在城北操练1个月。严继德奉命离去，出乎意料的，皇帝把京都的防卫之权暂时交给了严从征。严官提醒皇帝说，严从征只是一名左卫尉指挥使，不够资格卫护皇城。皇帝颔首笑道：爱卿倒是提醒了朕。转眼就是吏部给官员考绩挪动的时候，朕插个队，先提拔严从征为左羽林军将军，带禁军副统领一职。
官员低着头，相互偷瞄几眼。不知这严从征一无军功，二非皇族，怎么就被陛下亲言有加呢？只有户部员外郎严连激动地涨红了脸，儿子有出息了，可为魏王助力。受训禁军整装出城时，一封信送到了叶娇手里，他拿着信回家去，一路上快马加鞭，肩头伤口的血痂正在脱落，他时不时就想挠一挠，但今日因为太开心，他甚至都不觉得痒。母亲，姐姐！他跳下马，喊得整个国公府都听到他的声音。怎么了？瞧你满脸汗水。叶夫人从正厅出来，身后跟着一个脸上描红的婆子。这婆子有些眼生，看到叶娇，眼神像粘在她身上，不住的打量。街上只远远见过一面，没想到当面见到，奴家差点以为嫦娥下凡了。婆子说完屈膝告辞，叶娇来不及思考她是谁，便给母亲看信。哥哥寄来的。叶长庚在信中说，已收到朝廷送去的嘉奖，他将要护送吐蕃使臣回到京都，也就1个月就能到家。他在信中问候母亲和2位妹妹，说是亲手猎下一头白毛野狼，剥了狼皮给母亲做了一套护膝。叶长庚交代叶娇要照顾好母亲和姐姐，少惹事。3个人把信读了好几遍，读得热泪盈眶，心中喜悦。叶夫人抱怨儿子也不多写几句，叶柔担心哥哥护送吐蕃使臣会不会太辛苦，只有叶娇乐呵呵道：“我得算好日子，到时候带着武侯们去接他，也让他瞧瞧我的本事。”母女3人笑了一阵，叶娇忽然想起那个婆子，问道：“刚才那个胭脂抹得3尺厚的访客是谁啊？”哦，叶夫人整理心情，对叶娇笑道：“说亲的，给你提亲。”风流成性，提亲。叶娇嘴里的蜜饯嚼到一半，怔怔道：“我没听错吧？”叶夫人笑起来：“怎么会听错呢？自从你跟傅明竹退婚，说亲的人就没有断过。娘觉得都不合适，就一一回绝了。后来你哥有了军职，趋炎附势者又来了许多。不过有一阵子倒没人敢来，现在又来，娘瞅着今日这个就很不错。没人敢来，是他同李策打得火热那会儿吧？现在又来，是知道李策拒婚，可以来安国公府捡漏了。”叶娇哼了一声，重重咀嚼蜜饯，问道：“谁呀？”叶夫人轻轻给叶娇整理头发，似乎很满意。这孩子也是武将出身，他爹如今镇守剑南道，在朝中颇有威名。哦，叶娇淡淡点头。叶夫人眉开眼笑道：“娘说心里话，之前你跟楚王走得近，娘想起你的姑母，心中便总有些忐忑。这个孩子不是皇族，不过他的姐姐倒是在宫中为妃。”叶娇的眼睛转了转，仔细思考：“谁的姐姐在宫中为妃啊？怎么感觉好像知道这么一个人？”叶夫人继续道：“说起来，你还跟这孩子认识呢。他姓白，叫……”叶娇惊叫一声，跳起来：“等等，娘你别说了！”她瞪大眼睛，丢下左手的蜜饯，右手的核桃，表情崩溃：“白献瑜，她可是女儿的部下。”“什么部下不部下的？”叶夫人眯着眼抬头看女儿：“等你成了婚，还在武侯铺做事吗？”万万没想到啊，白献瑜这个混蛋，为了夺回武侯长的位置，连求亲这种事都干出来了。这叫什么？无法在武力上碾压你，干脆把你娶进门。叶娇在赌场找到白献瑜，一脚踢翻了他的凳子。白献瑜蹲在地上，手里的骰子还拿着，保持一个不那么狼狈的姿势，表情无辜道：“今日不是我轮值，武侯长是不是打错人了？”在一片起哄声中，叶娇把他拉到赌场外面去：“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娶你的长官！”白献瑜比叶娇还要惊骇：“谁要娶你？娶回去挨打吗？你知不知道我是白家的独苗？”待问清缘由，白献瑜吓得丢掉骰子跑回家，抱着他娘就哭起来：“我不要娶母狮子，娘啊，你咋就看上他了？”白夫人屏退奶娘丫头，示意他们把屋门关闭，才对白献瑜道：“这是你姐姐的意思。”白献瑜的姐姐是九平之首的昭仪娘娘，自从她入宫为妃，在娘家的地位就陡然拔高，偶尔捎回什么指示，白夫人也都照办。白夫人苦口婆心劝道：“昭仪娘娘说了，圣上多次在她面前提起叶小姐，赞赏有加，恨不得娶来做儿媳妇。咱们家能娶到她，圣上龙颜大悦，说不定给你封个什么官做。”白献瑜苦着脸：“不要。”他抹一把不存在的泪水，气哼哼地坐在地上，撇着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娘啊，你是不知道，这叶娇风流成性，先是肃王惦记他，后来楚王惦记他，就那个刚刚提拔起来的禁军副统领，看到他都像狗看见肉骨头，恨不得啃上去。儿子有几条命，敢跟他们争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比自己还能打的女人，他喜欢温柔似水，时不时掉2滴泪，让人心疼的。”白献瑜一面说，一面揉了揉脖子：“您赶紧告诉姐姐，这事儿我不干，哪有这样卖弟弟的？他喜欢，让他儿子去娶。等叶娇见我，得喊我一声舅公。”想到这里，白献瑜哈哈大笑，忽然觉得头上猛地一疼，
是他娘在打他。你个混小子！白夫人气恼道：你外甥才5岁，怎么能娶叶小姐呢？白献宇捂住头往外挪，梗着脖子跟母亲吵架。总之我可不娶，我就是娶老母猪都不娶她。安国公府的门，我是绝对不会踏进去的。一个茶壶扔过来，白献宇吓得夺路而逃。走到门口时，他扭头提醒母亲：咱们白家可就我这一棵独苗，打死就没有了。没人再往赵王府扔粪了，也没有人陪他吃饭，跟他怄气，趴在他的后背上，假装自己是一个陀螺。一片金黄的银杏叶打着旋儿落在李侧膝边，他微微收神，这才听到随从的声音：你说什么？李侧问。清风躬身又重复了一遍。严继德已经离开京都，驻扎在北边百里处操练军阵。严从征已经上任，目前还没有什么大动作。听说甘州地动后，赈灾做得不好，圣上今日早朝责成户部要以安民为主，动用库粮前去赈灾。李侧微微点头，捏住那片银杏叶的叶柄，神情失落。为了让主人心情好些，清风继续道：还是殿下您算无遗漏，把跟严继德有关的密信都摘去，圣上这才对他起了疑心。之所以是消息密室，自然都是调查别人。田宇之前一直跟着严继德，突然调到严从征那里去，又掌握那么多秘密，皇帝必然会起疑。皇帝这些年脾气好了很多，不代表他头脑昏聩。还有严从征，清风又道：殿下您加了几条朝臣讨好严从征被拒的小事，又有一条无伤大雅的错事，圣上竟给了他那么大的好处。皇帝最怕朝臣结党营私，他只喜欢忠心奉上的官员，只要对皇室忠心有些瑕疵，反而更易管束。但严从征能得到那个位置，也跟他这些年在禁军中的风评有关。严从征是外表潇洒自在，实际谨小慎微的人，他其实更适合做文官。清风说完这些，见李侧还是那副表情，忍不住道：殿下您还想听什么消息吗？比如武侯破，比如娇娇小姐。李侧抬头看他，有些不解道：你说完就走，卖什么关子？就是。院门处有人大声道：我这里倒是有不少消息，想要跟楚王殿下分享。李景说着，人已经晃悠到李侧面前。见李侧坐在院子里，李景也甩开衣袖坐下，盯着李侧瞧了瞧，笑道：为兄见到小九真开心。李侧看了他一眼，默然道：你开心的太早了。瞧你这副臭脸。李景干笑一声：也就为兄还不嫌弃你了。我可刚刚得了叶郊的消息，你想听不？李侧端正的坐着，脊岸上搁着一把剑。他没有回答李景，只是拿出油布缓慢擦拭剑刃，长长的睫毛颤动，在白皙的脸上投下暗影。李景自顾自说起来：过不了几天，叶郊就不能耀武扬威的带着武侯来找本王的麻烦了。女人出嫁前得准备不少东西，够他忙活一阵。什么出嫁？李侧抬起头，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这是李景想看到的神情，他为此更加得意，于是便巧声道：我刚从宫里出来，听母后说白昭仪正缠着父皇，要父皇给白献瑜赐婚呢。你猜他们要娶谁？叶郊。李侧冷冷道：真聪明。李景府长。李侧无奈地看着李景：你来的时候便说了是叶郊的消息。李景笑着拍自己脑门：你看我高兴的迷糊了。为兄跟你说啊，你不娶她是对的。那天在花朝楼吃饭，我就看他跟严家那小子。李景絮絮叨叨，看样子不说一个时辰是不会走了。有个事儿。李侧打断他，缓缓道：你回来的时候见到王嫂了吗？听说他得知你要那侧妃，把叶郊送他的弓箭拿出来了。李景的脸僵住，他的确高兴得太早了，忘了还有这一出呢。李景小心翼翼地看了看院门：什么箭？叶郊第一次来赵王府就跟王妃打得火热，还教了王妃和侧妃们防身的技巧。奈妃的事，李侧重复道：王嫂知道了，这会儿在练剑，准头好送你上天也便罢了，就怕半死不活。李景像是坐进开水里一样跳起来，转头要往院门处逃，跑了一半又回来，喊护卫拿梯子。李侧看着他爬上梯子，翻过院墙，墙外通的一声巨响，世界清静了。白献瑜当然要马不停蹄告诉叶郊，他已经跟家里人说过，绝无可能娶她为妻。长官且放心，白献瑜在大街上遇到叶郊，跳下马跑过去，属下绝对不敢动邪念，属下清心寡欲，属下……他的话还未说完，便听叶郊恶狠狠道：闭嘴！叶郊站在集市中央，正看着不远处的胡人杂耍班。有个男人从聚集的人群边走过来，目光落在叶郊身上。白献瑜揉了揉眼，认出那是李侧。是楚王殿下。他小声道：对。叶郊点头。白队长。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妖娆起腻：借你的肩膀一用。啊！白献瑜呆在原地，感觉叶郊修长的胳膊已经环住他的脖子。你别娶她。白献瑜的感觉就像是夜里去做贼的时候，主人突然醒了，他动也不敢动，走也不能走，
浑身僵硬，呼吸暂停，希望自己像空气一样透明。求佛祖菩萨保佑，千万别让楚王殿下看到我。但是他想要透明，挂在他身上的人可不想。叶娇说话的声音大得能吓醒睡着的猪。小鱼啊，他娇媚乖巧道，你说我们是去逛东市西市，还是曲江池啊？白线鱼浑身颤抖，小声道，长官，我觉得我得去逛黄泉路，而且是死得很惨那种黄泉路。京城的人都知道，楚王拒绝迎娶叶娇，让国公府丢了脸。但白线鱼可不这么想。那日在花朝楼，如果严从征是想啃叶娇一口，李策就是想把叶娇吞到肚子里，他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相比之下，白线鱼更想跟着李景鞍前马后。李景那个人简单好骗。话音刚落，叶娇的手指就使劲掐了一下白线鱼的后背，白线鱼疼得面容扭曲，汗毛都竖起来。好好配合，叶娇压低声音道，要不然我的脚底下就是你的黄泉路。白线鱼发自内心的浑身颤抖，横竖都是死，豁出去了。他的声音比叶娇还大，像是喊出来的，逛曲江池吧，我给长官租条船。如果他们白家独苗的人生结局是跳船自杀，那也躲不过了。没想到叶娇继续掐他，别叫长官。他的额头抵在白线鱼胳膊上，一字一句道，喊我娇娇。娇娇。白线鱼手脚发麻，连带着嘴唇都是麻的。你哪点娇了？但是已经豁出去了，不在乎底线再低一点。为了活命，他可以无底线。娇娇。白线鱼索性主动牵住叶娇的手臂，你看那边是不是卖糖葫芦？走啦，我请你吃。他假装自己看不到李策已经走到面前，眼睛瞅着天，步子迈很大，转身就要把叶娇带走。倒是叶娇停止不动，假装惊讶的瞪大眼睛，对李策道，哟，楚王殿下出门买药了？活死人当然要不离口。李策的表情像是吃饭的时候吃到苦药，爬山的时候遇到山崩，睡到半夜房子漏了，说不出的苦涩和一言难尽，但又竭力隐藏眼中的阴郁。白队长先走，我有事同武侯长说。他对白线鱼道。白线鱼看一眼叶娇，长，哦不，娇娇，我能走吗？你去曲江池等我吧。叶娇道。白线鱼连忙跑路，走了几步，听到叶娇在身后道，小鱼，路上慢点啊。他的腿一软，差点摔地上。叶娇这才暴毙同李策说话。什么事儿啊？叶娇歪头翻着白眼，踢一脚地上的土块，我们家可不卖药，也没资格跟皇子公主什么的打交道。既然你拒婚，我也没必要给你好脸色。李策对叶娇笑了笑，是和煦清爽的笑，像秋天的风从金黄的树叶中穿过，让人舒适轻松，差点就忘了跟他的仇怨。劳烦你写一封信给长庚兄。李策道，让他护送吐蕃使团回来时不要从甘州过。叶长庚将要护送吐蕃使团觐见大唐皇帝，这件事叶娇已经知道了。甘州怎么了？他下意识道，那里地动过。李策解释说，官道损毁，行走艰难，会误了回来的日子。听起来似乎是好意，不过叶娇的眼睛转了转，你自己不会写信吗？我哥看不出路坏了，你少在这里管我们叶家的闲事。他说完扭头就走，飘飞的披帛擦过李策的手指，那绵软光滑，绸缎像少女的嘴唇，一瞬间让人堕入思念的深渊。李策静静地站着，看叶娇离去，一群武侯们也跟着他离去。那些武侯以前耀武扬威，连京兆府尹都不看在眼里，此时一个个的却都像叶娇的小马驹。大唐的女武侯长，她如今是这里闪亮璀璨的星星了，真好。叶娇走出去好久，才假装整理披帛，扭头看了一眼。大街上的行人很多，却没有那个长身玉立的身影。胡人杂耍般正在表演喷火，嘴里的火喷出1丈远，吓得坐在父亲肩头的孩子哇哇大哭。那父亲带着孩子转过身，哄着来到卖糖人的推车旁，还没有付钱，小孩子就又笑着跑开去逗街边的一条流浪狗。流浪狗停下脚步，确认这孩子手里没有吃的，就迈开4肢跑走，在14门外汪汪的叫。一辆马车经过14，里面的人丢出来一个包子，狗咬住包子跑走了。大唐长安繁华热闹，车水马龙，可叶娇心里空得像割去农作物的田野，只剩下一根根密密麻麻的枯干，走上去又硬又疼。混蛋！他低声骂了一句，身边的武侯们提醒道，长官要去曲江池吗？不去了。叶娇道，哪有心情玩耍呀，好好巡街，吐蕃人快要来了，不能给咱大唐丢了面子。虽然如此，可是不管白队长了吗？武侯们相互看看，见叶娇心情不好，没敢吱声。这个午后，白线鱼躺在曲江池的游船上，听了2个时辰的曲子，也没等来叶娇。他宽慰自己，除了费钱，这样的日子也能过。回去路上，白线鱼遇到了出门溜达的李景，怎么不见楚王殿下随行呢？白线鱼巴巴地贴上去，笑着问。他不想出来，李景意兴阑珊道，近日小九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害得本王无趣的很呢。
白仙鱼连忙提建议，要不殿下乔装打扮，跟卑职一起到赌场转转。不去，李景毫不犹豫拒绝道，去了会输钱。白仙鱼倒是没想到，赵王殿下竟然如此节俭，输钱不怕，他劝道，这不是找刺激吗？哼，李景冷哼一声，本王要是想找刺激，回府就能找着，还用去赌场吗？府里有个女人正在练剑，准备随时收拾她呢，这刺激还不花钱。白仙鱼神情讪讪，不知该说些什么。李景倒是忽然开口，语气有些郑重，那个，嘿，叶娇，你还是不要去添乱求取了呀，本王这是为了你好。白仙鱼眨了眨眼，英雄所见略同啊。但他的眼睛又转了转，立刻假装很难过，很纠结，不甘心，肝肠寸断，装了很久，才沉沉地叹了口气，揉着腰间的玉佩，欲言又止。李景连忙又道，你不是想认识我二哥吗？等他回来，我带你去晋王府做客。晋王李章是目前皇子中身份最为贵重的，也是最难结交的。白仙鱼有些难为情，又露出壮士断腕般的决心，深吸一口气道，既然赵王殿下这么说了，卑职听命便是。我这就去给我姐姐写信，别让她自作主张，让圣上费心。至于我自己，白仙鱼揉了揉没有泪水的眼睛，我就做她的部下，看着她幸福快乐，也就知足了，简直感天动地。李景露出笑脸，他持重的点头，拍了拍白仙鱼的肩膀，小九啊，哥哥也只能帮到这里了。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卖的什么关子，但是你可赶紧卖啊，因为你心里稀罕的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抢手了，抢手的不可思议。看来天底下不怕死的人太多了。李景按了按左边衣袖里的泰山石，右边衣袖里的符文，略微放下心。他可不想见到那个女人，完全不想。入秋不久，北地的风霜变很重，天气也更冷。叶长庚从营帐里钻出来，身上裹着叶娇为他准备的冬衣。他率领的军队呈六花阵形状扎营，把吐蕃使团保护在最中间。这是大唐的国境，虽然是夜里，叶长庚也并不觉得紧张。出来半年，他的脸上添了一道伤疤，被北地凛冽的风吹过，竟喜欢这样的日子。怪不得妹妹总是喜欢念塞外从军粗犷的诗歌，等回到长安，他也要多背几首。使团的主营帐内还亮着灯，想必是吐蕃公主还没有就寝。里面有个人影缓缓走动，在营帐上投下女人曼妙的身影。叶长庚连忙转过身，向远处的哨卡走去。丛林深处有一双绿油油的眼睛正盯着他，蠢蠢欲动。在那双绿眼睛后面，越来越多的绿眼睛悄无声息地聚集，温柔触摸。围绕营地，叶长庚检查每处哨卡。有一名值守的士兵生病，把手拢在嘴上，咳得喘不过气。叶长庚让他回去歇着，睡2个时辰再过来。今夜银河垂地，月华如练。叶长庚不懂得吟诗作赋，也觉得这样的夜色很美，美得有点想家了。哨卡是2人共同值守，那名生病的离开，还有一个陪着叶长庚。士兵靠在树上，有些警惕地看向远处，说道：“将军，今夜不对头啊。”怎么不对？叶长庚走近一步，瞬间警惕。这士兵名叫朱燕，长得虽然贼眉鼠眼，却机灵得很。太近，他悄声道：“你听，连鸟叫声都没有。往日夜晚值守，树林里叫得最欢的是蟋蟀之类的小虫子。进入深秋后，蟋蟀少了，但枭鸟的叫声总是不断的。士兵讨厌那个报丧一样的声音，总会丢石头驱赶。枭鸟走了，还能见夜莺和蝙蝠飞过，老鼠在地面吱吱呀呀爬着，觅食的野兔受惊的逃窜，惊飞栖息在树叶上的萤火虫。但是今晚实在很安静，除了篝火燃烧的哔哔包包声，静得像是他们耳聋了。叶长庚向远处看去，突然一手握紧刀柄，一手把朱燕往身后拉：“快回营地，叫醒大家，狼群来了！”他的命令急迫又有条不紊。朱燕头皮发麻，正在原地，被叶长庚重重拍在背上，才想起来奔跑。起来起来！他敲着腰里市井的铜锣：“有狼群袭击，快起来！”营地大乱，远处的狼群也不再隐藏行踪，一匹一匹，他们像奔向羊群狩猎的幽灵，闪电般向营地袭来。叶长庚只来得及从篝火中捡出烧得最旺的木棍，便跑向进出营地最宽阔的道路。狼群已经来了，他们撞飞阻击的士兵，扑向人群，也扑向营帐。叶长庚挥动火把，吓退一匹狼，那匹狼却并未逃跑，而是同其他狼一样，疯狂地扑向其他人。保护吐蕃使团！叶长庚喊道：“用火，用刀，围在一起，不要单独抵抗。”他的命令让混乱的士兵稳定心神，迅速集结。而叶长庚自己也突然想到了什么：狼！1个月前，他狩猎到一匹雪狼，莫非那匹狼竟然是头狼吗？头狼死去，狼群是一定会寻找复仇的。那雪狼被叶长庚剥皮，一半皮做成护膝，还有一半就挂在营帐内。他迅速向营帐冲去，从墙上取下狼皮，又把装信烟的袋子绑在身上，跑出营帐。
三队上马！他喝道。其他人守卫营地。将士齐齐应声。叶长庚翻身上马，用刀割开胳膊，往狼皮上抹了一片血迹。你们的头狼是我杀的。他甩动那条白色的狼皮，喊道：要报仇，跟我来！马匹惊叫着扬蹄窜出营地。那些狼嗅着血腥味紧随其后，在窄小的道路上扬起一片尘土。叶长庚在前，三队10人在后，中间夹着20来匹野狼。跑到空旷处，叶长庚丢下血狼皮，那些狼一拥而上，争夺片刻，已然决出胜负。率先抢到狼皮的便是新一任头狼了。那头狼口中咬着狼皮，退后几步，而他身边的野狼像是听到了什么号令般向叶长庚扑来。叶长庚没有惊慌，他跳下已经受惊不听指挥的马，人落地，弓已经在手中握紧，箭矢射出去。跑在最前面的狼头顶中箭翻滚在地，第2匹、第3匹，3匹狼中箭，其余的已经冲到面前，弓箭也就没有作用。弃剑用刀，第4匹飞跃而起的狼咬到叶长庚的肩膀，叶长庚忍痛挥刀剖开野狼肚子，狼吃痛掉落，奔跑时踩到自己的肠子，摔在地上，奄奄一息。叶长庚喋血而立，在黎明浅淡的晨光中，如战神从天而降。狼群围着叶长庚，逐渐形成一个小圈，他们小步奔跑试探，却不敢进攻。叶长庚取下信烟，放倒在地上，燃放。咚咚咚几声巨响，信烟向四周炸开。狼群惊乱一阵，不远处传来嚎叫，那叫声凄凉悲伤，又带着中气不足的退意。狼群闻声而散，向远处跑去。此时3队人马才追来，他们纷纷举起弓箭。叶长庚勒令他们住手。够了，他道，狼群已经得到白狼皮，不会再跟着了。有人去追跑走的马，有人上前给叶长庚简单包扎伤口。叶长庚低下头，看到被他剖开肚子的狼还没有死。有针线吗？叶长庚询问跟来的一名士兵。那士兵连忙掀开马匹搭帘，取出针线，有些担心道，等回去了让大夫缝吧。不是我。叶长庚说着蹲在野狼身边，野狼要逃跑却无法站立。他把那些掉落的肠子塞回野狼体内，看了看，肠子没有断，兴许能活。叶长庚不擅长针线，只是把狼皮对在一起，粗糙的缝合好，撒上金疮药，叹了口气。救他干什么？部下面露不解。原是我猎狼触怒了他们。叶长庚道，到底是条命，如果不管，他会活着看自己被野物啃食。肚腹剖开暂时不会死去，但秃鹫或者柴狗很快就会来。部下扶起叶长庚道，快回去吧，将军的伤口也耽误不得。好在营地损坏不大，抵挡及时，有几名士兵受伤，伤的还没有叶长庚重。吐蕃使团亲自迎接叶长庚，见他安然返回，便双手举向天空，大声说着吐蕃话，为叶长庚祈福。叶长庚对他们点头，使团散开，露出正中站着的吐蕃公主。她穿一件蓝色的偏领大金裙，头戴金丝缎狐狸帽，胸前挂着一个金项圈，上面缀满五彩宝石。面纱挡住了她的脸颊，露出一双勾魂摄魄的丹凤眼。她会说汉话。叶将军，你受伤了。虽然看不到他的面容，但却能从那双眼睛里感觉到关心和担忧。军中大夫拎着药箱跑过来，叶长庚对吐蕃公主简单施礼，便向营帐走去。没想到大夫刚刚拆开粗糙包扎的伤口，吐蕃公主就到了。我来吧。他手里拿着一瓶药水，对大夫道，狼牙有毒，只是止血包扎，很快会发热生病的。叶长庚站起身，推辞道，承蒙殿下关心，怎么能劳动您亲自？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夫就识趣地溜出去。吐蕃公主对叶长庚笑笑，柔声道，奴家一路有将军保护，才能安然无恙。我们那里不像汉人有这么多规矩，为您治伤是奴家的本分。他说着话，手指已经碰到叶长庚的胳膊。因为个子不高，他轻轻地点着脚道，请将军坐下。叶长庚有些别扭地坐下去，吐蕃公主弯下腰，把药水倒在叶长庚伤口上。一股凉意在伤口边缘散开，叶长庚以为已经结束，正要说话，吐蕃公主的手指已经碰到他的肌肤。他细长柔嫩的手指轻轻聚拢，挤出伤口内的血水，连挤3次，又用药水冲洗3次。或许是弯腰太久不太舒服，他竟然缓缓跪下来，身子贴着叶长庚，似乎是无意，又用尽了风情。一位身份尊贵的公主跪在他身边，洁白的面纱时不时拂动他的胳膊，细长的丹凤眼满含情意，细致入微，为他治伤。叶长庚脸颊通红，扭过头去，一直到吐蕃公主轻轻说了声好了。叶长庚转过头，竟然见他掀开面纱，正对着伤口上多余的金疮药吹了一下。药粉散开，叶长庚的眼神也失神的散开。他没敢注意公主长得怎么样，只觉得浑身滚烫。请将军好好养伤。吐蕃公主柔声道，对了，将军还不知道奴家的名字吧？格桑梅朵，烦请将军记得。他已经重新戴好面纱，除了那双迷人的眼睛，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他的声音又羞怯又自然，有一种迷人的矛盾感。末将记住了。叶长庚木木的回答，感觉自己像站在云彩上，稍不留神就可能跌落下去。虽然在朱雀大道拒绝了李策，但叶娇还是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简短：不要从甘州经过，切记。把信交给最快的驿站。叶娇骑着马在街上溜达，慢慢的走到了公主府外面。他想起吊唁那日自己同李策眉来眼去的样子，那个时候他的心情就似乎有些不对。但叶娇粗心，只觉得是场合原因。叶娇对着公主府的门叹了口气，正要离开，里面忽然走出来一个身穿孝衣的门房。是叶武侯长吗？那门房躬身道：我们小姐想请您一叙。长公主的女儿舒文如今正在孝期，是不能出门的，要见人只能请人到府上来。但这里不久前才办过丧事，不是关系特别亲密的，轻易也不会登门。叶娇怀疑自己在人家门口晃荡太久了，才惹得舒文以为她有事要办，把马绳丢给门房。叶娇在丫头的引路下见到舒文，她倒不是为了叙话，是为了让叶娇帮忙送东西给严从征。她的生辰。叶娇跪坐在平几前，双手托着下巴，胳膊支着桌案，有些懵懂地歪着头。什么东西啊？她头上的钗环轻轻晃动，一串晶莹圆润的珍珠垂在脸颊上，点缀的面容异常瑰丽。舒文跪坐在叶娇对面，身穿裹肩白色襦裙，裙裾下摆绣着许多春树枝叶。庄子以上古大春代表长寿，人们便也用春树的枝叶表达对父亲的思念。舒文递给叶娇一张银票，解释道：先父在世时原本已受命到甘州赈灾，但他还没有出发就摔伤休养了。中秋家宴那日，先父听说赈灾不利，甘州有百姓甚至离籍流浪，便觉得内疚不安，难过了许久。所以虽然驸马爷已经去世，但舒文为了告慰父亲在天之灵，把他传的银票拿出来，请叶娇转交给严从征。严从征的父亲是户部员外郎，正在负责赈灾的事。舒文说他在守孝，不能出门。这些银票代表他的心意，只要用来赈灾，做什么都可以。当然，最好严副统领能亲自安排，他会更放心。听着舒文慢慢诉说，叶娇渐渐坐直了身子，肃然起敬。他看一眼银票的数额，足足200两。好，叶娇把银票收起来，这个腿儿我跑了。他说着就要起身，舒文说还有一样东西请他转交，是一本厚厚的书卷。这是皇室牒册。舒文郑重道：由宗正寺管理。先父故去时，官员把牒册送过来，要重新修纂长公主府亲眷族谱。母亲没有空，我抽空核对过，也劳烦叶小姐送去。驸马爷过世，当然是需要在族谱上标注的。宗正寺怎么走？叶娇还不太清楚各个衙门的位置，在太常寺那边吗？这个容易。舒文道：你路过赵王府时，请九哥带你一起去就好了。太常寺下辖负责陵墓的朱灵署，九哥跟他们很熟。这怎么送东西还得拐弯找人呢？叶娇抱着牒册点头，忽然又觉出什么不对来。舒小姐，她逐渐清醒警觉道：你知道严指挥使晋升副统领的事了？看来舒文虽然在守丧，消息却很灵通。知道。他露出一丝笑。那你肯定也知道我跟李策闹掰了吧？叶娇把牒册丢给他。你这是试探我们有没有和好吧？舒文讪讪地站在原地，有些尴尬。他嗫嚅道，细长的瑞凤眼紧张地四处看看，唯恐叶娇生气，又不太擅长掩饰心思。叶娇哼了一声，迈步向外走去。皇族的心眼都太多了，多得像100年不洗澡后身上长的跳蚤。舒文着急地追上去，追到院子里才拉住叶娇的衣袖。叶娇猛然回头，气急的样子吓得舒文又松开手。他脸颊羞红，小声道：其实我不光想试探你和九哥，你还想怎样？叶娇气嘟嘟地问。他是心思简单的人，不喜欢玩弄心机。我还想，舒文小心翼翼道，还想让你察觉，我喜欢。你可以喜欢李策。叶娇道，反正我是不要他了。你们俩王八配绿豆，势均力敌，棋逢对手，婚后生的孩子像莲藕，心眼更多。不是。舒文摇着头，眼中充满泪水。我喜欢严。他羞得连姓名都说不全。严从征啊！叶娇立刻眉开眼笑，仿佛心中有一块石头落了地，被利用的愤怒没有了，气也烟消云散，开始为舒文想办法。你怎么不早说？我和李策的事你不要管了。严从征那里只送银票吗？要不要送点好吃的？写信吧，情意绵绵那种，如果暂时写不出来，可以抄《诗经》，里面有很多。舒文示意他声音小些，拘谨地攥着手帕道：我听说他喜欢你，所以才让他去送银票，想让他知难而退吗？叶娇看着舒文，又有点恨铁不成钢。我和严从征只是朋友，你要是喜欢他，就赶紧下手，别被别人抢了去。严从征长得好，脾气好，年纪轻轻青云直上，
抢手的很。舒文看着叶娇，露出感动的神情。几刻钟后，叶娇来到禁军衙门，把银票和信件交给严从征，不等他说什么，便往外走。严从征却并不急着读信，他把那些东西放在桌案上，跟着叶娇走出官衙。不用送了，叶娇负手走路，看起来娇俏可人。傅统领肯定很忙吧？严从征道。今日早朝，圣上因为甘州流民的事大发雷霆，先是责骂了家父，又让楚王殿下负责此事。叶娇停下脚步，抬头看他。今日你们怎么都喜欢提他呢？他露出不解的神情。楚王是谁？李策是谁？还不如跟我说说西市又开了什么14。哦，也不用你说了，我天天在那里逛着呢，还是带薪逛街，想起来就觉得占了朝廷大便宜。严从征闻言爽朗的笑了。好，开了什么店？随后请我吃。成。叶娇对他眨眨眼，记得带上舒文小姐哦。他特地说了舒文的全名，免得严从征带上别的姓舒的。严从征含笑不语，叶娇挥挥手，人已经走了。接下来去宗正寺，应该就在太常寺官衙里。宗正寺长皇九族六亲之属籍，李姓皇室凡生育子女都要及时申报宗正寺，以便编入谱牒中。牒册是吧？叶娇瞅了瞅怀里包裹严实的卷册，轻轻抽开一根麻绳，又连忙松手，装作若无其事坐回马车。想看，百爪挠心般想看。他索性闭上眼睛，3两下抽开麻绳，解开裹布，翻开其中一页，迅速地看了一眼。映入眼帘的是李景的名字。对李景没兴趣，李景排行第5，那往后翻几页就是李策了吧？为什么要看李策？他是谁啊？叶娇翻了个白眼，又把卷册合住。马车吱吱呀呀向前，转眼就要到太常寺官衙门口。罢了，关注一下死敌也蛮好嘛。叶娇仔细向后翻，翻到李策那一页。因为李策尚未婚娶，属于他的谱牒很干净，只记录了他的生母和生辰。叶娇迅速在心中记下那列字：壬午年辛亥月丁亥日戌时3刻。很好记嘛，这不就可以交给王千山合婚了？呸！才不跟他合。叶娇把牒册重重盖住，捆绑结实，送交宗正寺。严继德带领的10万禁军驻扎在长安城北百里处的阳泉山。每年秋天，禁军都会抽出精锐，在阳泉山以南平坦区域操练。大唐以武立国，圣上常常担心太平的日子久了，军队会懈怠软弱。已是秋末，严继德却仍穿着单衣，站在操练场北边的平台上，看着队列整齐的士兵。下属陪在他身边，恭维道：“今年统领大人亲自督训，效果比往年好上不少。看我大唐禁军，军威浩荡，勇猛无敌。”严继德谨慎的笑笑，没有说话。其实不是他想待的久，是因为京都已经容不下他。田英宇死了，不知道皇帝掌握了多少证据，但严继德知道提拔严从征就是对他的震慑。他仔细查过，田英宇死亡前后，严从征跟李策走得很近。你刚从京都回来？严继德道：“我听说赈灾的事，圣上交给楚王了。”是啊，下属道：“那些流民可得好好管管。昨日末将抓住一个，竟然敢偷吃咱禁军的马料。虽然是给马吃的，但里面能检出素豆之类的谷物，对于快要饿死的流民来说，暂时也能活命。地震后，甘州房倒屋塌，为了重新建房，许多人变卖庄稼田地，结果房子还没有建好，就饿得脱籍乞讨，四处奔走了。”严继德的唇角浮现一丝笑，仿佛一件大事将要解决。不要再抓流民，他的手指触摸刀柄，吃几袋马料算什么？要让他们吃，让他们知道来阳泉山能活命。李策。严继德看着大唐10万禁军，在心中念叨这个名字。田英宇是你杀的吧？7年了，你怎么这会儿才想起要报仇呢？出城的马车被武侯拦住，李策坐在马车内，并不惊慌。他掀开车帘，见随从清风已经把出城文书递给前面身穿红衣的武侯长。城门已经关了，叶娇对清风笑笑，贵主人虽然有户部的批文，但是想要出去，还是等明日吧。武侯长，武侯长，清风跟在叶娇身后求情，您就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公报私仇好吗？主要是叶娇犹豫道：“城内近日有大盗出没，本武侯长担心他会把赃物藏在你们主人马车里。”清风苦着脸看向李策：“要命了呀，主人，都是你惹的祸。”担心有赃物，李策扬声道：“武侯长可以搜。”他放下手中的书，坐在马车内，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叶娇点头，几个武侯立刻上前，把马车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无功而返。“你们搜楚王殿下了吗？”叶娇斥问道。人的衣袖里、衣服夹层里是能藏很多东西的。没有，不敢。武侯们面面相觑，无声退后一步。你们不敢，我敢。叶娇迈进马车，车帘在他身后落下。逼仄的车厢中，他看着李策，声音清亮，没有感情。你是自己脱，还是我帮你脱？我来搜身。
不知道是不是被这句话吓到，李策的手离开车窗，窗帘落下，马车内的光线陡然变暗，让他们之间的氛围莫名有些暧昧。叶娇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那一双咄咄逼人的桃花眼盯着李策，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用眼神催促他配合检查。叶武侯长，李策抬头看着叶娇，有些无奈道：“本王并未听说京中有大盗出没，不知道这贼人叫什么名字，偷了什么东西。”他席地而坐，含笑说话，虽然散漫自在，却因为脊背挺直，面容俊雅，自有一种超然绝世的风范，仿佛李策不是坐在马车里，而是在某个夕阳西照的林中溪边。远处瀑布倾泻，近处流水潺潺，俊美的青年人手握书卷，在薄雾中微微蹙眉，就算是路过的麋鹿都不忍打破这美妙的画卷。但叶娇才不会吃美男子这一套，他想都没想，回答道：“贼人名叫张三李四，偷的五花马千金裘，你到底脱不脱？”他一面说，一面把玩着手中的匕首，气势凌人。马车内空间小，大刀施展不开，匕首的确更合适。显然来的不是麋鹿，是野狐狸。李策看着叶娇，忍不住想笑。张三李四，五花马，连编瞎话都这么有趣的吗？还是这么有趣？李策决定不再反抗，就任叶娇搜过，好早早赶路。他先解开黑色大氅的系带，把大氅提在手中晃了晃，示意里面没有藏东西，丢到一边。再解开腰间系带，系带上系着的鹿形玉坠和桃形金块撞在一起，叮咣作响。轻轻放下隔带，墨色的斜领衣襟松开，露出里面的红色中衣。黑色和红色的搭配，含蓄中裹着热烈，像一团拼命燃烧的火焰。因为领口敞开，他的锁骨和胸口露出来，虽然消瘦，骨骼的走向却很有力量，像嶙峋的山石，迎风的松。还要搜吗？李策张开手臂，摆动衣袖，衣袖晃荡的幅度很大，里面显然没有东西。脱下来，叶娇道：“我自己搜。”他盯着他的动作，咬紧嘴唇，强撑着某种气场，不放过眼前的男人。李策脱下外衣，递给叶娇。叶娇伸手去接，手指刚捏到外套，李策已经松开。叶娇下意识向前弯腰探手，衣服坠落，她也失去平衡，站立不稳，摔下去。叶娇手里还拿着匕首，惊慌中她只来得及把匕首丢掉，以免在李策身上扎出一个血窟窿。匕首的寒光在车厢中分外刺目，李策却没有躲开，他的双手向上伸出，接住了扑向自己的女人。叶娇仍然是火热的，又热又柔软，剧烈的撞击让他们的身子贴在一起，他的唇瓣擦过李策的脖颈，琴手埋进他怀里，他的双膝抵住他瘦长的腿，整个人像是僵住了，一动不动。李策躺在地上，拘谨又担忧的开口：“叶娇，你怎么了？”他的声音像是从温泉池子里冒出来的，咕嘟咕嘟，模糊不清。“我疼，还有。”叶娇闷声道，“我的右手在你的衣服里。”摔倒时，他的手顺着李策敞开的衣领插进去，此时正紧贴他胸部的肌肤，那里很结实，微凉的皮肤被他紧紧按着，能感觉到肌肉下的肋骨，而手心正中有些鼓鼓的东西，是什么？叶武侯长，李策的声音悠悠地从头顶传来：“你们武侯部搜人，每个都是这么搜的吗？都压在身上，手指摸着肉，占一遍便宜？才不是！”叶娇猛然抬头，头顶磕碰到李策的下巴，他短促地吸一口气，手指像被烫伤般从李策衣服内抽出，人也爬起来。“不管了，刚才摸到的只是一团肉罢了。”叶娇虚张声势，恨恨道：“我搜的认真怎么了？好了，现在你可以走了，等你回城还要再搜一遍。”他说着整理好衣服，掀开车帘时又扭头瞪了李策一眼。李策仍然保留着躺平的姿势，他的衣服乱了，叶娇起得太快，掀起的衣衫盖住了李策的脸，他就那么任由衣服蒙脸，只有胳膊虚弱的抬起，对叶娇挥了挥，不送。马车出了城门，李策才发现叶娇把匕首落在他车上了。安国公府有自己打造兵刃的习惯，这把匕首开双刃，尖而薄，乌木鞘上缠着麻绳，虽然没有宝石点缀，却锋芒逼人。这是一把好刀。李策把这把匕首收入衣袖，现在他的衣袖不再空空荡荡了。叶娇发现匕首丢了的时候，李策已经出城半个时辰。他爬上城墙，看向夜色中的官道。李策似乎只带了2名护卫，行不行啊？自己应该也跟过去，起码把匕首抢回来啊！外面黑漆漆的，偶尔有几处篝火，那是甘州的流民在野外过夜。京兆府在城外设了施粥的救济点，但是按照惯例不准流民入京。武侯长看什么呢？在外面玩了一整日，到城门落锁时才回来，刷存在感的白线鱼出现了。为什么流民不多呢？叶娇蹙眉问：“不是说甘州那边情况很严重吗？”这个啊，白线鱼揣手看看外面，露出贵公子的优越感。能活着到达京城的人，原先就有粮食吃，真正穷困的，要么在路上当盗匪，要么早饿死了。所以圣上才把李策派出去赈灾吗？
叶娇有些担忧地叹了口气道：“真可怜。他以前曾觉得安国公府被排挤的日子苦，可是这些老百姓才真的苦。有什么好可怜的？”白献瑜接过叶娇手里的刀，帮他抱住披风，笑嘻嘻道：“人的命天注定，全靠投胎有能耐。您看看我投的就很好，白家独苗，我爹娘怕我死了，甚至都不让我到禁军里去。禁军是大唐最勇武的兵力，需要出城作战。因为怕死，所以白家宁肯让他待在武侯铺这种地方，也不去禁军或者府兵中历练。”叶娇站定，对白献瑜笑笑。夜色中，他的笑莫名有些冷意。白献瑜连忙噤声，嬉皮笑脸道：“武侯长投胎也很好，比我好。而且您投的还是女胎，长得美，能靠嫁人一步登天，完成2次投胎。”叶娇摇了摇头，打断他的胡言乱语，正色道：“大唐不只有你这些富家公子，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他们日夜劳作，交起赋税，才让大唐养得起官员、兵马和你我这样的武侯。不是你投胎好，是百姓好。历朝历代反叛的百姓还少吗？”但叶娇不能说的太多，他夺回自己的长刀和披风，大步走下台阶。白献瑜怔怔地站在他身后，挠着头自言自语道：“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在京都北边靠近陇州的驿站门口，燕云也这么询问一成。他们赶了一夜的路，清晨时想要歇歇脚，吃口热饭，一成却说这里没有吃的。灾民们抢了2车原本配发给驿站的果蔬粮食，闹得这里只有糙米粥了。这粥粗糙，怕殿下吃不习惯。无妨。李策迈入驿站，温声道：“能果腹就好。”一成连忙吩咐人去盛粥。李策找了处安静的位置坐下，询问他道：“我记得驿站的马车都是有地方府兵护送的，灾民抢走粮食，府兵没有管吗？”“管不了。”一成道：“有个府兵被打成重伤，陇州府动怒，把他们围在北边了。”听到这里，清风忍不住问：“户部发的赈灾粮食呢？”“都给了呀。”一成苦着脸道：“哪想到他们那么贪心呢？”李策没有再说话，他把一碗糙米粥吃得干干净净，起身道：“走吧，去看看。”马车刚出驿站2里，便见官道正中堵着一棵树，密林里窜出来3个年轻男人，他们衣衫褴褛，手上拿着破旧的棍棒，拦住李策的马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话未说完，一根飞去的剑就钉在为首盗匪的脚趾前。“滚开！”一直在车架前打瞌睡的燕云大吼一声，收剑道。驾车的清风挥动马鞭，淡淡道：“顺便把那棵碍事的树挪走。”“你是谁啊？敢这么嚣张？”盗匪们挥舞棍棒上前一步，会射箭了不起吗？又是一箭，这次射中了盗匪的手。盗匪丢掉棍棒，仓皇逃窜。李策在马车中道：“抓住他！”燕云狠，快把盗匪抓回来。据盗匪交代，他是甘州的流民，太饿了才打劫东西，求李策饶命。“不对。”李策道：“你的口音不是甘州人。”盗匪惊讶的抬头：“你还知道甘州话？这还用知道甘州话吗？”燕云踢了他一脚：“你说的明明就是俺京都话。”盗匪立刻高兴起来：“原来是老乡，您家是哪儿的？老乡，能不能放我走啊？我再也不抢劫了，回去肯定好好过日子。”“你也不是盗匪。”李策又摇头道：“你是禁军。”“禁军？”燕云立刻紧张起来：“什么禁军会伪装成流民，在官道上打家劫舍？”盗匪垂着头，忽然咯咯地笑起来，声音阴森古怪，翻起眼皮盯紧李策：“楚王殿下。”他凉声道：“您知道的太晚了，我来赈灾。如果说闪电的速度够快的话，那么这个盗匪的速度就如闪电一般。”他在刹那间抱起不知何时握在手中的刀，朝着李策斩来，像野兽张开利齿，势必咬住猎物的咽喉。他假装被擒，跪在李策脚边讨饶，就是为了这一刻。李策并未后退，不知是被这猝不及防的攻击吓坏，还是根本就没有反抗的力气。他稳稳地坐在车架上，眉目森冷。燕云和清风慌了，因为马车停下，清风在检查马的搭帘和铁蹄，距离太远，来不及拦截。燕云虽然按着盗匪，却被盗匪突然挣脱。紧张中，他上前拽住盗匪的胳膊，而盗匪的刀也因为他的阻拦，贴着李策的下颌骨掠过，只差毫厘，就要划破李策那张清俊的脸，就要捅进他的喉咙。“殿下！”燕云大声示警，希望李策能反应过来，向后躺倒躲闪。然而李策仍然没有退，他冷静地坐着，在盗匪变换动作再一次刺来时，突然伸出了手。那只手很白，白得像是冰雕玉琢一般，手中握着的匕首也很白，却像团着一层刺目的光。这是叶娇留给他的匕首，削铁如泥。扑哧一声，是匕首刺入身体的声音。李策一击而入，又迅速抽回匕首，因为足够快，刀刃上只留下细长的血线。他刺得并不深，没有当场要了盗匪性命，却让他失去反击的力气。那盗匪丢掉刀捂住伤口，万分震惊地看着李策：“你应该是活死人，
是身体羸弱的病秧子，怎么懂得杀人？怎么知道反击？怎么如此狠毒？本王留一条命给你。李策的声音居高临下，温文尔雅中带着刺骨的锋芒。你回去告诉严继德，赈灾事大，我同他的私人恩怨以后再说。严继德正带着10万禁军在阳泉山操练，其余的5万均由严从征管束。如此蠢笨的刺杀方法，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谁做的。亏得7年前他能想到用那种办法把李策的生母吓疯，或许那根本就是田银宇的主意。如今田银宇死了，严继德便黔驴技穷。盗匪捂着伤口后退一步，惊讶对方肯放自己一条生路，还不快滚！燕云恼怒道。盗匪跌跌撞撞转身向密林深处跑去。先前跑走的禁军只捉回一个，这个也跑了，李策就没有证据到皇帝那里弹劾严继德。但燕云并不质疑主人的决定，他只是万分懊悔。都怪卑职蠢笨粗心，请殿下责罚。燕云跪在地上，双手把大刀举起。李策看了看他，没有接刀，只是用匕首轻轻磕碰，温声道：你射箭精准，武艺高强，所以并不蠢笨，但是你的确粗心。燕云低垂着头，脸庞通红，汗如雨下。不过李策语气坚定道：人无完人，以后改掉粗心的毛病就好。他起身钻回马车，把匕首擦拭干净。燕云和清风连忙赶马。等过了一会儿，清风撞了撞燕云的肩膀，低声道：你知道殿下为什么说你粗心吗？燕云苦着脸，垂头丧气道：因为今天没有按住那个禁军。不是，清风笃定道：因为你曾经一箭射中他的心肝。我没有，我怎么敢射殿下的心？燕云脸色苍白辩驳道。清风撇了撇嘴，轻声道：有的心肝长在肉里，有的心肝跳到武侯铺当长官了。上回夜交夜里在赵王府溜达，被燕云射中了肩膀。燕云若有所悟，连连点头，目光有些呆滞。不过就算跳走了，清风叹息道：他还是长在殿下的肉里。砰砰乱跳不能伤害，嚣张跋扈为所欲为。甘州刘明被陇州府兵圈禁在方圆3里的地方，见到李策只带着2个护卫就到了。府兵校尉林玉山紧张的喉咙发紧。殿下，您带来的粮食呢？他问。粮车比较慢，李策道：晚间才能到达。李策是日夜兼程赶路过来的，而户部的粮食需要装车运输，没有这么快。够呛。林玉山皱眉道：这里的粮食很紧张，分粮的时候又经常有人抢夺，就算拿鞭子打都不管用。您这没有带粮，等晌午时刻又是一顿闹，余下的粮食还够吃几顿？李策看着不远处的灾民，询问道：最多3顿，还都是稀水饭才行。稀水饭是指稀的能照见影子的粥。李策道：这一次把余下的3顿都煮了。林玉山有些犹豫，看着饥肠辘辘的刘明，担忧道：万一粮草晚上到不了呢？刘明饿得心慌，如果吃一顿饱的，晚上没了饭，少不了把事情闹大。李策走到煮饭的铁锅前，抬头道：那就不是你们操心的事了。分粥的时候依然很乱，10口大锅并排摆放，青壮年挤在前面把老弱推开，一些女人只能排在最后，一面哄着怀里的孩子，一面踮起脚尖，生怕前面的人把饭抢完，这一顿就只能饿着。一个孩子饿极了，张口咬住母亲的手臂，而那妇人就任由孩子咬着，满脸泪水，却不忍责打孩子。如果母亲的血能让子女饱腹，每一位母亲都能忍下这样的疼痛。李策脸色铁青的对清风说了什么，清风便走到铁锅前，把锅盖盖住。见他如此，其余铁锅前驻守的府兵也纷纷盖住锅盖。这是怎么了？排在最前面的青壮年举起碗喧哗：怎么不让人吃了？李策站在高处，扬声说话：吾乃皇九子楚王李策，奉圣上命令，带来粮食、冬衣和安家银两，送各位回到原籍。但我大唐子民向来敬老爱幼，帮助妇孺，这顿饭很稠，足以果腹。但你们如此不顾廉耻，争抢殴斗，这顿饭就算是泼在地上，我也不会让你们吃一口。人群寂静一刻，便再次混乱起来。你带来的粮食呢？他们乱糟糟问。不会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吧？都是节度使贪了我们的粮食，我们跟他拼了！府兵见此情况，就要举刀镇压。李策示意府兵退后，继续道：3个时辰后，如果没有粮食拉来，本王人由你们处置。他站在高台上，清风吹拂着他墨色的衣襟，鹿形玉坠在腰间微微晃动。远远看去，这个年轻人虽然身姿挺拔，却面容羸弱。可就是这样一副样子，却让人想起立木为信的商俊，想起衙门里刻在石上的弊案，想起神秘威严的宫廷和杀伐果决的战神。虽千万人，一人可阻，一人可挡。刘明安静下来，可是在透明的空气中，却似乎有2股力量在对峙，在较量。终于，数千流民齐齐晋升，前面的男人们主动散开，让后面的老人和妇孺走到前面去。最彪悍的男人也只是低声道：最好真的有粮食，要不然
没人同他说话，流民们静默无言，重新排好队，粥盖这才打开。饭很稠，盛到第一碗饭的妇人忍不住哭起来。她把粥送到孩子嘴边，揉了揉胳膊上的血痕，轻声道：“慢点吃，慢点吃。”这碗粥似乎并没有让妇人开心起来。她抱着孩子走到人群外面，忽然放声大哭。要是你弟弟没有饿死，该多好啊！在终于吃到一顿饱饭前，她百感交集又难过崩溃。该多好啊，就能活命了。通往陇州的官道上，数十辆马车在狂奔，因为速度太快，烟尘飞起数丈，远远看去，这条路像是浮在灰色的云彩里。为首的在马车里，一个男人探出头，催促后面的人：“快点，快点！哎，你那人停车干什么？不准去撒尿！有尿明天再撒，有屎也不行，憋回去！”说话的人穿得花花绿绿，像一只五彩缤纷的公鸡。他脸色发白，面容紧张，正是赵王李景。跟着他前来赈灾的官员叫苦连天。赵王殿下，户部员外郎严连在憋回去第3次尿意时，终于忍不住抱怨道：“押车这事太辛苦，您为什么一定要来呢？”李景口干舌燥，嘴唇上的皮肤干裂出血，有些狼狈道：“你以为我愿意来吗？父皇非要让我来。说什么李策都去帮忙了，我不能白吃俸禄。我有俸禄吗？我今年的俸禄都被扣干净了。他这是免费再押车，借钱再押车，提心吊胆再押车。说起来，俸禄被扣还是因为李策，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那也不用这么急啊。”严连道：“您走到城门口时还没有这么急呢，怎么跟武侯长说句话就一点都不让人歇了？”李景回忆起他跟武侯长叶交说话的情景，那时候他正悠闲地晃着自己的折扇，慢悠悠地走路，恨不得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赵王在为国事分忧了。然后走到城门口就遇到了叶交，他当然骄傲地对叶交道：“看见了没？李策全指望着我带去这些粮食才能喂饱灾民呢。”叶交抱着他那把很吓人的横刀，斜眼看了看粮车，点头道：“楚王殿下让我给你捎句话，他说你如果12个时辰以内到不了陇州。”李景现在想起那句话都觉得头皮发麻，浑身发抖。你如果12个时辰以内到不了陇州，灾民就要起锅烧油炸小酒了。起锅烧油炸小酒，人要是饿疯了，连自己的孩子都能下嘴，更何况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酒。天哪！李景只觉得五雷轰顶，恨不得飞到陇州去。我来救命！官道时宽时窄，两边的树木一会儿是国槐，一会儿是雪松，最后是挺拔的白杨。人挺不住时可以训人，但是后来牛马也挺不住了，李景只好允许他们歇一歇。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报复李景，这些人都跑去上风口撒尿，李景只好顶着尿骚味儿合衣而眠。梦中叶交举着一个油炸大长腿，对李景晃动着问他：“我吃饱了，赵王殿下吃吗？”那条腿又直又长，绝对是李策的。李景吓得一个机灵醒来，听到四周都是沉沉的呼噜声，方才安心。他捂住自己砰砰乱跳的心，大喊道：“着火了！”运粮的户部官员吓得从车厢里弹起来，额头撞的车顶板咣咣响。等迷糊过来后，带着怨气问：“赵王殿下，您这是做什么呀？”“不做什么。”李景指着前方道：“本王睡够了，快赶路。”终于经过一处驿站，驿丞说用不着跑到陇州，前面不远就是府兵管束灾民的地方。楚王殿下清晨才从这里过，驿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就给他盛了一碗糙米粥。驿丞叹息着看了看后面的粮车，咽一口口水。李景挥手道：“好，我们这就走。”“殿下。”驿丞道：“要不然卸一袋粮食，卑职给您做一顿饭，吃暖和了再走。”他眼巴巴地看着李景，几乎能闻到车上稻谷香甜的气息。李景却揉着眼睛催促户部官员，等到了地方再吃，不差这一顿。户部官员疲惫不堪地相互看看，的确不差这一顿，但是再这么折腾下去，下一顿也不用吃了。累死的人是不需要吃饭的，挖坑埋了就行。距离灾民的地方越近，李景就越紧张。他坐在最前面的车上，一马当先冲进阁挡内，还未说话，便见一个灾民半躺在道旁，揉着肚子道：“这顿饭吃得真饱。”旁边的灾民剔着牙道：“好久没有这么饱过了，我都吃出了肉味儿。”“吃饱了？肉味儿？”李景汗毛倒竖，正在原地，扯住一个前来接引的府兵，喝问道：“楚王呢？李策呢？”府兵被他的气势吓坏，颤抖地抬起手指向远处的大锅。那口锅黑黝黝，很大，还冒着热气。李景如遭雷击，腿脚发软，正要蹲坐在地，便见大锅后面走出一个人。他手拿烧火棍，敲着锅看向李景：“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算着时辰，得到晚上。”正是李策。李景大步向李策走去，他想痛揍对方一顿，像几个月前在宫门口那次一样。这次最好打得李策满地找牙。父皇不在，他也不能告状。可李景还没有走过去，便见李策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不过还是要多谢五哥，晚饭有着落了。”“五哥？”
李景扬起的拳头停在空中，被李策的笑容感染，垂不下去。户部的官员已经走下马车，带着几分怨气大声询问：赵王殿下，我等可以去如厕了吧？有了粮食，灾民的情绪得到安抚。接下来分发冬衣，依旧是排队领取。一个女人领了衣服，还想再要一件，被府兵呵斥驱赶。她又偷偷溜到李策面前，垂着头哭泣：殿下，女人道，奴家想给家里的男人也领一件衣服。他不在这里吗？李策问。他女人神情闪烁，半晌才开口道：村里几个同乡说阳泉山那边能填饱肚子，他就跟着去了。阳泉山哪有吃的？旁边站着的府兵开口道：他们是去阳泉山偷军粮了。昨日有一个被抓住，打得半死爬回来。你男人说不定已经死了。阳泉山的军粮应该是严继德所率进军的，军粮关系到国家安危，故而若在战时偷盗，是可以被就地处死的。现在没有打仗，给偷盗者一点教训也是应该。女人立刻哭起来，早些时候是不打的，所以同乡才带她去了。李策示意女人不要哭，转头对府兵道：去问清楚，看看跑去阳泉山的人有多少。府兵很快带回消息，说还有79人，带人去找。李策站在夕阳下，郑重道：本王既然奉命送甘州流民回去，就一个都不能少。除了他们，还有在京都城墙外领州的那些人，还有乞讨的、流浪的，也都带回来。咱们3日后再动身回去。府兵领命退去，天色也晚了。李景决定在这里睡一晚。他其实更想住在不远处的驿站，但跟着他来的随从累得不想动弹，有几个户部官员睡了半天还没有醒来，跟死了一样。李景也就只好答应在野外将就一晚。他铺上柔软的毛毡，把大氅叠成枕头，翻来覆去睡不着，钻出马车找李策。你怎么不睡？李景裹着雪白的被子，露出一颗圆脑袋，艰难地挪不到李策身边，询问道：我等大夫们回来，问问有没有急症的灾民。李策道：李景这次来还带来几个大夫，凡有天灾，一生瘟疫，李策很重视大夫的问诊。李景打了个哈欠道：小九啊，不是哥哥说你，就你这样的身子是不能虚耗的。你还想不想娶老婆生小孩了？行不行啊你？到时候要是不行，哥哥可以带劳动房，免费。李策坐在灯笼下，柔和的暖色光芒笼罩着他的脸庞。他对李景抿唇笑笑，问道：你今日来的时候怎么那么着急？呵。李景干笑一声，裹着被子坐在石头上，有些气恼道：还不是那个女魔头说我来晚的话，你就被人油炸了。他说着又打了个哈欠，靠在树干上。李策忍不住笑起来。五哥，他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突然嘱咐道：以后你要记得防人之心不可无，朝堂之内诸多凶险，不是你没有争斗之心就能避免的。他还要再说什么，见李景已经靠着树干睡着。李策轻轻叹息，拿起一根烧火棍，把快要熄灭的篝火重新点燃。第二日用过早饭，府兵校尉军官林玉山带回消息，说严继德不放人。严将军说了，林玉山小声说话，唯恐声音过大被人听到。那些流民偷军粮食，杀了看管粮食的军官，他决定活埋流民，以儆效尤。活埋？李策确认道。他神色不变，眼神却清冷可怕。是。林玉山也露出惊骇的表情，卑职想是不是要禀告朝廷，让圣上？李策摇了摇头。我去一趟阳泉山。他沉声道。揉着脖子整装待发的李景正巧前来辞行，疑惑道：你不是得去甘州吗？怎么又去阳泉山？昨夜李景睡落枕了，脖子歪着不能扭转。李策不想让李景知道太多。你回去吧。李策温和道，路过城门别跟他说话。他自然是指叶娇。这是怕自己找茬吗？李景僵硬的转身回头瞪了李策一眼，瞅瞅这胳膊肘竟往外拐了，没心干。回去的路上，李景仔细想了想，终于得出结论，叶娇骗了我。那么多府兵看着，怎么会让灾民油炸小酒呢？关键是灾民根本就没有油，就算是吃人也得谁煮。无论如何，那个女魔头骗得他逃命似的去送粮，险些急死在路上。他救火都没有跑这么快过，毕竟作为被父皇母后宠爱的嫡子，烧坏多少东西他都赔得起。就比如玉琼楼，后来都是李策在修楼，在监工，在赔钱。无论如何，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不就是吓人吗？谁不会啊？李景躺在马车里想了一路，终于想到一个主意。不出所料，进城时他依然见到了叶娇，还有那个八面玲珑的白线鱼。殿下辛苦了。白线鱼见李景走下马车，又是给他捶背，又是扶他走路，发现李景脖子扭了，就要上手揉一揉。李景像赶苍蝇一样挥手，把白线鱼撵走。喊你们长官过来。他严肃道。白线鱼立刻把叶娇请了回来。李景酝酿了一路的泪水也总算掉下来。叶武侯长啊，他抹泪道，我那个可怜的小九弟弟，他
叶娇原本轻快的脚步停下，人也僵住。他怎么了？他的手按着横刀，整个人紧张起来。这就对了，李锦在心中大笑，叫你骗我，叫你欺负我。但是他的表情依然难过悲伤。小九本来就身子不好，还去赈灾，赈灾也便罢了，还跑去阳泉山找刘明，找刘明也便罢了，还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府兵说就找回来一条大腿，也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野兽。你说可怜不可怜？呜呜，一条大腿啊，又直又长的大腿啊！赵王殿下一面哭，一面透过指头缝偷看叶娇，他很满意。生辰秘密。叶娇原本红润的脸颊，此时惨白一片，她那双水灵灵的桃花眼瞬间瞪大，玛瑙似的瞳孔收缩，潭口微张，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城门口热闹喧哗，叶娇凝重的身体却像是冰冻一般，只有肩上裹着的狐狸毛披风在轻轻颤动。李锦在心中狂笑，很好，吓到他了。无论叶娇现在还喜不喜欢小九，他们俩毕竟郎情惬意过一阵子，这女人家总是比男人更念旧的，也更好骗。李锦保持着悲痛的表情，准备转身离去，等回到马车，他就能大笑一阵了。可正在此时，叶娇忽然揪住了他的衣领。赵王殿下，他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讯问罪犯的威严。您一定没有啃过鸡腿吧？你什么意思啊？李锦顿时慌了，这跟鸡腿有什么关系？叶娇见他慌乱，更添几分笃定。如果你啃过鸡腿，就该知道鸡身上腿最好吃，那么以此类推，人身上腿也更好吃。所以哪个野兽会吃人留条腿的？你这分明是在骗我！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尖利的可怕，像是要用最大的声音把心中的某种担忧驱除。李锦吓得挣脱叶娇，便向马车跑去。叶娇追着他，一直打到马车边。他当然不能用刀，但是他的巴掌打起来也蛮疼的。叶娇在李锦肩膀后背上一顿猛拍，拍得他跳进马车，把车帘死死按住，喘着气吆喝：“你爱信不信？”李锦心虚道：“要不了多久，禁军就会把他的大腿抬回来了。”叶娇听他还在胡说，啪的一声抽出刀。李锦大喊一声：“快跑！”马车向前窜去，跑得比兔子都快。车上甩下来一片车帘几样零件，李锦都顾不得捡。估计这么跑回去，马车就要散架了。叶娇对着李锦的背影刷刷刷挥舞横刀。怎么了？怎么了？白线鱼跑过来，满脸恐惧道：“谁的大腿掉了？”没有谁。叶娇怒气未消，是赵王李锦不想活了。白线鱼面部扭曲，退后一步。乖乖，果然巴结赵王不如巴结叶娇，瞅瞅他连王爷都敢揍。叶娇在城门口殴打李锦的事很快便传进宫中。对于言官来说，虽然无需查证便可封文奏事，但也不能随便就弹劾哪位朝臣。每日绞尽脑汁盯着同僚寻找错漏，实在是一件辛苦事。但是早朝时又不能什么都不说，难道俸禄是白领的吗？自从叶娇做了官，言官们简直得到了一个弹劾宝库。除了最开始的巡街鸡飞狗跳，到往赵王府扔粪、包场花招楼，大白天去赌场，言官只要拿个小本子盯着叶娇，就常常会有收获。今日这言官攒了好几天的料，试图一击而中，让大唐的武侯长赶紧换成男人。打了赵王，皇帝不怒自威，神情中有几分生气，几分好奇。是，言官举起护板道：“赵王被打得逃回马车，看起来非常害怕那位悍妇。”什么悍妇？立刻有朝臣反驳道：“他如今是大唐武侯长，不能称之为悍妇。”言官承认自己言语有失，赶紧把另一件事说出来。如今进出城的盘查愈发奇怪，前几日楚王殿下出城赈灾时，明明时间紧迫，叶武侯长却查了好几遍，甚至要楚王脱了衣服搜查。这样侮辱皇族的事，怎么能够容忍呢？微臣要弹劾叶武侯长失仪之罪，弹劾叶武侯长公报私仇之罪。你等等！皇帝抬手打断言官的话，身体前倾，恨不得竖起耳朵，正色道：“前面你说搜查，怎么搜的？脱了衣服搜？”言官有些羞怒道：“真是世风日下，青天白日，一个女人竟敢如此张狂。”皇帝若有所思的点头，紧绷的脸瞬间松弛，正色道：“你好好说说这件事，说这件事就行了。至于李锦挨打什么的，算什么大事？”皇帝转过头看向内侍总管高福，连忙上前递来茶水。叶娇有些心不在焉。早饭时，母亲说又收到一封哥哥的信，不日即可到家。叶柔欢天喜地，叶娇只点了点头。用完饭出来，他牵错了自己的马。刚出家门，丫头水文追出来，把他每日都要带着的横刀送来。小姐，你看起来很没精神，要不然今日就别去了。武侯长不需要准时应卯，没什么大事时，叶娇常常只去半天。要去。叶娇道：“我得忙起来，忙起来就不会想起李策了，不会为他担忧，为他着急，然后再恼恨自己爱管闲事。”
他的死活跟自己有什么相干？赈灾而已，能出什么大事？叶娇还记得李策拒婚那日说过的话，每一句都让人想给他一刀。罢了罢了，不想了。结果叶娇刚拐到朱雀大道上，就差点掉进排水沟。他惊乱的调转马头，听到路边有人喊他小心。叶娇扭过头想到声谢，结果那人看到叶娇扭头就跑，两条腿怎么跑得过四条腿？叶娇纵马追上他，挡住了这人的去路。王千山，他气势汹汹道：“你跑什么跑？”发现是叶娇就逃跑的，正是道是王千山。是叶小姐啊！王千山穿着青色的道袍，像一根竹子般站着。贫道近日常常头晕眼花，认不得人。他的眼睛当然没什么问题，他只是畏惧叶娇罢了。上回叶娇询问李策的事，王千山说出师承糊弄过去了。这回如果叶娇再问，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叶娇跳下马，从衣袖里掏出一片纸条，一兜银子。你给算算这个生辰。他把银子塞给王千山，写着生辰八字的字条也递过来。那正是叶娇从皇室叠册中找到的李策生辰。生辰啊！王千山的视线落在纸条上，看了一遍，淡淡道：“这个八字有点眼熟，此人命中缺木。”我不是问他缺什么。叶娇道：“你给算算，他近日有没有灾厄？”这才是叶娇最关切的。王千山伸手右手拇指在其余四指关节处迅速点过，眼睛半合，口中念念有词。过了半晌，突然停住，疑惑地抬头看天。怎么样？叶娇问。王千山的神情逐渐凝重，茫然摇头，疑惑道：“贫道算到关键之处，头脑中便一片空白，像是有什么在阻止，像是遇到了禁忌。”叶娇的心提起来：“什么禁忌？你是不是糊弄我？”王千山深吸一口气，固执地再次掐算。这次他的手伸得很高，紧闭双眼，一语不发。不知过了多久，王千山的面色逐渐通红，掐算的手指僵硬地伸开，喃喃道：“怎么不让算呢？是什么不让贫道算呢？”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神情惊骇敬重，后退一步，像是要立刻叩拜上天。叶娇以为他在装神弄鬼，正要说话，便见王千山怔怔地看向虚空，郑重道：“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是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叶娇知道这句经文，这是道教祖师老子的牺牲经。你别给我背经文啊！叶娇去扯王千山的衣袖，王千山却神情恍惚向前走去。他口中一直念着这句经文，魔怔了一般。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是不听，什么意思啊？叶娇气恼的跺脚，没忘了拉一把王千山，让他别掉进排水沟。念了许多遍，王千山总算恢复神智，把那一包银子还给叶娇。叶小姐，这个人坚忍不拔，非比常人。不信天，不认命。他的命数时时在变，这一刻长寿无疆，下一刻就有可能命不久矣。贫道算不出来，还请另请高人吧。王千山似乎有些颓败，更多的却是开悟了什么。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念叨着什么，便大步向城外走去。你不回赵王府了？叶娇问他。自从来到京都，王千山一直由赵王府供养。王千山摇着头，扬声道：“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不如餐风宿雨，水深火热，方能得悟大道，早日成仙。”得。叶娇拿着银子叹气：“我倒是给李景省了不少钱，但是李策他这个八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要比王千山更早成仙？”叶娇深吸一口冷气，抓紧缰绳。救救秦王！秋末冬初，枯叶上凝结一层白霜，皮靴踩上去能听到叶脉的断裂声。冰凉的风在旷野中掠过，李策的视线从严继德的军靴上移开，温声道：“打扰了将军练兵，本王是为刘明的事来。”他没有提起官道刺杀的事，既然已经把受伤的禁军放走，此时便没有对峙的必要。李策开门见山只提刘明，是为了尽早救出那79人。如果李策所料不错，那些流民正作为引他前来的诱饵，还活着。而严继德到底给他布下什么陷阱，就只能亲自设险，才能应对。清晨很冷，禁军已经开始操练。严继德只身一人迎接李策。3丈开外时，他的神情还有些僵硬。待听到李策只提刘明，便又圆滑地笑起来。怎么能劳动楚王殿下大驾呢？严继德身材魁梧，军服笔挺，声音中气十足，对李策简单施礼，留意了一下他的随从。同情报中说的一样，李策只带了2人随行，一个驾车的小厮，一个剑术高超的护卫。严继德在心中松了口气，面上温和道：“请殿下这边请。”刘明果然好好的，他们就坐在2个营帐内，刚刚吃饱饭，虽然有些消瘦，但长途跋涉应该没有问题。听口音，的确是甘州人。见严继德进帐，刘明纷纷起身施礼，有2个人竟跪地叩头，称呼严继德为活菩萨。严继德淡淡点头，对李策道：“
先前有几个流民打死了校尉，末将生气，才扬言要活埋他们。但其实是那个校尉主动动手，流民只是反击。查明真相后，我打了他们一顿，也就算了。是我们不对，以后再也不了。流民纷纷认罪。李策站在帐内，神情沉沉，问道：为什么他们都穿着军服？流民们整整齐齐，都穿着禁军今年冬天的新衣，他们甚至还系着革带，头发在头顶梳一个小髻，同禁军一模一样。严继德笑着解释道：既然是军中，怎么能有散乱之象呢？再说了，他们逃荒来时穿的都是单衣，走回甘州说不定就冻死了。这些军服算是本将军送他们的。流民激动地叩头感谢。严继德交代他们道：这位是负责赈灾的楚王殿下，你们以后就跟着他，务必要言听计从，不要违抗。是。流民们齐齐应声，79人，声音如同响雷。辛苦将军。李策道：那本王就带着他们回去了。且慢。严继德抬手作请，既然来了，不如看一看禁军演练。流民站在高台下，严继德带着李策走上高台，挥手指向前方。殿下，您认识这军阵吗？教场上的禁军军容肃整，行走时英姿飒爽，举枪时勇猛果敢，呼喝时虎虎生威。他们不断变换阵型，看起来滴水不漏，却又一往无前。这是阳泉山下最壮丽的景致。李策看着军阵，心中豪情万丈，口中却道：本王孤陋寡闻，不认识这军阵。这是五虎群杨阵。严继德指着军阵，露出睥睨山河的傲气，阵型若五头猛虎，直插敌军阵营，把羊羔一样的敌军尽数歼灭。李策若有所思地点头，赞赏道：将军练兵有方。严继德闻言上前，双手按住栏杆，忽然回头对李策道：末将以为军阵有猛虎，京都也有。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但诸位皇子中，蜀二皇子靖王最似百兽之王。殿下你以为呢？李策笑了，绕来绕去，总算说到正题。但是这样扯虎皮做大旗的样子，着实令人恶心。黑色的大氅映得他的脸颊更加雪白。李策的双手拢在唇边，哈了口气，问道：是吗？严继德滔滔不绝。靖王殿下虽为猛虎，却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如果楚王殿下愿意不计前嫌，那么他日天色巨变，便可安享荣华富贵。天色巨变，是指皇帝驾崩，新帝即位吗？严继德自然是站在靖王那一边的，毕竟他的女儿已经嫁入靖王府为妃。原来今日是要他臣服，否则……李策看了看高台下身穿军服的流民，原来那些既是诱饵，也是陷阱。他挥了挥手，制止严继德继续说话。别的先不论，李策道：你口口声声说靖王是猛虎，怎么在严将军眼中，他竟是禽兽吗？严继德的脸瞬间紫红难看。再者，李策又道：不计前嫌，本王和靖王有过嫌隙吗？严继德张了张嘴，屏息道：没有吗？没有。李策看着严继德，看着他身后的10万兵马，看着所向披靡的军阵，了无惧色道：跟本王有嫌隙，有深仇大恨的是严将军你。严继德震惊的瞪大眼睛，愤怒和冤屈的神色在他的脸上闪过，很快他便装不下去，放纵自己大笑起来。原来楚王竟是如此干脆利落的人。严继德道：是我看清了你。那么禁军田英宇也是你杀的了？李策看着严继德，面色沉重道：7年前，你为了加官进爵，派田英宇给顺平娘娘送去3封急信，吓疯了他。这笔账咱们今日便算一算吧。算账？在这里？严继德哈哈大笑，指着下面一众禁军道：在我的兵马面前，高台上虽然只有他们4人，但下面的10万禁军可都是他的人。李策负手立道：这是大唐的兵马，那又如何？严继德看着李策退后一步，忽然面露狞笑，抽出长刀。清风和燕云这次的反应快些，他们迅速挡在李策面前，而严继德的刀落下，却是砍在他自己的胳膊上。快来人！严继德惊慌地靠着栏杆，大叫道：楚王带私兵抢夺兵符，意欲谋反。禁军就驻扎在长安城北100里外，如果抢夺到兵符，待兵马出其不意发动政变，倒是真有可能成功。你胡说什么？燕云想要上前把严继德一刀砍死，但是李策阻止了他。高台下驻守的禁军想要涌上来，却遇到那些身穿军服的流民。流民手中没有武器，惊慌之下，有人逃散，有人抵挡，被禁军举刀追赶砍杀。流民茫然惊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前一刻他们还满含希望准备返乡，只不过刹那间变成了罪夷3族的反贼。住手！李策站在高台的台阶上，转头对严继德道：不要动他们。严继德得意地笑了，他捂紧胳膊向前走了一步，下令道：把这些人全部关入山牢，待本将军上奏陛下，再行裁断。殿下！燕云凑近李策，着急道：快召咱们的人。还不到时候。李策低声回答，
抬脚迈步。走吧，他刻意扬声道，如此捉计，圣上不会信的。严继德神情变幻，咬牙不语。李策带着心惊胆战的刘明被押到一处山洞，这里便是所谓的山牢了。看起来是自然形成的洞穴，又简单开挖过。洞口一道石门，他的手指轻轻按在上面，熟悉的惊惧感袭来，让李策像是回到了小时候。他的眼睛忍不住闭了闭。如果走进去，会看到墓道吗？这个小小的波动并未影响太多人。抓捕押送李策只用了不到200人，其余的禁军仍在操练。但是教场边的密林内，一个少女探出头，仔细看了看，真是丢人死了。叶娇把自己轻柔的披帛取下，折叠好找个石头压住，长长叹了口气。自从上回被宗全武拽住披帛，叶娇每次要打架，就总记得要把披帛取下。玩完了吧？他有些幸灾乐祸的冷笑，蹲在枯草丛中，把刚才李策的狼狈又回忆了一遍。你不是算无一策吗？他抱着胳膊，做出要看好戏的样子。可是他的脚却不听使唤的向前走去，走了一步又一步。好了好了，叶娇终于不再纠结，拍了拍腰间的横刀，让本小姐救他一命，谁让我喜欢打抱不平呢？石门已经关闭，门口无人驻守。这石门重达千斤，洞口做了深沟，门嵌在沟里，从里面显然无法打开。叶娇试着拽了拽，又抬了抬，最后撅着屁股使劲拽，石门一动不动。算了，他累得气喘吁吁，在门口叉着腰道：“你就死里面吧。”动情重逢，如果四周能安静一些，李策便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这么多年了，他对于密闭黑暗的空间还是会难以抑制的恐惧。李策曾经以为有关古墓的梦魇会永远消失，毕竟他心里多了一个姑娘。那姑娘的灵魂炙热透亮，像是有金灿灿的光芒，照进每一个可怖的角落。想到叶娇，李策的手指握紧腰间的桃形金坠，勉强让自己稳住心神。鼻翼微动，他终于能顺畅呼吸。流民们正在乱糟糟的说话，这要关多久啊？咱们怎么成反贼了？到底是为什么？不会杀头吧？嘈杂纷乱，燕云出声让他们安静。你们怎么成了反贼？你们自己不清楚吗？他训斥道。你们穿着军服，正好让严继德栽赃我家殿下反叛。现在看来，禁军们大多都不知道这些流民存在。今日他们跟着李策，严继德又在高台上演那么一场戏，禁军恐怕都信了他的污蔑。这种污良为盗的手段倒是高明。不是不是，流民连忙道，等我们一出去，调出关衙里的户部籍账，查一查，就知道我们是甘州的，根本不认识楚王殿下。想到这里，流民们又都高兴起来。可是清风冷不丁开口道：“你能想到，严继德也能想到。现在我倒觉得，他表面关我们，实则是要灭口了。”清风的分析让流民们炸开了锅，直到一个沉稳镇定的声音响起：“燕云。”李策轻声道：“火。黑暗之处需要有火，有了火，就有了光亮，人心也就定了。”燕云和清风怀里都揣着蜡烛和火折子，这是他们在皇陵跟随李策时养成的习惯。点燃的蜡烛火苗微弱，李策接过来对众人说话：“本王听说甘州有一种狼，若他们单打独斗，连野猪和猎狗都打不过。可一旦他们成群结队，就连最凶猛的老虎都要退让3分。本王既然来阳泉山救你们，就不会让你们死在这里。你们79人是要做瑟缩在洞里的老鼠，还是要做抱团决斗的狼？”李策手持蜡烛站在山洞里，微弱的烛光照亮他的玉冠，他的脸颊，他漆黑坚定的眼神。人群很安静，一双双眼睛看着他，忧愁和恐惧逐渐消散，眼神越来越亮，像田野中燃起的篝火。“我们听殿下的。”流民纷纷道。“我们相信殿下。”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李策道，“你们跟着燕云留在这里，想办法敲开石门。清风跟着本王到山洞深处探路，这里有风，兴许前面会有活路。”流民答应下来。李策手持蜡烛走在前面，他的速度很慢，心中仍旧有挥之不去的恐惧，但是步伐却很坚定。这一次不是他自己，这一次他身上肩负着几10条人命，无论是谁想要他们的命，上天也好，明臣也罢，他都要舍命相搏，讨一线生机，带流民回家。严继德神情阴沉，他站在帐内，魁梧的身板像山石般立着，手指却在发抖。其实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用流民骗来李策，引他观赏军阵，再择机诬陷李策谋反，把他和那些流民都关进山牢。接下来只需要引爆炸山的火药，就能把他们全部活埋。等圣上问起来，就说不知道山洞为何塌落。李策带着那么多身穿军服的人，又已经死了，谋反罪名坐实，就算圣上责备，严继德也罪不至死。不能让李策活，不能让他见到圣上。李策已经知道了7年前顺平疯傻的真相，那么严继德和李策之间就只能活一个人。但严继德总觉得心中不太踏实，如果靖王在就好了。
那个喜欢看书的年轻人有深不可测的心机。部下正在为严继德包扎伤口，而帐内的另一个禁军躺在席子上奄奄一息。这正是前去刺杀李策的禁军，名叫陆水生。陆水生的腹部被匕首刺破，好不容易回来报信，已经只剩下半条命。将军，他挣扎着想要起身，让我去吧。需要有人点燃火药。火药埋放的地点总共有2处，只有严继德和陆水生知道。严继德沉沉的摇头，眼中露出一丝怜惜，挥手让为他包扎的部下离去。他走到陆水生面前，居高临下，叹息道：“这一次凶险叵测，我怕自己败了。你要被人严刑拷打，受尽折磨，所以就让我送你走吧。”陆水生的眼睛猛然睁大，抬头要爬起来，严继德的手已经覆盖他的口鼻，把他紧紧按住。陆水生拼命挣扎，肚子上的伤口崩裂，血流了一地，人也终于动弹不得。叶娇绕着阳泉山走了约莫1个时辰，既然洞口的门推不开，他就再想想别的办法。无论如何要守在这附近，不能让李策那个混蛋就这么便宜死了。有没有别的洞口呢？没有山路，很多地方是山羊踩的小道，爬上去就找不到下的地方。他手脚并用，吓跑一只兔子，好几只松鼠，他自己也摔进树叶堆里，距离一个猎人布下的陷阱只有半丈远。躺在地上时，叶娇似乎听到什么动静，山石之下有细微的说话声。他仔细听了听，确认不是幻觉，也不是动物的声音，立刻激动起来。下面有人吗？他喊了喊，里面的声音却不见了。看来山洞通向他下面，那些人又去了别的地方。哪里？会去哪里？叶娇的视线迅速掠过四周，这里曾经有一条黄河的支流，山洞是阳泉山的百姓为了引水开凿的，后来黄河改道，也就没了水。那既然是这样，有水出就有水进。哪里？得是靠近黄河支流古道那边。叶娇爬起来向山的另一侧跑去，果然看见古道，看见被几块巨石堵住的洞口。洞口竟然是开口斜着朝上的，里面的人想出来得先挪去石头，再向上攀爬。叶娇正要搬动石头，便见里面有人用力一推，一块西瓜大的石头滚下去，灰尘散开，石洞中露出一个浑身是土的年轻人。清风。叶娇道：“武侯长。”清风满脸惊喜，又扭头看向身后，大喊道：“殿下，武侯长来了！”他是真的开心，因为这次相见，清风愿意收回他心中对叶娇的全部成见，包括城门的盘查和要脱他主子衣服的刁蛮。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半个主人。山洞中响起李策有些紧张的声音，没有激动和欣喜，只有5个字：你怎么来了？我爱来就来，你管得着吗？叶娇退后一步，让清风爬上来，在斜逆洞那一眼，呵，变成大老鼠了。他笑嘻嘻地取下刀鞘，伸到洞里捣李策的头，边捣边道：“来，抓住这个爬出来。”李策原本站在石头上，伸手就能够到洞口，却被他捣得无可奈何地躲避。正在此时，忽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耳中隆隆，山石震动，鸟雀惊飞，石块翻滚掉落。叶娇脚下不稳，连忙蹲下扶住洞口。怎么回事？他惊骇道：“是火药！”李策脸色惨白，抬头仔细听着山洞中的余音，对清风道：“火药在东侧炸响，距离此处应该不远。这一次洞里没有坍塌，他们不会只炸1次，你去阻止第2次。”是。10万火急，清风没有半刻犹豫，迅速跑了。快出来！叶娇不再逗弄李策，跪地伸出手。李策却转头向洞里看了看。我得回去。他正色道：“既然找到了路，我得带他们出来。”李策的手离开洞口，就要跳下石阶。千钧一发之际，叶娇抓住了他的手臂。万一……他的脸色像蜡纸一般。万一你在路上，山洞塌了呢？里面还有80个人。李策心急如焚，要挣脱叶娇的手，又怕弄疼了他。你快回去，以免被落石砸到。不要露面，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今天在阳泉山。快！松手！他的左手被叶娇控制，右手探入胸口，取出一根信烟，递给叶娇：“帮我燃放这个。我那些人该来了。”叶娇紧紧抓着他，眼中充满泪水，一字一句道：“他们的命是命，你的就不是吗？”李策颓然笑了，眼眸中有几分失落，几分悲伤。我的命只有几个月了，换他们80条，很值。他沉声道：“狗屁几个月！”叶娇暴躁地骂他：“我问过王千山，他说你的命数时时在变。我有你的八字，你是壬午年辛亥月丁亥日戌时3刻生，对不对？对不对？”李策的眼中划过一丝惊讶，可他还是掰开了叶娇的手，头也不回地钻入山洞。帮我守着洞口。为了避免叶娇跟进去，他远远地嘱咐着。声音消失，人也消失。给我站直！叶娇怔怔地看着黑黝黝的深洞，连悲伤、惊慌和恐惧的时间都没有。李策说他的命只剩下几个月了。
他还说要他守着洞口。然后呢？信烟，他还让他燃放信烟。先做事，先完成他交代的事。信烟飞上天空，嘣的一声巨响，离地约有数十丈高，接着炸开红色的火焰。火焰消失后，白烟久久不散，浮在空中，像被风吹拂的巨大芦苇。这是军中用来求救、示警、标识方位的烟。放完了信烟，叶娇才陷入慌乱中。他着急的站不稳身子，慢慢蹲下来，手指刚刚碰到洞口，就再次响起爆炸声。整座山剧烈摇晃，石块从山上翻滚下来，有一块石滚大的堵住了洞口。洞里塌了吗？饮水的山洞常年被流水侵蚀，能经得住这样损坏吗？叶娇手扶岩石，感觉浑身都在发抖。他不认得洞内其余80人，不认得，未见过，所以会为他们的安危着急愤怒，却并不会心痛。但那里有李策，病弱却坚韧的，渺小却孤勇的，人微权倾却心怀天下的李策。曾经被困黑暗墓室的他，曾经差点死在墓道的他，是怎么鼓起勇气，在这深不见底的山体洞穴中摸索救人的？叶娇的泪水掉落下来，啪啪2声，浸润白色的岩石。哭有什么用？他站起身跺脚，在四散的灰尘中寻找树枝。哭有什么用？只能浪费时间罢了。要撬开石头，想要他活着出来，洞口就不能被堵住。不能慌，不能慌。叶娇在石洞周围寻找，萧瑟的初冬山林中群居火红，像是谁的家门口为未归人点燃的灯笼。距离阳泉山不远，有一条官道，这条官道是为禁军操练特意修的，大批人马流转和粮草辎重运输都需要宽阔的山道。那是什么声音？护送吐蕃使团回京的西北军中，名叫朱彦的士兵猛然转头，突然后退几步，站在更空旷的位置，向东北方向望去。信烟。游骑将军叶长庚抬起头，看着远处空中那抹白色的余烟，神情冷峻。的确是信烟。朱彦笑起来，卑职想起来了，那边是阳泉山，禁军在那里操练呢。经的操练项目里还有信烟。他说完后又摇起头来，不可能，点个信烟谁不会？除非是出了什么天大的事情，但是10万禁军在那里扎营，什么事能让他们点烟为号，示警求助？叶长庚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原地扎营。他下令道：朱校尉带人在此卫护，本将军去阳泉山看看，快马加鞭，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到达，看一看才能放心。将军，一个柔弱的声音响起，奴婢掀起马车车帘，吐蕃公主格桑梅朵抬步走下马车，扶着奴婢的手缓缓走来。将军要到哪里去？他的声音很柔软，带着一丝怯弱和担忧。叶长庚施礼道：承蒙公主殿下垂问，末将要到前面阳泉山看看。我大唐军规见信烟即入令，末将去探查清楚才能放心。可是格桑梅朵看看左右，上前一步，抬起头仰视叶长庚，眉目含情道：我不放心他们看护，跟着你我才安心。跟着？可是他怎么能带着一位公主独行呢？叶长庚有些犹豫。先是传来轰隆隆的闷响，接着有信烟在空中炸开，10万禁军齐齐抬头，他们左右四顾，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里好好的，点什么烟？几位副将在高台集结，相互询问。出什么事了？没有。你那里呢？也没有。将军呢？快去看看将军。将军大帐内空无一人，靠边的位置有一滩污血，是不是跟楚王谋反有关？快带人去找。今日早些时候，楚王带着数十人前来抢夺兵符，被将军关在山牢内，等待朝廷示下。古往今来，谋逆都是皇帝的最大禁忌。开弓没有回头箭，行此险招的人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不可能带全部的人去。阳泉山海拔不高，几座小山丘连绵起伏，进出容易，却也不能全军出动。2位禁军副将带着300兵马前往信烟燃放的位置，才刚刚绕过一个矮小的山头，便见严继德正同一个男人激烈打斗，赫然便是楚王的随从清风。住手！副将挥刀阻拦，清风浑身是伤，喘着粗气道：严继德要炸山。他跟严继德打了许久，尚未分出胜负。严继德并未解释，只是指着清风道：抓住他。清风被五花大绑，严继德一脚踩在他的脸上，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山门是无法从内打开的，既然他出来了，必然是有别的生路。清风忍痛不答。队伍中忽然有人指着远处高喊道：快看，前面古河道处有数十人正从山洞里钻出来。严继德的面色忽然黑如焦炭，他定定地看着逃出的人，下令道：反贼越狱出逃，大逆不道，全部格杀。副将有些犹豫，皇帝的命令还没有到，拘禁这些人就可以了，为何要杀？虽然杀死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但那毕竟是皇帝的儿子，是皇帝亲封的楚王，朝臣没有擅断之权，这么做万一以后皇帝问起来，
怎么交代？然而严继德已经毫无退路，这些流民活着，皇帝就能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李策便能洗脱罪名，严继德便会因为诬告皇子被皇帝处置。事已至此，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杀掉了事。全部格杀！他再次下令道：“有什么事，自有本将军担着。”大唐法纪严明，令行禁止。遵命！副将齐齐呼喝，拔出腰刀向山下冲去。快！快！原来人在着急的时候，嗓子是会哑的。叶娇从洞口拉出一个又一个人，直到最后，燕云才扶着李策出来。他的胳膊受伤了，用衣衫上的布粗粗包裹。燕云的手淌着血，不知道是李策的，还是他自己伤到了。刘明在天光下松了口气，好奇地打量这位突然出现的小娘子，红裙长，白皮肤，好看得让人不敢仔细瞧她的脸。这位小娘子是生气了吗？她怎么敢瞪楚王殿下？啊！她还抬起了手，准备打了。赶紧低头，不能看了。叶娇倒是没有真的打在李策身上，他的手在李策低垂的衣袖上拍下，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你怎么没死里面？没死里面？每问一句就打一下。娇，李策嘴唇微动，克制着自己，面有愧色道：“对不起，让你担忧了。”殿下，燕云打断了他们说话，急急道：“严继德来了。”严继德带着300兵马从不远处奔来，刘明吓得就要四散逃跑，而李策看向河道，神情冷峻：“我的人也该来了。”的确来了。山坡上，河道内忽然响起千军万马般的呼喝声。其实也没有千军，更没有万马，但那突然窜出的数百人，虽然穿着寻常百姓的衣袍，却肃整威武，带着精兵强将的锐气，向李策聚拢。保护百姓！他们大喊着，向严继德带来的兵马压去。这些人的手里没有大唐的制式武器，只有猎户的弓、耕户的锄、自制的长矛，不知哪里捡来的打狗棍。可即便如此，却吓得禁军们不敢动弹。你们是什么人？严继德问。猎户。他们答。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伤害百姓？猎户。严继德冷笑道：哪里会有这么多猎户？你们是楚王的私兵。楚王谋反，你们也是逆贼。他说着抽出刀，恶狠狠道：既然如此，就让本将军为大唐扫清孽障。慢！忽然有人在李策身边大声道：严统领，你污蔑楚王谋反，都不怕有人看到吗？高台上你自己砍自己，我看得一清二楚。严继德看向叶娇，仔细辨认着，冷笑：你是叶武侯长吧？你和楚王那些事，3天2夜也说不清楚，没人相信你的口供。叶娇同样冷笑，他抱臂站着，扬声道：但是你敢杀这些百姓，我就能作证你滥杀无辜，是死是活，不如我们都到圣上面前去说。那如果严继德大声道：你活不到见圣上的时候呢？此言一出，禁军齐齐变色，连叶娇都要杀吗？算作同党？怎么感觉严将军今日有些不对？但他们似乎没有违抗军令的借口。不过正当此时，斜刺里忽然有一匹马沿着那么狭窄的山路直直冲进来，马上的人显然听到了什么，扬声大笑。他身穿西北军将军服，左手持枪，右手握刀，身后还坐着一位蒙着面纱的姑娘。这青年高大威武，英气逼人，裹挟着战场上才会有的凛冽，对严继德说话：哪个挖好坟急着死的破落户，敢动我妹妹一根头发？叶娇张大嘴看着突然现身的叶长庚，激动地上前一步，又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过身对李策道：我哥来了。严继德就交给他了，你现在给我站直，看着我说一说生辰的事。你怎么就只能活几个月了？怀了孩子？天大地大，没有这件事儿大。可眼前严继德打算杀人灭口，李策的人势必要决一死战，刘明到处乱跑，有些方向感不好的，绕山转了个圈，直接跑到禁军那里去了。更何况突然出现的叶长庚，让事态的发展愈发不可控制。这些事都需要李策解决，故而燕云心急火燎地为主人说话。小卒奶奶，他躬身道：能不能先顾顾眼前，别的事回去说？不行。叶娇断然道：眼前就是我在问，楚王得答。于是同那日夜探京兆府被围一样，不管情势有多紧张，李策都先解答叶娇的疑虑。你说的那个生辰，他正色道：跟我知道的不太一样。如何不一样？叶娇问。我是从皇室谍册里看到的，一字不差，差了一个时辰。李策蹙眉道：我从小就知道的那个寿数很短，所以到底哪个是对的，回去后还要查证。叶娇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趁着他还来不及再问什么，燕云连忙插话：殿下快看，叶将军要打严继德了。不知道叶长庚和严继德相互骂了些什么，叶长庚已经翻身下马，越过人山人海，要把严继德就地拿下。禁军面前，岂容你一个小小的游骑将军放肆？严继德立在原地，虽然身上带伤，神情却愈发阴冷坚定。来啊！
把这一帮反贼尽数格杀！”禁军应声上前，叶长庚大骂道：“反贼！你们这些禁军吃着朝廷的口粮，眼睛却像瞎了一般，这都看不出来吗？是严继德要反了。本将军马匹上那位便是吐蕃公主，你们是想自相残杀，让外邦笑话，还是知错能该给本将军跪下？”此时李策终于同叶交说清楚，也迈步上前。几位将领想想，本王手中没有武器，只不过是从快要倒塌的山洞里逃出来罢了。既然说我谋反，我愿束手就擒，被押往京都受审。严继德在怕什么，才非要灭口？李策扬声说话，流民和猎户纷纷让出一条路。山路狭窄，他一袭黑衣，身姿笔挺，肩上的大氅随风浮动，气势逼人。严继德紧握刀柄，看着李策一步一步靠近。再近些，他自己就可以除掉李策。故而严继德只是胡乱辩解道：“说我是为灭口，你有什么证据？”事到如今，李策已有胜算，他的人到了，叶长庚到了，就算打起来，也能把严继德活捉带回京城面上。但如果那样，必然会有死伤。李策向严继德走去，表面看来似乎还想说动严继德，只是他刚刚离开猎户，走到距离严继德1丈远的地方，严继德忽然暴喝一声，举刀便朝李策砍来。今日他和李策只能活一个。不过严继德的刀还没有到，叶长庚便从侧面偷袭，啪啪啪数刀斩过，先拦刀，再砍人，最后一脚把严继德踹趴下。叶长庚同李策相视一笑，他们一人为饵，引严继德离开禁军，一人上前偷袭，配合的天衣无缝。叶兄好功夫！李策夸赞道。九郎好胆色！叶长庚大笑。禁军纷纷上前，叶长庚用刀抵住严继德的脖子，冷声道：“他若死了，可不怪我。擒贼先擒王，禁军们本来就左右摇摆，拿不定主意，只要抓住严继德，一切就尘埃落定。”严继德仍旧在挣扎：“你无故砍杀朝廷命官，死路一条。”不，斜刺里有个虚弱的声音道：“将军大人，您才是死路一条。”山道上走来一个年轻的禁军，他的身上满是血迹，脖子淤青，用树棍做拐杖支住地面，一步一步挪过来。他的眼中满是恨意，看到严继德被俘，露出一丝嘲笑。禁军中有人认出这人，喊道：“陆水生，你怎么受伤了？”陆水生看着严继德道：“我受伤，全是因为严将军，是他让我在官道刺杀楚王，是他让我诱骗流民穿上军服，是他命我在阳泉山埋下炸药，是他怕我泄密要杀我灭口，这些我都可以作证。”严继德难以置信地看着陆水生，因为趴在地上，狼狈意外地张嘴道：“你怎么还活着？”陆水生靠在一棵树上，喘息着冷笑，因为卑职生在水边，从小学习闭气。将军，您捂我口鼻的时间太短，下一次记得要用刀。事到如今真相大白，禁军纷纷放下兵刃，跪地请罪。我等任凭楚王殿下责罚。责罚就不必了。李策道：“你们把严继德绑了，跟我一起回京一趟吧。”他说完，找到被捆绑的清风，为清风解开绳索。鼻青脸肿的清风愧疚难安，还是让他又炸了一次。起码你阻止了最后一次。李策安抚着他，转身寻找叶娇的踪迹。叶娇正在同叶长庚说话，兄妹两人半年未见，一个眉飞色舞活蹦乱跳，一个稳重爽朗志得意满。今日早些时候，皇帝收到严继德上表的奏书，他说楚王李策带兵强抢兵符，已经被他关在山牢中，等候圣上示下。皇帝把奏书看了2遍，才抬头道：“朕派小九去赈灾，他怎么跑去阳泉山了？”高福偷瞄一眼奏折，露出比皇帝更加困惑的表情。你觉得是怎么回事？皇帝询问高福道。向宦官询问政事，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高福惊恐跪地道：“奴婢不敢妄言。你且说说，皇帝扬手，朕恕你无罪。”高福思忖再三，迷惑不解道：“奴婢见楚王那个身子，拿到兵符，难道还能带兵打仗吗？”就是嘛。皇帝的手在高福头上点了点：“朕的儿子，朕心里有数。”他说着站起身，再次把奏折看了一遍。这个严继德，朕上回见京兆府搜出的密信，便疑心是他主使禁军搜罗情报。如今又闹这么一出，皇帝把奏折重重放在御案上，沉声道：“来人，派1000禁军前往阳泉山，押回楚王。严继德随行回京作证。10万禁军还在严继德手里，弄清楚真相之前，不能麻痹大意。”这件事很快传到五皇子赵王李景耳中。李策谋逆，他跳起来就要往外走，王府詹事拉住他，劝解道：“楚王住在我们府上，原本就已经说不清楚，殿下您切莫出面干涉，以免引火烧身啊！”这可笑死个人了。李景拍着自己的胸口道：“我宁愿相信李策是女的，都不相信他敢谋逆。他是去阳泉山找刘明的，本王去给他作证。”去不得，去不得！王府詹事再次阻拦。古往今来，谋逆者都是
给自己找好冠冕堂皇的借口，才敢动手啊！再说了，晋王殿下离开前，曾特意嘱咐过殿下，莫要同楚王走得太近。殿下您都忘了？李景白了王府詹氏一眼，都是兄弟，什么近不近的？二哥就是读书太多，读傻了。他说完，大步流星离去，连衣服都没有换。李景要进宫面圣，却在宫门口被挡回来。圣上有旨，赵三公及内阁首辅觐见，其余人等一律回避。李景深吸几口气，完了，事儿闹大了。三宫里有2个都是走路喘气，随时会升天的老头子。皇帝如果不是想杀掉重要的人，万不会劳动他们出面的。禁军已经动身了，李景不知该怎么办，在城内头脑崩溃，神思混乱地转了几圈，还是出城了。出城10里，遇到押解囚犯进京的禁军。禁军军容肃整，几十人从李景身边过去后，便是2匹大马拉着的一辆牢车。木牢是临时做的，乱糟糟钉在一起，里面堆着些枯枝败叶。一个男人坐在马车里，头发乱蓬蓬披着，看不清脸。李景也没有仔细看那人的脸，他已经忍不住开始掉泪了，一面哭一面跟着那辆囚车向前走，顺便从兜里往外掏东西，先掏一个符文塞进去，抱怨道：“也不知道王千山怎么就跑了，他一跑，咱们家就出事了。你拿这个避避邪，说不定还能逃过一死。”又掏出一个油纸袋塞进去，里面是肉包子，还是光德坊那一家的。你吃饱了有力气，好好轰轰父皇。你不是最会装病求可怜那一套吗？对了，父皇稀罕叶家那个女魔头，你就说那女魔头已经怀了你的孩子，孩子不能没有爹。无论如何，先活下去，孩子以后再怀。他絮絮叨叨地说着，没留意队伍慢慢停下来。一个声音在他身后道：“五哥，还有没有包子了？我饿了。”李景惊诧地扭头，见李策就站在他身后，完好无损，眉开眼笑，那模样可欠揍，朕的期望。你怎么？李景怔怔地扭回头，看一眼牢车，再盯着李策，眼中的泪水立刻止住，嘴巴张了张，不可思议道：“你把去抓你的禁军打败了？这可不得了了！这是拒捕，是忤逆圣意，是实实在在要谋反。完蛋！”他这会儿说跟李策感情不好，还来得及吗？没有。李策道：“回头再给你解释。老李这人是严继德，我有他诬陷我谋反的证据，到父皇那里就说清楚了。”哦，李景长长的哦了一声，又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贴着牢车，对里面的人道：“严统领，能不能麻烦你把包子塞回来？虽然你的确挺惨的，但那个包子不是给你的呀。”牢车的木栅栏缝隙很窄，包子的位置又远，只能请里面的人帮忙了。严继德纹丝不动，一语不发，铜铃般的眼睛瞪一眼李景，别过头去。李景尴尬的正在原地，忽然把怒火发泄到李策身上：“吃什么包子？”他大吼道：“都是你办的蠢事！你去赈灾，怎么赈到阳泉山去了？真是气死我了！吵什么？”李策尚未解释，不远处的马车里跳下一个人，正是叶娇。他大大咧咧地走过来，歪着头，嘴里咬一根狗尾巴草，手中的横刀向李景伸过来，冷脸道：“叶家那个女魔头是谁啊？谁怀了孩子？你怎么在？”李景吓得往李策身后躲，瞬间又明白了什么，指着叶娇笑起来：“哈哈哈，你被骗了！哈哈哈，是他在城门口说李策掉落悬崖，叶娇才去的吧？这个女人真傻。”叶娇冷哼一声，挥刀便向李景砍去，吓得他往李策大肠里钻。叶娇的横刀却已经调转方向，插入车牢缝隙，扎进肉包子，把白嫩的包子取出来。那是给小九吃的。李景抬起手抗议，见叶娇已经咬了一口，又改口道：“罢了，你吃也可以，记得结一下包子钱。”叶娇才不会给他结包子钱呢。作为此次事件的目击证人，他同李策一起在紫宸殿面见皇帝。李策讲了前因后果，有叶娇和陆水生作证，又有宫门外的流民可以询问，此案清晰明白。因为要保护安顿吐蕃使团，叶长庚没有随行回来，但他写了陈情的奏折，由李策转交。公平起见，皇帝允许严继德申辩。严继德想了许久，才开口道：“微臣的确有罪，但微臣罪在做事鲁莽，可微臣对圣上的忠心，天地可见。”他重重叩头，血流满面，犹不停止。皇帝神情微动，问道：“你跟楚王有私仇吗？”严继德哽咽道：“没有，但微臣知道他觊觎太子位，有不臣之心。”皇帝又问李策道：“你自己想想，你可曾有什么地方同他有局与不和吗？”李策不假思索道：“儿臣敬重严统领守护京都，与他没有私交，更无不和。他没有提顺嫔被严继德下封的事，诬陷皇子谋逆已是重罪，没必要把母亲扯进来，让他再次被天下人议论羞辱。更何况如果提起来，皇帝势必会怀疑严继德这么做是怕李策寻仇。皇帝是不怕朝臣之间因为私心倾轧的，
他怕的是不臣不忠之心。皇帝冷笑一声，坐在御座后神思沉沉，看向本朝三公和首辅大臣。宰相傅谦，父亲，你来告诉朕，此案该如何判？皇帝知道不会有无缘无故的诬陷，他问不出，故而有些气恼。或许无论严继德还是李策，都有皇帝不知道的神秘莫测的一面。傅谦施礼道：按大唐律，构陷污蔑重罪，可留3000里，亦可判处斩刑。至于到底是流放还是斩刑，一切但凭君意。皇帝颔首，又把询问的目光看向三公中说话不太喘气、地位又最高的太傅。太傅或许是因为年纪老迈，不太想看到杀伐，故而劝解道：那老臣就斗胆开口，恳求圣上看在严继德维护皇城7年的份上，饶他死罪吧。毕竟这件事没有产生太大的恶果。皇帝闻言颔首道：那就依张太傅所说，抄没严继德家财，留3000里。严继德并未求饶，两名宫内羽林卫上前把严继德拉下去。三公和宰相也告退离开，紫宸殿内便只剩下皇帝和几个小辈。李策、叶交还有跟来看热闹的李景。朕现在知道，皇帝站起身，在殿内踱步道：李策因为留名去了阳泉山，叶长庚看到信烟去了阳泉山，那叶武侯长是因为什么呢？不会未卜先知吧？烦心的事情刚刚处置完，皇帝的声音里还带着一点威严。话音刚落，李景就缩回头，考虑从哪里溜出殿。让他意外的是，叶交并未告状。回禀圣上，叶交叩头道：微臣听说楚王殿下去阳泉山寻找刘明，放心不下，才跟去了。他没有提被李景哄骗的事，李景长松了一口气。而皇帝关注的重点当然是放心不下这4个字。叶交还在关心李策啊，尽管被拒婚被撇清干系，他还是忍不住去关心，去惦念，还跑去阳泉山救李策的命。他真是可怜可爱，又让朕心疼。皇帝再看一眼李策和李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这2个逆子，一个不成婚，一个不生娃，真是要气死朕了。想到此处，皇帝连忙多看几眼叶交，舒缓一下气愤的心情，继而又温声道：这次多亏有你兄长，才避免了严继德残杀刘明。你想要什么，什么都可以，朕赏给你。皇帝满含期待地看着叶交，快说，你要嫁给李策，朕就算是绑，也把他绑着跟你拜堂成亲。但叶交竟然志不在此。他想了想，抬头道：回禀圣上，自微臣任职武侯长以来，日日在京都巡街探查，发现有2处望楼视角不好，应该挪动换址。还有武侯和京兆府禁军的巡查没有统一规划过，有时都在巡街，又有时街面空无一人，更或者挤在一起。微臣写了几份奏书，想上呈圣上，请求圣上给闲时看一眼。皇帝有些惊讶，又有些失望。怎么会这样？朕想让你嫁人，你想让朕干活，没天理。他沉声道：这算什么赏赐？想要别的什么吗？叶交摇摇头，满脸真挚道：世道安乐太平，微臣得见天颜，这些都是圣上的赏赐。微臣唯愿圣上万寿无疆，大唐国祚绵延，这便是天大的赏赐和恩典。皇帝的眉毛扬起来，同高福对视一眼，因为听到夸奖而开心，因为不能一直听下去而遗憾。高福的眼里也都是笑意。这姑娘的嘴怎么这么甜？得亏她不是男人，不能近身服侍皇帝，不然哪儿还有自己什么事儿呢？皇帝干咳几声，表示不想听人恭维，淡淡道：你们今日也都累了，回去吧。叶交和李景叩头告退，李策却开口道：父皇，儿臣想询问一件事。什么事？皇帝再次燃起希望。不会是恳求赐婚吧？哪知道李策更不靠谱，他询问道：儿臣想问问，为何皇陵里儿臣的生辰跟皇室牒册里记录的不一样呢？这是他今日最大的疑问。皇帝显然被这个问题问住了。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他疑惑的蹙眉，幸而高福上前低声提醒了一句，皇帝才点头开口。朕想起来了，他感慨道：那时你出生不久，皇陵地动，四天台说勾心在房，心之间阳威阴盛，气失其序，需要舍一子入皇陵，以纯阳抵消阴气。朕照朝臣商议，最后决定送你去。但你的生母顺嫔跪在紫宸殿外哭求许久。顺嫔说，所谓舍一子入皇陵，不是守灵，是献祭。她担心自己的儿子一去不回，阳寿被消解殆尽。她那时生产不久，朕怕她落下隐疾，便让负责陵墓的朱灵署在守灵名册中把你的生辰改早一个时辰，这样哄着顺嫔，她才同意了。所以送去皇陵的生辰是假的，李策一直记在心里的生辰是假的，一个时辰而已，不会改变出生的日子，却改变了他的决定。李策有些恍惚地叩首离开，走到紫宸殿的台阶下时，看着一块砖，怔怔许久。母亲当初就是跪在这里的吗？怎么了？快走啊！李景扯了扯他的衣袖，一面走一面揶揄道：你这伤口要不要紧？
瞧你这狼狈样子，出去别说是我弟弟。李策抬起头，看着前面叶娇的背影，紧走几步，喊道：“叶武侯长，你等等，我有话要说。”叶娇转过头，他抱臂站在甬道上，烟霞般的裙裾轻轻飘扬，看着李策焦急懊悔的神情，问道：“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游子归家。他的裙角还沾有阳泉山上的灰尘，绝色无双的脸上还挂着浅浅的泪痕。一刻钟前，他才在店内说起救助李策的事。但叶娇此时笑着，天真无邪，满脸懵懂，俨然已经不认得李策。李景哈哈大笑，指指叶娇，又指指李策，幸灾乐祸道：“完了，人家不认识你了。”笑完发现李策和叶娇的神情都不太好，李景又收起自己左右摇摆的动作，假装持重道：“嗨嗨，本王先回去了。”他说着迈步出宫，顺便把送他们出来的小宦官带走。李策背对日光站在叶娇面前，刀削般笔直的鼻梁上有初冬清浅的光晕，他似乎忘记该怎么说话，有些尴尬，更多的是歉意，开口道：“你之前问起我生辰的事，我想同你讲讲。”“不必了。”叶娇面无表情道：“圣上说了，因为顺嫔怕送你去皇陵是献祭，所以改了你的生辰，这样供奉到皇陵的生辰是假的，就不会折损你的阳寿。其实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李策该受的罪一样不少。所以我之前以为自己活不长了。”李策试探着想说出当初拒婚的原因，但叶娇打断了他的话：“现在好了，殿下您还能活很久很久，恭喜。”他说完便转身离去。李策伸出手捉住了他的衣袖。李策心情复杂，仿佛上天突然给了他一件礼物，却要收走另一件。送来的礼物是贵重的生命，收走的那个跟生命一样贵重。叶娇，他唤道：“我知道自己错了，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叶娇转过头，神情悲切，却没有哭。“所以你以为自己很快就要死掉，才拒婚，才说那些刻薄的话吗？你没有告诉我，没有说清楚，你自己想明白了，决定了，就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李策嘴唇微动，上前一步，在空寂无人的皇宫甬道，克制自己想要拥抱叶娇的冲动，红着眼眶点头。叶娇撇着嘴，似乎要哭了，却陡然拔高声音骂道：“来得及吗？机主赎了你舍不得杀了，房子倒了你想起来修了，晚了。我告诉你，晚了。我清楚记得你说过的话，现在原原本本还给你。”叶娇深吸一口气，正色道：“时间太久，我已经变心了。不要不信，承认自己不被人喜欢，一点都不难。”他说完，猛然甩开衣袖，大步向宫外走去。李策立在原地，衣袖被抽走后的凉意席卷他的手指，继而扩散至全身。他颓然地站了许久，直到天空飘落细碎的雪粒，才想起迈步离开。下雪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真早。叶长庚把吐蕃使团护送进京后，这些外邦人就由鸿胪寺接管。通典有载：郊庙行礼赞导九宾，鸿生也，卢传也，所以传声赞导，故曰鸿胪。外力朝觐，诸钵入贡，都由鸿胪寺引奏。如今的鸿胪寺亲信王明玄义30多岁，一语官出身，能说9种番邦话。他亲自同叶长庚交接，安排好吐蕃使臣的住宿餐饮，询问使臣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别的使臣无非是希望吃的住的尽量同故乡一样，只有吐蕃公主格桑梅朵希望有人能陪她逛一逛街市，领略大唐繁华。这个容易。王玄义道：“本官安排一语官陪伴公主，也会安排护卫，保证公主殿下的安全。奴家会说大唐雅言。”格桑梅朵蒙着面纱，露出一对丹凤眼，含笑看了一眼叶长庚，有些拘谨道：“且奴家不习惯跟不熟的人同行，如果能从护送使团的将军中选一位，那就再好不过了。”他的声音柔软如风，带着远离故乡的惬意和对王玄义的感激。王玄义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却还是被他的神情打动。虽然格桑梅朵没有说选谁，但王玄义立刻懂了。那就，他对叶长庚拱手道：“劳烦叶将军这些日子陪伴公主殿下。我这才刚回来。”叶长庚道：“免不了要到兵部应差，还是挑个校尉去吧。”“那怎么行？”王玄义打哈哈道：“叶将军是在长安城长大的，别的人万一不熟悉道路，把公主弄丢了，可要怪我们鸿胪寺招待不周，损了咱大唐的颜面。”话都说到这里，叶长庚也不好推脱，他点头离开。走了几步，格桑梅朵忽然轻声呼唤：“叶将军！”叶长庚转身，见格桑梅朵立在初雪中，对他郑重施礼：“这一路多谢将军照拂。”他脖颈上的金项圈闪着光芒，宝蓝色的裙裾垂地，像盛放在雪中的一朵蓝莲花，端庄优雅，清丽出尘。叶长庚对他拱手回礼，才阔步而去。要回家了，离家半年，他已经很想家了。母亲怎么样？妹妹们怎么样了？家里的仆人听不听话？外面的生意怎么样？叶长庚在初雪中纵马向前，没忘了隐藏好身上的伤口，整理衣服，擦干净头脸，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容光焕发，
母亲才不会担忧心疼。暮鼓阵阵，叶长庚纵马走到街口，忽然看到10几个武侯簇拥着一位身穿红裙、肩裹白狐大氅的女子，他觉得有些面熟，仔细一看，竟然是叶娇。他与叶娇已经在阳泉山见过一面，那时时间紧急，来不及多说话。此时见妹妹被一群武侯夹在中间，而妹妹神情难过，顿时恼怒：“你们是什么人？怎么敢欺负到我妹妹头上？”说着就要上前揍人。叶娇身边的一个年轻人纵马过来，对叶长庚挥手：“叶将军，您可别拔刀。是我，记得吗？”白武侯长。叶长庚挂念地看着妹妹，对白献宇冷哼一声，却不知我妹妹犯了什么王法，被你们左右挟制，马都跑不快了。叶娇已经骑马过来，闻言笑着抱住双臂。他刚刚同李策吵过一架，这会儿见到哥哥，觉得又委屈又开心。白献宇苦着脸：“叶将军，您赶紧打听打听吧，眼下令妹贵为大唐长安武侯长，是小弟我的上司了。我们可不是挟制，是簇拥，是拱卫，是从御街口接回来，拍马溜须呢。”叶长庚惊讶地看向叶娇，见他清澈的桃花眼转了转，突然抬手指挥身后的武侯：“你们2个去维持一下大兴善寺门口的秩序，你们3个到昌明观转转，你还有你们都到东市去，看看昨日放生在放生池里的乌龟死了没，监督一下，再看到有人放生毒蛇，就地拿下。”“是，遵命。”武侯们应声如雷，接着迅速调转马头，依令行事了。这干净利落的安排和唯命是从的回应，惊得叶长庚目瞪口呆。怎么他才离家半年，京都的武侯就归妹妹管了？关键是管得还很不错，精神风貌可比以前强多了。白献宇看着开的武侯，对叶长庚道：“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叶娇已经开始对白献宇发号施令：“白队长，他吩咐道，圣上治罪了禁军统领，这几日的安防，你要格外注意啊。”“是。”白献宇假装郑重，拍马离去。叶娇才笑嘻嘻地看着叶长庚：“怎么样，我厉害吗？”“厉害。”叶长庚对他竖起拇指，又道：“可是我看你刚才的安排也太劳累了些。”“不累。”叶娇道：“本来我们是要去喝大酒的，刚才那样是我故意显摆自己，其实平时没什么大事。”叶长庚闻言哈哈大笑：“走吧，你得跟哥哥讲讲，怎么就得了个官做。”叶娇持枪转向，淡淡道：“这还要多谢楚王殿下了。是李策拒婚，他才利用皇帝的同情心讨了个官。考虑到哥哥听到真相后很可能会去揍李策一顿，他还是迟些说吧。”2匹突厥马并骑向前，朝里方最深处那盏高挂的红灯笼跃去。那是家的方向，初雪飞扬，游子归家。李策只歇了1个晚上，第2日就要离开京都，送返留名了。马车走得很慢，在出城的明德门前，他再次看到叶娇。雪依旧下着，叶娇站在城门前，把手里的小暖炉丢给白献宇，正在说些什么。白献宇笑嘻嘻的，紧挨叶娇站着，恨不得钻到叶娇的衣服里。李策的马车走得很慢，慢慢靠近叶娇，随从清风高喊道：“叶武侯长，今日是你值守啊！”清风自认和叶娇已经是过命的交情了，就算主人没有开口，他也能搭几句话。叶娇看到他站在原地，点头道：“是清风啊，要出城吗？”“是啊。”清风驾马再靠近一点，扬声道：“我们殿下要出城赈灾了，老规矩，叶武侯长来搜车吧。”他眼巴巴地看着叶娇，心里的话写在脸上：“赶紧来搜吧，送上门的殿下，不搜白不搜，是旧情人。”叶娇站在原地，没有向马车挪动哪怕一步。他的脸上带着恪尽职守的认真，却并没有留神李策的马车，反而关心起清风来：“你昨日受了伤，好些了吗？”昨日在阳泉山，清风为了阻止严继德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才休息了1个晚上，就活蹦乱跳继续驾车了。清风受宠若惊道：“承蒙武侯常垂问，好的差不多了。”他抓住马车的车帘，把话题往李策身上引：“我们殿下也受伤了，叶武侯长这回搜车的时候可小心些。来吧，搜一搜，关心2句，你们俩就能和好了。”叶娇闻言点头。清风强忍激动的心情，麻溜掀开车帘，就等着叶娇钻进去。叶娇却对身边的白献宇道：“小鱼去搜吧，动作轻些，别弄坏了楚王殿下。”这话听起来像在关心，可是那云淡风轻又有些漠然的语气，仿佛是在提醒顽劣的孩童：别踢这棵树，别跳臭水沟，别欺负那只可怜的癞蛤蟆。白献宇抱紧手炉，乖顺地答应着，就向马车走来。清风的手僵在空中，想放下车帘，白献宇已经滑不溜秋地钻进去。武侯长，寒风扑面而来，清风有些不甘心道：“您不亲自搜吗？”叶娇浅笑摇头：“虽然我已经是朝廷命官，但毕竟男女有别，还是避嫌些好。”“是这样吗？”清风表情灰败，无可奈何的小声嘀咕：“上回脱衣服搜时也没说避嫌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看来，他
他的主子是失宠了呀。清风揉了揉自己冻僵的脸，拍掉肩头的雪花，整个人垂头丧气，像冷宫中弃妃的丫头那样，感觉暗无天日，有些为主人委屈，又觉得主人不争气，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了。而马车内的白线鱼也不太好受，他弯着腰进来，看到李策端坐窗前，脸色苍白，手边的小炭炉将熄未熄，虽然拥炉为囚，却不知怎的让人看出几分凄凉。白线鱼照样是两不得罪，他笑眯眯道：“卑职就是走个过场，殿下您这里自然是不必搜的，我这就出去。”李策却叫住了他：“白队长。”李策温和道：“本王这一去，就算快马加鞭，也要1个月才能回来，有件事想托你帮忙。”白线鱼的腰再弯几分：“殿下您尽管吩咐，卑职愿效犬马之劳。”他仔细听着，听完连连点头，全部应承下来。钻出马车时，白线鱼忽然觉得自己似乎长高了些，昂首挺胸。他现在混得真不错，连着2位王爷都托他办事呢。赵王托他不要求娶叶娇，楚王这件事嘛，也跟叶娇有关。瞧瞧，叶娇就是他的福星。李策的马车吱吱呀呀穿过城门，飞扬的白雪层层叠叠，给车顶勾了一条柔和的银边。白线鱼慢悠悠走回来，对叶娇禀报：“搜过了，卑职可是不惜得罪楚王殿下，也要对武侯长您唯命是从啊。”叶娇沉沉点头，唇角微弯道：“上回圣上赏赐的突厥马，我送你1匹。”叶娇上任那日，在城门口搜查宗权武有功，圣上赏了2匹马，他自己骑了1匹，另外1匹拴在武侯铺。那马娇贵，要请专人饲养，每日还要吃不少精细草料，武侯铺快要养不起了。当真？白线鱼跳起来，落地时踩到冰雪，险些摔倒。去牵吧。叶娇对他挥手，白线鱼转身就跑，竟是一刻都不想等了。碍眼的离开，叶娇迈步爬上城墙。官道笔直，雪天的视线不太好，叶娇极目望去，见李策的马车行进的有些缓慢，就在距离城墙数10丈处。他在垛口上划拉一把雪，团成雪球，向那辆马车远远地丢过去。啪的一声，雪团砸到马车车厢，马车停下，清风跳下车，左右看看，不知道是谁砸的，只好又爬上车。这次马车行进的速度明显加快，叶娇连连砸出好几个雪团，直到马车变成模糊的小点，越来越远。可恶，他嘟囔着，揉搓冰冷的手。武侯长，请用。身后有人轻唤，叶娇转身，见一个小武侯递上手炉，手炉的温度刚刚好，不烫手，却能瞬间把热度传遍全身。叶娇见这人有些熟悉，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当值？”那小武侯微微抬头，眼中有崇敬和感激的光芒，跪地道：“武侯长，是我呀，我是白队长的手下，名叫林静。他约莫17、18岁，跟叶娇一般高，身形消瘦，许是受过不少委屈，表情始终有些忧郁紧张。如果再吃胖些，眉心展开，应该是一个俊俏的小郎君。”叶娇想起来了，他上任当天，这个小武侯因为偷盗被白线鱼捆在梅花桩上。他先是提醒叶娇有埋伏，接着在城门口被宗权武责打。是叶娇把小武侯救下来，让他回家养伤。你的伤好了？叶娇问。林静的声音很小：“多亏武侯长，卑职才能活命。日后无论武侯长吩咐什么，卑职愿效犬马之劳报答。”叶娇示意林静起来，地上凉。他道：“你的伤刚好，别再动到膝盖。以后你跟着我，认真做事，好好做人，便是对武侯铺的报答。”叶娇说着走下城墙，而林静垂头恭送，紧张的不敢偷看叶娇一眼。他的手指在风雪中张开，让冰凉的寒气压下内心的激动。叶武侯长他在关心我吗？林静自卑地看看自己，心中暖意融融。这一日回家途中，林静被一伙人围住。哟，终于露面了。为首的男人啐口吐沫道：“今晚老规矩，你值守，我们上梁。”所谓上梁，自然是偷盗。林静家境贫困，父亲过世，母亲常年服药。武侯的薪俸很少，他不得已常常同地痞们混在一起。半夜值守时，容许这些地痞偷盗，事后拿些好处。不去了。林静站在雪后的窄巷内，拒绝道：“我是武侯，以后不再做监守自盗的事。”地痞们怔住，接着哄堂大笑：“你开什么玩笑？”他们捧腹道：“打算饿死自己吗？”林静被他们笑得无地自容，勉强也挤出一丝笑，内心有些松动。从小到大，他一直被人孤立和排斥，后来进了武侯铺，原以为能扬眉吐气，结果还是被欺负。是这些地痞接近他，恭维他，把他当兄弟，给他找钱的门路。现在拒绝他们，仿佛是一种背叛。地痞们走过来，为首的那个揽住林静的肩膀，笑道：“你受伤这些日子，兄弟们不敢出手，苦等着你呢。今日、明日、后日，咱们大干30天。”林静呆呆地站着，地痞的声音不断在脑海中回荡：“今日、明日、后日，
恐怕他们不止要干30天。他今日妥协，那么这一辈子都会是武侯铺的叛徒。林静的手在衣袖中攥紧，下定决心道：“不做了。”雪慢慢停了，地痞们先是质疑，后来是劝解，最后终于是咒骂和殴打。林静被人推倒在雪里，脑袋顶着一团雪泥，一群人围着他拳打脚踢。他蜷缩起身子，努力护住脖子和头脸，疼痛在身体四处炸开。他拼命咬紧牙关，紧闭双眼。打吧，打吧！林静心道。你们消消气，等你们打完，我就不再是以前的林静了。他的脑海中是冰雪覆盖的城墙，那位身穿红裙、肩裹白狐大氅的姑娘对他露出笑容。以后你跟着我，认真做事，好好做人，便是对武侯铺的报答。从今天起，林静要认真做事，好好做人。因为叶长庚回来了，安国公府再一次宾客盈门，到处都是恭维祝贺声。作为叶长庚妹妹叶娇的武后铺亲信，白献瑜自然也是要登门祝贺的。他在大厅内端着酒水跑来跑去，左右逢源，结交京都权贵。刚吃过2盏酒，便见禁军副统领严从征到了。严从征的官职比叶长庚大，所以白献瑜立刻丢开别人去跟严从征打招呼。严从征的视线却在大厅内寻找着什么。找我们叶武侯长吧。白献瑜偷笑道。严从征表情不自然的点头。白献瑜连忙向他透露消息：宰相府的公子来了，把我们长官拉去那边说话了。宰相府的公子？严从征有些意外。傅明竹啊。白献瑜啧啧2声，就是那个婚前与人苟合，跟我们武侯长退婚的傅明竹。看着一表人才，脑袋却被驴踢过。我瞧着他那个样子，我们武侯长还要吃亏啊。白献瑜的话还没有说完，严从征便朝着花园方向快步去了。他仰头饮尽杯中酒，询问身边安国公府的婢女：你们府中有金疮药吗？瞧这架势，似乎单单是金疮药还不够啊，搞不好就得准备一副棺材了。白献瑜悄悄抬脚去看好戏。争抢女人。叶娇、傅明竹试探着开口，只说了一个名字，便被叶娇打断：请勿唤人名讳。他站在扫干净雪粒的青石砖上，名贵的翻领赤狐大氅裹着薄肩，琴手微抬，神情冷淡，偏又恪守礼仪分寸，让人挑不出毛病。傅明竹无声叹息，因为喝了些酒，脸颊红润，重新唤道：叶小姐，我听说你在阳泉山遇险，受伤了吗？声音无尽温柔，仿佛他们又回到1年前卿卿我我的时刻。然而叶娇只回答了2个字：没有。见傅明竹说不出话，叶娇便要离开，傅明竹却又上前一步挡住了他的路。那件事以后，他嗫嚅着开口道：我已经受到了惩罚，所以你就别再生气了。他说的惩罚是指被皇帝剥夺科举资格，甚至禁止举荐入仕。如果没有婚前苟且，或者没有叶娇在御街上拆穿谎言的3件，现在他还是前途无量，家中有娇妻美妾的贵公子。叶娇强笑道：因果报应而已，你若没有别的事，恕不奉陪。我是想提醒你一件事。傅明竹看看左右，确认无人偷听，才低声道：锋芒毕露，容易遭人妒忌，四面树敌。如今国公府声誉鹊起，如花似锦，焉知有没有人虎视眈眈，准备暗箭伤人，除之后快呢？这话似乎意有所指。叶娇警觉道：傅公子不如说明白些。傅明竹却只沉沉摇头道：此事干系重大，不方便多说。话说一半，卖了个关子，欲言又止，是最惹人生厌的。叶娇闻言冷笑道：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安国公府行端作正，就不怕别人恶意重伤，是吗？傅明竹道：叶小姐似乎忘记了，一直行端作正的安国公府是怎么在12年前被污蔑谋反，险些全族陪葬的。他说的是先陈王的事，那是横亘在安国公府上空的阴影。因为那件事，叶娇的父亲出家未到，漂泊在外10多年，杳无音讯，不会再有第2次。叶娇紧咬嘴唇，倔强道：所以你需要我。傅明竹伸手抓住了叶娇的手臂，退婚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后悔。如今你和楚王已经分开，若你愿意，我便休妻另娶。从此后，安国公府身后有宰相府庇护。休妻另娶，这是喜新厌旧了，还是因为他得了武侯长的差事，在某些人眼中终于可以加以利用？松开！叶娇挥臂要甩开傅明竹，他却抓得更紧。我是宰相的儿子，就算我没有官身，也比别的人强上100倍。叶娇听着这些令人作呕的话，伸手就要拔出横刀。正在此时，鞋子里突然冲出一个男人，他雷霆般迅速靠近，一拳打在傅明竹后背。滚开！严从征脸色铁青，攥紧的拳头似乎随时要打第2次。傅明竹剧烈的咳嗽起来，脸色红如猪肝，醉意被打醒，认出了来人。他趔趄着站稳身子，忍着后背的疼痛，阴恻恻的笑道：严家要得罪宰相府吗？严从征把叶娇护在身后，同样冷笑：得罪又如何？他昂然而立，全然没有半点惬意。傅明竹的嘴巴张了张，
胸口起伏，双手握紧，却在严从征的威压下认输，恼羞成怒道：“你如今了不起，有本事，怎么不敢承认自己喜欢他？”他渐渐肿胀的脸上带着拆穿对方心事的得意，可是这个表情也很快僵住。“我承认。”严从征脱口而出，声音郑重的让傅明竹哑口无言。“你？”他难以置信道。严从征从容自若道：“我喜欢他，想娶她，我以我的这份喜欢为傲。怎么，宰相府的公子，这一回你还能用卑鄙的手段上门提亲，让我同他保持距离吗？”傅明竹呆呆的听到最后，脸皮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终于丢盔弃甲离去。当年一起玩大的朋友，如今一个贵为禁军副统领，一个是陛下亲命的武侯长，只有他灰头土脸，连科举入仕的机会都没有了。权力，没有权力就什么都不是。傅明竹的脚步很快，刚转过一个弯，险些撞到人。“闪开！”他恶声恶气道。“傅公子，是我呀。”一直偷听的白线鱼走上去，奉上金疮药。“看您唇角出血，收着这个。”傅明竹斜睨白线鱼，问：“白队长，你如今不去逛赌场，来这里巴结上司吗？”“瞧您说的。”白线鱼笑道，“天底下最大的上司是宰相大人啊。”这句恭维恰到好处。傅明竹冷哼一声，接过白线鱼的礼物，随口道：“改日聚聚。”“一定。”白线鱼恭送傅明竹离开，才忍不住笑出声。太惨了，还好他不喜欢叶娇，不用挨打。他们怎么都喜欢动不动就拔刀的女人呢？如此一来，必然夫刚不振啊。娶了叶娇，怎么显示男人的雄风？怎么搂着娇滴滴的小女人，帮她擦泪，把她抱在腿上，哄着亲嘴嘴？白线鱼连连摇头，迈入大厅，询问见他去而复返，有些惊讶的婢女：“你们家的桃酥味道真不错，给小爷我再来一盘。”害怕叶娇，不妨碍他往衣袖里揣吃的。母亲在斋戒，家里是不做晚饭的，还是吃饱了再回去。丫头抱来蒲团，叶娇和严从征就坐在大厅旁最高的台阶上，听着身后宾客的热闹，看着面前安静的庭院。赤狐大氅毛茸茸的边沿紧挨严从征的手背，他的手指碰到冰雪，手背感受柔软，迟迟没有离开。“你若晚来一步，”叶娇道，“我就一刀把他的胳膊砍掉。所以我赶过来是救了傅明竹。”严从征疏朗的笑笑，像是在同一起读书的友人玩笑。“你以前是想做文官的？”叶娇道，“没想到现在打人这么厉害。上次打宗拳武，比我这个从小习武的都干净利落。练了几年？”严从征轻轻松松一句话带过的是为了练好功夫，每天鼻青脸肿体无完肤的3年。那时候他在街上遇到叶娇，总要转身避开，唯恐被他看到自己受伤后丑陋的脸。傅明竹说，叶娇想了想，还是开口道：“朝中有人想对我们家下手，真想不到他如今不过是个小小的武侯长而已。他的哥哥虽然有了军职，在这个扔块砖头就能砸到官员的天子脚下，也算不上什么。如此就已经惹人嫉恨了吗？”严从征伸手团了一把雪，蹙眉道：“我会去查，但我觉得……”他说到这里有些犹豫。叶娇急了：“怎么连你也只说半句话？”严从征叹息道：“我这么说话有些小人心，但楚王去赈灾，路上除掉了严继德，不知怎么就把你们兄妹卷进去。如今京都沸沸扬扬，都说你们是楚王的人，我们没有。”叶娇急得想站起来，严从征示意他稍安勿躁。圣上醉宴皇子与朝臣串通，结党联群干预政事。你心思单纯，长庚也是直性子，小心些总是好的。严从征把揉成一团的雪球掰开，丢在地上起身。还有，圣上对吐蕃心思难测，让长庚不要同吐蕃使团走那么近。他说完这些，步履稳健走下台阶。叶娇尚在思考他说的话，严从征又转过身来，唤他的名字：“叶娇。”叶娇茫然抬头，以为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严从征却道：“我的心意始终没有变，我不强求，不打扰，但是什么时候你愿意了，让我知道。”他一袭禁军武服，立在洁白的雪地上，俊朗的眉角有浓浓的书卷气，说出的每句话都让人坚信他的诚意。叶娇忍不住站起身，看着他的样子，觉得有些心疼，就像自己有一颗糖，眼前这个人想要，可他已经把糖果许给另一个人了。偏偏眼前的这个人是他不想伤害的朋友，是他想让对方幸福快乐的朋友，而他兜里的这颗糖并不能给他尝一口，再送给别人，到底是为什么啊？他的桃花眼里露出疑惑，有些心软的握紧那颗糖果，询问道：“到底为什么喜欢我？想要生子？”一阵风吹过，屋檐的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严从征看着叶娇疑惑的表情，看着她额头的雪花，看着她的眉眼和红唇。他曾羞于注视她的面容，因此错过多少美景良辰。他曾事事谨小慎微，如今就疯一回。因为你说要去看桃花，就骑马出城去看；要吃烤红薯，就算是下着大雨也出去买。
你不结交讨厌的人，不原谅背叛和伤害，你随性、洒脱、自由、真实，站在你身边，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像站在春天的风里。这个解释有些深奥，叶娇依旧不太明白，但她走到严从征面前，抬起头试探着问：现在是冬天，看不到桃花，不过你想吃烤红薯吗？严从征忍不住笑了，他抬起手想抚落叶娇身上的雪花，却又没敢做出逾矩的动作。或许因为这么多年，我的身上像是捆着枷锁，说违心的话，做厌恶的事，所以向往能像你一样，所以想跟你在一起，是因为这个啊。叶娇抬起手，自然地拍落严从征肩膀上的雪花，像多年前那样无拘无束地同他相处。我告诉你这么做的秘诀。他眉眼弯弯，露出洁白的背齿，不要再做那么好的人，要随心所欲，对自己好一点。严从征露出沉重的笑，哪有那么容易？容易。叶娇笃定道，因为你开心了，关心你的人才会开心，至于别人，管他呢。他挥一挥衣袖，赤狐大氅像云霞般甩开，动作干净利落。很多人都关心你，比如我，比如长公主府的舒文。听到舒文的名字，严从征的表情有些僵硬，他凝聚情感的眼神一瞬间散开，笑容也收敛，同叶娇道别。叶娇还想再说什么，严从征已经迈步离去，他慌张的身影像是被人揭穿了什么般仓皇失措。宾客散去，安国公府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叶娇在前厅踢一脚喝到烂醉的叶长庚，他今日志得意满，听了许多恭维奉承，也认识了许多朋友。那些曾经把他拒之门外的权贵，都眼巴巴来结交他，低眉顺眼，说尽好话，哄得人心花怒放，不知不觉就喝多了。见到叶娇，叶长庚抬起头，对他咧开嘴笑。妹妹，他拍着胸口，满脸通红，大声道：以后有哥哥罩着你。算了吧。叶娇从丫头手中接过湿毛巾，按在他脸上。我同你说3件正事。第一件，明日到兵部报道，要不骄不躁，不露锋芒。第二件，吐蕃使团那些人要离他们远一些。第三件，今日来的这些人还不能算是朋友，小心提防，总没有错。叶长庚拿着毛巾擦脸，眉毛扬起，乐呵呵道：了不起啊，你这教训人的语气越来越像父亲了。他说着站起身，在桌子上寻找桃酥呢。叶柔做的桃酥呢？我要给父亲送一盘。服侍的婢女连忙回答道，剩下的桃酥都被白公子打包带走了。叶长庚顿时失望地蹲在地上，双眼含泪道：那我拿什么送给父亲？父亲不在京都。叶娇呼唤小厮把他送回卧房。叶长庚一路都在念叨，你走的时候说把国公府交给我，我一直记得。我受了伤，从尸山血海趟过，但我做到了。父亲，家里没事了，你能不能回来啊？平时对父亲意见最大的孩子，其实是最想念父亲的孩子。叶娇掩上门出去时，提醒自己明日要把那3件事再给哥哥说一遍。瞧他酒醉的样子，是不会记得了。哪知道叶娇第2日醒来，便听说叶长庚已经出门了。去哪里了？他询问道。丫头水文的消息很灵通，去陪着吐蕃公主逛街了。风鸣，叶长庚在做什么呢？宽阔的茶室里有一人端坐饮茶。时辰尚早，天气又凉，街道上行人稀疏。言官百里奚向窗外看了一眼，询问对面站着的男人。那男人个头不高，长相普通，丢到人群里极不显眼，却莫名让人觉得紧张。就连百里奚都不肯距离他近一些，仿佛离得近便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在陪吐蕃公主逛街。风鸣低声道。百里奚放下茶杯，手指顺着衣襟滑下去，摸住腰间玉蝉，干笑一声。没人告诉他要离吐蕃公主远一点吗？他正是得意的时候。男人道。那是因为他活着回到京都。百里奚咬牙切齿，如果他从甘州过，我们的人就可以假扮流民，一举歼灭吐蕃使团，那样他就不会这么得意，严继德也不会被流放，大唐也不必同吐蕃和谈，晋王殿下就可以把兵部收入囊中。这一切都是因为叶长庚没有从地动受灾的甘州过，他悄无声息改变了路线，让百里奚派去的人无功而返。那现在风鸣抬眼看向百里奚，等待他发号施令。既然他不肯死在路上，百里奚咂一口茶水，胡须抖动道：就让他带着安国公府全部陪葬吧。茶室的门关紧，外面侍立的护卫面色沉沉，里面窃窃私语，声音太低，没人听懂他们在密谋什么。外面天色阴沉，乌云压顶，铅灰色的天空中像是蛰伏着一头巨兽。赵王李景小心翼翼地把王妃的大腿从自己屁股上挪下去，接着挪胳膊，最后把她的头发拢回去，床尾的弓箭藏在床下面，蹑手蹑脚开门出去。随从抱着李景的衣服斜靴等在门外，小心服侍他穿衣。走廊上很冷，随从冻得发抖，一面抖开李景的衣服，一面提议道：殿下，要不然进去换吧。死也不进。李景咬牙道：
他为了要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不想让我活蹦乱跳了。我这一晚上啊。说到这里，李景注意到随从竖起了耳朵，连忙晋声道：“不说了，咱们赶紧出去，不在家里吃了。”随从问：“不吃了？”李景蹬起靴子，边往外走边系衣带，去光德坊买个肉包子，再去吃前线豆腐脑。买包子的时候动作要快，别遇到女魔头了。结果买包子的时候没有遇到，吃豆腐脑的时候同叶娇撞上了。店内的空桌子只剩下一张，叶娇占一个位子，他的刀坐对面。李景如果不过去，就只能站着吃。站着吃有辱斯文，他可是最受父皇母后宠爱的赵王殿下，不能丢了皇族的颜面。李景把叶娇的刀拿走，凳子拉远一些，斜着坐下。叶娇抬眼看到他，把面前的豆腐果和糖团子护住。李景露出谁稀罕的表情，抬头看到叶娇吃得很香甜，便又伸出筷子想夹一个。别这么小气，他说道：“叶武侯长的这豆腐脑，我请了，我不缺钱。”叶娇道。李景嘟着嘴，咬一口肉包子，又试探道：“那你缺不缺情报？我可听说了，京里新来了一位吐蕃公主，你知道圣上想让哪位皇子娶她吗？”叶娇冷哼一声道：“最好是让楚王娶了她。”这话噎得李景说不下去。叶娇的视线正看着大街，忽然眼神僵直，轻声道：“那不就是吗？”他站起身就往外走。李景扭头见叶长庚正带着一位姑娘走过，那姑娘蒙着面纱，身材婀娜，一双妙目顾盼生辉。李景快速喝掉豆腐脑，顺便拿了好几个糖团子，喊店家道：“结账，记在叶武侯掌账上。”他说着便往外走，见叶娇已经同吐蕃公主打了个照面，两个人正在聊天。李景兴致勃勃地走过去：“你们在逛西市啊？”叶娇笑语盈盈：“家中有事，我来请哥哥回去。”叶娇客客气气：“这位是大唐五皇子赵王殿下。”叶娇介绍李景。李景乐得站直几分，抬头挺胸打量吐蕃公主的面容，缓缓道：“幸会。”吐蕃公主施礼问安，眼睛更加明亮。叶娇趁机道：“赵王殿下想要代替哥哥陪伴公主逛一逛赵王府，我们就先走了。”他说着便带叶长庚离开，留下李景呆若木鸡。陪公主可以，但是为什么要逛赵王府？那里很冷，那里有王妃，那里的王妃刚学会射箭。追回娇妻。叶长庚一头雾水，跟着叶娇向前走，转了个弯，他发现方向错了。这是去哪儿？不是说家里有事吗？叶娇板着脸，在清静无人的巷子内轻声道：“家里有事，所以你先到兵部去，找人消了你游骑将军的急当，辞官回家，再做事。”叶长庚挠了挠头，低头哄妹妹：“怎么了呀？你倒是说清楚。”叶娇气哼哼道：“我昨日是不是告诉你，一早去应某，别搭理吐蕃使团，要小心提防别人？你倒好，一件都没做。”叶长庚仔细回想，半晌才道：“哥昨日喝多了，怎么会记得呢？你说不让搭理，我不搭理就是了。”他说着整理发冠，把腰带系牢，拍打衣袍，感慨道：“我在外面被上司管，在家被你管，看来得早早把你嫁出去。跟楚王断了就断了，哥哥再给你找个好的。”叶娇已经跟叶长庚说过李策的事，概括来讲就是不喜欢、不合适、讨厌他。听哥哥提起婚事，叶娇双手把他往前推：“你走不走？”“走走走。”叶长庚大步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身，对叶娇做了个幼稚的鬼脸：“这么凶，没人敢娶你。”叶娇弯腰就要捡石头，叶长庚笑着跑走，迅速转了个弯，消失不见。清晨的街巷里，卖胡麻饼的小贩高高抛起饼子，乐呵呵的笑。牵马走过的突厥人好奇地欣赏盛唐美景，赞叹着笑。店门口的胡姬已经开始揽客，看到李景扭动着腰肢笑。李景觉得全世界都在笑，他也在笑。“公主殿下，其实赵王府没什么好逛的，要不然咱们去逛曲江池。”格桑梅朵倒是很好说话，他乖顺道：“一切都听赵王殿下的。”这一句因得李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再看他那一双丹凤眼中流露出的温顺乖巧，不由得让李景心猿意马起来。似乎娶一位吐蕃公主当侧妃也很不错，比他那个王妃好哄多了。只是李景心中刚动此念，忽然便见街道上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赵王府的管家。管家跑得气喘吁吁，见到李景，只敢拘谨的远远站着，像是有事又不方便说。“怎么了？”李景只好走过去，管家才禀告道：“王妃醒了，见殿下您不在府中，抹泪哭，早饭也不吃，说是殿下要休妻，她不想活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李景的脸皱成核桃，表情扭曲道：“动不动休什么妻？他就是想哄我回去，真是不知礼数。这一大早的，我是出来给他买豆腐脑了。”虽然很烦，但想到王妃哭泣的样子，李景就心软起来。管家松了一口气，满脸欢喜：“原来是这样，老奴这就回去告诉王妃。”李景无奈的叹息道：“你先回去说一声，我稍后就回。”
那管家道：“侧妃和妾妃们也有豆腐脑吗？”李景一头乱麻，咬牙哼声道：“有，都有，撑不死他们。”管家一溜烟跑了。李景寻了个家中有事的借口，同格桑梅朵道别。他特意留心了一下，格桑梅朵有红炉寺的护卫保护，后面还跟着使馆的马车，就算没有人陪着，应该也能安全回去。格桑梅朵迎而立，拎起裙角屈膝施礼，脸上没有半分不悦，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见赵王殿下。他双目含情，面纱下的面容若隐若现，声音动听。那是自然。李景有些不舍，但还是抬脚去豆腐脑店排队。格桑梅朵含笑扶着婢女的胳膊坐回马车。殿下，婢女有些不满道：“他们怎么都是家中有事？不会是故意的吧？”格桑梅朵在马车内端坐，温声道：“叶将军家中有事，所以我有幸认识赵王殿下。赵王家中有事，所以他对我心生歉意，这难道不好吗？”婢女垂着头应声，把手炉捧给格桑梅朵。不必。吐蕃公主挥袖道：“不冷，这里真是好地方，冬天不冷。”叶长庚刚到兵部，就听说今日早朝时有言官弹劾他居功自傲，回京后大摆筵席，结交拉拢党羽。叶长庚听得张大嘴巴，说话都结巴起来。怎么回事？我没有，就是吃了顿饭，去了不少人。我现在就写奏折向圣上陈情。不用。兵部的同僚们似乎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儿，那些言官闻风而奏，不必理睬。上个月他们弹劾我们尚书大人古稀之年纳妾，上个月弹劾我们侍郎大人说尚书大人的坏话，不尊上级。至于是什么坏话，也问清楚了。什么坏话？叶长庚好奇道。同僚们憋着笑，跟言官弹劾的内容一样，尚书大人古稀之年纳妾。同样的一件事，言官能拿来说2回，而且只能他们说，不准别人说。对了，同僚还告诉叶长庚，你妹妹叶武侯长也是被弹劾的常客。前几天言官弹劾他什么来着？哦，另一个同僚道，弹劾他从城墙上往下扔雪球，砸到了楚王殿下的马车。圣上怎么说？叶长庚的心悬着。圣上笑着说，如果没有把楚王砸死，这种事就不要报了。同僚们哈哈大笑，冲淡了叶长庚的紧张。至于今日圣上的训示，叶长庚也打听到了。圣上说，年轻人就应该多交朋友，只要第2日不耽误差事，有何不可？叶长庚受宠若惊，一面平复心情，一面庆幸自己听叶娇的话，准时来应卯。看来京都官场远比他想象的更复杂。去往甘州的路上，雪下了好几日，到第7日傍晚，突然看到长庚星闪烁，然后雪一瞬间停下，天地俱静。傍晚时，灾民在道旁休息，为了取暖，找来枯枝点了好几堆篝火。楚王李策坐在火堆前，拆开一封书信，信是从京都送来的，快马加鞭，很快便追上返乡灾民的队伍。他凝神看信，没注意到篝火点燃枯草，快要烧到他的脚下。随从清风连忙伸脚踩熄篝火，看李策神思深沉，不敢打扰，但禁不住好奇心，不断去看他的表情。李策看起来有点冷漠，过了一会儿，眼中有几分嘲笑。这表情不常在李策脸上出现，清风忍不住看了又看，终于引起李策的注意。你想说什么？京都。清风连忙凑上来，都还好吧？还好。李策道，晋王要回来了，可能获封太子。清风点头道，同殿下之前推断的完全一样，去边境一趟，晋王殿下收获颇丰。李策把那封信丢进火堆，又从衣袖中取出一封。这封信早就看过了，今日收到时在颠簸的马车上看，午饭时饭前饭后各看一遍，这会儿要睡又忍不住想看。清风最想知道这封信的内容。那信封像是随意用牛皮纸糊的，信笺也不讲究，信上甚至都没有几个字，怎么能看那么久呢？但李策显然没有分享这封信的心思。信是白献瑜寄来的。那日在马车上，白献瑜答应李策关注安国公府有什么情况写信禀告，但白献瑜显然误会了李策，他只写叶娇，且写的都是感情琐事。信里说傅明竹对叶娇表白被拒，但是严从征的表白他没有拒绝。上次为严公子拍雪，看起来郎才女貌，很般配。怎么就很般配了？还拍雪？严从征一个7尺壮汉，胳膊断了吗？好吧，他不过才刚离开长安几天，这个女人就变心了。李策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从不敢相信，到内心焦灼，最后寝食难安。7、8，他数着日子，直到清风每天起来先自行报数。殿下，今天是离开长安城的第12天，还有10天到甘州。李策嗯了一声，他端起粥又放下，对清风道：研墨，我要写信，写2封信，一封送甘州，一封送长安。送甘州的给知府，送长安的给娇娇。他是怎么把这个女人弄丢的，如今就怎么追回来。美人温泉，雪后的夜色有一种醉人的亮，像是哪位姑娘的梳妆镜倒在地上，莹润透亮，倒映满天星辰。
清风已经很想睡了，可是他不能睡在主人前面。殿下正在写信，只铺在做菜的案板上，把马鬃做了一根笔。原本想烧松烟制墨，最终在户部随行官员身上找到一块墨锭。殿下是一刻也不想多等，今晚就要写出信来。可他因为写的不满意，丢进火里的信笺已经有好几张。李策眉头紧蹙，被这事儿难倒了。清风也有点愁。殿下，他揉着睁不开的眼睛道：叶武侯长那样的姑娘，一封信恐怕哄不好的。是。李策盯着信笺，下定决心道：所以我每日都写一封。清风咧开嘴僵笑，感觉这不是多少的问题。李策轻声咳嗽，被寒气冻得手指僵硬。明明心中有千言万语，可是提起笔却有一片空白。篝火哔哔包包燃烧，火苗越来越小，他再次郑重提笔，蘸着为数不多的余墨，写下2个字：娇娇。甘州新任知府尹世才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何别的上官要吃的、要喝的、要金银珠宝美女佳人，而这位楚王殿下却要命。接到信件后，尹世才快马加鞭来迎灾民，出城300里才接到。大唐律，官员不经朝廷允许，不能擅离属地，这是他能接的最远距离了。刚刚气喘吁吁停稳马，他便被楚王李策唤进马车，一口水没有喝，开始讲安顿灾民的草案。由尹世才讲，李策只负责听，听完了摇头说不行，让尹世才再细想。从早到晚，尹世才感觉自己像被人剖开了脑袋，差不多把毕生所学都交代给李策，才能喘一口气，喝上热汤。不过李策再次开口道：如何有效监督灾民春耕，而不是拿着赈灾钱粮挥霍，还需要尹知府再想想。还得想啊。尹氏才放下刚喝了一口的粥，应声道：是。他已经饿得头晕眼花，深刻明白了前任知府的不易。如果不能让这些灾民安居乐业，再生出离疾逃荒的事，他这个知府也做不成。好不容易到达甘州之前受灾最严重的村镇，安抚好灾民，尹氏才带着甘州府大小官员准备请赈灾朝臣去休息。官场之道，接待很重要。有时候你差事做得很好，却没有打点好前来视察的上级，就等于没做。尹世才躬身开口道：楚王殿下舟车劳顿，下官特地打扫了一处院落，请殿下歇息。户部官员跟在李策身后，闻言忍不住揉肩甩臂，也想去歇歇。不必了，李策道：用过晚饭，本王就准备回去。哪有这么急的？几位户部官员连忙又站直身子，不敢懈怠，又用眼神示意尹世才，鼓励他再多说几句。尹世才施礼道：招待不周，下官会惶恐难安。甘州有一处温泉，外面大雪纷飞，泉中温汤鼎沸，宛若仙境。温泉乃自然之经方，天地之元一。楚王殿下既然来了，当然要去看一看甘州的景致。看景是假，享受是真。泡汤时再送上几位美人，必然哄得楚王乐不思蜀。几位户部官员再次心生向往，他们觉得自己不为享受，为的是到时候能触景生情，写出美妙的诗句。尹氏才怕李策再拒绝，又追了一句道：当初甘州受灾，有大善人委托道观施粥，道场就设在那处温泉，比如殿下去看看。然而李策有些疑惑的转身，看向尹氏才道：知府大人没有听清吗？本王要回去了。户部官员齐齐僵住，想到那石板一样硬的马车，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直到李策离开，尹氏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李策把他唤去州界谈事儿，是因为急着回京。京中有什么好的啊？尹氏才腹诽道：有大床吗？有汤泉吗？有绝色的美人吗？水汽弥漫，从浴桶内向外翻涌坠地。屏风围合的暖阁内，叶娇正在沐浴。她光滑的手臂抬起来，手里捏着一封尚未打开的信，在空中晃了晃，就要丢进浴桶。丫头水文连忙抢过来：小姐不看信的内容吗？她看着信封上楚王的印鉴，又好奇又期待。扔进去。叶娇拍拍水面：怎么还敢给我写信？我要看他烂成纸泥。水文护住信退后一步，嬉笑着道：莫散开，水会脏，会把小姐的皮肤染黑的。叶娇这才作罢，想了想又道：拿去烧了。好，好，烧了。水文答应着退后，刚消失不见，叶娇就又闷声道：算了，我不喜欢闻烟气，丢妆帘上吧，等我得了空给他撕了。到底也没有撕。叶娇坐在妆帘前，丫头为她擦干净头发，在里面包了栀子和月月红的干花，慢慢烘烤。叶娇盯着信，时不时拿起来又放下。最后她被犹豫不定的自己惹恼，把信丢进抽屉，狠狠合上。这之后连续好多天，每天都有李策的信寄来。送信的毅力风驰电掣，可叶娇拿到信却看都不看一眼。最后抽屉里积了厚厚一沓，水文忍不住劝说道：小姐就看一眼吧。不看。叶娇道：等他回来了，我要把这些信绑在砖头上，扔进赵王府。至于为什么不是扔进楚王府，当然是因为楚王的府邸还没有建好，李策仍借住在李景那里。水文提心吊胆的点头，
很担心李策会不会被砖头砸到。长安的街市是大唐最热闹的地方，这里有享用不尽的各色美食，有或高雅或通俗的音乐，还有往来觐见天朝上国的藩邦使臣，有学贯古今的名儒，有饮酒作诗的侠客，有官商有功名，当然还有贼。贼一般都白天睡觉，傍晚时分才一个个冒出来，到街市上随便买些吃食，填饱肚子。他们没有什么钱，所谓偷吃不肥，做贼不富。风鸣等在巷子口，背靠房墙懒散地站着，直到一个人从他面前经过。桑青。风鸣歪着头唤那人的名字。桑青转过身，手下意识往腰带上摸，那里挂着一把匕首。他和风鸣曾经是朋友，但早已经分道扬镳。一是因为风鸣傍上高官，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二是因为风鸣不是贼，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刺客。桑青私底下认为，偷人性命的罪孽可比偷人东西大多了。风大人，桑青皮笑肉不笑道：“您如今前途无量，还认得小弟啊？”桑青虽然不知道风鸣跟了百里奚，但他知道是位高官。风鸣反手按着房墙，在一块石头上磨指甲。总上梁有什么意思？他眯着眼笑，尽量让桑青放下防备。我这里有个大活儿，干得好了，保管你一辈子衣食无忧。什么大活儿？桑青有些警惕道。风鸣离开房墙，抬手搭住桑青的肩膀，问道：“那个帮你望风的小武侯林静，还肯做事吗？”他不做了。提起林静，桑青就恨得牙痒。那正好，风鸣笑起来，这一回我来替你望风。偷什么？能让风鸣看上的东西，必然价值不菲。桑青揉搓双手，三角眼里迸射喜色。先别急，风鸣站定道：“我先探出那东西在哪里。”他说着丢给桑青一块银锭，桑青拿起来就准备用牙试试真假，又觉得不妥当，嘿嘿两声放下，难以置信道：“这么大方。”风鸣拍拍桑青的肩膀：“跟着我，不会让兄弟们吃亏。”两人在街道转角分道扬镳。风鸣看着桑青的背影，负手而立。谁能想到，决定安国公府生死的会是一个贼呢？府邸。自从在长街殴打完林静，桑青很久没有这么快活了。就算是贼，也希望日子有个盼头。眼前这个盼头便是风鸣，有风鸣为他望风，恐怕偷到皇宫大内都没问题。桑青喊了几个朋友，跑去东市最奢华的酒楼，把一锭银子全部花完，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这里也是他们以前同林静接头的地方，不过接头是在酒楼旁边的暗巷。林静那个胆小鬼，每回都嘱咐他少偷点，换来的钱只够果腹。不一会儿，桑青便酒足饭饱。他一面晒太阳，一面把细长的手指伸进头发里，寻找着捉出一只跳蚤，用指甲把跳蚤掐死，再把跳蚤尸体弹向街道上巡查的武侯。桑青觉得林静也是一只跳蚤，悲不足道，下贱可恶。等着吧，他大笑道：“小爷我要飞黄腾达了。”忙了一天差事，武侯们三三两两返回武侯铺。因为吐蕃使团住进皇城内的大学习巷，叶郊特地调派人手加2班过去驻守。这件事还被白献宇反驳过，那里有右威卫衙署、鸿胪寺和礼部主客司衙署都在，谁不要命会跑去生事儿？大学习巷内很热闹，因为负责外事的衙署在，各国的馆驿也设在此处，前来求学的遣唐使、外邦学子大多都住在那里。从大学习巷这头走到那头，能听到10几种藩邦彝语。正因为这样，巡逻大学习巷的不光有武侯，还有禁军右威卫。白献宇的话不无道理，但叶郊道：“你听说过灯下黑吗？越是看起来亮堂的地方，越容易被人钻空子。眼下吐蕃使团进京1个月，圣上迟迟没有召见，可不能在咱们这儿出什么纰漏。不召见，要么是圣上太忙，要么是朝廷对于是否要和谈还拿不定主意。”叶郊想了想上次见皇帝时，他一面吃茶一面饶有兴致跟他聊天的样子，笃定皇帝不太忙。他虽然不太懂朝事，但他总能感觉到对方的心情。皇帝的心情是因为严继德而愤怒，因为李策而憋闷，因为他救李策而欣慰，还有些莫名其妙的惋惜。不知在惋惜什么。成吧，听叶郊这么说，背靠桌案翘起2郎腿的白献宇道：“把我的得力干将林静也抽调给你。”什么得力干将？是因为偷过他的钱，打了一顿差点逐出武侯铺的小武侯罢了。林静正在守门，闻言立刻站直，眼珠不敢乱看，但是一瞬间汗流浃背。把他抽调给叶武侯长吗？叶武侯常会要他吗？林静对白献宇的这个提议心生感激，又充满忐忑，不知叶郊会怎么说。终于，漫长的等待后，叶郊悦耳的声音响起：“好啊，不过我的人可不守门。林静，你过来，我给你排个班去巡大学习巷。”兴奋加倍。林静身体僵硬，下意识挪动双腿进屋，低垂着头。过了很久，才发觉自己忘记呼吸，胸膛憋得快要炸开。他从未听人这么喊过他的名字，
饱满温和，承载着信任和责任。这是知遇之恩，是寒夜中送给他的一盆炭火。瞧你那出息！白线鱼把林静的慌乱看在眼里，冷哼一声，起身，好好做事，别犯浑。谢白队长。林静单膝下跪，恭送白线鱼。他不怪白线鱼曾经打他，做错了事，挨打是应该的。他也不怨恨白线鱼的轻视慢待。从出生起，他们就在两个世界。他只是真的很激动，恨不得肝脑涂地来报恩情。第一件事，叶娇等他起身，唤他道：“去大学习巷的路上，拐到兵部府衙，帮我给哥哥带句话。”他眯着眼笑道：“这是假公济私，你可别告诉别人。”林静连忙说：“不会。”紧张的心也渐松弛。叶娇笑着打开卷册，毛笔稍点着自己的额头，正色道：“好了，现在来看看怎么给你排班。”叶长庚怀疑自己在叶娇的监视之下。傍晚他原本要等放衙后跟同僚吃饭，叶娇让人捎话来说家里做了他的饭。第二日他正跟人高谈阔论，昨天那个瘦瘦的小武侯又来了，提醒叶长庚说明日是叶夫人的生辰，记得今日要备礼物。第三日当然提醒回去给母亲过生辰。第四日总没事了吧？叶娇又派那个小武侯来说他想吃西式的酱猪脚，请哥哥回家时带上，还特意嘱咐说多加1勺黄豆。叶长庚抱着胳膊摇头，兵部可比西市远多了，有这个来提醒的功夫，小武侯就买2回猪蹄了。叶娇的心思他明白，就是要让他放衙就回家，别在外面吃喝。可叶长庚今天憋不住了，他是风风光光从北地回来的，想请他吃饭的人排成了长队。不熟络的人他不搭理，但几个书院里的朋友已经约了他好几次，想去大学习巷吃烤全羊。再拒绝下去，难免被人说是因为青云直上，看清救人。他把送消息的林静拉到一边，塞给林静1块碎银：“你知道安国公府吧？”林静点头。叶长庚揽着他的肩膀道：“你去把猪蹄送到门房，小爷我有别的事。”林静有些犹豫，叶长庚又唬他：“怎么，不愿意给叶武侯长办事？”林静立刻答应，一溜烟跑出去，跑到门口又回来，询问是哪家14的猪脚。来丝袜儿。叶长庚响亮的回答。因为有约，叶长庚今日的差事办得很快。兵部花费1个月，分析了吐蕃的兵力分布、军械情况、排阵布局、朝内主战劲敌以及能拉拢的朝臣，写成奏书，外照牛皮纸，用火漆封缄，差叶长庚亲手呈交枢密院。林静走后，叶长庚便快马加鞭去送奏书。一路上他护好奏书，遇到有人攀谈也没有停步，直到送交枢密院，按日晷上的时辰签了送呈表格，叶长庚才阔步离开。可以去欢聚了。俗话说冬吃羊肉赛人参，为了安抚妹妹，一定给叶娇留2条羊腿。叶长庚离开大学习巷已经是深夜亥时，走到巷子口时，几个值守的禁军跟叶长庚打招呼，叶长庚豪爽地把羊腿丢给他们1只，笑道：“吃了暖和，再来壶酒。”禁军开玩笑道：“这会儿你们有差事，等闲了别说几壶，咱们一起喝到大醉。”那就多谢将军。禁军抱着羊腿向前走，和前往巷子深处巡视的武侯擦肩而过。而此时还有几个人已经溜进大学习巷。风鸣是最早到的，他是守时的人。亥时末，桑青来到了。偷这里？他有些犹豫，这巷子里都是武侯和禁军，怕什么？风鸣咬牙道：“有我给你守着，就算你被人抓走，我们大人一句话也就放你出来了。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你若万一被谁拿住，想让我救你出来，不能说是我给你望风，你最好说是林静，他正好今日值守。”放心。桑青道：“偷什么？”吐蕃使团今日买了一幅字画，就放在书房桌案上。字画那能值几个钱？桑青大失所望。风鸣背靠围墙，双手抠弄手指，哼道：“是道玄的画，价值万金。”桑青张大嘴巴叹道：“乖乖。”他的心砰砰砰剧烈跳动，果然他转运了，要发财了。桑青翻墙入内，吐蕃使团的守卫很松懈，按照风鸣提供的路线，很快找到书房。桌案上果然团着一幅画。桑青来不及看，拿起画就往外走。他顺着来路返回，刚翻过围墙，突然听到有人嘶哑着嗓子喊：“抓贼呀！有贼！”桑青被吓得魂飞魄散，风鸣早就不知所踪。他顺着墙角向前跑，没跑几步就被巡夜的禁军当场按住。“你是谁？偷了什么？”禁军抖开画，从里面调出一张2个巴掌宽、翻折好几层的纸。桑青正寻思这画怎么才这么大，便听禁军道：“怎么那么像咱大唐的奏书呢？”他懂礼册，这是张明贵的宣纸，高约4寸，宽仅2寸，夜色中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但每幅6行，每行18字，规矩方正，这是奏书的标准格式。且这种大小不仅是奏书，还是奏书中需要封在皮匣中呈送的密折。大唐的奏书
怎么会在吐蕃使团手中被一个贼偷出来？抓住桑青的禁军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他们收起奏折和画卷，把桑青绑得严严实实，派人禀告副统领严从征。而大学习巷内的动静也惊动了在此巡查的武侯。林敬按刀赶来，同桑青打了个照面。桑青假装不认识他，眼神躲闪着垂下头，窝起一团惊惧和怒火。帮忙望风的风鸣哪里去了？他应该会兑现承诺，就自己出去吧。风鸣已经离开大学习巷，一路躲避巡查的禁军和武侯，全身而退。那幅倒悬的世家降生图是吐蕃使团昨日购买的摹本，假的。但那本有关吐蕃兵力和军机的奏书是真的。事关宗庙社稷、安邦定国，比多少幅名家真迹都要贵重。今日傍晚时分，风鸣把那本跟枢密院里一模一样的奏书亲手放进画内，然后指点桑青去偷。等桑青得手回来，再大喊捉贼。做了这么多，按照主人的意思，明日会听到3个消息：吐蕃使团偷窥大唐军机，和谈破裂；安国公府叶长庚泄露军机，叛国投敌；武侯长叶交纵容部下与贼勾结，以权谋私。3条罪状将会让晋王李章继续驻守北地，扩充军中力量，会让安国公府大难临头，再也无法翻身。但除开这3条，说不定还会有别的意外收获，比如刚刚获得陛下宠幸，正在甘州赈灾的楚王李策。当然，风鸣觉得百里奚这么做实在有些麻烦，为什么不能直接刺杀呢？对敌人最大的敬意是亲自把他从这个世上除名。自从被提拔为禁军副统领，严从征便不需要深夜巡街值守。今晚他是被家仆从睡梦中唤醒的。公子，有禁军求见。严从征猛然起身，家仆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脚已经踩在地上。因为合衣而眠，很快便能出去见人。什么事？严从征走路带风，面色却很镇定。能让这些人大半夜跑到府上禀告，必然是大事。禁军连忙递上画卷和奏书，严从征只瞥了一眼，便觉得奏书上的字似曾相识。但他过目的文书有很多，说不定是京都哪个部堂的，也无需大惊小怪。但严从征再仔细看了2行，才发觉这是兵部密奏。哪儿来的？他的眼睛盯紧部下，从对方的每句话里判断真假。捉了个贼，部下道：贼从吐蕃使馆偷出来的。卑职觉得这件事很严重，才贸然打扰将军。严从征把奏书收好，沉沉点头：你做得对，走吧，把这些东西送到京兆府去。不仅严从征毫不迟疑，就连刚刚睡下不久的京兆府府尹刘晏也不敢怠慢。他从禁军手中接过赃物，打开奏书只看了一眼，便连忙合上道：兹事体大，恐怕本官要请兵部官员协查。抓一个毛贼是小事，这份奏书是不是真的才重要。于是兵部侍郎江敏也从睡梦中爬起来，跑到京兆府来。这份奏书是兵部整理后，江敏亲自书写，上呈兵部尚书签批，才转成枢密院的。江敏40来岁，瘦长脸，宽眉明眸，比其他兵部官员儒雅些。江敏不善武力，但是传言是姜太公后人，故而熟知兵法谋略，多谋善断。他拿起奏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冷汗淋漓，抬头道：这不是本官的字。刘晏一口气吊着，此时总算长舒一口气道：那就好。可江敏随后又道：但这个内容是真的，字不同，内容一样。也就是说，有人誊抄了一份兵部奏折送给吐蕃使团，这是通敌叛国的死罪。所以兵部侍郎会比刘晏和严从征更加震惊。江敏面如死灰，拿起奏书的手止不住的颤抖，时不时抬头看向刘晏，怎么都无法平静下来。他倒宁愿这份奏书是送到枢密院的那一份，那样的话，是枢密院弄丢了奏书，跟兵部就没有关系。如今字迹不同，必然要查出是谁写的。兵部和枢密院都要查，查一个底朝天，就算平素干净的，也难免会被趁机灾害。几更了？江敏突然问道。5更天了。刘晏揉了揉眼睛道：上朝吧。如此大事，当然要上朝，要禀告皇帝。至于怎么查、怎么审，都看军意如何。皇帝当然要审，严审、细审，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且因为牵扯到朝臣，京兆府已经没有审查权力，这件事便移交给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虽然没有明说是3司会审，却已经拉足了3司会审的架势，只等哪个投敌的朝臣落网。顷刻间，兵部和枢密院人人自危，唯恐铡刀落到自己头上。一般情况下，大理寺负责案件审判，御史台负责案件监察，刑部则负责复核。但是这次查案一开始，御史台就去得比较勤。御史中丞百里奚听说大理寺正在比对兵部和枢密院各位朝官的字迹，冷不丁道：不去审审那个贼吗？他有没有私藏赃物？有没有同伙？谁给他望风？大理寺官员道：已经派人去审了，还没有供出来。是不是？百里奚摇头道：刑不够重啊。这些市井混混都是打架斗殴长大的，
鞭子抽100下都不觉得疼。大理寺官员听了，虽然心生不悦，还是吩咐下去用重刑。重刑一用，果然招了，说是武侯铺的林敬亲自为他望风。这下虽然还没有找到通敌的朝臣，先抓出了一个监守自盗的武侯。林敬被抓走时，正在打扫武侯铺，这些活儿一直都是他干的，挑完大粪扫院子，扫完院子擦屋子。现在虽然跟了叶郊，但因为还没有找到人接手，他就仍然心甘情愿地干着。给叶郊的位置擦拭桌案时，林敬特地换了一条新手巾，把桌椅连同地面都擦得一尘不染。这时来抓他的刑部差官到了，林敬听说对方让他走一趟，没忘了把叶郊的手炉里加上炭火，这样等他来的时候，红炭将熄未熄，温度刚刚好。林敬不知道他这一走，前面竟是黄泉路。刑部大牢里，他的上衣被扒下来，烧红的烙铁靠近身子，审问他的人厉声道：“你跟贼人为伍，叶郊知道吗？他是不是从中牟利？”他不知道，他没有，跟他无关。林敬一遍遍摇头，疼痛像是丢进他心中的火药，炸开五脏六腑。但他一遍遍否认，就算是死，也不肯让这些人得逞。林敬惊恐地发现，他们的目标不是自己，是叶郊。自己比对的结果让枢密院的朝官放下心来，因为问题出在兵部。奏书上的字跟叶长庚写的一模一样。叶长庚是在放衙回家途中被抓住的，街上巡查的武侯看到这一幕，立刻跑回去禀报叶郊，而叶郊已经自身难保。因为临近的事，刘晏建议他先停职回家，等调查清楚再回武侯铺就职。1日之内，叶家2个在朝中做官的孩子全部出事。小丫头水文被吓得魂飞魄散，我要到国公爷的坟上哭去。他脸色惨白道：“公子绝不会做出通敌卖国的事。”叶郊站在冰冷的庭院内，抿唇道：“你去吧，你若能把祖父哭醒，我可就省心了。”水文立刻噤声，叶柔又来劝：“要不然问问楚王有什么办法？”楚王、李策。叶郊感觉自己正站在4面都是冰的深涧内，寒冷、无助，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愤怒。是不是李策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一个人站着，觉得孤独和寒冷，恨命运不公，觉得窝囊，力不从心，渴望头顶照下来一束光，让冰雪融化的光，温暖身心的光，指明前路的光，向他求救吗？叶家这一回不是谋逆，是通敌叛国了。他的母亲听到消息就已经晕过去，坚强如母亲，竟能被吓得如此。叶家如今只有他了，而他真的很笨。如果向李策求救，他一定会救，那如果叶家不能翻案，他就会被连累，他的前途没有了，王位也会失去，圣上会让他继续回去守陵，待在不能见光的阴暗墓穴旁，年年岁岁。不知为何，在安国公府覆巢破卵之时，叶郊忽然明白了李策当时的苦衷，明白他为什么因为时日无多，便自作主张拒绝圣上赐婚。真有你的！叶郊自言自语，轻声道：“娇娇。”叶柔忍不住催他。叶郊抬起头，湿润的桃花眼中露出清冷倔强的光芒。不准告诉他，不准向他求救。叶郊握住叶柔的手，人贵自立。这个家是我们的，我们自己把它守住。他的心间，大理寺狱关押中央诸司犯罪官吏和京师地区重要案犯，因为这些人所涉案件都非同小可，一般不容任何人探视。叶郊第一次恳请严从征帮忙。严从征的眼中都是歉意。有件事我想告诉你，那个贼是禁军抓的，赃物是我送去京兆府的，我不知道这件事牵扯到了叶将军。你没有错。叶郊站在御街旁的巷子里，绢纱做成的密篱遮掩头脸，宽慰严从征道：“这是你分内的事。再说，是我们不够小心，枉费了你提醒的苦心。”那日叶长庚宴请宾客，傅明竹和严从征都提醒过他，要提防别人，离吐蕃使团远些。他知道有人针对安国公府，可还是没能防住。严从征仍然很内疚。叶郊，他唤他的名字，担忧的眉心紧蹙，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叶将军只是恰好去了大学习相，你也不可能知道林敬同贼人苟合。还有那封奏书，竟然能做到和叶将军笔迹相同，对方苦心孤诣，你们早晚都会落入陷阱。防是防不住的，只能在狭路相逢时奋不顾身，拔剑迎敌。只是眼前这位头一次佩戴密篱遮挡面容的姑娘，让人心疼难过。往日她落落大方，潇洒风流，钗环轻摇，眉目绝色，何曾这般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过？一定很难吧？安国公府只有他了。李策说的对，叶郊的梦想是以一己之力守护安国公府，而若想保护他，区区一个禁军指挥使或是眼前的副统领还远远不够。你回去吧。叶郊从严从征手中接过通行牌，退后一步，别让人瞧见。安国公府危如累卵，离近一步便可能被扯入漩涡，无法抽身。我陪你一起去。严从征说着，便向大理寺狱的方向走去。叶郊拽住他的衣袖，
他青墨色军服的衣袖很窄，叶娇的手触碰到严从征的手腕，他们的体温一样，带着滚烫的热意。别！叶娇压低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郑重和严肃。他们从来没有如此亲近过。他攥紧他的手臂，在冬日树影单薄的坊街，说出为他考虑的话。咱们可不能全军覆没。叶娇道，你过去正中了某些人的诡计，我知道你心里念着安国公府就足够了。一股暖流沿着叶娇的手指传遍严从征全身，他神情动容，禁不住喉头哽咽。他懂他，知道他关心他，知道他不是胆怯惜命的人。一种要不顾一切为叶娇付出的情感在严从征心中凝聚。他转过身，想要抱住叶娇，想要牵着她的手大摇大摆走进大理寺狱。甚至他若想劫狱，严从征也敢赌上全部身家。但叶娇已经松开严从征的手臂，屈膝施礼。他的动作很快，严从征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叶娇已经快步离去。严从征这才注意到，叶娇今日穿着青色的衣裙，不如红色娇艳，却像越王的利剑，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严从征转身回家去。他的父亲严莲今日回家的早，正同四皇子魏王的幕僚密谈，闭门不出。严从征推门进去，魏王幕僚惊讶的抬头，待看亲来人，立刻站起身，恭敬的施礼。原来是副统领回来了，他的表情中带着3分讨好。未等严从征开口，严莲已经动怒，有客人在，怎么如此不知礼数？无妨无妨，魏王幕僚笑道，都是一家人。魏王李琛娶了严从征的姐姐严双旭为妻，是严从征的姐夫。儿子回来，严从征对严莲道，是想向父亲大人请教一件事。诬陷叶长庚的局是魏王做的吗？胡说八道！严莲手里的茶碗顿在几案上，站起身怒骂儿子，你是昏了头吗？你姐夫是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吗？魏王幕僚也连连摇头，见严莲和严从征父子之间势如水火般，又特意开解严从征。公子，他刻意换得亲切些，恐怕这一回安国公府不是那些人的箭靶。公子想想，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就会知道这是谁做的局。真实目的吗？吐蕃使团同大唐将军勾结，拿到绝密军机。那么，严从征顿觉脊背发凉，他恍然道，是吐蕃，他们不想和谈。令郎聪慧超群啊！魏王幕僚恭维严莲道，看看一句话就懂了，这可是魏王同我们一起思索许久才弄明白的事。严莲冷哼一声道，凡兴师10万，出兵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俸，日费千金，这中间经手的衙门有多少油水可以拿，又能滋生多少邪念，他怎么能够想到？魏王幕僚补充道，一将功成万骨枯，打仗还可以立威，可以生财，可以站稳脚跟。有的话我们不方便说，公子不妨仔细想想。有些仗是非打不可的，保家之仗，统一天下，立国之战，这都是必须打的。但是吐蕃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吐蕃地处高地，空气稀薄，虽然屡屡滋扰边境，但没有造成过大规模伤亡。这次晋王带兵征讨也打得比较顺利。龙颜大悦，朝中私下已经有人议论，圣上有立储之心，但是有人不愿意让吐蕃和谈。为名利也好，为争权也罢，安国公府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了祖上鱼肉。严从征板着脸回官衙去，那个幕后的人他已经心中有数。可是远在千里之外，那人真的能操纵朝局吗？或者京都有那人的党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便已经自作主张了？无论如何，严从征的手紧握刀柄，不会让你们得逞。吐蕃使团同样乱成一团。盗贼桑青被抓时，他们已经听禁军说使馆遭贼了，无非是丢了几样东西，事情不大，使臣甚至都没有打扰熟睡的公主。待到清晨，他们的人打听出来，桑青从使团偷出来的是大唐的绝密军机。什么军机？压根都没有见过。使臣被吓得满脸冒汗，连忙禀告格桑梅朵，公主殿下，要不要去礼部或者鸿胪寺恳求面见大唐天子？公主殿下，还是去大理寺吧，咱们是清白的。格桑梅朵端坐殿内，唇角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浅笑。不必，他淡淡道，大唐有一句话，清者自清。本宫虽然认得叶将军，却的确没有让他打探什么军机。我们是诚心合意的，这件事说不定还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办成。真的吗？使臣满脸疑色。当然，格桑梅朵笑道，你们见过叶将军杀狼吗？这大唐的官员难道比狼还厉害？他很有能耐。格桑梅朵笃定道。大理寺狱中，叶娇站在牢门前，放下手中的石匣，看着端坐草毡的叶长庚，掀起密离道，你的能耐呢？叶长庚抬起头，清俊的脸上露出委屈，但更多的是内疚。对不起，他道着歉起身，走到栅栏边，对叶娇解释，这里怎么比战场还可怕？我怎么就泄露大唐军机了？你没有。叶娇道，你只是有些蠢笨。
叶长庚垂下头，无地自容地叹了口气。他往日明亮的眼眸中多了一丝遭遇挫折后的沉稳。你是不是生气了？哥哥错了，等我出去。算了，哥要是因为这件事死了，下辈子变成耕牛，一头撞死在你面前，让你吃1年牛肉。大唐是禁止宰杀耕牛食用的，叶娇贪吃，总想大吃一顿。叶长庚一直记得这件事。叶娇忍不住笑了。我哪有那么爱吃牛肉？看到逗笑了妹妹，叶长庚挠挠头道：母亲还好吧？别让她担心，别让叶柔哭，把眼哭瞎了，我就得养她一辈子。你别啰嗦了。叶娇打断叶长庚的话，肃容道：我来是想问你，那封军机奏书，你事前看到过吗？没有。叶长庚正色道：他们分析吐蕃朝事时，我说了些自己的所见所闻，但奏书是一个字都没见过。好。叶娇点头。那你送奏书的路上拐过弯吗？逗留过吗？遇到过什么人吗？叶长庚一一回答，末了道：哥要是完了，你是不是也做不成官僚？叶娇没有告诉他自己已经被停职。身在监牢中的哥哥，比他这个奔波忙碌的人更心焦，更难受。叶娇提起石匣道：你放心，我好着呢。我跟楚王赵王的关系都不错，大不了厚着脸皮去求一求，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叶长庚伸手去拿石匣，叶娇却后撤一步，有些俏皮道：不是给你的。不给我？叶长庚暴毙道：这里还有你别的朋友？有啊。叶娇道：人家不像你，是饱餐一顿关进来的，你就在这里空空肠胃吧。道家的辟谷听说过吗？帮你延年益寿。叶长庚伸出胳膊去抢石匣，叶娇已经跑开。他的模样仿佛这件事会迎刃而解，不必担忧。但叶长庚总觉得妹妹的脚步很沉，呼吸浅的仿佛胸口压着石头。都是他的错。叶长庚攥紧拳头，朝自己的大腿上重重砸了一拳。赵王李景在殿内踱步，一面走动，一面自言自语：不管，我不管，泄露军机，投敌卖国，这是小事吗？谁管谁死谁倒霉？我跟叶长庚不熟，管他呢。对，管他呢。李景端起茶盏就喝，没留意水太烫，呸呸几下吐出茶沫，立在原地叹了口气，半晌才道：可是叶长庚是女魔头的亲哥哥，他跟女魔头倒是很熟，是那种彼此看对方不爽的熟。是他才不管呢。李景努力挤出一个笑，哈哈道：你倒霉了吧？谁让你抢我的弟弟，伤他的心，往我们家扔屎的？对了，还骗我往甘州跑，还抢我的肉包子，简直无恶不作。想到这里，李景长舒一口气，就决定不管了。他大步出门，先去勾栏听了个曲子，又去给王妃买了一副金头面。走到王府门前时，忽然没有力气迈步。李景的脸扭曲成一团，可她是本王的女魔头，却是小九的心尖尖。这算是什么事儿啊？李景仰天长叹，差点就哭了，带着被褥在府门口犹豫纠结，自说自话了一刻钟，直到门房和护卫怀疑主子有些疯癫，李景才离开。他要进宫去。皇宫在别人眼中是神圣、庄严、生杀予夺的存在，但是在李景这里就是个百宝箱，除了美妾，他能在里面讨到所有想要的东西。这一回，李景要为安国公府讨一份信任，他可以为叶长庚作保，为叶娇作保。他们兄妹的确莽撞，但绝不会叛国投敌。李景连进谏的话都想好了。为利，安国公府不缺银钱；为名，这天底下最大的名都要由父皇恩赐。李景把这句话在心中背了好几遍，背到滚瓜烂熟，见个人都想说一遍。但他还没有进宫，便被内侍拦住了。赵王殿下，内侍总管高福对李景施礼道：皇后娘娘凤体微恙，圣上口谕，特命赵王前往太医署熬制汤药，不得有误。李景望向宫门，疑惑道：母后怎么了？往日侍疾的不都是宫妃吗？治什么药需要盯着？也就只有他敢反驳皇帝的旨意。高福压低声音，神情郑重道：赵王殿下还是小点声吧，这是娘娘为您做的打算。也就是说，是皇后想要他熬药侍疾，圣上允准了而已。李景呆了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母后没有生病，母后只是猜到他要来请见，便先他一步阻止而已。母后不让他管安国公府的事，那也就是说安国公府凶多吉少。本王要进宫见过父皇母后，再到太医署去。李景硬着头皮往宫里走，高福苦苦拦住他，一副唯恐事情闹大的模样。赵王殿下，请您留步，您再走下去，咱家就只能让禁军驱赶了。赵王殿下，您就听咱家一次，别去了。李景个头不低，身体结实，横冲直撞下，50来岁的高福根本拦不住他。可李景刚刚冲进宫，便突然听到一个冷厉的女声道：来人。他抬起头，见前面站着皇后宫中的女官。萧然姐姐。李景眉开眼笑，就要贴上去，又面带委屈指着高福道：他不让本王去见母后。平时总绷着脸忍住笑意的女官，此时面无表情扬手，轻声道：赵王殿下不认得太医署的路，
你们带他去吧。我认识，不就在太常寺？李景话未说完，便被2个禁军左右夹住胳膊，提溜起身子，直奔宫外太医署去了。本王不走，本王要面见父皇。本王有冤。身边的禁军果然把他放下，可李景还来不及庆幸，嘴里就被人塞了一团布。禁军重新提溜起李景，并且提醒道：“恭敬重地，请赵王殿下晋升。”李景气喘吁吁，只能模糊不清的抗争道：“我的鞋。”只剩下一只鞋的李景被禁军丢进太医署，那里有一个半人高的大缸等着他，缸放在灶台上，下面燃着极小的火苗。太医署的官员嘱咐李景道：“这就是汤药了，请赵王殿下看着火。已经用武火开过锅，接下来要用文火熬着。”李景看着那一大缸的药汤，悻悻道：“这是要请天下人吃药吗？”太医署的官员躬身道：“赵王玩笑了，是要把这缸药熬成小小的一碗，才能熄火。”李景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是熬药吗？这是熬人。”太医署的官员出去，禁军把守在门口，对李景道：“赵王殿下得罪了。”李景冷哼一声，抽出一把柴火，恶狠狠丢进炉膛：“小九啊，哥哥尽力了，实在不行，这药可以分给你一碗。”这人可不像叶长庚那般，即便坐牢也挺直胸膛，像是来大理寺狱值守的。叶娇站在牢门外，对林静的愤怒一瞬间化为乌有。他的额头抵着地，双膝跪在地板上，以一种奇怪的姿势低声呻吟，试图睡过去。破衣烂衫裹着林静的身子，能看到胸口、肚腹、大腿乃至脚背全部伤痕累累，一根断裂移位的肋骨在侧腰处从内向外顶着肌肤，露出可怖的凸起。他受了重刑，所以不能躺也不能趴，只能跪着休息。林静，叶娇唤了一声，便见眼前的少年如遭雷击，哆嗦着转过头。林静难以置信地看着叶娇，嘴唇颤抖，扶着地面和栅栏，用胳膊把自己的身体拉起来，站着同叶娇说话。即便疼痛到站立不直，他还是努力拉紧衣服，不在叶娇面前失礼。武侯长，林静的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悔恨和痛苦啃噬着他的心，让他恨不得死过去。但是林静知道自己不能死，他若死了，别人就可以抓住他的手，在诬告叶娇的供词上按下手印，所以他要撑着，即便死有余辜，他也得撑下去。你的确认识桑青吗？叶娇问。桑青已经受不住刑，死在大理寺狱。当然他死前已经把能交代的事全都交代完，甚至大理寺卿都亲自提审过他。铁证如山，武侯勾结盗贼，叶娇玩忽职守，纵容下属的罪责是跑不了的。林静的头垂下来，他带着血丝的牙齿紧紧咬住嘴唇，忽然绝望地回答道：“武侯长，我罪该万死，是阴沟里的老鼠，破屋里的蛀虫，你不要管我，让我自生自灭吧。”他说着松开栏杆，努力挪动双脚，想要转身离去。林静，叶娇喝住他，情绪激动：“阴沟里的老鼠会在城门口对抗大将军吗？破屋里的蛀虫能承受这么多重刑，绝不认下栽赃吗？我来到这里，带着金疮药，带着被褥和饭菜。你若想洗心革面，好好做人，你若想对得起我对你的看重，就给我滚过来，坐下吃饭，好好说话。”林静肩头耸动，埋着头，压抑地哭起来。她哭得很用力，好像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压抑全部在今日宣泄出去。少哭一会儿，叶娇抬手按了按湿润的眼角：“我赶时间。”叶娇不知道林静喜欢吃什么，她带的都是自己爱吃的，她问的话也都是自己关心的事。我差你去大学习相值守，你为什么离开同伴，在吐蕃使馆外溜达？你以前帮桑青做过多少次？他的人你都认识谁？那些人住在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吗？饭菜香甜，林静饥肠辘辘，可他每次都完整的答完叶娇的问题，看他没有再问，才继续吃下一口。叶娇离开时没有把碗筷和食匣带走。我这个人爱干净，他起身道：“等你出去了，把这些东西洗干净，再还给我。”食匣的最底层放着一碗红糖。在寒冷阴暗的大理寺狱，失血过多的林静无法服用药汤，这碗红糖能让他不至于冻饿致死。叶娇把他带来的被褥也塞进去。这东西我就不要了。他松了一口气道：“你离开时也不要带走，牢里睡过的铺盖不能带回家，晦气。”林静抱紧被褥，像一个乖巧的弟弟，点头说：“武侯长，我记得了。”他已经不哭了，被泪水洗过的脸颊还挺耐看。一座气派的大宅内，武侯队长白献瑜盯着写好的书信，犹豫该不该寄出去。他以前给李策写的信都是些鸡毛蒜皮。叶娇同严从征说话了，有个哥们儿向他打听叶娇了，叶娇的衣服上绣了一朵桃花了，这种就算贴在朱雀大道的告示栏都不会惹出是非的事儿。但今日不同，他写了叶长庚的事，写了叶娇被停职，这其实是最应该快马加鞭送给李策的信，但白献瑜犹豫了，他不想卷进去。白家3代单传，他的姐姐在宫中为妃，父亲驻守富庶的剑南道，
白家并不争权夺利，所要的无非是让他在武侯铺有个闲职，安稳度日而已。上回姐姐说皇帝喜欢叶娇，让他迎娶叶娇，讨皇帝欢喜。白仙鱼后来没有答应，姐姐也没有逼迫。父亲说了，他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好好娶妻生子就行。可眼下这封信送出去，会有很多人知道是他给楚王报信，他就会被划入楚王阵营。那等晋王回来，他还能巴结上吗？再说了，叶娇最好一直停职，他就能坐回武侯长的位置。白仙鱼心中纷乱，目光盯着墙壁，忽然注意到那里空缺了什么，缺了他的横刀。他那么锋利名贵的横刀被叶娇抢走了。他是挺讨厌的，但是他家的桃酥挺好吃，就算是为了桃酥吧。而且世事变幻莫测，李策就好惹吗？等他回来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得气到发疯？来人！白仙鱼起身道：“送信出去。”他来搜家。叶娇半刻都没有停歇。根据林静提供的线索，他找到了桑青的几个地痞同伙，他们都知道桑青犯了案，且是大案，所以全部缄口不言。你们放心。叶娇高高抛起手中的银锭，又稳稳接住。我不需要你们去大理寺作证，只向你们打听一件事：谁最早说这锭银子就是谁的？银子在空中飞起又落下，迷人的光芒吸引了众人的眼睛。我只有一个问题。叶娇道：你们之中有谁认识朝廷官员吗？盯着银子的几个地痞齐齐收神，露出畏惧的表情。果然，他们知道内情。林静告诉叶娇，桑青早年的同伙中曾经有一个杀手，后来听说这个杀手走了好运，傍上某位朝臣。别的情况林静就不清楚了。武侯长抬举我们了。几个地痞道：我们认识的朝廷官员只有您，您天天在街上巡逻抓人，我们不敢不认识啊。就像老鼠最熟悉猫，他们连叶娇的背影都认识。你们的朋友里，叶娇道，有一个人，他的桃花眼眯起来，轻松的模样让人放下提防，开口道：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一起喝酒时，他曾经说过苟富贵勿相忘那样的话，可是傍上高官一招升天，就把你们丢到一边了。别说请你们快活几次，就是街上遇到也假装不认识。如此狗眼看人低，真是白瞎了你们当初的情谊。我说的对吗？叶娇轻声慢语，却句句挑拨离间。他不认识林静口中的杀手，但他知道为了经营草菅人命的人是不会顾及同伴死活的，而弱者的妒忌不平最能勾起仇恨。果然，一个衣袖露出破洞的地痞往地上啐了一口道：武侯长莫非认识那个混蛋？叶娇道：所以他的名字是……这一次地痞们争先恐后的回答：风鸣。他叫风鸣。奶奶的，武侯长要找风鸣，这个忙咱们帮定了。叶娇把银子丢出去，笑道：跟我走吧，然后别骂人。转身时，叶娇突然有些恍惚，她觉得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直来直去，反而像李策那样一肚子心眼了呢？真是近墨者黑，以后离他远点。阿嚏！正在打磨匕首的李策打了个喷嚏。他们一路从甘州飞奔回京，几乎没有停过。但是今日马蹄铁坏了，李策跳下马车，在等待的间隙，忍不住磨了磨匕首。这是叶娇落在马车里的，但是李策已经自己骗自己，相信是叶娇送给他的，要不然怎么恰好掉了呢？还帮他挡过一次刺杀。更重要的是，叶娇没有索要过。匕首冰凉，但如果在火边暖一暖，对着太阳旋转到某个角度，就有些像叶娇的身影。但是清风说，那不是武侯长的身影，是日头晒伤了眼睛，眼花了。从那日开始，李策有什么心事就不再同清风讲了。赶路要紧。匕首磨到一半，前面山路上有骏马飞驰而来，跑过去很久，又调转马头折返回来。请问这是楚王的马车吗？骏马上的男人询问道。清风抬起头，看到来人，问道：你是？这是给楚王的信。那人从胸口取出书信，又道：主人交代得见到楚王的印鉴确认身份。清风看向李策，李策点头，双方确认过，那封信才送到李策手中。熟悉的信笺是白线鱼。李策迅速拆开信，只看了一行，便猝然起身。他脸色铁青，深邃的眼中凝聚怒意，嘴唇微动，手指下意识握紧尚未丢下的匕首，划破了他的手心。马蹄铁还没有修好，这里距离京都还有百里之遥。信使已经骑上马，准备离开。下马！李策快速走向信使，没有披避寒的大氅，没有拿果腹的食物。信使不明所以，但还是被李策身上恐怖的气息击溃，浑身发软，滑下马。李策翻身而上：殿下，您到哪里？清风的话还没有问完，李策已策马扬鞭，消失在官道尽头。今日没有下雪，寒气却无孔不入，把清风冻僵在道旁。他大张着嘴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谁让殿下他
不要命一般回京都去了。接连2日，早朝时都有事关安国公府的案情禀告。第1日审问桑青，把林静拘捕到案；第2日查出奏书字迹，把叶长庚投入大牢。到第3日时，大理寺、御史台和刑部的人似乎突然哑巴，一句话都没有承奏。身穿赤黄朝服的皇帝腰配9环带，脚蹬鹿河靴，神情不怒自威，视线扫过几位朝中重臣，声音威厉：安国公府的案子审到何处了？3、4各部阁老相互看看，最后是御史中丞百里奚上前回禀。他模样刚硬，身材瘦削，凛然开口，有前朝直言善谏魏玄成的风范。林敬招认曾为贼寇望风，但声称他已经洗心革面，没有参与盗窃使馆。叶长庚拒不招供，说自己可以伪造，但那日与他同行聚餐的学子都说叶长庚曾经出去过一刻钟，1刻钟足以把大学习巷逛一遍，当然能够走到吐蕃使馆送信。皇帝漫不经心地翻看面前的奏折，突然抬头道：那1刻钟叶长庚如何解释？百里奚回答道：他说是去出宫。出宫这么不雅的词语竟然出现在朝堂上，若是以前必然会有御史出言制止，但今日没有。今日的朝堂很安静，安静的像是每个人头顶都悬着一柄利剑。朝中有关安国公府重获圣心的传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先是叶交婚事受挫，皇帝亲命9皇子上门安抚，再是叶长庚3谏下死言从效，反而得以授官入朝，再后来皇帝给叶长庚升官，就连叶交都做到了武侯铺长官的位置上。安国公府恩宠日盛，人们恍然觉得时光倒流，仿佛回到了皇帝登基以前。那时候的先帝信任倚重安国公，就到了严从缉纳的程度。这一次呢，皇帝会站在哪一边？片刻的思索后，皇帝清亮如鹰隼的目光看向百里奚，问道：既然如此，几位堂官准备怎么审呢？朝堂更加安静，几个平时偷吃东西或者打瞌睡的官员这会儿心惊胆战，唯恐皇帝问到自己。此事不光关系到安国公府，还关系到大唐同吐蕃的战事，军心难测，说话容易出错，活着比死了好。他们甚至有些后悔自己近日没有生病，不能请假。在一片肃然中，御史中丞百里奚进言道：昨日尚书大人倒是有一个主意，就是臣等都觉得此事莽撞，怕圣上不许，怕不许，却还是要说。说出来，听的人就要抉择，就要被放在火上烤。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人对皇帝的尊重开始以一种微不可察的速度变少，他们不再揣测圣意，反而跑去勾结皇子，站在御座斜后方的高福偷看皇帝的脸色，恭谨的表情里难掩一丝怨愤。皇帝常常鼓励臣下直言上谏，这次也是。百里忠诚不妨说说。百里奚的头低下，眼睛却上抬道：搜家，搜家。此言一出，朝堂震动。什么人会被搜家？证据确凿的人，圣上诛批死罪的人，绝无可能翻身的人。如今要搜安国公府了吗？那他们的好日子真的就到头了。哪位朝臣开的有棺材铺，可以趁机坐地起价了。在一片窃窃私语中，百里奚扬声道：若叶长庚的确跟吐蕃并无苟合，则一不会搜出密信，二不会搜出赃物，如此便可还安国公府清白。那封信就可以再查一查，吐蕃那边也能问一问。搜出密信当日，吐蕃就有使臣说过，话是他们的，奏书不是。大唐的军机内情，他们一概不知。第2日，鸿胪寺的人陪伴大理寺官员去问，那位公主把奏书看了一遍，含笑柔声道：这是大唐的字吗？真好看。他们不承认，朝廷也没办法，毕竟是刚刚休战的邦交国，难不成去拿人家公主问罪吗？所以先审自己人，审干净了才能扩大事态。皇帝听着百里奚的话，神情不变，额头青筋却跳了跳。他微微合目，想起那个年轻人的样子。御街上他惊天一剑，为大唐立下国威。北地战事中，他埋伏数日，切断吐蕃公粮通道。回京后，他曾到御前谢恩，一双清澈的眼眸，能看清的只有赤胆忠心。长庚，傍晚时夜幕中的第一颗星辰，这样的人经得起搜家这样的细查吗？皇帝仿佛得到一块未经淬炼的青铜，要不要丢进火里，要不要锻造打磨，都需要他下定决心。这是一步险棋。许久的静寂后，大唐皇帝开口道：此案全凭三司定夺。全凭三司定夺。百里奚眼中闪过惊喜，可以搜家了。叶交逃吧。虽然同意搜家，但皇帝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他不准三司动用自己的毅力，要让禁军亲自去搜。这在别人看来是更严苛的搜查，但在严从征心中却是形势险峻中的唯一幸事。他是禁军副统领，他可以在搜家前把这个消息迅速告诉叶交，说不定叶交可以逃走，待案件查明再回京都来。还有，严从征领命退下后，皇帝宽和的眼中忽然露出一丝冷冽。今日朕这宣政殿便是你三法司的公堂，
安国公府的案子就在这里审，是黑是白查个明白。若吐蕃有心勾结大唐朝臣窃取军机，那么这何谈？不谈也罢。一语落地，朝堂人人变色。大唐早朝，五品以上级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等，每日都需要朝参。再加上10多位职权在身的皇室子弟，这宣政殿浩浩荡荡100余人都要旁听三司审案。皇帝要么是要对安国公府赶尽杀绝，要么是恩宠过剩，不容诋毁了。御史中丞百里奚微微变色，却还是高举护板道：“微臣遵旨。”今日觐见前，他对皇帝同意搜家只有30%把握。如今百里奚大喜过望，但在这宣政殿审案，又让他惴惴不安。幸亏今日他来时，让风鸣乔装扮作随从，就等在宫门外。百里奚请旨离开，要协助禁军搜家。皇帝微微颔首，沉声道：“去吧，顺便把叶郊也给朕拘过来。盗窃使馆的案件牵扯到了叶郊，拘拿过来也是应该。”但朝堂内有一位官员突然举起护板，口头道：“微臣以为不可。”皇帝抬眼看去，见是一直都不怎么说话的京兆府府尹刘晏。京兆府府尹这个官不好当，因为身处京畿重地，又要辖管长安、蓝田等24县，不光要处理大小案情，又要打点好同各处衙门的关系，且不得罪高官权贵，很多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做不长。但刘晏却干得不错，他有一个法宝，闷，不通人情。闷到就算皇帝问话，也常常只回答一句。别的同僚想跟他聊天，还不如对着大树。风吹大树叶乱动，刘晏的嘴还粘着呢。他也不通人情，不管京都谁家婚丧嫁娶，一律不去。接到帖子放到一边，对来人说一句恭喜或者节哀，就算全了他的礼数。起初还有人骂刘晏闷葫芦，说京兆府做了一位抠门护财的貔貅，但后来大家也不骂了，习惯他是那么一个人，也便对他没有期待。而对于皇帝来说，刘晏是难得一见的孤臣，能陪他聊天说话的人有很多，只忠于皇帝的孤臣却很少。他欣赏刘晏，所以愿意听刘晏说说原因。微臣愿为武侯长叶郊作保。刘晏道：京都武侯有1000余人，不可能人人遵纪守法。微臣不信他会以权谋私，不认为他需要在这朝堂上接受三司审判。审判是要动刑的，莫说30板，就是10个板子打在叶郊身上，也会让那个古灵精怪的姑娘终身都无法站立。这是刘晏科举入仕后为同僚说的唯一一句好话。皇帝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询问道：刘府尹，你用什么作保？微臣刘晏的脸憋得通红，最后双手扶住头冠，取下了头顶墨色乌纱帽，高高举起道：就以此作保。朝中又是一片吃惊的声音，跪在刘晏身边的官员扯了扯他的衣袖：刘府尹慎重啊。然而刘晏不为所动，虽然紧张的嘴唇发抖，却不肯改口。叶郊是他的下属，是帮他驯服武侯的人，是在城门对抗奸佞的人，他不信那位姑娘会触犯国法，不信。刘府尹，皇帝露出一丝惊讶，缓缓道：既然你要为叶郊作保，就好好举着你的乌纱帽，看三司审案吧。你信他，难道就不信我大唐王法公正吗？刘晏木然道：微臣不敢。王法公正，可利用王法徇私的人会公正吗？然而刘晏再傻，也不敢把大理寺、御史台和刑部的人全部得罪一遍。见胜意未变，百里奚退后几步，转身离去。他身着5品绣鹰浅飞官服，在朝堂内穿行时，像一团在行刑台上溅起的血滴。百里奚准备先到禁军衙署去。到宫门口时，他刻意走到马车前，掏出衣袖中的信件交给风鸣。半个时辰内，安国公府。是。风鸣明白事情的重要，他快步走到御街口时，忽然感觉有什么人正盯着自己。风鸣猛然转头，见一个瘸子扶着方墙，慢慢的挪步。瘸子啊，瘸子有什么好怕的？风鸣冷哼一声，顺着方街快步走去。他没有留意到，那个瘸子很快站稳身子，从街角牵出一匹马，接着翻身上马，动作虽然不够利落，微跛的腿也有些僵硬，但他那持重肃穆的神色，仿佛正站在千军万马的沙场上，举枪对准敌人。禁军未动前，要搜家的信就送到了叶郊手里，这是严从征刻意放慢集结速度，留给叶郊的时间。他拿着短短的字条，站在安国公府的朱漆门匾下，忍不住浑身发抖，愤怒、委屈和不甘，还有担忧、恐惧和震惊。除了这些情绪，强烈的自责包裹着叶郊的心，让他的每一次呼吸都短促沉重。他没有照顾好母亲，没有守好这个家，安国公府将会被禁军翻箱倒柜，颜面尽失，母亲会被吓到，姐姐会觉得羞耻。严从征是要他做好准备，府中有什么容易被朝廷误会的东西，都要销毁或者藏好。他会留给他半个时辰的时间，足够做许多事。但叶郊想做的只是安抚母亲。安国公府清清白白，唯一的弱点可能是他们的赤子之心。叶夫人端坐前厅，
正在教导叶柔绣花。这一朵梅花上要绣一团雪，雪中红梅，方显坚韧。叶娇走进去，握住母亲的，把事情说了。圣上只是搜家，母亲还是暂且避到庄子上去，省得烦心。叶柔手中的针一抖，刺破指尖，血滴刚巧落到那一朵红梅上，红得触目惊心。不用，叶夫人拍了拍叶娇的手背，之前母亲的确害怕过，但现在已经想明白了。你们是我养大的孩子，你们怎么样，我很清楚。他们要搜家，尽管搜，最好是把我拘到大理寺去，我也好问问那些人，怎么一个个长着狗眼。叶娇心中稍稍宽慰，又劝叶柔：姐姐胆子可不够大，就到庄子上住一阵吧。我不去。叶柔脸色发白，一双杏眼中蓄满泪水，倔强道：他们搜家会搜走账册吧？那些都是我算的，若盘问起来，我也得有个交代。叶夫人继续教导叶柔绣花，她神情镇定，面色不变，只有抱着手炉的指尖露出紧张用力的白。待叶娇再次走到大门口，迎面遇到策马回的冯杰。冯杰是叶娇祖父的部下，因为瘸了一条腿，又没有亲人，这么多年来都在安国公府生活。叶娇的武艺和剑法都是冯杰偷偷教的。怎么样？叶娇上前询问道。他已经找出风鸣，并且让冯杰跟踪。饿狼来了。冯杰面色紧张，又有些激动，就在我身后。好。叶娇露出久违的笑意，大步向院内走去。来人！他唤道。安国公府的护卫齐齐应声。你们这几日日夜值守没有松懈过，是吗？叶娇问。自从叶家出事，叶娇就让护卫守死安国公府，一只苍蝇都不要放进来。是。护卫齐齐回答。如果有豺狼虎豹、鹰隼蟒蛇，你们能抓住吗？叶娇再问。能。护卫齐齐应声。好。他举起双手击掌，散开吧。严从征带领100名禁军到达安国公府时，叶娇就站在玉石照壁前，神情安静。除了一辆停在府外的马车，安国公府的所有东西都没有搬挪出府。百里奚走进府邸，对叶娇点头。圣上的旨意，搜查安国公府。武侯成，我们奉命行事，对不住了。叶娇笑了笑，抬手道：请便。还有，百里奚又道：严副统领耽搁了一阵子，说是要寻合适的枷锁，这会儿寻到了，也请武侯长跟着我们进宫觐见。枷锁，木板上面3个洞，头和双手钻进去，后面上锁，立于押送一犯。叶娇如今是一犯了。好。叶娇沉静的点头，丝毫没有反抗。然而严从征从部下手中接过枷锁，手却抖了。他走近叶娇，心痛和悲愤的表情怎么也掩盖不住。百里奚已经带领禁军前去搜查，安国公府内桌翻柜倒，混乱不堪。要不然，严从征道：我帮你逃吧。逃吧，逃了就不必受此屈辱。楚王归来。叶娇看了看那副枷锁，表面整洁，没有鲜血之类的污垢，锁也崭新，估计不会很重。严从征寻找枷锁是为了帮助叶娇拖延时间，也的确找到了最合适的。叶娇有些感激地对严从征笑笑。副统领稍等，他从容道：请准我前去梳妆，今日不知道需要披枷带锁，头发披散着会绞进枷锁里。叶娇梳着一个小小的望仙髻，其余头发松软地散在腰后，黑缎般微微起伏。他不亢不卑，甚至没有回答严从征的询问。看来关于逃跑，叶娇从未想过。他或许也没有想过如何在100余禁军乱糟糟搜家的时候找出一间不被打扰的房间，更或者如何从四散奔逃恐惧大哭的婢女中找到一个镇定自若能帮他梳妆的人。严从征神情冷峻，恼恨自己无能的愤怒袭上心头。他举起枷锁，朝照壁下的时装狠狠砸去。咣！第一声巨响，枷锁碎成2半。严从征开口道：叶小姐不必去梳妆了，本统领到底是没有挑到好枷锁。叶娇脸上五味杂陈，他松了口气，又为严从征的举止担忧，最后自责的退后一步，对他屈膝施礼：多谢将军。不要再说谢字。严从征内心煎熬，背过脸去：我会守在宣政殿外，我会守着。他不敢承诺什么，但他会守着他，若真有刑罚或者灾厄，他会竭力抵挡。可是除此之外，他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他甚至带领禁军把这座府邸翻了一遍，亲自拘拿叶娇进宫受审。约莫有1个时辰，搜完了安国公府。严从征安排1个禁军寸步不离跟随百里奚。此时那禁军抱着一个木匣，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就是国公府厚厚的账册。为何要拿账册？叶娇的心提起来，如果御史中丞扫一眼，就会知道这上面都是安国公府的生意。这回的案件跟生意没有关系。小姐说没有。百里奚瞥了一眼烂掉的枷锁，抱手摇摆皇宫方向，圣上未必觉得没有，看来是躲不过了，要查账。叶娇抬头看向前厅，叶夫人已经走到走廊里，她的身子站得笔直，
却一瞬间似乎老了许多岁，眼中焦灼难安，唇角起皮，整个脸颊陷进去，瘦得让人心疼。叶娇道：“容我去告别母亲。”百里奚似乎已经得到想要的东西，故而对叶娇很宽容。请便。叶娇缓步走到叶夫人面前，解下自己红色的赤狐大氅，裹住母亲的肩膀，然后压低声音询问道：“咱们家出去的那些银子？”叶夫人显然也想起了这件事，她有些慌乱道：“都是你父亲的安排，不关我们的事。圣上若问，就把他供出来，叫他不要在山里躲清闲，也进一进大理寺的监牢。安国公府一直有一些神秘的支出，只在账册中能看到。”叶娇百密一疏，没想到百里奚会把账册抱走。母亲这么说，叶娇知道自己问不出什么了，她只希望查账的人看不出来。离开府邸，大街上静悄悄的，原本喜欢看热闹的百姓都远远地站着，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嘲笑讥讽，只有些惴惴不安，有些激动担忧。为什么啊？他们窃窃私语，到底是为什么？突然有人高声问道：“对啊！”这询问引来更大的质疑。国公府常做善事，每年都在城外施粥，叶武侯掌上任后，盗贼都少了不少，怎么就把他抓了？没有人回答。严从征铁青着脸向前走，叶娇被4名禁军前后夹在中间，缓步慢行。这是拘拿的架势，而安国公府被搜家的事早就传开了。百姓们继续熙熙攘攘地问着，百里奚直到爬上马车，才有些不悦地回答道：“这是圣上的命令，尔等要抗旨阻挠吗？”百姓顿时噤声，大街上死寂一片。圣上的命令啊，完了，国公府完了。上朝的官员有好多，按照官职官位，他们在宣政殿内站成数排。因为这里大多都是5品以上的官员，故而远远望去，像一片紫色和绯色交织的云霞。云霞正中是一片青白色的地面，那是留给三司讯问的位置。夜交到时，叶长庚和林静已经被压在朝堂内。叶长庚那一件衣服已经穿了好几日，纵然眼中撑着一股阴气，看起来也颇为狼狈。他端正地跪着，一副决意慷慨赴死的模样。叶娇在心里撇了撇嘴，再看林静，短时间来看，林静是死不了了，但因为乍然被拉到朝堂上，他跪在地上，额头一直触碰地板，片刻都不敢抬起来。林静在发抖，他的双腿、胳膊和身子没有一处不在哆嗦。天子威严，把这孩子吓坏了吧？叶娇迈步入内，跪地叩首：“微臣叶娇叩见圣上。”他虽然被停职，但还是大唐的官员，是圣上的臣下。上次面见皇帝时，叶娇因为救助李策有功，被皇帝奖赏。他还记得皇帝的表情，像是手中握着许多糖果的家翁，逼着叶娇挑一颗最甜的。因为叶娇没有挑选李策，皇帝甚至有些遗憾。而这一次却是三司会审，皇帝听审，这样很好。大唐龙首原上的这座大明宫，应该比大理寺公堂更加公正严明。皇帝今日的神情，叶娇很陌生，微重、严肃、板正，眼神扫向叶娇，带着疏远和审慎。这是大唐皇帝的另一面，为江山社稷殚精竭虑，朝前夕替。搜完了，皇帝没有理睬叶娇，反而询问百里奚。回禀圣上，百里奚跪地道：“微臣从安国公府搜出账册若干，另有房产田地契书及密信数封。”好，皇帝道：“户部的官员都在，他们擅长看账，就让严侍郎带人去查。大理寺和刑部已经准备妥当，就等着御史中丞拍下惊堂木了。”这话里的语气似乎对百里奚格外看重。百里奚答曰不敢当，便走到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身边，恳请大理寺卿汪臣明开口审案。汪臣明和刑部尚书又推脱一阵，最后还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百里奚。按理说百里奚官职最低，但这个案子如今是烫手的山芋，大理寺和刑部已经觉得很难办。圣上对百里奚委以重任，就让他来审吧。百里奚问的第一个问题，便让叶长庚七窍生烟。叶将军，你不承认自己同吐蕃勾结，那么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护送吐蕃使团回京的路上，吐蕃公主为何与你同处一帐，深夜不归呢？叶长庚下意识就要否认，忽然又想起一事，只能争辩道：“那是因为末将杀狼受伤，吐蕃公主前来问候。他没有说格桑梅朵帮他敷药的事，毕竟那是位女子，要顾及她的生命。”百里奚冷哼一声道：“问候需要半个时辰吗？这个时间足以密谋许多事。你这是揣测，是诛心，是口说无凭。”叶长庚怒目圆睁，同百里奚争执。然而百里奚却稳如泰山，斯文优雅，与叶长庚急赤白脸有些心虚的样子正好相反。他逻辑严谨，一句句逼问：“你能解释那封吐蕃使团里的奏书为何是你的字迹吗？你能解释大学习巷中你离席时到底去了哪里吗？你能解释为何护送使团回京时绕过甘州，多走了10日路程吗？你难道不是带领吐蕃人熟悉我大唐各地城防吗？”叶长庚的每个回答都很恳切。“不是我写的，
我去出宫了。因为甘州地洞，路不好走，走的都是官道，没有接近城防要塞。虽然恳切，但是没有一个证据。而百里奚却像是一条草丛里窜出的毒蛇，咬住叶长庚的心窝，让他恼羞成怒，却只能濒死挣扎。他还有大招，一个安国公府无法抵挡的大招。如果是关心朝事的百姓，就会发觉今日已经到了4时，宫城内还没有散朝。那些往日下朝后饿着肚子在路边买豆腐脑肉包子的朝臣，一个都没有出现。而如果有谁注意到城门，会发觉已经连续几日叶郊都没有在城门口出现过。这里戍守的是前任武侯长，现任白队长。白献瑜正站在城墙避风处，手里拿着烤红薯，一面暖手，一面啃了一口，还不忘了夸奖下属懂事。这老陈家的烤红薯，去晚就卖完了，亏你能买来。下属嘿嘿笑道：别人买不来，咱武侯还买不来吗？白献瑜立刻警惕起来：你小子可别做蠢事，小心武侯长骂人。下属拍马屁道：您就是咱们的武侯长，您不骂谁会骂？不知为何，这个马屁像是拍到了马腿上。白献瑜抬脚就踢在下属屁股上，骂道：滚一边去，守好城门。这几天叶武侯长不在，出了事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下属嬉笑着跑开，没过一会儿便跑回来：有人闯门，有人闯门。白献瑜丢掉热红薯，抽出大刀就冲过去。宗全武那件事后，还没有人敢正大光明闯过城门，以为我们武侯长不在了，我们就是猪仔吗？他越过排队通过城门的百姓，越过乱糟糟的牛羊马匹，看到有一个人从远处飞驰而来，他骑着骏马，没有停下的意思，直直朝城门口撞来。人群惊乱着散开，下属喊道：白队长，咱们下绊马绳吧。白献瑜目瞪口呆看着马匹上的人，温文儒雅的楚王殿下，怎么今日令人毛骨悚然呢？他再次向下属的屁股踢去：下你娘的绊马绳，快给老子清杖！清杖！郎君救命！宣政殿东西20余丈，南北10多丈。它不是大明宫内最宏伟的宫殿，却因为这里是皇帝听政之地，故而无论是展翅前身的飞檐，还是屋脊两端的粗大螭吻，都在向天下昭示皇权的威严。但是自大明宫修建以来，这里不光有高风亮节的明君贤臣，还有卑鄙龌龊的国之蛀虫。叶郊的目光无遮无挡落在御史中丞百里奚身上，不明白这个人为何如此审案，像是跟安国公府有仇。为什么啊？这些年来他们无职无权，只是在京都做些生意，所盈利的被父亲拿走一大部分，余下就只够他们衣食丰足而已。更何况哥哥和他都是军职，对文官毫无威胁，除非百里奚身后站着一个人，而叶郊和兄长有意无意挡住了他的路。百里奚接连发问，虽然诛心，却也条理清楚，驳得叶长庚哑口无言。最后他更是斥问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叶长庚结结巴巴，胸中填满委屈愤怒，却无法辩驳，憋得脸颊青白，气息混乱。这个时候叶郊才开口道：既然百里忠诚允许自辩，那不如让下官说几句吧。叶郊早就想说话了，这个法堂有些奇怪，皇帝和100余朝臣听审，三司里却只有百里奚讯问，而他的上级刘晏不知道是不是被连累了，跪在一边高举官帽，看来已经举了很久，胳膊在抖。叶郊很想说几句话，想在户部发现账册问题前扭转局势。百里奚闻言不悦道：本官还没有问到武侯长，但是大人在询问下官兄长。叶郊道：大唐律法，叛国投敌，罪诛9族，所以下官有申辩的权利。百里奚转过身，恭恭敬敬要询问皇帝。皇帝已经开口道：让他说。叶郊叩头谢恩，正色道：既然御史台查明自己是叶将军的，那我想请问兵部各位大人，这奏书中可曾有40威3字？兵部尚书和侍郎就在殿内，闻言相视一眼，回答道：别的不敢确定，还要细看，但10字一定会有。既然是国之军机，必然会有关于何时进攻吐蕃有利的分析。叶郊点头感谢，对百里奚道：家父姓名惠熙，字40，家母的名字中有威字，故我们几个兄妹自小习字，遇到这几个字都少写一个上提的勾，以示敬重避讳。奏书中若有这几个字，劳烦三司几位大人看看，是不是真如我们所写。模仿笔记是仿形，不会注意对方习惯写错的字。百里奚闻言微微惊讶，然而不得不取出那份奏书，交到大理寺卿汪臣明手中。汪臣明年纪大，眼神不太好，他盯着奏书仔细寻找，总算找到10字，仔细辨别后点头道：不错，这个字有勾。叶郊心中松了一口气，叶长庚终于呼吸顺畅。然而百里奚又道：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或许誊抄奏书时叶将军故意为之。叶郊淡淡一笑，不再同百里奚争辩此事。今日圣上在，有没有罪都是圣上说了算。叶郊又道：那我想请问，兵部把奏书交给叶将军前，可曾准他看过吗？没有。
兵部侍郎笃定道：“好。”叶交点头。据下官查问，奏书给到叶将军手中是申时3刻，枢密院收到奏书签批是申时4刻。叶将军从兵部到枢密院，快马加鞭，路上遇有人搭讪都没有停，才用了1刻，便把奏书送到。那么请问各位大人，有哪位能用1刻钟送信，路上在马背上誊抄全文吗？时间太短，短到能洗清叶长庚的嫌疑，而这么关键的证据，三司竟然视而不见。百里奚闻言紧蹙眉头，一直持重的脸上露出片刻慌乱。他看向大理寺卿，询问道：“时辰有错吗？”“没有。”大理寺卿汪晨明道：“不过咱们也没有计算过这个时间啊。”大殿内静悄悄的，良久，听到皇帝冷哼一声，沉声道：“叶交，你起身回话吧。”站起身，说话中气就更足了。叶交身着青衣，立在朝堂中，像红色云霞之上的青色天空，举重若轻，有的放矢，还有些浅浅的倨傲。他逐一驳回百里奚的讯问。至于叶将军离席去了哪里，想必他再蠢也不会亲自送信。叶长庚闻言露出一丝笑容，点头表示自己的确不蠢。叶交又道：“叶将军绕到甘州，是因为下官给他送了一封家书，说甘州道路损坏，又有流民，担忧损害我大唐国威。”朝臣闻言点头。大唐的国威是将士们好不容易打出来的，怎么能因为流民让吐蕃看轻呢？至于有没有路过城防要塞，叶交扬声道：“兵部护送吐蕃使团有300人，难道人人都被叶将军买通了吗？”把路线图画下来，对比城防隘口，一看便知。原本肃重的朝堂，因为叶交的这些话，气氛终于松弛了些。没有人希望朝中出现奸细。百里奚被叶交问得哑口无言，却面色不变，看向禁军手中的木匣。只要拿出木匣中的密信，安国公府就洗不去勾结吐蕃和朝臣的嫌疑。而只要户部能从账册中查到那些，心中想到此处，便见户部侍郎严连大步迈入殿内，扬声道：“回禀圣上，微臣在安国公府账册中发觉一处解释不通的地方。”话音刚落，殿外戍守的严从征便是一惊。他听到父亲的声音，他知道安国公府绝不会卖国求荣，但是账册是怎么回事？殿内众人抬头，都从叶氏兄妹脸上看到一晃过的心虚。严连把发现的问题禀报给皇帝。安国公府所涉生意有货运、茶叶、航丝，从账册上看，每年盈利丰厚，但总会在某个时候支出大部分银两，导致账面出现短时亏空。支出的名目是什么？百里奚问道。这是一个谜团，一个安国公府的账房先生不懂，百里奚也想不明白的谜团。那么多银两，足以行贿官员，豢养死士。严连道：“名目只有1个字，计。”这字没头末尾，看不明白。为了让朝臣加深联想，百里奚打开木匣，从里面拿出一沓信。账册放在叶武侯长房内，这些信件是跟账册一起找到的，有一些看不明白的吐蕃文字，还有的是某位皇子。涉及到皇室，就不是三司能够过问的了。看如今的情形，难道安国公府每年都行贿皇子吗？是谁最有可能继位的晋王李章，还是温和憨厚的赵王李景，更或者是楚王李策？他和叶交的纠葛，难道是2家勾结的障眼法？朝臣的心中乱糟糟的，皇帝心中也乱。他看向百里奚，心道：“你倒是说啊。”然而百里奚一定要先从账册上逼问叶交，他厉声问：“所以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些巨额银两支出哪里去了？”“不知道。”叶交生硬的回答，觉得有些无力。从他开始接触生意，这些支出就有了。父亲虽然从未归家，但每年的某个时候都会有人手持他的印信到府中支取银两，有时多，有时少，但都在1000两以上。兄长曾经抱怨过，但母亲说这些是父亲离家时就约定好的，所以他虽然不管家，不在乎他们这些子女，但他要钱。母亲要他供出父亲，让父亲无法修道，也尝一尝牢狱之灾。但是叶交不忍心，不想说。或许是因为很小的时候，父亲曾经为了救起他，摔伤了腿。那件事叶交已经不记得了，但冯杰记得，他每说一次，叶交就坚信父亲疼爱过他，是位好父亲。一丝轻蔑得意的神情在百里奚脸上出现。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不知道。叶长庚见妹妹抿唇不语，开口道：“我安国公府如何支持银子，也要向你报备吗？”如果出去花天酒地，百里奚道：“自然不用。但如果用来行贿勾结朝臣，则有违国法，所以还是讲清楚的好。”然而叶长庚兄妹的确不知道，这些银两也的确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因为这些银子，叶交之前条理分明的辩驳似乎被人忘记。他们只想知道2件事：银子去哪儿了？信是谁写的？朝堂既然无声，阅案后的皇帝和穆仪顺接着双目微睁，用探究的语气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母亲知道吗？怎么会有人家支出巨额银两，
却不知去向。叶长庚惊愕地抬头，又惶恐叩首道：“圣上，这是我们兄妹的事，请不要提审家母。这样百官审视讯问的朝堂，哪是母亲能够承受的？你倒是孝顺。”皇帝凉声道：“但如今朕也想知道，这银子到何处去了？”皇帝厌恶朝臣结党营私，而每年1000两的银子足以买通许多人。叶长庚看向妹妹，在叶娇眼中看到同样的无助和惊慌。他们都知道银子是父亲支走的，他们却都不想招供。那位在江南道清修的父亲，他可曾知道自己的子女会在某一天遭遇这种险境？在一片难挨的寂静中，叶长庚准备招认他痴迷赌博。对，赌博。大唐禁止朝臣参赌，大不了这个官他不做了。回禀圣上，微臣回禀父皇，儿臣。叶长庚惊讶地发现，有一个声音跟他同时响起。大殿内风吹帘动，朝臣衣袂翻飞，进来的是一位皇子。他带来的还有九州四海那样清爽凛冽的风。叶长庚瞠目结舌地看着李策，看到他形单影只，看到他满面风霜，看到他脸色铁青，如一团淤积在浓云中的雷火。李策先袍下跪，叩首道：“禀告父皇，儿臣知道安国公府的银两哪里去了。”叶娇同样也看着李策，他满面震惊，下意识抬手掩唇：“你怎么知道？这事儿连我们都不知道，你连我们家的门儿都没进呢。”李策追妻。殿内静默一瞬，百余朝臣、三司官员和皇帝的目光全部聚焦在李策身上，就连支撑起双层屋檐的粗大圆柱，还有威严耸立的飞檐斗拱，都似乎齐齐屏息凝神，要听一听李策进禀。安国公府的银两哪里去了？除了想听一听李策的解释，大家还奇怪他怎么回来的这么快。不是去赈灾了吗？户部的几位官员还没到家呢，李策是飞回来的。短暂的安静后，大殿内响起皇帝威严的声音：“楚王倒是知道吗？那你不妨说说，然后朕再治你衣着不整，未宣而入之罪。”觐见皇帝为着常服，就这么心急如焚地闯进来，当然要治罪。然而李策已经顾不得这个，他端正跪礼，回答道：“儿臣在甘州赈灾时，甘州新任知府尹世才想请儿臣到汤泉休息，儿臣拒绝。他便说汤泉其实跟赈灾有关，因为甘州地动后不久，就有道人在汤泉处施粥，又向衙门布施1200两白银，用于赈灾。那道人未说自己在何处修行，只在捐赠的文书上写了祭字。世才儿臣在殿外听到安国公府账册上也有这个字，便想着或许有所关联。”皇帝紧皱的眉头微微舒展，询问户部侍郎严连道：“你查出的账册是多少银两？”严连谨慎地回禀道：“今年支取的分毫不差，正是1200两。”殿内响起一片惊叹，为银两去向清晰而惊，为竟然用于赈灾而叹。那可是1200两，恐怕占了安国公府每年生意利润的50%以上。怪不得写作祭字，这是赈济，是济世救人，是达则兼济天下。皇帝微微动容，对叶长庚道：“果真是赈灾了吗？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是怕伤了朕的颜面？朕是那样小肚鸡肠的人吗？”叶长庚疑惑的叩首，不比其他人的惊讶少。他曾经抱怨过父亲很多次，说他抛妻弃子避入深山，还要拿家里的银两过活，却没想到那些银两竟用于赈灾了。一时间叶长庚心中五味杂陈，他竟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父亲。想到自己身后的妹妹，叶长庚回头看了叶娇一眼，叶娇对他笑笑，桃花眼里却盛满泪水，不知道是感动的泪，还是庆幸的泪，亦或是在今日对父亲重新了解的泪。可是在一片赞叹声中，御史中丞百里奚却继续发问道：“今年的如此，去年有吗？前年有吗？确认这不是巧合？”“对啊，万一是巧合呢？安国公府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自己消失的银两都是用于赈灾了呢？”户部侍郎严连闻言开口道：“去年是1100两，前年800两，大前年1300两，只搬来4年账册缺失的银两数目，微臣都已经誊抄下来。”这个好说，一直仿佛置身事外的大理寺卿汪臣明开口道：“户部那里每年都有各地赈灾募捐的记录，只需要去查一查，便知道能否对上。”皇帝抬眼示意户部去查，这里户部官职最低的官员便是严连。他又一次抹着汗水离开大殿，走到殿外时，守卫在门口的严从征迎上，唤他道：“父亲。”严连瞪了儿子一眼，未等严从征开口，便道：“你闭嘴！本官谨遵皇命履职，不管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情。”这种时刻，他是不会站队，不会撒谎的。是福是祸，都看安国公府的造化了。严从征僵在原地，看着父亲向宣政殿旁边的户部衙署跑去，他步履沉沉，气喘吁吁，已露出些许老迈之态。严从征的心里有些酸涩，更多的是担忧。果然，经户部查证，这些年来捐赠赈灾的银两都有某笔同安国公府的数目一致。
这些银两要么用于抗旱修渠，要么用于救助疫病，最多的是粮荒赈灾。只是以前没有写祭字，但都由道士转交。面对证据，百里奚瞠目结舌。这件事是他买通安国公府的账房先生查出的纰漏，原以为是一柄利剑，没想到竟帮别人扬了慈善之名，利剑刺入自己腹内。这怎么？他扭头看向三司其他官员，见他们竟然也交头接耳谈论起安国公府的慈悲胸襟，百里奚只得僵硬地转过头问道：为何是道士？为何都是道士前去捐赠？这个问题，阅案后的人帮他回答了。因为叶熙啊，皇帝神情激动，感慨万千道：叶熙位在朝堂却为国分忧，身处道观却救黎民百姓。朕希望这天底下多些叶熙这样的忠良，少一些争权谋私的奸佞。朕自己也会敏感五内。说到这里，皇帝似乎才想起来今日安国公府的人还担着罪名，便又和声对百里奚道：爱卿继续审，继续审，这银两的去处知道了，想必你还有别的证据。一语惊醒梦中人。今日大家齐聚一堂，是审问安国公府是否通敌卖国，可不是来表彰他们济世利民的。百里奚的心提起来，手有些抖。他不能输，输了安国公府便会飞黄腾达，扶摇直上，吐蕃必然能同大唐合议，晋王就要解甲回京。晋王的势力还太弱了，如果不能在兵部培养足够多的亲信，不能利用战士囤积足够多的银两，那么即便获封太子，也难以在朝中站稳脚跟。皇帝的儿子中，太多人虎视眈眈觊觎太子位，血雨腥风的战役前，他们必须做足准备。百里奚强装镇定，拿出一封书信道：这封吐蕃文字写成的信是在安国公府中搜出的，还请礼部或者鸿胪寺的人看看。案件审到此处，大理寺、御史台、刑部、户部、兵部都有涉及，其余几部官员渐渐忘了饥饿，等着百里奚提到自己呢。毕竟案情似乎已经有了转机，皇帝这会儿心情好，在军前露脸，也没有白在这里忍饥挨饿。听说要辨认吐蕃字，鸿胪寺卿王玄义立刻出列，赶在礼部之前举起护板。礼部官员便有些不乐意，但想到王玄义是一语官出身，通9国语言，便也任由他出风头了。皇帝颔首，王玄义便穿过一列列官员，走到百里奚面前，郑重地取过那封吐蕃书信。他先举起封面，郑重道：这上面的确是吐蕃文，写着长安安国公府，叶将军抬起，吐蕃兰城公主格桑梅朵。这是书信的固定格式，朝臣没想到他们之间通信竟然如此光明正大，顿时又是一阵嘈杂的议论。百里奚放下心来，是这封信，这是他亲自找长安的藩邦人写下的，里面写了格桑梅朵对叶长庚的诸多交代，其中一项便是要得到大唐军机。格桑梅朵承诺待事成以后嫁给叶长庚，带他回吐蕃继任吐蕃皇位。这样的诱惑也难保一个小小的五品将军不会动心啊。百里奚屏息凝气，等待王玄义拆开信封，抖出书信。那封信慢慢展开，百里奚的眼神却突然僵住，他瞳孔微缩，身子向前走了一步，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不对，怎么只有一行字？在百里奚的震惊中，王玄义大声念出了信笺上的字：明德门，祝大唐国运昌隆。明德门，祝大唐国运昌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朝臣一面议论一面偷笑，若不是在肃静的朝堂，恐怕就要捧起肚子笑翻在地。在一片议论声中，皇帝问：这是什么？没有人能回答他的话，只有叶郊施礼道：启禀圣上，这是微臣写的。他写的？你怎么能冒充格桑梅朵给你哥哥写信呢？皇帝慢悠悠地询问，似乎知道答案即将揭晓，反而不那么着急了。叶郊眼神明亮，镇定自若，恳切地回答道：微臣带领武侯戍守明德门，常常有吐蕃来往官商，需要微臣验看文牒。别的吐蕃字微臣不认得，但是这几个字是他们文牒上常有的，故而微臣也能写出来。皇帝温声道：朕是问你，为何冒充格桑梅朵？因为真正的信在这里。叶郊从衣袖中掏出厚厚的一沓信件，双手呈上道：微臣今日在府中抓到一个贼，他怀里揣着这些信，要放进微臣的闺房。那个贼被微臣打晕，锁在安国公府的马车上，如今或许已经拉到宫门外。微臣从那些信件里捡出有吐蕃文字的，胡乱写了一句，放进信封。微臣是想，这些东西早晚要面见圣上，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微臣和兄长相信三司在圣上面前会公正裁决。他说着双膝跪地，含泪道：微臣一家人恪尽职守，忠君报国，却不知道为何被贼人算计，要诬告成卖国求荣的奸佞。微臣和兄长有冤，求圣上明断。12年前，安国公府就已经有冤屈了。12年后，同样的朝堂内，阅案后的君王能否明辨是非，还他们一个清白？内侍总管高福走下台阶，双手接过了叶郊高举的信件。朝堂一片肃然，
这是恭敬的肃然，是激愤的肃然，是万众一心的肃然。良久，宰相傅谦开口道：“圣上，微臣请见。”说。皇帝掷地有声：“微臣请拘贼人，详查此案，揪出幕后主使。”兵部尚书同样举起护板：“微臣附议。”跪在地上的刘晏把手中渐渐放低的官帽再次高举：“微臣附议。”朝堂内顿时一片回应：“臣等附议。”准。皇帝道：“他说着斜睨一眼惶恐不安的百里奚，森冷道：“百里忠诚的其余信件，不妨都拿过来，也让朕看看，安国公府除了与吐蕃有通，还在勾结哪些朝臣皇室？只有百里奚和禁军去搜安国公府，这要巧，今日便有贼人在搜查前带着信件前去栽赃，恐怕第一个需要查的就是这位直言善谏的御史大人。”高福取过百里奚手中的书信，交到皇帝手上。皇帝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哼声道：“哦，是朕的儿子楚王，果然是要把倒霉的李策也拉下水。”他说着拆开信件，嘲笑道：“这个不需要鸿胪寺翻译，朕来读，朕认识楚王的字。”他咳嗽一声，带着几分嘲讽，下意识便把那封信念出了口：“娇娇，娇娇。”这两个字响彻朝堂。叶娇上前一步，李策唤一声：“父皇，不可。”皇帝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封真信，是他的倒霉儿子写给叶娇的真信。他的儿子不光倒霉，还没出息，真是气死朕了。相信你们，大唐大明宫落成至今，皇帝是第一个在朝堂上念出娇娇二字的人。虽然他念得字正腔圆，一字一板，但越是这样，越透着一种不和谐的滑稽。这是多么柔软的两个字，该出现在家人的呼唤叮嘱中，出现在恋人的呢喃倾诉中，怎么也不该是在庄严肃穆的宣政殿。举座皆惊，朝臣个个惊讶愕然，抬头见皇帝手拿信件，神情尴尬纠结，又带着点嫌弃，把手中的信件挪远一点，但又忍不住瞥一眼。皇帝注意到这封信在他之前没有打开过，也就是说，李策写的这些叶娇根本就没有看，那这余下的10几封也都没有看了。这是李策子承殿拒婚后后悔了，舔着脸追求人家呢？丢人啊，又丢人又没出息，还倒霉的被人意图栽赃。皇帝低头看向朝臣，见他们一个个仰着脖子，像一只只彩色的鹅，瞪大眼睛朝玉案上瞄，那好奇的表情无不透露着他们肤浅的心事。读啊，怎么不读了？皇帝冷哼一声，把那叠信件丢下台阶，扬声道：“都是些儿女心事，没有任何忤逆犯上或结党连群的话。”朝臣闻言低头，个个都有些失望。你说没有就没有吗？就算没有，我们也想知道内容啊。娇娇听这语气，似乎真的是楚王亲笔。伪造的信件我们就不必看了，这真信件不正能为楚王洗脱嫌疑吗？内容到底是什么，就不能念给我们听听？不然我们才不肯相信李策呢。他是您的儿子，又不是我们的。当然，没有人敢开口质疑皇帝的话，朝臣纷纷叩首，表示愿意相信楚王殿下。只是他们的声音有些散乱，神态也有些欲言又止，动作更是乱糟糟的，让人看着心烦。特别是御史中丞百里奚，像嗅到鲜血的苍蝇一般，胡须颤动，眼睛盯着信，就差要扑过去抢到手里，自己念上一遍。看来他是打心眼里相信安国公府和楚王是有猫腻的。那今日不让他们知道这信件的内容，是无法服众了。皇帝扶额片刻，懊恼地甩袖道：“李策，这都是你写的信？”李策躬身回答道：“是儿臣写给叶武侯长的私信，与朝事无关。”无关。李策正色道，侧头看向叶娇，他的脸颊有些红，端正地站着，脸上云淡风轻，虽有些羞赧，却不明显。李策希望这件事没有让他为难，然而皇帝开口道：“那既然与朝事无关，你同意取出一封，叫大家信服吗？”皇帝的声音很温和，虽然是在询问，却夹杂着不容拒绝的威严。饶是如此，李策还是抗命了。他怕叶娇会难堪，会在这大殿上夺路而逃。父皇，儿臣以为不妥。朝臣们齐齐看着李策，眼神清亮，似乎在说妥得很。李策再次看向叶娇，他偏着头对李策笑道：“怎么，不敢吗？”语气中有3分狡黠，7分挑衅。这真是火上浇油，不嫌事儿大。是啊，皇帝爽朗地笑道，连叶青都不介意。你一个大男人，难道羞于把这些事宣之于众吗？这是皇帝第一次用亲字称呼叶娇，这是君王口中表示信任的辞藻。李策当然没什么好害羞的，他担心的只有叶娇。然而看叶娇的模样，似乎也极力想洗脱安国公府勾结皇室的嫌疑。他可以舍弃自己的尊严，换安国公府风平浪静。那既然如此，李策浅吸一口气，走到台阶下，捡起了他那些信，真的一封都没有看过。他的心有些凉，懊恼和悔恨再次席卷全身，担忧会永远失去叶娇的心，让李策的喉咙有些酸涩。
都怪自己曾经当堂拒婚。那么今时今日，在百余朝臣面前，在皇帝面前，在天下人面前，就让他来表白心迹吧。娇娇，他清雅纯澈的声音响彻整个宫殿。娇娇，我在大雪纷飞的篝火旁写这封信，前信未得回音，不免灰心丧气。然而这大约都是我的活该。今日见一流民因为惹怒妻子流泪哭泣，我便觉得他便是我，我便是他。近日感觉天地失色，或许是因为长安车水马龙的繁华盛景抵不过你嫣然一笑。赈灾途中一切都好，勿念。李策，于天安23年11月初5，完完整整一封信。真的念出来了，但是怎么这么短？你写信这么短，怎么能追回人家小姑娘？朝臣们个个目瞪口呆，又惋惜不已。皇帝听得津津有味，却也连连冷哼。只有冷哼能压住他内心的起伏。这儿子文笔不行啊，远不如自己当年，但是敢朗声念出来，看来他这个儿子的脸皮已经比城墙都厚了。内心嘲笑间，李策已经又捡起一封信，刺啦一声撕开，取出念诵道：娇娇，我在行驶中晃动不停的马车上写这封信。看来前面2句是他的固定格式了。停下！皇帝扬声打断了李策的念诵。你还没完没了了吗？他压下心中乱糟糟的情绪，看着朝臣们更乱的表情，抬声道：一封信足以证明，不必再念。这里不是楚王你的府邸，你想念信，别在朕的朝堂念。滚回去！让他滚回去，没有再提因为闯殿治罪的事。李策连忙躬身下拜，离开前跪地收拾散落的信件。信留下。皇帝道：那些都是证据，是证据，所以不能拿走。李策应声是，又偷看叶娇一眼，才转身离去。他正咬唇盯着那些信，眼中亮闪闪的，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打发走李策，皇帝扫视殿内一周，表情威严，好让那些朝臣反思自己是在哪里，能不能露出没有尽兴、很遗憾之类的表情。这是朝堂，不是说书听戏的勾栏。朝臣们立刻恢复了恭顺肃重的神情。皇帝抬手扶着高服，有些疲累，也如释重负的起身。好了，他叹息道：安国公府的案子虽然由三司全权审理，但依朕看，这里面必然是有什么误会，也有穷凶极恶者在栽赃陷害，借机生事。当然，朕的想法不重要，三司还是要好好审理。听到皇帝如此敲打，大理寺卿、御史大夫、刑部尚书连忙跪地，声称一切必当秉公执法。皇帝再看向唯一没有看热闹的刘晏，温声道：刘府尹，你把那帽子放下吧，举了这么久，手不酸吗？难道要朕亲手给你戴上，你才满意？叶娇没事，你的乌纱帽，朕也不要。刘晏忙说不敢。皇帝已经走下台阶，在高福的陪侍下阔步离去。朝臣跪送皇帝，今日朝堂的种种纷乱总算落下帷幕。接下来就赶紧出宫，先吃顿好的，再把今日的大趣事讲给夫人听。哈哈，太好笑了。对了，还要离某些人远点。今日之后，御史台要有人倒霉喽。朝臣有序散去，叶长庚总算起身。他揉了揉膝盖，想要同叶娇说话，却发现妹妹已经不在原地。他去了他的上司刘晏那里。刘晏仍然跪着，他垂下的双臂抬起，想要把帽子戴回去，却发现自己怎么都抬不起手臂了。官帽掉落在地上，酸疼，胳膊上的肉像是缩在了一起，在痉挛中止不住的颤抖，就是无法用力。刘晏是没有什么朋友的，别的朝臣全部结伴而去，只有他还跪着，等待自己的身体恢复，然后不那么狼狈的起身。可是正在此时，一抹青色的衣裙在他面前散开，叶娇恭肃地跪在刘晏侧前方。这里是宣政殿，除了皇帝，是没有人敢面南说话的，所以叶娇侧跪着，开口道：我来吧。在刘晏的惊讶中，他捡起地上掉落的官帽，用衣袖擦拭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又扶正略歪的帽翅，然后双手高举，郑重恭敬地为刘晏带回官帽。刘晏不安道：叶武侯长，你……叶娇扶住刘晏的胳膊，让他在自己身上借力，慢慢起身。刘晏的腿已经酥麻无法行走，叶娇一直扶到叶长庚接过去，才松开刘晏，又后退一步，对他屈膝施礼。安国公府感激刘福尹舍身进言的大德。叶娇的眼中泪光闪闪，声音哽咽。皇帝说了，刘是用乌纱帽来保叶娇无罪的，他何德何能得此恩惠？叶长庚也突然明白过来，他也想丢下刘晏去施礼，可只要松手，刘晏就要歪倒。无奈之下，叶长庚只能继续扶着，恳切道：末将也对刘福尹感激不尽。你们别这样。刘晏不自在的挥手，仿佛他付出的东西根本不值一提。本官是不善言辞的他喃喃道：本官是相信你，相信你们，是因为相信。可相信本身本来就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叶氏兄妹扶着刘晏离开宣政殿，台阶下面
李策正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叶娇，仿佛这天底下只剩下这一个人值得他全神贯注。接你回家。一直走到宽阔平整的殿前广场，叶娇才松开刘燕的手臂。他嘱咐叶长庚道：“送刘府尹回府。”不用不用，刘燕不习惯被人这么体贴的对待，本官自己回去，自己回去。叶娇含笑不语，热情的叶长庚应付着刘燕离开了。他努力配合着刘燕的小步子，像护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生怕对方有什么闪失。除了他们，林静也从台阶上走下来。他的伤很重，走路很慢，叶娇耐心地等他走过来，才从衣袖中掏出一枚铜牌，递到林静手里。安国公府的马车停在宫外，叶娇柔声道：“有个跛脚的车夫，名叫冯杰，你把令牌给他，他会带你回府养伤。医者早就请到府中了，就等着给你治伤。”对不起。林静满是血痂的手握紧铜牌，埋头道：“卑职累害武侯长，罪该万死。”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卑微的，今日到这朝堂上来，他才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卑微，还低贱。侍卫八面威风，朝臣气宇不凡，更别提玉座上的皇帝，说不出该怎么形容，只叫人又惊又怕，又忍不住想膜拜颤抖。只有他只能跪在冰凉的宣政殿地板上，听恶人口若悬河诬陷栽赃。见叶娇陷入险境，他却没有任何办法，也不敢反驳半句。他的过去被人用来陷害叶娇，他的现在不过是这些大人们脚底下的灰尘。叶娇看到他的表情，温声劝道：“你不要再内疚，我曾经同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记得。林静立刻答道：“认真做事，好好做人。”叶娇抬起手臂，拍了拍林静的肩膀：“众生生而不同，但只有好好做人，才受人尊敬；好好做事，才有活路。你以前做了错事，不罚是不行的，但这一遭受了酷刑，我会同府尹商量，两相抵过，以后让你还留在武侯铺，怎么样？”林静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他竟然还能留下，闻言难以置信的张大嘴巴，半晌才想起下跪感谢，被叶娇拉住：“你也不要有这种自惭形秽的表情，你在牢里忍下刑罚，坚守本心，就已经比那朝堂上的许多人要强上100倍。”林静眼含热泪，咬唇不语，又委屈又羞愧，又有些难以自持的感动。“快去治伤吧。”叶娇看了一眼宫外道：“昨日我差人给你娘送过钱粮，她那里你不用担忧。这会儿你若回家，反而叫她难过，不如就在国公府养着，反正我那里养着100多个人呢，不少你一碗饭。”是。林静闷声回答，泪水滴落下来，砸进殿前光洁板正的石砖。他以后就要这么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做人。看你瘦的。叶娇又拍了拍他，这些日子要吃胖些。送走刘燕和林静，叶娇仍然没有搭理李策。他对殿门口矗立的严从征挥挥手，又浅浅施礼。严从征在最高处低头，看着他温和的笑笑，又拍拍腰间大刀，表示自己不方便说话。叶娇比了个了解的手势，用口型说道：“请你吃饭。”严从征的手比了个端酒杯的姿势，叶娇比了个酒缸。严从征被他逗得忍俊不禁，又因为是在驻守宫殿，不得不转过身去调整表情。这一幕全被李策看在眼里，他看着叶娇跟别人眉来眼去，脸上的笑容渐渐僵硬。忙活了许久，叶娇才转过身看向不远处静立的楚王李策。李策连忙笑笑，眼中有些疼惜和不满，更多的是尘埃落定后的轻松愉快。叶娇没有走过去，只远远施礼道：“多谢。”今日局势扭转，全靠李策对安国公府钱款去向的了解。见他如此，李策喊道：“小姐说什么？没有听见？你能跟别人那样比划，怎么跟我这么拘束？我这里不需要比划，大喊大叫怎么样？”他的声音很大，像一个80岁的聋子在街巷里跟人闲聊。叶娇惊讶地看看四周，见已经有内侍侍卫向这边看过来，他只好走近李策，低声斥责道：“别闹！”不知道是不是别闹这个词语夹杂着某种亲昵，李策的脸立刻红了，人也重新肃整，向叶娇走近，抿唇不语。“你是怎么知道那些银子去向的？”叶娇问他。若说是因为甘州巧遇，那也太巧了些。李策承认道：“我们出狱后，我让清风查过你们的生意，你们有个负责货运的账房先生，嘴很松。”叶娇点头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经此一事，安国公府必要里里外外自查一遍，那些口风松、容易出事的，都赶出去拉倒。那你……”李策出神地看着他蹙眉思索的样子，轻声道：“能原谅我了吗？”他曾在紫宸殿拒绝过叶娇，又在宣政殿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心意。李策不觉得丢人，只要他能开心，这些就都值得。“不能。”叶娇说完，嘲讽的笑笑：“你以为你在朝堂上把那些信件读出来，我就能原谅了你？是谁说的？自己变心了，不稀罕我了，要跟别人生孩去了？”“我没说过生孩子的话。”李策反驳：“我怎么会？”他急得脸颊通红。叶娇转过身离开，又缓缓停下，转身对他笑笑。李策，叶娇脸颊微红，
像是有桃花绽放，说出的话却巨傲无礼。从今日起，我不生你的气了，但我也不想搭理你，你还是离我远点。他说完，果然露出嫌弃的表情，远远的跑走几步，才又恢复了规矩的步伐，向宫外走去。李策站在原地，感觉像是有一只青鸟在他心脏边扇动翅膀，那翅膀如此柔软飘逸，扇动的风让人舒适，每一下都让李策恍恍惚惚如坠云雾。巨大的幸福填满他的胸膛。他不生气了，他不生气了。李策大步出宫，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李景，却在宫门口迎头撞见李景的幕僚。那幕僚看到李策，立刻撩袍下跪：“殿下，快救救我们王爷吧！他已经离府3天，不知道被禁军捉到哪里去了。”李策震惊地站住，心中的青鸟飞走，一颗泰山石咚的一声落下。李策去见了皇后，严从征说带走李景是皇后的旨意。好在李策尚未出宫，只需递上请安帖，等皇后允准便可觐见。见到李策，皇后的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楚王回来了，一路舟车劳顿，怎么不回去歇歇？请什么啊？母后还没有老呢，不需要你们这么费心守着。”殿内烧着足够温暖的地笼，皇后雍容华贵坐在凤榻上，母仪万千。李策没有绕弯，直接问起李景。他呀，皇后端庄的细眉蹙起，叹了口气：“母后不瞒你，他听说安国公府有难，这急忙慌便往宫里闯。圣上会允许他哭泣求情，然后徇私枉法吗？安国公府要摆脱嫌疑，案子还是要正大光明的审问明白。楚王，你说是吗？”李策神情微动，沉声道：“母后所言极是，已经审明白了。”皇后站起身，描画凤纹的盛装微微曳地，走到李策面前：“赵王虽说是你的兄长，可若论聪明才智，不及你的1/10。你去替本宫接他回家吧，就说他熬的那些汤药，不论还有多少，本宫都要他喝干净。吃一次苦头，他以后也能警醒些。”李策离开大明宫，一路上脚步沉重，却又希望能快一点。天界是最无情的所在，只有傻子才会以为求情有用吧？这个傻瓜！李策手持皇后懿旨，抬脚踢开太医署的大门，站在被上锁的药房门口，才喘了口气。门锁被打开，李策推门进去，见到昏暗的光线下，一身锦衣华服却头发凌乱的李景，正坐在小小的炉火前扇风熬药。他的喉咙一下子哽咽，说不出话来。李景背对李策，听到开门声，口中骂骂咧咧：“又来送饭？不吃！你们送的都是什么泔水垃圾，也配让本王吃？你们去告诉母后，本王绝食了，要死了！再不把本王放出去，本王明天就死给他看。”李景一面说，一面用蒲扇大力扇动炉火，直扇的火苗窜出来，几乎烧到他的头发。李策再也看不下去：“五哥！”他唤道。李景猛然回头，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惊道：“你怎么来了？哎呀，你快去宫里啊！你知不知道你的女魔头要完蛋了？”李策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我去过宫里了，我来这里接你回家。别抢王妃。”李景仍然很着急，他跳起来挥舞着烧火棍道：“去过了。事情怎么样？父皇肯网开一面吗？”他的脸3天没有洗，被烟熏得黑黢黢，只露出2只圆溜溜的大眼睛，透着焦躁。李策抿唇笑笑，眼中点点柔光，温和道：“你放心，案子弄明白了，安国公府无罪。倒是你，不要傻到为了我去闯殿。这次如果不是母后拦住，就不是幽禁3日，烧火熬药这么简单了。”李景那样的举动，往轻了说是意气用事，缺乏理智；可但凡有人深他一本，就会说他结党营私，徇私枉法。圣上最忌什么？笼络人心，党同伐异。李景掀起衣袍擦了一把脸，撇嘴道：“本王才不是为了你，本王是为了叶家的女魔头，他还恨不得叶娇倒霉呢。”李景想了想道：“叶柔，本王是看叶柔漂亮，不舍得她家中犯事，被抄没为奴。但本王这几天才想明白，真出了什么事，我是半点忙都帮不上，还被拘来熬药。”李景气哼哼地丢掉烧火棍，砸在药缸上。李策没有再同李景争执，今日不管五哥说什么，他听就是了。缸里熬的什么药？灶台不低，加上半人高的缸就更高了。李策踩在马扎上，低头看里面的药，缸壁上沾着一层层的药渍，看来李景整整熬干了一缸的药汤。此时缸底只剩下一堆湿润的药渣。太医署的小吏推门进来，用长柄勺滤出汤药，盛进碗里，再起身离去。因为没有当众宣读懿旨，李景并不知道这碗药是给他剩的。他瞧了一眼药碗，揉着冰凉的耳朵，厌烦道：“是黄连、栀子、木通之类，都是良药。是良药，也是去心火的药，可见皇后的良苦用心。”正好，李策笑着端起碗：“我从甘州回来，一路上忧心忡忡，心火旺盛，
以致头晕目眩。你到省了，我再去抓药。真的？李景咧开嘴笑起来。府长道：看来我也没有白熬，你都喝了，喝干净，不便宜这些臭太医。李策已经把药汤送到唇边，这药可真苦，却又回甘。叶长庚送完刘晏，才回家去。安国公府的护卫仆役早就在房街等待，他们烧起火盆，让叶长庚跨过去，又燃起炮仗驱除厄运，最后跪在地上，朝着大明宫的方向遥遥叩拜，谢圣上至圣至明，为安国公府洗清冤屈。这隆重的仪式惹得围观百姓先是叫好，然后跟随跪拜。叶长庚迈入家门，先去沐浴更衣，再到前厅面见母亲。叶夫人和2个女儿坐在一起，见叶长庚进来，丝毫没有欢迎他平安归家的笑容，而是凉声道：跪下。叶长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动作很熟练。母亲，他悔恨道：儿子知错了。叶夫人的脸上寒意森森，一双杏眼盯着叶长庚，摇头道：你不知道自己错。儿子真的知道。叶长庚正色道：儿子不该粗心大意，误入奸人圈套。儿子以为这京都的官场怎么也不会比沙场可怕。你不是错在粗心大意。叶夫人道：你错在天真无邪，你错在23岁身在朝堂，竟无防人之心。送兵部军机这样的大事，非你不可吗？就算不能推却，你大可拉几个人同行，就不会有这后面的种种。叶长庚那时急着送完就去聚会，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是，他垂着头道：儿子错了，儿子以后必然慎言慎行，思虑妥当，再不能拖累家人。我们不怕被你拖累。叶夫人的声音忽然有些沙哑：你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你的妹妹们是跟你一母同胞的血亲，我不指望一荣俱荣从亲人这里得利，但我实指望你们就算一事无成，也能平安无虞。这次若不是有娇娇竭尽心力，日夜奔波，今日会怎么样还不好说。多谢妹妹。叶长庚恳切道。好了。叶娇挽着母亲的胳膊出言相劝：哥哥经此一事，定会多长几个心眼儿。再说这次摆明就是冲着我们来的，就算再小心，也总会有疏漏的地方。不过姐姐的账是算得真不错，他们查来查去，就查到父亲那些，没别的。如果生意上的账目错了，或许又被安一个少纳税银的罪名。叶娇夸奖叶柔，叶柔羞怯地低头笑道：是母亲教得好。叶夫人再对叶长庚冷哼一声，带着怒气道：起来吧，叶柔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菜，再不动筷就凉了。叶长庚忙不迭地靠过去坐下，又起身给母亲和妹妹们盛汤，笑得很乖巧。叶夫人拿起筷子又缓缓放下，叹息道：想不到你们的父亲。这一句五味杂陈，不知该如何表达。应该恼恨叶熙10多年不归家，每年只是差人拿走银子，但正因为他做的那些事，才让今日安国公府有惊无险。父亲是发善心，不识天下呢。叶柔小声地劝慰母亲。他们已经听叶娇完整地讲过朝堂上的事，知道了银两的去向。一位父亲是怎么做到10多年不顾妻儿，却对贫苦百姓极尽爱护的？难道真的道心坚固，要济万民？叶夫人想了想，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她把筷子拍在桌案上，恨恨道：再来支银子不给了，不就是捐赠灾民？咱们自己不会吗？以后每年仍然从柜上支那么多银两，娘亲自去捐了，叫他做不成大善人，成不了仙。别好人都让他当了啊，咱们几个轮流捐，咱们也做大善人。叶夫人说完，才开始吃饭。儿女们连忙为他夹菜递糕点，没有人敢反驳半句。反正都是捐，谁捐都一样，与其巴结那个见不着面的爹，还不如哄好管着1日3餐的娘。母亲尝尝这个。叶娇夹菜。还是尝尝这个，这是新菜。叶柔跟上。等母亲用完饭，我给母亲按按肩。叶娇眯眼笑道：我揉腿。叶柔也哄着母亲笑：你们不能给我留点什么吗？叶长庚急急道：哦，你呀。叶娇瞪了他一眼：你去把家里的茅房打扫干净吧。叶长庚委屈地低下头，只得应下来。成。他扬声道：这事儿我包了。大厅内几人浅浅地笑了。在历这一场风波后，安国公府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前厅后隔了几个小院子的暖阁内，林静正在养伤。他身上缠着密密麻麻的绷带，整个人如粽子般被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颗脑袋。风伯，林静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啊？我想起来做事，总要为武侯常做些什么啊。实在不行，把他们家的茅房给打扫了吧。你安生躺着吧。正在用饭的冯杰笑道：你把病养好，就算做了好事。别像我一样瘸着腿，一辈子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也只能干着急。林静已经跟冯杰很熟悉，闻言好奇道：冯伯的腿是怎么瘸的啊？冯杰看着屋外冬日清亮的阳光，眼中却掠过大漠的烟沙，过了许久才道：我扶你起来，喂你吃几口饭。我那些事儿以后再说。
事实证明，杀人如麻的杀手并不是不在乎死活，他在乎他自己的。宰相亲审杀手风鸣，酷刑只用了1道，风鸣便全招了。军机奏书是风鸣从枢密院偷出来的，找人摹写叶长庚的字迹，然后放入吐蕃使馆，再让桑青去偷，酿成泄露军机的大案。至于受何人指使，宰相听着那个名字，耳中如有雷鸣。怎么会呢？那人可是刚正忠直的言官，是直言善谏的御史中丞。宰相傅谦书写案件讯问奏折时，心中总是有些难以置信。他能想到的百里奚同安国公府的恩怨，只有许多年之前不值一提的小事。那时候先帝还在，总是宣身无官职的叶熙到宫中叙话。有一回大雪末夕，傅谦和百里奚一起等在紫宸殿外，先帝没有召见他们，反而让刚刚进宫的叶熙进去详谈。大雪纷飞中，他们等了2个时辰，叶熙才从紫宸殿出来。不会是因为那2个时辰的苦等吧？傅谦摇摇头，觉得不至于。那如果不是针对安国公府，就是不想与吐蕃合议。傅谦恍然大悟，又神情沉重地把奏折仔细收好，抬脚到宫里去。姿势体大，还是面圣商议吧。被李策接回家的赵王李景说，还是家里美，这几日要睡在榻上，搂着王妃，不出去鬼混了。他建议李策也不要出门，外面太乱。李景心有余悸道：不行。李策微咳道：你有王妃，我可没有。李景顿时露出一种提防的表情，把李策从他的寝殿赶走。李策笑呵呵的回去，脸颊有些红，像在憋着什么。等推开院落的门，李策顿时连连咳嗽，直咳得天昏地暗，惊动了住在院中的府医。大夫跑来诊脉，听李策说了所食之物，指责他道：王爷寒于体质，怎么能饮下黄连那样的良药呢？李策摆着手笑，苍白的脸上有一丝，我是开心，今日太开心了。他谢过府医，推开寝殿的门，绕过屏风走到榻旁，掀开用红布盖住的聘礼，脸上露出久违的笑，躺倒在床榻上。李策四肢舒展，疲累一扫而空。今日好开心，明日就可以去见娇娇了。他说了，他不生气了。追妻不利，终于不用睡在颠簸的马车或者冰凉的地毡上。李策一夜无梦，晨钟初响时，他便醒了，推开门，寒气扑面而来，双手下意识便想往衣袖中蜷缩。每年的冬天都是李策最难熬的时候。他转身回去，取一件悬壶大氅披在肩上，又刻意展开，估量了一下大氅的宽度，感觉还可以再钻入一个人，才放心的出门。走到院子里，仆人说要传菜，李策挥挥手道：不必了，本王出去吃。他要出去吃，跟叶娇一起吃。叶娇一般先去武侯铺点卯，再到明德门值守。虽然武侯长不必每日都值守，但今日是他复职的第1天，肯定会去主城门待一会儿。李策去西市买了前线豆腐脑、邓家油条，到来斯味排队买了猪脚，又另外点几样时令小菜，装进热炭保温的石匣，兴致勃勃到城门口去。叶娇果然在那里，他今日特地描画了眉眼，细眉弯弯，微翘的桃花眼，即便聚精会神，也有几分朦胧之态。城门沿的初雪还没有全部融化，衬托的他的脸颊和唇瓣分外艳丽。叶娇正同下属说着什么，连说话时哈出的白雾都是那么动人。李策正要抬脚上前，却见一匹骏马飞驰而来，白线鱼翻身下马，手提石匣就往前走。李策叫住他，白线鱼回过头，看到李策，立刻眉开眼笑：卑职给殿下请安，我可听说了，昨日幸亏有殿下及时赶回来，我们武侯长才幸免于难。白线鱼的脸上带着几分逢迎，说起话热气腾腾，不由便拉近了他同李策的距离。李策淡淡的笑笑，问：你们武侯长告诉你了？那倒不是。白线鱼靠近李策，用一种分享私事的表情，低声道：卑职偷摸开了一家酒楼，请来的说书先生说他们正连夜排戏呢，都跟殿下和武侯长有关。既然不是叶娇说的，李策便兴趣索然。他看一眼白线鱼的石匣，问道：买的什么？白线鱼嘿嘿的笑笑道：殿下走的时候不是交代了吗？我们武侯长常常不吃早饭就去值守，让我每日都好好照顾他。这不，酸汤肉羹不知道凉了没？你自己吃吧。李策提起石匣，今日本王来送。那是自然，那是自然。白线鱼讨好的退后一步道：那今日卑职也有口福了。为了能悄无声息的消失，白线鱼连马都没有骑，就那么转身钻入朱雀大街的人群，头也不回的跑了。李策这才满意的转过身，却发现叶娇不见了。他急急的走了几步，远远看到叶娇坐在城门旁武侯休息用的小午房内。李策提着石匣进去，见这里展开一张大桌子，桌案上满满当当摆出10几样菜品。李策粗略看一眼，便认出上汤小馄饨、燕窝鸡丝、山药樱桃羹、肘花小肚、水煎包子几样。他定定地看着摆出这些佳肴的人，怀疑对方是不是打劫了御膳房。至于吗？送顿早餐而已，这么拼干什么？真倒霉，
明明是他赶走白线鱼，竟被这家伙截了胡。叶娇见李策来，假装没有看到，转身问布菜的男人道：“齐了吗？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呀。”那男人含笑取出最后一碗豆腐脑，笑道：“恰好我也没有用饭，一起吃吧。”说完这句话，男人注意到站在门口的李策，他脸上的笑微微僵住，又坦然道：“楚王殿下，今日好巧。”“这不是巧，这是我们的心劲儿都在往一处使呢。”李策闷闷地看着摆完菜的严从征，问道：“副统领这会儿不用值守吗？”“不用。”严从征道：“同殿下一样，很闲。”李策心头火起，心道这就是升官的坏处了，太闲。但他口中只道：“本王就算忙，也要来给娇娇送饭。”屋内的气氛顿时有些尴尬。严从征站在桌子旁，一身军中制服，虽然神情含笑，却露出寸步不让的气势。李策站在门口，悬壶大氅在风中轻轻浮动，紧抿的唇角微微发白，看那模样，一时半会儿也赶不走了。还是叶娇打破静默，开口道：“你们聊，我吃完还有事。”严从征立刻送上筷子，李策也不甘示弱，打开自己带来的食匣，噼里啪啦摆了半桌子菜，还把严从征的菜推到一边。叶娇任他折腾，紧赶慢赶吃完饭，拿帕子擦干净唇角，起身道：“你们慢慢吃。”“你去忙什么？”李策紧跟叶娇起身。“盘查啊。”叶娇语带嘲讽道：“楚王殿下是第一天进城吗？这来往商旅都要查一查带着什么东西，像弓弩、火药之类的违禁品是禁止带入城池的。”他说完抱怨道：“也不知道白线鱼死哪儿去了，今日我得亲自守着了。”李策有些心虚道：“那个，要不然本王帮武侯长查一查吧，真怀念他唤自己思思的时光啊。”李策被这一声声楚王殿下逼得只能喊他的官称。叶娇已经走出小舞房，眉心微蹙看着李策，有些好奇道：“昨日我说的话，楚王都忘了吗？他明明说过不想搭理他，让他离自己远点，怎么今日一大早跑过来，差点就跳到他脸上了？”记得。李策的目光有些宠溺，“你说你不生气了？”叶娇顿时气结，只记住了半句话吗？城门已经打开，武侯们有条不紊地盘查进城百姓或者商旅、使臣乃至外邦游人。叶娇不能再耽搁，只好朝着通行牛马的侧门道：“那就劳烦楚王殿下去检查牛马吧。”严从征此时走出来，也说自己可以帮忙。好，叶娇往牛马道旁边一指道：“过车的城门就劳烦严副统领了。”把他们全都打发走，叶娇终于耳根清净了些。他走去最正中的城门，一面监督武侯盘查，偶尔也看李策一眼。他做事好认真，每匹马的搭帘都打开，仔细看看，见到不认识的兵刃也检查一番。一群羊堵住城门，他还帮忙驱赶。有位老妪扎口袋的绳子松了，从里面跑出2只母鸡，李策着急忙慌去抓鸡，一脚踩在牛粪上。叶娇忍不住大笑出声，见李策看过来，又连忙换上冷漠的表情。但是真的很好笑啊！他别过头去，逼得肩膀微微耸动，再回头时，见李策正在盘查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不知他说了什么，那男人面红耳赤地指着主城门，大声说话，一副要打架的架势。叶娇连忙走过去，抱孩子的女人见到叶娇，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我知道你是武侯长，知道我们得从主城门下过，但那里人太多，排队太久，孩子等不及啊。女人30来岁，头上裹着蓝色的粗布，衣衫单薄，怀里的孩子看起来不足1岁，皮肤光滑，紧闭双眼，只有鼻孔呼出的淡淡气息能看出是活着的。你起来。叶娇把他扶起来，关切道：孩子怎么了？冻到了。女人道：孩子半夜癔症，跑到屋外冻到了，得赶紧出城看大夫。出城？叶娇有些疑惑。是。女人道：城外有个专治冻伤的。叶娇扬手就要放行，李策却拦住了他们。你说这是你们的孩子？李策道：不妨说出一处孩子的特征，比如身上可有胎记，出了几颗牙齿，有没有长痣。说这些干嘛？男人顿时恼了，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你再耽误下去，孩子就要病死了。这句话让叶娇也开始怀疑，没有人会说自己的孩子要病死了，这是诅咒。给我。他伸出手道：让我看那孩子。女人犹豫着，却把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男人大声抱怨，扯着女人就要偷偷溜走。叶娇抬手就抓住孩子的襁褓，女人猝不及防间松手，李策上前一步半跪在地，接到从襁褓中滚落的孩子。这孩子赫然穿着整齐的寝衣，看做工布料都比那一对男女好上很多。这不是他们的孩子。抱孩子的男女已经扭头向城外跑去。叶娇挥手，严从征立刻带武侯扑去，把那对男女擒拿。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他们的孩子？叶娇问道。李策缓缓起身，解下大氅包裹婴孩，目光深深看着叶娇。你走近些。他坏坏道。走近些，我才肯说。夫妻成双。叶娇狐疑地看着李策，这人一肚子心眼儿，不能被他骗了。什么事需要走近了才肯说？
难不成还有什么秘密吗？他抬脚向李策谨慎地迈了一步，李策急慢地摇头，意思是还不够近。叶娇索性贴过去，身子紧挨婴孩的襁褓，好奇道：“说吧，不信你能怎么样？这城门口可是武侯的地盘。”李策低下头，闻到叶娇头发中的馨香，是野蔷薇混合着栀子，香得热烈四溢。终于能同他这么近。你向下看，看到什么？李策道。叶娇略低一下头，不屑道：“看到你鞋上的牛粪。堂堂楚王殿下，竟然敢扬抓鸡踩牛粪，狼狈到这种程度。”李策不以为意，下巴轻点道：“我是让你看婴儿的脸。婴儿的脸有什么好看的？难道这是熟人家的孩子？”李策温和道：“这孩子的皮肤水润光滑，隐隐有桃花面脂的味道。但你看那对夫妇，能舍得使用面脂吗？他们衣衫破烂，俨然是穷苦人家打扮。”叶娇恍然大悟，说话间，严从征已经把那对夫妇抓过来。他用刀抵住男人的心窝，质问道：“说孩子哪儿来的？各位老爷，来人紧盯刀柄，生怕死在这里，魂飞魄散间不敢撒谎。交代道：这孩子的确不是我们偷的，是捡的。我们住在城外，今日赶早集卖鸡，卖完鸡经过巷子，就见犄角旮旯里丢着个孩子，也没裹棉袄，冻得人事不省。我们想着带出城去，万一他能活，看看谁家要，就送个好人家。”这话半真半假，严从征手中的刀往前刺入一点，冷哼道：“送人？不是，是卖。我们村儿有的人家生不来孩子，肯买。”男人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问到这里，也就不必再审，扭送去京兆府吧。严从征扬手，李策和叶娇点头，武侯们一拥而上，抓着两人往府衙押去了。严从征收刀入鞘，转头看向叶娇，他正低头细瞧孩子的面容。李策抱紧婴儿，讨赏般道：“幸好被本王识破了。”是。叶娇道：“得赶紧去找大夫瞧瞧，我那里就有好大夫。”你快去。叶娇催促，手下意识推了一把李策。这短暂的肢体接触，仿佛他们又回到了从前。我冷。李策得寸进尺，露出天真无辜的表情。我最怕冷了。你那大场不错，能不能让我一起？叶娇的赤狐大场宽大轻盈，完全能钻下两个人。话音未落，兜头落下一件厚重的披风。那披风外罩青布，内里织着棉花，又厚又沉，是禁军冬服。李策的肩膀顿时一沉，像披了一床被子。他的头从被子里露出来，刚要发飙，就见严从征挤到他和叶娇中间，同样瞧一眼婴儿，关怀道：“楚王殿下可别动到了，末将的披风暂借给您，孩子不能动太久，您赶紧带着他回府医治吧。”说话间，严从征已经抬手为李策准备好马车。在武侯们的帮腔中，李策被簇拥着送入马车，车夫策马扬鞭。李策还没有来得及说后面的话，已经离叶娇10丈远。他抱紧孩子，拉开车帘，对叶娇喊道：“你来看那孩子啊！”这声音消失在朱雀大道的热闹中。叶娇小心避开一群经过城门乱叫的驴，问道：“他说什么？”严从征道：“大概是请叶小姐放心吧。整个赵王府都传遍了，楚王到武侯铺哄女人，结果抱回来一个孩子，这是进度太快吗？那快的也有些匪夷所思啊。”赵王李景霄跑到李策的院子里，推门就问：“小九啊，怎么还没成婚？先就和离分孩子了？”刚刚进门的清风也一脸懵，他看看李策，再看他孩子，挠头道：“殿下，您在路上撇下我们，自己骑马回来，也才是几天前的事吧？这点时间，就算是鸡蛋也孵不出来。”“不是我的。”李策瞥一眼府医怀中的孩子，嫌弃道：“本王和娇娇的孩子比这个好看。”说话间又听到门响，李策连忙就要把孩子抱回来，见进门的是个婢女，才放下孩子作罢。“捡的。”他没好气道。“捡的呀。”李景一脸看热闹的表情。“那你那心肝呢？”李策想到自己着急忙慌回来给孩子看病时，明德门下那一对鄙人，顿时呼吸都不顺畅起来。“我哪有什么心肝？”他瞪了李景一眼，又微咳着叹气道：“本王的心肝被虫蛀了。”叶娇没有来看孩子。傍晚的时候，京兆府刘晏倒是差人送来口信，说京都暂时没有丢子者报官，所以就请楚王殿下再养几天孩子。刘晏的风格还是那样，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也没说要结一下医药费。孩子的病情转危为安，醒来后不哭不闹，赵王妃插嬷嬷把他抱去逗玩，也不认生。第二日，李策觉得老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让清风抱着孩子，他们出去找叶娇。“你不来看，我送上门总可以吧？”结果武侯铺没有，城门下也没有。李策寻来白献瑜，白献瑜乖乖禀报道，在东市听人说书呢。听人说书是好事，他去的地方一般都是大的酒楼，里面为说书人设个地台，放上齐腰高的桌子，说书人站在桌子后，响板一打，娓娓道来。爱热闹的人就坐在大堂内，随故事情节或鼓掌叫好，或忍不住痛骂出声。喜好安静的会坐进包房，
那里面地方不大，对坐的两人微一起身就能碰到彼此的额头。有白献鱼精确的消息，李策很快找到那处酒楼。大堂内没找到叶娇，说书人眉飞色舞，讲的竟然是叶娇的故事。当然没有提名唤姓，但略一听就能对号入座。上回合我们说到傻公子误把陷阱进，俏小姐智探黑监牢。这一回合我们来讲俊将军摔家护花，俏小姐举步深渊。讲这个啊？清风踮起脚尖道，正好让卑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说书人口若悬河道，话说那俊将军带人来抓小姐，与他在垂花门处两两相对。俊将军百般不舍，俏小姐眼泪汪汪。俊将军递上帕子，口中说道：我的那个心肝蠢儿啊，抓你非是我所愿，实在生命不由人。我情愿与你化作比翼鸟，与你水里成双对。今日你若不能活，我必舍命去跟随。那俏小姐穿青衣，披红氅，双眼泪垂把将军望，哭道：原以为你我青梅竹马好事尽，谁知命不由人遭奸害。我若去走那黄泉路，将军你万不可寻短见。我要你把我记心头，去申约，去报仇，去送贼人进阎罗殿。下辈子再见你，我与你结草衔环定终身。天哪！清风微微赞叹。天哪！百姓们抬袖拭泪，这也太感人了。李策脸一黑道：这人不想活了。他的声音有些大，引起旁边一位听书百姓的不满。哎呀，你这人怎么听不到这故事的妙处呢？今日这已经是第二场，我连听2场，每回都得听哭。我问你，李策道，后面就都是将军？没有什么皇子出场？有。百姓道，有个娶妻后一直没有孩子的皇子，跑到殿前为俏小姐鸣冤呢。就没有？李策耐心问，尚未成婚，爱慕俏小姐的皇子？没有。百姓很笃定。你别说话了，这都快讲完了。完了。听到此处，清风终于明白过来，殿下，他们把您的戏份给删了。地台上的说书人已经说到最新情节。那俏小姐扑入将军怀中，不顾恭敬森严，说道：择日不如撞日，今日就是我们的喜日。闭嘴！李策大喝一声，与此同时，一个包间中也传来女子的喝骂声：胡说八道！对，胡说八道！李策已经听出叶娇的声音，他连忙抢过孩子，就往那包间挤过去。说书人惊怔地看向2楼包房，疑惑道：是谁？贵客若有不满，还请指教。叶娇掀起薄帘，看到说书人，也看到了挤过来的李策。他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道：他才没有说今日就是我们的喜日。莫非？说书人躬身道：这位小姐知道内情。叶娇点头，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他说的是让我们夫妻双双把家还吧。百姓恍然大悟，散乱的鼓起掌。李策抱着孩子正在原地，看到叶娇对面还坐着严从征。清风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眼下叶小姐在包房听戏，严公子正给小姐沏茶，自己的主人抱着孩子满脸怒气，真的很像一个在勾栏逮到丈夫厮混的怨妇。雪中热吻。然后这位怨妇，不，这位楚王殿下抱紧孩子，迈进包房，压下心头怒火，对明艳娇俏的女人道：好巧。对，好巧，无巧不成书，不是故意来找茬。叶娇莞尔一笑，似乎今日的心情很好。她的手臂支着下巴，漫不经心地看一眼李策，笑道：孩子病好了？为了吗？楚王倒是很擅长带娃嘛。他这语气似乎是在夸奖。李策心头一喜，面上哼了一声：你们京兆府捡来的孩子，为何放在我那里养？今日恰好遇到，武侯长就把他带走吧。李策说着，就把孩子丢在桌案上，像在放一个物件。不过他的动作虽然粗糙，却有意避开了茶水糕点。严从征连忙把水壶茶具挪开，刚给叶娇沏好的茶水也没机会递过去。他皱眉看着李策和叶娇，并不因为他们在闹别扭而有半分幸灾乐祸。只有心里有对方的人才会闹这种孩子气的别扭。而他虽然与叶娇对坐来听精心编排的曲目，也曾说起童年趣事，逗得他哈哈大笑，却能感觉到叶娇的怅然若失。说书先生继续讲着戏文人物的真实故事，却铺陈在严从征面前。叶娇正伸出手指点了点孩子的脸颊，又找出一块蜜饯给孩子品尝。孩子只长了2颗牙齿，吮着蜜饯还不忘爬到果品旁去扒拉别的。严从征的注意力一直在叶娇身上，没留意到孩子已经爬到桌案边缘，还是李策提醒他道：摔下去了。严从征打了个激灵，连忙抱起孩子。孩子一会儿抓他的脸，一会儿把口水弄一身。严从征手忙脚乱，不得不先管好孩子。这孩子到底哪儿来的呀？真应该丢给刘晏。而李策和叶娇呢，别别扭扭，继续说气死对方的话。怎么是我们京兆府的呢？叶娇白了李策一眼，认真道：我看他跟你很亲，眉眼也有几分像，是不是你的外室子啊？只有内的才需要养外室。李策施然走到严从征旁边，端过他倒的茶水，抿了一口道：本王只需要多纳王妃、妾妃就好，哪需要外室？
叶娇若有所悟的点头，托腮看向帘外道：“我说呢，戏文里怎么没有王爷？原来竟忙着娶妻纳妾了。赶明日诞下梨儿，别忘了往安国公府送一道帖子，也好让我沾沾喜气。”他说完看向李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摇头道：“不对，那时我肯定已经嫁人了，帖子就无需送了。”李策憋着一口气道：“嫁人？不知道武侯长准备攀哪根高枝？”叶娇的眼睛转了转，手掌在桌案上微拍道：“就赵王李景吧，他好看，好看而贫穷。”李策道：“这2年的俸禄已经被罚没了，谁不知道你叶小姐花钱如流水，除了极有钱的，能养得起吗？那就魏王李琛吧。”叶娇扬眉道：“才思敏锐，常被圣上夸奖。”敏锐吗？李策道：“怎么本王觉得有些憨傻？管他傻不傻，先送他一个缺点。那是因为你心眼太多。”叶娇拍案而起：“你到底要怄气到什么时候？”李策也想拍案，但最终没有敢拍。这句质问第一个字很大声，后面就越来越小，到最后一个字化成一句绵软的哄劝，那哄劝里还夹杂着一丝委屈。李策芝兰玉树般站在包房内，俊美绝伦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从容自若，眼中冒火，说出的话却像是对着一个胡闹的婴儿。明明很生气，但因为对方是自己的心头肉，不得不软下来。责备他，但更多的是责备自己，是自己太笨，不能把他哄乖一点。站在包房外偷听的清风长出了一口气：“太好了，殿下还有理智，叶小姐那样的人怎么能吵呢？那可是把赵王殿下吓得左袖藏石头，右袖放符文的人，还言必称女魔头。遇到叶小姐，再厉害的男人也夫刚难阵啊。”包房内，叶娇和李策站在几案两边对峙。今日她束飞仙髻，系赤霞红裙，她穿玄青圆领袍，腰配白玉，同他们出狱时一模一样。不足1年的时间，他们曾经一起喝酒吟诗，看过大唐的繁华盛景，也曾穿越火海斩杀恶贼，见过最幽深黑暗的人心。她是李策心中火热坦荡的女子，而叶娇心中的李策是病弱身躯下那一腔为民为义的孤勇。他们何必要这样唇枪舌剑？明明他们自己就是最了解彼此的人。李策看着叶娇，他还能说许多软绵绵的话来哄她不要那么生气，可当初自己也同样说过残忍的话。若君子都是言出必践，他已经算不得君子了。叶娇紧咬嘴唇，咬得他细嫩的下唇红得像要滴血。他早就原谅他了，在阳泉山他转身回去救刘明时，在紫宸殿听到生辰真相错愕时，在他风尘仆仆入朝堂，心系安国公府安危，救他摆脱困境时，他原谅了。他就那么闯入他的心扉，搅得天翻地覆，像黄河水载着大船起起伏伏，全是为他。叶娇只是没有等到那句承诺，那句李策应该说却没有说的承诺。是小跑着冲进来的白线鱼打破了包房内的沉默。不好了！他来不及拍掉衣衫上的雪花，压低声音道：“出事了！”什么事？包房内的3人同时道。白线鱼喘着气挤到后面，拿起茶盏，瞧一眼严从征怀里的孩子，为自己倒了一杯茶，稳定心神，才道：“你们知道这孩子是谁家的吗？”“谁？”御史中丞。白线鱼哭丧着脸道：“百里奚的孙子。”原来宰相已经审明案件原委。御史中丞百里奚因不想大唐与吐蕃合议，故意设下污蔑吐蕃窃取大唐军机的奸计。百里奚获罪，他们家人担心抄家灭族，连夜让家中仆人带着孩子逃命。结果那恶奴只想贪下银两，刚出府邸不远，就把孩子抛下，独自跑路了。今日大理寺派人抄家，查看户部，发现少了一个嫡孙，上报朝廷。圣上大发雷霆，怀疑有官员同百里家勾结，让彻查此事。大人刚刚下朝回来，就让我来寻孩子，赶紧让百里奚家人辨认，然后送到御前去认错领罚。大人，当然是京兆府府尹刘晏，他的话还是很少，少到没有在御前帮忙解释一句。或许无需找他们家人辨认了，丢了孩子却没有人寻找的，只可能是将要获罪的人家。李策转过身，以脸去同叶娇争执时的神情，英俊的脸颊上只有遇到大事岿然不动的镇定。我去吧。他从严从征怀里抱过孩子，这孩子是我从城门拦下的，能解释得通。李策说完便向外面走去，甚至没有同叶娇道别。外面仍然很热闹，说书先生已经讲到俏小姐喜嫁俊将军，洞房夜双人捡红烛这一折，宾客欢喜鼓掌，氤氲的茶水飘散热气，店小二在人群中穿梭续茶，时不时偷懒停步听一句戏文。外面正飘着鹅毛大雪，李策把孩子裹进大氅，迈步出去，可身后忽然有人拽住了他的衣带。李策，那声音清润潮湿，带着一丝哽咽中的恼怒。李策转过身，看到一身红裙的叶娇站立雪中。你还是要自己承担一切吗？他问道。李策张了张嘴，眼睛突然有些睁不开。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叶娇追问道。你是觉得我很没用吗？
叶娇的泪水滑落眼眶。我没有。李策试图解释，叶娇却重重打在他的肩头。你才是憨傻，是蠢货，是高傲自大看不起人，你活该没人搭理，活该没有人喜欢，活该背锅挨骂活受罪。你……叶娇说不下去了，她哭泣着被李策展开大掌包裹入怀中。我错了，我错了。李策低着头吻到她柔软的头发，吻到她头发上的雪花，在一片冰凉中心如火焰燃烧。我再也不会了，他承诺道。嫁给靖王。宽阔柔软的大氅包裹着叶娇和孩子。不谙世事的孩子趴在李策左肩，梨花带雨的叶娇抵着李策右肩，他的拳头捶着李策的胸口，捶了一下又一下，直到有些疲累，才气恼地仰起头，桃花眼瞪着他，问：你还要自己到圣上面前领罪吗？不。李策目光深深看着他，里面万种缱绻如潮水汹涌。我会先跟你商量，不再自作主张了。原来他一直生气的是他每次都想独自承担一切。叶娇在李策身上蹭掉泪水，动情道：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不见了，母亲说他有苦衷，说他是为了家里。就算是吧，可我还是难过，觉得是因为自己太小太弱，父亲才只能离家。所以我从小都盼着自己长大，长大就能守护家人，守护朋友。可是现在你……他眼含热泪道：明明我想保护你的，你却一次次把我推开，什么都要自己去做。我不要再认识一个跟我父亲一样的男人。叶娇说着便又要揍人，李策连忙把他拥紧一些。你的确保护过我好多次，好多次。他柔声劝慰，声音哽咽。叶娇这才稍稍宽慰，在他的怀里蹭了蹭，偏头看那个孩子。他怎么办？这孩子还不会说话，最多啊巴巴叫几声，吃起蜜饯抹一脸口水。他这2天没有哭着找寻母亲或者奶娘，也不知道世上发生了什么，吃饱就睡，很是乖巧。李策沉默片刻，犹豫道：他是百里奚的孙子，圣上会如何处置百里奚家人？他还这么小，没必要吧？叶娇担忧道。不知道。李策想了想，抬头道：等会儿到宫里，你不要为他求情。为什么不要？叶娇用帕子擦干净孩子的小脸，看多么可爱，谁都不忍心的。咱们不忍心不重要，关键是圣上的不忍。李策沉声道，俊朗的脸上露出一丝阴霾。圣上曾经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送入皇陵，又怎么会怜惜这个罪臣之孙呢？但人是会变的，20年前铁石心肠，如今或许也生出恻隐之心吧。他们相互陪伴，爬上马车，向皇宫的方向驶去。说书人的故事终于讲完，但客人贪享里面的温暖，没有人急着回去。在酒楼门口，赶出来送东西的严从征静静站立，怀里揽着叶娇的大氅，眼睛看向消失的马车。白献瑜陪他站着，这就和好了。白献瑜感觉自己的后槽牙有些酸。我们武侯长还会哭呢，还会窝在男人怀里撒娇呢。我真是开了天眼，才能看到这副场面，简直是见鬼了。是啊，严从征的声音寂寞忧闷，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我们呢？白献瑜抱着胳膊打了个哆嗦，倒霉人亲眼目睹。严从征把大氅递给白献瑜，缓缓道：你去宫门口等着，把大氅送过去吧。大氅是赤狐的皮毛做的，柔软明艳，很温暖，像他。放心。白献瑜眯眼笑，我看楚王的大氅很大，他钻进去贴着，动不到。严从征转身离去，不想再同白献瑜说一句话，句句扎人，不听也罢。说书人已经讲完了整场故事，正在屏风后吃茶休息。见到严从征，立刻恭敬地起身，让出位置，询问道：这么编，公子还满意吗？京都的每个说书人都在讲安国公府的故事，他们道听途说，每个都不一样。但这家酒楼的故事是按严从征的意思写的。严从征把碎银放在桌案上，点头道：很好，那请公子再来听。说书人收下碎银，眉开眼笑。严从征却摇头道：把你的话本子给我变好。要画本啊？说书人有些犹豫，但还是从衣袖中拿出薄薄的本子呈给严从征。他有些疑惑，难道眼前这位贵公子是要去说书吗？可别啊，这行当的饭已经够难吃了，再来一位翩翩公子，还不把客人都吸走？这么想着，严从征已经告辞离去。他走进连廊，走出酒楼，走到风雪中，弗洛马鞍的雪花，驾马在长街中缓缓前行。不管叶娇此时跟谁在一起，他怀里揣着一个他和他的结局。那结局是青梅竹马，举案齐眉，百年好合。大唐皇帝看向抱着孩子出现，跪在殿内的2人，故意板起脸。原来窝藏侵犯家属的，竟是你们吗？他的声音不大，但因为字正腔圆，像头顶压下来的乌云，顿时让殿内众人心神震颤。然而内侍总管高福却没有怕，他收起御案上的奏折，换上蔬果点心和茶水，神情含笑，躬身退下。李策解释了有关这孩子的前因后果，恭谨道：是儿臣做事马虎，没有想到此中关键，
这就把百里奚的孙子送回去。皇帝却不急着让他送人，而是问道：所以你去明德门看门了？荒唐！朕让你去了吗？堂堂皇子已经闲到这种程度了。没等李策开口，叶娇便解释道：回禀圣上，是微臣请楚王殿下帮忙的。皇帝眯眼看着低头跪地的二人，饮一口茶水，吃一块果子，慢慢咀嚼，看着他们提心吊胆的样子，忍不住想笑。近日他心情不好，也很忙，已经多日不让人打探叶娇的消息，没想到这消息竟送上门来了。瞅瞅这两人，如果那回李策没有拒婚，说不定如今孩子就有了，也不用抱着别人的孩子。不对，好像没有那么快。无论如何，看如今的情形，李策在朝堂上读过书信，把叶娇哄好了。哄好叶娇有什么了不起？朕还气着呢。皇帝想到此处，把茶盏放下，对叶娇温和地说话：叶青先起身吧，百里奚的案子已经查明白，你听说了吗？叶娇谢恩起身道：微臣还没有见到公文。皇帝颔首道：百里奚为了阻止大唐与吐蕃合议，设局生出事端，这才构陷你们国公府。他说没有幕后主使，朕暂且信他，但朕觉得他敢拿你们国公府生事，是朕的恩典不够，让他以为你们可以随便欺负。皇帝的声音很重，却蕴含着浓厚的宠信，让叶娇不得不再次施礼谢恩。皇帝见他一次次谢恩，不由得有些恼：你怎么规矩这么多了？来，为叶青赐座，朕有事同他详说。高福连忙送上蒲团，叶娇跪坐，等待皇帝示下。皇帝浓眉微扬道：朕为叶青想了一个新职位，不知叶青可愿去做？这是要升职？叶娇顿时露出笑脸：这就对了。皇帝展言道：年轻人就得开开心心的，那个新职位便是晋王侧妃，如何？叶娇呆在原地，脑中隆隆如响雷滚过，耳边传来李策的声音：父皇不可。他急切地抬头，怀里的孩子也放在了地上。皇帝不耐烦地对李策哼了一声：怎么？朕把叶青赐婚给你，你不要？如今朕把他赐给晋王，你管什么闲事？晋王孝顺又有才学，晋王妃温柔贤淑，朕做主把叶青嫁过去，没人敢亏待她。有皇帝做靠山，做侧妃也不错，将来李章登基，叶娇便是四妃之首。李策白皙的脸颊憋得通红，叩首道：儿臣倾慕叶小姐，请父皇为儿臣赐婚。皇帝斜睨李策一眼：你说不要就不要，你说赐婚就赐婚，你当朕好耍吗？那会儿你不要，这会儿你跑去帮人家看大门，这种罪你就应该多受，才知道珍惜人家。皇帝沉声道：赐什么婚？你不是同人家恪守男女大防，并未乐礼逾矩，都是误会吗？这是李策之前拒婚时说的话，皇帝一定是太气了，所以全不记得。李策再次叩首道：儿臣那时愚蠢自大，做错了事，求父皇责罚，求父皇不要把叶小姐赐给别人。叶娇看着这一对父子，不知该怎么劝解。承认自己喜欢李策，算不算火上浇油，忤逆圣意？他总觉得皇帝不是真的要赐婚，像是在故意教训李策呢。果然，皇帝起身道：那如果朕一定要赐婚，把她嫁给晋王呢？你能怎么样？难不成反了吗？李策抬起头，目光坚定，清俊的脸颊像镀了一层光芒，回答道：那儿臣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单枪匹马去抢亲，兄抢弟妻。这掷地有声的回答让殿内陷入片刻的宁静。内侍宫婢低垂着头，高夫抬眼偷瞄皇帝的表情，叶娇惊愕地看着李策，而玉座上的皇帝不知道被什么吃食噎住，剧烈地咳嗽起来。高夫连忙上前为皇帝拍背顺气，叶娇吓得也要上前，又碍于君臣身份，只得跪地恳求圣上息怒。皇帝憋得脸色通红，半晌才顺过气来，抿了一口茶水，指着李策骂：朕看你是在赵王府养好了，瞧你这个小身板，还抢亲？你是能打过护卫，还是能打过李章？如果叶娇遵命要嫁，你难道还能把她拉走？只能用手拉了吧，看起来是扛不动的。皇帝一面生气，一面想到抢亲时的场景，顿时气消了大半，于是脸上的表情就有些扭曲，明明在发怒，眼中却淌出嘲讽的笑，最后那笑容散开，舒缓了僵硬的面部，露出一个有些憋闷的神情。真该直接下一道旨意，然后去瞧瞧他到底敢不敢抢。抢亲？皇帝仍旧讽刺道：兄弟之间争抢，就不怕丢人吗？他挥动阔袖，一块糕点掉落在地，从台阶上滚下去。儿臣不怕丢人，李策执着道：儿臣都在朝堂读过书信了，想必晋王兄知道臣的心意，也不会同儿臣争抢。那可说不定。皇帝泼李策的冷水：叶青可抢手得很，朕那位禁军副统领不还惦记着吗？叶娇惊讶地抬头：皇帝都是这么体察民情吗？怎么连严从征对他表白过也知道呢？叶小姐抢手，李策承认道：所以儿臣如获至珍，必会小心呵护。
皇帝冷笑一声，表示对他前后矛盾的不屑。总之，气没有全消，不可能帮他赐婚。皇帝走下台阶，踱步到叶娇身边，声音温和道：“叶青，起身吧，朕不是生你的气。他那时在这里拒婚，朕就觉得他狂妄自大，不识好歹。朕不会为难你，你喜欢哪个，凭本心就好。反正朕的儿子多，嫁给哪一个都是朕的儿媳妇。”叶娇起身，恭敬道：“微臣已经不生楚王殿下的气了。”皇帝撇撇嘴：“你是不生气，他都能帮你守城门了，私底下还不知道怎么哄过呢。”但眼下除了他们的儿女情事，还有国事。皇帝转过头，发觉那小孩子已经四肢着地爬到台阶下，他努力伸着手，想够一块皇帝扶下桌面的糕饼。叶娇连忙过去抱起小孩，顺便捡起糕饼递给孩子。或许是饿极了，孩子拿起糕饼便往嘴里塞，两腮鼓鼓的，煞是可爱。叶娇笑起来，抱着孩子给皇帝看。圣上，瞧他吃得多开心，看来没吃过这个。皇帝神情微动，走回御案，忽然负手而立，沉声道：“大理寺查抄百里奚家产，清单给朕看了，朕信他没有贪污。自他下狱，无人求情，说明也没有结党。这样的人，怎么就私心犯上，做出搅乱朝堂的事呢？”皇帝脸上露出不解和沉重的表情，叹息道：“有国法在，朕判他斩刑，家人离京回乡，3代内不准科考，那便是没有株连。”叶娇看着欢快吞咽的孩子，露出一丝欣慰。皇帝注意到叶娇的表情，眉心凝重几分。“叶青啊，他叮嘱道，你们安国公府博士济众，这是好的，但你千万要记得，善良温吞者少，欺软怕硬的多，姑息只会养奸，要有霹雳手段，方能震慑恶人，平安余生。”叶娇抱着孩子给皇帝叩首：“微臣谢圣上教诲，也带着孩子谢圣上宽恕罪责。”李策也叩首道：“儿臣谢父皇成全。”“朕成全你什么了？”皇帝抬起脚想走过去踢一脚李策，最终还是气恼地放下道：“你们去吧，朕有些累了。”李策和叶娇离开紫宸殿，皇帝收回目光，看向一旁躬身侍立的内侍总管高福：“你怎么看？”他扬眉道：“嘿！”高福难得的笑出声音，走近道：“奴婢乃无根之人，可不懂这个。就是看到楚王一起身，就把孩子接过去了，生怕累到叶小姐。他这是惧内。”皇帝摇头道：“没出息的很。”皇帝说完，端起茶盏，却并没有喝。他的手指轻轻敲击杯沿，思索良久，方开口道：“天台山那些人撤回来吧。”天台山在江南道，是叶娇父亲叶熙修行的地方。高福的表情立刻郑重，垂手道：“是。朕不是有意要监视他。”皇帝突然感怀道：“是当初先帝太信任他了，就连立储这样的事，先帝都同他商量。朕常怀疑他手里握有先帝遗诏，所以陈王谋逆时，皇帝会如此紧张。这么多年过去了。”皇帝缓声道：“看来没有。”涉及到朝事，高福不敢多言，只待皇帝重新陷入沉默后，有意无意道：“他这几个孩子都不错。”“是啊。”皇帝感慨道：“老东西，算他有福气。虽然皇帝决意赦免百里奚家人，但如今他们还都关在大理寺狱中。叶娇已经来过一次，故而熟门熟路。有李策在，无需通行令牌，他们便顺利见到百里奚。他身姿笔挺地站着，面上毫无悔意。倒是隔壁牢房的百里奚夫人和儿媳看到李策把孩子抱来，纷纷起身。他们想要抱回孩子，又不知道圣意如何，一个个低声啜泣，惶恐悲伤。百里奚紧绷着脸，一眼都没有看孩子，背过身去道：“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走吧。”“我们走。”叶娇道：“这孩子也任由我们处置。”百里奚的家人哭声更大。百里奚转过头，怒斥道：“哭什么哭？我为国尽忠，即便身死，无怨无悔。百里家的每个子嗣都该有这样的觉悟。”听起来真的是持身清正的好官。百里奚正义凛然的申辩后，李策清冷的笑笑：“为国尽忠？”他质问道：“不知百里忠诚忠心的是国家、朝廷，还是某个人？”秦摄御史，自此后历朝历代，御史的职责只有一样，身为天子耳目，监察百官，弹劾纠察官员过失。你身为御史忠诚，以一己私心干涉国政，污蔑戕害安国公府，这便是你的忠心，你的无怨无悔。百里奚脸颊惨白，嘴唇发抖，原本平直的肩膀塌下去，向他掉了全部的精气神。李策微微摇头道：“圣上宽宏大量，赦免了你家眷死罪，让我们把孩子送来。你若不要，我们……”李策说着转身要走，百里奚的家人连忙呼喊着跪下：“殿下，殿下，我们要！求求您把孩子留下。”牢门打开，李策把孩子递给百里奚，他僵硬着胳膊没有接，他的夫人哭着求他：“老爷，您就接住胎儿吧，圣上已经赦免了我们死罪，咱们家总要留个后啊。”百里奚上前一步，把孩子接在怀里。
那孩子见是祖父，嘴里叫着含糊不清的词，睁大眼睛，双手攥住了百里奚的胡须。百里奚脸上五味杂陈，却闷声不语。临走前，叶娇询问道：“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一句，为什么是国公府？不想大唐与吐蕃合议，为何要通过构陷国公府？他们两家明明素无瓜葛。”百里奚的视线停在叶娇脸上一刻，又挪向远处，过了许久，才露出一丝愤恨不平的狞笑。因为叶熙，你们是他的子嗣，你们会同他一样出入宫廷，干涉国政，把一国之君玩弄于股掌之中。家父没有。叶娇反驳道：“你才几岁？”百里奚不想再说，他抱着孩子转过身，轻轻拍抚孩子的后背，像是在诅咒什么，低声道：“总有一日，圣上会后悔的。以后的事谁知道？”叶娇道：“不过今日，圣上倒是很后悔曾经信任重用你吧。”叶娇疾步离开，他走出大理寺狱，走到坊街上，迈入马车，还在因为气恼，胸口剧烈起伏。娇娇，李策紧跟他坐进来，握着他的手哄劝，被坚定诋毁，不正说明令尊亲政吗？这句话没有安慰到叶娇，他仰起头，依旧气恼道：“我还是很气。”那么，李策贴近叶娇，伸手轻轻托住她小巧的下巴，这样会不会心情好一些？他说着贴上去，薄唇吻住了叶娇的潭口。乖，闭眼。这是李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唇，果然如想象中那么柔软、温热，只需要靠近，便让他心脏剧跳，魂魄炙热的离开身体，只想裹着他。可是，只尝到了那么一点馨香，叶娇便已经向后退开。与此同时，啪的一声脆响，是宝刀出鞘的声音。李策整个人僵住，微闭的眼睛睁开，看到叶娇瞪大双眼，满脸疑惑惊慌，还有一点娇嗔，手握刀柄向前拔出，问道：“你干什么？”“亲你啊！”李策的神情一瞬间变得乖巧，像一个讨糖的孩子般。“我想亲你很久了。”刹那间，叶娇的桃花眼下布满胭脂般的红润。他再退一点，咬唇道：“好，亲过了，你离我远点。”这就亲过了？这只是碰一碰。一抹坏笑在李策唇角盘旋，他的手指捏了捏叶娇的下巴，问道：“这可不算亲过，你不会是不懂这个吧？”这句话激起了叶娇的好胜心。谁说我不懂？不就是嘴唇碰一碰？对啊，李策道，你怎么会不懂呢？我们第二次见面，你就用腿把我抵在墙上，忘了吗？我那不是要亲你，叶娇急急的解释，我那是要控制你，拿你的钱袋。所以现在，李策握住叶娇手里的刀，把刀丢在车厢里，然后左手托住她细长的脖颈，让她不能再往后退，俯身低声道：“这一回轮到我来控制你。”叶娇还想挣扎，可事态的发展已超出意料。她看到李策贴近，感觉到他微凉的嘴唇像蜜蜂汲取花蜜一样贴碰到她的唇瓣，这亲吻中夹杂着小心，还有浓浓的占有欲。你致命般的酥麻从头到脚击溃叶娇的心神，这轻轻开口的低吟反而激起对方更大的欲望。那原本便不安分的唇也像是在探寻般吻到他的背齿。接下来轮到柔软的舌尖侵占城池。叶娇的眼睛半合未合，时不时又睁大看李策沉醉的神情。李策突然放开他，轻视他的唇瓣道：“乖，闭眼。”叶娇仍然没有闭，便见几根修长的手指笼罩了他的眼帘。溃败的他放弃抵抗，一片静谧的漆黑中，天地间似乎只剩下他们两人。多近都不够近，多久都不够久。马车向前驶去，驾车的清风安静得像一只深夜被火把照到的兔子，瞪大眼睛，呆若木鸡，一声不敢吭。他目不转睛看着前面，虽然眼神已经有些呆傻，却竭力保持马车平稳，竭力避开需要走走停停的闹市，甚至竭力避开风，以免风吹帘动，露出里面的旖旎景色。清风在心中不断拷问自己：这是我能听的吗？这是我能知道的事吗？我不是宦官啊，好吗？殿下需要宦官了，殿下他需要一个没有情欲的宦官服侍了。但是清风一句也不敢抱怨。在某处转弯时，他扭头看了一眼皇陵的方向。如果能回到九宗山，他一定要向服侍楚王长大的奶娘、夫子还有老内侍问一句：殿下他怎么什么都会？你们谁教的呀？你们都是坏人！因为只顾亲热的两个人丝毫没有命令要去哪里，清风先是把马车停在安国公府门口，等了等，后面没有动静，便又驾车到赵王府去。这一次身后终于传来李策的声音：到家了。清风停稳马车，躬身退后，又抬起手想要扶李策下车，李策却已经敏捷地跳下马车，又回身扶住叶娇，带着他回府去。清风的头低得快要碰到地面，等两个人双双进府，才偷偷看了一眼他们的背影。李策走在前面，叶娇跟在后面，看两个人的距离，还恪守着男女大防，仿佛他刚刚听到的那些亲吻声都是梦境。你怎么了？听说马车回府，护卫燕云出来跟清风打招呼。清风的眼神仍旧有些呆滞，脸也有些红。
我不纯洁了。他委屈的撇嘴。踏入小院，李策便牵起叶娇的手。叶娇的嘴唇红红的，人也同先前不太一样。虽然仍旧活泼洒脱，但轻咬唇角的样子多了几分娇羞。不过这份娇羞很快被人打破了。有人在院外唤了一声小九，人已经推开院门，叶娇的手立刻从李策手心抽出来，人也站得端正，抬头看向光秃秃的枝桠，低头看看散落的树枝，实在无趣，又捡起一根敲了敲地。李景一眼看到叶娇也在，他有些意外地退了一步，手下意识便摸向衣袖。谢天谢地，泰山实在。李景心中稍稳，踱步走过来。武侯长在啊。他指了指不远处的院墙道，走的是正门吧？可别翻墙了，墙下面都是牛粪，明年也别翻，会种成月月红，刺儿多。叶娇看向李景，李景立刻往李策身后躲，扯着李策的衣服，像一只躲在竹子后的花公鸡。叶娇笑了笑，乍然看到美人对自己笑，李景一时有些恍惚，他露出头试探着道：你不生气，不发飙，不打人了？我可听说朝堂上的事了，你三言两语就让御史中丞下了大狱，过不几天就要人头落地，可怕。本来就不讲道理，又带了2000武侯玩命，这会儿还得到了圣上的信任，那就更可怕了。听李景提起御史中丞，李策怕叶娇又要生气，故而把李景从身后扯出来。别装了，他笑道，是谁为了救安国公府被禁军抓走熬药来着？叶娇神情微动，问道，你还有这个好心？有啊。李景故意仰起头，你要不要报答我？怎么啦？今日看叶娇似乎觉得他好欺负起来，是不是因为他披着李策的大氅，看起来有些娇小？怎么报答？叶娇走近一步，完全没有想到李景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李景倒是要领受他这份感激，立刻高兴起来。孩子吧，你给我个孩子。话音未落，一根树枝从天而降，拍在李景脑袋上。谁要给你生孩子？叶娇大声斥骂。李景吓得往院门方向跑去，叶娇已经灵活地堵住了李景的去路，他只得往院墙处跑，还未跑近，鞋底便沾了2脚泥，有些臭，不知道有没有牛粪。不是让你生。李景气喘吁吁道，我听说你跟王千山关系不错，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去了哪儿，让他给我算算，我这辈子有没有子嗣？李景说着走过来，脸色有些难看。刚到我去宫里了，母后又催我生孩子，是我不想生吗？我明明已经很尽力了。叶娇的脸立刻又红一遍，他丢下树枝道，王千山出城去了，我差人帮你寻寻。这么私密的话题拿出来说，看来李景是被皇后逼急了。有问过太医吗？李策询问道。李景愁眉苦脸道，太医抓的药，本王和王妃每日都在吃，本王倒无所谓，但王妃吃到呕吐，实在可怜。要是命里没有，这孩子不要也罢。他说着抬眼看看李策和叶娇，又眯眼笑了。不过你们俩是不是和好了？赶紧成亲啊，多生几个过继给我，我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叶娇听他这么说，就又要举起树枝，吓得李景立刻收住笑脸，对他们挥手道，本王就不打扰了，你们可抓紧点时间，这会儿成婚，明年秋天我就有孩子了，这是把希望全寄托到别人身上了。李景说着便往外走，到院门处时又转过头问李策，你的人参吃完了没？要不要再补？李策抿唇浅笑，叶娇已经把树枝丢过去，啪的一声砸在李景迅速关闭的院门上。原本同吐蕃的和谈推进很慢，但百里奚的事后反而迅速展开。皇帝亲自召见吐蕃使团，使团进献礼物，吐蕃表示臣服，皇帝拟旨昭告天下。这之后当然是盛大的酒宴。酒宴在灵德殿举行，这里东临太液池，西近西宫墙，由前、中、后3殿组成，面阔11间，可容纳3000人，层台垒榭，高耸入云。若论官职，叶娇还没有资格前来赴宴，但她竟然在宴会前收到了帖子，那自然要打扮妥帖，去凑一凑热闹。入宫的盘查很严格，叶娇在层层检查后，缓步走向灵德殿。女眷们一般都聚在一起攀谈聊天，叶娇因为有官职在身，时不时便有人同她打一声招呼，说说京兆府的事。叶娇一面应对，一面往前走，在某处铺满武康石的甬道转弯时，突然有一个女婢撞入她怀中，那女婢手里的茶水泼洒出来，叶娇灵巧地闪过，后退几步撞到一个人，那人伸出手扶住了她柔软的腰肢。小心！他的声音充满关切。注：专门查了查纯洁这个词，出自《楚辞·刘向》，秦纯洁而往会兮，滋圣之而无谦，所以用在古风小说里应该也不违和。不过以前我老觉得这是个现代词汇呢。是占有欲。宫婢惊慌跪地，叶娇向后摔倒，但因为这一瞬间的托扶，她得以稳定身形。飞扬而起的长发和赤狐大氅同时落下，身后的人也适时松手，退后2步，让出足够的距离。只是有一本书啪的一声掉落在地，被顷刻间转身的叶娇踩在脚下。
他连忙捡起那本书，握在手中，看到纸张，便知道是名贵的蜀地铜绿10色笺。没有细看书中的文字，叶娇拍掉纸上的灰尘，抬头要交还书本，却微微怔住。眼前站着一位身姿笔挺、神情平静的男人。他年约而立，面容白皙，除了微沉的眉梢外，五官俊朗，酷似皇帝。看衣着，他头束青玉冠，身穿月白色圆领袍，其上绣着青色的山川河流，偶尔在某处点缀金色盘龙，彰显富贵和庄重。身形挺拔，宽肩窄腰，腰系白玉墨听带，挂一枚环形墨玉，一个金鱼带。这应该是某位皇子，而算算年龄，该在李策之上，李龙之下。不知为何，叶娇总觉得他看着自己时，目光似乎直直穿透魂魄，看到他的心里去。这个人是危险的，他的手中握着某种小心隐藏起来的力量。叶娇郑重施礼，在双手奉上书本，用同朝中大员客气的语气道：“微臣不小心冲撞了殿下，恳请恕罪。”因为低着头，叶娇看不到这男人的面容，但他伸出手抽走了那本书。微臣，他口中咂摸这2个字，声音和缓温和，看来你便是京都新任武侯长了。本王今晨路过明德门，武侯们军容肃整，忙中有序，果然与以前大为不同。看来圣上慧眼识珠，这京都一大半男人都该汗颜。虽然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但听着夸赞的语气很真诚。叶娇谦虚道：“圣上励精图治，微臣不敢懈怠。”他这才抬起头，人也端正肃礼，就要告辞。地上的宫婢依旧跪着，颤颤发抖求饶道：“奴婢赶着去灵德殿，求靖王殿下恕罪，求武侯长恕罪。”叶娇心中微动，原来这位便是靖王李章，他从北地回来了，这么快？短短数月，发生了很多事。听说李章那了元靖军统领严继德的女儿为侧妃，不知严继德获罪，他知不知情？京都风云诡谲，他既然回来，会干涉大唐同吐蕃合议吗？还有，会不会像传言那般，圣上封他为太子呢？心中这么想着，便听到李章宽恕宫婢，嘱他做事小心。宫婢千恩万谢的走了，叶娇施礼告辞，忽听身后有个声音道：“你在这里啊？”那声音如此熟悉，让惊魂初定的叶娇瞬间有了底气。李策快步走了过来，自从册封为王，他的衣着就比以前更添庄重。玄青色的圆领袍外系一条墨色大氅，因为走得有些快，腰间的白鹿玉佩和金色陶坠磕碰在一起，发出好听的声音。我去安国公府接你，他们说你已经……李策的声音戛然而止，似乎这才看到李章，他瞬间停下脚步，露出笑脸道：“靖王兄回来了。”李章的神情一瞬间变得肃重几分，对李策点头道：“臣启刚回。”他说完收回视线，轻轻拍打手中的书本，又道：“你的身体似乎好些了。”李策点头道：“京都的水土养人，太医调理的也好。”李章不再说话，只淡淡点头，似乎在等着什么。李策也没有再同李章说话，他的注意力在叶娇身上。当着李章的面，李策塞给叶娇一个手炉，柔声道：“你把这个忘我那里了，我加了梅花炭，这会儿正好不烫手。”叶娇含笑接过道：“今日不冷，化雪天最冷了。”李策说完，故意搓了搓手，又对李章点头道：“我们先去，在灵德殿等着靖王兄。”李章不知在想些什么，眉心微锁，听到李策的话，沉声道：“好。”李策便向前走去，有意无意间牵着叶娇的衣袖。灵德殿外，赵王李景正翘首以盼。听说王兄回来了。见到李策，他笑呵呵道，似乎心情很好。李景不会称呼其他皇子王兄，他口中的兄长自然是一母同胞的靖王李章。李策点头，同叶娇在灵德殿门口分开。我们不能坐在一起，他有些遗憾道，但我已经交代过服侍女眷的宫婢，让他就站在你身后，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你放心。叶娇大大咧咧道，我就是来看歌舞吃御膳的，亏不了自己。他说着跟随引路宫婢转身，刚跨入灵德殿正门，便被眼前的盛景震惊。叶娇站立在原地，忍不住低声赞叹，微微抚掌。从外看，叶娇已见灵德殿规制宏伟，彰显大唐气象，待步入其中，首先注意到的竟然是光芒。暮色初至，灵德殿内已点燃烛火，单看烛台似乎也不过9座，它们分布在殿宇4处，相比这宽阔的大殿，烛火太少，太微不足道。但就是有取之不竭的光芒，照射在舞姬飘飞的裙裾上，照射在乐龄轻击的编钟上，照射的每位宾客神采奕奕，红袍紫衫，衣香鬓影间，华光遍地。烛火的光芒怎会如此灼目？不知道精巧的工匠用了什么法门，灵德殿穹顶之上，像是借了一捧冬日最明艳的日光，就这么倾泻而下，使这里宛如幻境。平基古色古香，银器陈列其上，只有葡萄酒盛在琉璃盏中，散发芳香。叶娇在清越的编钟乐声中走向自己的坐席，舞姬的裙裾正在她面前展开，那是一朵朵牡丹。叶娇的对面坐着吐蕃使团，相比淡定自如的大唐朝臣，
吐蕃使团里的每个人都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神色，他们有的仰头盯着粗大的梁柱，有的轻轻触摸明亮的地板，还有人看着餐具美食，迟迟不敢有任何动作。这就是大唐，繁荣昌盛的大唐，万邦朝拜的大唐。叶娇在吐蕃使团中也看到了那位公主格桑梅朵，格桑梅朵的目光不在繁华盛景上，反而盯着那几排气势磅礴、音色悦耳的编钟。她今日穿着吐蕃服饰，靛蓝色的偏领大襟裙，上面绣着某种奇异的火焰纹路，胸前的金项圈做工精湛，五彩宝石熠熠生辉。这样的装束虽然有些俏皮，但她头顶佩戴着金丝缎玄青狐狸帽，把俏皮压下去，只剩下华丽的庄重。格桑梅朵今日没有佩戴面纱，同所有的大唐淑女一样，她露出自己迷人的脸颊，那一张脸上有一对勾魂摄魄的丹凤眼。或许是注意到叶娇的目光，格桑梅朵的视线看过来，她认出叶娇，摇摇一笑，看起来真诚友善。叶娇也同样笑笑。格桑梅朵的目光在叶娇身边搜寻一刻，便又收回。这次她不再看编钟，而是神情含笑的目视舞者，从容大方。殿内的大部分人，叶娇都不认识。已经出嫁的王妃夫人们比较少见，几位公主凑在一起，欢笑着，不知道在聊些什么。朝臣们有些同吐蕃使臣攀谈，大多数都三五成群，聊朝事，客套些无关紧要的话。这些歌舞和美食都是他们司空见惯的事。今日虽说是宴请吐蕃使团，但最重要的是见到圣上，与圣上共饮同乐。过不多时，叶娇便见李策入席。今日除了被幽禁的大皇子肃王，去守陵的三皇子齐王，大多数皇子都到了。他们整齐地坐在一起，俊朗无双，也算是一处景致。帝后双双到来时，皇子们齐齐起身，离座跪倒，一个个姿容潇洒。叶娇从中找到李策，李策也正看过来，他们的目光触碰在一起，又含笑移开。叶娇感觉自己像撞进一团柔软的棉花，那棉花还是用唐丝做的。帝后落座，歌舞暂退，礼官唱诺两国结交、永修战事的宋词。宋词很长，叶娇同大唐所有朝臣一样，神情肃重聆听。所有人都知道，休战只是暂时，所谓臣服也不会是永久不变的。大唐国力强盛，则藩邦不敢有所动作，可一旦示弱，四面八方都会虎视眈眈，妄图滋扰侵占。这大唐的太平盛世，要靠在座各位，靠战马兵戈，靠黎民百姓来日夜守护。宋词毕，众人落座。皇帝先询问李章道：“晋王今日回来，早朝后到紫宸殿觐见，帮朕梳理西北边陲奏折，忙了2个时辰。此时又到灵德殿，不觉得辛苦吗？”李章回答道：“儿臣这一点辛苦，比不得父皇朝前夕替，为国事操劳。”皇帝颔首微笑，抬袖指着满殿朝臣道：“有他们尽瘁事国，朕很轻松。对了，你见过朕的武侯长吗？我大唐就连女子都能统帅2000武侯。”他说着，便在100余人的坐席间寻找叶娇。叶青吗？叶娇突然被点名，猝不及防的抬头，才意识到自己左手拿着鱿鱼饼，右手握着琉璃盏，而口中是满满一大口葡萄酒。特殊要求，手中的鱿鱼饼好丢，但嘴里的这一大口葡萄酒必须借着起身回饼的动作，分好几次快速下咽。1口2口3口，咕咚咕咚咕咚，叶娇全咽下去后抬头看向皇帝，而与此同时，他不受控制地打了个9嗝，声音倒是不大，但是在乐舞暂停、群臣肃静的大殿，这声音还是传出去好远。几位坐在叶娇身边的公主忍不住偷笑，有言官想要起身训斥，好在皇帝适时笑了起来。今日的酒好喝吗？他温声垂问，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得。好喝。叶娇点了好几下头。皇帝同皇后对视一眼，笑道：“这是晋王从西北带回来的美酒，叶青既然喜欢，回去时可带走一坛。”原本想要嘲笑叶娇的人，瞬间露出艳羡的神情。特别是赵王李景，他端起酒盏喝了好几口，举止夸张，神情垂涎。但无论他做什么，皇帝都仿佛没有看到。怎么他打嗝都有赏赐？李景低声抱怨道。旁边的魏王李琛笑着劝慰李景：“父皇是要我们知道二哥的孝心，无论是谁先拿起酒盏，他都会问一句，赏一赏的。”李琛旁边坐着李章，他的头偏向2位弟弟一瞬，又应和皇帝的话道：“叶武侯长乃女子表率，叶武侯长的兄长更曾跟随儿臣英勇杀敌，儿臣愿意亲自把酒送去，也省得他雪地搬运的辛苦。小小一坛酒，怎么会辛苦呢？”叶娇有些疑惑地看向皇帝，正要说自己一个人也行，便见皇帝笑着颔首。叶娇又看向李策，李策跪坐在几案后，眉心舒展，对他极细微的摇头。圣上这是有意让李章同安国公府交好，李章的话又坦白了他的心意。这在叶娇看来简简单单的几句对话，在灵德殿这些朝臣心里却已经弯弯绕绕走了无数个圈。心思简单的人明白，这是百里奚那件事后，皇帝再次表明对安国公府的宠幸。
心思复杂些的人知道，皇帝没有同吐蕃使臣攀谈，先赏赐夜交，是表明对征北将士家眷的慰劳。和议是打出来的，朝廷不会忘记那些在边关流血牺牲的将士。而如李策这种人，想的还要更多些。圣上要立储了，储君靖王。皇帝同靖王说完话，才看向吐蕃使团。大唐国君面对外邦使团时，神情气度又同之前不太一样。他的关心带着礼仪之邦的宽宏，又难掩盛世国君的压迫力，开口道：“不知吐蕃公主在长安还住得惯吗？朕曾嘱咐礼部和鸿胪寺要安排好公主衣食，若有不合心意的，尽管开口。来者是客，大唐对客人向来是雍容大度的。”格桑梅朵起身施礼，动作谦恭有礼，柔声道：“本宫来到长安，痴迷大唐气象，一时竟不思故土，想要长居了。”皇帝淡淡的笑笑道：“公主不想走，尽管住下。咱们这里有一位倭国使节，已经待了10年，还不想走呢。”听说，皇帝看向礼部，确认道：“他把咱们的琴棋书画文字全都学会不说，最近在学女子梳妆打扮了。”礼部官员点头称是，众位朝臣哈哈大笑。他们笑得从容洒脱，并不担忧大唐风貌被人学去，反而自信爽朗。叶娇也跟着笑笑，直到听见格桑梅朵提起自己的名字。本宫早就对大唐心生向往，女子梳妆打扮这些，看来也要学一学。今日叶武侯长的妆容，本宫就很喜欢。叶娇刚端起一杯酒，闻言将在空中不敢再饮。他抬起头，见四面八方的目光已经全部聚拢在自己身上。格桑梅朵说什么？要跟他学梳妆？他今日其实梳着最简单的发饰，只在眉侧画了一抹桃花斜红，这就好看了。你们能不能别总提我，让我安心吃肉喝酒？不过皇帝似乎不太乐意格桑梅朵提起叶娇的妆容，他的表情只是微微变换，便立刻有人察言观色道：“公主殿下找叶武侯长学梳妆，不如学一学他的剑法武艺。圣上亲命叶武侯长镇守都城，可不是因为他的美貌。不过想必叶家的剑法武艺，吐蕃将士在甘泉水已经领略过了。”此言一出，吐蕃使团人人变色。叶长庚曾经带领大唐军队大败吐蕃，使他们退居甘泉水下游，上书求和。即便如今两国合议，这件事也是吐蕃人的耻辱。叶娇向开口说话的人看去，那是四皇子魏王李琛。叶娇同李琛有些熟，李琛的身高和长相在诸位皇子中最不起眼，但他和几位兄长一起，最早辅佐皇帝处理朝事，也最简朴最孝顺。传言李琛亲自向太医学了针灸之法，在自己身上练会，皇帝腿痛时跪地帮忙针灸，一跪就是1个时辰，从不觉得辛苦。李琛的生母昭容娘娘是春秋时鲁僖公的后裔，所以她虽然不是皇后嫡出，也颇得皇帝宠幸。不过这些都是其次，叶娇跟她熟悉，是因为她娶了叶娇从小的玩伴严从征的姐姐严双旭。李琛和严双旭成婚前后，叶娇见过他几面。他那时说话彬彬有礼，见到叶娇也不像其他人那样避之唯恐不及。李琛今日这么说话，是在帮自己吗？叶娇正胡乱想着，便见格桑梅朵起身，对他拱手道：“早听说大唐女儿家也善弓马骑射，本宫幼时曾经学过几招刀法，不知道能不能在此向叶武侯长讨教几招。”叶娇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首先，我是来吃御膳喝御酒的；其次，我是来点小私约会的。你们屡次打断我也便罢了，怎么才刚刚开宴，就要让我饿着肚子开打了？他求助般看向对面的李策，李策已经站起身，对格桑梅朵说话：“今日是两国庆祝和议之日，解甲头戈不见兵刃，切磋武艺，不太好吧？”他立在殿内，殿内的光芒便似齐齐照在他身上，英姿飒爽，气宇轩昂，让不少女眷看得吃了。叶娇身边的公主们窃窃私语道：“楚王一直都是这么好看吗？以前怎么觉得他病恹恹的？看来是养好了。谁养的啊？五哥吗？”叶娇没有搭腔，但她觉得是自己养的，他送了那么多人参呢。于是叶娇愉快地看着李策，仿佛在看着自己喂大的骏马，浇水后开花的树，满脸得意。李策既然开口，朝臣们便你一言我一语，都说今日不适合打打杀杀，但是说来说去，还都要等皇帝决定。皇帝正放松地同皇后说话，似乎没有听到格桑梅朵的请求。过了一会儿，他在内侍的提醒下看向叶娇，问道：“要切磋武艺吗？朕许久未见女儿家比剑，叶卿可愿一试？”叶娇隐隐觉得他若拒绝，便是示弱了。皇帝是不允许他的子民示弱的，对方挑衅，退避三舍，那便徒长吐蕃志气，灭了大唐威风。李策必然也能想到这些，但他为他开口了，顶着圣上不喜的压力。其实，叶娇想了想，品尝美味佳肴，没有国事朝事重要。他只是有些担忧自己剑法不行，输掉比试给大唐丢脸。这真是输到用10方恨少，
见到比释恨练得少。叶娇面容僵硬，对皇帝施礼道：“传言吐蕃公主武艺超群，微臣只是从小跟着家中老仆学了几招，自知剑术不如，但愿一试，给圣上，给诸位大人助兴。”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格桑梅朵武艺如何，但是先这么说一句，免得自己输得太难看。说完后，叶娇便有些后悔，他应该说格桑梅朵是吐蕃第一武士的。唉，失策了。叶娇起身离席，站在殿内中间空旷处，位势郑重。她今日穿着最华丽的衣裙，想到这裙子说不定会被刀剑划伤，叶娇便觉得烦闷。再看那些朝臣，一个个瞪大眼睛，唯恐看漏某个细节。他也注意到晋王李章正端正跪坐，严肃地看着自己。李策呢，仍旧站着，神情有些担忧。李景就很快乐了，正偷偷跟六皇子打赌叶娇能不能赢，一面赌叶娇输，一面握着拳头给他加油助威。真是个不太正常的皇子。而一位5、6岁的皇子忍不住站起身离席鼓掌，恨不得跑过来比划2招。格桑梅朵和叶娇入宫都没有佩戴兵刃，很快有内侍卫他们送来一把刀一柄剑。叶娇用剑，格桑梅朵拿刀。他掂量一下手中刀的重量，很满意的对叶娇拱手道：“承让。”叶娇笑了：“公主殿下，这句话在我们大唐是赢了后才能说的。”格桑梅朵充满傲气的笑笑道：“本宫只是早说一刻而已。”他说完，双手举刀，叶娇左臂背后，右臂挥剑而上。叶娇知道这一局是不能输的，输了就是输掉了大唐的颜面。可是啪的一声，刀剑第一次相击，叶娇手中的剑便断作2截。那截光芒四射的剑身窜入空中，又掉落在地，惊得人人起身细看。95至尊的皇帝陛下目光一瞬间变得阴沉：“我想要你。”大唐吐蕃2国已经合议，说是合议，其实条约立于大唐。毕竟胜者为王，战场上那些将士的鲜血不能白流。皇帝明白格桑梅朵的意思，他夸大唐女子英勇，吐蕃不甘示弱，也要让皇帝明白，胜负只是一时，他们不是柔弱可欺。一个国家屈居人后可以，但不能差距太大，不然就不是合议，而是吞食了。皇帝自然希望叶娇赢，他知道叶娇剑术好，剑法吗？似乎在城门前同宗全武打过几个回合。这吐蕃公主再厉害，叶娇应该也不会输得太难看。可是只第一招，叶娇的剑便断了。他握紧剑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皇帝看出叶娇的慌张，武艺比试犹如对弈，宁失一子，不失一先。如今先招已失，锐气顿散，想赢对方就难了。来人！在一片难堪的寂静中，皇帝扬声道：“剑技已断，便取朕的长技剑来。”长技，休战之年，长夜永记。这是开疆拓土之剑，也是守护百姓的剑。叶娇立在殿内，心中有些慌乱，被砍断剑矢后发麻的手腕和虎口微微颤抖。他不怕，他怕给朝廷丢脸，给大唐丢脸。多少将士浴血奋战，才换来吐蕃不再滋扰边境的求和。他输掉的会是他们用死亡代价撑起的尊严。叶娇感觉此时的每一刻都难熬得像站在闹市里等一艘无法到达的货船。抬头看，对面格桑梅朵的眼中蓄积着浓浓的倨傲。叶娇攥紧那截剑柄，余光看到有人绕过几岸，穿过人群，在一片肃静中向自己走来。李策，灵德殿穹顶之上的全部光芒都像是投射在李策身上。他的脚步轻盈和缓，腰间配饰相撞的声音听起来比编钟还要悦耳。他白皙的脸颊像镀了一层阳光，眼含热意，唇角微扬，是殿内大唐皇族朝臣中唯一轻松自如、面含笑意的。李策走到叶娇对面，轻轻抬起手，取走了叶娇紧握的断柄。叶娇人由他拿走剑柄，略有些愧疚地看向他。李策却又伸手温和道：“武侯长忘记了吗？你跟人打架的时候是要解下披帛的。”那条天青色的披帛就绕在叶娇手臂上，一半在他身上，一半在地上拖曳。平时看起来飘逸美艳，但与人比武的时候的确容易牵绊影响。不知为何，这云淡风轻的一句话说完，大殿内原本为叶娇紧张的人都略有些宽慰地动了动，像凝固不变的密林被风刮过，枝叶浮动间，人人得以喘了一口气。叶娇迅速解下披帛，递到李策手中。李策却并不着急离开，他慢慢地折叠披帛，一面折叠，一面对叶娇说了一个字：“水。”水。叶娇茫然看过去，李策耐心解释道：“叶武侯长读过兵法吗？夫兵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的声音不高不低，殿内人人都能听到，格桑梅朵自然也能听到。他听到李策说水，说兵法之后，李策说的每句话，格桑梅朵都能听懂，因为听懂了，
所以他眼中的倨傲渐渐褪去，提防和担忧像一张兜头而下的网向他照来。格桑梅朵一刀砍断叶娇的剑，是以力取胜，以勇取胜。若他是高原之上冰冻万丈的岩石，李策便要叶娇做以柔克刚的水。水滴石穿，正是他们汉人的谚语。这是阳谋，不是藏着掖着的阴谋诡计，是三言两语间天地变幻的阳谋。李策不像一个拥裘为庐、鬓若白皙的皇子，他像是站在战场上，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佩剑已经送来，叶娇双手接剑，对皇帝施礼。在起身时，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更从容，更自如，脸上的惧意褪去，迷离的桃花眼中凝聚自信。他拔出宝剑，剑刃向下，以手势站立，对格桑梅朵道：“来吧，来吧，在这里好吃好喝，锦衣玉食太久，也叫你见见大唐的风雨。来就来。”格桑梅朵扬刀，倒要看看是你能以水之力撼动高山，还是我山石掩水，让你一溃千里。殿内起了风，不，四处的殿门都关得严严实实，哪里有风？风从殿内两位女子的衣袖中来，刀舞中来，剑扬中来。蓝色的衣裙翻飞，是西北的狂风；硬底短靴踢破空气，是山顶的飓风。金色的项圈跃起落下，五色的宝石灼伤人眼。在凝神细看时，格桑梅朵已不再是风，它是日光下、金顶下一块重于千斤的飞来石，直直向叶娇撞去。这一刀的力度已经不是切磋武艺，是要刺破肌肤，砍断魂魄，碾碎血肉。而叶娇不是风也不是石，它是水。水流避开高处，在眼底淌过，水流慢慢汇聚，终成湖海。水流可以是和风细雨，也可以是惊涛拍岸，汹涌澎湃。他赤色的裙长擦着刀边险险避过，他柔软的腰肢弯下去，在起身时突然像是山河地动，引得水流纵越半空，继而避实击虚，轰然而下。叶娇双手握剑，锵的一声锐响，击在格桑梅朵刀刃上。那把刀脱手而飞，叶娇稳稳落在地上，剑尖向上，抵住了格桑梅朵的咽喉。水落石出，石已千疮百孔。公主殿下！席中吐蕃使节齐齐惊呼。叶娇清澈迷离的桃花眼眯起来，笑道：“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承让，只有赢者可以说承让，这是大唐的礼节。”说完这句话，叶娇转头向李策看去，像一个等待夸奖的孩子。而李策看着叶娇，眼中浓浓激赏，脸上浓浓笑意，抚掌道：“好，好，好，好啊！”大殿内群情振奋，人人起身鼓掌呐喊，就连李景也一面掏出赌输了的银子，一面不服气的鼓掌。而端坐编钟前的乐基适时敲响编钟，奏出一串激越的音符。皇帝的神情却很庄重，他摆手制止众人的喧闹，不怒自威道：“快把剑放下，切磋而已，不要弄伤公主殿下，不能输得太难看，也不能赢得太嚣张嘛。”是。叶娇乖巧收剑，格桑梅朵微微喘息，低头拱手道：“叶武侯长武艺超群，本宫佩服。”叶娇欣然领受他的赞美，不忘了也夸格桑梅朵一句：“殿下的刀法也很好，你看我的裙子都被割掉一块。”他说着捡起地上碎裂的裙摆，撇着嘴委屈地看向皇帝，请罪道：“微臣仪容不整，望圣上恕罪。”“无罪。”皇帝这才露出笑容，开怀道：“吐蕃公主巾帼不让须眉，朕赠宝刀一柄，金银玉器7件。”叶娇说自己衣服碎裂，也算是主动示弱，给了格桑梅朵一点面子。大唐皇帝又有赏赐，吐蕃人心中多少宽慰些，一个个勉强的笑笑，笑容中带着对大唐的忌惮。女子已如此，男人该如何？叶娇拿着他那块破布，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赏赐。可皇帝什么都没有赏他，只是略带宠溺地对叶娇笑笑道：“饿了吧？”说完又环顾四周道：“快开席，谁都不准再找叶青叙话，让他放心畅饮。”叶娇干巴巴的施礼感谢皇帝，觉得他这一仗白打了。对面的李景对叶娇挤眉弄眼，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如果不是朝臣都在，叶娇很想砸过去一根猪骨头。好在李策很理解他，他旁若无人的对叶娇用口型说话：“想要什么？我给。”叶娇嚼一口鱿鱼饼，饮一口葡萄酒，认真的看向对面气定神闲的男人，开口道：“我要你，你老子不赏我，你就把你自己赔给我好了。”当着宾客的面，李策的脸红成了桃子。叶娇说完这句话，便歪着头，顽皮的等待李策的回应。但是有一个人穿过宽阔的大厅，挡住了叶娇的视线。晋王李章，他向叶娇走来，裹着殿内的万千流光，像一柄搅动春水的宝剑，看不出是敌是友。今晚就要。叶娇自顾自饮用美酒，因为视线被遮挡，他歪着头，身子偏离桌案，努力去看李策的反应，直到李章在他面前停下。叶娇这才明白，李章是冲着自己来的，不是恰巧路过。有点烦。虽然他在甬道扶了自己一把，但叶娇此时只想跟李策斗去。小思思脸红了呢，
红着脸的他看起来又脆弱又好看，不是刚才指点江山的从容模样了，让人想再斗一会儿。但李章显然不明白叶娇的情趣，他眼中的叶娇是一面大快朵颐，一面喝酒歪头，视线盯着对面的皇子，目光灼灼，神情顽劣，就差流口水了。果然，只有这样厚脸皮的才适合破例亲赐官职。李章缓步走到叶娇面前，声音和缓：“这个是武侯掌掉落的吗？”叶娇低头，见李章摊开的手掌中心是一只镶有一颗璀璨东珠的金钗。这只金钗的款式很简洁，东珠却有指肚大小，粉色正圆无瑕，在灵德殿的光芒中饱满丰润。如果叶娇没有认错，正是他的。或许是他比武时掉落的，不知怎么就被靖王捡走了。但叶娇撒了个谎，不是。他用帕子擦拭唇角，收回面对李策时的挑逗目光，看着珠子摇了摇头，或许是哪位公主掉落的，靖王殿下可以再问问。亲手捡起金钗送还，应该是靖王在示好。但经过御史中丞百里奚那件事后，叶娇已经警惕了很多。在这灵德殿内当众同靖王说话，收下他送来的东西，不知会被别人怎么想。这里有无数双眼睛，他不能做出让朝臣和皇帝怀疑他同靖王结党的事。即便靖王不在乎，叶娇也不能。他只是想同李策在一起罢了。他们说好了，简简单单做一对贤王贤妃。叶娇宁愿失去这只珠钗，不是吗？一抹疑惑的笑在李章眼角散开。他收起珠钗，抱歉道：“是本王唐突了。”无妨。叶娇说着，低头斟酒，表示他已经无话可说。李章并未觉得尴尬，他挪开几步，同叶娇身边坐着的公主们说话。在外人看来，叶娇只是他最先打招呼的人罢了。叶娇放下心，再次抬头看对面。李策脸上的羞红已经褪去，他端坐在几案后，几位皇子在打趣说话，有些还在比划刚才叶娇的招式，但李策静静坐着，专注地看向这边。他的目光中交织着关切和紧张，一只手按着地面，似乎随时就要起身快速走过来。李章只不过是来说句话，怎么就把李策吓成那样？叶娇心中温暖，高举琉璃盏，摇进对面的知心人。我没事。他摇盏示意。哎呀，看！李策还没有动，李景已经提起酒杯起身。叶武侯长要敬本王吗？来来来，今日一醉方休。他说着仰头畅饮，说不出的得意自在。乐声起，舞姬婀娜进场，刹那间腰肢转动，彩带翻飞。今夜的灵德殿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宴席初散时，叶娇在殿前广场上遇到李景，叫你不压我赢。他负手站在李景面前，顽皮道：“银子跑了吧？”银子没有跑。李景正踮脚往大殿方向看，闻言嬉笑道：“他只是从我兜里去了别人兜里。”看来虽然输了赌局，李景心里还是希望大唐能赢。父皇的那柄剑呢？他凑过来道：“叫本王瞧瞧，上面的宝石价值千金，咱们可以抠下来一颗。”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显然也知道自己的话大逆不道。那是收走了。叶娇道：“你往殿内瞧什么呢？”二哥呀，我们还没有说过话呢。李景又看了一眼，见李章被许多朝臣围在中间，一时半会儿难以脱身。他露出遗憾的表情，叹息道：“本王先回了，王妃还等着呢。”你记得啊？李景在人群中寻找李策的身影，找到后笑笑道：“明年我得有个孩子。”他说着，双臂环在胸前，做了个怀抱婴儿的动作，脸上笑得像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别理他。快步走来的李策明白李景的意思，安抚叶娇道：“一个也不给他。”叶娇掩唇而笑，放下手臂时，感觉李策修长的手指碰触到他的手心。丝丝，他忽然娇嗔地往李策身上靠了靠，趁夜色迷离，下巴贴着他的手臂，低声道：“你把自己给我了，是不是？”李策又要脸红，却并未被叶娇吓怕。他的手指轻轻张开，把叶娇柔嫩的手攥进手心中，压低声音靠近，在他耳边道：“娇娇如此贪心，你是今晚就要，还是另择黄道吉日？”叶娇被他这句话吓得面红耳赤，双手挣脱推开李策，飞也似的逃了。李策看着他的背影，笑得深情宠溺。可惜一个声音阻止了他想去追逐叶娇的动作。本王要恭喜楚王得觅佳人。李章阔步而来，停在李策身边，视线看向消失的叶娇。李策垂下衣袖，对李章点头。他语气平淡的说话，似乎没有半点感情。既然王兄知道小弟同叶小姐的事，就请行个方便。若再有捡拾到他什么东西，可交由小弟转交。这句话客气得很，客气又疏离。看来叶娇掉落珠钗，李策也看到了。兄弟两人静静站着。殿前广场上，朝臣相伴而去，一个个谈笑风生，亲切热络。可是原本应该亲密的兄弟俩，却仿佛被一道屏障隔开，神情淡漠而清冷。许久，还是李章打破平静：“为兄不会干涉你的婚事。”李章的手指在衣袖中握紧，开口道：“不过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请王兄赐教。本王离开京都前往北地，
一是希望守护国土，二是希望能在军中建功立业，在朝中立足。元敬军统领严继德虽然同本王有亲，但他做的事我一概不知。严继德在李章还没有封王时，便把女儿嫁给他做家人子了。李章封王后，严氏已经是晋王侧妃，所以他们有亲。至于严继德做的事，为得禁军统领之位，在宫中纵火，被李策生母发现后，3封信把他下封。这件事李章或许不知道，但李章在事发后同皇后一起帮助严继德瞒天过海。皇帝至今都还不知道顺嫔封傻的真相，人人都以为是严继德作死诬陷李策谋逆，炸山要活埋李策，而叶娇和叶长庚恰巧出现救下他。其实只有李策知道，即便严继德没有诱他进山，他也一定会去的。甚至正在路上，李策的护卫已经乔装为猎户，就等严继德发难。兵行险着，是为母复仇。到底是谁掉入谁的陷阱？想必如今严继德已经想明白了。李策神情不变，只轻轻吐出一口气道：“王兄远在千里之外，他做的那些事又怎么会知道呢？但是顺嫔封傻时，你是在京都的，你知道，但你没有揭发，而是选择扶严继德上位，同他结党营私。不知道李章有没有听懂李策话里的深意？”他又提起百里奚，还有百里奚。李章道：“为兄在书院时的确曾受教于他，但为兄不知，他如今竟蠢到诬陷安国公府，妄图阻止和议了。”李章的声音里饱含愤懑，看来的确气得不轻。人心是会变的。李策简短道。李章点头表示认同。他抬起手拍了拍李策的肩膀：“咱们兄弟不会变，祝楚王府早日建成，你好跟叶小姐琴瑟和鸣。”李章说完，迈步离开。他相信李策能听懂自己的话。回京前，李章已经听说皇帝提了好几次要把叶娇赐给他做侧妃，他如今让给李策，希望能抚平李策心中的愤怒。天底下的女人都差不多，没必要因为叶娇同李策置气。长安城还是那么繁华热闹，夜晚的大明宫燃起灯火，宛如空中楼阁。李章乘坐马车回家去，一路上没有心情欣赏美景。他拿着那根珠钗，面无表情端详良久，要抛出窗外，又收回来，把它随手塞进书册中。那本书被叶娇踩了一脚，书皮已经脏了。脏了的书，他是不会再看的。马车驶入晋王府，管事迎出来，孩子们迎出来，王妃迎出来。李章把最小的孩子抱进怀里，捏了捏孩子的脸蛋。府中一切还好吗？李章问。都好。王妃说完，又看了一眼后院，低声道：“侧妃跪在院门外，想要求见王爷。”侧妃，严继德的女儿严氏。李章半蹲下来，和另外一个孩子额头相抵，逗着孩子，似乎完全没有听到王妃的话。过了许久，他才凉凉道：“天冷，让他到寝殿等着吧。要封太子。”严氏虽然生在将门世家，但她性子柔软，一双大眼睛里常常露出无辜和委屈，眼帘低垂，睫毛微颤，看起来颇有些楚楚可怜。奶娘已经来传话，说晋王殿下心情好，怕他冻着，准他到寝殿等候。但严氏还是跪在院门处，没有走。他希望自己在冰雪初融的石板上多跪一会儿，能得到晋王的怜悯。男人的怜悯和心疼是无价之宝，可以换来他们原本不肯给的东西，比如对他母族的饶恕，比如他父亲的性命和前程。晋王李章拷问完孩子的功课，才来到侧妃居住的院落。这是个3进小院，除了有单独的寝殿，还有一处小厨房。为了严氏的口味，专门请了许多的厨娘。因为严继德获罪，这些伺候严氏的人颇有些战战兢兢。李章迈入院落，见严氏跪在院门口恭候，奶娘和丫头跪在他身后劝说，但严氏泫然欲泣，执意不肯起身。你们都下去吧。李章温和地屏退奴婢，又看向院落其他奴仆杂役，都出去。仆从转身退去，又掩上院门。李章伸出手，身子也弯下去，用万分和蔼的语气道：“你先起来。”严氏的泪水滴在地板上，小心抬头牵住李章的手。这个男人身量结实，眉目英俊，半年的军旅生涯给他添了几分。双领恋，常常淡漠疏离的他，很少有此时这种温软的语气。许久未见，严氏不由心中羞涩。然而严氏的手刚刚被李章握住，一股巨大的力量便拖拽着他起身。李章拉起严氏，径直带着他转身，迅速穿过步道走进寝殿。哐的一声巨响，紧闭殿门，欺身而上，把露出迷惑神情的严氏压在殿门上。娇小的严氏低呼一声，四肢动弹不得。你是不是以为？李章压低声音斥问道，这样就可以逼迫本王妥协？妾身。严氏被吓得浑身僵硬，就连解释都只能说2个字。李章的身子紧紧抵着严氏，手在他衣襟间摸索，拽掉他的披帛，撕开他的衣裙，揉烂他的亵衣，粉红色的裙长化作碎布掉落在地板上。李章的手指握紧严氏白皙的肌肤，恶狠狠道：“这样呢？你要跪，
不如就这么不着寸缕，去跪在院门，去羞辱本王。殿下。严氏屈辱的低下头，泪水倾泻而出。李章脸上却并未有半点怜惜，他站在严氏面前，一件件解开衣袍，继而铁青着脸，牵着他的手到床上去。严氏不敢不从，烛光颤抖着，把光芒送到巨大的红木床榻上。李章发泄心中的怒火，咬着严氏的耳垂，一字一句道：7年前你父亲纵火上位，把楚王生母逼疯，7年来本王为他屡次遮掩，保他坐稳禁军统领的位置。他为本王做了什么？诬陷楚王谋逆，把他困进山里炸死。他好大的胆！本王离开时明明叮嘱过，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严继德如此，百里奚也如此，这些人愚蠢而不自知，毫无头脑。他们两个先后下狱，从此禁军和御史台都没有了李章的人。他恼恨，所以他动作粗暴；他气闷，所以他根本不会怜惜身下的女子。严氏站立不止，在李章身下软成融化的蜡烛。良久，李章才缓缓起身，捡起一件地上掉落的锦被，丢到严氏身上。本王最恨背叛，他咬牙道：你考虑清楚，是为你的母族效忠，还是跟着本王终有一日搬进大明宫去？大明宫那是天子和嫔妃的居所。严氏在锦被内一动不动，香肩露出多半，发髻散乱，脸上花掉的妆容遮掩了他的表情，只在凝固的眉心间看到一丝畏惧和绝望。李章重新穿回衣服，临走时转过身打量严氏：生气了吗？他坐在床头，伸手抚摸严氏的脸颊。他小小的脸庞在他手心中似随时可以把玩的玉珏。因为李章的触摸，严氏微微发抖。别气了，他柔声哄劝，声音语气仿佛换了一个人。我在北地时常常想起你第一天过门的样子。你说你喜欢牡丹花，我让人从洛阳挖来许多，等明年春天这些花就开了。严氏看向李章，一滴眼泪掉落。李章擦去他的泪水，轻声道：严继德这次父皇原本要定他死罪，是本王临走前请张太傅看顾老臣，父皇才下旨赦免死罪，流放3000里。这一路上风霜露宿，都有晋王府的人出面保护。阿雪，你别生气了好吗？我能为你做的只能是这样。严氏归明，继雪。严继雪低声哭泣，埋头在被褥中喃喃道：殿下，妾身错了，妾身不该不顾殿下的安危，一心只想着母族。李章轻声叹息，拍了拍他的肩头道：乖。等李章回到王妃寝殿，晋王妃已经沐浴更衣完，重新化好妆容，坐在窗前等待李章。他迈步进来，大氅递给奴婢，从另一名奴婢手中接过安神茶，轻抿一口，撩起衣襟，坐在王妃对面。朝中还好吗？王妃问道。还好。李章点头，面上云淡风轻，说完又问了一句：我离家这些日子，你去过宫里吗？王妃恭谨点头，姑母一切都好。李章的王妃是当今皇后的侄女，所以私底下他仍喜欢称呼皇后为姑母。李章宽慰地笑笑道：今日我已经见过母后，舅父还好吗？晋王妃的父亲是皇后母族，太师之子。晋王妃含笑道：都很好。前些日子我带孩子归宁，父亲说等殿下回来，他有事同您商量，明日早朝殿下遇到，可以问问。这会儿不早了，休息吧。好。晋王说去休息，真的就脱衣去休息。他躺在床榻上，很快呼吸平稳，沉沉睡去。晋王妃坐在床头，愣了好一会儿神，才起身走到妆帘前，轻声解开发髻。这花费半个时辰盘起来的发髻，晋王也只是看了一眼，虽然只有一眼，也值了。他蹑手蹑脚爬上床榻，轻轻整好枕头，把锦被拉上来，盖好自己，然后小心翻了个身，端向晋王的侧脸。不管醒来还是睡着，晋王看起来都像是拥有许多，不担忧，不惊惶，从容不迫，便能达到目的。他很放松，这放松里有一种底气，那是中宫嫡子才会有的底气。晋王妃看着晋王，一直到看累了，才浅浅入睡。一大早，赵王府就热闹起来。先是李景发现早上的菜少了2样，王妃眯眼笑道：叶小姐来了，我让嬷嬷把菜多送过去2道。她来关我什么事？李景不乐意道：小九也是个厚脸皮的，她自己白吃白喝白住不说，现在就连养女人都得算在我头上，真是委屈带窝囊，倒霉又苦恼。你说的什么话？王妃也恼了，我故意把参汤送去，你不知道为什么吗？李景吃一口粥，哼道：因为贵。王妃轻拍桌子，叹道：不是殿下说的，咱俩不吃药，等着领孩子吗？你不把叶小姐的身子养好，明年咱们怎么来孩子？哦，李景哦了好几声，顺手便端起一碟鹌鹑蛋，把这个也送去，鸟类生得多，一窝好几个呢。不行，王妃断然拒绝道，她会以为我们骂人，既然惦记上人家的肚子，难免就要多去看一眼。但李景不爽地发现，他未来孩子的生母正在里侧那个院子里生火，说是晚上要做烤全羊。里侧那个剧内的傻瓜
任由他的女人胡闹。烤什么全羊？李景道，不能去酒楼吃吗？不能。叶娇摇头道，听说好几家酒楼的饭菜不干净，吃了容易跑茅房。今晚我哥也来凑热闹，他要来拜访楚王，我们小聚一下。李景闷哼一声，你们聚？你们怎么不去安国公府聚？我这里每根柴火都是银子买的。正说着话，李策从屋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盐巴，对李景道，你也来吧，城外恰好有一头耕牛掉进井里摔死了，我差人买了一块肉回来做牛肉羹。大唐禁宰耕牛，只能吃病死、老死、意外死的牛。这头牛是怎么摔进井里的，还不好说呢。李景摆手道，你们聚，你们聚，你们还吃牛肉，本王才不要被言官参本子呢。二哥回来了，他那里今晚设宴，我答应某人一件事，得去一趟。他曾经为了让白献瑜拒娶叶娇，答应带白献瑜结交靖王。他是言而有信的人，不像李策在父皇那里拒婚，这会儿又恨不得长在叶娇身上。午后不久，白献瑜就到了，他提着贵重的礼物来，先把礼物交给赵王府的管事，又去楚王的小院做了做。羊肉还在腌制，但是烤架已经做好，无烟的木炭熊熊燃烧。白献瑜乖巧地蹲在炭火前，一面烤火，一面对叶娇道，头儿，您听说了吗？什么？叶娇正用火杵串着馒头在烤，闻言漫不经心道，圣上要封太子了。白献瑜压低声音说完，看了李策一眼，就嫁你了。太子，大唐储君，未来的皇帝。这是会引起震惊和好奇的消息，但叶娇仍然在烤馒头。他专注地把馒头转了个圈，查看有没有焦糊，无所谓道，圣上春秋鼎盛，封什么太子？似乎相比之下，他更关心他的馒头。白献瑜只能主动把消息再透露一点，听说是册立靖王。叶娇这才抬头，貌似迟钝的撇嘴道，所谓立嫡立长，当然是他，不然呢？难道还能是老五吗？这话恰好被踏入院门的赵王李景听到，他猛然咳嗽一声，不满道，什么老五？你这武侯长还想不想当了？当然是册立二哥，还笑话我呢，你的思思也没可能。小鱼，咱们走，不跟女魔头闲扯。白献瑜应声而起，跟着李景就往外走。李策喊住他们，老五，烤羊肉你吃不吃？羊肉已经腌了大半日，可以烤了。不吃。李景摆手道，今晚准备醉倒在靖王府。牛肉羹呢？李策再问一句。李景已经迈出院子，扭头看向李策道，你今日怎么奇奇怪怪的？李策含笑看着他，手中的火杵拨动碎炭，淡淡道，去吧，没事。馒头烤好了，叶娇给李策掰掉一半，隔着火堆递过去。思思，尝一口。李策没有用手接，他的头靠过来，做事去咬那块馒头，却亲在叶娇手背上。呀，你！叶娇快速收回手，挥动木棍，找打吗？我身子弱，不经打。李策抿唇看着叶娇，突然又沉静了些，悠悠道，娇娇，娶你做王妃是委屈了你。委屈什么啊？叶娇咧嘴笑道，如果不是傅明竹偷人，我嫁的是他啊。他是谁？宰相府大公子而已，能不能考中进士还两说呢。可是李策有些惆怅道，可是什么？叶娇把馒头塞进他嘴里，做太子妃就好吗？皇后就好吗？我喜欢的是你啊，就算你是九宗山放羊的，我也跟了。李策咀嚼着口中的烤馒头，越嚼越觉得香甜。我要是放羊的，你不得每天都宰羊吃？他想了想，笑起来。叶娇起身，柔软的手指伸过来，攥住了李策的衣领，居高临下，带着一点挑衅看他。吃什么羊啊？他逗趣道，你就是我的小绵羊。这一次李策没有退缩，虽然耳朵还有些红，但他抬手握住叶娇的腰，把她从火堆那边抱过来，接着趁叶娇笑着拍打她，干脆俯身把叶娇扛在肩头。走，本王今日大肚，让你尝一口小绵羊。李策说着便往屋里走，叶娇悬在空中，长长的头发垂下来，拍打他的后背道，快放开我，放开我。不放。李策甚至转了个圈，就像很久之前他们在房间里那样。叶娇在他背上哇哇乱叫，忽然听到院门开了，余光见一个人凉飕飕的站在那里。他让你放开他。那人道。叶娇怔住，李策的动作也停下，他小心地把叶娇放下去，看来人是他们的客人，叶娇的哥哥游骑将军叶长庚。叶长庚的神情有些尴尬，还有些愤愤。他是在清风的引路下境直推门进来的，没想到就看到这一幕。楚王扛着他的妹妹，妹妹喊着要下来，楚王竟不肯。这才几月街，就敢欺负我妹妹了？见叶长庚的脸有些黑，叶娇主动上前解释，我们闹着玩的。他拽住叶长庚的衣袖，把他扯过来，楚王不会欺负我的，是不是？叶娇看向李策，目光顽皮。李策已经整理好衣襟站直，面对叶长庚，他竟比面对皇帝还要紧张。闻言立刻抬袖道，叶将军来了，请坐。
叶长庚大大咧咧坐下来，似乎还有些怒气。我听说你们两个曾经吵架掰了，是本王的错。李策认错道，已经解释清楚了。叶长庚缓缓点头，努力维持身为兄长的派头，道：那楚王是准备求娶舍妹了？是。李策郑重道：本王会恳求圣上赐婚。正妻？那是自然。叶长庚的神色这才和缓了些，他看一眼旁边规规矩矩站着的叶娇，对李策道：舍妹脾气不好。很好。李策否定。我说他脾气不好。叶长庚道：不是批评他，是请楚王多担待。那是自然。李策含笑递上茶水。叶长庚接过茶，又道：他吃得多，本王尚能养得起，他花钱厉害。叶长庚轻呷一口茶水。本王除了俸禄，还有些产业。李策含笑回答，每次都答得很快，似乎唯恐叶长庚反悔。他是真的花钱厉害。叶长庚絮絮叨叨，买金头面像是买菜，一买就是一大堆。这句话引起了叶娇的不满。哪有那么多？他踢了一脚火堆，踢飞2块红炭。他还爱送东西，拔根簪子就送人了。叶长庚再补一句，这句话李策倒是认同。对，有一回把头上的都拔下来，全送我了。李策说的是叶娇从前姐夫家里逃出来的那晚，是吧？叶长庚哈哈大笑，又有了第一次同李策见面时想引为知己的感觉。你们俩有完没完？眼看他们从聊天变成了讨伐自己，叶娇连连跺脚。李策对他眨了眨眼，安抚道：我是想从大舅哥那里了解一些你的事，免得以后委屈了你。是吗？叶娇歪歪头，总感觉不太是。但叶长庚继续说起来，你知道他小时候有多爱吃吗？刚会跑就掉沟里了，家父为了救他，跳进去摔到了腿，把他救出来后问他为什么往沟里跳，他说肉包子掉进去了。好，李策郑重记下，娇娇爱吃肉包子，还爱欺负人呢。叶长庚还要再说，叶娇已经一脚踢在他的大腿上。起来烤肉。他斥责道。烤。2个男人对视一眼，双双起身，全都努力憋着笑意。出乎意料，晋王府并不热闹。李景出入晋王府从不需要拜帖，这次却被管事拦下了。赵王殿下，管事倒是恭谨，晋王殿下在同贵客议事，请你在暖阁稍后。不是有酒宴吗？李景抬脚进门，笑道：议什么事？酒宴取消了。管事引着李景往前走，白献瑜目不斜视跟在后面。早就听说晋王府规矩森严，不能东张西望。推开暖阁的门，桌案上摆着冬季难见的果品。李景和白献瑜相对坐，白献瑜有些拘束，李景把果品推过去：吃吧，只当是在自己家。待会儿等二哥忙完，我带你去见他。白献瑜接过果品，却仍然没有吃。他低声跟李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一直到肚子咕咕叫，终于忍不住剥开一个橘子。李景显然也饿了，他有些急躁的起身走到门口张罗人：二哥呢？还没忙完吗？管事早就不知去向，但是有个小厮贴过来，小心回话道：殿下正同贵客商议要事，请赵王殿下稍等。李景哼了一声，迈步：什么贵客啊？有自己这个亲弟弟金贵吗？但他没有问，他决定自己去看。不过就是几位朝臣吧，有什么贵的？只是没走几步，便有护卫来拦：赵王殿下，这里不能随意走动。我找晋王。李景有些没好气：殿下在忙，本王也忙。李景有些气急败坏地往前走，白献瑜跑出来拦他：殿下，小弟的事也不着急，要不改日再来。来的时候还是午后未时，这会儿天已经黑透，看来晋王的确很忙。为了让李景不觉得太难堪，白献瑜又添了一句道：晋王殿下知道您带我来过就成了，这事儿就算有了眉目。要不是有您，我还进不来晋王府的门呢。李景好哄，虽然生气，也不好在晋王府胡闹。他叹口气道：你也知道圣旨快下了，他肯定忙。对。白献瑜扶着李景转身：但是好不过他说过要醉倒在晋王府的，这会儿饿着肚子回去，是不是不太合适？马车驶过房街时，李景就闻到了浓浓的羊肉味。这小子什么时候会烤羊了？如果这会儿去蹭吃的，李策会不会笑话他？走到院门外，李景还有些犹豫，听起来里面好些人呢，肉已经吃完了吧？要不然让厨房给他再做些。但是这会儿喊厨子起来得等很久，而且烤羊的味道很好吃，院门也没有关，一步就能迈进去。李景的身影在门口晃了晃，里面就传来李策的声音：五哥回来了。他喊得挺响亮，热烘烘的：给你留了羊后腿，快进来。对，还有个略微熟悉的女声道：楚王盛出一碗牛肉羹，等着您呢。李景心中一暖，厚着脸皮进去了。算了，他是来看漂亮姑娘的，才不是为了吃羊肉。
不过待李景看到这位姑娘，顿时觉得很意外，她怎么来了？看来有些人比自己的脸皮更厚。